承蒙掌教圣恩，尔等凡品资质杂役弟子，均有3月时间领悟五行法，领悟成功，突破至炼气期3层者，可获得外门弟子名额。青云门掌教令一下，整个杂役峰瞬间为之疯狂。杂役峰秉自3号洞府。慕寒低头翻阅着石桌上的五行法，眉头苦皱。这破书他都快翻烂了，可还是一无所得，好难。突然，他的脑海里响起了数道声音：桌上的五行法，觉得你人长得挺帅，你领悟的难度降低10000倍。你学会了五行法，你的五行法开始有了他自己的想法。你的五行法，今天心情不错，自觉刻苦修炼1周天，五行法突破到1重天，恭喜你进阶至炼气7亿层。顿时，五行灵气从4周涌入，钻入了慕寒的身体，顺着他的经脉汇聚到丹田，形成了淡淡的气旋。我这就引气成功了，还直接进入了炼气7亿层。慕寒一脸懵逼，这是什么鬼？功法还能自己修炼的，还他妈有他自己的想法。功法成精了，然后他大喜，如果这功法能一直自行修炼，那自己不就无敌了？这炼气3层的境界指日可待啊！你的五行法感受到了你的震惊，得意洋洋，开始偷懒，修炼速度减半。我擦，这尼玛也行！慕寒感受到体内五行灵气运转速度陡降，脸顿时一黑。喂，醒醒，你好好打工不好吗？你的五行法受到训斥，心情极其不好。警告，你的五行法开始消极怠工，修炼速度归零。慕寒 Sigma， 额的老天爷啊，我这是养了个孩子吗？慕寒无奈，你怎么才肯继续修炼？你的五行法提出了看美女的要求，请及时满足。慕寒，我某某你个大某某，怎么会有这种功法？你的五行法馋美女快馋哭了，请及时去欣赏美女，恢复五行法修炼的动力。慕寒翻了个白眼，哭笑不得。美女我也想看啊，这里可是杂役峰，一个个都是糙大汉，哪里有什么美女？他摇头，赶紧给我修炼，没有美女。真是的，惯得了，我都没有美女看，你还想看？今天我就看看到底谁才是老大。你的五行法感受到了你深深的恶意，秉着坚决杜绝武学界破坏现象的原则，五行法绝不屈服于你的强权统治，并送你2句话：玩，我先把五行灵气顺着周天经脉运行半圈，我就是不走完，就是玩，我再把五行灵气逆着经脉走到鼻子，然后再瞎几把走到大拇指，嘿，我就是不修炼，就是玩。慕寒 add 100分号人民币。他的脸一阵青一阵白，五行灵气在体内经脉逛来逛去，可就是没有一丝的增长。唯一值得欣慰的好消息是，没有走火入魔。友情提示，请你尊重各个武学的癖好，满足他们的要求，这样他们自主修炼起来才能事半功倍。好吧，我认输，你是老大，你牛逼行了吧？慕寒无奈苦笑，我给你去找美女看好吧，服了你了，一个修炼功法，看什么美女吗？你的五行法得到了你的承诺，期待感大增，心情大好，自主修炼速度恢复正常水平。感受着体内流动的五行灵气，慕寒长舒一口气，看来这小子还挺容易满足的。啥？你说为什么是小子不是姑娘？哼，如果是姑娘的话，还急着要看美女 LSP 了。慕寒胡思乱想一番，见五行法再没反应了，一直在兢兢业业的自我修炼，顿时颇感满足。以这种修炼速度，很快就能突破到炼气3层，到时候成为了门派外门弟子，那再回到家族可倍儿有面子。你的五行法为了早点看到美女，奋发图强，刻苦努力修炼，灵气运转完成1周天，修炼进度 18%， 这么快灵气就运行了1周天，天级修炼资质的天骄也就修炼的这么快吧。慕寒眼睛一亮，感觉体内灵气更充沛了，哈哈，看来用不了多久我就能境界提升，当上外门弟子，迎娶白富美，走上人生巅峰了。当然现在他还有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整个杂役峰都没一个女人，去哪找美女看？要不然去看看后院养的那几头母猪，看看五行法有没有中意的。后院猪圈，你的五行法看到了母猪，认为你侮辱了她作为一个顶级美女鉴赏师的尊严，修炼速度减半。五行法大吼，竟然让我看母猪，山上的笋都被你夺完了。果然，慕寒一脸黑线，讪讪道：开玩笑的，我就是开玩笑的，保证马上带你去看美女。你的五行法得到安慰，心情平复，修炼速度恢复到正常的3/4。你的五行法陷入了深度修炼状态，在此状态下他会不断的修炼，但请尽快满足他的愿望，否则他随时会停止修炼。呼，慕寒长舒一口气，可这美女的事情还是没有解决。要知道这几个月整个杂役峰都被宗门封了，没有一个人能够从杂役峰里出去，除非五行法突破到第3重，也就是境界达到炼气3层，才能获得出山的资格。可不看美女，这五行法就要罢工，想要看美女就需要达到炼气3层，这是死结啊。正当慕寒发愁时，突然看到同屋的小李来喂猪。慕哥，你今天怎么来了？慕寒家里资产颇丰，所以哪怕是当杂役也能用银子开路，平时他也没受过啥苦，更别提干活了。看着身材纤细个头矮小脸色苍白的小李，慕寒突然计上心来。小李，先别喂猪了，哥这儿有个活，10两银子用你1个时辰，怎么样？感不感兴趣？小李脸都笑歪了，给您干活还说什么银子吗？
您吩咐就是了，上刀山下火海，绝无二话。嘿嘿，没那么严重。慕寒诡异一笑，小李，我想。一个时辰后，小李穿上了慕寒使用超能力搞来的艳丽女装，镂空长裙高脚袜，搭配米黄色贴身小内衣，那看起来真是……哦，真是恶心坏了。慕寒心情不是很美丽。衣服不错，就是这人，太不像女的了。算了，死马当活马医，说不定五行法的审美比较特殊呢。毕竟他也不是人。慕寒强忍着恶寒，将胭脂水粉扔给了小李，抓紧时间，赶紧化妆。小李欲哭无泪，慕哥，你到底要干嘛啊？我知道咱们杂役风好久见不到一个女的，你忍得辛苦，但是你不要冲动啊，我还是个黄花大小伙呢。滚蛋！你小子一天天想什么呢？我也没那种癖好。慕寒一脸黑线，20两银子，赶紧给我办上。好一阵威逼利诱，小李终于才答应下来，把胭脂水粉在脸上一阵乱抹。这还像点样子。慕寒看着拾掇好的小李，勉强点了点头，起码看着貌似是个女的了。慕寒在心里呼唤，出来吧，五行法，你要的美女到货了。你的五行法听到了你的呼唤，从深度修炼状态兴奋地醒了过来。过去的一段时间里，你的五行法修炼了5个周天，勉强突破到了第2重天的境界。恭喜你，你成功突破至炼气2层。你的五行法看到了一个姿色普通的美女，心情美丽，发生了顿悟。你的五行法突飞猛进，成功修炼到第3重天境界。恭喜你，你成功突破至炼气3层。你的五行法多年想要看美女的愿望得到了实现，修炼速度大大加快，提升为正常速度的2倍。一连串的声音在慕寒的脑袋里响起，让他精神大振。这家伙看美女竟然顿悟了，不务正业，这是一个正常的功法能做出的事儿吗？像话吗？像话吗？要我说，这功法也太牛逼了吧！哈哈，直接给干到了第3重天，慕寒嘴巴都要笑歪了。他感受着丹田中变大好几圈的五行气旋，心情非常愉悦。这就是炼气3层，直接跳级了，好轻松啊！这么轻松的升级，也太爽了吧！看着满眼放光的慕寒，小李下意识地退后了2步。你想干什么？别过来啊！慕寒，他冲上去一个暴力，赶紧给我摆好姿势，银子还想不想要了？小李吓了一大跳，慌忙一躲，竟然把假发给弄掉了。慕寒感觉自己体内原本快速运转的五行灵气顿时一滞。你的五行法，发现自己之前看的美女竟然是个男的，恼羞成怒，受不了侮辱，要上吊自尽。警告！警告！请尽快挽救你的五行法，不然会有恐怖的事情发生。慕寒炸裂了，神特么的要上吊！有谁听过功法还能上吊的？可你上吊就上吊吧，别连累我啊！还有，恐怖的是情是什么鬼？难道是走火入魔？慕寒吓得一个机灵，正要开口挽救，突然脑海里又响起一道声音：你的五行法已经上吊，眼看就要咽气了。千钧一发之际，他的大儿子从远方赶来，将他救下。恭喜你，你获得了五行法的大儿子道法搬山术。慕寒，还有这好事儿？他感觉自己的脑海里突然多出了一串道法的修炼信息，正是搬山术。这尼玛也可以！慕寒感觉自己仿佛从地狱一瞬间来到了天堂，不仅走火入魔的危险解决了，还获得了一门珍贵的道法。这个世界的武学分2种，一种就是五行法，这种功法是专门用来修炼用的。一般来说，一个人只能修炼1种功法，当然中途可以换，但同时只能修炼1部。另一种就是道法，属于战斗手段，那自然是多多益善了。可在青云门，别说炼气期的外门弟子了，哪怕是筑基期的内门弟子，都很少有道法傍身。这五行法一哭二闹三上吊，就给自己带来了一门道法，这也太可了吧！要不我再气一气他，看看还能不能再弄个什么七大姑八大婆过来玩。慕寒想了想，还是掐灭了自己这个危险的想法。万一下次五行法的那些亲戚们没有及时来救，自己不就要面对那个恐怖的事情了吗？还是太危险了。慕寒毫不留情地扔给小李20两银子，将他赶了出去，就开始研究新获得的搬山术。因为你差点害死了五行法，所以你的搬山术对你很不满意，你领悟搬山术的难度提高100倍。我擦，这就不可爱了呀！慕寒就不信了，凭他自己的天赋还搞不定一部道法。然后他就开始认真修习搬山术。1秒后，慕寒，这他妈根本看不懂啊！天赋，我永远的痛！慕寒怒了，出口成脏：你个臭道法，牛逼哄哄的什么劲儿？你那个该死的五行法，爸爸就是个 LSP， 我为了让他断了这个不良嗜好，所以才给他找了个男扮女装，有错吗？对了，我这可是为了你妈好啊！你爸在外面这么看美女，你妈知道吗？你现在不感谢我帮你爸治病，还在这找我的麻烦，你说说，你讲不讲道理？慕寒一口气骂下来，心里已经放弃了这门道法。没办法，谁让你刚把人家爹羞愧的自杀了呢？不过话说回来，功法为啥还有儿子，而且还是个道法？是变异了吗？你的搬山术，听到你的一番敦敦教诲，犹如醍醐灌顶，恍然大悟，明白了你的良苦用心，领悟难度减少10000倍。慕寒，这也可以？这搬山术还是个抖 M， 越骂他越爽。你学会了搬山术，目前熟练度为入门。你的搬山术认为之前误解了你，感到十分愧疚，因此开始发愤图强，努力修炼，
修炼速度提升1倍。慕寒高兴了，这搬山术懂事啊，比他爹懂事多了。自己啥也还没干呢，这就已经有了2倍的道法修炼速度了，爽啊！道法熟练度的修炼等级从低到高依次分为入门、熟练、精通、小成、大成、真智化境、无上圆满，共7大境界。而现在的慕寒已经能使用初入门级的搬山术了。他走出洞府，试着催动搬山术，气旋中的灵气陡然顺着经脉化作神秘玄奥的符号进入了血肉。慕寒感觉到一股从未有过的大力蕴含在自己的体内，他从来没有感觉到过如此强壮。轻轻一跺脚，地上赫然出现一个深深的脚印。看来这搬山术是强化力量的道法，练到极致可有搬山之能。慕寒感觉自己现在壮的能一拳打死10头牛，虽然还是炼气3层，但力量和炼气4、5层的修士比起来也丝毫不弱，好强！同时他感觉自己的灵力和搬山术十分契合，难怪这搬山术是五行法的儿子，估计这2种武学是配套的，甚至有可能这搬山术就是五行法的衍生道法。这么看来，这五行法的功法品阶也不低。可宗门为什么这么好心，把这种厉害的功法交给他们这些没前途的杂役弟子来修炼？说不通。这时慕寒脑海里又响起了几道声音：你的五行法好不容易从窒息中缓了过来，他对你之前的欺骗行为深恶痛绝，决定再也不为你打工。你的五行法修炼进入了瓶颈，毫无寸进，警告，请及时处理五行法的罢工行为。慕寒无语了，儿子搞定了，老爹那儿还有一堆烂摊子等着，头疼，不知道再带着五行法去看真正的美女，能不能让他继续修炼。慕寒现在已经炼气3层了，完全有了自由下山的资格。不仅如此，据他所知，他还是第一个把五行法练到第3重天境界的杂役。毕竟以这些杂役弟子的凡阶修炼资质，恐怕想领悟成功都难，更别提修炼了。这下外门弟子的名额稳了吧？慕寒高兴地颠下了山。负责守山的外门长老一脸的震惊：你说你已经把五行法练到第3重天了？慕寒点头：长老，您就放我出去吧，我家里有急事。外门长老还是不可置信：五行法这破功法还真有人能修炼？我不信，你把五行灵力运转周身，接我这一掌试一试。长老用了2成的力量，准备试一试慕寒的虚实。慕寒听话照做，五行灵力流遍4肢百骸，顿时感觉力量大增。虽然远不及使用搬山术时的力量提升大，不过应该也能接住长老这一掌了吧？一掌袭来，正中胸口。慕寒只觉得胸口一痛，搬山术竟然自觉运转，道法护体。慕寒猛地一使劲，顿时一阵可怕的力道沿着掌心传回长老的身体。噔噔噔噔，长老连退4步，好不容易才站定，仓促间气血上冲，满脸憋红，不断抖动的右手赶忙藏在了身后。长老脸上则满是淡然：不错，你果然已经炼气3层了。心里则是在狂呼：这尼玛是炼气3层能发出的力道吗？虽然我才用了2成的力道，可我已经筑基1层了呀，就特么离谱。他眼中露出惊叹，不愧是几百年都没人能修炼的五行法，果然威力非凡。这五行法非凡品资质不可修炼，可凡品资质的人又怎么能领悟这么精深奥妙的功法呢？历史上就算有极个别悟性极高的凡品资质的修士能够修炼五行法，可最终都因为修炼速度太慢，都慢慢在炼气期老死了。像眼前的慕寒一样，才修炼了几个月就已经炼气3层的，闻所未闻啊！想到这里，长老的眼神忍不住热切了起来。莫非我今天就要见证一个奇迹了？他和蔼地问道。慕寒，你家里出什么急事了呀？需不需要宗门帮忙啊？不用不用。慕寒赶忙摇头，他总不能说是急得下山去见美女吧？所以他随口编了个理由。长老，实不相瞒，其实是我外公和我的祖母马上要结婚了，所以我要回家参加他们的婚礼。长老，慕寒，我是不是说错话了？长老面露难色。要不然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你再编，不是，你再说一个。慕寒一脸为难，只好说实话。好吧，其实我这次下山回家就是那啥瘾犯了，您懂得。长老，你他妈这么着急下山，就是为了女人？慕寒一脸无辜。长老，我知道您年纪大了，可能体会不了我们这种20来岁小伙子火气旺盛的感受，要不然我给您拿点。臭小子，赶紧住嘴！长老老脸一黑，赶忙打断了他。青云门仙家之地，怎能言此等污秽之语？嗨嗨，他轻咳2声，旋即压低声音：听你小子的意思，你家还有那种东西？嘿嘿，慕寒的笑容逐渐放肆。最终长老还是放慕寒下山了。临走的时候，长老还给他的手里塞了一张武技卷轴，据说是外门弟子都会的通用武技贴山靠，提前给了他也不算违规。武技其实就是道法的低阶版。慕寒刚准备打开卷轴学习一下，脑海里就又出现了一道声音：你的搬山术刚刚经过了一场激烈战斗，受益良多，经过1刻钟终于消化，恭喜你的搬山术熟练度从入门级进阶成熟练级，还有额外之血。慕寒一愣，看来经常战斗也是有利于道法熟练度的进阶的。他运转五行灵力，使用搬山术，果然熟练级的搬山术不仅启动的速度更快了，而且给予他的力量也更加强大了。这才熟练级别的搬山术就这么强了。
那要是等到大成了，甚至无上圆满了，那岂不是能以炼气期的境界就能力敌住机器？想想就牛逼啊！慕寒一边往最近的城镇走，一边打开了长老给他的武技卷轴贴山靠。刚看了一遍卷轴，顿时脑海里响起了一道声音：贴山靠，感受到了你身上精纯的五行灵力，欣喜万分，主动求着你去领悟。恭喜你，你成功领悟了武技贴山靠，熟练度为入门级。你的贴山靠发现了你的道法搬山术，自愧不如，危机意识觉醒，开始刻苦修炼，自主修炼速度提升至5倍。这武技还能有危机意识？5倍修炼速度都来了，慕寒颇感欣喜。虽然这贴山靠明显没有搬山术厉害，但好歹也是一种进攻手段。毕竟搬山术只是用来强化自己力量的，贴山靠的出现正好弥补了自己在攻击方面的不足。慕寒试了试入门级别的贴山靠，以绑为武器，不动如山。砰！两人大小的石块瞬间4分5裂，威力的确比自己空手强上不少。就在这时，异变陡生，你的搬山术察觉到了贴山靠的存在，从修炼状态中觉醒。你的搬山术感觉到了饥饿，想要吃了贴山靠。警告！你的搬山术没有抵挡住美食的诱惑，开始对贴山靠动嘴了。你的贴山靠被袭击，吓了一大跳，从修炼状态脱离，正在四处逃窜。你的贴山靠向你求助，他马上就要被你的搬山术抓住了。这又是什么鬼？慕寒懵逼了，之前还说搬山术比他爹靠谱呢，怎么现在就要吃别的武技了？同类相残，这还不如他爹呢。慕寒赶紧出声：停下，搬山术，你赶紧给我停！然而话还没说完，又一道声音响起：你的搬山术已经吃掉了你的贴山靠，你从此彻底失去了贴山靠。你的搬山术感觉很美味，很满足，自我修炼速度提升至4倍。我尼玛！慕寒顿时气得口吐芬芳，真是败家子啊！我好不容易到手的攻击手段就没有了。他欲哭无泪，重新拿出武技卷轴，想要重新领悟修炼，却发现怎么也练不了了。也对，要是能重复领悟，然后再不停的让搬山术去吃的话，岂不是卡 bug 了吗？太可恶了！你这个搬山术啥也不会就知道吃，你说你好好没事儿干吃我的武技干嘛？现在倒好，我唯一的攻击手段没有了，也就是你不是人，我要耐把你从脑袋里揪出来，我一定把你嘎！话音未落，脑海里响起的一道声音陡然把他惊呆了。你的搬山术完全消化了贴山靠，进化出半被动类型的反击手段贴山阵。贴山阵属于道法搬山术的新特性，当你使用搬山术时，任何贴身对你进攻的物理伤害均会被反震，反震的伤害略低于之前武技贴山靠的伤害，伤害会随着熟练度的提升而提升。你的搬山术修炼难度提高，熟练度目前降低至入门级巅峰。这也行？一个增幅力量的道法竟然把一个攻击类型的武技给融合了，而且还衍生出来了被动进攻的特性，这也太牛逼了吧！你的搬山术听到了你之前的指责，感觉到了委屈和不解，心情逐渐低落，修炼速度降低。慕寒赶紧找拨，其实我刚刚是想说，也就是你不是人，我要耐把你从脑袋里揪出来，我一定把你当老佛爷供着，天天给你喂好吃的。你的搬山术勉强信了你，修炼速度恢复到正常修炼速度的3倍。慕寒抹了抹冷汗，摇头叹气，这些武学虽然都能自行修炼，一个比一个牛逼，可这脾气也一个比一个大。他从路边捡起一块大石头，运起了搬山术，狠狠地砸在了自己的身上。只看到被砸的身体部位陡然出现一层灵气薄膜，竟然直接将大石头震得粉碎。这进化后的搬山术好强！慕寒满意的点了点头，脾气怪就怪一点吧，谁让人家本事大呢？1个时辰后，慕寒终于来到了最近的一座城镇江城，开启了满城找美女的旅程。与此同时，外门长老已经将慕寒把五行法修炼到3重天的消息报告给了门派上层。青云大殿，青云门5大太上长老同时出关，青云门掌教云青山高坐在上。外门长老何时见过如此阵仗，激动的伏地汇报：禀掌教，诸位太上修炼五行法成功的杂役弟子名为慕寒，是我青云门下临阳城慕家宝人，家世清白。云青山脸上抑制不住的喜悦，此人现在何处？快传来！外门长老犹豫了一下，慕寒因为已经达到炼气3层，满足了离峰的要求，故此已经下山省亲去了。你放他下山了？云青山脸色陡然一黑，5大太上也纷纷站了起来。大胆，岂有此理！你怎么敢私自将我青云门的新任圣子放下山？如若新任圣子有任何3长2短，这责任你负得起吗？5大太上勃然大怒，吓得他瑟瑟发抖。新任圣子，这到底什么情况啊？外门长老一脸懵逼，就算是修炼成功了，别人都无法修炼的五行法，可慕寒也只是一个小小的炼气3层修士而已。说好的外门弟子呢？怎么一下子变成了圣子了？云青山摆了摆手，算了，不知者不为罪，这其中的厉害非常人所能了解，你先下去吧。等外门长老走后，云青山开口，没想到我青云门真出了个天才，原本我定着炼气3层可下山的规矩，就是怕长时间的封锁导致外人怀疑，却没想到真的有杂役能在短短的数月就将五行法修炼至炼气3层，这个天才可惜了呀。几大太上也都露出惋惜之情。云青山站了起来，拱手道：好了，诸位太上，萧月的伤势还未稳定，本座暂时走不开，炉鼎之事就拜托诸位了。你们应该清楚，这慕寒既然能修炼五行法，
那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我青云门的未来可就系在此子身上。武大太上齐齐拱手，掌教宽心，吾等此次亲自下山，必为圣女殿下寻回那慕寒。下一瞬，武大太上消失在了青云殿中。江城，慕寒一入城就奔向了城中最大的胭脂水粉店，店里均是一些美妇人和大家闺秀。若说这江城哪里美女最多，恐怕也只有这里了。慕寒一进店就找了个板凳坐了下来，他还就不信了，这么密集的美女攻势，这五行法还能忍住不出来？当然了，周围那些奇怪的眼神，慕寒全当没看见。反正只要尴尬的不是自己，尴尬的就是别人。果然，他坐下还没一刻钟，脑海里就响起了一道声音：你的五行法嗅到了美女的气味，从深度睡眠中觉醒。你的五行法陡然看到这么多美女，顿时兴奋异常，开始不由自主地运转了起来。果然有效。慕寒感受着经脉里重新缓缓流动的五行灵气，满意地点点头。他当即起身，装作要离开的样子。你的五行法发现你要离开，立刻急了，不再罢工，恢复了正常的修炼速度。慕寒笑了笑，脚下没有停，反而加快了离开的脚步。你的五行法为了看美女，开始刻苦修炼，修炼速度翻倍，现在的修炼进度第3重天12%。你的五行法，求你不要离开。慕寒心中笑了，看来这些武学都有弱点啊，只要能把住他们的命门，不愁他们不给自己打工。他开口道，想要我回去也不是不可以，就是不知道我给你看美女，你能给我带来什么？你的五行法为了看美女发下了重誓，从今天起一定好好刻苦认真修炼，只要有美女看，一切都听主人的话。慕寒满意的笑了，干嘛要这么客气啊？哪里用得着发誓啊？我相信你，相信你的。说着，他收回了脚步，重新坐到了板凳上。你的五行法看到了这么多的美女，乱花渐欲迷人眼，陶醉在其中，修炼速度达到了4倍。慕寒正得意着，一旁的老板娘满脸愁容。公子，您怎么又回来了？慕寒头都不抬，摸出1两银子，累了，坐会儿。老板娘收下银子，表情稍缓。可是这是姑娘家挑选胭脂的地方，您这么坐在这儿，影响不太好。看美女犯法吗？慕寒又摸出10两银子，拍在了桌子上。不犯法，不犯法，您尽情的看，尽情的看。老板娘顿时笑颜如花，甚至赶忙给慕寒拿过来一个软坐垫，沏上了一杯好茶。慕寒压了一口茶，欣赏着店中的美女，感觉着体内奔涌的五行灵气，颇感满足。喝茶看看美女，修为就蹭蹭蹭的上涨，这样也太爽了吧！哈哈。刚过了大半个时辰，慕寒脑海里就响起一道声音：你的五行法成功突破至4重天，恭喜你进阶至炼气7 4层。一阵噼里啪啦的铃响过后，慕寒顿时感觉神清气爽，身体里的灵力强度更上一层楼，力量也更强了。顿时胭脂店里的顾客美女们都惊呆了，这啥情况？跑胭脂店里来修炼了？这还真突破了，就特么离谱啊！老板娘更是目瞪口呆，谁家突破瓶颈不是找个安静的密室，用上各种资源，还生怕出事情？您这倒好，看看美女喝茶，竟然就突破了。难道这是新的创新型修炼方法？还是说我的这些胭脂其实是修炼良药？老板娘心中暗暗揣测，一定是这样，不然这位公子为何非要在突破瓶颈之时来我的胭脂店里坐着，而且最终还成功突破了？他决定等今天打烊了之后，一定要挨个尝一尝自己的这些胭脂。江城作为距离青云门最近的城池，修行者并不少见，百姓们也多多少少有修炼过，自然能看出慕寒的境界。虽说慕寒这个年纪炼气4层的他们也见得多了，但是不修炼，随随便便就能突破的，别说见过了，听都没听过。突然，慕寒的脑海里响起了一道声音：你的搬山术感受到了他人对你的震惊，与有容焉，从深度修炼状态醒来，修炼速度提升至4倍。你的搬山术经过之前努力的修炼，熟练度成功从入门晋级为熟练，目前进度35%。这个搬山术喜欢别人对我震惊，这是什么癖好？这个癖好好啊，不就要震惊吗？装逼谁不会？在下可是凡尔赛装逼犯的资深读者。想了想，慕寒淡淡的喝了口茶，没有因为境界突破而露出任何欣喜的表情，好像突破对于他来讲只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一样。低调，这是他为人的准则。于是他开口了：大家继续啊，都愣着干嘛？不就是小小的突破了一下吗？大家继续，继续，该干嘛干嘛。啥玩意儿？小小的突破了一下，还不就是？意思是您随随便便就突破了，还不满足呗？在场的人都是满脸的黑人问号。您说的是人话吗？见有了效果，慕寒一脸的奇怪，大家都怎么了？这有什么可震惊的？从炼气3层突破到炼气4层，不就应该是喝茶欣赏欣赏美女就突破了吗？这不是有手就行？老板娘，在场众人 Sigma， 除了慕寒，所有人都感觉有一股气憋在胸口，想要发泄骂人，刚要张口，却感觉什么话也说不出来，甚至有人一口气没上来，差点晕了过去。慕寒挑了挑眉，这位姐姐，你没事吧？我知道我帅比潘安，但是也不至于看我一眼就晕倒吧？千万不要迷恋我，因为我是你永远也得不到的男人。顿时全场寂静。卧槽，我受不了了！一个身材姣好、面容清纯的小姐姐，竟然当场飙出一句脏话，飞也似的逃了出去。待不下去了，再不走，容易把自己气死了。我承认你帅，承认你是随随便便就能突破，但是你看看你说的那叫什么话？太他妈装逼了！哗啦啦，
众人顿时作鸟兽散。老板娘也捂着心脏，如果不是舍不得店，她也早就跟着跑了呀。跟这位公子打交道，好难，心脏容易出事儿。你的搬山术感受到了众人无与伦比的震惊，感到非常的兴奋，一下子仿佛被打通了任督二脉，顿悟成功。你的搬山术熟练度成功，从熟练突破至精通，可以啊，不枉我修炼多年的装逼大法。暗暗运起搬山术，慕寒发现不愧是精通级的道法，自己的力量竟然又上了一个大台阶，强，太强了。突然，就在这个时候，慕寒的脑海里又出现了一个声音：由于你为了满足搬山术让人震惊的虚荣心，把美女们都气走了，你的五行法非常不满意，暂停了修炼，要教训自己的儿子。警告，请你及时处理父子相残的局面。你的五行法正在打搬山术的屁股，你的搬山术感到很委屈，快哭了，修炼速度在缓慢下降，请及时处理。慕寒急了，停，赶紧给我停手！不就是美女吗？这江城有美女的地方多着呢，我现在就带你去。你的五行法停止了揍儿子的行为，并表示对你说的美女多的地方很感兴趣。你的搬山术摸了摸疼痛的屁股，缓了缓气，修炼速度稳定在了正常速度的3倍。慕寒长舒了一口气，这个 LSP， 这就是传说中的见色味儿。他先安慰道：搬山术，你去好好修炼吧，我保证以后再也不让你爹揍你了，放心去修炼。你的搬山术得到了你的保证，发愤图强，修炼速度恢复至4倍。慕寒接着道：还有你五行法，乖乖听话修炼，我就带你去整个江城美女数量和质量都最高的地方。你的五行法表示很期待，开始疯狂修炼起来，目前修炼速度4倍。慕寒满意的点了点头，他发现这五行法的修炼速度貌似到了4倍就是个瓶颈了。不过想想也对，这里的灵气浓度就这么高，每时每刻能炼化的灵力总归是有上限的，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去到传说中的洞天福地逛一逛，看看对五行法的修炼速度有没有提升。不过现在他还要去兑现对五行法的诺言。等慕寒走出了店，老板娘才回过神来，刚刚他在跟谁讲话？是在和自己的功法武学聊天吗？果然天才都是特立独行的，还是说和自己的武学聊天才是轻松突破瓶颈的秘诀？这日晚上，老板娘的丈夫老遭罪了，一晚上都没睡好觉。第二天瞪着2个黑眼圈就进庙里去见大师了。大师，昨天晚上我家老娘们不知道怎么了，一晚上把家里的各种胭脂水粉都尝了个遍，嘴里还不停神神叨叨的，好像在和自己修炼的武学聊天呢。大师，你说那人是不是中邪了？大师，要不你去找郎中看一看。这失心疯，我也专业不对口啊。当然，这一幕慕寒是看不到了。离开店铺，他便来到了江城芙蓉坊。要问一座城哪里的美女不仅质量高，而且数量多，那自然是青楼了。芙蓉坊作为江城最大的青楼，也是诸多修行者和文人雅士喜欢光顾的高雅之地。没错，就是高雅之地。往常人一提起青楼，想到的肯定都是皮肉生意。不过实际上，皮肉生意只占青楼买卖的一小部分而已。更多的青楼女子均是一技傍身，卖艺不卖身。一进入芙蓉坊，慕寒立刻就发动了超能力，把2楼的天子1号包厢给包了下来。1楼的舞台上，一个个女子正载歌载舞，她们身材婀娜，容貌姣好，让慕寒都眼前一亮。你的五行法看到众多美女，激动异常，瞬间顿悟。你的五行法突破至5重天，你的修为达到炼气5层。一阵噼里啪啦的铃响之后，慕寒感觉自己的力量更加强大了。芙蓉坊里面的人都惊呆了，居然有人在青楼里面突破，难道看美女还有提升修为的作用？居然有人来青楼里面修炼，还成功的突破了，难道看美女有益于修炼？一些客人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盯着那些正在跳舞的美女歌姬，希望自己也能从中悟到些什么。你的搬山术感受到了周围人的震惊，熟练度大涨，目前熟练度为精通级，修炼进度17%。慕寒满意地点点头，一脸风轻云淡，一副没什么了不起的样子，淡定低调，这样才显得有逼格。他心里已经开始在盘算，一会儿一定要把芙蓉坊的花魁叫来，也许还能给自己带来更大的惊喜。你的五行法已经开始流口水，修炼速度提升至5倍。你的五行法发下重誓，以后全力修炼，若有违背，主人一辈子娶不到老婆。这誓言也太毒了吧！慕寒表示拒绝。你给我老实点，再敢胡说，老子一辈子让你见不到美女。你的五行法受到惊吓，修炼速度降低到正常水平。慕寒翻了一个白眼，他喊来老鸨，直接扔了一沓银票给他，把你们最漂亮的花魁喊来，之后还有赏。这是来了大金主啊！老鸨千恩万谢，赶紧去喊花魁。你的五行法对美女充满期待，修炼速度提升到正常的3倍。看来只有见到真人，功法才会达到更好的修炼速度，也许会再来一个顿悟也说不定。慕寒也很期待，他喜滋滋的，只要摸清楚功法的喜好，修炼对他来说简直太简单了。老鸨很快就回来了，但是脸上却露出难色。他低声说道：大爷，刚才是我忘记了，我们花魁现在正在陪客人，没有办法过来陪大爷，要不然大爷先等一会，等他陪完客人就立刻过来。慕寒目光凌厉，盯着老鸨，他不满地说道：你别想骗我，自己家的花魁的在做什么？你不知道，是不是有人把人劫下来了？老鸨一脸为难说道：确实是这样的，大爷，那些人很有来头，我们惹不起，大爷您还是稍微等一下吧。慕寒顿时不爽了，别人他惹不起，难道自己他就惹得起了吗？这只是一个花魁的事情吗？
不是，这可是截断了他境界进步的阶梯啊！慕寒疼得站了起来。我今天非要看一下，到底是谁劫了本公子的人。老鸨赶紧追了上去，他一脸苦笑，不停地劝说着慕寒。慕寒盯着他，不满地说道：“你要不带我去找他们，我立刻拆了你们芙蓉坊。”见慕寒态度这么强硬，老鸨苦笑，只好前面带路。客人之间的事情，还是让客人自己解决吧。来到一个包间前面，慕寒推门而入，一个青年正在和一个长得极其漂亮的女子喝酒。听到声音，青年转身不满地说道：“谁啊？不是说过了吗？不要让任何人进来。”当看到推门而入的是慕寒之后，青年微微一怔。慕寒也有些意外，青年他认识属于青云门的外门弟子，叫做陆江，而陆江也认出了慕寒。慕寒虽然是杂役，但因为有钱，在青云门还是很有名气的，很多外门弟子都和他有交情。不过陆江是其中一个例外，他和慕寒的关系极其不好，因为看不惯慕寒那一副有钱人的嘴脸。慕寒知道陆江的境界比自己高，是炼气巅峰的外门弟子，但他却没有打算退缩。如今他已经炼气五重，加上有升级版的搬山术，他想试一下自己的实力到底怎么样。搬山术，感受到你的战意，正在努力准备装逼。我还以为是谁这么霸道呢，原来是陆江啊！截胡别人看上的东西很好玩吗？看来您爹妈没有告诉你先来后到的道理啊！赶紧让出花魁！慕寒毫不客气。陆江坐在那里岿然不动，他嘴角微微上翘，露出一抹不屑的笑容。慕寒，你是不是疯了？难道你还以为这是在宗门，有一些师兄们护着你，你还能横行霸道？慕寒背负着双手，做出俯视陆江的样子。他淡淡一笑，说道：“也就是说，你不愿意了？”陆江脸色一沉，骂道：“你以为你是谁？区区一个杂役，也敢和我这么嚣张？信不信我现在弄死你，都不会有人找我麻烦？”慕寒嘴角挑起一丝邪笑，他不屑地说道：“我这个人比较喜欢以钱服人，既然这里是青楼，那就看谁的钱多。姑娘，他出了多少钱？”花魁星星赶紧说道：“500两。”慕寒微微一笑，随手掏出1000两银票，拍在桌子上面。陆江师兄，你要是能拿出超过1000两，我立刻转身就走。陆江脸都黑了，他当然没有慕寒那么有钱，500两都是他的极限了，现在他身上也就只有100两左右了。慕寒这是瞅准了他没钱啊！陆江，你休要欺人太甚！他灵力运转，显然已经准备动手了。慕寒也运转灵力，但是表面上却不动声色。他微微一笑，道：“君子动口不动手，我习惯以帅服人，帅你马德！”陆江抱起发难，运转全身灵力，对着慕寒就是一拳。强大的灵力涌动，如同排山倒海一般轰向慕寒。慕寒嘿嘿一笑，运转搬山术，他负手而立，俯视着陆江，一脸鄙夷。陆江心中更生气，他下手的力量顿时又重了2分。砰！一阵沉重的闷响过后，他的拳头狠狠地落在了慕寒身上。想象中慕寒被击飞的景象没有出现，反而一股巨大的力量从慕寒的身上反震过来，陆江顿时被那股力量震退，他踉跄倒退，血气翻腾，脸色阴晴不定。慕寒掸了掸衣服，一脸鄙夷：“就这？区区2个字，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噗！陆江脸色一红，顿时一口鲜血压制不住，从口中喷出来。“你怎么可能这么强？”陆江满脸的不可置信。几天之前，慕寒还只是一个杂役，现在能下山，说明他已经到炼气3层了。但自己可是炼气10层巅峰的外门弟子，怎么可能输给慕寒这个小小的杂役？你的搬山术感受到了陆江的震惊，心情舒爽，念头通达，修炼进度大涨。目前熟练度精通90%，修炼的这么快，爽啊！慕寒微微一笑，露出一口大白牙，他眨了眨眼睛，笑盈盈地问道：“师兄，难道你不觉得是你太弱了吗？”啊！噗！陆江再次喷出一口鲜血。慕寒拍着他的肩膀：“江子，听寒叔我一句劝，这青楼的水深得很，你年纪轻轻，把握不住啊！”陆江，你他妈是谁说？他怒视着慕寒，恶狠狠地说道：“好小子，你给我等着！”说完，他转身就冲出了房间。技不如人，钱也不如人，还留在这里等着丢人现眼吗？慕寒身心俱爽，他得意地说道：“果然，我向来都是以帅服人。陆江师兄觉得自己长得比我丑，自惭形秽，这才离开了。你的五行法难以忍受你的自恋，心态崩了，修炼速度恢复正常。你的搬山术尝到胜利的喜悦，正在努力修炼，争取更强。果然还是搬山术要靠谱一些。你的五行法感受到你的嫌弃正在殴打搬山术，出气，搬山术正在被打屁股，修炼停止。”慕寒脸色一黑，他在心里面吼道：“五行法，你还想不想见美女了？”你的五行法停止了对搬山术的殴打，修炼速度乖乖的提升到了4倍。你的搬山术修炼速度恢复正常。慕寒心中暗骂了一声 LSP， 他脸上挂起笑容，向花魁喊道：“星星姑娘，来我面前，让我好好看看。”星星站起来，盈盈走过来，她容貌姣好，略施淡妆，并不显得俗气，反而给人一种优雅出尘的感觉。慕寒都忍不住感叹：所谓花魁，果然名副其实。这样的佳人流落风尘，倒是可惜了。他心中暗暗欣喜，也不知道五行法看到这样的顶级美女会给自己什么样子的惊喜。也许再来次顿悟，让自己来个跳级。就在此时，慕寒脑海里面传来了声音：“你的五行法！”大吼：“这还是个男的！”你的五行法感觉受到了欺骗，
心态崩了，修炼停止。你的五行法，伤心欲绝，心若死灰。那你男的？慕寒懵了，眼前的星星明明是一个360度无死角的顶级美女啊！这五行法犯什么病了？你的五行法经过上次的欺骗，已经进化出了一种绝对识别性别的能力，请尊重你武学的性取向。慕寒，这尼玛是什么奇葩能力？他重新打量了一番星星，仍然不敢相信这是个男的。难道是传说中的易容术？慕寒果断一只手伸出，握向星星的咽喉。星星眼中金光一闪，他迅速倒退，躲过了慕寒一击。慕寒深感惊讶，这种身手绝对不是一个青楼女子应该有的。这星星果然不是一个普通的花魁。旋即他又感到了无语，自己刚刚竟然为了一个男人和同门争风吃醋。最重要的是，这个假花魁还害得自己的武学不听话了。慕寒愤怒了，臭男人，敢扮成女人骗本公子，本公子要将你打成猪头！慕寒怒声道。他全力运转搬山术，冲了上去，灵力布满全身，一拳轰向星星那张漂亮的脸。竟然可以看出我的易容，小子，你很有本事啊！星星脸上讨好的表情消失，露出了真面目。他冷笑了一声，同样砸出一拳。两人的拳头碰撞在一起，一股巨大的力量从慕寒的拳头上爆发，伴随着一股贴山阵的反震力量。咔嚓，星星的那条胳膊瞬间折断，他仰天吐出一口鲜血，倒在地上，满脸骇然。这怎么可能？我可是半步筑基的实力啊！你的搬山术感受到了敌人的震惊，目前修炼进度精通级 95%。慕寒微微一笑，没有等对方站起来，就一脚踩在他的胸前，两个大馒头从其中滚了出来。慕寒嘴角不由得抽了抽，要是陆江知道自己因为这样一个家伙受伤的，不知道会不会气死。看着恢复男性面容的星星，他不由得感叹，这家伙的易容术还真是高明。慕寒眯着眼睛阴沉道，半步筑基，以你的实力，只要成功筑基，在一些门派就是内门弟子，甚至可以做外门长老。你为何要男扮女装混入青楼？这里可是青云门下最近的城池，潜伏在此，对方的目的不简单啊！星星一脸冷笑，你杀了我吧！你说不说？慕寒大吼一声，一脚踩在对方的胳膊上面，直接踩断了。啊！我说！星星顿时叫出声来，痛苦到了极点。慕寒轻轻收力，星星开始服软了。我潜伏在这里和你无关，你没有必要知道我的底细，知道的越多越危险。你放了我，可以获得我背后势力的友情。我相信你也不想平白无故树敌吧？慕寒想了一下，对方说的有点道理。他生气的是被骗导致五行法罢工，而不是对方潜伏在青云门脚下的目的。自己不过是青云门的准外门弟子，这种危险的事情好像还轮不到自己来出头。不该惹的麻烦咱不碰。也是哦，那我走了，拜拜。慕寒准备离开，星星也松了一口气，总算是混过去了。你的五行法对你殴打骗子很满意，修炼速度恢复一半，并期待你继续教训骗子。慕寒刚刚迈出的脚步又收了回来，他脸上露出恶魔一般的笑容。他一只脚踩中了对方另一只胳膊，咔嚓，星星的另外一条胳膊也断掉了。他目瞪口呆，而后才发出压制过后的低声惨叫。你干什么？嘿嘿，我现在又想知道了。慕寒摸了摸鼻子，你的五行法更高兴了，修炼速度恢复正常。慕寒望向星星的两条腿，不知道踩断之后五行法的修炼速度能不能提升到原来的地步。星星也意识到了慕寒的意图，他打了一个寒战，赶紧说道，我现在就说，你不要再打了。慕寒有些失望，他对对方的目的没有兴趣，只是找个理由打他而已。咔嚓，星星的一条腿被踩断，他彻底慌了，四肢都被废掉的话，他就完了。我是天魔宗的探子首领，是奉我天魔宗宗主的命令来监察青云门的。星星赶紧交代，居然还真和自己宗门有关系。慕寒微微一怔，慕寒盯着对方问道，你们天魔宗监察青云门？我青云门和你们天魔宗有什么关系？星星知道慕寒是青云门的弟子，他犹豫了一下，没有回答。慕寒目露凶光，然后笑着说道，我给你说个故事吧。说故事？星星有些茫然。以前我有一个师兄，长得很漂亮，刚认识的时候他老是扮作女孩子，在我这里骗吃骗喝，后来我发现他是一个男的，但是我还是把他当了。慕寒强忍着恶心，脸上却带着诡异的笑容，捏着星星的下巴。我刚才发现你易容后比我那个师兄长得要漂亮多了。星星打了一个寒战，他哪里想到慕寒味那么重。我立刻说。星星吓得脸都白了，他可不想旱涝不保。青云门和天魔宗一直以来都是死敌，互相之间派探子和卧底是很正常的事情。慕寒若有所思，他盯着星星继续问道，你们有多少探子在青云门之中？星星摇头道，我不知道，我平时不负责这一块，这一次来是有特殊任务，只和青云门一个资深高层卧底联系。那你的任务是什么？慕寒继续问。星星本来不想说，结果慕寒一脚踩在了他断掉的那只胳膊上，疼得星星脸都扭曲了。最后他实在是受不了，赶紧全部交代。不久之前，你们青云门圣女和我们天魔宗圣子秘境夺宝，青云门圣女棋高一招获得秘宝，而我们圣子则惜败身亡。但听说青云门圣女哪怕赢了，自身也遭受到了阳魔入体，危在旦夕，必须要五行平衡之人进行阴阳调和，这样才能救回一条命。慕寒眉头一挑道，说明白点儿，什么是五行平衡，什么又是阴阳调和？星星解释，
传说中领悟了五行法的修士即为五行平衡之人。对了，你应该知道五行法的，最近青云门一直安排凡阶资质的杂役弟子去领悟，就是为了给他们圣女找救命的方法。说到这里，星星苦笑着说道，虽然五行法这么多年来几乎没有人能领悟成功，但我天魔宗还是担心，万一有人领悟出来救下青云门圣女，那我们圣子岂不是白死了？不仅如此，如果真的让青云门圣女利用五行平衡之人炼化了体内阳魔之力，她的实力和潜力必将大增，是为我天魔宗最大的威胁。所以宗门这才派我前来，启动青云门内隐藏最深的案子。一旦发现有人成功领悟了五行法，格杀勿论。慕寒听得有些毛骨悚然，这尼玛说的不就是自己吗？他可是杂役之中唯一领悟五行法的，也就是说，他就是那个要去帮助青云门圣女阴阳调和的人。吃瓜吃到了自己的身上，慕寒炸毛了。感谢五行法那个 LSP， 幸好他来了芙蓉房，幸好五行法发现了星星是一个男人，否则的话，他很可能死在那个青云门卧底的手上。还好，现在回到宗门去寻求庇护，应该还来得及吧？对了，那具体是怎么调和？是双修吗？慕寒定了定神，有些期待，能和青云门的圣女双修，被当成工具人，也还挺好的。听说青云门圣女不仅天资绝代，人还长得美，他就吃点亏，勉强答应对方吧。星星看着他的眼神，像是看一个白痴。你不会还以为这是个好差事吧？虽然的确是双修，但也是被当作顶炉，是一个牺牲品。一旦调和阴阳之后，那个领悟了五行法的人终生不能再修炼。而且，你觉得青云门圣女会允许一个玷污了自己清白的废物活在人世间吗？慕寒又是一个想要我命的。他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本来领悟五行法，他还觉得很高兴。知道真相之后，他才明白自己不过是一个工具人，而且是用之即废的工具人。慕寒无语了，他招谁惹谁了？怎么现在青云门和天魔宗都想要自己的命？就在此时，星星突然意识到了慕寒的身份。陆江曾经说过，慕寒是杂役，而青云门的杂役现在都在领悟五行法。听青云门的探子讲，领悟不了五行法，到不了炼气3层，是不可能下山的。也就是说，慕寒已经领悟了五行法。星星顿时紧张了起来。他知道领悟五行法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情，现在居然真的有人成功了，还这么快就突破到了炼气3层。不对，刚刚他的战斗力岂止是炼气3层，这尼玛是个怪物啊！转而他心中一喜，若是慕寒知道自己会沦为顶炉，也许就会反抗，也算是间接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你的搬山术感受到了星星对你修炼五行法速度的震惊，修炼进度增长至精通级 99%， 卡在了瓶颈。慕寒的沉思突然被脑海的声音打断，顿时明白了一切。看来你想通我的身份了。慕寒冷道，眼中闪过一道厉色。他要干掉星星，不想自己成功领悟五行法的消息传到天魔宗，一旦他身份暴露，绝对会引来天魔宗的追杀。感受到慕寒的杀意，星星赶紧讨饶，少侠不要杀我，我拿绝对的机密换自己一条命。你说。慕寒收回了手。星星松了一口气，赶紧说道，我们天魔宗在你们青云门的神秘案子，我可以把他的身份告诉你，但你必须放我一条生路。慕寒点头。星星以为他同意了，他顿时心中一喜。我只知道他叫做李松溪。李松溪？慕寒对这个名字有些陌生。他在青云门之中是什么身份？慕寒问道。星星摇头，他也不知道。慕寒盯着他，看出他没有说谎。他继续问道，你们是如何确认身份的？我身上有一块令牌，但凡天魔宗在青云门的密探都有此令，只要见到令牌就可以确认是自己人。星星知无不言。没有别的方法了吗？慕寒继续问。星星想一下，说道，还有一个办法，李松溪利用一种秘法联系我，我可以这边施展相应的秘法进行回应，不过这种方法不常用，算是紧急联系方式。知道自己想知道的消息之后，慕寒眼中寒光大盛。自己突破的消息绝对不能传到天魔宗，一旦消息传到天魔宗，对方肯定会派人来杀自己，所以这个星星绝对不能活。他一掌落下，正中星星的心口。星星喷出一口鲜血，他身体轻轻颤抖，渐渐失去了生机。到死他都没有想到，慕寒居然不守承诺，自己都已经告诉他秘密了，他还杀了自己。你的五行法感觉到大仇的报，心情愉悦，修炼速度提升到5倍，修炼进度 53%。干掉星星之后，五行法再次恢复到5倍的速度，由此可见五行法对男扮女装之人的怨念。这 LSP 纯纯的钢铁直男人设。慕寒强忍着恶心，在星星的身上搜索了一阵，一个包裹被找了出来。慕寒眼睛一亮，里面有一个令牌和一本书，黑漆漆的，上天镂刻着天魔2个字。将令牌收起来，日后也许有用。慕寒又打开那本书，竟然又是一本牛逼的道法。他化万物。他的脑海之中立马响起一个声音，他化万物，从你身上感受到他人对你浓浓的怨念，主动要求被领悟。恭喜你，你成功领悟到道法，他化万物，熟练度为入门级。他化万物，这牛逼的名字，牛逼的作风，居然是因为他身上有别人的浓浓的怨念，才被自己领悟的，很是出乎他的意料。难道这门道法的癖好就是以别人对自己的怨念为食？找机会要试一试。虽然只是一个易容术，不过这么装逼他很喜欢，符合他拉风的性格。学会了他化万物之后，慕寒突然有了一个主意，并没有立刻离开。
他在等陆江回来。杀死星星的事情，他要嫁祸在陆江的头上。毕竟这星星的身份也不低，驱虎吞狼的事情他最喜欢了。慕寒将星星的尸体放在门口，自己则一边研究他画万物，一边在原地静静等待。没过多久，房门被一脚踢开，而星星的尸体也被震飞出去，倒在地上，没有了动静。慕寒一脸震惊：“你们杀人了！”来人也有些猛，他根本就没有感觉到门后面有人，所以才一脚将房门踹开的。谁曾想到花魁星星居然在门口，来不及考虑那么多，踹开房门的那个青年冷笑着说道：“区区一个青楼女子，死了也就死了，能死在我堂堂青云门外门大弟子孟堂的手中，是他的荣幸。”孟堂半步筑基，就差一点就筑基成功，踏入内门弟子行列。他是外门弟子的大师兄，性格高傲，平时和陆江关系不错。这一次来这里，显然是为陆江出头的。陆江觉得自己打不过慕寒，换孟堂来的话，绝对可以打败慕寒了。却没想到刚一进来，孟堂就杀了花魁。老鸨冲进来，看着已经没有气息的星星，顿时惊慌失措，大哭了起来：“我的女儿啊，你怎么就这么去了呀？你让妈妈我怎么办啊？”一边哭着，他一边瞄着孟堂。慕寒走过去，他踢了踢散落在一边的2个大馒头，然后又强忍着恶心将星星的脸掰了过来。随后慕寒故作震惊地说道：“你哭错了，这不是你女儿，她是男的。”什么？在场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堂堂一个青楼花魁，居然是男人。孟堂走了过去，观察了一下，他脸色铁青，他转身看陆江的眼神都变了。陆师弟，我没想到你爱好那么特殊，为了一个男人和同门争风吃醋，以后我们还是不要太来往了。他有些担忧，毕竟他长得也算是俊美，万一陆江看上他了怎么办？陆江傻眼了，他什么时候喜欢男人了？分明是对方男扮女装，他没有看出来好吧？师兄，你不要误会，我对男人没兴趣，我喜欢的是女子。陆江赶紧解释。慕寒插嘴道：“陆江师兄，我可以理解你的，毕竟爱情这个东西，年龄不是问题，性别更不是问题了，我们不会用异样的眼光看你的。”你给老子闭嘴！陆江怒声道：“你的他化万物，吞噬了来自陆江的怨念，目前修炼进度入门级35%。”慕寒乐了，最贱也能有这么好的修炼效果。陆江再度望向孟堂，说道：“师兄，你不要听他胡说，我真的是正常的。”慕寒露出奇怪的神色：“那为何刚才星星和我说，他最仰慕你了，愿意为你付出一切，哪怕冒天下之大不韪，也要和你在一起？”他忽然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孟堂师兄，陆江师兄和星星没有关系，你千万不要误会啊，影响了你们之间的关系，那可就罪过了。孟堂的脸色更黑了。慕寒这话岂不是说他也喜欢男人了？他压根就不能解释，这东西越描越黑，只是暗下决定，以后一定要离陆江远一点。陆江，你他妈到底在说什么？我根本就没有做出对不起孟堂师兄的事啊！呸！我根本不是那种取向好不好？陆江，完了，说的连自己都快不信了。孟堂慌忙转身离开。师兄，你听我解释。陆江恶狠狠地瞪了慕寒一眼，赶紧追了上去。慕寒微微一笑，星星的死总算是掩饰过去了。接下来他要做的就是如何避免自己被当作顶炉吞噬。慕寒也赶忙开溜，他心中有了主意，自己一定要逃走。无论是青云门还是天魔宗，一旦抓住自己，自己的下场都不会好。一个是沦为顶炉，一个是被杀。他走进了一个小巷子里面，在出来的时候已经变成了一个容貌普通的中年男人。他画自在，很好用，虽然只是入门级，却已经让慕寒很惊喜了。现在他这个模样，相信根本不会有人能认出他的本来面目。慕寒赶往西城门，那是远离青云门的方向。虽然已经是晚上了，但是城门到了午夜才会关上，他也不担心。但等慕寒到了西城门之后，却惊讶地发现西城门已经被封死了，有青云门的修炼者在那里巡查，像是在找什么人。慕寒顿时明白，对方这是在找自己。他赶忙躲入黑暗，静等时机。另一边，芙蓉房之中，老鸨瑟瑟发抖。青云门5大太上长老一起降临，整个芙蓉房鸦雀无声。慕寒呢？李玲冷冷地问道。自己身为青云门太上长老，居然被迫来这种污秽之地，他现在心情极差，哪怕是要来，也应该暗中来才对。不过为了圣女，他忍了。但这老鸨长得还真不错，符合他的胃口。您说的是穆公子？他已经走了，难道没有回山门吗？难道是……说到这里，老鸨突然住嘴了。怎么回事？李玲立刻问道。可怕的威压笼罩在老鸨的身上，他有些紧张，生怕慕寒有什么闪失。在李玲的威势之下，老鸨赶紧交代：是这样的，之前有2个青云门的弟子曾经为了我们花魁和穆公子发生过冲突。说到这里，李玲脸上顿时变了。目前青云门能随意下山的弟子，最起码也是外门弟子。2个外门弟子和慕寒发生冲突，现在又找不到慕寒，慕寒已经遭遇了不测。慕寒领悟了五行法是不错，但也只是一个炼气3层的杂役弟子而已。要是那2个外门弟子对他下黑手，完蛋了，圣女恢复的希望啊！查，立刻把那2名外门弟子带来见我。李玲彻底怒了，顿时几乎所有青云门的人都动了起来。当陆江和孟堂2人被带过来的时候，他们是懵逼的。2人没有出城，因为还没有走出去，就发现城门被封住了。他们正在询问发生了什么事情的时候，然后就被带了过来。当看到5位太上长老的时候，陆江和孟堂全都在瑟瑟发抖。
他们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居然让5位太上长老一起出动，来到了这小小的江城，一定是什么重大的事情吧？是天魔宗大举进犯了，还是哪里又出现了顶尖秘境？可这和我们2个小小的外门弟子有什么关系？说，慕寒在哪？李林大吼。孟唐和陆江顿时面面相觑。慕寒，是我们以为的那个慕寒吗？孟唐小心翼翼地问道。问的是那个杂役。李林满脸的急切，他在哪？你们没把他怎么样吧？孟唐、陆江，什么情况？不是天魔宗入侵，也不是为了什么顶级秘境，5个太上长老居然是为了慕寒来的。区一个杂役，他凭什么？难不成这慕寒是太上长老李林的私生子不成？2人对视一眼，都看到对方脸上的震惊。这个时候，正躲在一个客栈的慕寒脑海之中却传来一个声音：你的搬山术感受到别人对你的难以置信的震惊，心中得意，瞬间如同醍醐灌顶，顿悟成功，突破了瓶颈。你的搬山术熟练度成功从精通突破到小成，那你还能隔空感应到别人的震惊，提升实力，牛逼啊！此时的孟唐他们震惊之余也反应过来，不论慕寒是什么身份，看几位长老如此紧张的表现，若他们不解释清楚，恐怕难逃一死。孟唐赶紧说道：我们可没有杀慕寒，老鸨可以作证。他将刚才的事情说了一遍，老鸨也确认他说的是真的。男扮女装的花魁，李林敏感地从他们的话中捕捉到这个信息，他立刻让老鸨带路去看一下星星。至于孟唐2人的话，他们还是相信的，对方还没有胆子敢骗他们。看到星星的尸体，李林神色微变，他是天魔宗的探子，身上有天魔宗的气息，他一下子就认出了星星的身份。而老鸨忍不住腿一软，差一点跪了下来。天魔宗向来和青云门是死敌，自己这里发现天魔宗的探子，这不要了他的老命了吗？瞥了老鸨一眼，李林倒也没有追究他，现在最重要的还是找到慕寒。男扮女装，他在心中嘀咕。很快，李林露出笑容，看来我们这位圣子大人还是很聪明的，他应该是易容离开了。不过按照他们说的时间，圣子大人应该还没有出城，现在还在城中。另外一位太上长老吴磊笑了笑，说道：我们几个老家伙动一下吧，亲自出手将我们的圣子大人找出来。好。其他几位太上长老都缓缓点头。孟唐2人惊掉了下巴，他们听到了什么？圣子大人？慕寒不是一个杂役吗？怎么变成了圣子大人？跳级也没有这么跳的吧？孟唐壮着胆子问道：太上长老，老祖宗，您是不是弄错了？慕寒只是一个杂役，什么时候成为圣子大人了？李林目光落他的身上，淡淡的说道：不该你问的事情最好不要问，滚吧。孟唐立刻闭嘴，不敢再说话，只是2人的心中则满是震撼。你的搬山术感受到别人对你的震惊，与有容焉，更加刻苦修炼，修炼速度提升至4.5倍。又有人对自己震惊了，自己明明什么都没干。天选之子果然不同凡响，慕寒在心中夸着自己。就在这个时候，他的房门被强行推开，一个老者走了进来，正是太上长老李林。他盯着慕寒，露出一抹笑容。慕寒身体都僵住了，他当然认识来人，曾经在门派远远的看过一面，对方正是青云门的太上长老李林。他打出一道传讯符，很快诸多青云门的门人都赶到了这里。青云门人见过圣子。在5大太上长老的带领下，诸多内门弟子、真传弟子齐齐下拜。慕寒心中还带着一丝侥幸，他故作惊讶地说道：诸位，你们认错人了吧？青云门的圣子应该是英俊潇洒、风流倜傥、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绝世天才，和我一个中年老男人有什么关系？诸多弟子顿时恶寒，你就是这么吹自己的？得了便宜还卖乖，当了圣子还想装孙子？李林微微一笑道：圣子就不要再装了，您的易容术虽然高明，但终究只是初学，我早就已经看穿，你就是我们的圣子慕寒。谁能领悟5行法，谁就是圣子。吴磊补充道：见鬼的圣子！若不知道他们的目的，慕寒早就已经欣喜若狂了，但现在他的心中却只有浓浓的悲哀，终究没有逃过去，他只好散掉道法，露出真容，恭迎圣子回山。李林笑道：慕寒还想挣扎一下，我能不能先回家一趟？家里有急事。李林，圣子尽管吩咐，无论任何事情，我青云门人自然有人扶其劳，不用你亲自出马。慕寒，可我这件事必须要亲自回去。李林，圣子不妨说出来，究竟是何事？必须你亲自去办。慕寒挠了挠头，其实吧，我回家是为了看快乐星球。李林，什么是快乐星球？慕寒，如果你想知道什么是快乐星球的话，我现在就带你研究。李林，所以什么是快乐星球？慕寒，如果你想知道什么是快乐星球的话，我现在就带你研究。李林，慕寒 ，LLL， 最终胳膊还是拧不过大腿，慕寒妥协了。除了5个太上长老，其他人望着慕寒的眼神都充满了羡慕嫉妒恨，他们觉得慕寒绝对是走了狗屎运。要知道，本来慕寒只是一个杂役，只是因为领悟了5行法，就成为了青云门的圣子，让人嫉妒的眼睛都红了。请圣子跟我们回到宗门，圣女已经在等着圣子了，明日就要和圣子成婚。李林这话一出，旁边的青云弟子们更是急得嗷嗷直叫。圣女啊，那是多少青云弟子的梦中女神，现在竟然就要便宜这个杂役了。恭喜慕师兄成为本门圣子。孟唐道喜，此刻连他都要巴结慕寒，一边的陆江更是想找一个角落躲进去，这样慕寒就看不到自己了。慕寒成为圣子，
而自己刚才得罪慕寒，他怕慕寒日后给自己穿小鞋。圣子要教训一个外门弟子，实在是太简单了。除了5大太上长老，几乎所有人都觉得慕寒是一飞冲天了，权力美人同时得到。只有慕寒深深为自己感觉到悲哀，明明要崛起了，却沦为了顶庐。修炼之路到此终结，日后人生更是没有任何希望。看几位太上长老的意思，分明没有将圣子真正代表的意义告诉别人。目光扫过众人，看到大家那羡慕的眼神，慕寒今儿都有点疼。他很想告诉那些人，你们谁羡慕谁来做这个劳什子，圣子好了，老子才不想当呢。这种话他终究没有说出口。吴磊他们将慕寒簇拥着回到青云门，一路上所有人都向慕寒行礼。恍惚间，慕寒有一种自己真的成了圣子的感觉，这和他想象中的有点不一样。他认为青云门会将自己抓起来，直接将他扔给圣女，然后被圣女办了，然后再杀了，这样岂不是简单方便？现在这么大张旗鼓，若自己之后出了意外，岂不是遭人诟病？现在看来，包括太上长老们在内，青云门上下对慕寒都很尊重，完全是一副对待圣子该有的表现。青云门大殿，青云门最顶级的高层在座，也包括了新晋圣子慕寒。掌教云青山高坐在大殿尽头的宝座之上，他一身长袍，极其威严，一双眸子望过来，让人不敢直视。圣子，让你受惊了。云青山柔声说道。慕寒不说话，只是紧紧地盯着云青山。圣子可能有些不解，我可以为你解释清楚。云青山微微一笑，他将圣女大战受伤，然后需要和参悟出5行法的人进行阴阳调和，才能够伤势痊愈的机密，全都告诉了慕寒。慕寒顿时懵了，这啥意思啊？让我死个明白？还是说青云门就如此的光明磊落？那有什么后果吗？虽然已经知道了后果，但慕寒还是问了一句，他要看看这青云门到底磊落到什么地步。云青山一脸羞愧，他叹息了一声，说道，倒不会害了圣子性命，只是圣子从此之后就无法继续修炼了。慕寒不说话了，也不知道该说啥了。你们这也太光明磊落了吧，本来我还想反抗的，结果这么一下搞得我不会了，天天净说啥大实话。李林忍不住说道，圣子大人，你的天赋本来就很普通，就算是再努力也不可能达到筑基的。圣女为了天下苍生，击杀天魔宗圣子，导致阳魔入体，难道你就忍心看着他香消玉殒？莫等慕寒说话，李林继续说道，而且近些年来青云门小辈人才凋零，唯有圣女撑起一片天，若无圣女，我青云门要面临后继无人的局面。若无青云门的遏制，天魔宗更加会为祸苍生，相信圣子也不愿意见到生灵涂炭吧。吴磊也说道，圣子，您帮助圣女疗伤，最多也只是不能修炼而已，本来你的资质也无法筑基，还不如帮助圣女疗伤，到时候一世荣华，还有你的家族也能得到巨大的好处。我们青云门保证一定会在别的地方尽量补你和你的家族。慕寒沉默不语，他资质确实不行，但那是之前，现在他的功法有了自己的想法，能自行修炼，他有着大好的未来，岂能为了青云门的圣女而彻底放弃修炼？但是掌教和太上们说的话也有道理，虽然听起来有点道德绑架，但人家本来能直接强迫你的，现在不仅对你以礼相待，还拿出了足够的诚意来交换。这样的话，慕寒顿时纠结了起来。见慕寒依然不说话，李林有些生气，明明本来就不能修炼，现在还装出一副犹豫的样子给谁看呢？在他的眼中，慕寒这分明就是还不知足，还想要更多。云青山却给了他一个眼色，示意他暂时不要说话。他缓缓开口，我们都不要打扰圣子，给圣子一点时间好好考虑一下，但有件事情我要告诉圣子你，圣女的伤势快压制不住了。话音落下，他吩咐一边站着的中年男人，大护法将圣子送到圣子府，同时对外宣布，此刻开始，慕寒便是我青云门的圣子。是。大护法领命。他走到慕寒身边，说道，圣子，请跟我来。慕寒只能跟着大护法离开，他心思涌动，非常不甘心，分明有光明的前途，但如今就要断送掉了。他知道，哪怕青云门再光明再磊落，他们也不会只因为自己一个人的反对，就真的放弃这唯一让圣女恢复的机会。而且在他们的眼中，这个交易对自己来说是只赚不赔啊。他不由得苦笑，这群老家伙不会以为我是待价而沽吧？在大护法的带领之下，他离开大殿。云青山脸上的笑容消失，他叹息了一声，说道，圣女的伤势不能再拖了，几位长老还需要多做圣子的思想工作。掌教请放心，我们会说服圣子的。李林保证道。李长老，你现在去宣布圣子即将和圣女大婚，同时给圣子应有的权利和尊重，我相信圣子会做出选择的。云青山继续吩咐。是。李林立刻说道。希望圣子能想明白。云青山叹息了一声，青云门乃是仙门，名门正派，相当尊重别人的个人意愿，强迫别人做顶庐的这种事情他们做不出来，即便是为了天下苍生，就苍生而牺牲一人，永恒的选择难题，他会想明白的。李林阴沉地说道。大护法带着慕寒走着，一面和慕寒聊天。你也不要怪掌教和太上长老他们，他们也是为宗门，所以才出此下策的。大护法望着慕寒的眼神有着一丝奇怪的神色，他继续说道，其实成为圣子也是一件好事情，一世荣华，族人也会因为沾光，你真的可以考虑一下。慕寒淡淡一笑，没有说话。他觉得这个大护法很是和蔼，比其他人要强多了。他也打开话头和大护法聊开了天，想要多了解一下青云门，毕竟之前他只是个杂役，其实只能算是青云门的编外人员。不过
当大护法说出自己的名字的时候，慕寒身体有着一瞬间的僵硬。他的名字赫然是李松溪，这个大护法竟然就是星星口中的那个高级卧底，天魔宗打入青云门最隐秘的案子。眼见大护法带着自己走的位置越来越偏僻的时候，慕寒站住了。圣子大人，为何不走了？李松溪转身望着慕寒的眼神带着一丝厉色，他身上有杀意起伏，显然动了杀心。慕寒心中急速转动，他脸上露出笑容，说道：大人，您是不是误会什么了？李松溪不动声色，他淡淡的说道：你觉得我误会了什么？属下天魔宗密探慕寒，见过大人。慕寒突然开口，一脸恭敬的样子。李松溪有一瞬间的愕然，他不动声色盯着慕寒，淡淡的说道：我不明白圣子是什么意思。慕寒心中很紧张，表面上却不动声色，他微微一笑，伸手入怀，一个令牌出现在手中，上面镂刻着天魔2个字。李松溪接过令牌，他辨认了一下，这确实是天魔宗密探的令牌。慕寒居然是天魔宗的密探，但是这不可能啊！在密探之中，他的权限很高，若是有新人来到这里，不可能越过他，不通知他。李松溪将令牌还给慕寒，只是眼中的怀疑却没有丝毫减弱。慕寒脸上挂着笑容，一点都不虚，与李松溪对视，底气十足的样子，这让李松溪对自己的判断产生了一丝怀疑。他运转秘术联系星星，但却没有任何回应。慕寒观察着他的脸色，他推测李松溪很可能在联系星星。想到这里，他立刻说道：您是在联系星星大人吧？他不可能回应您了。为何？李松溪神色微变。慕寒连星星都知道，难道他真是自己人？只是为何他说星星无法回应自己？难道星星暴露了？想到这里，李松溪有些紧张。若是星星暴露的话，自己的身份也有可能暴露，但这也不合理。他的身份若是暴露，太上长老他们不可能允许他独自去送慕寒去圣子宫。慕寒一脸悲痛说道：太上长老他们找我的时候，发现了星星大人的身份，而星星大人为了掩护我，不让我暴露，主动牺牲了自己，吸引了太上长老他们的注意，然后被太上长老他们击杀了。星星死了，李松溪倒没有什么难过的，反而松了一口气，只要自己不暴露，一切就没问题了。只是眼前这个慕寒到底能否信任？他有些琢磨不定。你是宗门派过来的？为何我不知道？李松溪对慕寒依然不相信。慕寒立刻解释道：我是星星大人在青云门发展的天魔宗内线，星星大人对我有大恩，我自然要忠于天魔宗。李松溪依然半信半疑，他很想直接干掉慕寒，只要杀了他，青云门圣女就失去了恢复的机会，可同时自己也会暴露，甚至很难活着回到天魔宗。他有些犹豫。慕寒只感觉到自己浑身一冷，对方还是没有放弃击杀自己。他强行让自己镇定下来，不要冲动，对方很可能是筑基期以上的大能，自己根本不是对手，绝对不能硬来。就在此时，李松溪突然收敛杀意，他想到了一个办法，也许更容易除掉青云门圣女，而且说不定还能立下另一桩大功，自己还有可能不会暴露，一举三得，将这个吃下去。李松溪拿出一颗碧油油的丹药，慕寒100个不愿意，但他更清楚，自己若是拒绝的话，对方说不定立刻会杀了自己。慕寒只有将丹药吞下去，丹药一下肚子，他就感觉到一股难以言喻的痛苦，这让他脸都扭曲了。但这种感觉很快消失。李松溪淡淡的说道：我给你下的毒乃是金绝丹，若是在1个月之内你没有服用解药，就会肠穿肚烂而死。慕寒脸色狂变，他没想到李松溪那么狠毒。大人，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慕寒一脸愤怒。李松溪瞥了他一眼，我不是很相信你，怕你在骗我，所以必须要有东西控制住你。放心，只要你完成我给你的任务，我立刻就给你解毒，同时还能让你成为天魔宗的内门弟子。慕寒神色顿时变得激动起来，他立刻说道：大人请说是什么任务，属下绝对万死不辞。当然这些都是装的，为了活命他不得不这样做。李松溪拿出另外一颗碧色的丹药道：这颗丹你在为圣女调和阴阳的时候含在口中，然后为她吃下，圣女本来就受伤了，立刻就会毒发，你在圣女毒发之后将圣珠偷出来，圣珠乃一宝，我天魔宗圣子就是因为此物与那青云圣女争斗，这才殒命的，你若能偷出圣珠，则是我天魔宗的大功臣。慕寒点头，然后他突然意识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自己杀了圣女之后如何脱身。见慕寒面露迟疑，李松溪淡淡一笑：我知道你担心什么，你可以放心，等你杀了圣女之后夺回了圣珠，就赶紧回到圣子宫之中，我自然会接应你。慕寒知道自己这一次真的要给青云门的圣女当顶炉了，无论是李松溪还是青云门都不会允许他拒绝。青云门看似好说话，尊重他的选择，那只是因为他们还顾及青云门的原则，但一旦青云门圣女有了危险，需要他立马调和，到时候就不会由得他去考虑了，他就算是不同意也不行。这件事情其实由不得他的意愿。属下明白。慕寒说道。既然就已经做出决定，他就没有什么好犹豫的。好了，我送你回圣子宫，青云门圣女这几天就要和你成婚，你也好好准备一下。李松溪冷冷地说道。慕寒突然想到一件事情，他赶紧问道：属下还有一件事情。说。李松溪淡淡地说：属下含住了这颗毒药，会不会先把自己毒死？放心，你吃的金绝丹和这个毒药相克，所以你自身不会被影响到的。慕寒这才放心。李松溪将慕寒送到圣子宫，自己便离去了。
他已经用金绝丹控制住了慕寒，哪怕他不是天魔宗的密探，也必须听自己的，只要他不想死。所以李松溪一点都不担心慕寒会背叛。他嘴角挑起一丝笑容，一旦成功杀死青云门圣女，拿回圣珠，他就是大功一件。回到天魔宗之后，他绝对能得到宗门的奖赏，到时候地位比青云宗的大护法要强太多了，甚至有可能成为太上长老那样的存在。住进了陌生的圣子宫，慕寒脸色阴沉。难道真的要被当作顶炉，又或者是为了解药去杀了青云门圣女？这两件事情他都不愿意去做。你的五行法感受到你身中剧毒，正在思考解决办法。你的五行法已经找到解毒办法。就在慕寒思索的时候，脑海之中却传来声音，一道讯息出现在他的脑海之中，是五行法传给他的，只要和圣女调和阴阳就可以解毒。怕是李松溪都没有想到这一点。慕寒皱紧眉头，这是什么狗屁不通的办法？一旦调和阴阳，他不还是被当作顶炉了？此生再也无法修炼，再也没有登临至高的可能。你的五行法已经思考出解决办法。慕寒脑海之中出现一个功法运转的技巧，按照技巧上面说的来做，可以将他顶炉的身份逆转，从单独的被吞噬变成正常的双修。这样一来，他不仅仅可以修炼，还能因为和青云门圣女的双修，实力大增，同时化解掉自己体内的毒力和圣女体内的阳魔，自己的毒也解了，圣女的暗伤也会被治好。慕寒顿时激动起来。不过当得知那个运转技巧的施展门槛之后，他立刻傻眼了。想要施展那个技巧，需要炼气7层的修为，而慕寒如今的修为不过炼气5层，在短时间之内将实力提升到炼气7层，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你的五行法表示可以做到，只要有足够的美女，突破那都不叫事。慕寒脑海之中传来声音，他顿时笑了。青云宗不缺乏女弟子，且姿容无双，每一个都艳压赴容房的花魁。毕竟他们都是正宗修仙者，在突破的时候可以微调自己的容貌，身为女孩子自然不可能放过这样增加颜值的机会，更别说气质了，更是碾压凡俗女子。放在以前，慕寒他自然见不到，但现在他是青云门圣子，身份不一样了，想要见那些女弟子并不是一件难事。若是有足够的美女满足五行法，这个 LSP 短时间之内达到炼气7层，貌似不是一件难事。他准备明天就去找掌教，说明自己同意做顶炉了。但唯一的条件就是，无论他能不能修炼，这圣子之位不能只是一个虚名，他必须看到好处才能答应。有了解决的办法，慕寒心中安稳了下来，他沉沉地睡了过去。今天一天发生了太多的事情，哪怕以他的神经大条都已经很疲惫了。第二日，慕寒起了个大早，一醒来就得到了几个消息。你的五行法努力修炼1夜，目前修炼进度第5重天 27%。 你的搬山术昨晚心情不好，摸鱼了一晚上，没有任何进步，目前进度小成绩 1%。 你的他化万物磨磨唧唧修炼了一晚上，勉强有所进步，目前修炼进度入门级 31%。 慕寒无奈摇头，去找了云青山。现在他身为青云门的圣子，自然没有人阻拦他。云青山望着他，像是就知道他会来一样。他微微一笑，说道：想明白了。慕寒点头，想明白了，我愿意帮助圣女调和阴阳，但前提是事后依然保持着我圣子的身份，我要圣子应该有的权限。云青山立马说道：这没问题，你帮助圣女解毒之后，就是圣女的丈夫，哪怕不是圣子，也没有人敢得罪你。我能去圣女峰看一眼吗？慕寒问道。圣女峰乃是圣女宫所在，同时也是那些女弟子所在的地方。慕寒过去的目的很正经，他是为了满足五行法这个 LSP 提升修为。你的五行法感应到你的想法，并且激动无比，修炼速度提升到6倍。慕寒微微一笑，果然不愧为青云宗，在这里的修炼速度都比别的地方快得多了。若是上了圣女峰，也不知道会不会更快。可以，你和圣女即将成亲，去看一下也是好的，毕竟日后你们是要生活在一起的。云青山以为慕寒是想要去看圣女，痛快地答应了。他哪里知道，慕寒完全是去看美女的，为了修炼，为了自己的未来，谁也挡不住他。在慕寒离去之后，他圣子的身份彻底被敲定，同时也有厚礼送到他的家族。这是青云门的诚意，基本上他们说的都办到了。慕寒踏上圣女峰，一路上很多人和他打招呼，称呼他为圣子。所有人都知道他要一飞冲天了。一个炼气期的杂役突然成了青云宗的圣子，还要娶圣女，简直让人无法相信。慕寒脸上带着笑容，成为圣子的感觉确实很好，他能够感觉到那些人的羡慕和嫉妒。若没有作为顶炉的事情，成为圣子绝对是一件值得兴奋的事情。但此时对慕寒来说却没有什么激动的情绪，这让那些人忍不住发出惊叹。圣子果然不愧为圣子，果真是才貌双全啊！是啊，也只有圣子才配得上我们圣女，成为圣女的夫婿。圣子好帅，我要个圣子生猴子！有女弟子花痴地喊道。总有人是不看重修为的。慕寒向他们挥手示意，引起了那些女弟子的尖叫。一些男弟子则是一脸羡慕，同时还有些怨念。若是自己也能领悟五行法，那该多好啊！随着自己的来回走动，慕寒期待着五行法的爆发。果然，没有多久，他脑海之中就传来声音：你的五行法看到国色天香大美女，激动异常，正在努力顿悟中。过来不到一会，五行法的动静再度传来：你的五行法见到绝世级别美女，顿时灵智大开，顿悟成功。你的修为达到五行法
第六重天。随着慕寒迈入圣女峰的脚步，五行法动静越来越大。这一路走过去，哪怕没有见青云门圣女，但宗门的大小美女几乎都被自己看遍了。五行法不负所望，在突破到炼气6层之后，不多久又踏入了炼气7层。那些青云门的弟子也感应到了慕寒的变化，他们更是震惊起来，望着慕寒的眼神都变了。圣子果然不愧为圣子，才走了几步，居然就突破了2个境界。难道以前所谓的杂役废物都是在藏拙吗？虽然炼气7层并不算强大，他们之中大部分都有远远超过炼气7层的实力，但像是慕寒这样走2步就可以突破的，简直闻所未闻。暗中注视着慕寒的李林他们也震惊不已。从慕寒领悟五行法到现在才过了1天1夜而已，结果他从炼气3层很快的就达到了炼气7层。这种可怕的修炼速度，哪怕放在任何宗门都是圣子级的人物了。若不是实在是没有别的办法，他们绝对不会拿这样一个天才的未来去救圣女的命。在他们看来，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慕寒甚至比他们圣女都要优秀。达到了炼气7层之后，慕寒微微一笑，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他转身离开，没有再去看那些大小美女，飘然离去，又引得后方一阵惊叹。他可是正经人一个，不像是五行法那个 LSP。有了炼气7层的修为，慕寒反而期待调和阴阳那一天的到来了。据说圣女可是青云宗第一美女，不知道颜值能否与自己一较高下。他脸上带着灿烂的笑容，回到了圣子宫，就去这圣女峰走上一遭。不仅自己突破到了炼气7层，就连搬山术和他化万物都吸收了不少震惊和怨念。搬山术修炼进度成功到达了小成级别30%，他化万物更是从入门级突破到了熟练级，收获颇丰啊！青云门圣女要嫁人的消息传开后，许多门派都派人前来。很多人清楚，这一次多半要有好戏看了。各大宗门的圣子有不少是青云门圣女的仰慕者，如今圣女要嫁人，他们自然心里很不舒服。这一次来定生事端。夜晚，云青山他们来到慕寒的房间，看他们一脸严肃的样子，慕寒立刻清楚自己成为顶炉的时间到了。圣女快撑不住了，圣子请立刻去圣女宫，到时候一切听圣女的吩咐就可以了。云青山神色有些着急，圣女的伤势突然开始恶化，若是再不进行阴阳调和的话，怕是撑不过多久。慕寒点点头，这一天还是到来了。这么快？慕寒心中嘀咕，他第一时间站了起来，说道：“还等什么？我们快走啊！”云青山他们都有些发愣，谁也没有想到，先前还不是很愿意的慕寒，态度居然转变得那么快。看他的样子，分明是迫不及待啊！太上长老李林本来对慕寒很是看不惯的，但此时也忍不住感叹道：“圣子大人高风亮节，为了青云门牺牲自己，让人佩服。”太上长老吴磊也微微一笑，道：“圣子本来就不是常人，虽然修炼资质不行，但能领悟五行法，却也能说明圣子乃是心胸阔达之人，有如此风骨，并不奇怪。我也很佩服圣子，舍己为人，为了青云门，为了天下苍生牺牲自己。”李松溪附和着笑道，他的话听在慕寒的耳中相当刺耳，瞥了李松溪一眼，等自己解毒之后再去找这个家伙的麻烦。居然敢给自己下毒，绝对不可能放过他。慕寒微微一笑，很是淡然，像是看透了一切，有一种贤者的感觉。这更让云青山他们肃然起敬。一个年轻人能有这种心境，哪怕在修炼之路之上无法取得什么成就，将来也必然不是凡俗。他们决定，如果慕寒表现得非常优秀，日后就为他寻来灵芝仙草，延长他的寿元，也许可以为青云门做出不少贡献。他们压根就不知道，慕寒完全是成竹在胸了。这一次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奉献的说法。在众人的簇拥之下，慕寒来到了圣女宫。众人止住了脚步，他独自一人推门而入。慕寒有些紧张，终于要见到传说中的圣女了。都说青云门的圣女姿容绝世，气质更宛若飞仙，哪怕在修炼界之中，她也是排名在前3之列的大美人，是修炼界的明珠。越过2重庭院，都有侍女站立在那里，每一个娇俏可人，长相不俗。这让慕寒也忍不住激动了起来。光是侍女都如此漂亮了，青云门圣女要多好看啊！你的五行法见到众多美女，心情愉快，修炼速度提升到6倍。这时看到如此多的美女，五行法的修炼效率又提升了，让他无奈摇头。这 LSP 对美女的执着，让自己这个热血青年都感觉到震惊。看来以后还是要多出去走走，见一下各位仙子，这样 LSP 不对，是五行法才能提升得更快。慕寒最后来到圣女房间的门前，他呼吸有些沉重，但还是很快镇定下来，然后推开了圣女房间的门。砰！房门被他关上，侍女们也远离这里，护卫在100丈之外。慕寒进了房间，关上门之后，才来得及打量这个房间。很普通的一个卧室，相当的素雅，却弥漫着一股淡淡的女儿馨香，让他心猿意马。卧室很亮，数颗宝珠散发出白色的光芒，照亮整个卧室。在卧室尽头，一张粉色的大床放在那里，一个白衣女子端坐在床上，好美。哪怕是慕寒这种平时不屑于美色的正直青年，此时眼睛都看直了。肌肤吹弹可破，一双修长的雪腿自然垂下，双手有些紧张的交缠在一起，显然他的心中也不像是表面上那么平静。青云门圣女五官极其精致，每一个部位都像是画出来的一样，完美到没有任何缺点。此时他一双丹凤眼瞪大，望着慕寒，像是要彻底将他看穿一样。
一股极大的威严让他给人一种凛然不敢侵犯的感觉。若非他苍白的脸色让他的威严打了几分折扣，慕寒还真有些怵他。你的五行法，见到绝世美女，同时感受到和美女修为之间的差距，正在全速悟道，修炼速度提升10倍。果然不出慕寒所料，见到更漂亮的圣女之后，五行法的反应更激烈了，修炼速度居然破天荒的提升到了10倍，就特么离谱。慕寒轻轻一笑，拱手道：慕寒见过圣女。圣女微微点头道：圣子不用客气，事情你也全都知道了，若是你不愿意的话，我也不会勉强你，你还可以考虑一下。圣女的声音很温柔，给人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让人难以生出一丝恶感。慕寒没想到圣女这么好说话，到了这一步还在考虑自己的感受，这让他肃然起敬。身为圣女，她果然很不一般。青云门果然不愧是名门正派，从门主到圣女，一个个都很有素质啊。不过他已经有了完美解决问题的办法，不会因为阴阳调和而不能修炼，能够帮助圣女疗伤，慕寒自然愿意。而且他也需要调和五行阴阳，解决自己身体之中毒呢。慕寒大义凛然地说道：圣女放心，我已经考虑好了，愿意牺牲自己治疗圣女的伤势。圣女表情有些愧疚，她叹息了一声，说道：是我对不起你，但你放心，日后我会对你负责，好好对你，不会让你因为无法修炼的原因而被人轻视，只要有我在一天，就无人可以侵辱你。听到他近乎于发誓的话，慕寒有些小感动。既然这样，以后就让他好好呵护圣女吧。真男人自然不能让女人保护自己，而是要保护好自己的女人。我们开始吧。圣女轻声说道，有些扭捏，哪怕她心境再高深，此时也有些脸红。你的五行法即将见证你和绝世美女之间的管鲍之交，浑身热血狂涌，修炼速度提升100倍。脑海之中突然传来的声音让慕寒突然愣住了。他要进行管鲍之交，旁边却有人观战，这让他如何能接受？哪怕五行法不是真正的人，但也绝对不行。怎么办？他在心中思索。就在此时，一股信息传入慕寒的脑海之中，那是搬山术传给他的，可以隔绝五行法他们这些武学感知的秘法。使用了秘法，就不用担心一会有人在旁边观战了。你的五行法正在追杀搬山术，要干掉这个逆子。你的搬山术正在被五行法暴打，但却宁死不屈，坚决认为自己没错。慕寒嘴角抽搐了一下，这个 LSP 简直丧心病狂了。不过这种隔绝武学感知的秘法是个好东西啊。心中泄了一下，搬山术，慕寒立刻施展了秘法。冥冥中他感觉到自己和诸多武学的意识全部隔离开来，现在无论自己做什么，他们也都无法知道了。虽然错失了一个提升实力的机会，毕竟一旦五行法观战，也许还能顿悟到什么，但这却是慕寒的原则，绝对不允许跨越。他上了床，躺在了床上，其他的由圣女主导。管鲍之交，圣女运转心法，而慕寒也同时运转了心法，两人气息相连，一股炙热的阳刚魔气突然涌入慕寒的身体之中，他身体猛地一震，差一点昏死过去。这个时候他才知道圣女每天要承受多大的痛苦。他运转灵力，以一个特殊的周天运行，那些阳魔之力和体内的毒气都被引动出来，逐渐化作了一股新的力量。这一股力量霸道无比，炙热之中带着一股魔性，还能让人中毒。你已经领悟毒魔经，熟练渡入门。莫等慕寒高兴，他的脑海之中再度传来声音：你的毒魔经被搬山术吃掉了，搬山术进化出毒魔效果，熟练度有所回落。又被搬山术吃掉了，幸好有了上一次的经验，慕寒倒也没有太过于吃惊。反正搬山术吃了之后，进化出的特性比先前都要好。现在两人体内的力量其实都是由他在控制了。圣女的眼神有些迷离，说不出的诱人。慕寒嘴角微微上翘，然后猛地翻身将圣女压在下面。贫道申公豹，外界众人心焦，云青山他们都未曾离去，真想知道里面的情况。李林忍不住说道。大护法李松溪也是一样，满脸焦急。云青山瞪了李林一眼，道：不要乱来，为老不尊，我们都回去吧，圣女应该不会有事情。众人只好离开。李松溪向后深深地看了一眼，他眼中闪过一抹异色。不出意外的话，这一次青云门的圣女是不可能再走出来了。他心中充满了期待，杀了圣女，夺回圣珠，他就是天魔宗的大功臣。一夜春风，天还未曾亮，圣女就已经醒了。她睁开眼睛，第一时间坐了起来，感受着体内缓和的灵力循环，分明伤势已经完全好了，这就表明阴阳调和成功。望着一边熟睡着的慕寒，他脸色微红，同时又有些心疼。为了自己，他等于付出了一切，不能再继续修炼，对一个修炼者来说是何等痛苦的事情。他亏欠慕寒良多。他的一双柔软洁白的手抚摸过慕寒的脸颊。青云门圣女认真地说道：你放心吧，我会对你负责的，以后我的荣耀便是你的荣耀，你我一荣俱荣，一瞬俱损。忽然一只手抓住了圣女的柔仪，圣女微微一怔，然后有些不好意思说道：你醒了？还想再来一次？慕寒眼中带着一丝笑意。圣女顿时惊呼了一声，因为慕寒已经在使坏了这个冤家，他心中暗暗想到。然后翌日清晨，天还未曾亮，慕寒就起床了。他偷偷地来到宗主的住处，抬起手，慕寒正准备敲门，还没有等他手落下，门就自动打开了。房间里面传来青云门掌教的声音：进来吧。显然云青山已经感应到了他的到来。
慕寒推开门，快速走了进去。云青山盯着他，露出一抹喜色，问道：“圣女怎么样了？”“已经痊愈。”慕寒严肃地说道。“太好了。”云青山松了一口气，然后他有些歉然地望着慕寒，道：“我知道你现在肯定很难受，是我青云门对不起你。圣女既然已经好了，就意味着慕寒失去了继续修炼的资格。”所以，云青山心中对慕寒充满了歉意。慕寒微微一笑，说道：“我这次来找掌教，并非因为这件事情，而是要揭发一个人。”“谁？”云青山微微一怔。慕寒毫不犹豫地说道：“大护法李松溪，他是天魔宗的探子。”此话一出，云青山顿时摇头说道：“我想你应该是误会了，大护法为宗门流过血，对门派很忠诚，不可能是天魔宗的探子，他能走到这一步，都靠着实力和功劳换来的。”掌教不相信？慕寒嘴角微微上翘，他也没有指望云青山立马相信自己，毕竟自己之前只是一个杂役，现在说位高权重的大护法是天魔宗的探子，掌教自然不会轻易相信。见慕寒如此笃定，云青山神色严肃下来。“你可有证据？”慕寒微微一笑，说道：“我可以让他自己说出来。”云青山的眼中闪过一丝冷光，他有点相信慕寒的话了，毕竟慕寒怎么看也不像是一个蠢货，轻易去污蔑大护法李松溪。“你有什么办法？”云青山问道。慕寒嘴角微微上翘，道：“其实很简单。”不多久，他悄悄离去，回到圣女宫。此时圣女已经转醒，她一双眸子落在慕寒的身上，很是复杂。“圣女醒了？”慕寒微微一笑道。他眼神肆无忌惮地打量着，这让圣女脸上燃起一片红霞。但圣女也不是什么矫情之人，双方已经是最亲密的关系，给她看一下又能如何？“对不起，害得你不能修炼了。”圣女带着歉意地说道。她根本就没有想到，她所认为的吞噬鼎炉的过程根本就没有发生。慕寒将这一切变成了正常的双修，他也得到了不少好处，解决点了体内的毒不说，境界也快要突破了，马上快要进入炼气8层。慕寒也不着急解释，先拿下李松溪再说。圣女痊愈了，这个消息在青云门传开，整个青云门都处于欢乐的气氛之中，唯有一个李松溪变得有些焦躁不安。他很生气，因为慕寒不仅仅没有按照他的安排杀了圣女夺回圣珠，反而还让圣女痊愈了。这样一来，不仅仅他的任务没有完成，而他的身份也有暴露的可能性。他眼中闪过一道厉色，做出了决定。李松溪亲自前往圣子宫，偌大的圣子宫如今只有一个慕寒居住，他刚成为圣子，还没有来得及给他配备随从和仆人，而且这也是慕寒自己要求的。他喜欢安静一点，这样更方便做自己的事情。李松溪推门而入，一点都不客气。在别人眼中是圣子，在他眼中，慕寒不过只是一个可怜虫而已。他进入圣子宫之中，发现慕寒大剌剌地坐在高位，眼中不由闪过一道厉色，上前就要算账。“见过大人。”慕寒一脸惶恐的表情，他故作装成一副不敢看李松溪的样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圣女为何还活着？我不是给了你毒丹吗？你不但没有为她吃下，还治疗好了她的伤势，你是不是想找死，不想解毒了？”李松溪质问。他很不满，相当的生气，明明是一个好机会，就让对方浪费掉了。慕寒微微一笑，说道：“大护法，有件事情您可能误会了。”“什么？”李松溪微微皱眉头。慕寒盯着李松溪，直起身子冷道：“我根本就不是天魔宗的探子，那块令牌也不是我的，而是星星的。他的身份被我发现，然后被我击杀。我之所以说自己是天魔宗的探子，只是怕你杀了我而已。我当然不可能按照你的想法去戕害圣女。”原来如此，李松溪终于明白了。他厉声道：“没想到我聪明一世，却糊涂一时，居然被一个小辈骗了，差一点坏了我的大事情。”话音一落，他盯着慕寒，冷笑着说道：“你现在说出这些，难道就不怕我杀了你吗？”慕寒神色有些不屑，他冷笑着说道：“你在我圣子宫之中杀了我，你觉得别人不会发现？到时候你绝对活不了。”说到这里，慕寒顿了一下，他脸上表情更冷了。现在应该害怕的人是你，一旦我揭露你是天魔宗的探子，你才是真正有危险的人。李松溪却很自信，他淡淡一笑，说道：“你不会这么做。”“为何？”慕寒望着他的眼神像是在看一个白痴，自己都将掌教找来了，对方还说他不会这么做，简直可笑。因为你身上有我下的毒，我若是死了，这种毒就无药可解，到时候你依然免不了一死。”大护法傲然地说道。这就是他的依仗所在，慕寒身上有他下的毒，就要一直被他控制，他根本就不担心慕寒会揭发自己。慕寒微微一笑，问道：“如果我为了宗门不顾自己的性命呢？要知道，我就活了圣女，已经不能修炼了，为了宗门，我何惜此命？”李松溪有些不屑，他冷笑道：“你不是那种人，我这一双眼睛不会看错人的。若你真的有那么大公无私，当时也就不会逃走了。”说到这里，他微微一顿，然后才继续说道：“而且宗门也不可能听你一面之词就说我有问题，你若是那样做，很可能引火烧身。可惜啊，这一次你是真的小瞧我了。”慕寒露出笑容，看到这笑容，李松溪的脸色顿时大变。难道这小子真的不要命了？大护法，你好得很。一个冰冷的声音响起，云青山从后面走了出来。当看到云青山的时候，李松溪的脸色彻底变了，他表情有些苦涩，喊道：“掌教！”云青山脸色铁青，他愤怒地盯着李松溪，寒声道：“我自认为青云门对你不薄，你为何要背叛宗门？”若非亲耳听到，他绝对不相信大护法是天魔宗派来的探子。
这可是自己亲手提拔上来的得力干将。李松溪露出苦涩的笑容，他有些自嘲地说道：“背叛宗门，我本来就是天魔宗的弟子，是天魔宗给了我一切，我帮天魔宗做事情，说什么背叛宗门？原来如此。”云青山叹息了一声：“各为其主。”李松溪他本就是天魔宗的人，哪怕已经成为了青云门的护法，但他心中却对青云门没有认同感，在他的心中，自己依然是天魔宗的弟子。云青山叹息了一声，他盯着李松溪说道：“是你自我了结，还是让我亲自出手？这种叛徒，他当然不能留。”特别是知道对方要暗害圣女之后，云青山更是惊怒。他们花费了巨大的力气要保住圣女，差一点被这个人毁掉了。突然，李松溪向慕寒冲去，金丹期的气息展露出来，强横的威严笼罩在慕寒的身上。他现在恨透了慕寒，哪怕是死，也要拉上慕寒一起。你的他化万物，感受到浓浓的怨恨。慕寒现在倒不希望李松溪那么快去死了，只要他继续怨恨自己，就可以让他化万物提升到更高的层次。冥顽不灵，还敢对圣子动手，不知死活！云青山冷面呵斥，他非常生气。若是任由李松溪在他面前将慕寒杀了，别人会如何看他？过河拆桥？怕是到时候圣女等人都不能理解自己。李松溪冷冷一笑，他闭上了眼睛，没有再动手的打算。圣子，这个人我先带走了，至于你体内的毒，你放心，我会让李松溪交出解药的。云青山说道。掌教，你不用担心我身上的毒已经解了，区区小毒还奈何不了我。慕寒微微一笑，很是装逼。李松溪冷笑连连，他以为慕寒在胡说，解毒哪里有那么容易？他的金绝丹近乎于无解，除非有他特制的解药，否则想要解开金绝丹的毒是不可能的。所以他觉得慕寒不过在强装镇定，目的其实很简单，想要让他放松警惕，交出解药。云青山若有所思，五行法修炼的乃是五行灵力，天下之物都脱离不了五行，你能解开毒性，倒是一点都不奇怪。说完，他笑了笑，说道：“既然如此，我就不担心了，先将这个叛徒带回去了。”他带着大护法离开。别看云青山现在很平静，但内心却是狂怒，连大护法这样的门派高层都被敌人渗透。他难以想象，若是再这样继续发展下去，青云门在天魔宗面前根本没有秘密可言。难怪近些年来双方的争斗，青云门老是有一种被对方掣肘的感觉。云青山本来以为对方有智者，善于布局，料敌先机，现在看来，什么狗屁智者，不过是他们青云门被渗透了而已。有大护法这个奸细，这些年来宗门死的那些弟子和高手都太冤枉了。慕寒打量着偌大的圣子宫，嘴角挑起一丝笑意。如今他可算是人财两得，别人都以为他失去了修炼的资格，却没想到他根本就还能修炼，且在和圣女的阴阳调和之中，实力还提升了不少，炼气8层。感受着体内充沛的五行灵力，慕寒眉头一挑，只要再过一段时间，就可以达到炼气9层，甚至筑基成功。这时他才解开了五行法的隔离。之前他和圣女完事之后，就解开了其他武学的隔离，五行法则让他在小黑屋里多关了一会儿。脑海之中立马传来声音：“你的五行法心碎了，觉得你见色忘友，所以停止了修炼。”慕寒微微一笑，对这个 LSP 已经很了解了。你想不想看更多的美女了？想的话就好好修炼，到时候别说圣女、魔女，就算是仙子、神女也给你看到。你要是不努力，我没有足够的实力，想要看到这些美女就不可能了，毕竟实力不够。慕寒诱惑着五行法，你的五行法感觉到充满希望，动力十足，正在努力修炼，修炼速度提升5倍。慕寒微微一笑，这一招果然有用，5倍修炼速度足以在婚期之前提升到了炼气9层，甚至到炼气10层。到时候自己展露修为，再引来大家的震惊，搬山术也许能再提升一个熟练度吧。他打定主意，先隐瞒自己能继续修炼的事实，但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想要在那么多高手面前隐藏修为，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你的搬山术感受到你的心意，喊来自己的亲兄弟敛息术。你领悟了敛息术，修炼速度正常，熟练度入门。慕寒微微一怔，然后露出大大的笑容。果然最靠谱的还是搬山术，召唤来了敛息术，这简直就是瞌睡的时候送上枕头。慕寒立刻运转敛息术，顿时他身上的气息全都收敛了起来。无论谁看，他都像是一个没有丝毫修为的人。慕寒露出笑容，以后扮猪吃老虎，这敛息术绝对是装比的神兵利器。现在敛息术才入门，就这么惊人，真不知道无上圆满之后能达到什么地步。就是不知道敛息术要怎么快速提升。像是五行法喜欢看美女，搬山术喜欢看别人震惊，他化万物则是吸收怨念，自己不主动修炼。敛息术到底怎么样才能提升，这就需要他自己去摸索了。怀着愉快的心情，慕寒走了出去。他从圣女宫走出来，青云门的弟子们都已经知道发生了什么，哪怕他现在不是圣子，青云门的弟子们也对他同样敬畏。圣女的男人地位自然崇高，更何况慕寒现在是圣子，且他成为圣子的原因也在门派之中传来了。为了治疗圣女的伤势，舍弃了自己的前途，再也不能修炼。一些青云门的弟子都对慕寒敬佩不已，换作是他们，绝对做不到这样的选择。对修炼者来说，修炼就是一切，若不能修炼，说什么都是白搭。当然，也有些人对他很是不屑。一个不能再继续修炼的人，不过数十载寿命，很快就化作黄土。哪怕是圣子，也只是短暂的，
和他们这些修炼者无法相比。宗门之中自然也不缺圣女的追求者，有真传弟子出关要挑战慕寒，认为他没有资格作为圣子。这不，慕寒还没有到圣女宫就被人拦住了。真传弟子陆勇，筑基10层的大修士，即将踏入爆丹层次的青年一辈大高手。他入门的时间很短，但进步却很快，3年筑基，而后才1年时间就达到了筑基巅峰，即将爆丹了。爆丹之后便是金丹，金丹大修士都可以成为一个宗门真传长老了。青云门一直没有圣子，因为圣子需要有和圣女并驾齐驱的天赋和潜力。整个青云门圣女最强，没有任何一个男修士可以与之相比。而陆勇进入宗门之后就被当作了黑马，是最有希望成为圣子的人选。在他看来，圣子之位已经是他囊中之物，而圣女更是注定是他的道侣。结果横空杀出来一个慕寒，不仅仅抢了圣子之位，还得到了圣女。当陆勇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差一点气炸肺，第一时间就出关了。被一群人拦住，慕寒却一点都不紧张。他目光扫过众人，冷冷地说道：“尔等想要做什么？敢拦着本圣子，难道要造反吗？你们可知道，在青云门之中，以下犯上是什么罪过？”听到他的话，那些人都是心中一惊。就算慕寒没有了修为，但他确实是实打实的圣子，这一点谁都不能否认。冒犯他就是以下犯上。唯有一个陆勇一点都不担心，他冷笑着说道：“都知道圣子乃是宗门年轻弟子之中最优秀的人担当，你当圣子，我不服气，因为你不如我。”不服？慕寒眼睛微微一眯。不错，青云门的圣子不应该是一个废物。陆勇盯着慕寒，眼神全都是轻视和嘲讽。别说慕寒不能修炼了，就算是他实力还在，也不过只是炼气期的蝼蚁。这样的人有什么资格成为青云门的圣子？慕寒突然笑了，他淡淡的说道：“你要是不满，就去找掌教去，我这个圣子是掌教给的，打赢掌教。你想让他封你为圣子，他还能拒绝？”陆勇气笑了，他若是能打赢掌教，还当什么圣子？直接就是掌教了。他目光阴冷道：“你不要拿掌教压我，我是说你是一个废物，没有资格做圣子，和掌教无关。”说到这里，他顿了一下，目光落在慕寒的脸上，充满了不屑和轻蔑。你若是不服气，大可以和我一战，若是我输了，就承认你圣子的身份，若是你输了，趁早离开圣女，从圣子的位置上退下来。慕寒瞥了他一眼，他嘴角微微上翘，表情有些嘲讽：“怎么不敢？若是你承认自己是一个懦夫，我也不会为难你，但你必须给我磕3个头，从今以后，你当你的圣子，我也不会过问。”陆勇轻蔑地说道。慕寒笑得更灿烂了。等到陆勇说完，他才开口：“你是青云门掌教？”“自然不是。”陆勇皱着眉头。“那你是太上长老？”慕寒继续问。陆勇有些不耐烦道：“自然不是，我是真传弟子。区真传弟子都能管圣子的任免了，什么时候我们青云门的真传弟子的地位堪比掌教了？”慕寒嘴角挑起一丝不屑的笑意。一个宗门之中，掌教最大，下面便是圣子和圣女。真传弟子地位可能还不如内门长老呢，一些强势的真传弟子最多和内门长老平起平坐。至于真传长老，真传弟子见他们都要恭恭敬敬，而太上长老地位更是在真传长老之上，圣子和圣女的地位名义上还要在太上长老之上。陆勇脸色难看，他怒声道：“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不用这样污蔑我。”慕寒脸色也沉了下来，他冷笑着说道：“你算哪根葱，也敢干涉本圣子的事情？滚一边去！就你这种小角色，连给本圣子提鞋都不配，你找死！”陆勇大怒，被一个废物鄙视，说连给对方提鞋都不配，高傲的他怎么能忍受？陆勇直接就爆发了，向慕寒出手。筑基10层的威势爆发，笼罩在慕寒的身上。慕寒一声闷哼，向后倒退。这倒不是故意演出来的，他才炼气8层，确实不是筑基10层的对手。废物！陆勇嘴角扯出一个不屑的表情，他一巴掌向慕寒拍了过去，霸道而强势。慕寒神色微变，对方一点留手都没有，这一击若是落在他的身上，就算是他不死也要重伤。陆勇是笃定青云门不会为了一个废物而重罚他这个有圣子之资的真传弟子，才敢这么肆无忌惮。慕寒满脸冷意，这是真的准备下死手啊！不过他也不慌，这里可是青云门腹地，门派不可能放任自己不管。这陆勇也是个铁憨憨，竟然敢光天化日对自己这个圣子动手，也不知道背后有没有其他人蛊惑。果然，千钧一发之时，一声冷哼传来：“谁敢动我夫君？”伴随着铺天盖地的威势，圣女降临。他身形急速接近，挡在慕寒的前方，而后一挥手，轰！一声闷响，堂堂筑基10层的真传弟子陆勇就倒飞了出去。圣女却宛若做了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她向前迈步，一脚踢了出去。砰！陆勇再次被踢飞，他咳出一口鲜血，满脸骇然。他都已经是筑基10层了，没想到居然连圣女的一击都挡不住。陆勇的身体狠狠砸在远处，他大口咳血，挣扎着想要爬起来，但他这一次受伤太重了，根本就无法站起来。陆勇清楚，这还是圣女没有下杀手，否则的话，他现在已经是一个死人了。他倒是不怨恨圣女，反而恨透了慕寒。你的他化万物感受到浓郁的怨气，技能熟练度精通，修炼速度 1.5 倍。慕寒无语，这个他化万物也实在是太傲娇了一点吧。他清楚陆勇的心里所想，现在多半恨死自己了。结果他化万物却只是缓慢的修炼，真不知道想要修炼到小成，还需要多少人怨恨他。看来自己没事要多招人恨，这样他化万物才能提升到更高的层次。
心中打定主意，慕寒决定先从陆勇开始。圣女站在陆勇的不远处，没有继续，她一双温柔的眸子变得凌厉起来，绝世容颜之上全都是冰冷。青云门圣女虽然温柔，但也杀伐果断，手腕强势，要不然的话，也不会以一击之力诛杀天魔宗圣子。你敢欺辱我夫婿？圣女冷冷道，漂亮的眸子之中带着怒色。为了自己，慕寒无法再修炼，自己曾经发誓绝对不让人侵辱他。没想到这才第2天，就有人对他出手，区一个真传弟子，未免嚣张过头了。陆勇脸色难看，夫婿，他艰难地说道，圣女，他没有资格做你的夫婿，他不过只是一个废人而已。青云门圣女脸色难看，她动了杀意。在她看来，若想让人尊重敬畏慕寒，只有杀到无人敢对他生起轻视之心。就在这个时候，慕寒走了过来，他俯视着陆勇，不屑地说道，我不配做他的夫婿，难道你配吗？连我夫人一招都挡不住，你也有脸说我不配？说到这里，慕寒傲然地说道，昨晚我和夫人大战3000回合，最终胜利的人是我。他一脸骄傲，却差一点让青云门圣女羞的都要钻地缝了。这家伙怎么什么都敢说啊？那种羞人的事情怎么能和别人提起来？不过有一点，圣女确实有点疑惑，慕寒分明修为那么低，体质更是不如自己，没想到如此神勇，连他都不是对手呢。放屁，就凭你的修为也配和圣女大战3000回合？陆勇不屑，但很快他住嘴了，因为他想到了慕寒说的大战3000回合是怎么回事了。他脸色一黑，一口鲜血喷了出来。他一直将自己当作圣子候选，更是在心中将圣女当作了痉挛。但现在自己内定的女人，心中的女神却被一个废物糟蹋了，还在他面前炫耀。他心神激荡之下，终于忍不住大口吐血，然后白眼一翻，晕了过去。对陆勇而言，他出生到现在都没有受到如此侮辱，哪怕晕了过去，他依然对慕寒充满了怨念。青云门圣女就要镇杀陆勇，结果慕寒却拦住了他。夫人，用不着和这种人计较，我想他已经得到教训了，就饶了他一命吧。好歹他也是青云门的真传弟子，日后哪怕成就不高，起码也是一个金丹长老呢，我们不能削弱青云门的力量。慕寒劝慰道，其实他只是想留着陆勇给自己的他化万物升级当养料。青云门圣女望着慕寒的眼神带着深深的赞赏，这种为门派考虑的觉悟不是谁都能有的，也难怪慕寒能为了治疗好他的伤势而牺牲自己。这种男人大义在心中，不像是陆勇这样的家伙，心中只有自己，只有私心，如此男儿才有资格做自己的伴侣。无论他有没有修为，都是顶天立地的英雄。他哪里知道，此时慕寒心中都快爽爆了。你的他化万物，吸收庞大的怨念，产生顿悟，熟练度达到精通级巅峰。你的他化万物陷入了修炼瓶颈。慕寒能明显感觉到他化万物不同了。若上一次有这个程度的他化万物，太上长老他们根本就无法识破他，他早就已经逃出去了。当然，现在慕寒庆幸当初被发现了，自己不仅仅成为了青云门的圣子，还有青云门圣女做道侣。最主要的是，他被青云门当作了英雄，却依然能修炼。所有人都以为他成为了一个废人，但他却没有任何损失。夫君，我听你的。青云门圣女满眼的温柔，让周围的青云门男弟子们一阵发出一阵酸掉牙的狼嚎。自家圣女这就沦陷了。随后他目光扫过跟随着陆勇的那些人，冷冷地说道，尔等以下犯上欺辱圣子，本来应该废掉修为，逐出宗门，但念在圣子为尔等求情的份上，禁闭半年，还不快谢过圣子？陆勇他们快哭出来了，自己等人没有能将慕寒怎么样，反而受到了惩罚，现在还让他们向慕寒道谢。他们心中顿时对慕寒产生浓浓的怨念。你的他化万物感受到多种怨念，正在缓缓修炼，修炼速度2倍，并且希望你再接再厉。慕寒无语，这么多人的怨念，他化万物才只是缓缓修炼，这个道法想要升级实在是太难了。不过他也不着急，以后有的是机会。陆勇他们道歉，但心中却满是怨念。夫君，与我入宫吧。青云门圣女主动拉着慕寒的手，携手走进圣女宫。一路上美丽的婢女不断，还有圣女这位绝色女子，五行法修炼的尤为积极，这家伙的修炼速度都要冲着10倍去了。两人进入了圣女宫，青云门圣女主动依偎在慕寒的怀中。慕寒挠了挠头，他想要说话，却意识到自己还不知道对方的名字。对了，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呢？慕寒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他之前只是杂役，虽然知道青云有一位圣女，但是圣女叫做什么，长相如何，他却不知道。青云门圣女微微一笑，说道，妾身叫做萧月。萧月，好美的名字。慕寒称赞道。萧月露出一抹笑容，能得到道侣的称赞，他还是很开心的。两人交谈之后，慕寒才发现萧月单纯的过分，虽然有强大的实力、战斗的雷霆手段以及过人的争斗经验，但其他生活方面却好似一张白纸。在他心中有天下苍生，一心想要消灭邪魔，拯救世间，单纯又善良的一个女人。他也是有什么说什么，对慕寒很感激，同时也有些愧疚。萧月也说出了自己的心思，他要寻找到让慕寒能够继续修炼的方法，两人可以长相厮守。慕寒嘴角微微上翘，你这么一说，我倒是有一个想法，我们试一下的昨天的动作吧，我觉得那样好像有效。萧月瞬间脸红，他看了一眼窗外，羞涩地说道，现在还是白天呢，难道你不想我早日恢复修炼？慕寒脸色一沉，萧月赶紧解释，我不是那个意思，夫君你要相信我。那你答应吗？慕寒露出笑容，
萧月低下头，轻轻地点了一下头，他脸已经红透了。慕寒露出得意的笑容，他抱起萧月放在床上，看频道申公报。整个青云门都在流传圣女宫外发生的事情。一个真传长老气冲冲地冲进了掌教住处，请掌教主持公道。长老一脸愤怒，正是真传第一长老慕云迪，同时也是陆勇的师尊。当知道陆勇受伤之后，他怒不可遏，直接就冲到了掌教这里，直接去招惹圣女，那是绝对不行的。陆勇冲动了，但他却不会冲动。云青山盯着他，淡淡的问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慕云迪跪在云青山的面前，他咬牙切齿的说道：“萧月圣女为了维护一个废物，将我弟子陆勇打成重伤，请掌教为我师徒做主啊！”云青山很平静，不显怒色，他有些疑惑的问道：“你口中的那个废物是谁？圣女为何要维护一个废物，还将一个真传弟子打成重伤？以我对圣女的了解，她性格恬静柔和，不会轻易和人动手才对。”慕云迪冷哼了一声，下意识的说道：“那个废物就是慕寒。”慕寒？哪个慕寒？云青山更惊讶了。慕云迪也有些懵：“你自己册封的圣子，你自己怎么能不知道？”他疑惑的说道：“就是那个圣子慕寒啊，掌教难道你忘了？”他的话音刚落，云青山的脸色就沉了下来。他厉声道：“你既然知道那是圣子，你弟子以下犯上，侮辱圣子，该当何罪？”慕云迪懵了，他真的没想到这一点。以下犯上一般都是废掉修为，逐出师门，不是那样的。那个慕寒是一个废物啊，他怎么配成为本门的圣子？慕云迪惊呼道。云青山神色微冷，他盯着慕云迪，森然的说道：“圣子为了宗门，舍弃了修炼前途，让自己成为了不能修炼的废人，这种胸襟和牺牲，如何不能成为圣子？况且他已经是圣女的夫婿，圣女的夫婿就是圣子。而等不感激他就不说了，反而侮辱圣子。圣子心善，不愿意废掉你的弟子，放他离去。你居然还敢来我这里状告，你一把年纪活到了狗身上去了，连一个小辈都不如。”越说云青山越是生气，云青山一脚踹出去，直接将慕云迪踹到了一边。慕云迪满脸羞愧，跪在那里不说话，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瞥了他一眼，云青山冷笑着说道。慕云迪点头，他说道：“我明白了，我和一个废人计较什么？再过数十年光阴，他就死了，化作枯骨，我何必和一个红尘之中的蝼蚁计较？至于圣女，她终究是我们宗门的圣女，我们必须对她有足够的尊重。”云青山目瞪口呆，他是那个意思吗？他是那个意思吗？这家伙完全理解歪了。看来近些年为了提升门派的实力，忽略了对弟子们的思想教育啊！这样下去很危险。云青山摇头：“滚下去吧，我懒得和你废话，但我以后不想见到你和你的弟子挑衅圣子，否则的话，门规处置。属下告退。”慕云迪拱手退了下去，望着他离去的方向，云青山脸上的怒色消失，他眼神有些深邃。刚才慕云迪和自己装疯卖傻，他又如何不知道？只不过是故意假装不知道而已，让慕寒成为圣子，侵犯了不少门派高层的利益。他们都有野望，想要自己的弟子成为圣子，所以一直在明争暗斗。如今突然横空杀出来一个慕寒，让他们的愿望落空。若说陆勇是同门鼓动去找慕寒的麻烦，还不如说是慕云迪默许的。慕云迪这一次前来告状，也不过是在试探他的态度而已。一群有私心的家伙，我怎么可能将掌教的位置交给你们？圣子就算不是慕寒，也不可能成为你们弟子的。私心太重，最终会毁掉青云门的。云青山冷笑着说道。那些真传长老的弟子，他一个都看不上。只有真正有宽大胸怀，愿意为天下牺牲的人，才有资格做掌教。这样的人才能够为宗门带来发展和繁荣。可惜慕寒虽然有那样的胸襟，为人也聪明，但却因为圣女的原因不能修炼。云青山要保住慕寒圣子的位置，主要是想要将圣女送上掌教的位置。圣子和圣女总有一个人要继承掌教的，慕寒不能再修炼，自然不可能。唯一的人选就是萧月了。师兄，怎么样？当慕云迪回到自己所在山峰的时候，顿时就有几个真传长老围了过来，他们神色迫切，想要知道答案。慕云迪眼中金光闪烁，他冷笑着说道：“诸位都不用想了，掌教是铁了心的要扶持萧月上位，他坚持慕寒圣子的身份不可能更改。”其他几个长老脸色都变了。青云门的掌教一般是由圣子或者圣女担任，实际上9成9都是圣子继承。从开派到现在，唯有一代是由圣女继承的掌教，但那一代的圣女太惊艳，横压一个时代，光照万古。也就是在他的任期，整个青云门在修仙界达到了鼎盛，万仙来朝。这些真传长老都想让自己的弟子成为圣子，日后掌控青云门。如今慕寒挡道，他们都没有机会了。杀了那个慕寒！一个真传长老眼睛一眯，冷冷地说道：“放肆！”慕云迪呵斥，他怒视着那个长老，冷冷地说道：“这种话以后莫要再说了。慕寒只要是圣子，我等就不能对他出手，否则的话就是以下犯上。你真想掌教找了借口将你逐出师门？”那个长老吓得一个机灵，赶紧闭嘴。他知道自己刚才有些冲动了。诸位莫要打什么歪主意，哪怕是针对圣子，也要光明正大，暗中搞一些小手段，只会让掌教不喜，我等更加没有机会。目光扫过众位长老，慕云迪冷冷地说道。那些人赶紧点头称是，他们都是真传长老，但慕云迪显然地位更高一些。他被称作第一真传长老，无论是实力还是权柄，都在他们之上，比他们强一些。当然，这种差距也不至于太大，毕竟都是一个层次上的，只有太上长老才能稳压他们一头。好了，
大家知道这一点就行了，现在都回去吧。慕云迪摆手，有些不耐烦。一群乌合之众在这里也讨论不出来什么结果，还不如让他们离去，以免烦心。众人只好离开。而云青山也传令下去，慕寒依然为圣子，且5日之后就会和圣女成婚。他更言明，慕寒虽然不能继续修炼，但大家绝对不能因此轻慢他。他是为了宗门牺牲的，所以必须得到应有的尊重。这个命令一传下去，慕寒的搬山术和他化万物都有了动静，修炼速度更快了。他脸上露出一抹喜色，同时心中决定自己还要更拉轰一些。树大招风，这样才能得到更多的震惊和怨念。更优秀了之后，也能看到更多的美女。萧月躺在慕寒怀中，大眼睛如同黑宝石一般，此时却蒙上了一层水雾，有些迷蒙。他盯着慕寒的脸，慵懒地问道：“你在想什么？”慕寒望向他，眼神炙热。我刚才有点感觉，像是能继续修炼了。萧月顿时眼睛一亮，惊喜地说道：“真的？”慕寒点头，他嘴角上翘，露出一抹邪笑。我觉得可以再试验一下。好。没想到萧月居然很痛快地答应了，而后他居然主动了起来。慕寒躺着一动不动，享受着自动化专业带来的好处。这丫头是从哪里学的？还是无师自通啊？师姐教的这些东西果然有用。萧月脸色有些微红，但还是很高兴。梅开恩度。翌日，慕寒神清气爽，倒是萧月精疲力尽了，不能起床。堂堂金丹期的大修士，居然战不过一个普通人。萧月对师姐传授给自己的经验产生了严重的怀疑，不都是说这方面女子才是天赋异禀吗？怎么她遇到的人完全不一样？太上长老李林找到慕寒，他在安排婚宴的事情，一些仪式需要告诉慕寒。一番讲解下来，慕寒头都大了。他没有想到，不过是结个婚而已，居然这么多的礼数。修炼界的礼数和凡间还有一些不一样，需要注意的地方很多，哪一个地方做错了都要闹笑话。确认自己已经记住了之后，慕寒才松了一口气。他倒是不在意丢脸不丢脸，但也要为自己家娘子考虑一下，不是吗？对了，你小子悠着点，别太贪了，毁了自己的身体不说，还耽误了圣女的修行。到了最后，李林提醒慕寒，他倒是有些羡慕。到了他这个年纪，哪怕是修炼者，也有些力不从心了，没有少年的那种激情。没事，我受得了，身体好着呢。慕寒笑着说。听到他这么说，李林感叹道：“想当年，老夫也是一夜8次不用闲，现在却没有那个心气了。你自己注意一点就可以了，我也不说你了。”慕寒心中一动，他掏出一瓶神油递了过去。李长老，这个送给你。什么东西？老夫用不到。李林下意识的拒绝，但看到上面的名字的时候，直接一把抢了过来。好了，老夫收下了，你小子有心了，以后有这种好东西多带一些来。李林拍了拍慕寒的肩膀，一脸欣慰，还是这个圣子懂事，给的东西让他都心动。好说，我还知道其他很多牌子的，比这个功效还要强，有时间下山就给太上长老带回来。慕寒笑着说道。李林老脸上笑开了花，他爽快地说道：“那我就不客气了。对了，别叫什么太上长老，听着别扭，以后就喊我李哥，我就喊你老弟吧。”我知道了，李哥。老弟上道。哈哈。一老一少相视一笑，一切尽在不言中。就在此时，一个女子走过来，她看起来30岁上下，长相极美，特别是前面的2个罪恶，让人一眼望过去都忍不住心惊肉跳。见到女子出现，李林站起来，有些紧张地搓了搓手，说道：“夫人，你怎么来了？”他向慕寒介绍道：“老弟，老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你嫂子伊清秀，你应该听说过，真传第一女长老。”慕寒自然听说过，她不仅仅是真传第一女长老，还是萧月的师姐。她是代师授业，在萧月拜师之后不久，他们的师尊就被天魔宗的强者偷袭死掉了，而萧月就是自己师姐一手带大的，她一身本事更是伊清秀传授的。伊清秀可以说是他真正的师傅。让慕寒没有想到的是，伊清秀居然是李林的妻子，他们之间应该差着辈分呢。看出了慕寒的疑惑，李林笑着说道：“在真正的爱情面前，年龄不是问题，辈分也不是问题，甚至连性别和物种都不一定是问题。君不见有人敢和鬼谈恋爱，有人和蛇生死恋，还有人敢上毛毛虫。我们修炼之人本来就不在意那些凡尘俗礼。”伊清秀瞪了李林一眼，说道：“别听他胡说，我师尊辈分高，我本来就是和他一辈的。”原来如此，慕寒白了李林一眼，这老头真会忽悠，他差一点就信了。你就是慕寒，过来，我有些话要和你说。伊清秀招呼了慕寒一声，李林站起来也要跟着。结果伊清秀瞪了他一眼，李林直接蔫了，坐了下来。他有些委屈，但还是很老实。显然，这位也是名副其实的妻管严。面对伊清秀，慕寒有些紧张，有一种见了丈母娘的感觉。他跟着伊清秀离开，走到远处，两人站定。慕寒恭敬地问道：“师姐有什么要吩咐的？还请示下。”他心中却很紧张，不知道为何，面对这位师姐，他觉得自己所有的遮掩都失去了作用，一切都曝光在对方的目光之下。伊清秀的第一句话就让慕寒一惊，他盯着慕寒说道：“其实你修为没有废掉，还能修炼吧？如果我看得不错的话，你现在是炼气8层，快要踏入炼气9层了。”慕寒震惊，自己隐藏的那么好，居然被发现了。你的搬山术感受到来自于你的震惊，一脸嫌弃，坚决杜绝这种 bug。慕寒无语，他心中呵斥：搬山术，自己震惊又不是个他看的，故意骗他提升修炼程度的，他嫌弃个什么？你的搬山术被呵斥，现在很委屈，没有心情修炼，已经停止修炼。慕寒，
他赶紧在心中给斑山树道歉，这才让斑山树好过一点。你的斑山树接受你的道歉，并且觉得你道歉态度不错，很是高兴。恢复修炼速度，修炼进度小成41%。慕寒终于松了一口气。这些傲娇的功法和道法，动不动就来一点小脾气，他都已经快要免疫了。见慕寒半天没有说话，伊清秀以为慕寒被自己吓到了，他淡淡道：“你也不用紧张，我并不是来向你问罪的，只是有些奇怪而已。这件事情我也没有告诉别人，只有我一个人知道，而且整个青云门也只有我一个人能看得出来。为什么？”慕寒有些奇怪。伊清秀微微一笑，说道：“难道圣女没有告诉你，我们修的是青云门的剑典？我已经到了剑心通明的地步了。你的伪装可以瞒得过别人，却瞒不住我。原来如此，剑心通明，圣女难道也看出来了？”慕寒心中一动。伊清秀摇头说道：“没有，想要达到剑心通明，起码需要元婴修为。圣女虽然天资聪颖，但也不过金丹修为，还无法修成剑心通明。”原来如此。慕寒向伊清秀拱手，认真的说道：“师姐，其实我也不是故意隐瞒的大家的，只是不知道该如何解释。所有人都以为我失去了修为，无法再修炼，结果不仅仅没有受到损伤，反而还修为大增。我担心别人觉得我有问题。”伊清秀点头表示理解，他笑着说道：“你的担心是多余的。五行法阴阳调和之后，会让鼎炉无法再继续修炼，这也是推论。实际上，几乎从来没有人能领悟五行法这个功法到底有什么神异的地方，大家都不知道。就比如你现在没有失去修为，就是大家想不到的。”原来如此，慕寒松了一口气。不过，伊清秀的眸子有些锐利，盯着慕寒说道：“不过，对你身上的隐匿修为的功法，我倒是很好奇，不知道你是从哪里学来的？”慕寒心中咯噔一下，宗门之中也并非没有带修行的，但自己一个修炼界的小白，突然有一种极其高深的隐匿修为的法门，甚至连掌教和太上长老都看不出来，这就有问题了。无论在谁看来，他都不正常。想到这里，慕寒神色严肃了下来，他盯着伊清秀，认真的说道：“师姐，我若说这个功法是我自创的，你相信吗？”伊清秀看了他一眼，露出一个高深莫测笑容：“信？为什么不相信？”慕寒哭笑不得：“您老那表情是相信吗？”简直把不相信3个字写在了脸上。他正想办法解释，这时候伊清秀却说道：“以后若是有人问起，你就说是我让你隐藏修为的，这个隐匿修为的法门也是我传授给你的，免得被宵小窥探。”慕寒愕然，有些不可思议，难道不是向自己问罪吗？怎么听起来伊清秀是在为自己开脱呢？伊清秀微微一笑，说道：“萧月那孩子是我从小带大的，虽然是师妹，但是和女儿差不多。你现在是她的丈夫，我自然要护着你。我知道你不是一个没良心的孩子，所以我相信你不会给宗门带来不好的影响。”慕寒恭敬地施了一礼，说道：“多谢师姐，我敢保证，我对宗门绝对没有任何不好的想法，而且我对萧月也确实很喜欢，我会爱护她一辈子的。”伊清秀露出笑容，道：“有你这句话，我就满意了。以后若是有什么解决不了的事情，记住还有师姐呢，就算是师姐解决不了，还有你姐夫呢。”说到这里，伊清秀看了李林的方向一眼。李林见伊清秀向自己看过来，脸上露出傻乎乎的笑容。大傻子，伊清秀哭笑不得，也有些甜蜜。自己选的这个男人，也只有在自己的面前才是这样傻乎乎的。李哥是一个好男人，慕寒赞叹道。见自己男人被夸奖，伊清秀露出满意的笑容，但他还是说道：“大猪蹄子一个而已，不说也罢了。”和伊清秀告辞，慕寒回到自己的圣子宫。他和萧月还没有成婚，整天腻在一起，怎么也说不过去会被人传闲话。慕寒是一点都不在意的，但却不能不在乎萧月的名声。毕竟之前在一起是为了疗伤，而现在还腻在一起，有点说不过去了。忍几天吧。心中转着念头，慕寒开始静下心。时间一点一点过去，而青云门也来了很多人，那些都是赶来参加婚礼的，都是仙门的来客。慕寒偶尔出去一趟，都能看到其他宗门的弟子在青云门之中乱逛，还有一些漂亮的女弟子，每一个生面孔都能让五行法奋起一振。没过多久，他就突破了，踏入炼气9层。这种飞速提升的感觉让慕寒着迷，加上五行法不停的催促要出去看美女，慕寒整天几乎都在外面，形形色色各种美女从自己的身边走过去，他的修为也在飞速提升着。喂，你站住！一个如同黄莺一般的声音响起。慕寒向周围看了几眼，确定这里只有自己一个，对方是在喊自己。他将目光投过去，脸上顿时露出惊艳的表情。这是一个长得极其漂亮的女孩子，一身紫色罗裙，如同瓷娃娃一样的五官，看起来只有16、17岁。女孩看起来单纯又无辜，正眨着星星般的大眼睛盯着慕寒。前面2个罪恶有些不成比例的宏伟，让人忍不住咽口水，有一种想要犯罪的感觉。你的五行法，看到极品萝莉，顿时觉醒洪荒之力，顿悟成功，修为突破到炼气10层。果然，五行法这个 LSP 立刻激动了起来，直接给慕寒突破了1层，达到了炼气10层，而且还是炼气巅峰。只差一步，慕寒就可以筑基成功了，成为筑基期的大修士。只有筑基成功，才算是真正的修炼者，才算是入门。小妹妹，你在喊我？慕寒指着自己的问道。女孩点了点头，她有些生气，老气横秋的说道：“不许喊我小妹妹，老身今年都几千岁了，你这个小辈怎么敢胡言乱语？”几千岁？慕寒真的有些吃惊了。修炼界能活几千岁的，都是接近飞升的老怪物了。这个女孩难道是一个隐世的老怪物？
自己称呼一个几千岁的老怪物为小妹妹，对方没有一巴掌将自己拍成一滩烂泥，已经算是相当给面子了。想到这里，慕寒神色立刻恭敬了起来。就在此时，他脑海之中传来声音：五行法！大吼！骗子！根据本极品鉴美师鉴定，这是货真价实的一枚小萝莉，绝对不是老怪。慕寒呆了一下，他嘴角微微上翘。对方敢忽悠自己？他不动声色，淡淡的问道：前辈，您喊晚辈有什么事情吗？老身第一次来贵宗，对这里不太熟悉，需要一个导游带我好好游历一番。女孩老气横秋的说道。他心中暗笑，真是一个大傻子，这么轻松就被自己骗了。可以，前辈想去什么地方，我带你去就可以了，没有人比我更熟悉青云门了。慕寒微微一笑。女孩眼珠子一转，道：这样吧，你先带我去那个圣子宫看一下，我对你们新任圣子很感兴趣。好，前辈请。慕寒笑着说。女孩心中暗笑了一声傻子，她却没有发现慕寒距离她的距离越来越近了，此时已经接近了她周身半丈之处了。就在此时，慕寒猛地动了，一把抓住了女孩，然后搬山术运转，五行灵力涌动，瞬间封印了女孩的力量。女孩反抗，却发现自己堂堂筑基期的大修士居然完全不是慕寒的对手，她被慕寒直接拿下了。女孩挣扎，慕寒却一点都不客气，他直接将女孩放在腿上，然后在她挺翘的部位重重的打了一巴掌。女孩瞬间瞪大了眼睛，眼泪汪汪，居然有人敢打她的屁股！慕寒，我要杀了你！女孩怒吼道，尖叫声远远传出去，带着强烈的愤怒。认识自己？慕寒微微一怔，他很快反应过来，对方是故意忽悠自己，耍自己的。想到这里，他更加生气，按着女孩接连给他来了好几下。手感还不错。而他的脑海之中也传来了声音：你的他化万物，感受到浓浓的怨念，修炼速度达到 2.5 倍。女孩简直羞掉死了，无论她怎么挣扎，都无法脱离慕寒的掌控。堂堂一个筑基期大修士，此时被人压在腿上，打着屁股，这要是传出去，他还有脸见人吗？你们这群混蛋，还站在那里做什么？还不赶紧来救我！女孩大喊道，她咬牙切齿，声音之中充满了愤怒。几个年轻的男女从暗处出现，一共有4人，他们满脸的震惊，完全没想到为什么一个筑基期的大修士竟然在一个传说中的废物手里毫无还手之力。你的搬山术感受到了他人的震惊，修炼速度提升到3倍。慕寒满意点头，这是意外之喜啊。其中一个青年男子呵斥道：慕寒，放开我家师妹！他向慕寒冲过来，筑基期的修为展露无遗。显然他们都是知道慕寒的身份了，这一次是专门来戏弄他的，没想到却弄巧成拙，不仅仅没有戏弄到慕寒，反而让自己的小师妹被占便宜，吃了大亏。想到这里，青年愈发的生气了，他脸色沉了下来，浑身散发出冰冷的杀意。青年男子大步迈过来，筑基期的气机释放，笼罩过去，而后他对着慕寒就打出一掌，强大的灵力涌向慕寒，他居然没有丝毫留手。若慕寒是一个普通人，这一击下来，他必死无疑。几乎所有人都知道，他因为为圣女疗伤，所以无法修炼，就是一个废人。结果对方还对他下这种手，显然是不想让他活。慕寒冷笑了一声，直接一用力，将女孩挡在了自己的前面。青年一看，顿时慌了，若是打伤师妹，他绝对要受到很严重的惩罚。他仓促之间赶紧收手，骤然收回力量，灵力反噬，一口鲜血直接喷了出来。他目光阴冷，森然地盯着慕寒，无耻之辈，你居然用这种下作手段，有种放开我师妹，与我正面一战！慕寒一脸鄙夷道：你说我无耻？堂堂一个筑基期大修士，对我一个废人动手，我们之间到底是谁更无耻？说到这里，慕寒瞥了一眼一脸羞愤的女孩，他冷笑着说道：而且是你们故意戏耍我在先，而等在我青云门戏耍青云门圣子，莫非真的以为我青云门是好欺负的？众人神色一变，这顶大帽子扣在头上，那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他们很可能被青云门问罪，甚至本门的长辈也会对他们发难。青年冷冷地说道：我们只是想和圣子开一个玩笑而已，没想到圣子居然当真了，还做出了如此侮辱师妹的事情，像是你这种伤风败俗的下流胚子就没有资格做圣子。那你说谁有资格？慕寒淡淡一笑：当然是陆兄。青年立刻回答道：闭嘴，你这个蠢货！女孩恼怒地喊道。青年也是一脸懊恼，慕寒在套他的话，而他居然上套了，确实是一个蠢货。慕寒笑着说道：陆勇，他记住了，之前找他的麻烦不算，现在又伙同外人想要算计他这个圣子，门派之中的争斗却牵扯外人进来，对付同门，这样的人没有资格当青云门的弟子。你够了，先放开我师妹！青年转移话题。慕寒撇了撇嘴，不屑地说道：放了你师妹，让你打死我吗？你当我和你一样傻，智商为0是不是？放开他吧！就在此时，一个温柔的声音响起。慕寒笑了，他直接将女孩放开，而那个女孩被放开之后，毫不犹豫，一巴掌拍向慕寒，不知死活。那个温柔的声音瞬间变得冰冷无比，他挡在慕寒的前方，然后一掌拍出去，噗！女孩被震飞出去，狠狠地摔在地上，大口咳血。其他人都吓了一跳，赶紧围了过去。夫人，你来了。慕寒笑着说道，站在萧月的身边。萧月眼中闪过一抹柔色，他温柔地说道：我发现有人想要挑衅夫君，所以便赶来了，夫君没事吧？当然有事。慕寒立马回答。他
他指着那些人，可怜兮兮地说道：“他们太凶了，快把你夫君吓死了！夫人，你一定要为我做主啊，好好的教训他们一顿。”见他夸张的表情，萧月脸上闪过一丝笑意。他可是看得清清楚楚，从头到尾，慕寒都没有吃亏。不过，这些人来到青云门戏弄圣子，本身就是罪不可恕。他目光望向女孩他们，脸上露出怒容。我青云门也不想咄咄逼人，你们每个人自断一臂，这件事情就算是完了。萧月神色冰冷，身上有杀意弥漫出，笼罩着那些人。女孩他们全都镇住了，谁都没有想到萧月的要求居然如此过分，这还不是咄咄逼人？但在萧月的气势之下，他们很难生出反抗的心思。双方的差距太大了，他们最强不过筑基。萧月已经是金丹期的大高手了，哪怕一些真传长老，也不过只是这个层次而已。慕寒也暗暗啧舌，自己夫人还真是霸气。不过幸好他这种霸气永远不是对着自己的，在自己的面前，他可是温柔的像是水一般，对他的要求有求必应呢。萧月圣女，你不要太过分，我等可是九天宗的弟子，你若是如此对我，我等宗门必然会问罪青云门，到时候青云门要如何交代？青年鼓足勇气，冷冷地说道：“我给你们10个呼吸的时间考虑。”萧月淡淡的说道，他无瑕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反而还闭上了眼睛。10个呼吸的时间，青年他们对视一眼，对这位圣女的霹雳手段有所耳闻，他们没有丝毫犹豫，带着女孩转身就跑。只要能遇到师门长辈，萧月就无法将他们怎么样了。萧月第一时间睁开眼睛，他冷冷地说道：“不知死活。”下一刻，他身形宛若飞仙，瞬间冲了出去，越过那些人。萧月挥手打出一道灵力，直接将他们挡了下来。既然如此，我亲自动手。他面无表情，冲入人群之中，开始动手。8个青年男女很快就被他折断手臂，只剩下那个女孩，她被众人护着，脸色苍白，神色惶恐。萧月丝毫不管她的脸色，就要动手。住手！一声厉喝传来，有大修士前来。九天宗长老洪如风，他身形如闪电，快速冲过来，要阻拦萧月。人还在半空之中，他已经双手结印，一道青色的剑光倒悬，他伸手一引，落了下来。萧月眸子如冷电，一只手抓住女孩的胳膊，直接用力，咔嚓！在女孩的尖叫声中，他拧断了对方的胳膊。萧月从容不迫地转身，双手结印，一道白色的剑光冲天起，拦住了对方的攻击。双方碰撞，萧月从容而立，而洪如风则被震退数步。他脸色苍白，一口鲜血到了喉间，却又被他吞了下去。洪如风心中骇然，这青云门圣女好强的实力，难怪他连天魔宗圣子都能斩掉。慕寒则是怒了，小辈之间的争斗，你堂堂一个前辈，居然参与进来，而且还向他夫人动手。他直接就站了出来，挡在了萧月的前面，指着洪如风怒骂道：“你还要不要脸？那么大年纪对一个晚辈动手，你们九天宗都是那样的下作吗？”洪如风一口老血差一点被喷出来，他是活的年纪大了一点，但萧月的辈分可不比他低，最主要的是他的实力甚至比自己还强。现在自己居然落一个欺负晚辈的名声，还被骂做下作，他一口鲜血卡在嗓子眼，实在是太忍不住，直接吐了出来。慕寒很诧异，随后他便明白过来，对方这是在碰瓷。他一脸嫌弃说道：“说你不要脸，你果然一点脸都不要了，说不过我，居然假装受伤碰瓷，太无耻了。”洪如风又是一口鲜血喷了出来，他对慕寒是满满的怨念，自己哪里是碰瓷，他是真的受伤了好吗？萧月清楚，但却不会去解释，看着慕寒表演。慕寒的脑海之中响起一道声音：“你的他化万物。”感受到浓浓的怨念，厚积薄发，突破了瓶颈，目前熟练度小成，修炼进度1%，竟然小成了。慕寒顿时来了精神，他看着洪如风的眼神，简直像是看到了一道美味大餐。被他直勾勾的眼神看得心中发毛，洪如风有些紧张，这个人看自己的眼光怎么那么奇怪？堂堂青云门圣子，该不是变态吧？想到自己长得英俊无比的老脸，洪如风有些慌，心慌之下，他反而来不及怨恨慕寒了。老家伙生怕汉道不保，现在已经彻底慌了。这里可是青云门，而慕寒身边还有一个强悍的青云门圣女，要真是对他动手，他这个弱小又无力的美男子真的是很难反抗。你的他化万物，感受到怨念消失，停止修炼。那你？慕寒很意外，这老家伙怎么就突然想通了，不再怨恨他？难道是他有受虐倾向？别人越是骂他，他就越是开心。那自己还真不能让对方开心了。洪如风不知道自己在慕寒的心中已经变成了一个受虐狂。夫人，算了，我们走吧，不和这些家伙计较，和白痴计较的话，别人也会以为我们是白痴的。在对方可以杀死人的目光之下，慕寒拉着萧月离开。就在洪如风他们松了一口气的时候，萧月的声音传来：“今天的事情我会问九天宗长，交要一个交代。”洪如风脸色难看下来，他是应了慕云迪的请求，才怂恿这些小辈找慕寒的麻烦。结果没想到，他们不仅仅没有羞辱到慕寒，反而连连吃亏。若是萧月将事情告到宗主那里，连自己这个真传长老都要被惩戒，那女孩受伤更是了不得大事情。她虽然修为不高，但却是九天宗一位太上长老的嫡亲孙女，怎么弄成这样了？洪如风叹了一口气，众人无语，他们也没有想到会弄成这样。不过只是一个不能修炼的废人而已，竟他们全体吃瘪了，甚至连真传长老洪如风都负伤。他们心中恨透了慕寒。
你的他化万物，感受到持续的怨恨在不停的缓慢修炼。慕寒脸上露出笑容，这一次效果还真不错呢，能让他化万物不停修炼。不过今天的事情也提醒他了，婚礼的时候多半也不会太平静，他到时候要给大家一个大惊喜，肯定能收获更多的怨恨和震惊。现在要做的就是要先找美女，道法只是手段，五行法才是根本。若是修为不够强大，他道法再强也没有什么用。现在炼气10层，也许可以尝试在大婚之前筑基成功。一旦踏入筑基期，自己也有些自保之力，面对那些人的挑衅，可以自己打回去。两人携手回到圣女宫，萧月有些忧虑地说道：“夫君，这是我的传讯玉符，若是日后再有人找你麻烦，立刻通知我，千万不要再擅自和人起冲突，我担忧你吃亏。”他将自己的传讯玉符递给慕寒，心中却无法安心。慕寒不能继续修炼，又在圣子的位置上面，这样一来，想要踩着他上位的人自然多不胜数。慕寒有心告诉萧月自己还可以修炼，但又觉得不是时候。哪怕他现在炼气10层，也算不上强，也只是外门弟子的水平，起码达到筑基期才有一定的自保能力，而且到时候又会少收获一份震惊。想到这里，慕寒忍住了，等到大婚的一天再告诉他吧。我会的，不过我回想了一下，我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我感觉相当好，也许再来几次就可以修炼了。慕寒拉着萧月的手，10岁之位，少年郎热血激荡，自然难以把持。萧月脸色羞红，当然明白他是什么意思，但现在他大抵也明白了，才不是什么为了修炼呢，慕寒纯粹就是为了欺负他。他轻点真手，轻轻嗯了一声，声若蚊蝇。慕寒嘿嘿一笑。慕云迪之处，洪如风等人来兴师问罪。当看到脸色难看的众人，慕云迪都吃了一惊，他赶紧问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洪长老，你们怎么回事？”洪如风没好气地说道：“还不是因为你。”他将刚才的事情说了一遍。听完之后，慕云迪都有些不可思议了。他用看白痴一样的眼神望着几人，一群筑基期去找一个废物麻烦，却被对方反而拿住一人，然后投鼠忌器，让他等到了支援。最后洪如风也出手，又被萧月打伤了。他很想问对方是猪吗？居然能蠢到这个地步，换做任何一个人都不会这样狼狈。那个慕寒根本就不是废人，他用灵力封住了我灵力。女孩不满地说道：“她叫做凤舞，乃是9天宗太上长老凤七的嫡亲孙女。她敢发誓，自己从出生到现在都没有受到这样的委屈。她现在心中恨透了慕寒，同时对于怂恿自己等人去找麻烦的人，她更是不爽。慕寒的实力明明不弱，之前却说他是一个废人，这才让他们吃了血亏。”慕云迪摇头道：“不可能，那个小子之前就是一个杂役，就算是领悟五行法，也只有炼气3层的实力。帮助圣女疗伤之后，更是不能继续修炼。就算还有修为，又怎么能封印你一个筑基期的灵力？你们应该也知道修炼五行法的难度吧？”众人也点头，他们也同意这一点。这也是大家疑惑的地方。若非凤舞被抓住，他们不会这么被动，到最后弄得那么狼狈。你们不相信我？凤舞差一点欺诈费。他怒视着几人，杏眼瞪得老大，很是生气。众人无语，谁也不敢说这种话。见他们迟疑，凤舞更是生气了。自己好心帮忙，他们居然如此对待自己，一群臭狗屎！我再也不和你玩了。说完，他眼泪汪汪冲了出去。众人哭笑不得，这丫头骂人还真是刺激呢，臭狗屎！他们从来没有被人这么骂过。慕云迪若有所思，我突然觉得凤舞姑娘未必说谎，也许是圣女给了她护身手段，也许是她身上还有我们不知道的秘密，想要对付她还不能掉以轻心。洪如风有些不耐烦，他不悦地说道：“我不管这些，现在萧月要将这件事情告诉我们掌教，还有我的这些晚辈全都负伤了。慕云迪，你必须给我一个交代。”慕云迪微微一笑，说道：“放心吧，萧月圣女心软，不会那么做的，只是警告一下你们而已。至于诸位的伤势，我这里有上品的疗伤圣药，只要服下，立刻就可以伤势尽复。另外我还会准备一份谢礼，多谢诸位援手之情。”听他这样说，洪如风这才露出笑容，说道：“这还差不多。”将洪如风他们打发走了之后，慕云迪眼中闪烁着思索的神色，他有些相信凤舞说的话了。那个慕寒也许真的有隐藏的手段，等到大婚的那天，我看你还怎么隐藏，除非你想要颜面扫地。他冷笑了一声，不再去考虑这个问题，只要想办法能让慕寒颜面扫地，无论云青山他们再不愿意，都要将他圣子的身份解除。一个宗门的圣子，关系到的是整个宗门的颜面。入夜之后，慕寒从圣女宫走出来，他神清气爽。他没有在这里过夜，倒不是他自己不好意思，而是圣女的脸皮薄，不好意思。吹着口哨，慕寒向自己的圣子宫走去。低沉的哭声在耳边响起，慕寒差一点炸毛了。大晚上的突然传来这样的声音，还是很吓人的。不过想到自己是在修仙门派，应该没有什么精怪鬼魅的什么的，自己更是炼气10层的修炼者，更不用担心了。慕寒壮起胆子向发出哭声的地方走过去。是你？当看到哭泣的人是谁之后，慕寒微微一怔，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白天被他揍了的小女孩。此时她正哭得梨花带雨，楚楚可怜的样子。她抱着双腿坐在地上，两个罪恶被挤压的简直要冲爆衣服。慕寒咽了一口口水，这一幕也太诱人了吧！你的五行法，看到童颜巨乳，修炼速度狂飙，果然这 LSP 果然被刺激到了。凤舞也看到慕寒，他脸色一沉，就是这个家伙害得自己被同门怀疑，
还让自己断了一只胳膊。虽然对一个筑基期的修士来说，断了一只胳膊不算什么，不要半天就能自己痊愈，但那种疼痛是他从来没有尝试过的。他恶狠狠地盯着慕寒，捏着小拳头站了起来。你要干什么？慕寒双手抱胸，一副警惕的样子。见凤舞依然向自己走来，脸上挂着恶狠狠的表情，他有些想笑，这丫头奶凶的样子也太可爱了一点了吧？他难道不知道自己的故意装作凶狠的样子对别人来说一点影响都没有吗？你不要过来，你再过来的话我就要叫了。慕寒故作紧张地说道，慢慢后退。凤舞桀桀怪笑，得意地说道，你叫吧，你就算叫破喉咙也不会有人理你的，反而你越叫我就越兴奋。话刚说完，他就感觉到不对，自己怎么那么像是调戏梁家的臭牛虻？不过眼前这个家伙在装什么？分明有着不弱的实力，还真觉得自己弱不禁风呢。破喉咙，破喉咙！慕寒大叫道。凤舞杏眼瞪大，他严重怀疑这个慕寒该不是一个煞笔吧？他说的叫破喉咙是这个意思吗？就在他发愣的时候，慕寒动了，快若闪电，他运转搬山术，瞬间来到凤舞的身边，五行灵力涌动，将他笼罩在其中。等到凤舞反应过来，慕寒已经来到了他的身边，五行灵力拍入他的身体之中，凤舞瞬间被镇压，自己又被擒了。眨了眨黑宝石一般的大眼睛，凤舞一时之间有些接受不了。第一次被擒可以说是大意，第二次呢？蠢，呵呵，他觉得自己真的够蠢的。他单知道对方隐藏了实力，却忽略了自己第一次就大意了才是被擒的原因。结果第二次大意，他又被擒下了，委屈不甘全都在这一刻爆发了出来。哇，他哭得更伤心了。慕寒本来还想要教训他一顿，结果被他这一哭，顿时头大。他白眼一翻，没好气地说道，不要哭了，再哭我继续揍你。说完，他眼睛瞄着某个肉多的地方，依稀记得弹性不错，手感惊人。若是对方再这样哭下去，他倒是不介意再给对方来2下。凤舞却不管不顾，继续大哭起来。这要是被人看到了，多半还以为自己怎么塌了呢。若不是确定周围确实没有人，这丫头也不像是演戏，慕寒绝对会认为这女孩在算计自己。但现在看她真哭得很伤心，貌似她是真的很委屈。慕寒一直是行动派，见威胁没有用，他直接行动。在凤舞的一声惊呼，他被打横着抱起，然后放在慕寒的腿上。凤舞傻眼了，这一幕太熟悉了，白天还发生呢。不要，你这样，我要叫人了。凤舞紧张地说道。慕寒冷笑着道，你叫吧，这大晚上的，而且圣女宫周围一般没有人路过，你就算是叫破喉咙也没有人能听到的。凤舞傻眼了，这话貌似刚才自己也说过，是历史的重演吗？难道自己也要羞耻的去叫破喉咙？他才不要呢，就算是被打肿也不要那么羞耻，实在是太丢人。况且要被人看到这一幕，他的名声还要不要了？他闭嘴了，准备承受这一切。看到他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让人忍不住心生怜惜。慕寒下意识地抚摸了2下，想安慰他，但当他下手之后，才发现自己貌似安慰错了地方。凤舞杏眼瞪大，他简直要疯了，这个臭家伙在做什么？哪怕再天真，甚至在某些方面如同白纸一样的单纯，但他也知道有些地方不能让别人碰。我要杀了你！他怒吼了一声，整个人要疯了。慕寒也吓了一跳，他随手将凤舞扔到了一边，而且是脸朝地的，然后转身就跑。慕寒也不知道凤舞怎么样了，只听到了砰的一声，那是重物落地的声音，还伴随着一声闷哼。慕寒也不管这些，他头也不回的离开。这一次他是真的心虚了。你的五行法，看到你与美女亲密接触，兽血沸腾，修炼速度增加100倍，持续半个时辰。卧槽，居然还有这种好处！慕寒顾不得心虚，他快速赶往圣子宫。半个时辰的时间不长，100倍修炼速度，也许可以帮助他踏入筑基期。一旦迈入筑基期，慕寒就初步拥有自保之力了。他回到圣子宫，就直接盘腿坐下，全力运转五行法。伴随着五行法的运转，天地灵气疯狂地涌入他的身体之中。灵秀风，伊清秀突然睁开了眼睛，他望向圣子宫的方向，眼中闪过一道金光。怎么了？李林长老睁开眼睛，扶着自己的老腰说道。这神油还真是给力，不过他这老腰也有些撑不住了，再这样下去，怕是真的会累断腰。没事，睡你的觉。伊清秀瞪了他一眼。李林闭上了眼睛，他才懒得管呢。现在就算是天塌下来，他也不想动。没有耕坏的地，只是累死的牛，古人承不起我。而伊清秀则起身，他一招手，衣服自动上身，然后直接离开了卧室。李林只是看了一眼，便不去关注。他现在只想要好好休息。圣子宫之上，伊清秀双手结印，打出一道仙光。本来有些暴动的天地灵气，此时平缓了下来。虽然还向圣子宫聚集，却已经没有那么大的动静了。也有不少人感受到这里的动静，灵觉探了过来。滚！圣女正在闭关，尔等谁敢窥探？伊清秀怒喝了一声，顿时那些灵觉赶紧收了回去。连慕云迪都有些慌。整个宗门之中最不能招惹的，绝对不是宗主和几个太上长老，而是伊清秀那个女人。她若是生气起来，绝对不讲理，砸了她云峰都有可能。加上伊清秀男人是太上长老李林，同样的鬼见愁，翻脸起来比翻书还快。他要是敢找伊清秀的麻烦，李林绝对会出手。暗叫了一声晦气，他收回神念。至于圣女为何在圣子宫之中，
这还用说，小年轻干柴烈火，做出什么事情都不奇怪。圣女宫之中，萧月露出惊讶的神色，她若有所思，脸上突然露出一抹笑意。这个夫君还真是有些出乎意料呢。也有圣女的追求者，心中是满满的怨念。他话自在，都在这些怨念的刺激之下，又开始缓缓地修炼起来。实际上，伊清秀比他们还要惊讶，他清晰地感应到慕寒在突破。虽然只是从炼气突破到筑基，但这速度也太快一点了吧？他才领悟五行法多久，居然就能有这样的成就？还有这天地灵气的涌动速度，有些过分恐怖了。要知道，就算是筑基成就爆丹，也就这样的动静，甚至还有些不如。慕寒彻底陷入修炼状态，再深层次入定。他发现自己的身体正在产生极大的变化。首先是体内的杂质被排出体外，一种新生的力量从每一寸血肉之中释放出来，又反过来让血肉和骨躯净化。肉身之中隐约有一座道基浮现，似有似无，很难触碰，但又真实存在。慕寒心中闪过一丝明悟，那是立道之基，也是筑基期的真正含义。只有筑基成功，才能触道，在修道之路上走得更远。于修道而言，筑基便是第一步，属于入门。此时他筑基成功，天地灵气冲刷着慕寒的躯体，让他的躯体更加纯净强健。这个过程持续的时间不长，但却让他产生难以想象的变化。他体内的灵力更强了，肉身也更加强悍。这一步完成，慕寒以为要结束了。他已经踏入筑基一层，完成了修炼的入门。到了这一步，他才算是一个真正的修士。就在他要收工的时候，五行灵力化作5种雷霆，分别没入了他的五脏。木入肝，火入心，土入脾，水入肾，金入肺。5种雷霆在他五脏之中炸开。慕寒惨叫了一声，差一点晕了过去。他大口喷血，身体都差一点爆开了，样子凄惨像是厉鬼一样。伊清秀吓了一跳，就要出手将慕寒救下来。就在此时，慕寒的五脏却发光，居然在吸收雷霆。五脏在雷霆的锻炼之下愈发的强健，这种锻造之力更是蔓延全身。慕寒血气如虹，强盛的不得了，哪怕是爆丹境界的修士，与他旺盛的气血相比，也略有不如。五雷断体术？不对，比其更加高明。伊清秀吃了一惊，慕寒这像是传说中的一种可怕的修炼之术，名为五雷断体术。但真正的五雷断体术是引动外五行之雷入体，那样做的风险太大，很容易就出问题。曾经有几个天骄就是因为修炼五雷断体术出了意外死掉的。像是慕寒这样自身力量化作五行雷霆，锻造五脏，简直不可思议。五行法的神奇还在他的意料之外。当浑身伤势被修复，五雷再度化作灵气，滋养肉身。慕寒这才睁开眼睛，2道惊人的眸光从他的眼睛之中迸射出来，凌厉到了极点。筑基一层，他总算是踏入了修炼大门。现在他也算是筑基期的大能了，拥有一定的自保之力。加上有搬山术这样的手段，他有信心和筑基高阶的修士一战，并且战而胜之。你的搬山术感受到了来自元婴修士一清秀的震惊，顿悟成功，熟练度突破至大成级别，目前修炼进度为1%。还有这好事儿？慕寒兴奋了起来，旋即他目光望向上方，露出感激的神色。慕寒知道，若不是一清秀帮助自己掩饰，自己的修为怕是早就已经暴露了。一清秀微微一笑，离开这里。夜静悄悄的，几许人难入眠。他们望着圣子宫的方向，恨得牙痒痒。自己仰慕的女神成为了一个废物的妻子，他们意难平。根本就不是圣女姐姐在修炼，就是那个臭流氓，他骗了所有人，他根本就没有被废掉，而是非常厉害。凤舞银牙暗咬，他2次在慕寒手中吃亏，对他算是了解甚深。什么不能修炼，成为废人，全都是骗人的。那家伙扮猪吃老虎，一身实力相当不弱。不过现在他说什么，别人也不相信，只是觉得他在慕寒手中吃亏了，所以才将他说的厉害，不愿意丢了面子。本姑娘是那么虚荣的人吗？他心中冷哼，却有些心虚，貌似自己还是很爱面子的，且是出了名的不靠谱，也难怪那些同门都不相信自己。想到这里，他有些叹气。剩下的2日，慕寒都没有露面，他暂时不想再出什么意外，要在婚礼之上给那些人一个大大的惊喜。慕寒很清楚，自己的婚礼不可能太平静，自己成为圣子，触碰了某些人的利益，他们不会无动于衷的。除了婚礼的准备，慕寒几乎没有出现在别人的视线之中。不过随着婚期的临近，他化万物修炼速度越来越快，显然一些人对自己的怨念从来没有减少，随着时间的临近，反而愈发的浓烈。慕寒知道，这些人大部分是萧月的仰慕者，心中对自己不满，所以才如此表现。明日就是大婚了，肯定有事情要发生。可惜他领悟五行法的时间太短，没有能见到更多的美女，不然以五行法这个 LSP 的奏性，绝对不止筑基期的实力。好在如今的实力应付明天的事情应该是足够了。他胸有成竹，等到明天的到来，且在明日的婚礼之上还能见到更多的美女。如此一来，五行法还能再做突破。想到这里，他忍不住笑了。别人修炼千辛万苦，他只要看美女就行了。当然，随着见到的美女越来越多，五行法的品位也越来越高，一般的女人已经无法让五行法受到激励了，起码需要小家碧玉级别的。不像是刚开始，只要是女人，五行法都想感兴趣，活脱脱一个 LSG。你的五行法感觉到红果果的侮辱，准备罢工，停止修炼。
慕寒冷笑，他现在已经摸清楚这 LSP 的秉性了，压根就不惯着。你要是不好好修炼，别说是美女，就算会拿着，我都让你看不到。现在就开始闭关，到死都不出来。慕寒发狠，威胁五行法。五行法表示万事好商量，坚决反对罢工，努力修炼。敬酒不吃罚酒，慕寒不再理会他。他在心中重复明天的一些注意事项，以免到时候出洋相。师妹，圣女宫之中，伊清秀拉着萧月的手，他眸子之中异彩连连，笑着说道：“你找了一个好夫婿，师姐我真心为你高兴。”萧月望着自己师姐，他若有所思，问道：“是不是慕寒还能修炼？”对于萧月猜到这一点，伊清秀一点都不奇怪，他才是慕寒最亲密的，且最为关注慕寒。慕寒连伊清秀没有瞒得过，又怎么能瞒得过萧月呢？况且萧月本来就是极其聪明的。点了点头，伊清秀说道：“慕寒修炼的五行法确实有特异之处，不仅仅成为顶炉之后没有失去修为，反而还接连突破，昨日已经成功踏入筑基期。”果然如此，萧月眼中闪烁着异彩。他曾经见到慕寒镇压了凤舞，虽然有凤舞大意的成分，但若无相应的实力，怎又能镇压一个筑基期的修士？能做到这一点，说明慕寒的实力起码和筑基期接近了。只是不知道他用的是何等方法，居然连自己都骗过了。想到那家伙借着恢复修炼的名义和自己做某些不可描述的事情，他就忍不住双颊通红。师姐，慕寒会不会是别的门派的奸险？萧月有些担忧。他对慕寒还是挺有好感的，对方有担当，两人有了最亲密的关系。她是一个极其传统的女子，自然就心仪他。慕寒的特异之处也让他有些担忧，生怕慕寒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到时候他不知道自己该如何面对。望着他有些不安的小脸，伊清秀笑了：“不用担心，慕寒的底细我查过的，没有任何问题。他现在的特异之处多半是五行法带来的，并不奇怪。如此，我就放心了。”萧月露出灿烂的笑容：“你呀。”匆匆欲指点了萧月的鼻头一下，伊清秀有些感叹：昔年的小姑娘，那个扎着马尾辫跟着自己身后步履蹒跚，奶声奶气的喊着师姐，如今也长大成人了，要成为他人妇。修炼界没有那么多愁善感，但他还是有些唏嘘。青云门上酒楼，有青年修士纵酒高歌，他们喝得烂醉，满脸失落。我的女神就要嫁给别人，我的青春啊，在这一刻落幕了。我心爱的女子嫁人了，但新郎不是我，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止一个人醉了，也不止一个人在哭，甚至有青年修士纵剑要杀上青云门，解救自己的女神。结果他们刚才行动就被盯着他们的门派长辈敲晕了，他们一头冷汗。这些小辈越来越不靠谱了，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那青云门是那么好招惹的吗？真的敢杀上去，保证会被直接轰杀。据说这一夜被敲晕带回去的各门派圣子足有19个，他们不得不这么做啊，主要是担心这些圣子成批的杀上青云门。而这一夜，慕寒收获了更多的怨念。他化万物一直在修炼，小成层次的熟练度都达到了31%了，这让慕寒很欣慰。不过他若是知道这几天有多少人对自己产生了怨念，怕是就高兴不起来了。按照这样的进度，别说是无上圆满，哪怕想要大成都需要海量的怨念。不过慕寒还不知道，还是挺得意的。明天婚礼的时候，多半会收回更多的震惊和怨念。翌日，青云门张灯结彩，圣子和圣女结婚，在任何门派都是最重要的事情。只是青云门之中有不少人看起来并不是很开心，他们虽然招呼着宾客，但脸上却没有半分笑容。道兄，你们青云门大喜的日子，为何不笑？有来宾忍不住问道。那个弟子冷冷地说道：有什么可以高兴的？圣女多么高贵的一个人，却嫁给了一个杂役，而且还是不能修炼的废物，我替我们圣女不值。什么？还有这样的事情？来宾吃惊，询问详情。具体情况，青云门的弟子大部分都知道了，这也是云青山为了让他们接受慕寒圣子身份才公布出去的。结果很多人依然不忿，认为可以在别的方面补偿慕寒，完全没有必要让一个废人成为圣子。至于他本身能和圣女那个亲密行为，就是天大的赏赐了，无上的荣耀。再去要求别的，简直太过分。实际上，就算是圣女曾经和别人亲密接触过，若她点头的话，也有人愿意接盘。哪怕她跟了一个筑基期的内门弟子，也不会让人如此不忿。来宾很吃惊，没想到还有这种内情。不过他也觉得青云门确实对慕寒太好了，让一个废人成为圣子，简直滑稽。我看也不是青云门诸位长辈糊涂，多半是那个慕寒趁火打劫，故意这样要求的，毕竟需要他去治疗萧月圣女呢。那个来宾说道。是啊，肯定如此。青云门的那个弟子深有同感，在他看来也只有这种可能，否则的话，掌教怎么可能让一个废人成为圣子？这也太不明智了，不属于掌教的风格。想到这里，他们心中对慕寒更加不爽了。云青山等门派高层也听到了风言风语，脸色都有些不好看。今天怕是要不平静了。吴磊说道。他和李林分别站在云青山的左右，陪着他迎接一些重量级的人物。李林冷笑着说道：谁敢闹事，别怪老夫不客气。我夫人说了，今天婚礼若是出事情，就唯我是问，绝对不允许任何人闹事。他将气管炎演绎得淋漓尽致。云青山和吴磊向他投过去鄙夷的眼神。气管炎还如此理直气壮的，他是第一个。云青山也认可他的话，他沉声道：圣子和圣女的婚礼，
关乎到我们青云门的颜面，绝对不能出事情。若是有人闹事，雷霆镇压。是。吴磊和李林都是眼睛一亮，连掌交都这样说了，他们还担心什么？谁敢闹事，到时候直接出手就是了，就怕祸起萧墙。云青山叹了一口气，他也有些担心。外人发难，自然好说，但若是祸起萧墙，那就不好办了。到时候无论怎么做，丢的都是他们青云门的脸。李林和吴磊对视一眼，都看到对方眼中的厉色。我去警告一下那些兔崽子，谁敢在今天闹事，别怪我对他们不客气。李林一脸冷笑，他准备行动，结果却被云青山拦了下来。算了，若是有人不服气，站出来也好，也能观察一下他们的想法，能为圣女扫平一些阻碍。李林和吴磊顿时明白云青山的意思，这是要给圣女铺路了。他们对视了一眼，默然无语。无论任何宗门权力交替的时候，都会出现一些震荡，青云门也不例外。不过大部分都是平稳度过。一般前任掌教会趁着自己还在位的时候，为下一任掌教扫平阻碍，哪怕是留下一些威胁，也是给下一任掌教练手用的。我感觉到大劫将至，50年之内，我肯定要退位。云青山沉声道：“恭喜掌教！”李林和吴磊都惊喜，他们明白云青山话中的意思。云青山微微一笑，并不说什么，只是身上升起一股万丈豪情。及时道：“新人被带了上来。”新娘一身凤冠霞帔，与身穿新郎服的慕寒手牵着手向大殿之中走来。凤舞挤在人群之中，杏眼瞪大，好奇地望着两个人。当看到慕寒脸上挂着笑容，他很想冲出，直接给他一拳，将他打一顿。这家伙欺负自己好几次，还敢摸他的那个地方，简直无耻卑鄙下流。不过他也明白，这里是青云门圣女和圣子的大婚，自己若是出去捣乱，等于得罪整个青云门。就算他爷爷是九天宗的太上长老凤七，这样的罪过他也承担不起，会被惩罚，宗门都不会护着他。所以凤舞强忍着怒火，恶狠狠地盯着慕寒，想着以后怎么找他的麻烦。萧月身穿凤冠霞帔，和俗世相比少了一个红盖头，所以大家都可以看她完美无瑕的玉容。她脸上洋溢着淡淡的幸福笑意，与慕寒携手向前面走去。在司仪的主持之下，先拜天地，感谢天地大道赐予他们修炼的道路，让他们超凡；二拜诸位师长，感谢他们保护他们，教导他们修炼；三拜父母长辈。慕寒的父母是普通人，没有被请来，而萧月是一个孤儿，从小被青云门收养，但他将自己的师姐当作母亲。事实上也是这样的，伊清秀一手将她拉扯大，传授她修炼之法，她才能脱颖而出，成为圣女。可以说伊清秀对萧月而言，比真正的父母还要亲，还要重要。他和慕寒跪下拜谢伊清秀。伊清秀眼睛有些红，这个青云门有名的女暴龙，此时也是百感交集。以后一定要对萧月好，不然的话，我对你不客气。他叮嘱慕寒，让他谨记。慕寒笑了笑，说道：“师姐放心吧，得妻若此，夫复何求？我要是对她不好，天诛地灭。修士的誓言是不能随便说的，一旦发誓了，不按照誓言去做，真的会实现誓言。所以慕寒这样说已经是极其有诚意了。”伊清秀露出笑容，有他的这一番话，他就心安了。见伊清秀不再说话，司仪就要喊最后一步。一旦夫妻对拜，就算是正式成为夫妻了。就在此时，一个声音响起：“一个废人，凭什么做我青云门圣子？又凭什么娶我青云门圣女？”众人转身望过去，这是一个少年，看起来不过18、19岁的样子。他穿着破碎的战衣，从大殿之外走来，气喘吁吁。见众人目光落在自己的身上，他咧嘴一笑，道：“总算是赶上了，萧月姐姐还没有嫁给这个废物。”住嘴！吴峰，你在胡说什么？吴磊站出来，怒斥着吴峰，因为这个吴峰是他的弟子。他一直防备真传长老的弟子出来闹事，却怎么都没有想到，出来闹事的居然是自己的弟子。吴峰却一点都不怕，反而笑嘻嘻的，他跪在地上，那头便拜：“弟子吴峰见过师尊。”对自己的师尊，他无比尊重，没有一点不敬，那是发自骨子里面的尊重，和惺惺作态完全不一样了。吴磊心中一暖，但还是板着脸说道：“你刚回来，什么都不了解，不要乱说话，先来为师身边。”这是他一次下山捡到的小乞儿，本来资质不行，但这家伙却很有毅力，吃的苦是别人的10倍甚至100倍，硬生生的让他在19岁的年纪，将一身修为修炼到了筑基期9层。这一次出去历练，就是要再做突破，踏入筑基10层，然后才回来冲击爆丹层次。就连云青山都说，此子虽然资质普通，但有大毅力，将来必然能成为修炼界的翘楚，成绩不会弱于那些天骄。这也让吴磊相当欢喜，觉得这个弟子特别为他争气。吴峰却摇头，他笑嘻嘻地说道：“师尊，你不用说了，我喜欢萧月姐姐，你是知道的，别人要娶她可以，但必须证明比我强，一个不能修炼的废物是没有资格娶萧月姐姐的。”吴磊眉头一皱，他呵斥道：“圣子不能修炼，是因为要帮助圣女疗伤，并非资质不行。”吴峰却完全不在乎，他盯着慕寒说道：“不要掩饰了，我能感觉到你身上危险的气息，你实力不会弱于我。我师尊他们老眼昏花，看不出来，但你骗不过我的直觉。我天天在各大险地和妖兽搏杀，早就练成了野兽一般的直觉，直觉告诉我你实力很强。”众人哗然，就连云青山都有些意外，难道慕寒真的可以修炼？就连他都看走眼了。他突然想到了前几天晚上发生的事情，目光落在伊清秀的身上。当时他护住了圣子宫，挡住了所有的窥探。
如果所料不差的话，慕寒若是否能够继续修炼，伊清秀应该清楚。圣子，筑基一层。伊清秀传音道。果然，自己还真是走眼了。也只有伊清秀剑心通明，能觉察到慕寒的实力，他自然不会怀疑慕寒的身份。实际上，慕寒的来历怎么样，他已经查了一个底朝天，能够瞒过自己，多半是五行法的神意。毕竟千百年来，慕寒是唯一一个领悟五行法的人。凤舞银牙暗咬，捏紧了小拳头。果然，这个家伙确实隐藏了实力。他本来就很肯定慕寒隐藏实力。吴峰说完之后，他更加确定了。萧月脸色一沉，他斥道：“吴峰，你够了，现在不是你无理取闹的时候，退下。”面对萧月，吴峰颇为敬畏，他目光微微闪烁，不敢和萧月对视。吴峰只好将目光放在慕寒的身上，他有些讽刺地说道：“你要是一个男人，就不要躲在萧月姐姐的身后，以一个男人的样子出来和我一战。”萧月脸色一沉，就要动手，结果慕寒拉住了他。他淡淡的说道：“这是男人的事情，让我们自己解决。”见慕寒神色坚定，萧月咬了咬自己的唇，有些迟疑，但最终还是了退回去。他知道慕寒还可以修炼，已经修炼到了筑基期，这都是伊清秀告诉他的。但是他要面对的却是一个筑基10层的吴峰。最主要的是，吴峰从平凡到不凡，他经历了太多的磨砺，同阶之中没有谁敢说是他的对手。慕寒哪怕刚进入筑基期，也不过筑基1层，如何能战得过他？但他此时也只能选择相信慕寒。他可以护住慕寒，但慕寒恐怕一辈子都抬不起头，这也是他听话的退回去的原因。但若慕寒有危险，他肯定会出手。慕寒目光在众人脸上扫过，特别是那些美女，所有女性修炼者被他目光扫过，都忍不住一阵恶寒，有一种被 LSP 盯上的感觉，这让他们忍不住打了一个寒战。这个时候，慕寒收回目光，他已经身上灵力涌动，居然在这一刻突破筑基2层。众人哗然，慕寒居然真的还能修炼，被当作顶炉之后，没有失去修炼资格，反而踏入了筑基期，这是什么原理？从炼气到筑基，他才用了多长时间？不过10多天啊！包括云青山他们都惊住了，他们倒不是惊叹慕寒的修炼天赋，没有人比他们清楚慕寒的修炼天赋了，可以说极其普通，否则的话也不会连外门弟子都成不了，要从杂役之中升上来。但却没想到他修炼起来五行法却如此神速，仅仅数日就筑基成功。你的搬山术感受到了诸多大能的震惊，修炼速度大增，目前修炼速度8倍，目前修炼进度大成及17%。慕寒心中满意点点头，面对众人的震惊，他做出一副风轻云淡的样子。他淡淡一笑，说道：“从炼气到筑基2层，花了我12天时间，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啊！我果然天资太普通，不适合修炼，比不上诸位。12天时间，在场的人震惊之余，全都差一点吐血。他们之中最优秀的人，筑基也花了2-3年，像是陆勇那样，3年筑基都已经是最顶尖的天才了，在门派之中都可以当做圣子培养。12天从普通人到筑基，这是什么概念？最主要的是，对方还在那里嘚瑟，嫌弃自己的修炼时间太长了，这是打脸啊！将众人的脸打得飞起。如果说慕寒这样是天资普通，他们是什么？一群猪吗？不，也许连猪都不如。你的他化万物，感受到众人浓浓的怨念，幸灾乐祸，修炼速度提升1倍，熟练度小成，修炼进度25%，2个道法都有了进步。慕寒都有些期待了，等会要让他们更加震惊，更加吐血，让自己的2个武学更进一步。你们怎么都不说话了？慕寒装出一副诧异的模样，大家都不愿意搭理他，全都受到了很大的打击，郁闷的想吐血。慕寒决定再加一把火。这样吧，你们既然觉得我配不上萧月，那我也要证明自己，爆单之下，若是有人能击败我，今天这个婚我不结了。此话一出，不少人露出怒色。就算你天资绝艳，就算你举世无双，可你现在只是区一个筑基2层，未免也太嚣张了一点吧？一个筑基10层的人，若敢说这样的话，倒也算是理所应当。区一个筑基2层，他凭什么？我来和你一战。陆勇从人群之中走出来，他伤势已经好了，眼神阴霾，落在慕寒的身上，发出挑战。结果一道人影却拦住了他。滚回去！吴峰眸子冰冷，如同一头暴怒的妖兽。陆勇瞳孔微缩，这一代弟子之中，他最为忌惮的就是吴峰，不是因为对方的实力强，哪怕是现在，吴峰的实力和他相比也有差距。但吴峰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疯子，一旦被他盯上，哪怕陆勇不付出代价，都不可能平息他怒火。他们几次交手，先前都是吴峰吃亏，但最终吴峰却坚持不懈，施展各种手段，到最后硬生生拼了一个2败俱伤。吴峰完全就是不讲理。陆勇怒声道：“吴峰，你要做什么？是他要我们挑战他的，你刚才也听到了，为何要拦着我？”他很生气，同时也有些忌惮，不想和吴峰起冲突。你若是想要挑战他，我可以先让给你。陆勇还以为对方是生气自己抢了他的战斗。吴峰不屑，他轻蔑地说道：“陆勇，你可知道为何我一直看不上你？”为何？陆勇阴沉着脸询问。吴峰一直看不上自己，这一点他是清楚的。一开始他是以为对方是嫉妒自己的天资，但后来他就不这样想了。吴峰虽然没有太强的天资，却有大毅力，坚持修炼下去，将来的成就不会比他差。吴峰神色略有些轻蔑，他冷笑着说道：“那是因为你有一些小聪明，却缺乏大意，
只能看到自己的利益。没有等陆勇反驳，吴峰继续说道：像是今天这种场面，哪怕要挑战慕寒，也要在外人之后。慕寒被我等击败，只能算是他不够优秀，圣子之位由更优秀的人继承。而他若是被外人击败，这意味着我青云门不如别人，你还第一个上场，消耗他的实力，简直蠢到了家。陆勇哑口无言，同时他也有些恼火。吴峰明显说他实力不如慕寒，上去也打败不了慕寒，只是在消耗慕寒的力量，让别人捡便宜。吴峰，你给我闭嘴，不用别人出手，我就可以击败他，让大家知道谁才是这一代最优秀的传人。陆勇冷冷地说道，他对自己的实力相当自信。吴峰说的道理他不是不懂，但陆勇却不觉得自己会输给慕寒。慕寒打了一个哈欠，他满不在乎地说道，你们说完了没有？放马过来吧，别浪费时间，我还要赶着去洞房呢。吴峰一脸诧异，底气这么足，他在帮慕寒减少消耗，他却完全不在乎，招呼他们快点出手，想要尽快解决。沉思了一下，吴峰嘴角微微上翘，他退了回去，不再阻拦。陆勇微怔，很快反应过来，他目光落在慕寒的身上，凌厉之中带着轻蔑，不用其他人出手，我这一关你就过不了，我会一只手镇压你，轻松将你击败。陆勇态度轻蔑，很是不以为然，区区筑基2层而已，算得了什么？他都要爆单了，还打不过对方？准备好了吗？慕寒突然问，脸上露出一抹诡异的笑。准备什么？陆勇刚反应过来，慕寒就动了，他身体之中五行灵力运转，气机充斥全身，而后向前迈步，只是瞬间他便窜到了陆勇的身边。搬山术运转，慕寒力量瞬间增幅到了一个惊人的地步。他没有什么招数，只是简单的一拳砸了上去。砰！陆勇压根就没有来得及做出反应，他就感觉到自己的脸像是被一头恐怖的凶兽撞了，身体不受控制的倒飞而出，整个人狠狠地砸在了地上。他脑袋嗡嗡的，像是被1万头大象踩过一样，半天都没有回过神来。慕寒来到他身边，冷冷地盯着他，却没有继续下手。胜负1分。四周一片哗然，这是什么力量？竟然如此恐怖，竟然能以筑基2层的境界一招秒了筑基巅峰，这还是人吗？听说过越级对敌的，听说过越8级秒人的吗？太离谱了吧！你的搬山术感受到周围众人的震惊，修炼速度增加至10倍。慕寒满意点头，不遑自己刚刚用雷霆手段将陆勇击败，收获颇丰啊！无耻，你居然偷袭！这时慕云迪站出来，他大声呵斥。随后慕云迪向云青山跪下，高声道：宗主，此等无耻之徒是没有资格做我青云门圣子的，请宗主免掉此子圣子之位。云青山淡淡的说道：你这么有主意，要不你来当这个掌教好了。慕云迪被噎了一下，他赶紧匍匐了下来，连声道：慕云迪不敢。哼！云青山冷哼了一声，他脸上带着一丝冷意，淡淡的说道：圣子刚才已经说了，问他准备好了吗？怎么算得上偷袭？是他自己愚蠢，没有反应过来，况且圣子才筑基2层，哪怕是偷袭，能将陆勇击败也是本事。众人点头，觉得确实如此。一个筑基2层的修士，哪怕是靠偷袭，想要击败一个筑基10层的修士，也是很难的一件事情。虽然都在筑基期，但是差了8个小境界呢。慕寒能击败陆勇，无论使用的是什么手段，都足以说明他的优秀了。胜之不武，我慕云迪不服。慕云迪依然跪在地上，他坚持自己的看法。你不服气？云青山还没有说话，慕寒突然将目光投向慕云迪。慕云迪抬起头，他与慕寒对视，冷笑着说道：确实不服气，若你是正面将他击败，我无话可说，但你是用偷袭将他击败，我自然不服。慕寒淡淡一笑，他突然一脚踩下去，咔嚓，陆勇的胸膛被他踩得塌陷了一块。噗！陆勇张口吐出一口鲜血，他被疼得清醒了过来，一双眸子恶狠狠地瞪着慕寒，他怒吼道：无耻之辈，居然偷袭！你不服？慕寒淡淡地问道。慕云迪眼皮子一跳，他赶紧说道：我们服气。刚才他就是说不服，然后慕寒重创了陆勇，他担心陆勇开口会让慕寒继续下手，这小子手太黑了，再下手的话也许真的会废掉陆勇。但陆勇还是开口了：老子不服，有种和我正面一战。出乎慕云迪的意料，慕寒点头道：好，你出手吧。他虽然这样说，但那只脚还踩在陆勇的胸前，没有挪开的意思，这让陆勇脸色铁青。无耻，有种你先放开我。哈哈！慕寒笑了出来，脸上满是嘲讽。什么都是你说了算，不如我直接认输好了，还省得你出手了。你！陆勇怒视着慕寒，慕寒脸上变冷，他森然地说道：本座乃是青云门圣子，而等在我大喜的时候挑衅我，不顾本门的名声，本来就是大逆不道，我本来应该杀你，但念在你年少无知，太过于冲动，今日就废掉你修为，罚你面壁半年，以儆效尤。你敢！陆勇目眦欲裂，废掉修为，再想修炼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有可能道基受损，日后再也不可能取得更高的成就，除非有强者愿意耗费元气，为他洗髓伐毛，脱胎换骨，接续经脉，否则的话，他日后的修炼之路注定走不远。慕寒，你敢！慕云迪也怒斥道。他是真的急了，陆勇是他的真传弟子，很是看重，日后要继承他那一脉，甚至他想要陆勇成为圣子，日后成为青云门掌教。若是废掉了修为，就算是能修回来，也耽误了不少时间，想要再去争夺圣子之位，怕是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了。慕寒淡淡一笑道：
慕云迪，记住你的身份，你不过只是真传长老，如此和本圣子对话，你是要以下犯上吗？慕云迪被噎了一下。若说身份，圣子和圣女只在掌教之下，他区一个真传长老，还真不能如此和圣子说话。此事便如此决定了。太上长老吴磊何在？属下在。吴磊颇为配合，走过来，神色恭敬。他知道慕寒这是在立威，同时对他的手段也很欣赏。若吴磊挺手段，如何能配得上青云门圣子这个身份？废掉陆勇的修为，但别断了他的修炼之路。若是他还想要挑战本圣子，等他修炼回来，我等着他。是。吴磊恭敬地说道。他给足了慕寒的面子。实际上，以他的身份，虽然名义上在圣子之下，但太上长老都是一个门派的大能，哪怕掌教都要对他客客气气，更何况是圣子。但现在他们太上长老分明是站在慕寒这一边的。他走过去就要出手废掉陆勇。慕云迪站起来，他怒视着吴磊，吼道：太上长老，你不要助纣为虐。吴磊瞥了他一眼，淡淡的说道：是你们私心太重，让天下修仙门派看我们青云门的笑话。没有理会慕云迪冰冷的目光，他一巴掌落在陆勇的身上。陆勇浑身一颤，一身气机消散。他本来都快爆单了，但现在直接被打散了道基，成为了普通人。吴磊没有损伤陆勇的修炼资质，这让慕云迪愤怒的同时，倒也松了一口气。就在此时，青云山开口了，他淡淡的说：穆长老还不谢过圣子法外容情。慕云迪浑身一颤，自己弟子被废掉了，自己还要谢谢那个废掉他的人，这个世界上还有没有天理了？慕云迪猛地抬起头，他看到了云青山认真的眼神，这件事情没有商量的余地。慕云迪顿时明白了，他心中愤怒，眼睛都几乎要冒火了。在他看来，自己没错，让自己的弟子成为圣子，日后甚至成为掌教才是最合理的，因为他足够优秀。慕寒区一个杂役而已，就是因为给圣女疗伤，就成为了圣子，简直滑稽，可笑到了极点。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低垂着头走到慕寒身边，酝酿了半天，慕云迪才艰难地开口：多谢圣子开恩。慕寒轻轻颔首，他摆了摆手道：把他带下去吧，年轻人不懂事，我也不想和他太计较，略施薄惩，就算是给他一个教训了，希望日后他能铭记这个教训，不再做以下犯上的蠢事了。慕云迪强忍着暴揍慕寒一顿的冲动，他将陆勇带到一边。师尊。陆勇艰难地开口，慕云迪却说道：不要开口，放心吧，有为师呢。陆勇很委屈，甚至想哭。听到师尊的话，他强忍着哭出来的冲动，狠狠地点了点头。你的他化万物吸收了慕云迪师徒二人浓浓的怨念，修炼进度达到小成级别 45%。 就在此时，慕云迪突然抬起头，他冷冷地说道：圣子，既然陆勇以下犯上，受到惩罚，吴峰做的事情和他一样，让青云门名声受损，还请圣子责罚，以免让人觉得圣子有所偏颇，对待门人弟子不公。吴磊顿时怒了，他如此配合慕寒，就是因为自己弟子的原因，想让慕寒不要计较。如今慕云迪提起来，显然是想要吴峰也被惩罚。吴磊如何不生气？他目光冰冷，落在慕云迪的身上。若是吴峰因此受罚，他绝对不会让对方好过。慕寒面无表情，他淡淡的说道：本圣子赏罚分明，不用你来提醒。说完，他将目光落在吴峰的身上。吴峰脸上挂着淡淡的笑容。慕寒向云青山拱了拱手，道：掌教，吴峰维护宗门名声，阻拦不孝者以下犯上，有大功劳。虽然之前也扰乱了婚礼，但念在他年少无知，就不予追究了。我想要提拔他为内门护法，请掌教应允。善。真传长老以下，圣子可以任意任免。真传长老的任免，圣子需要和本座商量，若是有足够的理由，本座也会同意的。多谢掌教。慕寒露出笑容，他向吴峰道：吴峰，从现在开始，你就是内门护法了，日后再接再厉，维护宗门威严，争取早日成为真传长老。吴峰微微一笑，道：吴峰领命。他退了回去，哪怕吴磊都诧异，自己这个弟子是什么个性，他很清楚。按理说他既然要挑战圣子，自然不可能是一个护法的位置能收买的，但是今天他却欣然接受了，没有再挑战慕寒的意思，这很让吴磊诧异。很少有看到吴峰能对一个人如此服气的，而且这个人还是个同辈人。慕寒也不管那些，他目光扫过那些来宾，嘴角微微上翘，道：我知道你们很多人看不惯我，我可以接受你们的挑战，但只限于爆单以下。圣子，你大可不必，我们青云门的嫁娶和别人没有关系，还不至于轮到别人指手画脚。吴峰站了出来，横眉冷对。之前他就对慕寒牺牲自己成全大义的行为颇为敬佩，刚刚故意试探，发现慕寒竟然实力也如此强劲，他对圣女这个夫婿已经心服口服。其实那些来宾之中，有些人不服气，但此时也认可吴峰的话，这是青云门的嫁娶，和他们貌似没有什么关系。就算是他们喜欢青云门圣女又如何？人家萧月又不喜欢他，所以那些人倒也没有动。慕寒有些失望，他还没有爽够呢。查看了一下搬山术和他化万物，搬山术已经大成级 30%， 他化万物也已经小成级 45% 了，收获颇丰。看来自己想要快速提升这两门武学，还需要更大的场面。他倒也没有主动挑衅，毕竟是大喜的日子，他也不想给云青山他们一种自己太过于猖狂的感觉。做了刚才那个地步，恰到好处。他转过身来，就要和萧月完成夫妻对拜。这一拜完成，他们就算是成为真正的夫妻了。
就在此时，一声冷笑传来，伴随着一个嚣张的声音：“什么狗屁青云门圣子，不过一个跳梁小丑而已，我杀你如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慕寒他们的动作停住，都转身看了过去。几人排开，众人走了进来。吴磊、李林等门派高层脸色微变。来人一身黑衣，为首的男子头戴墨玉冠，一身黑色的长袍，绣着金丝边。他浑身像是笼罩在一层迷雾之中，在场的修士居然看不清楚他的真容，只要移开目光，就立刻会忘记他的长相。几人的身上都有着魔性的气息涌动，邪恶至极，让人感觉到心惊肉跳。妖月，云青山站了起来，他盯着那个男子，眼中有着厉芒闪烁着。天魔宗圣主妖月，真正的魔道巨擘，今日他居然来了，到了这里。众人骇然，全都下意识的后退。天魔宗圣主妖月，绝对的传奇存在，那是一个让诸多门派都闻之色变的存在。他的凶名可以知晓而液体。青云门的长老们都是如临大敌，连慕云迪都将陆勇交给别人，自己站了出来。无论有再多的私心，但面对妖月这样的外敌，青云门仍然还是上下一心。唯一还算是镇定的，也就是云青山了。他端坐在那里，与妖月对视，两人气机在暗中交锋。随着妖月的一声轻笑，两人身体一震，同时收回气机。妖月轻笑道：“这就是你们的待客之道。”云青山眉头轻轻一挑，他冷笑着说道：“你妖月不算我青云门的客人。”双方的气氛有些紧张，随时都有可能出手。妖月却一点都不紧张，他目光扫过众人，几乎所有人都下意识地躲避他的目光，哪怕吴峰这样桀骜不驯的小辈也不由得移开了目光。不过妖月也感应到两道不一样的目光，一个就是属于萧月的，他对萧月的是非常欣赏的，他能杀了自己精心培养的圣子，最主要是他修炼的时间比圣子还短，这就足以让妖月高看他一眼了。另外一道就是慕寒，面对妖月的目光，慕寒眼睛放光，一点惧意都没有。此时他正在心中和五行法对话。 LSP 啊，不对，五行法，你真的确定妖月是一个女人，还是一个绝世大美女？五行法，作为一位骨灰级健美师，我可以保证她是女扮男装，但本身是一个绝色美女，可以堪比你的老婆。慕寒心中震撼，对这 LSP 的话，他其实还是相信的。这 LSP 别的地方也许不行，但看美女的眼光绝对不会差。这真是一个大瓜啊！堂堂天魔宗的圣主居然是一个大美女，这个消息简直太劲爆了。若是说出去，怕是能惊掉不知道多少人的眼珠子。想到这里，慕寒望着妖月的眼神愈发的诡异了。妖月感受遇到慕寒的目光，虽然不知道他为何不怕自己，而且看着自己的眼光还有怪异，却也没有想过是自己的真正性别暴露了。妖月收敛笑意，他淡淡的说道：“今天我来这里，主要有两件事情，一是看见证一下击杀我宗门圣子的萧月圣女的婚礼，看她到底嫁给一个什么人，配不配得上圣女。那请问妖月姑娘，我配得上萧月吗？”慕寒微微一笑，直接喊出了对方的真正性别。妖月姑娘，所有人都懵了，包括云青山在内。慕寒也太能胡扯了吧！他身体紧绷，随时准备出手，因为担心妖月暴怒对慕寒动手。妖月的身体有着一瞬间的僵硬，他释放出自己的杀意，笼罩着慕寒。除了他师尊被他干掉的上一任天魔宗圣主，还是第一次有人知道他的真正性别，而且对方还是一个晚辈。若是在数十年前，性别的暴露也许会给他带来不小的麻烦，如今却是不会了。妖月一双漂亮的眸子盯着慕寒，嘴角勾勒出来一个好看的弧度。他赞赏道：“本来我以为你不过如此，现在却对你另眼相看。这些年来，你是第一个知道我是女子的人。”妖月自己都承认了，所有人都震惊了，他们震惊地望着慕寒，他是怎么看出来的？而慕寒在这一刻，脑海之中也如愿以偿地传来了声音：“你的搬山术。”感受到众人的巨大震惊，产生顿悟，目前熟练度大成，修炼进度99%，进入瓶颈期。这让慕寒心中笑开了花，搬山术直接来到了大成级巅峰。由此可见，自己看出妖月的性别对那些人造成了多大的震惊。慕寒淡淡一笑，道：“被妖月姑娘看中，可不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妖月收敛笑容，道：“哪怕你看出了我的真身，但也不应该喊我姑娘，起码称呼我一声圣主或者前辈。”慕寒微微一笑，道：“你我是敌人，喊你一声姑娘，那是因为我有素质，若不是这个原因，我喊你臭狗屎都是应该的。”众人哗然，他们骇然地盯着慕寒，他难道真的不要命了？刚才他的话，云青山都不敢那么说啊，胆大包天。所有人的心中都生出如此想法。你的搬山术感受到众人的震惊，与有容焉，修炼进度激增，目前速度20倍，正在努力突破瓶颈。爽，不仅仅装逼了，而且还能提升修为。慕寒决定继续努力。妖月则是表情一僵，云青山直接动了，离开宝座，挡在了慕寒的前方。妖月没有动手，他淡淡一笑，道：“果然勇气可嘉，我喜欢这样有个性的人。今日青云门圣子大婚，我带了我们新任圣子前来和他比试一番，算是为青云门圣子大婚助兴。”随着他的话落，一个11、12岁的小男孩走出来。他年纪虽然不大，但眼神阴冷，脸上露出狠辣的神色，一看就知道他是那种从小就心狠手辣之辈。云青山脸色有些难看，让一个10来岁的孩子和慕寒一战，分明是故意羞辱他。就算是慕寒胜利了，也是胜之不武，但若是慕寒输了，就丢脸丢大牙了。到时候到处会流传他连一个10来岁的个孩子都打不过，
青云门绝对要名声扫地。慕寒接不接受挑战，都绝对要吃亏。云青山想要拒绝，就在此时，慕寒却开口了：“好呀，我就帮你调教一下你们天魔宗的圣子。放心，我不会打死他的，最多只打哭他。长得这么可爱，哭起来一定很好看吧？”小孩不简单，虽然看似年纪不大，但已经是筑基10层的魔修了，且他身上传来的压力不弱于吴峰，甚至还要强上一点。这是一个不容小觑的对手，能做天魔宗圣子，必然是天赋惊人且手段狠辣之辈。陆仙，你不用手下留情，别让别人觉得我们天魔宗变得心慈手软了。妖月淡淡的说，他对慕寒动了杀心。准确的说，他来到这里就是为了杀慕寒的。你青云门杀我一个圣子，我也杀你青云门一个圣子，这样才显得公平。不要大意。云青山叮嘱道。他本来不想接受挑战的，拒绝的理由有无数种，但既然慕寒自己接受了挑战，他就只能尊重慕寒的想法。慕寒微微点头，众人让开位置。慕寒向那个陆仙勾了勾手，过来，看我打哭你。陆仙眼中闪过冰冷的杀意，他盯着慕寒，身上魔气流转，筑基10层，且他的魔道功法异常霸道，充满了侵略性。慕寒表面上一点都不在意，他漫不经心地站在那里，没有任何准备。实际上，他也不会什么战斗技巧，只是普通人打架的那一套。搬山术运转，慕寒体内涌动着强大的力量。此时，他有把握一拳打哭那个小家伙。陆仙眼中闪烁着寒芒，他本来没有将慕寒放在眼中，但就在此时，慕寒却给他一种极其危险的感觉。他眯着眼睛盯着慕寒，目光闪烁着，显然他也在观察慕寒的虚实。陆仙年纪不大，却已经很有争斗经验。天魔宗能爬上来的，哪一个不是踩着敌人的尸体爬上来的？能成为圣子，他年纪虽然小，但已经经历了不知道多少生死战斗了。萧月有些紧张，没有人比他更了解天魔宗圣子的可怕。上一任天魔宗圣子虽然被他斩杀，他自身也身负重伤，若不是因为慕寒，都已经陨落了。就在此时，陆仙动了，他如同一道闪电，瞬间欺进慕寒。砰！小小的拳头却蕴含着巨大的力量，一拳击中慕寒的肚子。陆仙嘴角挑起一丝阴冷的笑容，在他看来，这一击足以要了慕寒的半条命。就在他得意的时候，一股巨大的力量竟从慕寒的身体之中直接震了回来，将他震退10几步。搬山术的特性之一，贴山阵。陆仙震惊地望着慕寒，小脸煞白，哇了一声，他一口鲜血喷出来，身上气机紊乱。他震惊地发现自己竟然中毒了，那诡异的毒素里竟然还有上一任圣子的阳魔之力。慕寒冷冷地看着他，这正是第一次洞房之时被搬山术吃掉的魔毒精的效果。陆仙震惊地望着慕寒，他骇然地说道：“不可能，你身上怎么会有上一任圣子的阳魔之力，还有类似于我天魔宗金诀丹的毒？”说到这里，他忍不住哈哈大笑。堂堂青云门的圣子，居然修炼我魔道功法，这就是仙道门派青云门吗？云青山等门派众高层有些惊讶，他们清楚地知道慕寒并没有修炼魔宗法门。参加婚宴的那些人也都露出惊色，这是一个大瓜啊！若是青云门圣子修炼天魔宗功法，青云门的名声就完了。你的搬山术感受到众人的震惊，得意洋洋，同时期待反转，修炼速度激增，目前瓶颈已突破一半。慕寒有些失望，这种大瓜竟然还没有突破瓶颈，看来想要练成真至化境级别的武学，没有那么容易啊。他看着陆仙一副发现天大秘密的样子，只是笑嘻嘻的，没有解释。这样的话，一会儿反转才更有意思。青云门掌教，你不给大家一个交代吗？妖月淡淡的说道。难道说你青云门在默默偷师我天魔宗？云青山没有说话，在众人看来就像是默认了一样，这让众人哗然。难道青云门真的在暗中修炼魔道功法？毕竟连新任圣子身上都有阳魔之力。慕寒装作一副惊讶的模样，要什么交代？当然是你修炼天魔宗功法的交代。九天宗的长老红如风忍不住说道，他还记恨着之前的事情，见慕寒出了状况，自然忍不住站出来，不想他混过去。你们都是白痴吗？慕寒反问道。顿时一道道愤怒的眼神落在他的身上。红如风更是大怒，区区一个筑基小辈，居然敢骂自己是白痴！你的他化万物，感受到浓浓的怨念，正在缓缓修炼，修炼进度小成级59%。慕寒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享受着这种快速提升的快感。他继续加把劲，一脸不屑地说道：“难道不是吗？我说错了吗？你们不仅仅是白痴，还是一群废物。天魔宗的圣主战在你们面前，你们却无动于衷，只有我这个小辈出头，我骂你们有错吗？”大家还真没有办法反驳。慕寒说的话虽然不中听，但不得不说他说的是事实。但这依然让众人怨念满满，甚至现在的怨念比刚才还要强烈了几分。毕竟他们畏惧妖月，但却没有人说出来，这让他们面子上还稍微好过了一点。慕寒现在的做法就是将他们的遮羞布扯掉，然后又将他们的脸面狠狠地在地上踩了几下。他们心中不怨恨慕寒，那叫做奇怪呢。名门正派，呵呵，除了青云门，谁还配称做名门正派？骂完那些名门正派，慕寒将目光投向陆仙，他摇了摇头，一脸失望。陆仙脸色难看，他有一种智商受到歧视的感觉。你什么意思啊？慕寒一脸鄙夷说道：“世人都知道，我和萧月结合，是因为我领悟看了五行法，能够治疗好他的伤势。他击杀天魔宗圣子，却被阳魔之力入体，我以五行法
炼化了阳魔之力，自然就拥有阳魔之力，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呢？那金绝丹的毒性你如何解释？陆仙冷冷地问道。他的话音落下，就看到慕寒的脸色变了。慕寒冷冷地盯着他，冷声道：“这就是要问你天魔宗了，安插奸细进我青云门，对我下毒，逼迫我去杀圣女。你们天魔宗好狠辣的手段，诸位道友，你们也要注意了，万一天魔宗在你们门派之中安插奸细，日后发难，怕是你们要吃大亏。”陆仙张了张嘴，发现自己确实没有办法反驳。慕寒说的都是事实，他虽然残忍狠辣，但年纪也确实太小，还不够世故。换作妖月，根本就不会在意这一时的口舌之力。妖月心中有些失望，看来这个圣子还是要好好培养一番。若是始终不如这个慕寒，那就杀了慕寒。云青山露出满意的神色，对慕寒的能力很是赞赏。他本来是要因为补偿慕寒，所以才让他当圣子的。现在云青山完全是看中了慕寒的能力，也许他实力还不够强，但12天筑基2层，只要给他时间，慕寒自然会变得更强。还有心智手腕，慕寒都很优秀，哪怕是他自己，在这种场面之下，都未必能够表现得比慕寒更好。虽然慕寒有点太过于张扬，将在场的修仙门派得罪的不轻，但这都不是问题。哪个年少不张扬？他反而欣赏慕寒身上的这种张扬。好了，懒得和你们说那么多废话，继续动手吧。我不想再耽误时间，我还急着入洞房呢。美娇妻在一边，我可不想和你们浪费时间。萧月脸色微红，嗔了慕寒一眼，这家伙没个正形，这种话怎么能当众说出来？杀！陆仙站了起来，冲向慕寒。他手中光华一闪，一柄漆黑的长剑出现。那是一把魔剑，不属于他这个层次，属于爆丹境界修士的法剑，赠予了他。慕寒肉身很强，但此时也有些紧张。他都依靠着强大的力量直接碾压对手，这还是第一次遇到使用兵器的人。他下意识的后退，不敢硬接，有些狼狈的躲过这一剑。陆仙眼睛一亮，他战斗经验何其丰富，立刻就明白了过来，对方压根就没有任何战斗技巧，不过只是凭着强大的力量碾压而已。虽然不知道为何一个筑基2层的修士竟然有能够匹敌爆丹修士的力量，但他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像慕寒这样的对手，空有一身力量，却不懂得施展，很容易击败。陆仙冷笑了一声，剑气激荡，杀向慕寒。云青山他们神色凝重了起来，千算万算，却漏算了慕寒的战斗技巧。他实力是很强，甚至爆丹之下，光以灵力力量比拼，几乎没有人是他的对手。但是慕寒修炼的时间太短，领悟五行法到成为筑基2层，不过才12天时间，他根本就没有时间去学习战斗技巧，这导致哪怕实力不如他，也有击败他的可能。看他狼狈躲避的样子，众人的心都提了起来。一边的陆勇脸都黑了，若是自己挑战慕寒的时候想明白这一点，哪里会这么狼狈？当然，前提是他不要大意，被慕寒偷袭到。慕寒依靠着强大的反应能力躲避，但眼见就快要躲不开了。对方将他活动的范围压缩的越来越小，用不了多久，他就必须要硬抗魔剑。以自己现在的身体强度，恐怕还扛不住这等魔剑。慕寒在心中狂吼：“五行法，你快点滚出来！有没有什么办法？你有什么儿子孙子的，赶紧给老子出来！我要死了，你就看不上美女了？你的五行法不愿意就此看不到美女，于是喊来了自己的儿子乾坤剑。你领悟了乾坤剑，目前熟练度入门，修炼进度入门0%。”慕寒脑海之中瞬间出现一套剑术，他快速吸收，化作了自身的东西。而后他终于展开了反击，手中没有剑，慕寒就以指代剑。他手捏剑印，搬山术全面运转，点出一指，一道有些虚幻的剑光浮现，仿佛风一吹就会消散。陆仙眼中闪过一丝不屑，这种程度的剑气，他3岁的时候就能施展出来。他压根就不理会，依然持续攻击，剑气交错，将慕寒逼入了极其危险的地步。就在此时，那一道虚幻暗淡的剑气终于和陆仙的剑气碰撞在了一起。在所有人惊骇的眼神之中，剑气直接冲破了陆仙的剑气，摧枯拉朽，难以抵抗，落在了他的身上。噗！陆仙身上出现一道深深的伤痕，惨叫了一声，向后倒飞出去。这么猛啊！慕寒都忍不住吃惊了。五行法出品果然都不是凡品，这只是刚刚入门啊！哪怕有大成巅峰的搬山术做底蕴，这威力也强得过分了。见陆仙被击伤，他没有任何迟疑，再度打出一道剑气。住手！妖月变色，他觉察到了不好，这一道剑气若是落下，陆仙必死无疑。他一只手拍出，碾碎那一道剑气。云青山冷哼，同样拍出一掌，两人的手掌如黄金浇铸，瞬间碰撞，有可怕的法力倾泻出来。云青山护住了大殿，让碰撞的余波没有散发出去，他自身却闷哼了一声，显然是吃亏了。云青山的实力不弱于妖月，只不过因为要护住大殿和大殿之上的众人，才稍微落了一点下风。被他这么一耽搁，慕寒的那一道剑气也落在陆仙的身上。噗！陆仙被直接斩成2段，当场身死。在场的人都有些惊讶，但也觉得理所当然。身为青云门的圣子，怎么可能不会战斗？之前所谓的不会战斗，多半是装出来的，为了麻痹陆仙，做到一击必杀。既然之前的境界是伪装的，所谓的没有战斗手段，自然也可以伪装。所以慕寒没有收获到预料之中的震惊，这让他有些失望。他也没有想过陆仙居然如此不济，连入门的乾坤剑都挡不住。就在他愣神的时候，他脑海之中传来声音：“你的乾坤剑斩杀一个对手，
满足了嗜血的爱好。目前熟练度入门，修炼进度1%。慕寒吃惊，这个乾坤剑提升的方法居然是击杀对手，杀一个对手提升1点熟练度。他暗暗啧舌，难怪乾坤剑的入门就如此惊人。这要是想要达到熟练，都要斩杀100个对手才行。慕寒简直不敢想，若想将乾坤剑修炼到极限的时候，要斩杀多少对手。当然，现在考虑这些还为时过早。他一脸可惜，假惺惺地说道：“不好意思，刚才下手重了点，没有留得住手，你们的圣子又没了。”这个又字用的就很精髓，让妖月顿时怒火中烧，一股庞大而冰冷的杀意笼罩在慕寒的身上。妖月彻底怒了，冰冷而可怕的杀意让在场所有人都变了颜色。妖月，你够了，本来就是小辈之间的争斗，你擅自插手就已经足够过分，难不成还想要亲自下场？云青山冷冷地说，他目光冰冷，带着杀意盯着妖月，冷声道：“你若是如此不讲究，就不要怪我也不讲究了。诸位长老听令，围杀妖月这魔头。”随着云青山的话，青云门的长老们都杀气腾腾，准备出手。那些前来参加婚宴的仙道门派也有强者站出来了。无论他们心中怎么想青云门的，但在面对魔道的时候，还是能做到一致对外。妖月目光扫过在场的所有人，他冷笑着说道：“你以为这些人能留下我吗？想要杀我，这里的人至少要死一半。若是能诛杀妖月圣主，死一半也没有什么，我等死得其所。”吴磊嘿嘿一笑，面对妖月的气势，他丝毫不惧。五大太上长老哪一个不是成名已久的强者？虽然实力不如妖月，但却不会怕他。这里的气氛很紧张，随时都可能爆发大战。哈哈！这个时候，一声狂笑传来，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被吸引了过去。妖月目光落在慕寒的身上，他淡淡的问道：“小辈，你笑什么？”慕寒一脸傲然，他淡淡的说道：“我笑你的不自信。荒谬！本座纵横天下数百年，何来不自信？区区一个小辈，居然敢信口雌黄，不知死活！”妖月语气不屑，身为魔道巨擘，天魔宗圣主，他是何等存在？若是这样的人都不自信，天下间谁还敢说对自己有信心？慕寒不以为然的撇了撇嘴，他不屑的说道：“你当然不自信。第一，你不敢以真面目示人，是不是担心自己是女人的身份bị发现，无法压制手下？”没有等妖月反驳，慕寒继续说道：“第二，你想要杀我，不过担心我以后成长起来会威胁到你罢了。你担心自己不是我的对手，所以你不自信。”妖月神色变幻，他虽然不愿意承认，但却知道慕寒说的是事实。在慕寒的身上，他确实感应到了威胁。妖月不敢肯定，对方若是成长起来，自己能不能挡得住他？也许到时候两个宗门之间的平衡会被打破，他们天魔宗有灭顶之灾。但他却不会承认慕寒的话。沉默一会，妖月突然撤掉隐藏，一张以喜一嗔的俏脸出现在众人的眼中。这是一张完美的仙颜，没有任何瑕疵，脸上的肌肤银白如玉，晶莹剔透。他的五官更是找不出来一点不美，全都恰到好处，可以用完美来形容。若说容貌，他竟然比萧月还要美上一分。所有人都惊呆了，愣愣地望着那一张绝世仙颜。谁都想不到，大名鼎鼎的天魔宗圣主妖月，居然是这样一个倾国倾城的绝世大美女，这和她的狠辣完全不相符。你的五行法，看到倾国倾城级别的绝世大美女，浑身兽血沸腾，激动的不要不要的，连续顿悟，修为达到筑基期5层。慕寒隐约能听到五行法在狼嚎，显然是激动到了极点。他这几日和萧月朝夕相处，日夜相对，对漂亮女子的免疫力已经提升了很多了，但此时也有一瞬间的失神。不过他很快就反应过来，因为脑海之中传来五行法的声音：“五行法，追他，上他，老子给你连续顿悟100次。”慕寒呼吸都沉重了起来，连续顿悟100次，那是什么境界？他有点不敢想。到那个时候，也许他一巴掌就可以拍死一个妖月了吧？前提是他能追得上他，再上了他。以自己现在的境界，也只能想一想了。敢付诸行动，就是在找死。妖月发现自己露出真容之后，就连云青山都失神了很长时间，哪怕女子此时也沉醉在他的容颜之中。但只有一个人很快就反应过来。不仅仅如此，对方眼神变得极其有侵略性，炙热的眼光甚至都让他的皮肤都感觉到灼热。他瞬间明白了慕寒的想法，心中得意的同时也忍不住冷笑。痴心妄想的一个小辈，居然敢对自己生出大不敬的念头，真的是不知死活。他现在很想一巴掌拍死慕寒，但也明白有云青山在一边，自己很难杀了对方，现在只能忍着。突然他看了慕寒一眼，如果能把青云门得圣子拐来做我天魔宗的圣子，也是极好的呢。想到这里，妖月开口了，他冷冷地说道：“小辈，你说我忌惮你的崛起，今天我就在这里放下话，我给你100年的时间，100年之后我在天魔宗等你来挑战，若是你能击败我，天魔宗任由你处置。”此话一出，所有人都骇然失色。天魔宗圣主居然约战一个筑基期的小辈，这要是传出去，足以让慕寒名震天下了。但代价也是极大。100年之后，一旦慕寒还没有达到妖月的实力，妖月肯定不会手下留情。众人都将目光落在慕寒的身上，看他的反应。他表现得很镇定，脸上带着笑容，淡淡的说道：“我不同意。”大家露出果然如此的神色，只要脑子正常一点的都不会同意的。妖月嘴角微微上翘，表情有些不屑。果然只会耍嘴的一个小辈，这种人也就平时耍嘴皮子，
真到了动真格的时候，就又彻底怂了，嘴角挑起一丝不屑的笑容。邀月淡淡的说道：“怎么，怕了？怕？”慕寒咧嘴一笑，他漫不经心的说道：“一个老魔头有什么好怕的？所以呢，你要接受我的挑战？”邀月的嘴角露出一丝不屑，他笃定慕寒不敢接受挑战。慕寒摇头，淡淡的说道：“你理解错我的意思了，我意思是挑战你用不了100年，10年之内，我亲自上天魔宗将你击败。”众人哗然，全都震惊的望着慕寒。10年时间，他是疯了吗？哪怕100年时间，他能应承下来，众人都觉得他很有勇气了。10年时间，简直不可想象啊！别说众弟子了，哪怕平时老神在在的诸多宗门掌教和宿楼，此时听到这话，都不由得露出震惊的表情。慕寒突然露出享受的神色，因为此时他的脑海之中传来提示音：“你的搬山术感受到无与伦比的震惊，心灵得到极大的满足，产生了顿悟。你的搬山术真智化境，目前熟练度1%。搬山术真智化境。”慕寒露出大大的笑容，他暗暗运气，搬山术这力量何止增强了10倍，相应的五行灵力的消耗也随之增多。但比起强大的力量，增加的消耗简直不值一提。真智化境的搬山术太强了，有这样的功法和道法，10年时间是不是太长了一点？若是有人知道他的想法，肯定会再震惊一波。哈哈，邀月笑了出来，他觉得慕寒简直疯了。此时他反而释然了，自己和一个疯子计较什么？有趣，有趣。云青山，你们青云门出了一个了不得的圣子，至少说话的气魄，哪怕吃了仙人胆，恐怕也比不过他。邀月赞叹道，但所有人都听得出来，他语气之中有着深深的讽刺。云青山也觉得慕寒有点太骄傲了，哪怕他12天筑基，也不应该这么自大。毕竟邀月那等境界是需要时间去磨才能达到的可怕境界。修炼前期看的是资质，但是后期却看的是大毅力和悟性。有人曾经朝炼气没入金丹，但一生却止步元婴，这让人明白，资质虽然代表起点，却并不代表终点。在修炼界，天资只代表着高下限，并不代表着高上限。往往那些有所成就的人，开始反而并不是太优秀，不过却一直很努力，历经艰难险阻，最终越来越强，成为独当一面的大能。慕寒听出了，风也没有恼，只是淡淡道：“你该不是怕了吧？”他做出怀疑的表情，讽刺他怕了，所以不敢接受挑战。邀月脸色一沉，他冷笑着说道：“好狂妄的小辈，既然你找死，我就成全你。10年之后，我在天魔宗等你。”一言为定。慕寒眼睛一亮，看他的样子，居然像是担心邀月后悔一样。邀月脸色微微变幻，他深深地看了慕寒一眼，像是要将他彻底看透。突然，他神色有了一些变化。筑基5层，大家都是一惊，全都望向慕寒。慕寒赶忙运转敛息术，瞬间隐藏了修为。之前突破后，他并没有重新运转敛息术，这才让邀月看出了破绽。此时敛息术重新运转，这才将身上筑基5层的气息彻底掩盖。瞬间，哪怕是云青山这种层次的存在，都难以看透他的修为，只是隐约能觉察到他的实力。你的敛息术帮你隐藏修为，躲过众人探查，心中得意，产生顿悟，熟练度达到熟练级，修炼进度20%。原来是这样。慕寒点点头，他现在才明白，敛息术提升境界的手段，应该是在别人面前用敛息术成功隐藏修为之后，敛息术就会进步。目前还不知道敛息术更高境界之后会有什么表现，但想来应该不凡。毕竟五行法一脉就没有普通的，像是搬山术就相当惊人，给了他很大的惊喜。心中转着念头，慕寒淡淡一笑，他没有解释什么，在场的人嘴巴都要惊掉了。之前慕寒可是只有筑基2层，战斗的时候他们看得清清楚楚。难道说这一回的功夫他又突破了3个小境界？如果真是如此的话，他的天赋也未免太可怕了一点吧。别人突破境界都是要选择一处灵气充沛、安静的地方入定打坐，生怕受到打扰，还不一定能突破成功。而他倒好，在如此嘈杂的环境下，随随便便就突破了，还一次性突破了3重境界，这也太匪夷所思了吧。云青山眼神也颇感震惊，不过此时不是深究的时候，他轻咳一声，淡淡的说道：“邀月，你也闹够了，请你离开吧。今天是我青云门圣子大喜的日子，你不要太过分了。”邀月冷哼了一声，他的新任圣子都被杀了，对方还说他过分，真正过分的应该是青云门吧。不过他也明白，自己若是不带人打上门，圣子也不会被杀。本来他今天就不是来打生打死的，只是想要让青云门难堪，但没想到却接连吃亏，天魔宗新任圣子被杀不说，自己身为女儿身的真相也暴露了。想到这里，他目光落在慕寒的身上，都是因为这个小家伙，一个筑基期的小辈，却比他们天魔宗的人还要邪性。到底他们谁才是魔道中人？你别这么看我，我会害羞的。慕寒一脸娇羞，原本惊得说不出话的众人顿时绝倒，哭笑不得，就连云青山都不得不瞪了慕寒一眼。这家伙太恶搞了，圣子的形象不要了吗？邀月笑了，他露出欣赏的神色，说道：“你很不错，其实更符合我魔道中人的风格。你要是来我天魔宗，我愿意将天魔宗圣子之位给你，同时会将整个宗门的权力交给你，绝对不会让你被任何掣肘，在整个天魔宗之中唯你独尊。”众人一怔，谁都没有想到邀月居然会提出这样的条件，换作是他们的话，绝对就同意了。什么正道修炼者，得到好处才是实打实的。
与其在正道做一个小人物，艰难挣扎修炼，还不如去魔道做圣子，自由自在，还能够统帅群魔。云青山冷哼，脸色铁青，非常难看。他差一点就要动手了。妖月太过分，前来捣乱不说，还敢引诱他们圣子堕魔。若非知道妖月不是那么轻易能拿下的，他已经选择动手了。慕寒则冷笑道：“我身在云端，高高在上，为何要踏入臭泥潭之中，和一群臭泥巴为伍？没想到堂堂魔宗宗主竟然脑子有问题。”妖月脸色难看，慕寒居然说他是臭泥巴。他冷哼了一声，知道今天讨不到什么便宜，不再说话。我们走。妖月转身离去，带着天魔宗的部众。陆仙的尸体散落在地上，他却看也不看一眼。对于魔道众人的冷酷，仙道修炼者们有了一个新的体会，哪怕对同伴，他们完全不在乎。陆仙死在了这里，他们却连尸体都不收。众人心中均发凉。慕寒撇嘴，他对仙道和魔道没有什么偏见，都是修炼的方法而已，没有什么区别。但魔道中人相对偏激暴力，这是不争的事实。光是他们不管陆仙的尸体这一件事，就可见一斑。换做仙道的人，虽然也有伪君子，但大部分都做不到那么绝情，这也是慕寒不喜欢魔道的原因之一。更何况青云门从头到尾都对自己不薄，自己怎么可能去为了所谓的魔教圣子的身份而背叛呢？好好的当他的青云门圣子，难道不香吗？妖月离开之后，大殿内的压力顿时一轻，众人都松了一口气。有不少人居然一屁股坐在了地上，浑身居然没有一点力气了。看他们的样子，显然是被妖月的气势所震慑，精神高度紧张。结果妖月离开之后，他们紧绷的精神突然一松，才感觉到自己已经乏力了。其中不少乏力的弟子护法们，甚至已经达到了爆丹层次，这就很惊人了。此时那些人望着慕寒的眼神充满了佩服，以筑基期直面妖月，侃侃而谈，甚至敢指着对方鼻子骂。别的不说，光是这一点，他们谁都比不过了慕寒。他们心中由衷的佩服慕寒。慕寒目光扫过他们，他淡淡一笑，问道：“谁还不服气？大可以来挑战我。”众人面面相觑，哪怕曾经不服慕寒的人，此时也心服口服，不再开口。唯有一道怨恨的目光一直盯着慕寒，那就是陆勇。这些人之中，他是最恨就是慕寒，因为他自己失去了圣子的位置，又因为慕寒自己被废了修为，现在他已经成为了整个门派的笑话。想到这里，他心中恨意滔天。你的他化万物感受到陆勇浓郁的怨恨，正在修炼，熟练度小成，修炼进度65%。慕寒眼中金光一闪，他也感应到陆勇怨恨的目光，不过他也没有太放在心上。如今的陆勇已经算不上他的对手，他会在意一个蝼蚁的怨恨吗？显然不会。见没有人站出来，慕寒微微一笑，道：“既然没有人再想要挑战，挑战之事就到此结束了。”他说完，示意司仪可以继续了。最后一个步骤，夫妻对拜，然后送入洞房。两人被送入圣子宫之中。新房之中，萧月明眸如水，盯着慕寒，像是要将他看穿一样。慕寒摸了摸自己的脸，有些惊讶地问道：“夫人为何如此看我？你到底还有多少事情瞒着我？”萧月柔声问道。不过他却没有埋怨，只是有些失落。他们已经是夫妻了，但是自己却对慕寒一直都不了解。若非之前师姐告诉他慕寒还能修炼，告诉他慕寒已经筑基成功了，他甚至心中还在愧疚，认为是自己害了慕寒。慕寒揉了揉自己的鼻子，他苦笑着说道：“其实我也想告诉你来着，只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而且我也担心，我告诉你之后，你就不愿意嫁给我了。”啊！萧月惊讶出声。慕寒一只手捏着萧月的下巴，他嘴角微微上翘，露出一副有些邪气的笑容。你这样的一个美娇妻，我怎么愿意放手？肯定是要抓得紧紧的。其实我并不是故意要隐瞒你的，而是想要成亲之后再告诉你。听到慕寒的解释，萧月不仅仅不生气，反而心中生出一丝甜蜜。他和慕寒结合，更多的是因为愧疚，加上有了亲密的关系。若说感情，未必是有多少的，但如今他却觉得自己喜欢上了这个男人。原来他骗自己是在乎自己啊！这样的话，他完全可以原谅慕寒。萧月彻底释然。不过他还是说道：“我希望夫君有事情不要瞒着我，可以告诉我，我和夫君一起承担。”没问题。慕寒答应得很痛快。其实女人有时候都很简单，她们要的不过只是男人的一个态度。你若是连态度都不愿意给他，他凭什么不和你闹？在这一方面，慕寒的父亲绝对是其中的佼佼者。两人没有待多久，就被众人拉走。慕寒被一群人拉着拼酒，哪怕他的体质强悍，被类似五雷断体术的秘法强化了五脏，更是惠及全身，但此时也顶不住了，喝得七荤八素，最后是被吴峰他们抬回去的。一群年轻一辈在拼酒，有青年高呼说自己的女神嫁人了，但新郎不是他，也有人大哭，伤心到了极点。一些同样有醉意的青年同样大哭出来，各自想到了伤心事。这里的哭声此起彼伏，有一个青云门的真传长老也在哭。结果有人问他为什么，结果他说自己早已经喜欢上了萧月，只是一直压抑在心中，如今见到萧月嫁人，心中难受，自然就哭了出来。这让人目瞪口呆。要知道这个青云门的长老起码快上千岁了，他的辈分很大，甚至隐约比掌门都高出半个辈分。结果他却为老不尊，喜欢上了圣女萧月，还在这里喝醉之后说了出来。看着他头发稀疏，牙都掉的只剩下没几颗了，众人都忍不住脸色发黑。云青山脸都黑了，觉得实在是太丢人。他很想让人动手把这个家伙打一顿，让他清醒一点。很快有人帮他去做了。那个真传长老的老伴来了，是一个中年模样的妇人，
她长相极美，极其冷艳，此时却出手打的那个真传长老打横着飞出去，重重的摔在地上。这还不算，那个真传长老冲过去，将自己的丈夫拉起来，噼里啪啦就是一阵耳光，足有上百个，打得他昏头转向，整张脸都肿成了猪头模样。这样他还不解气，再次动手，打得自己男人只剩下半条命。伊清秀冲过去，大家都以为他是劝架的，结果他却在一边加油为女子打气，让她下手更重一点，觉得他这样动手实在是不够用力。众人无语，额头上冒出冷汗。青云门的女子都这么彪悍吗？想到萧月柔弱的样子，他们突然觉得不一定靠谱。也许婚后的萧月也会是如此，之前的柔弱不过都是表象。想到这里，他们反而不生气了，反而有些幸灾乐祸。伊清秀是萧月的师姐，两人也许一脉相传也说不定。云青山摇了摇头，眼不见为净，离开了这里。而吴磊他们也离开，这里是年轻人的世界，不适合他们这些老家伙。云峰之上，慕云迪正在为陆勇疗伤，想要他在最短的时间之内踏上修炼之路。按照陆勇的资质，重新修炼，也许半年的时间就能回到以前的境界了。师傅，我不甘心啊，输给那个卑鄙小人，还被他废了修为。师傅，你要给我报仇啊！陆勇眼睛都红了，他神色激动，向自己师傅吼道。慕云迪叹了一口气，说道：他现在是圣子，哪怕是师尊敢对他出手，那也是以下犯上，会被宗门的规矩惩罚。你要想复仇，必须自己去做。师尊不能替我杀了他吗？陆勇很失望。慕云迪脸色一沉，他寒声道：莫要有这样的想法，师尊我身为宗门的真传长老，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别说他是圣子，就算只是一般的弟子，我也不能这样做。说到这里，慕云迪顿了一下，然后继续说：勇儿，你是我的弟子，我对你有信心，我希望你可以振作起来，靠自己的力量击败慕寒，成为圣子，而不是寄希望在别人的身上。慕云迪还是很有原则的，若慕寒是一个废物，他可以利用任何手段去对付，因为在慕云迪看来，自己也是为了宗门，毕竟无论哪一个宗门都不能让一个废物成为圣子。现在却不一样，慕寒并不是一个废人，不仅仅如此，他的天赋更是高得离谱，远远超越了一般的弟子。这样的人成为圣子是一个宗门的福气，若是有人能击败他，比他还要强盛，取而代之，这是慕云迪乐意见到的。但要他下手阴了对方，自然不可能，他做不到。见师尊不同意自己的提议，陆勇心中闪过一丝怒意，若不是听从师尊的吩咐，他也不会落到这一步。现在自己修为都被废了，师尊都不愿意为自己复仇，他心中自然很怨恨。将他的表情看在眼中，慕云迪叹了一口气，自己这个弟子的心思，他如何不明白？但他虽然功利，却也有自己的原则。一刻钟后，慕云迪接到一个传讯，然后就匆匆离去了。这里只剩下一个陆勇，他心中怒火滔天，想到白天的发生的事情，整个人充满了耻辱感。慕寒，他心中念叨着这个名字，恨不得将他碎尸万段。你再怨恨又有什么用？你现在不过只是一个修为被废的废物而已，而人家已经是高高在上的圣子。你知道你师尊刚才离去是做什么吗？他是去巴结慕寒去了。一个悠悠的声音响起，陆勇浑身一震，他怒声道：谁？不要在这里装神弄鬼，给我滚出来！一道身影浮现，当看清楚对方的容貌，陆勇浑身一震，对方居然是天魔宗的圣主妖月。他不但没有离去，还来到云峰。面对他的到来，陆勇浑身冰冷，他连动都不敢动一下。就算他实力还在的时候，对方想要杀他，也不过是动一下手指头的功夫而已。更何况是现在，他已经没有修为，根本就没有抗衡之力。陆勇很快反应过来，对方一个魔道巨擘，不可能为了杀自己而专门上门的。他来找自己，必然有别的目的。魔头，你不要痴心妄想了，你就算是说什么，我不会相信的。陆勇冷冷地说道。妖月淡淡一笑，他轻轻地说道：我可以帮你复仇。简单的一句话，顿时让陆勇说不出话来。剑。神色挣扎，妖月露出笑容，他知道自己找对人了。不多久，妖月悄悄离开云峰。这里没有人关注，高手的目光都集中在圣子宫，以免有人对圣子下手。妖月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才能悄无声息地潜入云峰。否则的话，堂堂的青云门若是会如此轻易被人潜入，也就没有资格和他们天魔宗争斗那么多年了。圣主，我们为何不直接杀了那个慕寒？青云门的不远处有天魔宗的弟子等在那里。等到妖月前来，他们终于忍不住发问。在他们看来，斩杀慕寒远远比算计他要简单得多，而且成功率很高。妖月瞥了他们一眼，他淡淡的说道：我自有我的主意，这样一个有趣的人，若是就这么死了，也未免太无趣了吧？有趣？无趣？天魔宗的那些人都有些不明白了。魔道讲究的是杀伐果断，若是能杀死敌人，自然不会手下留情。对妖月的话，他们很不明白，但妖月没有解释的意思，他们自然也不敢问。哪怕知道妖月是女儿身了，但并不表示妖月不可怕。实际上，能以女儿身走到这一步，才是最可怕的，比世间多数的男人都要强势得多。这样的一个女子，谁敢小看？小看妖月的人都已经死了。慕寒，妖月心中念叨着这个名字，嘴角却挑起一个好看的笑容。这样的人更契合他们魔道才对，在仙道之中实在是太委屈他了。青云门有人彻夜未眠，慕寒被抬了回来，很快就酒醒了。类似五雷断体术的秘法相当逆天，让他体魄强大，哪怕是修炼者的灵酒也很难让他醉很长时间。他向萧月扑过去，洞房花烛夜，自然要做该做的事情，哪怕是有点不清醒，他也是下意识的屏蔽了。五行法，他们
你的五行法恼羞成怒，正在追杀搬山术。显然，五行法将这一切都归咎到自己的大儿子身上。若不是他的话，慕寒怎么可能有隔绝他们意识的手段？颠鸾倒凤。第二日，慕寒起床的时候都已经是下午了。恍惚间，他有一种从此君王不早朝的感觉。但他很快清醒过来，看着躺在自己臂弯之中的萧月，慕寒很想再重燃战火。结果敲门声音响起：“圣子大人，圣女大人，掌教有请。”外面传来吴风的声音。果然来了。慕寒就知道这件事情逃不掉，一旦自己实力暴露出来，宗门这些长辈肯定会过问。好在他早已经想好了理由，马上就去。二人迅速收拾了一番，然后赶了过去。云青山他们已经等在大殿之中。吴风退到了一边，低眉顺眼。大殿内除了云青山之外，5个太上长老也都在。不过事情也没有慕寒想象中的那么严重，掌教和太上们神色都还比较缓和。见慕寒他们出现，云青山说道：“你们来了，坐吧。”他指着自己下手的位置，那是专门留给圣子和圣女的。慕寒和萧月坐了过去，他们才刚坐下，云青山就开口了：“圣子，能否告诉我等，你的修为怎么回事？”果然来了。慕寒心中一动。这个时候，萧月想要开口，但云青山却摆手道：“圣女先不要说话，让圣子自己来回答。”他自然是相信萧月的。慕寒微微一笑，并不紧张：“我的修为其实并没有失去，至于原因，我也不知道，可能是因为五行法比较特殊吧。圣子为何不告诉宗门，反而一直隐瞒呢？”一边的慕云迪问道。慕寒看了他一眼，淡淡的说道：“若你是我，会如何选择？”慕云迪一愣，不明白他是何意。慕寒看了萧月一眼，他摇头说道：“我天赋不行，资质很差，虽然因为领悟五行法成为了萧月的男人，还成为了宗门的圣子，但并不表示这2个身份就稳住了。如果我还有修为，请问宗门会继续让我做这个圣子吗？”慕云迪不说话。所有人都清楚慕寒这个圣子是怎么回事，不过是因为云青山的愧疚而已。若非如此，别说是他不能修炼，就算是可以修炼，以他的以前的表现都不可能成为圣子的。况且和圣女结合，本来就是他占了大便宜。慕寒的担心并没有过错，还请掌教和诸位长老能够理解，这是我的一点小私心，所以才隐瞒了诸位，并非有意为之。慕寒微微抱拳：“那你的实力是怎么回事？为何如此强大？未突破之前才筑基2层，就连快要踏入爆丹的陆勇都不是你的对手。”慕云迪继续问道。慕寒不满地看了他一眼，忍不住问道：“你是掌教吗？”慕云迪被噎了一下，讪笑一声，不再开口。云青山嘴角微微一扯，露出一抹若有若无的笑意：“圣子，我也想知道你的战力为何如此惊人，并非是不相信圣子，主要是有些好奇而已。”慕寒微微一笑，道：“诸位，请感受一下。”他全力运转搬山术，顿时一股强大的气息涌动，异常惊人。真智化境，眼中金光一闪，云青山忍不住站了起来，他满脸都是震惊，比当初知道慕寒的修为时还要震惊。其余几个长老也都一个个张大了嘴巴，嘴里简直能放下鸭蛋了。真智化境，真的是真智化境的道法。几大太上像看怪物一样看着慕寒，震惊之色溢于言表。几个人面面相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怎么可能？一个仅仅修炼了10几日的初学者，竟然就把一门道法修炼到了如此高深的境界，太不可思议了吧！要知道，就算是他们，也很少有能将一门道法修炼到真智化境的地步。别说是道法了，哪怕是更低级的武技，都很少有人能将其领悟到如此之深的境界。要知道，一般的修炼者若想要将一门武学修炼到大成，那都是要有极高的悟性才能修成的，更别提更高的真智化境了。还是在这么短的时间，这只能说明慕寒的悟性已经完全超出了他们的想象。你居然将搬山术修炼到如此地步，你是怎么做到的？宗门之中也有搬山术，但却是残缺的，远没有你这表现出来的如此强大。慕云迪更是失态，惊呼出声。他最强的道法也才是大成级别啊，现在竟然被一个只修炼了10几日的筑基期修士给超越了。你的搬山术感受到众人的震惊，顿时兴奋异常，修炼速度增加5倍。慕寒的脑海之中传来声音，他满意的点点头。至于修炼这么快的原因，他自然不能告诉大家。你们震惊，我的搬山术就越强大吧？那不是的气死个人。慕寒想了想，一本正经的说道：“其实我在领悟了五行法之后，不多久就又领悟了搬山术，好像是从五行法之中衍生出来的，还有之前的剑法也是一样，都是五行法衍生的。具体什么原因，我并不清楚。大家想知道的话，大可以自己去领悟五行法，那不就知道了。”自己领悟五行法，众人哭笑不得。若是五行法那么容易领悟，他们也就没有必要让慕寒成为圣子了。实际上，慕寒是这么些年以来第一个领悟五行法的人。云青山和几位长老对视一眼，他们觉得慕寒多半没有说谎。宗门典籍中，搬山术的确是五行法的衍生道法。之前他们也查过慕寒的根脚，成为杂役的时候，他确实只是一个普通人，能够进入青云门，还完全是靠缴纳银钱才勉强进来的。且在慕寒的身上，除了五行法的气息以及那个毒魔之力外，他们感应不到任何其他的修炼痕迹。也就是说，慕寒之前是真的完全没有修炼过，不可能是其他宗门的暗探，他们压根就没有必要太担心。至于为何慕寒进境如此神速，
众人苦笑，只能说他的悟性太妖孽了吧。李林扶着胡须笑道：“你看你们枉做小人了吧？我就说圣子没有问题，你们却不相信，现在都信了吧？”身为慕寒的姐夫，李林自然要维护他。现在知道慕寒不是奸细，他第一时间站出来。众人白了他一眼，这家伙刚才不也在怀疑？现在好了，见慕寒没有问题，居然将自己摘出去了。圣子，我们这么做也是为了门派，还请见谅。云青山道歉，身为掌教，他都做到这个地步了，哪怕是慕寒也是无话可说。他表示理解，我明白的，请掌教放心，慕寒不会有任何不满。云青山微微一笑，然后他像是想起了什么，眼中闪过一道金光。没想到你在道法和修炼方面居然有如此天赋，不如你在我们之中找一个师傅，可以传授你战斗的道法。这样的话，你在和人争斗的时候就不用那么被动了。此话一出，众人眼中都露出热切的神色。若是能当圣子的师傅，日后自己在宗门的地位肯定是急剧上升。毕竟圣子将来是要做掌教的。就连李林都对慕寒使眼色，让他选择自己。慕寒想了一下，他这才说道：“我愿意拜掌教为师，还请掌教不嫌弃弟子资质驽钝，收下弟子。”慕寒很聪明，他清楚自己在宗门之中没有任何根基，他选择一个师傅，就等于为自己选择了一方人马支持。若说整个宗门的影响力和权力，谁能和掌教相比？成为掌教的弟子才是最划算的。云青山露出满意的笑容：“好，好，好，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云青山的弟子。3天之后，你来找我，我指点指点你的修炼。多谢师傅。”慕寒当即跪拜，行了大礼。大家有些失望，但也觉得是理所当然的。若是他们也会选择云青山，慕寒的选择才是最适合他自己的。他缺乏根基，在整个宗门之中，没有哪一个人的根基是和掌教一样强大深厚了。云青山微微一笑，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好了，你和圣女休息去吧，新婚燕尔，你们肯定会疲惫。云青山开了个玩笑，这下子连萧月都受不了，满脸通红。身为女孩子，她哪里受得了这么调侃？倒是慕寒脸不红心不跳，他笑着说道：“多谢师傅关心。”然后慕寒带着萧月离开。望着慕寒离去的方向，云青山脸上露出一抹笑容：“宗主，你也太不地道了，你是不是早就已经知道慕寒没有问题，这一次只是配合我们，顺便把慕寒收为弟子？”李林忍不住埋怨道：“刚才他还担心慕寒，怕他出了什么差错，现在想来自己有点杞人忧天了。这样一个天才放在宗门，绝对是宗门的福气，只要不是犯了那种原则性的错误，其实都不会受到惩罚的。慕寒的底细他们都调查过，没有任何问题。虽然他的道法很强，但想来都是因为五行法的缘故。”云青山并不反驳，反而笑得更开心了。众人忍不住翻白眼，他们可能又被掌教耍了，在无知之中陪着掌教演了一场戏。而慕云迪则忍不住叹息，慕寒被掌教收为弟子，如今圣子的地位更加稳固，陆勇的复仇更加困难了。除非将来有一日陆勇的修为能超越慕寒，将他击败，这样的话，也许陆勇还有希望成为圣子。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别的可能。但陆勇真的能击败慕寒吗？慕云迪心中再也没有一点把握。他心中叹息，向云青山拱手告辞。慕云迪已经明白云青山的意思，他让自己过来，并不是参与审问慕寒，而是告诉自己，慕寒不是陆勇能够惹得起的，让从他们这一脉以后老实一点。其实不用掌教敲打，就今天看到慕寒可怕的天资悟性后，慕云迪的心里再也生不出和其争斗的想法了。这家伙晚上要睡不着觉了。望着离去的慕云迪，李林感叹道：“对方的背影有些佝偻，显然是受到了巨大的打击。”云青山淡淡一笑，慕云迪当年就是和他争夺圣子之位失败，这才导致慕云迪对圣子的位置如此执着。但是宗门的传承不是儿戏，谁能成为圣子，看的是品质，看的是修为。而陆勇天赋不足，甚至没有足够的心胸，这一点和慕寒相比，他差得远了。更何况慕寒昨日的表现胆识过人，直面妖月却一点都胆怯。虽然他有些年少轻狂，但这都不是问题，反而让人更加欣赏慕寒。哪个年少不轻狂？想当年他在慕寒这个年纪的时候，比慕寒还要轻狂。但结果呢？他不还是成为了整个青云门的掌教？李林长老，密切注意一下天魔宗最近的动静。我有一种感觉，这一次他们丢了这么大的面子，连续折损2名圣子，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我等千万不要被他们打一个措手不及。云青山叮嘱道：“属下明白。”李林点头，他不敢怠慢，立刻离开了。云青山的目光落在剩下的4个太上长老的身上。4位太上长老，本座希望你们最近尽量不要离开宗门，不要闭关，召集各位真传长老们一起监察宗门，不要让一些宵小之辈偷偷混进来。吴磊咧嘴一笑，道：“掌教放心，我们这几个老东西肯定会让那些敢打歪主意的好看。天魔宗没有动静还好，若是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对我们青云宗有想法，哪怕是邀月，我等也让他有来无回。”他很自信，身为太上长老，实力自然不用说。不过，若说从他们能留下邀月，也是几乎不可能的一件事情。邀月的实力，没有人比他们更清楚了。那是一个不下于掌教的高手，寻常的修炼者连伤害到他的资格都没有。他们这些太上长老单独拎出来，也不是他的对手。众人都离去，而掌教收徒的事情也在青云门之中传开，很多弟子都羡慕到了极点。不少人开始努力领悟五行法，却没有一点效果。
那些杂役则更是发愤，万一他们就是下一个慕寒呢？此时的慕寒正在和萧月对战，别想歪了，就是正常战斗的那种。圣子宫内，萧月压低了实力，在帮助慕寒练就战斗技巧。他惊讶地发现，慕寒简直就是天生的战斗天才，无论什么招数，只要他学上一两遍都能记住，且施展出来也有模有样。还有战斗意识，他也在不停地成长，速度简直超出萧月的想象。刚开始的时候，同境界不动用道法的前提下，慕寒只能挨揍。不过2-3天的时间，他就能和萧月打一个有来有回，足以证明慕寒战斗天赋强大了。换做其他人，萧月同境界出手，根本就挡不住超过10招。九天宗凤舞求见，一个不速之客来了。大婚之后，9成的宾客都已经离开，也有一些关系和青云门比较好的，暂时留了下来，要在这里小住一下，拜访师友。而凤舞就是其中之一，连他的师兄弟们都走了，他自己都没有离开。如今凤舞更是直接来到了圣子宫求见慕寒。他来做什么？萧月有些奇怪，他和凤舞见过几次，对凤舞的感觉还可以，觉得凤舞不过是稍微刁蛮了一点，但本质还是好的。慕寒有些心虚，别人不知道，但是他却知道，凤舞来到这里多半是找麻烦的。毕竟自己曾经打过他某个肉多的地方，换做哪一个女孩子，恐怕都会一直记恨着。嗨嗨，就说我有事情，暂时见不了。慕寒直接回绝。结果萧月的眼神古怪了起来，盯着慕寒，像是有什么大发现一样。慕寒知道萧月误会了，他赶紧解释，不是你想象中的那样，主要是我曾经得罪过他，将那天晚上的事情说了一下。萧月目瞪口呆，同时他有些好气又好笑，怪不得那丫头找上门，原来是因为这个原因。夫君，你真的是过分了，怎么能打女孩子的那个地方？难怪他要找上门来，要是换作是我，肯定不能和你善罢甘休的。萧月白了慕寒一眼，是他先惹我的，我也只是自保而已。慕寒一瞪眼，一副理直气壮的样子，但无论萧月怎么听，都觉得他有些心虚，说话的底气都不足。果然，慕寒很快就蔫了下来。你还是帮我解决他吧，我不想见他。说完，他就躲进了卧室。萧月摇头，但还是走了出去，去见凤舞。凤舞在客厅之中等待，见到萧月走出来，他赶紧站起来。哪怕在刁蛮，但在萧月面前，他难得的老实，什么毛病都不敢有，像是遇到了克星。凤舞最崇拜的就是萧月，将他当作偶像，要不然的话，当初也不会答应洪如风他们去故意找慕寒的麻烦。在他看来，萧月乃是天仙子下凡，区区一个慕寒，曾经的杂役，现在的废人，哪里能够配得上萧月？两人根本就是两个世界的人。凤舞妹妹找我夫君做什么？她现在正在闭关，有什么事情的话，让我转达就可以了。萧月微笑道。听到萧月的话，凤舞张了张嘴，有些难以启齿。他自然不能将之前的事情说出来，难道要告诉萧月自己被慕寒打了某一个位置，心中不忿，想要在临走之前来教训一下对方？就在他犹豫之时，萧月继续说道：夫君对你所做的事情已经告诉我了，他让我向你道歉，说他不是故意的，还请你原谅。什么？他怎么能说出来？凤舞瞪大了眼睛，满脸的难以置信。慕寒居然将那件事情说了出来，这太不要脸了。就算是他不要面子，自己还要脸呢。萧月微微一笑，圣洁又带着一股威严，让人不敢直视。本来凤舞很想发作，但在萧月的气势之下，顿时蔫了。凤舞师妹，这件事情虽然是我夫君的错，但和你也有关系。你若不是听信谗言，向我夫君动手，也不会有那样的事情发生。你们双方都有责任。凤舞为何说到最后反而像是他的错误了？他很想争辩，但在萧月的注视之下，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凤舞发现，其实萧月说的不错，自己确实有问题。这次冲突本来就是因他而起。萧月话锋一转，他轻笑着说：不过我夫君也有问题，我在这里向妹妹道歉，还请妹妹不要介意。如果你真的无法释怀的话，就只有一个办法了。什么办法？凤舞好奇地问。萧月嘴角微微上翘，一双凤眼盯着凤舞，轻声说道：我让夫君去九天宗提亲，娶了凤舞妹妹，这样的话也就不算是坏了你的名声了。什么？凤舞真的是被震惊了，他完全没有想到萧月居然会有这种想法，让慕寒去九天宗提亲。他没有听错吧？到时候你我就真的成为姐妹了，一起好好伺候夫君，为夫君开枝散叶。凤舞他古怪地望着萧月，他是怎么生出来这么奇葩的想法的？让自己嫁给那个家伙，怎么可能？就算是全天下的男人都死光了，他也不会嫁给那个男人。萧月姐姐，小妹告辞，不要送了，再见。他果断转身告辞离去。萧月露出笑容，他就知道会是这个结果。见凤舞跑得飞快，他还是喊道：凤舞妹妹，你好好考虑一下，若是考虑好了，就通知姐姐一声，我让夫君去提亲。结果凤舞跑得更快了，终于走了。慕寒从后面走出来，他松了一口气，他向萧月举起大拇指，感叹道：还是夫人有办法，把这黄毛丫头吓走了。萧月很无辜地眨了眨眼睛，俏皮地说道：其实我是认真的，夫君你太强了，若是能找一个姐妹，也可以为我分担一点。最主要是凤舞乃是九天宗太上长老凤七的孙女，很受凤七的喜爱，一旦夫君和凤舞在一起，你就会得到九天宗的支持，你圣子的地位就更稳了，甚至对你以后登上掌教之位也有极大的好处。他是认真的。慕寒很无语，都说女人爱吃醋的呢，为什么萧月就不一样？他居然张罗着要给他找女人，太离谱了吧？难道是反话？看自己和那个凤舞走太近，
所以想要敲打自己。难道你不难受？慕寒小心翼翼地问道。萧月笑了笑，说道：我知道夫君是喜欢我的就可以了，而且男人三妻四妾不是很正常的吗？我才不是一个妒妇呢。萧月完全不是开玩笑，而是真的那么认为的。慕寒都忍不住感叹：对妻若此，夫复何求啊！夫人，我太感动了。他一把抱住萧月，画面很甜蜜。前提若是慕寒的手没有乱摸的话。夫君，这是白天。萧月娇嗔道：我就喜欢白天。慕寒霸道地说道。不得不说，萧月绝对算得上是一个合格的妻子，对慕寒相当顺从。但他也在心中思量，自己真的要找一两个姐妹了，不然光是夫君这种的需求，他就满足不了，这让他是很愧疚。两人新婚燕尔，在房间之中腻了好几天，到最后易清秀实在是看不下去了，他直接冲进了圣子宫，将两人拽了出来。慕寒，我知道你们新婚，但也不要太过于贪想男欢女爱，就算是你自己不想修炼，胸无大志，也不能耽误萧月，他还要修炼，早日踏入元婴，成就元婴真人。易清秀很不客气地说道。在青云门之中，除了掌教云青山，也只有他这个师姐能教训两人了。对萧月来说，易清秀就是母亲一般的存在。慕寒有些尴尬，低着头不说话。这可是将萧月养大的师姐，和母亲一样教导了萧月一身本事，这种恩情比亲生父母还要重。易清秀说什么，他还只能听着。萧月看着不忍心，他赶紧说道：师姐，你不要怪慕寒，都是我缠着他的，和他无关。易清秀知道萧月是心疼慕寒，他心中感叹了一声，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果然是向着自己的男人的。不过他还是皱着眉头，带着一点不悦，不满地说道：你怎么能这么糊涂？1年之后，乾坤书院要重开山门，收天下天骄进入其中，若无元婴期修为，你希望不大，现在任何时间你都不能荒废了。乾坤书院是什么地方？慕寒好奇地问。他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地方，在他看来，青云门就是世间最强的宗门之一了。你没有必要知道，1年时间你也不可能达到金丹期，没有金丹期连入场的资格都没有，而只有元婴期才有可能会被留下。易清秀说道。他根本就不认为慕寒能进入乾坤书院，也不想给他解释。慕寒忍不住翻了一个白眼，谁说他1年不能进入金丹期？若是能把妖月那个老娘们拿下，5行法顿悟个100多次，成仙都足够了。哪怕拿不下妖月，1年金丹对5行法来说也不是不可能的。大不了多见一些美女，占点小便宜，满足5行法的变态爱好，这样就能提升得更快了。师姐，你不要说夫君了，1年之内我肯定能成为元婴真人，你就放心吧。萧月捏紧了小拳头，向自己师姐保证。见他这么笃定，易清秀这才露出笑容。你是清楚的，进入乾坤学院意味着什么？以你的天资，若是能被院长收为弟子，成为乾坤学院的嫡传，日后你的成就不可想象。这也是我们青云门的大机缘，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次机会。易清秀苦口婆心地说道。慕寒忍不住问道：到底乾坤学院是什么地方？看了慕寒宇一眼，易清秀没有给他解释，而是转身离开。慕寒很无语，这是笃定自己绝对进不了乾坤学院了。见他郁闷，萧月轻笑，为慕寒解释：夫君，乾坤学院不算是一个门派，但却是一个修炼圣地。每隔500年，乾坤学院会开山门，收下一些弟子，传授他们修炼方法，观察他们的修炼历程，然后改善修炼法门，让修炼法门更加完善。萧月笑着解释，他知道慕寒对这些不了解，因为他进入修炼界的时间实在是太短了。虽然有筑基期的修为了，但却对修炼界的事情一点都不了解。这些知识都是修炼界的常识。能被乾坤学院收为嫡传弟子，就注定能成仙；而被收为记名弟子，最起码能成为威震天下的高手。所以无数年以来，人们对乾坤学院趋之若鹜。原来如此，慕寒终于知道乾坤学院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地方。夫人，你进入乾坤学院要在那里待多长时间？慕寒问道。这才是他最关心的事情。萧月神色有些不舍，说道：乾坤学院收徒之后，最少要闭山3年，所以3年之内我们是见不到的。那怎么能行？慕寒相当不满。见他不爽的样子，萧月却笑着说道：你也不用担心，我也未必能入选，到时候天下诸多天骄都会去参加选拔，以我的天资，未必能压得过那些天骄。话是这么说，但看萧月一副自信的样子，慕寒怎么都觉得他是在安慰自己。他沉思了一下，这才说道：到时候我和你一起参加，一起被选中，一起进入乾坤学院，我们就不用分开了。萧月微微一怔，他明白慕寒不想和自己分开，但他还是劝解道：乾坤学院的选拔异常激烈，生死难料，金丹期也只是有参加的资格，哪怕是元婴，也只是其中的佼佼者，算不上至强，到时候会死掉起码30%以上的试炼者，我不希望你冒险。他在担心慕寒。慕寒却露出笑容，说道：那就更要参加了，我要保护好夫人，不让别人欺负夫人呢。萧月哭笑不得，自己说了半天，慕寒想去参加的念头更强烈了，而且还是要保护自己。他心中感动，但神色却极其严肃。我知道夫君不是一般人，能将搬山术修炼到真智化境，更能在10几日的时间将修为提升到筑基期5层，的确天资绝艳。但我希望夫君答应我一件事情。看他一脸严肃的样子，慕寒挠了挠头，他干笑着说道：你别这么严肃，人家怕。噗呲，萧月被他逗笑了，本来还很严肃的氛围瞬间消失。不过他很快收敛笑容，说道：夫君，你要答应我，1年之后，
你若是修为达不到金丹期，绝对不能去参加选拔。我答应你，分别3年，还是天人永隔，我分得很清楚。你夫君我胆子可是很小的呢。慕寒痛快地答应了。听到慕寒自己胆子小，萧月白了他一眼。他要是胆子小才奇怪呢，他没有见过比慕寒胆子还要大的人了，连邀月圣主都敢当面顶撞，甚至还约定了10年之后一战。若说慕寒胆子小，全天下没有一个人会相信的。夫人，其实我距离金丹期不远了。慕寒放开隐藏，展露自己真正的修为。筑基6层。萧月一脸吃惊，他被震撼到了。这才几天时间，也没见他修炼，这就又突破了一重境界。这是什么逆天资质？慕寒满意点头，自己修炼能不快吗？这几日他和萧月朝夕相处，再加上身处青云门灵气浓度几乎最浓的圣子宫，他的五行法几乎每时每刻都以20多倍的修炼速度在刻苦修炼。突破不是很正常的事情。你的搬山术感受到来自于最亲近的人的震惊，得意洋洋。为了下一次更好的装备，正在加速修炼，目前熟练度真挚化近5%。果然，以后要多多的装备。震惊越多，他的搬山术提升的越快。不过，想要快速提升修为，还需要多看看美女。等他学习了一些战斗技巧之后，就要下山走走，这样才有机会见到更多的美女，才能提升实力。毕竟萧月虽美，但看时间长了，五行法也是有审美疲劳的嘛。心中转着念头，慕寒愈发的渴望出去历练了。到时候去拜访一些门派的圣女，再见一些修炼世家的明珠，1年金丹不是问题。运气好的话，也许能冲到元婴呢。你的五行法表示很期待，同时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果然，最激动的还是五行法这个 LSP。接下来，夫妻2人也收敛了一些，毕竟进入乾坤学院是一个很大的机缘。虽然很喜欢和萧月黏在一起，甚至怎么腻歪都不够，但他也知道不能耽误萧月的修行，所以他也尽量克制自己，努力修炼。当然，努力修炼的办法就是天天在宗门之中溜达，看那些漂亮的师姐师妹，让五行法努力修炼。伊清秀出现过，有些不满，觉得慕寒太不务正业了，将他教训了一顿。在他看来，慕寒哪怕赶不上乾坤学院开山，但好歹是宗门的圣子，不应该这么懈怠。师姐，你误会了，我只是看遍大好河山，与自然合一，领悟自然大道，我这是在悟道。慕寒一本正经的解释。伊清秀冷哼了一声，他讽刺道：屁的看遍大好河山，你的眼睛都瞄在什么地方？你以为我不知道？全都在那些漂亮的女弟子身上，你要是这样也能修炼，怕是那些 LSP 都羽化飞仙了。此乃人道，师姐你不懂，这是我特有的道。慕寒解释。别给我瞎掰，你要是有证据能证明你这样能提升修为，以后哪怕你找100个女人，我都不去管你，否则的话，你就给我滚回去闭关。伊清秀呵斥，此时真的很像是一个老岳母，一点都不客气，管束慕寒。就算慕寒是圣子，站在伊清秀的立场之上，也可以去管教。他在萧月的面前虽然是师姐，但做的却是师傅和母亲一样的事情，所以管束慕寒起来，那叫做一个不客气。慕寒叹了一口气，他解除隐藏，筑基6层的修为展露出来，伊清秀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这才多长时间，慕寒居然又提升了一个小境界。婚礼结束的时候，他才筑基5层，现在已经筑基6层了。难道看美女真的能提升修为？他看了路过的那些女弟子，却没有任何所得。难道需要男的才行？他打定主意，回去让自己家老头试验一下。不过此时他望着慕寒的脸色却好看了不少。伊清秀离开了，但还是告诉慕寒要稍微克制一点。已经有女弟子不满了，认为他要打他们的主意，都说要避开慕寒这个登徒子。慕寒无语，自己哪里是登徒子了？他不过只是以欣赏美的眼光去看那些女弟子，发现她们身上的美好而已。结果在那些人的眼中，他就成为了一个登徒子了，真是天大的冤枉。郁闷过后，慕寒继续搜寻女弟子，要提升实力，这是必不可少的一个过程。登徒子就登徒子吧，总比被称作废物好。伊清秀和慕寒分别找到了自己夫君。当他说要李林去看美女弟子的时候，李林的腿肚子都发颤。夫人，我真的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情，更没有看别的女人的意思，我很老实的，从来没有犯过错，你不要听一些谣言啊。他心中发虚，但并不是因为做错事情，而是怕伊清秀误会了什么。自己夫人的强悍，他是心中有数的。要是真的犯了什么错误，打断自己的腿都是小事情。伊清秀哭笑不得，他瞪了李林一眼，说道：老娘自然知道你做对不起我的事情，只是想要验证一件事情。你在这里等着，我喊一些人过来。他心中嘀咕，李林若是敢犯错，他早就已经打断李林的腿了，还能留他到现在？很快，伊清秀带来了一群女弟子，个个肤白貌美，大长腿。她们并排站，摆出最漂亮的姿势，让李林去看。李林赶紧转过身，他大喊道：夫人，你这是何意？我对你的心日月可见。他还以为这是求生欲考验呢，所以赶紧表忠心。但他心中却在呐喊：一群年轻貌美的女弟子啊，谁能扛得住？他人老心不老啊，自认为绝对顶不住，所以不敢去看。那些女弟子的表情也有些不自然，她们被伊清秀找来做这种事情，让她们觉得很羞耻。一群女弟子有一种站在青楼之中，站在那里给客人选的感觉，这让她们很不自然，很想逃离这里。但碍于伊清秀的威严，她们也只能站在那里，勉强保持镇定。转过身来，伊清秀轻喝道：让李林转过来。李林却没有转身，难得违抗自己妻子的命令，他高声道：不可能的，我宁死不屈，不会背叛你。
别的女人就算是再漂亮，在我眼中也如同烂泥。夫人，你放心吧，我不会做出背叛你的事情的。伊清秀哭笑不得，他压根就不是那个意思，只是想要验证一下慕寒的修炼方法。若是管用的话，以后门派还真是要多招收一些女弟子呢。而且标准要以容貌为主，不是以天资为主了。当然，有天资又有容貌的，那是最好不过的了。他走过去，一把捏住李林的耳朵，没好气地说道：“我知道你不敢背叛我，我只是想要你去验证一些东西。你给我转过身来，就算是你看他们，我也不会生气的。”李林却宁死不屈，因为担心伊清秀在钓鱼执法，他又不是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作为一个饱经考验的老干部，他自然不会上当。放心，这一次不是故意忽悠你的，你可以看。伊清秀哭笑不得，但也知道是自己以前把他吓得太狠了，否则的话，李林不会如此表现的。李林将信将疑，这才转身，主要是耳朵都要被扯掉了。他目光在那些女弟子身上打量，发现伊清秀确实没有生气，心中才松了一口气，渐渐的胆子大了一点。不过他表情还是异常严肃，没有一点让能挑出毛病的地方。看他的样子和平时指点弟子修行一样，有什么感觉没有？伊清秀关心地问道。这些弟子容貌不俗，气质也是上佳，但和夫人相比还是差了不少，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李林认真地说道。他先是夸奖了一下那些女弟子，也没有直接说她们长相不行，不然的话岂不是说自己夫人眼光不好？同时他又表示，这些人的容貌都无法与自己家夫人相比。这么完美的回答，找不出来任何毛病，连李林都想要给自己点一个赞。这也是久经考验锻炼出来的，全都是血的教训。伊清秀很受用，但还是无奈问道：“我是说，你道心如何？有没有感觉到道境提升？”道心无恙，依然只有夫人。至于道境提升，谁说看美女能提升道境？浮华尘世，红粉骷髅，于我眼中不过只是空，除了夫人之外，我眼中再无他人。李林正色道，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但伊清秀也看出来，李林确实没有任何提升。也就是说，所谓的看美女提升实力，如果不是慕寒胡扯，那就是只适合他一个人的办法，对别人来说是没有用处的。我知道了，你们都下去吧。他摆了摆手，让那些女弟子都离去。那些女弟子也松了一口气，她们还真担心被李林看上，倒不是不想攀附上这种宗门的实权人物，若是圣子那样的俊俏人物，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李林长老虽然实力强大，是宗门的传奇人物，但他那长相也实在是忒老忒丑了一点了，他们还是无法接受被这样的人看上的。也就是伊清秀长老将李林长老当成一个宝。夫人，你这是何意？李林有些诧异地问道，心中还是很不舍的。这么光明正大的看漂亮女弟子的机会，委实不多呀。伊清秀说出了慕寒的事情，李林一脸诧异，他古怪地看了一眼自己夫人，他那么聪明的一个人，怎么会相信这种借口？看美女提升修为，除非是西花宗的那群 LSP， 从来没有听过谁看美女能提升修为的。夫人，我看你多半是被慕寒那小子骗了。你知道当初我带他回山是在哪里得到他的消息吗？李林直接将慕寒卖了。哪里？伊清秀眼神一冷。芙蓉坊。李林嘿嘿一笑。芙蓉坊那是什么地方？没有人不知道。虽然说其中大部分是歌姬，卖艺不卖身，但经常出入那里的人，若不是有点歪心思，又怎么可能经常去呢？伊清秀脸色一冷，他已经明白李林的意思，自己被慕寒那家伙骗了，他脸色难看，就要去找慕寒的麻烦。结果李林拉住了他，劝道：“好了，你也不要生气，我看慕寒也是相当有数的人，不会做出出格的事情的。”有数？伊清秀不觉得，他觉得慕寒相当不靠谱的。不过他还是克制住了冲动，毕竟慕寒乃是圣子，就是看几个女弟子而已，也没有过分的行为，自己也没什么借口去找他的麻烦。想到这里，他强忍着冲过去的冲动，冷冷地说道：“希望他真的心中有数，不然的话，我打断他的第5支。”李林打了一个寒战，他心中为慕寒祈祷，摊上这样师姐丈母娘是他的不幸。伊清秀一旦发疯，别说是圣子，连掌教都敢动手。慕寒此时正在云青山处，掌教云青山开始为他讲解修炼方面的东西。修炼界浩瀚无边，我们青云门也不过偏安一隅，甚至在这里都算不上最强，和真正的顶级宗门相比，差得太远。云青山一脸郑重地说道。慕寒想到了这种可能，倒也不惊讶，他继续听着，没有插话。修炼界分为8荒4海，我们青云门就在8荒的东荒边缘，并非最灵秀之地，东荒中央为中州之地，其中强大的宗门比比皆是，青云门在其中也只算是一个2流的门派，远远称不上强大。那乾坤书院呢？慕寒惊讶地问道。他很想知道乾坤书院的排名。云青山有些意外，但想到多半是萧月告诉慕寒乾坤书院的存在，他解释道：乾坤书院不一样，那是超然在各大宗门之上的地方，哪怕顶级的宗门也不敢说能撼动乾坤书院。这么强？慕寒吃惊了，他本来以为乾坤书院哪怕比青云门强，但也不会强了太多了，毕竟在他眼中青云门已经算是极强的了，没想到乾坤书院居然远在其他宗门之上，连顶级宗门都几乎无法与之相比。不错，本来以你的天资很有希望进入乾坤书院的，可惜时间太短了，1年之后乾坤书院就开院了，已经来不及了。云青山有些可惜地说道。他很看好慕寒，但也知道时间太短了，慕寒很难在1年的时间之内冲上金丹期，而要进入乾坤书院，金丹期是一个门槛。慕寒微微一笑，却没有说什么。1年之后，他会让所有人都震惊。现在我开始为你具体讲解修行的境界吧。云青山转移话题，不想打击到慕寒。
慕寒顿时露出倾听的神色，他只知道元婴真人，元婴之上是什么，他一点都不知道。毕竟他之前只是一个杂役，能得到的信息很有限。云青山开始讲解，修炼境界从低到高，分为炼气、筑基、爆丹、金丹、元婴、化神、反虚、渡劫。渡劫之后就是大成了，可以飞升仙域，成为仙人，但还可以在人世间停留一段时间。这个境界的强者基本上是无敌的存在了，可以横扫人世间。他们在某种意义上其实就是仙。听到这里，慕寒好奇地问道：“掌教，那你是什么修为？反虚还是渡劫？”云青山尴尬一笑，他羞愧地说道：“贫道化神巅峰，距离反虚也只是一线之隔了。”这么低？慕寒惊讶地说道。随后他便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他赶紧补救道：“师傅，您不要误会，我不是嫌弃您修为低，只是觉得我们青云门掌教才化神境界，有些不可思议。”他这一解释，云青山脸色更黑了。这还不是嫌弃自己修为低？慕寒闭嘴了，现在怎么解释都是错的。云青山苦笑了一声，他感叹道：“也确实低了一点，我让门派蒙羞了。青云门也曾经辉煌过，渡劫期、大成期的高手都不止一个，至于反虚层次的强者更是有不少。可惜那个时代终究过去了，那个时代的强者有的已经飞升，有的渡劫失败，化作飞灰。青云门青黄不接，实力衰弱了下去。到了他这一代，化神期已经是明面上最强的存在了。妖月也是化神期。”慕寒突然想到了这一点，他实力和掌教相当，应该也是化神期，不错了。本来慕寒还以为妖月和掌教怎么也是修炼界最顶尖的存在，结果让他很是失望。看到他一脸失望的样子，云青山哭笑不得。他瞪了慕寒一眼，训斥道：“你以为化神期很容易吗？有多少元婴真人都卡在了化神期这个层次，况且你师傅快要突破了，迈入反虚境界，到时候也不算是丢人了。一般情况之下，一个顶级宗门的宗主也不过反虚境界，反虚之上，渡劫期随时准备渡劫，而大成期忙着巩固基础，准备飞升的事情，也只有反虚和化神境界出来主持大局。”慕寒没有反驳：“您老说什么是什么呗？他不过只是一个弱小又无助的筑基期，自然反驳不了什么。好了，今天我为你讲解每个境界修炼要注意的地方。”云青山转移话题，要再在这个话题上继续，被自己徒弟鄙视，他都想撞墙了。慕寒认真听讲，云青山从炼气一直说到了化神，到了反虚，他就停止不说了。慕寒听得津津有味，这些东西对他而言，貌似也不是那么难以理解。师傅，怎么不继续了？他有些意犹未尽。你都听明白了？云青山有些不可思议。慕寒点头，他真的是明白了，而且非常清楚。云青山问了几个问题，慕寒都能回答上来，都是他讲过的东西，还掺杂着自己的理解，这让云青山吃惊，因为慕寒说的大体都对，甚至有些地方连他都没有想过。如今被慕寒一说，有些茅塞顿开的感觉。他望着慕寒的眼神有些复杂。这样一个弟子，哪怕资质再差，光是这种悟性，日后成就都不会低。况且慕寒领悟了五行法，谁敢说他的资质差？十几日的时间踏入筑基期，五行法的妖孽可见一斑。见慕寒要求自己说反虚境界的东西，云青山一脸无奈：“我自己还没有达到那个境界，就算是说了，也不一定是对的。我还是给你讲解一下道法吧。”好，慕寒也不强求，他也知道自己这个师傅的境界真的是有些低了。云青山想了一下，这才说道：“为师那日见你施展剑法颇为高明，既然这样，为师就将自身绝学化龙剑传授给你吧。”化龙剑一听就相当不凡啊！慕寒狠狠点头，一脸期待。云青山拿出剑谱就要为慕寒讲解，哪知慕寒刚打开剑谱，他的脑海之中就响起了一个声音：“化龙剑感应到你体内的乾坤剑气，主动要求被领悟。你已经领悟化龙剑，目前熟练度入门。”这么轻松？慕寒嘴角微微上翘，他脑海里已经多了一些化龙剑的感悟。莫等他高兴，他脑海之中又传出声音：“你的乾坤剑觉得化龙剑很美味，一口吞掉了化龙剑。你的乾坤剑进化成为乾坤化龙剑，目前熟练度入门，修炼进度1%。”慕寒嘴角的笑容顿时消失，又被吞掉了。这尼玛，除了搬山术之外，这乾坤剑居然也能吞噬别的剑法，服了，不愧是亲哥俩呀！这一家子有毒，意思是就不让我修炼别的进攻道法呗？只见云青山神色严肃说道：“这是我达到化神期之后，融合了之前所学，一日迎着朝霞尿尿，不对，是迎着朝霞练功的时候领悟出来的剑法，其中蕴含着我毕生修炼之道。一般人修炼想要入门，都需要数年的时间。”他对自己的这一门剑法很是自傲，否则的话也不会这么郑重其事。哪怕宗门之中历代宗主的剑法，也未必有我这化龙剑玄奥。云青山自信地说道。慕寒犹豫了一下，然后说道：“师傅，我好像学会了。”云青山的表情一僵，他有些不悦，说道：“莫要胡言乱语，化龙剑如此深奥，你怎么能那么轻松的学会？不要为了表现自己就说自己会了，哗众取宠是要不得的。”慕寒犹豫了一下，然后以指代剑，他打出一击乾坤化龙剑，五彩浮现，在他背后化作一个五彩剑轮，而后慕寒向前一指，剑轮化作一头五彩斑斓的虚幻神龙，向前方冲击过去。他这一次以五行灵力催动，剑光虽然依然暗淡，但是却呈现5种色彩。剑龙冲击的方向正是云青山，这也是慕寒刻意为之，
毕竟整个房间之中最抗揍的就是云青山了。他区区一个筑基期的剑气，掌教应该轻轻松松就能挡下来吧？云青山看到慕寒竟然真的秒学会了，震惊到了极点，甚至都忘记躲避。剑龙落在他的身上，将他直接砸飞了出去。云青山撞塌了半面墙，狼狈飞长。慕寒也很吃惊，和之前的乾坤剑相比，这一道剑气至少强盛了1倍。若是当时他拥有乾坤化龙剑，第一道剑气就可以斩杀路线。有一些路过的弟子看到这一幕，全都呆愣在了原地。那是掌教，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青云门无敌的掌教居然被人从自己的房间打出去了。然后他们就看到圣子慕寒从房间里面钻了出来，站在破洞的位置，尴尬一笑：“师傅，你没事吧？”众人面面相觑。圣子打了掌教？雾草，这绝对是一个劲爆的消息啊！你的搬山术感应到巨大的震惊，修炼速度增加，目前熟练度真质化境9%。慕寒发现，自从到了真质化境，搬山术的进度也变得慢下来了。你们不准传出去，不然的话，逐出师门！瞪了他们一眼，云青山冷哼道。众弟子吓得赶紧离开，同时心中暗暗告诉自己，千万不要说漏嘴了说出去，不然的话，掌教为了脸面，真有可能将他们逐出师门呢。师傅，我不是故意的，我没想到你居然没有抵抗。慕寒解释，一脸愧疚，但云青山怎么看都感觉他嘴角有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他冷哼了一声，但终究没有发作。我是故意的，想要看你是否真正的领悟了化龙剑。你果然没有让我失望，看你刚才的样子，应该是将化龙剑与你之前的那个剑法融合在了一起，所以才能爆发出更强的威势，这样很好。云青山能看出来这一点，慕寒一点都不奇怪。身为青云门掌教，也是明面上的青云门第一高手，他若是连这一点能耐都没有，那也不配做掌教了。化神期的修为可不是闹着玩的。好了，今天就到此结束，你再回去领悟剑法吧。明天你过来，我传授你别的东西。是。慕寒离开，他却不知道云青山望着他的眼神充满了复杂，只是看了一遍就能领悟他的化龙剑，这是何等妖孽的悟性！这个圣子真的是选对了。云青山仿佛看到了青云门再度崛起的日子。又过了几日，云青山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教导慕寒的了。他说的东西，慕寒一学就会。接下来就是实战，云青山亲自出手，他将实力压在和慕寒一个层次，然后两人战斗。第一个回合才不过3招，慕寒就被击败，这让他很不服气，再次挑战。这一次他坚持的时间稍微长了一点，坚持了4招，但是他却不气馁，继续挑战。1天的时间，他挑战了云青山30多次，每一次都被击败。而且因为他进步神速，不是每一次云青山都能留住手。30多次之后，慕寒遍体鳞伤，已经看不出人样。最后他运转五行法中类似五雷断体术的秘法，五脏之中有雷霆浮现，却不是毁灭，而是激活雷霆之中的生机，游走全身，在修复他的伤势。你的五行法衍生的秘法，经过多次使用，有了他自己的想法，秘法开始脱离。恭喜你获得五雷断体术真本。你的五雷断体术修复好身体的一次重大伤势，熟练度入门，修炼进度10%。慕寒心中一喜，竟然获得了五雷断体术真本，意外之喜啊！而且这真本不仅仅可以炼体，还能修复伤势，以后他和人争斗的时候就不怕负伤了。牛逼！云青山有些意外，他能够感觉到慕寒的变化，他身体之中有一股力量在快速修复着他身体的伤势。内养五星神雷，锻造五脏，这是五雷断体术。云青山吃惊地说道，也是从五行法之中演化来的。慕寒解释，又是五行法。云青山深深感慨五行法的逆天，他有些羡慕，但也知道五行法并不是谁都可以修炼的。云青山年轻时也曾参悟过，但却无法领悟，不符合条件。而在符合修炼条件的众多杂役之中，也只有慕寒一个人领悟了五行法而已。师傅，我们继续。慕寒目光灼灼，挑战了云青山30多次，他已经可以在云青山的手中撑7招了。他有些羞愧，自己天资真的不行，毕竟对战方面并不像是修炼，可以靠自己武学开挂，战斗靠的就是磨练和天赋，而他自身的战斗天赋貌似真的不够强。他却不知道云青山表面不动声色，心中却早就掀起了轩然大波。慕寒的成长他是看在眼中的，从一个完全没有战斗经验的初学者，到最后能在他手上坚持7招，也才仅仅过了1天而已。要知道云青山虽然只动用和慕寒差不多的实力，但他却有化神期的境界，以他化神期的境界，同样的力量所发挥出来的实力，肯定比一个筑基期发挥出来的战力要强太多太多了。换做别的筑基期小辈，能在他手上撑过3招都算是惊人了。现在不过1天时间而已，慕寒就已经能坚持到了7招，这代表着什么？云青山很清楚。听到慕寒还要继续，他摆了摆手说道，今天到此为止吧，我也有些累了，而且你虽然有五雷断体术，但终究是要消耗本源，你回去好好休息，我们明天继续。慕寒行礼退下，他回到圣子宫，发现萧月正在闭关，便独自休息去了。睡梦之中他还在战斗，琢磨云青山的招式，一觉醒来颇有所得。第2天一大早，慕寒就到掌教宫内请安。云青山睁着惺忪的睡眼，你不用这么勤奋，我还没休息好。他打了一个哈欠，很是不想起来。自从收徒之后，每天慕寒准时过来，这让他感觉到自己有一种上班了的感觉，
这种感觉相当不爽。师傅，人不能这么懒，身为修炼者，我们一定要上进，这样才能成仙，才能达到更高的境界。你这样被懒，列祖列宗若是知道，哪怕在仙界都会降下神雷劈死你的。慕寒一本正经地说道。云青山有些发呆，他听到了什么？自己貌似被徒弟教训了，还列祖列宗降下神雷劈死他。他忍不住翻了一个白眼，很想揍这个弟子一顿，让他学会好好说话，知道谁才是师傅。不过在慕寒这么大义凛然的说辞之下，他也只能振奋精神。两人来到演武场，昨天的大殿已经被拆得差不多了，没法用了，现在正在修葺。演武场才是实战的最好地方，不怕折腾。两人站定，慕寒直接动手。云青山压根就没有反应过来，就被慕寒一道剑气劈在身上。他再次翻滚出去，跌落在不远处，灰头土脸。那些起得比较早的弟子都看到了眼前这一幕，他们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他们看到了什么？掌教被圣子打飞出去。圣子这也太牛了吧，简直是他们的偶像。云青山脸色发黑，他有些后悔来演武场了。慕寒这家伙也太不讲究，竟然搞偷袭！偷袭我这个老前辈，都怪自己大意了，没有闪，这才让门内的弟子们看了笑话。云青山冷哼一声，这一次他稍稍提升了一点实力，直接冲了上去，竟是要和慕寒贴身肉搏。慕寒本来还在激动，自己终于击中了师尊，结果接下来他面对的就是云青山狂风暴雨的攻击。3招过后，他躺在地上，双眼无神，又被击败了，而且还变成了3招。慕寒很郁闷，昨天晚上他做梦都在战斗呢，对抗师傅，结果还是不行，一觉醒来只能挡住他3招。我果然天资不行，战斗天赋奇差无比，所以我要更加努力，不能给师傅和宗门丢脸。慕寒喃喃说道。云青山听到他的自言自语，他嘴角轻轻抽搐了一下，心中考虑自己要不要告诉慕寒真相。其实刚才他悄悄地提升了3成力量，慕寒的表现比昨天还要好得多。刚才的攻击若是换作昨天的慕寒，怕是一招都挡不住。我要努力，更加努力，争取击败师傅，将他也海扁一顿。慕寒继续自言自语。云青山瞬间打消了告诉他真相的念头，同时暗自将战力又提升了一层。想要海扁自己这是收了个什么徒弟啊？起来，在那里躺着做什么？起来给我继续！云青山怒吼道。慕寒瞬间站了起来，他眼睛都红了，盯着自己师尊，大喊道：我要努力，海扁师尊！云青山 Sigma 口号就不要说出来了好不好？对于慕寒来说，又是不停被殴的一天。不过到了最后，他终于恢复了昨天的水平，又挡住了云青山的7招。今天他挑战了云青山起码40多次，中间有几次负伤，他运转五雷断体术恢复了伤势，五雷断体术也快速提升到了熟练的境界。同时他能够感觉到自己的体质比之前强盛了一大截，这是属于肉身之上的突破。和修为不一样，肉身之上的突破是可以直接增加战斗力的，且在战斗的时候恢复能力和抗击打能力也会超越其他同层次的修士。熟练层次的五雷断体术运转起来，五脏都有雷音传来，有勃勃生机散发出来，滋养肉身。慕寒尝试着在战斗的时候运转五雷断体术，结果真的很有效，他的体质强盛了一大截，和搬山术一起运转，增幅他的实力。如今他虽然才筑基期6层，但慕寒觉得自己甚至可以和爆丹境界的修炼者扳手腕。可惜的是他战斗天赋太差，战斗经验方面肯定和对方有差距，无法发挥出来一身的实力。周围的弟子本来有些看热闹的成分在其中，但很快他们神色凝重了起来，望着慕寒的眼神带着深深的佩服。被击倒数10次，又继续站起来，身上几乎没有一处完好的地方。这种毅力，哪怕是他们也没有。吴峰也来了，几日不见，他气息愈发的沉稳，且和之前有些不一样。他居然踏入了爆丹期，凝聚出来虚丹，真正成为了一方高手。他也在和人切磋，验证自身的实力。一个爆丹期2层的师兄被他击败，随后他又挑战更强者，最后被一个爆丹期5层的师兄压制，费了一番手段，那个师兄才将他击败。在那个师兄的手中，他坚持了上百招。本来吴峰还有些得意，当看到慕寒一次又一次从掌教手中落败，然后又一次一次爬起来之后，他沉默了，休息了一下。吴峰继续向那个师兄发起挑战。自己天资普通，比不过圣子，若是在努力上面还不如圣子的话，岂不是要被远远甩在身后？其他的青云门的弟子也被刺激了，他们都疯狂了起来，努力提升自己。连圣子都那么拼命修炼，他们又有什么颜面懈怠呢？看到如此积极的修炼氛围，云青山相当满意，赞许的目光落在慕寒的身上。这个圣子他是选对了，起的带头作用很好。最后慕寒过来向云青山请教，他很疑惑，为何自己昨日坚持了7招，今天明显更强了，却依然只能坚持7招。云青山自然不能告诉他是自己提升了力量，他眉头紧皱，告诉慕寒是因为他战斗天赋太差，否则的话一般人2天的时间怎么也能进步一点的。但他还是原地踏步。慕寒相信了，若不是天赋太差，他怎么一点进步都没有？自己天赋果然垃圾，幸好他的功法有自己的想法，不受限于资质，这是他的优势。至于战斗方面天赋差，他也要改善，要靠努力去改变。慕寒神色沉重地回去了。这时李林出现，一脸赞赏地望着慕寒离去的方向。圣子的战斗天赋强得一塌糊涂，他如今的进步抵得过一般弟子2、3年的苦练了，
掌教，为何圣子还是一副不开心的样子？云青山微微一笑，我暗中提升了力量，然后告诉他是因为他天赋太差，没有进步，所以他才会如此失落。李林无语，难怪圣子进步那么明显，却一点都不高兴。圣子天赋超卓，哪怕原本修炼资质低劣，也因为领悟了五行法而变得超凡。有圣子存在，我青云宗的未来必然是辉煌无比的，我期待他的崛起。云青山激动地说道。所以掌教担心圣子会骄傲自大，所以才打击他，让他继续努力。不错。云青山点头。他当然不会告诉李林，主要是因为慕寒一来就打了他翻了一个跟头，在弟子面前丢人了。他的行为不过只是赤裸裸的报复而已。李林一脸钦佩，果然不愧为掌教，想的就是比他们这些人要深远太多了。一连半个月，云青山发现自己再也没有什么可以教的了。慕寒的天赋确实强得惊人，当然这指的是战斗天赋，且他的努力也激起了其他弟子的斗志的修炼愈发的努力了。云峰的后山这里鲜少人过来，慕云迪有些担忧，因为陆勇将自己关在这里已经有半个多月了，哪怕是他这个做师傅的，陆勇也不愿意见。他担心这样下去，陆勇会彻底废掉。但每次他强行进入后山找到陆勇，陆勇都会很平静，告诉他自己没事。不知道为何，慕云迪觉得陆勇变得很陌生，自己对他都有些看不懂了。而且他惊讶地发现陆勇的实力在恢复，而且是那种极其快速的在恢复，这让他有些欣慰的同时又有些疑惑。难道因为慕寒的打击让陆勇更加努力，激发了他的斗志，所以才让他修炼更加努力，所以境界才提升得这么快吗？他没有想那么多，总之弟子在不断恢复，对他而言就是好事。至于性格有所变化，那也是正常的。换做其他人，经历了那么大的事情，性格都会有些变化的。当然，他的担忧很快就消失了。陆勇出关，性格又恢复到以前，或者说比以前还要好。他愿意放下身段，结交一些不如他的人，甚至指点那些弟子的修炼，这让一些外门和内门的弟子有些受宠若惊。这一日，吴峰找到慕寒，圣子，有件事情你知道吗？对着没头没尾的一句话，慕寒有些疑惑。什么知道不知道？他望着吴峰，无奈地翻了一个白眼，说道：我不知道。吴峰也知道自己说话太没头没尾了，他嘿嘿一笑，然后正色道：最近宗门的几个外门弟子失踪了，被找到的时候都变成了白骨，大家都怀疑这是天魔宗的报复，是针对圣子你的。慕寒微微一怔，他倒是不知道还有这样的事情。最近他一直最新提升实战经验，确实没有关注外界的事情，主要是他这个圣子没有根基，暂时在宗门之中还没有自己人，有什么事情别人也不会告诉他，所以他也没有渠道知道。确实是天魔宗出手吗？慕寒神色凝重，差不多，绝对是魔宗功法，不出意外的话，应该就是天魔宗的报复。圣子你最近要小心，有传言我们之中还有天魔宗的探子，也许会对你下手。吴峰提醒，他神色凝重，很是担忧和生气。天魔宗屡次对青云门下手，已经让青云门的门人弟子们都震怒了，若非实力不济，他甚至都想要打上天魔宗，讨回一个公道。慕寒表情一凛，天魔宗的探子，这倒是有可能，连大护法李松熙那样的人都是天魔宗安插的探子。由此可见，天魔宗为了对付青云门，到底花费了多少心思。若说现在青云门之中还有天魔宗的探子，他一点都不奇怪。只是慕寒隐约感觉到有点不对，若真是天魔宗的探子，他为何要暴露自己？只是为了报复？这样未免有点太得不偿失了。斩杀几个外门弟子，对青云门来说无关痛痒，若说是警告的话，天魔宗的手段未免有点太小儿科了。我知道了，你最近也小心一点，我担心他们会对真传弟子出手。慕寒沉声道。吴峰眼中闪过一道厉色，他冷冷地说道：我倒是希望他们对我出手，这样的话就可以知道那个探子是谁了。我倒是想要看看到底是谁如此无耻，吃里扒外。他很生气，杀意凛然。吴峰对于门派有着很强的认同感，无论是谁针对宗门，对他而言都是最大的敌人，他自己会跳出来的。慕寒眼中闪过一道金光，他心中隐约有种猜测，这件事情也许并不是吴峰想的那样，邀月那个女人应该不至于那么简单。还有一件事情，吴峰眼中有些惊叹。慕寒望向他，示意他继续说下去。陆勇的实力恢复了，甚至一举冲破筑基，成为了爆丹，掌教都亲自检查过，感叹他因祸得福，破而后立，然后免了他面壁半年的惩罚。吴峰说出一个消息，当然在他看来，这对慕寒来说未必是一个好消息。陆勇应该是恨透了慕寒了。慕寒微微一笑道：那就要恭喜他了。吴峰有些惊讶，忍不住说道：圣子，难道你不在意？慕寒哑然失笑，他嘴角微微上翘，露出一抹笑容，说道：这是一件好事情啊，我青云门后辈之中又多了一尊高手，我自然高兴。吴峰盯着慕寒，见他一脸平静，不像是在说谎，这让他忍不住感叹道：圣子胸襟广阔，让人佩服。慕寒继续说道：况且就算是他再强，也不是我的对手，爆丹又如何？我又不是无法击败他。他自信无比，神采飞扬，哪怕战斗天赋垃圾，但是他有搬山术等强大的道法，还怕一个陆勇？对方还威胁不到他，只要曾经被我击败的人都不会再被我视作对手。慕寒背负着双手，异常装逼，但是吴峰望着慕寒的眼神却带着一丝崇拜，他不认为慕寒在装逼，而是感叹圣子好大的气魄，这一块他就比不过慕寒。圣子，吴峰师兄，你们在聊什么？一个声音传来，陆勇居然从远处走来。
他表情平和，不带有一点厉色，走到两人面前，然后陆勇向两人行礼，道：“见过圣子，见过吴峰师兄。”慕寒和吴峰对视一眼，他们都有一种见鬼了的感觉。这真的是陆勇？且感应到他一身实力，确实是爆单无疑。只是一个人的性格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变化？和之前的陆勇相比，此时的陆勇给人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吴峰皱了皱眉头，他淡淡的说道：“还没有恭喜陆勇师弟，实力突破爆单境界，晋升护法职位。师弟如此天赋，将来成就必然远远在我等之上啊。”陆勇微微一笑，道：“和圣子还有吴峰师兄相比，陆勇岂敢骄傲？至于突破到爆单，只是侥幸而已，远远无法和圣子还有吴峰师兄相比。”他很谦虚，一点都没有以前的锋芒，这让两人面面相觑。眼前此人真的是陆勇。两位师兄，以前陆勇不懂事，有得罪的地方，还请恕罪。过几天陆勇设宴，向两位师兄赔罪，还请两位师兄一定要赏脸。陆勇继续说道。吴峰淡淡的说道：“赔罪就不用了，只要陆勇你别记恨我和圣子，我们就满足了。”陆勇微微一笑，他摇了摇头，说道：“怎么会呢？若非师兄和圣子两人，我也不会破而后立。有了如今的成就，我应该谢谢你们才对，怎么敢记恨二位？”师兄说笑了，见他态度如此好，哪怕自己讽刺他，他都无所谓，一点都不生气。吴峰也露出一抹笑容，他点了点头，说道：“既然你话都说这了，我就给你这个面子。”我也一样。慕寒耸了耸肩说道：“多谢二位师兄了。”陆勇笑了笑，然后转身离去。他在演武场之中指点其他师弟们修炼。不正常。吴峰看了慕寒一眼，暗中传音道。慕寒点头，他也和吴峰一样的感觉。陆勇的表现确实不正常，对方以前是什么样子的人，他们再清楚不过了。狗是改不了吃屎的，若是狗改掉吃屎了，大概率是这只狗在装模作样。圣子，你说那些弟子的死和他有没有关系？吴峰突然问道。慕寒看了他一眼，他提醒道：“莫要多说，除非有证据，否则的话绝对不要说这样的话。别忘了，他是慕云迪长老的弟子。慕云迪是真传第一长老，他的修为很强，元婴后期，就差一步就可以踏入化神期了。哪怕是五位太上长老和他对上，也没有必胜的把握。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慕云迪在宗门之中的地位不低于5个太上长老，只是相对而言少了一些功绩而已，所以才没有晋升到太上长老的位置。”吴峰说他弟子有问题，很容易引发矛盾，毕竟杀害同门又是天魔宗的奸细，这种事情兹事体大，不能轻易扣帽子。哪怕他们再不喜欢陆勇，也必须要注意这些。是。吴峰沉声道。自从慕寒在婚宴上大发神威之后，他对慕寒就很认可，真的将他当作圣子，且隐约有追随他的意思。慕寒也看出来了这一点，他当然愿意接受吴峰。吴峰一旦追随他，就代表着太上长老吴磊站在他这一面，加上李玲和师姐夫妻二人，他这个圣子也算是有了自己的底气。当然，慕寒更清楚，要想成为青云门的圣子，真正让人敬畏，还需要他自身的实力提升起来，其他的东西都是外物，关键时刻还是要靠自己。云青山也召集诸位长老前来商议，已经连续死了5个弟子，再这样下去，整个青云门怕是要人人自危。云青山目光扫过诸位长老，他沉声道：“你们认为是谁干的？会是天魔宗的奸细吗？”众人面面相觑，他们也很头疼，找不出来一点线索。至于是不是奸细，他们也不敢说，只能说猜测，有可能是奸细做的。青云门的防御还是很强的，除非妖月亲自出手，也许能无声无息地潜入进来。但妖月潜入进来就杀了几个外门弟子，怎么看都有些说不过去。他要下手的应该是内门弟子或者真传弟子才对，甚至对长老们出手才算是正常的。杀几个外门弟子实在是太小儿科了，这不是妖月的风格啊。李玲皱着眉头道：“不像是妖月的行事风格，但也不能排除，也许真的有奸细吧。”慕云迪冷哼道：“哼，无论他是谁，若是被我抓到，定然让他不得好死。”他眼中杀意滔天，哪怕有私心想让自己弟子成为圣子，甚至最终成为宗门的掌教，但对宗门他是真的热爱，看作自己的家。如今有人自己的家里大开杀戒，他自然恼怒。若是知道出手的人是谁，他怕是早就已经动手了，将对方撕成碎片。说完，他还有些愤愤不平，怒声道：“也不知道是哪一个瞎了眼的东西，居然收了这样一个弟子，害得宗门损失几个弟子。”他很生气，说话都有些口没遮拦了。众人无语，在场的人都有可能。他们观察了几个失踪的弟子，都是被天魔宗的功法击杀，然后吞噬掉了所有的血肉精华。显然，天魔宗的那个人在利用他们青云门的弟子修炼，而且对方的实力不强，不然的话也不会找外门弟子下黑手。这么说来，那个奸细还是真是往那些弟子里面找。见大家脸色都不好看，慕云迪也大概知道自己刚才的话刺激到了大家，不过他却不在意，反正自己实力足够强大，那些人不高兴，他们也要忍着。最近因为圣子的事情，他一直不太爽，这是在找机会发泄。想到这里，他继续说道：“我建议，若是找到那个奸细，连同他的师长一起都要受罚。这样的话，大家以后收徒的时候才会擦亮眼睛。”他有些得意，认为自己这个方法真的太好了。云青山却有些不耐，他觉得这个慕云迪简直是疯了，这种提议都能提出来。看来陆勇的事情给了他很大的刺激。没有等云青山说话，吴磊就忍不住说道：“慕云迪，难道你就没有想过，也许那个奸细就是你的弟子？”此话一出，慕云迪顿时露出怒色，他盯着吴磊，怒声道：“太上长老，请你说话注意一点，
我弟子忠厚老实，对门派忠心耿耿，怎么可能是奸细？我是说，如果呢？吴磊淡淡的说。慕云迪傲然的说道：没有如果，我弟子我最了解，他若是奸细的话，我把自己的脑袋割下来给你当夜壶用。说到这里，慕云迪森然的盯着吴磊，他冷笑着说道：太上长老，该不是你心虚了吧？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吴峰刚从外面回来就突破到了爆丹，以他的天资，这修炼速度未免有点太快了吧？他的话说完，不少人居然露出赞同的神色，显然他们也觉得有这种。吴磊顿时站了起来，他怒视着慕云迪，冷冷的说道：你是什么意思？你在怀疑本座的弟子？慕云迪哈哈一笑，说道：不是怀疑，只是合理推测而已，若是有得罪的地方，还请太上长老见谅。他虽然道歉，但是看他的样子，显然是认准了就是吴峰干的。吴磊差一点气炸肺，他神色冰冷，浑身气机涌动。慕云迪，你血口喷人，今日我定不饶你！吴磊想要动手教训慕云迪，慕云迪一脸傲然，他神色不屑，说道：怕你不成？别以为你是太上长老，我就不是你的对手。若说实力，我不比你差。他身上也有强大的气势升起，不弱于吴磊。两人对峙，都动怒了，准备动手。够了！这个时候，云青山终于忍不住了，他呵斥了一声，两人顿时一缩脖子，收敛了气势。宗主生气了，他们自然不敢造次。云青山冷冷地说道：看看你们的样子，还有一点长老的风度吗？你们不觉得丢人现眼？我都跟着你们丢不起那个人。顿时，吴磊露出残色，他退了回去。身为太上长老，他更应该是众人的表率了，不应该和慕云迪争什么。慕云迪却有些不服气，他忍不住反驳道：是太上长老先挑衅的，宗主你不可能偏向太上长老。云青山更烦了，他摆了摆手，说道：够了，你别说了，大家都回去吧，好好想办法找出这个奸细。见他如此不耐烦，慕云迪也不敢多说什么了。这些长老都赶紧离开这里。等到他们离去，云青山才叹了一口气，说道：一群不让人省心的东西。他想了一下，走出了房门。圣子宫之中，云青山来了。萧月和慕寒行礼，然后请云青山上座。你们知道我是为何而来？云青山问道。萧月自然不知道，他最近一直在闭关，距离突破到元婴只有一步之遥了。慕寒倒是笑着说道：自然知道，是不是因为门中弟子遇害的事情，咱们宗门之中有天魔宗的奸细？点了点头，云青山感叹道：这正是我头疼的地方，那个人身份应该不简单，否则的话也不会悄无声息地杀了那么多弟子，却一点马脚都没有露出来。说到这里，他抬起头望着两人，问道：你们有什么好办法，可以找出奸细？萧月皱着眉头，他在思索。倒是慕寒笑了笑，说道：掌教可曾想过引蛇出洞？云青山顿时眼睛一亮，他没想到慕寒居然真的有主意。他立刻问道：说出来听听。慕寒微微一笑，胸有成竹地说道：其实也很简单，对方向我们弟子下手，显然是想要打击我们青云门。如果真的是天魔宗的报复，我们就给天魔宗制造报复的机会，派出门人弟子历练，暗中却让高手跟随，观察这些弟子的行为。若真是有奸细的话，天魔宗必定有人前来。云青山眼睛亮了，他惊喜地说道：一旦他们出现，我们不仅仅可以找到奸细，还能够对天魔宗的高手来一个反杀，果然是好主意。慕寒笑道：掌教英明。瞪了慕寒一眼，云青山笑着说道：你这个滑头就知道拍马屁，这可是你的主意，哈，我现在觉得让你当圣子是我这一辈子做出的最英明的决定。慕寒微微一笑，并不自满。倒是一边的萧月望着他的眼神充满了骄傲，这个夫君还真是让他惊喜呢。一共有2层计划，掌教可以派出3、5个真传长老暗中跟随，同时也将刚才的计划告诉他们，这是第1层计划。第2层计划需要保密，只能5个太上长老知道，让他们跟在那些真传长老的后面，不要被任何人发现。天魔宗的奸细应该修为不高，可能是某个真传长老的弟子，他只知道第1层的消息，却不知道还有太上长老跟随。一旦他将消息传递出去，对方只会针对那些真传长老派来高手，到时候5位太上长老出手，定然能让天魔宗到来的那些强者万劫不复。这样做看似那些弟子是鱼饵，实际上却连真传长老也是鱼饵。真正的钓鱼人其实是5个太上长老。云青山伸出大拇指，他真心为慕寒点个赞。我们青云门有你这样一个圣子，绝对是天魔宗的悲哀。云青山感叹道。慕寒冷笑道：我现在是青云门的圣子，他们敢在青云门闹事，就是在我的地盘上撒野，不给我面子，我自然不会让他们好过。以后整个青云门可都是他这个圣子的，死掉的几个弟子那都是他以后的手下。天魔宗的做法已经让慕寒生气了，自然要想办法办了他们。云青山哈哈大笑，他立刻行动了起来。很快，宗门的弟子得到了消息，要外出历练。慕云迪他们也被召唤了过来。云青山选了5个真传长老，让他们暗中跟随。慕云迪自然被选中，他还是领队，这让他很激动。他看了吴磊一眼，说道：如此一来，就知道谁才是那个叛徒了。希望到时候某些人不会哭。吴磊脸色一沉，就要爆发，但他最终还是压制住了。云青山也不理会，只是让他们离开，前去做准备。而后他秘密召集吴磊他们过来。掌教，您找我们有什么事情？吴磊有些疑惑。云青山将慕寒的计策说了出来。吴磊几人一听，顿时眼睛亮了起来。宗主高明，怕是天魔宗那群魔头打破脑袋都想不到宗主会设下连环计。他们这一次死定了。还有那个奸细，若是被我找出来，定然将他碎尸万段。吴磊一脸惊喜，同时对那个奸细怨念满满。
你们暗中跟随的事情，切不可让别人知道，一定要注意保密。云青山叮嘱。是。吴磊五人顿时说道。他们回去做准备了。而宗门准备让弟子历练的消息也下达了下去。除了萧月，连慕寒都要出去历练，还有10几个真传弟子和数十个内门弟子。至于外门弟子，更是跟了上百人，这算是青云门一半的门人弟子了。整个队伍由慕寒带队，这倒是没有人有异议，毕竟慕寒乃是圣子，他带队的话，谁也不能说什么。慕寒本来不打算出去的，毕竟他和萧月正是打得火热的时候，但云青山却告诉他，这个主意是他出的，自然由他带队。慕寒有一种自己坑了自己的感觉。第2日，他们就出发，目标奉天城。那里传说最近在闹妖，出了一些怪事情，正好适合他们去历练。诸位，奉天城闹妖，我等身为修士，理当斩妖除魔。今日我等下山，扫平作恶妖魔，尔等可有信心？有。众人顿时喊道。也有些人神色不屑，冷冷地盯着慕寒。他们都是真传弟子，对慕寒有些不以为然。不少人反而觉得他这个圣子名不副实，敢对妖月就能做圣泽吗？他们也可以的。慕寒也看到那些人的表情，他心中冷笑，却没有揭露。这些桀骜不驯的家伙，只要好好收拾他们一顿，他们才知道什么叫做天高地厚。不然的话，他们还真以为自己这个圣子是白给的呢。一群人浩浩荡荡的下山，奉天城前来求救的凡人都懵了。他们奉天城是在闹妖，本来他们以为青云门最多出动1、2个仙师就差不多了，谁曾想到居然是100多个仙师一起出动。他们感叹青云门的慈悲，面对他们凡人的求助，居然如此大动干戈。不过他们也觉得实在是没有这种必要。这一群人都去奉天城，怕是把妖怪碎尸万段了都不够分。奉天城距离青云门足有上千里，但那里依然是青云门的势力范围。修炼界一个宗门的势力范围一般都很大，一个3流的小门派有数千里的势力范围都很正常。更何况青云门这样，哪怕扔在了中州之地，也能够得上2流宗门的存在，在这里简直就是巨无霸一般的存在。他们赶往奉天城，御空而行。到了筑基期，便可以御空飞行。这也是慕寒第一处御空飞行，开始还有些不习惯，但很快就适应了。他带着求援的那个人向奉天城的方向飞过去，身后跟着的是上百个门人弟子。吴峰和陆勇也赫然在列。陆勇的实力已经恢复，甚至踏入了爆丹期。当发现了这一点之后，慕寒有些惊讶，这才多长时间？难道废掉重修还能有这样的好处？陆勇也感受到了慕寒的注视，他眸子微冷，却并没有理会慕寒。你的他化万物，感受到浓浓的怨念，修炼速度提升到2倍。脑海之中传来提示声音。慕寒眸子一凝，一般情况之下，那么多人的怨念只能让他化万物缓慢的修炼。如今修炼速度提升到了2倍，需要多少怨念？如果这怨念都是一个人发出来的，那么这个人该有多恨他？他目光落在陆勇的身上，眼神有些冰冷。他一个人的怨念就这么深重，怕是做出什么事情都不奇怪。吴峰靠近慕寒，他传音道：那小子有点不对，我觉得奸细很可能是他。慕寒不动声色，他微微点头，一会就知道了。他同样传音。吴峰点头，他嘴上却和慕寒说笑，像是完全没有将注意力放在陆勇这边。望着他们2人，陆勇眼神冰冷。你的他化万物，感受到更加浓郁的怨念，正在欢快的修炼，修炼速度提升3倍，熟练度小成，目前进度91%。慕寒看到了陆勇冰冷的眼神，他这怨念就是出自于陆勇的，他已经可以确定了。慕寒表面上却不动声色。他们御空而行，一直到300多里之外才停了下来。大家都有些累了，爆丹期还不觉得有什么，筑基期的弟子们已经后继无力，需要休息。半天的时间走了300多里，已经远远比马跑得快了。1日千里，那需要不停的换马的，一般的马匹能日行200-300里就算是极限了。慕寒虽然是筑基期，但气息却比别人悠长。他们驻扎在地面，吃一些随身带的东西。也不知道奉天城怎么样了。吴峰说道。奉天城的求援的是一个青年，25、26岁的样子，是奉天城的一个捕头，在武林之中实力不弱。听到吴峰的话，他苦笑着说道：不知道，不过有各位仙师出手，相信问题不大，对付那些妖魔可以手到擒来。吴峰笑着说道：那是自然，我们圣子亲自出手，还有什么妖魔拿不下来？连天魔宗的圣主我们圣子都不放在眼中，更何况一些小妖。青年望向慕寒，他露出佩服神色。青云门圣子一听就很厉害，圣子大人法力无边，有您出手，我们奉天城肯定能化险为夷。青年赶紧说道。呵呵，一声冷笑传来，顿时让慕寒皱起了眉头。他转脸望了过去，盯着陆勇，冷冷地说道：你在笑什么？笑可笑之人。陆勇淡淡的说道。他望着慕寒的眼神带着桀骜不驯。慕寒笑了，他盯着陆勇道：区区一个手下败将，你居然说我可笑？那你是什么？比可笑还不如的废物吗？没有等陆勇开口，慕寒继续说道：莫非你忘记了上一次的教训，或者说你就是记吃不记打的个性，非要别人隔一段时间抽你一次你才会老实？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不介意现在再教训你一遍。陆勇眼睛冒火，他盯着慕寒冷声道：不过是依仗圣女才得到圣子之位的一个废物，你莫非以为我真的怕你？若不是因为你圣子身份，我杀你如同捏死一只蚂蚁。上一次败给慕寒，他相当不服气。
对方完全就是偷袭，打了他一个措手不及。如今陆勇已经踏入爆单期，加上不再轻视慕寒，有了戒备，他认为慕寒根本就不可能是进自己的对手。陆勇，你放肆，怎么和圣子说话的？还不给圣子道歉？一个真传弟子呵斥，他叫做秦明，乃是一个爆单7层的高手，在真传弟子之中，能压制他的人不超过3个。加上秦明性格光明磊落，从来不欺压其他弟子，甚至还帮助他们，在青云门弟子之中，他很有威望。若不是慕寒成为圣子，他成为圣子的几率更大。陆勇却没有丝毫惧意，他冷笑着说道：“秦明师兄，若是你当圣子，我一点废话都没有，非常服气。毕竟你无论实力和人品都足以让我服气，但他慕寒凭什么？不过是一个依靠女人上位的小丑而已。够了，莫要胡言乱语。”秦明呵斥，他有些不满了，不过他心中也有些不舒服。本来他还是很有希望成为圣子的，且他对萧月也有好感，哪怕算不上爱，但也很是喜欢，有一种向往。若不是慕寒横空出世，他和萧月之间的希望还是很大的。所以陆勇说的也是一个事实，但他终究性格醇厚，自然不可能去计较这些。你连一个你口中的小丑都不如，那你又算是什么？蛆虫吗？慕寒淡淡的说道。吴风冷笑，他补刀道：“他连蛆虫都不如，至少蛆虫不会自命不凡。”说的也是，蛆虫都比他强。慕寒露出笑容。陆勇脸色铁青，他怒视着慕寒，寒声道：“慕寒，你可敢和我一战？若是你胜了，我便服气你当圣子；若是你输了，立刻回到宗门，辞掉圣子之位，你看如何？”慕寒歪着头，他向吴风笑道：“你看，又有人想找打。”吴风深以为然，他很认可慕寒的话。陆勇脸色冰冷，他寒声道：“说那么多，你到底敢不敢和我动手？我怕下手重了打死你。你师父那老头会发疯。”慕寒淡淡的说道。陆勇更生气了，他目光冰冷，恶狠狠地盯着慕寒，寒声道：“狂妄至极！我在这里立下誓言，无论生死都属于我自愿，其他人都不得干预。我师尊也不要为我复仇，否则的话，我在九泉之下也不得安生。”这个誓言倒是很毒了。暗中跟随的慕云迪差一点冲出来，将陆勇打一顿。你这说岂不是将自己生死放在了慕寒的手中？哪怕慕寒真的杀了陆勇，到时候慕云迪都没有办法找慕寒复仇。慕寒拍了拍自己的胸口，笑着说道：“那我就放心了。”陆勇脸色更冷了，对方真的以为吃定他了？哎，都是同门，何必闹得那么难看呢？秦明叹了一口气。慕寒微微一笑，道：“有人想找打，我也阻止不了啊。”陆勇的脸色明显更难看了，他眼睛几乎都要冒火，恶狠狠地盯着慕寒。而这个时候，慕寒也如愿以偿地听到了脑海之中传来提示声音：“你的他化万物感受到磅礴的怨气，产生顿悟，熟练度提升到大成。他化万物突破了，而且还出现了新的能力。大成的他化万物不仅仅可以幻化成为别人的容貌，而且可以幻化成为别的物种，而且还能获得别的物种在慕寒这个层次的能力。比如他若是幻化成为鲲鹏，就会拥有极速；若是化作神龙，就可以操纵水的力量；若是幻化成为女人，嗨嗨，慕寒果断掐掉这个念头。这个时候，慕寒也终于明白，为何他化万物那么难修炼。这根本就不是一般的道法。修炼界的道法分为凡品、灵品、仙品和传说中的神品。虽然他不知道他化万物到底是什么层次的，但可以肯定，光是大成阶段的能力就比一些上等灵品的道法要强得多。很有可能，这个他化万物是仙品道法，自己还真是捡到宝了。心中转着念头，慕寒继续刺激陆勇：“行了，你别瞪着我了，我让你先出手。毕竟就凭你那废物一般的实力，就算是先让你3招，你也不可能是我的对手。”陆勇明显更怨恨了，但他化万物却又只是缓慢修炼，难道来自同一个人的怨念太多了，用处就不大了？看来薅羊毛也不能光逮着一只薅。意识到了这一点，慕寒明显懒得说那么多了。好了，你出手吧，快一点，解决你之后，我们还要赶路。他一副不耐烦的样子，明显没有将陆勇放在眼中。陆勇再也忍不住，直接冲了过来。他出手了，青色的剑气在背后浮现，有上百道，形成了一个青色的剑轮，宛若孔雀开屏。下一刻，他轻喝了一声，剑气纷纷落下，向慕寒压落。他根本就没有留手，这一击若是能斩杀慕寒，那是最好不过的了。筑基期终究只是筑基期，他已经迈入了爆丹，不相信自己不是慕寒的对手。慕寒站在原地，他运转搬山术，没有任何抵抗剑气的意思。众人全都忍不住惊呼，那些长老甚至差一点忍不住要出手了。圣子不简单，我们先看着。慕云迪说道，他拦住了众人。他知道慕寒不是那种孟浪的人，若不是有足够的把握，他不会如此拖沓。对方狡诈如狐，怎么会将自己置身于险地？此时他反而更加担心陆勇了。就在剑气落在慕寒身上的时候，一声灵气薄膜出现，将剑光挡在外面。这还不算，慕寒的体内还涌出一股强大的力量，直接轰了出去。被动攻击技能贴山阵，在搬山术真挚化境之后，贴山阵的威势提升到更加了。入门级的贴山阵的反击还要低于贴山靠的威力，但真挚化境程度的贴山阵所能爆发出来的反击之力，足足是施展贴山靠的2倍。这已经是中等灵品道法才有的威势了。当贴山阵发动，强大的力量瞬间将陆勇震飞出去，他一直退了很远才停了下来。
噗！一口鲜血从他的口中喷出来，他露出震惊神色，满脸不可思议。其他的小伙伴们也都惊呆了，他们骇然地望着慕寒，他真的是筑基期，站在那里不动，任由一个爆丹期的攻击，光是反震之力都可以让对方负伤。这种实力，最起码要金丹期的大能才有吧？怎么可能？哪怕慕云迪有心理准备，知道慕寒不简单，但看到这一幕，他也有些惊呆了。他可以做到这一点，但他可是元婴期啊！慕寒不过筑基，他凭什么？那些弟子也都被惊呆了，愣愣地望着眼前的一幕。他们望着慕寒的眼神都变了。圣子果然不愧为圣子，就是不一般。你的搬山术感受到众人的震惊，顿时面上有光，奋发图强，努力修炼，修炼速度提升到5倍，不在山门，5倍的修炼速度基本上已经算是极限了。就这，慕寒满脸无语，他一脸轻蔑和不屑，顿时刺激到了陆勇。杀！陆勇怒声道，他眼睛血红，身上气息居然再度攀升。这一次，他身上腾起的灵力居然带着一点血芒。此时陆勇的实力已经完全超越了刚才，你刚才至少强了一半。慕寒依然很从容，他运转搬山术，这一次是主动出击。他以指代剑，手捏剑印，乾坤化龙剑，剑龙浮现，俯冲过去，携带着庞大的气息，将陆勇笼罩在下方。噗！陆勇的剑光被震碎，剑龙速度不减，继续向陆勇杀过去。看这个样子，一旦陆勇被击中，就算是不死，也会被重创。所有人都紧张了起来，不想看到陆勇被击杀。秦明想要出手拦截剑龙，但他却也没有把握真的拦住剑龙。一旦剑龙落在陆勇的身上，陆勇必死无疑。就在此时，陆勇的气息变了，浑身血色更加浓郁。本来仙道宗门的气息变得浑浊不堪，邪恶的气息涌动，他气息居然再度攀升了起来。嗜血魔功，这是天魔宗的法门，是他杀了那几个弟子。一个长老惊呼，已经有了答案。而慕云迪瞪大了眼睛，完全不敢相信。他脸上瞬间失去了血色，像是瞬间苍老了1000岁。杀害同门，修炼魔功，那个天魔宗的奸细居然是自己的弟子陆勇。无论如何，他都没有想到这一点。不仅仅如此，他还告诉了陆勇这一次行动的计划。如果陆勇真的是奸细的话，天魔宗肯定会得到消息，届时会怎么样？不难想象。剑龙被挡住了，陆勇施展魔功，实力提升到了一个惊人的地步。他一双血色的眸子盯着慕寒，带着深深的恨意。若不是他，自己怎么可能会堕入魔道，又怎么会暴露身份？这一切都是慕寒造成的。慕寒皱了皱眉头，预感成真，那个奸细果然是陆勇。难怪他实力那么快就恢复，甚至做出了突破，原来是转修了魔功。也只有魔道的功法，才能在如此短的时间之内让他恢复，甚至实力大增。当然，代价也很明显，就是几个青云门弟子的性命。秦明他们大惊失色，他们第一时间反应过来，围住了陆勇。现在只要有点脑子，都知道陆勇已经堕魔了，成为了天魔宗的人。之前的那些同门就是被陆勇害死的。原来是你！秦明愤怒地说道。陆勇知道自己已经暴露了，他也不在意。他冷笑着说道：“不错，确实是我。谁让云青山那个老东西没有识人之明，居然让一个废物杂役当作圣子？我不服气，我要证明我比那个废物强。”他眼睛血红，充满了怨念。慕寒淡淡的说道：“别忘了，你刚才被一个废物击败。”陆勇恶狠狠地盯着慕寒，他面目狰狞地说道：“你根本就不配做圣子，只有我才是圣子的最佳人选。萧月师姐也只能属于我，但云青山选择了你，所以我恨你们所有人。所以你就选择了加入天魔宗。”慕寒神色不屑：“不错，所以邀月邀请我加入天魔宗的时候，我很快就答应了。他还说了，只要我能击败你，甚至将你击杀，日后我就是天魔宗的圣子。”说到这里，陆勇满脸狂热，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一脸享受。你们感受到了吗？我身体之中流淌着强大的力量，这就是魔道的力量，远比仙道门派要强得多。我才修炼了半个多月，如今一个人就可以镇压你们所有人。邪魔外道根本就不是正途，陆勇你残害同门，今天定然不能饶了你。秦明冷冷地说道。他直接动手杀了过去。对魔道妖人，他很痛恨，他全家就是死在魔道修炼者的手中的。对方在要杀他的时候，他师尊赤峰真人路过，出手斩杀了那个魔道妖人，将他救了下来。所以秦明对魔道中人是痛恨到了极点。如今陆勇堕魔，还说出那样的话，他再也忍不住。此时，这个老实淳朴的青年宛若化身修罗，杀意沸腾，杀向陆勇。陆勇冷笑，怡然不惧，他直接挥动长剑斩了下去。秦明的剑光和他碰撞，一股巨大的力量从陆勇的剑上面传了出来，直接将他震飞出去。此时陆勇的实力竟然恐怖如斯，其他弟子也动手联手杀了过来。结果陆勇手中法剑横扫，剑气向四面八方散发出去，那些弟子都被震飞出去，个个都负伤。爆丹10层，秦明脸色难看，已经洞悉了让陆勇的修为。魔道的修炼法门竟然恐怖如斯，半个月时间，陆勇就提升到了爆丹10层，这种修炼速度简直骇人听闻。哪怕是魔道也不可能修炼这么快，邀月给了你什么好处了吧？慕寒却不是这么想，他认为是邀月给了陆勇好处，否则的话他不可能提升这么快。陆勇望着慕寒的眼神带着一丝冷意，你果然很聪明，你说的不错，圣主确实给了我好处，不然的话我也提升不了这么快。呵呵，不过你们羡慕也没有用，因为你们都要死了。随着陆勇的话，
慕寒他们周围一道道强大魔气升起，将他们团团围住。伴随着几声怒吼，慕云迪他们被迫出现。几人嘴角溢血，都带着伤。他们被偷袭而来，有人暗中潜伏到他们身后，突然出手将他们击伤。虽然他们的伤势并不严重，但他们被偷袭，这意味着什么？他们却很清楚。他们想要钓鱼，结果却被人识破了。现在他们成为了猎物。慕云迪却没有理会其他人，而是将目光落在陆勇的身上。他冰冷的眼神使得陆勇不敢和他对视，有些羞愧的低下头。慕云迪露出痛心的表情，他从来没有想过奸细居然是自己的弟子，甚至他曾经怀疑过吴峰。吴峰天资差，但却很努力，修炼速度一直不低。在慕云迪看来，他也许才是天魔宗的奸细，得到了天魔宗的传承，才有这种修炼速度。谁知道真正的奸细居然是他的弟子，痛心，不敢相信，更多是的失望。为什么？慕云迪问道。他确实希望陆勇成为青云门圣子，最后成为掌教，但这都是基于他爱这个门派的基础上的。而陆勇的背叛，这已经和他的初衷背离了。陆勇有些沉默。面对慕寒他们，陆勇可以夸夸其谈，在面对自己师尊的时候，他却没有那个勇气，甚至他都不敢直视慕云迪的眼睛，不想看到他失望的眼神。慕云迪，我来告诉你为什么。良禽择木而栖，你这个弟子不过选择了更好的靠山而已。这是天魔宗的一个高手，慕云迪认识对方叫做欧阳松，甚至他们之间还算是老对手，曾经不止一次对决，实力不相上下。刚才他负伤就是被欧阳松偷袭，本来势均力敌的两人，如今他却负伤了。若真的展开对决，多半他要落入下风。欧阳长老，可否不杀我的师尊？我可以劝他投靠天魔宗。陆勇忍不住说道。欧阳松嘲讽一笑，他不屑地说道，还真是师徒情深呢。不过你先要问问你这个师尊同意吗？陆勇目光投向自己的师尊。叛徒！慕云迪厉声道，他眼中杀意纵横，恶狠狠地盯着陆勇，恨不得一掌拍死他。陆勇苦涩地说道，师尊，我不明白掌教为何要这么对我，分明我更加优秀，我才是圣子的最佳人选。所有人都忍不住嗤之以鼻，他抱丹期都败给了慕寒，居然还敢说自己优秀，简直可笑至极。你已经疯了，不再是以前的陆勇了，今日我就为宗门除害。说完，慕云迪眼中寒光一闪，他向陆勇杀去。师徒相残，慕寒他们眼中闪过不忍，同时慕寒对天魔宗更加不喜。之前还有一点想法，也许可以和那个妖月发展一下，不一定会彻底成为敌人，但现在他已经彻底放弃了那种念头。魔道妖人是真的该死，他们残暴到了极点，修炼方法更是损人利己，这样的人根本就没有资格活在世界上。欧阳松大笑，他挡住了慕云迪，他满脸邪气，盯着慕云迪说道，他现在是我天魔宗的人，不是你的弟子了，想要杀他还要问我天魔宗同意不同意。慕云迪冷冷地说，那我就先杀了你。他再度出手杀向欧阳松。欧阳松不敢大意，他捏剑印与慕云迪厮杀在了一起，强大的气息从他们的身上释放出老，魔气和灵力碰撞，这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战斗。但明显慕云迪因为受伤有些后劲不足，交手没有多久他就落入了下风。另外7个金丹期的天魔宗强者将慕寒他们围住，给我杀了他！陆勇指着慕寒，他恨透了慕寒，认为一切都是因为慕寒的原因才导致他背叛了青云门，投身天魔宗，所以他现在最想杀的人就是慕寒。剩下的4个金丹长老，他们神色微变，对方人数远在他们之上，一旦打起来，他们败局已定。况且魔道的人一路厮杀走上来，本来就比修仙门派更善于争斗，同阶之中，他们未必是魔道高手的对手，更何况人数还少于对方。这一次，他们是真的危险了。诸位师兄，我出手挡住他们，你们带着圣子，他们突围出去。这是一个叫做林宇的真传长老，他向那3个长老传音。另外3人露出一丝悲意，他们知道林宇选择留下来，其实就是必死的结局。他要用自己的性命给他们换取突围的机会。没有人矫情，这个时候尽量活下来才是最林宇最得感谢。见林宇走到最前方，对方顿时明白他的意思，想走？笑话，今天你们一个都走不掉。天魔宗的强者说道，他们占尽了优势，自然不愿意放任何人离开。今天若是能将青云门所有的弟子都留下来，他们大功一件。那就试试。林宇冷冷地说，他准备燃烧自己，提升实力，和这些人拼命，为同门打开一条路。就在此时，一只手却拍了拍他的肩膀。林宇转身一看，顿时恭敬地喊道，圣子。慕寒笑着说道，林长老，不用和他们拼命，没有必要，这一战我们必胜，稳操胜券。见慕寒一副笃定的样子，林宇苦涩地说道，圣子，我知道您不凡，但你也不用安慰我，我们中了圈套，肯定不可能全都逃出去，属下愿意用自己的命换取圣子你们的逃命机会。慕寒却摇头，他胸有成竹一笑道，不是我们中了他们的圈套，而是他们中了我们的圈套，他们死定了。林宇愕然，然后他心中燃起了一丝希望，若是可以不死，谁也不想去死。难道圣子真的另有安排？他望着慕寒，露出期待的神色。哼，你吓唬谁呢？青云门圣子就是只会耍嘴皮子的人吗？天魔宗的强者冷笑，同时他们也很谨慎，观察四周，却没有任何发现。顿时，他们完全可以确定对方在吓唬自己等人。慕寒淡淡一笑，他底气十足，笑着说道，
我青云门5位太上长老在此，你们还想活着回去？什么？天魔宗的强者脸色狂变。青云门的5位太上长老，每一个的实力都不弱于欧阳松。若是5个太上长老真的来了，他们谁都走不掉。不过等了半天，天魔宗的强者却没有发现青云门5大太上长老的下落。他们不由得将目光望向慕寒，带着冰冷的杀意。小辈，你敢耍我们？他们杀意凛然，笼罩着慕寒。慕寒淡淡一笑，他开口道：几位太上长老，不要再玩了，出来吧。那边欧阳松心中也慌的一批。若慕寒说的是真的，今天他都走不掉。他希望慕寒是吓唬他们的，不然的话，今天他们就要悲剧了。就在此时，一个抱怨的声音响起：圣子，你也太着急了，我本来还想让他们多嘚瑟一会呢，看他们那张无知的嘴脸到底能恶心到什么地步。吴磊的声音响起，顿时让陆勇脸色大变。慕寒说的居然是真的，5个太上长老真的来了。而所谓的慕云迪他们这些真传长老，暗中跟随他们这些鱼饵，不过只是第一层计划。真正钓鱼的其实是5个太上长老，他们联袂而来，强大的契机锁定全场。青云门弟子们全都心中激动，他们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陆勇脸色狂变，他如丧考妣，自己又输了，这一次输得更彻底。他将天魔门的强者都坑尽了。太上长老威武。慕寒笑着说道。吴磊笑着说道：还是圣子神机妙算，恐怕圣子早就已经猜到了奸细是某个人，所以才设下这连环计的吧。居然是圣子的计策。秦明他们佩服地望向慕寒。你的搬山术感受到众人的震惊，小小得意一把，修炼进度突飞猛进，熟练度真挚化境，目前进度 39%。慕寒微笑，他没有否认。是你。陆永恶狠狠地盯着慕寒。慕寒淡淡地说道：无论智谋还是实力，你都不如我，我真不知道你哪里来的自信，居然想要和我一争长短。陆勇咬牙切齿，望着慕寒的眼神充满了怨恨。可惜从他哪里得到的怨恨太多，现在对他化万物都不起作用了，不然的话他化万物多半还要提升不少。诸位长老，请诛杀这些魔头。慕寒懒得废话了，他沉声下令。是。吴磊他们表情一肃，立刻动手。5大太上长老都是元婴巅峰的高手，他们一起出手，威势可想而知。只是顷刻之间，对方的7个金丹就被彻底击杀。欧阳松慌了，想要逃走，结果却被暴怒的慕云迪抓到了破绽，直接斩出一剑，将他一剑消手。欧阳松的元婴飞出来，想要遁走。吴磊抬手打出一道灵力，击中欧阳松的黑色元婴。噗！欧阳松顿实行神巨霄，彻底被他击杀。如今这里只剩下陆勇一人了。慕寒本来打算亲自动手将陆勇斩杀，结果慕云迪却跪在了他的面前。他眉头一皱，还以为慕云迪要为陆勇求情呢。慕寒自然不会同意，对方杀害同门，还引来天魔宗的人，他自然不能放过陆勇，否则的话还要规矩做什么？陆勇的行为完全可以用大逆不道来形容了，当杀。出乎他的意料，慕云迪并没有为陆勇求情，他声音有些沙哑，说道：请圣子允许我亲自出手诛杀陆勇，为宗门除掉叛逆。众人惊讶，慕云迪居然是要亲手杀了陆勇。不过想一想也可以理解，毕竟陆勇做的太过分了，杀害同门不说，如果今天没有圣子洞察先机，他们这上百人都要留在这里了，甚至连他自己的师尊都会被他害死。这样的人畜生不如，完全没有理由活下去。至于慕云迪要亲手杀他，自然是因为爱有多深，恨就有多深。慕寒眉头轻轻一皱，他说道：慕长老完全没有必要如此，让其他人出手就可以了。慕云迪嗓子沙哑，他苦涩地说道：多谢圣子体谅，但这个逆徒是我的弟子，是我没有教好他，也应该让我亲手除掉他，还请圣子给我这个机会。见他都说到这一步了，慕寒只能叹了一气，他点了点头。陆勇不可思议地望着自己的师尊，他没有想到自己师尊居然想到不是如何保住他一命，而是要杀了他。陆勇忍不住笑了出来，他的笑声充满了讽刺。慕云迪，我看错你了，没想到你居然是这样的人，为了讨好慕寒这个狗贼，甚至想要亲手杀了自己的徒弟。他向慕云迪大骂，对自己的师尊怨恨到了极点。在陆勇看来，就算是自己犯错，自己师尊也应该力保自己，而不是要亲手杀自己，这让他不能理解。慕云迪脸色更加沉重，他什么都没有说，更没有争辩，只是向陆勇走过去。陆勇倒退，却被封死了退路。他脸色狂变，突然跪在了地上。师尊，您饶了我吧，求求您不要杀我，我是你最疼爱的弟子啊，你要杀我，难道心不会疼吗？此时陆勇很不堪，跪下求饶。他还不想死，想要活下去，只有真正面临死亡的时候，才知道死亡是何等可怕。完了，你走上了一条不归路，谁也救不了你，师父也不能，有些东西是底线，不能碰的。慕云迪苦涩地说道。若非如此，哪怕他打了圣子，甚至将圣子重创，他都能保得住他，但现在却不行，就连慕云迪也认为陆勇该死。这是一个门派的规矩，谁也不能打破。陆勇脸色苍白，他彻底绝望。安心的去吧。慕云迪向前拍出一掌，陆勇的生机被他一掌震散，他留恋地看了一眼这个世间，倒了下去。慕云迪闭上了眼睛。此时所有人都震惊地发现，他本来满头的青丝居然瞬间化作了白发。穆长老，你怎么了？吴磊惊呼道。他虽然和慕云迪不是很对付，但看到这一幕也忍不住震惊，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对方虽然有些时候比较讨厌，但对门派的忠心那是不容置疑的。平时他们争吵也只是一点小矛盾而已。慕云迪睁开眼睛，他浑身散发出一股木气，像是一个垂垂老矣、半截身子都入土的老人。看了一眼自己白发，他自嘲一笑，而后抱着陆勇的尸身离开这里。众人都望着慕云迪离去的方向，没有人阻拦他。这一刻的慕云迪绝对痛苦到了极点，亲手格杀爱徒，这种悲痛可以想象。唉，吴磊叹息了一声，哪怕是他，平时和慕云迪一点都不对付，此时也心中难受。慕寒冷哼道：“陆勇咎由自取，有什么好难受的？若不杀他，难道还要眼睁睁地看着他去残害同门？那些死去的同门，难道就不是命吗？”穆长老教徒无方，走到这一步也是咎由自取，怨不得别人，也不用同情。要不是圣子神机妙算，现在死的人就是我们和魔道的人，没有什么好讲的。慕寒说了一连串的话，让大家都清醒过来。他们都知道慕寒说的有道理，若是让陆勇站在胜利者的立场，肯定不会对他们有半分同情，说不定还要得意呢。这么一想，他们之前的郁闷一扫而空。吴磊看了慕寒一眼，也终究没有说什么。哪怕是他，也不得不承认，圣子说的很有道理。同情心要有，但不能泛滥，否则的话就是圣母了。和自己的敌人圣母，那是找死。李林赞许地看了一眼慕寒，这一番话总算是将众人从刚才压抑的情绪之中带出来了。好了，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驰援奉天城，斩妖除魔。慕寒开口，接下来就是做正事的时候了。他还是第一次带队斩妖除魔，难道斩妖除魔不是借口？奉天城真的有妖？吴峰有些吃惊，他本来以为奉天城斩妖除魔只是借口，目的是为了引出来天魔宫的强者，现在看来倒是他想当然了。那个青年捕头早就已经被刚才的争斗吓得脸色苍白，这种神仙打架的场面他还是第一次看到。听到吴峰的话，他反应过来，赶紧说道：“我们奉天城是真的有妖魔作祟啊，不是假的。”慕寒笑着说：“也是巧了，本来还准备找个借口的，没想到他就找上门来了。我们是真的要去奉天城除妖，还请吴磊和李林两位太上长老跟随，保护弟子们的安全，其余长老都回宗门吧。”是。林宇他们立刻回应，有吴磊和李林两位太上长老，哪怕妖月亲自出手，也能护住慕寒他们退走。而且妖月要真是这么不讲规矩，掌教也肯定会不客气。那个时候双方之间的争斗就会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局面。以妖月的聪明，不会做出这样的选择的，除非他有绝对的把握能压制掌教，不然绝对不会和青云门发生全面冲突。那个捕头松了一口气，只要这些仙师愿意去就行了，而且还加上了两位看起来更厉害的仙师，他们奉天城有救了。众人收拾心情，再度上路，直到第二天凌晨，他们才到了地方。整个奉天城灯火通明，城墙之上也是如此，将天空都要照亮了。没想到奉天城晚上居然这么热闹。秦明惊讶地说道。捕头苦笑，他解释道：“我们也不想这样的，主要是那妖怪不分昼夜的前来扰乱，晚上对我等凡人不利。若没有灯火，什么都看不见，会受到很大的损失。”原来如此，凡人晚上若是没有灯火，确实很难看清楚东西，不像是修炼者可以在黑暗之中视物，如同白日。我们下去吧，有我青云门在此，区区妖物自然是手到擒来。吴峰傲然地说道。若只是他们的话，还不敢说这样的话，但两个太上长老跟随，这已经不是历练了，而是欺负人，准确的说是欺负妖。他们只要敢出现，就不会有好下场。城墙之上众多士兵都穿着甲胄，神色紧张。当看到天穹之上闪烁着的光芒，他们顿时露出激动的神色。仙师来了，是仙师们来了，邓大哥找来了仙师，我们奉天城有救了，太好了！有人大喊，包括那些士兵也是一样。看得出来，邓捕头在奉天城的名头还是很响亮的。慕寒他们落在城墙之上，一个身穿官服的男子立刻跪在了慕寒他们的面前，求仙师们救救奉天城。男子是奉天城的城主，但在修仙者的眼中却不算什么，只要是凡人，不过匆匆数十载，终究和修仙者无法相比。慕寒淡淡的说道：“起来吧，给我们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所谓的妖在哪里？”城主这才意识到，眼前这个青年才是主事者，他很是意外，但他也知道，修炼者是很难凭着外貌看出年纪的。眼前这个人看起来如此年轻，也许本身是一个活了不知道多少年的老怪物。城主整理了一下情绪，这才说道：“仙师，其实我们也没有看到那个妖。”什么？慕寒眉头一皱，没有看到就说闹妖了，这不是乱来吗？他眼神有些不善，若对方不给他一个满意的交代，他会让对方知道修仙者不是那么容易戏弄的，要付出代价。城主看出了慕寒的不满，他赶紧说道：“仙长，我们并没有骗你们，那个妖物确实没有出现，但是却驱动一些猛兽前来攻城，我们已经快要支撑不住了。”御兽。吴磊和李林对视一眼，都看到对方眼中的惊讶。难道是御兽宗？吴磊忍不住说道。御兽宗？慕寒心中一动，还真有这种可能。只是御兽宗所意使的都是妖兽，若真的是妖兽的话，奉天城也不可能挡得住。一个筑基期的妖兽就可以扫灭整个凡人城池了。有那些猛兽的尸体吗？慕寒立刻问道。有，仙师们请跟我来。城主赶紧说道。他带着众人下了城墙，进入城内。在城墙不远处一块空地之上，摆放着各种野兽的尸体，有老虎，
还有野猪和熊，甚至还有几头大象。但这都是一般的猛兽，身上并没有妖兽的气息，不可能是御兽宗的人，他们一使的都是妖兽，这些猛兽一点灵智都没有开。吴磊当时就否定了御兽宗出手的可能，哪怕御兽宗最初级的弟子一使的也是妖兽，他们不会用猛兽，因为跌份。这些猛兽身上没有沾染妖气，我也没有在这里感应到大妖的存在，这里所谓的闹妖可能是人为的。李林开口道出了这种可能，众人深以为然。城主傻眼了，怎么说到最后变成了不是闹妖，而是所谓的人为的？什么人能意识这么多猛兽？这不是开玩笑的吗？他觉得这些仙师是故意在骗他，不想除妖。想到这里，他赶紧跪了下来。诸位仙师，你们可不能不管我们奉天城啊！若是你们不管我们奉天城，我们一城的人都活不下去，不管是不是妖，还请诸位仙师出手，消灭我们奉天城的祸患。他一把鼻涕一把泪，哭的那叫做一个伤心。不过在场的人都是火眼金睛，哪一个看不出来他是故意如此？对方只是担心自己扔下了奉天城不管。慕寒知道修炼者是不愿意插手凡尘的俗事的，主要原因是不愿意和凡俗之间有太多的牵绊，实力越强越是如此。当然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不愿意欺负人，哪怕是炼气的修炼者，在凡俗也是一等一的大高手，在凡俗出手太欺负人了。慕寒也想要拒绝，他身为青云门圣子，自然要守住规矩，不参与凡俗的事情。就在此时，一个有些沙哑的女声响了起来：诸位仙师在哪里？带我去见他们。随后众人视线之中就出现一个身穿银白色铠甲的女子，她英姿飒爽，腰挎长剑，急匆匆走了过来。这是一个女孩将军，年纪不大，看起来也就20左右。她容貌清绝，个子快要赶得上男子了，在贴身的盔甲之下，婀娜的身材却显露无遗，细腰长腿，迈动着步子向这边走来。当看到慕寒等人，她杏眼瞪大，脸上的表情很兴奋。你的五行法，见到英姿飒爽大美女，表示非常兴奋，一个激动之下，表示自己快要顿悟了。五行法，这女人我喜欢，你看着办。慕寒在心中说道。我明白你的意思。他知道这件事情不管是不行了，不然的话 LSP 一哭二闹三上吊，万一给他来一个走火入魔，那就麻烦大了。该帮的还是要帮，自己是仙师嘛，自然要拯救苍生于危难，才不是因为五行法那个 LSP 的威胁呢。好了，你不用多说了，这件事情包在我的身上，斩妖除魔，匡扶正义，本来就是我辈修炼者的义务。慕寒义正言辞地说道。吴磊和李林很诧异，圣子不懂修炼门派的规矩，应该不至于啊。他们来之前已经将一些规矩告诉了圣子，现在圣子依然要插手，难道这里真的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还是说圣子正义感爆棚，看不得别人受难？但为何是在那个漂亮的女将军出现之后？李林是知道慕寒那个看美女修炼的方法的，毕竟伊清秀也带着他试验过。女将军走过来，她直接跪在了慕寒面前。多谢仙师大义，我林小带整个奉天城的百姓感谢仙师。慕寒顿时上前拉住了女将军的手，入手之处一片滑腻，没有任何老茧。林小对自己的手保护的还是很好的。慕寒笑道：将军请起，斩妖除魔，护卫天下苍生，本来就是我辈修道人的本分，不用那么客气。你的五行法，激动的热血沸腾，鼻血长流，进入鸡血状态，修炼速度提升100倍。你的五行法突破到筑基7层，只是摸了一下小手，五行法就激动的不行，居然进入了100倍修炼状态，且直接突破到了筑基期第7层。慕寒直接盘腿坐下了，进入修炼状态。他身上的灵力运转，强大的气息释放出来，所有人都吃惊，圣子居然又突破了，难道是因为正义吗？说出正义的话就能突破。想到这里，吴峰第一个忍不住，他将城主拉了起来，然后沉声道：修仙者匡扶正义，解救苍生于为难，本来就是本分。说完之后，他期待地看着自己境界，结果一无所获。难道是心不够诚恳？吴峰想了一下，他继续说道：我这一生定当斩妖除魔，匡扶正义，斩尽天下作恶的妖魔。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众人像是看傻子一样的看吴峰，还有些人心中庆幸，幸好自己没有去那样做，毕竟实在是太像是一个傻子了。林晓站了起来，有些无语地看了吴峰一眼，他觉得这位仙师脑子貌似不是太正常，和正在修炼的那位仙师相比，差得太远了。不到1刻钟，慕寒就站了起来，这一次只是拉了一下小手，五行法给的100倍修炼速度并不是很长，他只是稳固了筑基第7层的境界，没有再做突破，但这已经很惊人了。所有人都知道，在1个多月之前，圣子还只是一个杂役呢，根本就不会修炼。掌教果然有眼光，圣子乃是修炼的绝世奇才，才能有这样的表现吧。恭喜圣子实力大进。李林率先说道，他在琢磨是不是给慕寒多找一些美女，让他进行突破，毕竟圣子的实力越强，对宗门的好处就越大。慕寒微微一笑道：多谢李林长老，还都要多亏了林小将军，若不是他一身正气刺激到本圣子，我也不可能那么轻松突破。吴峰若有所思，原来关键居然在林小的身上，自己扶起来的那个城主不够正气，这才害了自己丢脸。想到这里，他狠狠地瞪了城主一眼。被吴峰瞪了一眼，城主瑟瑟发抖，自己貌似没有得罪这位仙师啊，难道是因爱生恨？想到这里，他打了一个寒战。原来长得太俊美也是一种错误，自己这个奉天城第一美男子居然被仙师看上了。想到这里，露出决然的神色。为了奉天城的苍生，若是仙师真的有那种意思的话，
他也不介意奉献自己。吴峰感觉城主望着自己的眼神，那是越来越怪异。到最后，他甚至差一点要忍不住了，直接一巴掌拍死对方。他赶紧转移注意力，说道：“诸位仙师远道而来，还是先休息吧，我为诸位仙师安排住处。”慕寒点头，也不知道驱使猛兽的人什么时候来，他们也不能在这里干等着，只能先休息。还有一种办法，就是直接出城寻找。但如果真的如同他们所猜测，对方是一个普通人的话，想要找到对方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凡尘之中也有方法驱动猛兽，现在只能等对方出现，然后才动手。一夜无事，慕寒是被吵醒的，主要是五行法那个 LSP 吵着要去见美女，等我睡好了再去。五行法不行，必须现在就看到美女，不然我就上吊自杀。雾草，慕寒双眼无神，这 LSP 疯了吧？五行法食色性也，这是圣贤说的，身为一个身心健康的功法，美女是不可或缺的。慕寒猛地坐了起来，你再闹下去，老子这一辈子都不带你看美女了。五行法，你狠！搬山术，主人威武，他化万物，换我都不理那个 LSP。乾坤化龙剑，要我斩了那个不要脸的 LSP 吗？五行法，逆子，你要弑夫？脸息术都看不到我最低调。五雷断体术，无聊。一群功法在脑海之中开启了大会。慕寒脑子一片乱哄哄，他彻底没有睡意了。你们狠！他咬牙切齿说道，只能起床。五行法，慕寒，他整理了一下，便出了房门。一阵香风传来，有人靠近慕寒，他眼中闪过一丝惊讶，还是那个女将军，但此时他已经换了打扮，婀娜的身姿配上蓝色的长裙，头发做成双压髻模样，点缀上珠翠花钿，既优雅又显得青春活力。显然他是用心打扮过的。五行法，爱了，我感觉自己恋爱了。慕寒在心中想到，翻滚吧牛宝宝，你不过就是一个功法，恋爱个屁！你的五行法，自卑了，感觉到了绝望，表示不想活了，正在自杀中。你的五行法，快嗝屁了，赶紧救他！你的五行法，已经奄奄一息。卧槽，这 LSP 居然再度要自杀，现在该怎么办？自然要救拯救五行法了。对付这个 LSP， 慕寒已经有了办法。他笑着说道：“林小姑娘，我看你脸色有异，是不是身体抱恙？能否让我为你诊断一下？”林小微微一怔，他来找慕寒，其实也是为了这件事情。连日和那些猛兽拼杀，他受了不轻的伤势。本来他就是想看看慕寒能否为他疗伤的，现在慕寒自己提出来了，他自然满心欢喜的答应。慕寒心中一笑，不怕五行法，那 LSP 不上当。他笑着说道：“我实力不强，还请姑娘将手拿出来，我通过诊脉为姑娘查看伤势。”好，林晓立刻将手伸了出来。你的五行法，感觉到自己充满了力量，活出了第二世，重生归来。果然，纯纯的 LSP 一直都是这个德行，从来都没有变过。慕寒却没有立刻去拉对方小手，而是在心中和五行法对话。我觉得现在的修炼速度有些低，你的五行法修炼速度提升10倍，并且保证不会再少于10倍。万一以后某个家伙又用自杀威胁我呢？五行法对天发誓，若再发生这种事情，让我生儿子没有定年。搬山术，父亲你好毒！乾坤化龙剑，需要我劈了这个毒妇吗？五行法，逆子，你敢！慕寒得到满意的答案，他这才伸出手，一把抓住林晓的小手。他倒也没有骗他，真的在查看他的伤势。五行灵力进入林晓的身体之中，探查他体内的情况。五行法，我进入了他的身体。这 LSP 在开马车，而且还是天马。这一回慕寒也查出了林晓的症状，其实并不严重，只是对凡人来说并不是很容易治疗。他身体之中有几处内伤，都是战斗之中留下的。慕寒用五行灵力扫过，直接修复。你那个东西在我身体里面好舒服。林晓脸色微红，忍不住叹息道：“稍微忍耐一下，一会就好了。”慕寒有些喘息的说道：“仙师你快一点，我有点受不了，忍不住想要叫出来。”这是林晓的声音。李林他们正向这边走来，走到拐弯处，却听到两人的对话。李林和吴磊顿时止住了脚步，他们面面相觑。圣子这速度也太快了吧，居然这么快就和林小姑娘好上了，而且听他们这动静，居然是在房间外面办事的，这也太过分了吧。本来对圣子还有一些好感，此时他们却很失望了。李林和吴磊对视一眼，他们觉得自己必须打断圣子，不然的话，若是被别人发现，他们青云门的脸都丢光了。想到这里，他们同时迈动步子。圣子，你不能这样，赶紧停下来！不错，圣子，光天化日，青天白日，你居然做出此等事情，这让我青云门的脸面往哪里放？李林和吴磊一同冲了过去，他们怒气冲冲，质问慕寒。慕寒一面给林晓疗伤，一面有些不解地问道：“两位太上长老，你们这是什么意思？”他一脸茫然，望着两人，真的被他们弄糊涂了。李林和吴磊也懵了，眼前和他们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慕寒坐在那里，拉着林晓的手，看样子居然是在给他疗伤，而林晓脸色红彤彤的，一副很受用的样子，舒服的眼睛都眯了起来。听到慕寒的问题，李林和吴磊两个人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难道他们要说自己误会了慕寒，以为他在这里和林晓办事？两人担心慕寒坏了宗门的名声，所以冲过来阻止他。真要是这么说，慕寒不和他们翻脸才奇怪呢。就在此时，一声巨大的嘶吼传来，
伴随着惊叫声音，慕寒他们都将目光投了过去。是城墙那边，难道出事了？慕寒心中一动，他望向那个方向，过去看看。李林和吴磊说道。慕寒点头，然后腾空而起。李林和吴磊对视一眼，这个事情来得太及时了，他们两个也腾空赶往那个方向。这里只剩下林晓一人，他哭笑不得，三位仙师走了，居然将自己留在这里了。同时他也有些失落，终究没有引诱成功。若是真的能被那个慕寒仙师看上，也许他就能得到修仙的法门，也成为修仙者了。身为一员武将，她虽然是女子，但也对强大的力量很是向往。修仙者代表着世间最强的力量，哪怕是妖兽也无法与之相比。他运转轻功也追了上去，几个起落便出了城主府。慕寒他们第一时间来到城门之上，此时他们总算是看到猛兽攻城的画面，不仅仅地上有，还有天上的一些猛禽。一些猛兽体型都大得吓人，几乎要成妖了。这些猛兽比寻常的同类都大了至少1倍，甚至一头苍鹰一展起码有3、4丈。它从高空之中俯冲下来，冲向城墙。那些守城的士兵吓得瑟瑟发抖，他们之中有武者，实力不俗，但和这种猛禽相比，却根本就不是对手。同时他们也有些无力，前几日还没有这种程度的猛禽呢，但今日已经出现了这个程度的猛禽。这些猛禽在他们的眼中和妖兽几乎没有区别了。就在猛禽即将扑到城墙之上的时候，一道剑光闪过，直接将猛禽劈杀。慕寒他们出现在城墙之上，刚才那一剑就是慕寒斩出去的，没有动用乾坤化龙剑，只是随便打出一道剑气就斩杀了猛禽。这头苍鹰虽然巨大，但只要有炼气期的修为就可以轻易斩杀，更何况慕寒的实力已经晋升到了筑基期7层。远处一个身穿异族服饰的少女望着眼前的一幕，她顿时知道遇到了高人。看刚才那一道剑光，分明是修仙者才能发出的。自己这些猛兽虽然厉害，但都是普通的兽类，绝对不是修仙者的对手。就在此时，一道道剑光闪过，上百个修仙者出现。他瞪大了眼睛，有些难以置信，不就是一个小小的奉天城，居然让那么多修仙者来驰援？他简直以为自己看错了，或者是做梦。少女想跑，他有一种感觉，自己再不跑的话，肯定会被盯上。但是就在他准备动身的时候，一道身影已经出现在了他的面前。少女表情一僵，她露出惊恐的神色，自己被发现了。来人自然是慕寒。实际上他很容易就找到了少女，让他没有想到的是，驱动这些猛兽的居然是一个16、17岁左右的少女。少女身穿异族服饰，皮肤白皙，一双杏眼瞪大，有些惊惧，那怯生生的样子看起来很是可爱。你的五行法，发现极品小萝莉一枚，顿时心花怒放，强烈要求你把小萝莉拿下。脑海之中传来声音，直接被慕寒屏蔽了。他又不是什么变态色狼，见到女人就动念头，也只有五行法这个 LSP 才会有这样的念头。他饶有兴致地盯着少女，眼神有些深邃，不知道在想一些什么。少女有些紧张，盯着慕寒，努力做出一副凶巴巴的样子，用清脆的声音说道：你不要乱来，不然我让他们吃了你。看她的样子都快要吓哭了，却还在威胁慕寒。慕寒差一点笑了出来，这丫头实在是太可爱了。不过想到她驱使那些猛兽进攻城池，还造成了不少伤亡，慕寒就不觉得她可爱了。我只问姑娘一句，为何要侵扰奉天城？慕寒神色严肃了下来。女孩扁了扁嘴，她委屈地说道：我就不告诉你。慕寒淡淡一笑，他眼神说着冷光，盯着少女，寒声道：莫要在我面前装什么可怜，你纵容猛兽攻城，一看就知道不是什么单纯良善之辈。我只是念在上天有好生之德，所以才询问你一声。若是你继续给我装傻充愣，我索性就一剑杀了你，倒是干脆。见慕寒杀气腾腾，女孩是真的被吓到了。她后退了2步，望着慕寒的眼神充满了惧意，生怕慕寒真的砍了自己。少女脸上楚楚可怜的表情消失，她露出愤恨的神色。我只是为了救出我的姐姐而已，她被城中的人掳去了，我让他们放人，他们不愿意，我才出手侵扰这个城池的。谁知道死了那么多人，他们都不愿意放人。少女很委屈，她也不是什么邪恶之辈，只是为了营救自己的姐姐而已。慕寒知道修仙者最好不要参与俗世的事情，但他刚成为修仙者不久，且在慕寒的心中，大陆不平重人才，那些规矩他压根就不在意。将事情的原委告诉我，若是有半句假话，别怪我辣手无情。少女知道自己不能说谎话，要是惹怒了眼前这个仙师，他绝对会杀了自己。她赶紧将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少女叫做西，是奉天城周围一个原始部落的族人，他们这一族有别于一般的人族，每一代都会出现一个可以和大自然万物沟通的人，被称为巫女。你就是这一代的巫女了。慕寒顿时恍然大悟，不过和大自然万物沟通这种能力，怎么那么像是修仙界传说中的一种体质？今天他也许是遇到宝了。西点了点头，肯定了慕寒的猜测。他继续说下去，他们这一族本来生活的还很安宁，结果近日来奉天城的权贵经常骚扰他们村落，抢夺他们的东西。这还不算，前几日对方见他姐姐貌美，将他姐姐抢了过去。西为了救自己的姐姐，这才一时猛兽出手的。慕寒若有所思，他问了一句：城主知道吗？听到慕寒的问题，少女西脸上露出一抹怒色，就是他的小舅子。他愤愤不平，银牙暗咬，居然是那个看起来很爱惜自己子民的城主。慕寒有些意外。慕寒想了一下，他这才说道：那你也不该指挥猛兽攻城啊，五行法双标狗，人家姐姐都被抢了，凭什么不能攻城？
乾坤化龙剑，赞同。慕寒心中骂道：“闭嘴！”西也很生气，他怒视着慕寒，冷冷地说道：“我本来以为你和他们有一些不同，没想到也是一丘之貉。我去找城主，却连他的面也没有见到。若不是跑得快，他那个小舅子将我也掳了过去，我凭什么就不能攻城？”慕寒摇了摇头，他笑着说道：“其实你是误会我的意思了。我的意思是你完全没有必要如此明目张胆。你可以操纵猛兽，直接操纵几条毒蛇，将他们全都咬死，不就可以将你姐姐救出来了？真傻！”什么？西一脸吃惊地望着慕寒，仙师在叫我杀人？这要是说出去，怕是绝对没有人相信。仙师，您知道您在说什么吗？西不可置信地说道。慕寒淡淡一笑，道：“自然知道。我等修仙者守护的是苍生，守护的是好的生灵，并不是说坏人也要守护。对我等而言，坏人也就和妖魔鬼怪一般，一样是需要斩杀的。当然，这只是慕寒的观念。一般修仙者高高在上，斩妖除魔，他们愿意做。但对这种人妖，不对，应该说人中妖魔，他们不愿意去管的，都带着一种俯视的态度，认为芸芸众生自然有他们的规则。在慕寒看来，这种想法很可笑。西露出崇拜的表情，他也彻底放心了。原来仙师也是分青红皂白的，他还以为仙师都是那种不讲理，直接就要将他打杀了呢。那仙师可以将我姐姐救出来吗？西期待地问道。自然可以，跟我来吧。慕寒笑着说道。他带着西腾空直接来到城墙之上，没有西的驱使，那些猛兽也四散而逃。人类为天地主角，兽类对人类的恐惧早就已经埋在了骨子里面。看到白羽带着一个少女来到城墙，那个城主微微一怔，然后惊讶地说道：“你是赤足巫女，传闻赤足有巫女可以驱动百兽，我明白了，一切都是你在捣鬼。”说到这里，他顿时露出怒容：“来人啊，将这妖女给我拿下！”慕寒眼神一冷，他冷冷地说道：“我看谁敢！”被他的眼神扫过，那些士兵全都后退。林晓有些不解，忍不住问道：“仙师，您这是何意？为何要维护妖女？”城主也不解，他有些着急。本来以为慕寒是将妖女抓回来给他们处置的，但看现在的意思，慕寒分明在庇护妖女。慕寒冷冷地说道：“那就要问你们城主做了什么好事情了。”城主，所有目光都集中在了城主的身上。城主也有些懵逼，自己貌似什么都没有干啊。面对众人质问的目光，他很无辜。西愤怒地说道：“你还在装？就是你的小舅子强行掳走了我姐姐，我去城主府告状，结果连你的面都没有见到，连我自身都差一点被你的小舅子抓了。事情的起因居然是这样的。”吴磊他们眼神顿时不善了起来。对方求援，他们劳师动众前来斩妖除魔，没曾想到居然只是为了一个恶霸出头挡灾。这要是传出去，他们青云门就成为笑话了。上百道冰冷的目光落在城主的身上，城主腿一软，差一点跪在了地上。一群仙师的怒火，他一个凡人虽然有一些武艺傍身，但哪里承受得住？没有吓晕过去，都已经算是很坚强了。林晓嫉恶如仇，本来有些生气，但想到城主的为人，他很快就想明白了。他赶紧说道：“诸位，我看这件事情肯定有些误会。据我所知，城主绝对不是这种人，这件事情肯定是赵隼背着他做的。不错，城主为人，我们都知道，他绝对不是这样的人，请诸位仙师明察。”有守城的士兵开口为城主说话。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来，城主还是很得民心的。显然，他真的不是这种人。想到这里，慕寒脸色稍微缓和了一点，他淡淡的说道：“既然大家都相信你，我也给你一个机会，将西的姐姐带来，还有你那个小舅子，我也要见到他。”是。城主立刻说道。面对仙师，他没有任何反抗的心思。他向林晓吩咐道：“林将军，你去将赵隼那个混蛋带来，还有这位姑娘的姐姐也一起带来，我看他这一次还怎么和我解释。”城主震怒，平时赵隼做一点不好的事情，但不是太严重，他都当作没有看见，或者给别人补偿，一直以来也没有出什么事情。没有想到这一次他居然闹出这么大的事情来。赤足巫女震怒，率领百兽攻城。若非有仙师们的到来，他们奉天城早就已经被攻破了。而且为了守城，他们还死了不少士兵。光是这一点，他就无法再包庇自己小舅子。末将领命。林晓说完，转身离开。不大一会，一个油头粉面的年轻人就被带了过来，还有一个浑身伤痕的少女，样貌非常出众，甚至比西还要漂亮。你的五行法，见到超级大美女，顿时热血沸腾，正义感爆棚，强烈要求干掉那个赵隼，不然就罢工。慕寒没有理会五行法，哪怕是他也心中愤怒。少女浑身上下没有一处完好的地方，整个人脸色苍白，一看就知道受到了不少的折磨。姐姐，你没事吧？他没有把你怎么样吧？西赶紧冲了过去，抱住自己的姐姐，紧张地问道。少女摇了摇头，说道：“我抵死不从。他虽然打我，但也怕把我打死了，这些也只是皮肉伤而已。”西松了一口气，若是姐姐被这人侮辱了，哪怕回到村落，也只好孤独终老了。姐姐无恙，他就放心了。不错，看到他满身伤痕的样子，他向慕寒跪下，恳求道：“求仙师为我姐姐做主。”慕寒淡淡一笑，说道：“你要怎么处置他？”他并没有问那个城主，而是询问西。想到自己姐姐受到了这么多的苦，西忍不住说道：“请仙师杀了这个淫贼。”好。慕寒说完，直接捏剑印，一道剑气击射出去。在场的人都没有反应过来，赵隼就已经被杀了。他头颅飞了出去，眼睛瞪大，到死都没有想到居然就这么死了。而他的姐夫在旁边居然连阻止都没有。城主哪里是不想阻止，而是根本就没有机会。
慕寒动手实在是太果断了，等到他反应过来，小舅子已经被砍了。城主有些失魂落魄，坐在一边，他望着西和他姐姐的眼神有些愤怒。等仙师离去，他一定要让赤足好看。之前以为是有妖兽在作祟，所以才固守城门不出，现在知道是吃族的人干的，他自然有办法对付吃族。哼！就在此时，慕寒看到了他眼神，他冷哼了一声。城主被惊醒，他反应过来，知道仙师对自己不满了。刚才他的心思多半都被慕寒看出来了，他直接跪在了地上，头都不敢抬。慕寒盯着他，冷冷地说道：“我知道你的心思，想要在我们走后报复赤族。不过我警告你，你最好不要那样做。西有仙缘，我打算入我青云门修行，他的族群日后就是我青云门罩着了。”城主顿时冷汗淋漓。吃族的巫女去修行了，这就表示吃族以后就属于青云门附庸种族，受到青云门的庇护。他若是敢动吃族，怕是祖宗18代都会被杀一个干净。仙师斩妖除魔是不错，但仙师杀起人来也是一个干净利索，就像是刚才他的小舅子被直接斩掉。慕寒轻描淡写的样子，更杀了一只狗没有区别。西惊喜地望着慕寒，他没有想到慕寒居然打算带他进入修行界。修仙，这是所有凡人共同的梦想。凡人们羡慕修炼者可以飞天遁地，可以点石成金，可以长生不死。当然，这只是他们的感觉。飞天遁地不难，但点石成金、长生不死，怕是化神期的高手都做不到，一般的修仙者想都不用想。甚至有传说，一般仙人的寿命也有尽头，只是相对凡人短暂的人生相对比较长就是了。林晓更是羡慕，他一大早打扮自己，就是为了去引诱慕寒，看自己能不能被带上成仙路。哪怕不能拜入仙师的门派，起码给个修仙的法门，也能让他超凡脱俗，远比一般的武林人要强了。可惜慕寒根本就不为所动，现在却要带一个少女回到仙门修仙，羡慕嫉妒恨。城主也赶紧说道：“不敢，仙师请放心，我绝对不敢找赤族的麻烦。”吴磊他们倒是有些疑惑，不知道圣子为何要带着这样一个少女进入师门？难道他看上了少女的容貌，但他不担心圣女吃醋吗？看到吴磊他们的表情，慕寒微微一笑，说道：“两位长老，你们难道真的没有看出来？”吴磊和李林这才认真观察，很快他们露出惊容。先天道体，他们想到了西的本能，能驱使百兽。先天道体乃是世间最强大的体质之一，先天是纯净的道体，能沟通天地万物，近乎于道。这类体质的人，哪怕没有踏上修炼之路，也有神异的表现，有的能操纵自然的力量，释放出来雷电或者火焰等，也有人可以驱使百兽。而西的表现，可不就是先天道体吗？他们开始都下意识地认为，西能驱使百兽，是因为某种秘法，没有想过先天道体。但经过慕寒的提醒，他们这才觉察到西的不同。这种体质的人，自身修炼天赋强大不说，还可以帮助人修炼，也可以帮助同伴战斗，让同伴的实力恢复得更快，且战力提升。哪一个门派若是得到了先天道体，都会当做最重要的弟子培养，不允许出现意外。若不是慕寒仔细，他们就错过了一个先天道体了。吴磊眼中闪过一道金光，他立刻说：“姑娘，我是青云门太上长老吴磊，元婴后期真人，你可愿意成为我的弟子？”他的话刚落，李林立刻说道：“姑娘，我乃是青云门太上长老李林，同样是元婴后期的真人，你拜我为师吧。我还有一个妻子，也是青云门的真传长老，我们可以一起教导你。你好好想一下，一个师傅哪里有两个师傅好？”吴磊顿时怒了，他怒视着李林，不爽地说道：“你这个老家伙不地道，居然和我抢弟子，明明是我先说的。”李林也很不客气，他不满地说道：“放屁！你已经有了一个弟子了，还要抢这位姑娘为弟子，你管得过来吗？姑娘，你要好好考虑一下，修炼资源是有限的，这家伙供养一个弟子就已经很不容易了，你再成为他的弟子，他就算是把裤子都卖了，恐怕都给不起你修炼资源。而我没有弟子，还有你师娘可以给你修炼资源。”李林一连串的说了一堆的话，对这个弟子，他势在必得。哪怕昔日后成不了圣女，毕竟萧月是圣女，她天赋也一样强大，就算是先天道体，也不敢说就比她强。但一个先天道体的弟子，将来有很多可能性，最起码也能进入反虚甚至渡劫，好一点的飞升成仙，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哪怕自己成不了仙人，但教导出来一个仙人弟子，那也足为平生了。两人争执不休，全都要收下弟子。我要拜这位仙师为师。西切生生的说道，总觉得这两个老头子都不是什么好东西，还是慕寒看起来要更靠谱一点。李林两人愣住了，他们哭笑不得。慕寒不过筑基期，自然收不得弟子。想要收弟子，起码也要金丹期，成为真传长老才有资格，否则的话就是误人子弟。李林耐心的解释道：“姑娘，你可能不知道，圣子地位虽然比我们高，但终究是修炼时间太短，暂时还没有资格收徒，是吗？”希望着慕寒向他确认。慕寒点头，肯定了两人的话。希有些失望，他是真的觉得慕寒很亲切。慕寒笑着说道：“这二位确是我们宗门地位极高的两位耆老，你若是能拜他们为师傅，也是你的荣幸。我应该选择谁？”西向慕寒问道。他对慕寒100%的信任，只要他说自己拜谁，自己就拜谁。慕寒想了一下，然后指了指李林：“李林长老吧，他确实没有弟子，而且妻子还是一位真传长老。你若是做他的徒弟，修炼资源能得到保证。徒儿见过师傅。”西很聪明，既然慕寒都这样说了，他立刻拜师。李林顿时喜笑颜开。一边的吴磊很郁闷，他不满地说道：“圣子，
我知道你和李林之间的关系，他算是你姐夫，但你也不能这样偏心吧？错过了一个先天道体的弟子，他很失望。慕寒神色一肃，他解释道：“吴磊长老，举贤不避亲，这句话你应该听过。我是青云门圣子，一切自然要从宗门的利益考虑。我刚才的决定，绝对是对宗门好处最大的。”吴磊微微一怔，见慕寒一副正义凛然的样子，他由衷的佩服，望着慕寒的眼神都带着深深的敬佩。圣子光明磊落，吴磊佩服。其他人望着慕寒的眼神也带着敬佩，慕寒则露出笑容。有时候事情很简单，直接光明磊落的摆出来，就不会有那么多麻烦。将自己的想法藏着掖着，反而会有问题。自己刚才说开了，就是为了宗门的利益。吴磊瞬间就理解了，也不会有什么怨言。而且他还觉得自己光明磊落，这里的事情算是圆满解决了。除了城主被他家的河东狮闹得束手无策之外，其他人是皆大欢喜。西回到族群，告别族人。当族人知道他要去修仙的时候，全都很激动。巫女每一代都有，但若是能出现一个修仙者，那就完全不一样了。他们的族群也许会因此繁盛起来呢。林晓望着慕寒的眼神有些幽怨，他很想修仙，成为修仙者，但慕寒却拒绝了他。实际上慕寒也很无奈，他找了李林他们看过，林晓确实不适合修仙，哪怕穷其一生，怕也无法筑基成功，连筑基期都达不到，根本就不算是修炼者。若不然的话，光是林晓这么诚心，他也不介意带他走上修行之路。林晓很委屈，可怜巴巴的样子，望着慕寒他们的身影，他知道这一世真的没有希望了，无法修炼。最终还是吴峰看不下去，直接传授了他一篇入门心法。同时吴峰还告诉林晓，若是他自己修炼到了筑基期，可以来宗门找他，他会让自己师尊手下林晓的。一边的吴磊瞪大了眼睛，他什么时候同意了？这个弟子居然敢擅作主张。不过他也明白，多半是吴峰看到林晓就想到了自己，他们算是同病相怜，都是资质不好。实际上若非吴峰有大毅力，吃了别人10倍100倍的苦，如今怕是连筑基期都没有踏入呢，更不用说爆丹成功了。筑基期之后能走多远，就不一定是资质决定的了，需要看人的毅力和悟性。多谢仙师，我一定会努力的，修炼到筑基期，前往青云门。林晓一脸坚定。吴峰露出笑容。他们一行人离去，赶回青云门。奉天城的事情算是圆满的解决了，且他们还带回来一个先天道体，可以说是大有收获。所有人都高兴，唯有一个慕云迪高兴不起来。他亲手斩杀了陆勇，瞬间白头，然后便将自己关在了云峰之中，一直没有出现。云青山去请过他，结果慕云迪说了，这是他对自己惩罚，教出了这样一个不孝弟子，是自己的过错，他同样要受到惩罚。云青山无奈，只能放弃劝说他的念头。有些东西若不是自己想明白，就很难走出来。他们修炼者更是如此。慕寒他们回来，带来了一个先天道体，这个消息让所有人都惊喜。云青山亲自检查，顿时让西无比紧张。嗨嗨，先天道体乃是世间最强的体质之一，这个弟子我就收下了，我会尽力教导的。云青山很不客气地说道，直接要收徒。李林脸色发黑，但还是站了出来，说道：“掌教，您不能收徒。”为何？云青山不解。西已经拜了我为师，他是我的弟子。李林赶紧说道，生怕再说的晚了一点，就会被云青山将这个弟子抢走。云青山露出可惜的表情，他没有想到李林下手这么快，他还想要争取一把，最好能将先天道体收到自己门下。李林赶紧补充了一句，这是圣子做出的决定，相信掌教也相信圣子的判断吧。目光望向慕寒，云青山叹了一口气，李林这个狡猾的老狐狸啊，自己若是强行收徒，就等于打圣子的脸，让圣子失去了威严，这种事情他显然不会做的，如今只能接受这个事实。可惜一个先天道体啊，他让李林他们下去，免得看着心中堵得慌。慕寒你留下，云青山说道。最后大殿之中只剩下他们2人。你有麻烦了，云青山说道。慕寒露出疑惑的神色，盯着云青山，不明白他的话是什么意思。自己身为青云门圣子，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云青山不找自己的麻烦，谁还能找自己的麻烦？以下犯上的罪过了解一下，足以将除了云青山之外的任何人逐出师门了。一位老祖宗的弟子出关了，进入了爆丹期，他点名了要找你的麻烦，将你击败，成为圣子。云青山解释。至于他口中的老祖宗是谁，慕寒自然不知道，但能让云青山这么称呼的人，实力定然不低，有可能是反虚甚至渡劫期的大高手。青云门果然没有那么简单，看似只有掌教这样一尊化神期的高手，实际上还有隐藏的强者。很多门派应该都是这样的，包括天魔宗在内。他在哪里？慕寒问道。你要做什么？云青山目光落在他的身上。慕寒白了他一眼，没好气地说道，自然是击败他了。你告诉我这个消息，不就是为了让我去击败他吗？云青山讶然，他没想到慕寒知道他的心思。见他一脸惊讶的样子，慕寒淡淡一笑道，我好歹是掌教的弟子，而且已经被定为圣子了，现在出来一个人就要击败我换圣子，岂不是不给师傅你面子？哪怕他是哪一位老祖的弟子，相信师傅你也不会很舒服，很想证明自己的眼光没错。所以呢？云青山嘴角含笑，所以我将他击败就是最好的证明，区区一个爆丹期又有何惧？慕寒自信地说道。随后他叹息了一声道，可惜
我战斗天赋真的太垃圾，空有五行法这种超强的功法，却不能发挥出来他的能力，不然的话，什么爆丹期完全不用放在眼中。他一直觉得自己只能击败爆丹期，是因为自己的战斗天赋不行，发挥不出来五行法的威势。不然的话，他应该跨越爆丹期去打金丹期。五行法，我有那么厉害？我自己都不知道。云青山嘴角抽搐了一下，他很想告诉慕寒，你的战斗天赋很强，自己是故意打击他的。但想到慕寒要是因此而骄傲，那就不好了。他索性埋在心中，等待慕寒自己发现吧。他在沐月峰叫做白羽，你去找他吧，记住别打死了。云青山叮嘱他，本意是让慕寒不要下手太重，但慕寒却听出了别的意思。他觉得云青山是吩咐自己，只要不打死，随便打成什么样子都可以。所以慕寒心中有底了，放心，我肯定会给师尊出气的。慕寒给了云青山一个放心的眼神，他大步离去。望着慕寒离去的背影，云青山在思考，他总觉得慕寒可能误会他的意思了。算了，慕寒那么聪明，自己有分寸的。他心中暗暗想到的。沐月峰，慕寒直接过来了，看到刻在石碑上的沐月峰3个字，他露出一抹冷笑。爱慕萧月吗？对方还真是痴心妄想呢，不仅仅想要夺取他圣子的位置，居然连萧月都想要夺取。嘴角挑起一抹不屑的笑，慕寒直接一把抓住石碑，然后直接从地上抬了起来。上千斤的石碑被他轻而易举地举了起来。下一刻，慕寒将石碑直接向山上扔了过去。白羽正在修炼，突然有一种不安的感觉，他心中生出一股警兆，几乎没有任何迟疑，他停止修炼，横移到一边。砰！一块石头砸在了刚才他盘坐的地方。白羽额头上冒出一丝冷汗，刚才他只要稍微慢一点，恐怕就被石头砸中了。1000斤重的石头砸中他，他就算是不死都要重伤。谁？白羽怒吼道，他眼中闪烁着寒芒，直接从房间跳了出来。他一眼就看到山脚下的慕寒，白羽眼中闪过一道厉芒，他直接冲了下来。是你偷袭我？白羽盯着慕寒，他眼中寒光闪烁，他冷冷地说道，你可知道我是何人？慕寒淡淡一笑，反问道，你是长老？自然不是。白羽冷冷地说道，那你是真传弟子？白羽皱了皱眉头，他冷冷地说道，自然不是，他是门派之中某一个老祖的弟子，自然也不算真传弟子。按照辈分来说，他的辈分很高，甚至还要在云青山之上，但若说在门派之中的地位，很难区分，因为他刚从那个老祖的身边走出来，虽然占据一个山峰，但是在门派之中没有任何职位。慕寒淡淡的说道，不是长老，不是真传弟子，那你在我面前牛什么？我就算是将你逐出师门，你也只能听着，敢质问我就是以下犯上。白羽微微一怔，他立刻反应过来，你是慕寒。他很聪明，第一时间猜到慕寒的身份，敢在他面前这么说话的人也只有一个圣子慕寒了，哪怕云青山都相当克制，毕竟他是青云门一位老祖的弟子，甚至在辈分上比掌教还要高，身为掌教自然不能不给那位老祖面子。慕寒脸色一沉，他不悦地说道，你应该现在躬身行礼，说一声见过圣子。哈哈。白羽露出不屑的表情，他满脸冷笑道，区区一个筑基期居然做了青云门圣子，我看云青山那个小辈是越活越回去了，或者说老眼昏花，脑子也糊涂了，居然让你这样一个人当圣子，简直可笑。云青山本来正在以神念观看这一幕，听到白羽的话之后，脸色顿时沉了下来。哪怕白羽是那位老祖的弟子，也不应该如此狂妄，居然敢如此说他。毕竟白羽只是辈分高，而他才是青云门的掌教。放肆！你敢侮辱我师？慕寒脸色一沉，乾坤化龙剑，盘他！搬山术，干他！慕寒本来就是要来判他的，现在更有借口了。白羽神色不屑，他冷笑着说道，修炼界就是这样，若是没有本事，哪怕身居高位，也会被人蔑视。青云门掌教有能者居之，云青山的表现，做青云门掌教有些勉强了，这就是明着说云青山不配做掌教了。慕寒闹出的动静不小，不少人都将目光集中了过来。听到白羽的话，他们都露出怒容。云青山做掌教，将整个青云门发展的井井有条，且整个青云门的实力都有所提升，和上一任掌教相比，强了何止一点。现在一个年轻人不过是仗着自己是一位老祖的弟子，居然就指责云青山，说他不配做掌教，简直太狂妄了。慕寒眼神冰冷，他冷笑着说道，好大的口气，不用我师教训你，你我一战，我让你知道，你不过就是井底之蛙，别说在那里评论我师，你连做我对手的资格都没有。小小筑基，我杀你如土狗。白羽一脸不屑，他已经踏入爆丹，且按照自己师尊的说法，他在爆丹之中也算是佼佼者，虽然只是爆丹1层，但想要击败他，起码爆丹7层的实力，这种天赋简直可以用妖孽来形容。他自然不会将区区的一个筑基期放在眼中。我就问你敢和我一战吗？慕寒有些不耐烦，他觉得对方太啰嗦，自我感觉太良好，有何不敢？白羽冷笑，他俯视着慕寒道，但是要我出手，必须要有赌注，你若是败了，将圣子的位置让出来，同时承认你师父不是做掌教的材料。慕寒心中暗怒，对方不仅仅是针对他，更是连掌教一起针对。既然如此，他就不客气了。可以，但是你若是输了，我要你的命。他本来没有杀意的，最多只是将对方击败，但现在却不一样了。对方欺人太甚，小瞧他不说，连云青山对方轻视，这让慕寒很生气。
他现在看对方极其不顺眼，生出了杀意。就凭你？白羽冷笑，神色不屑。他只觉得好笑，甚至有一种被羞辱的感觉。区区一个筑基期，居然想要杀他，简直可笑。慕寒没有说话，只是盯着他。好，我答应你，动手吧。白羽脸色一沉，他就要动手。慕寒却喊道：等一下，你还要做什么？白羽很是不耐烦，都要动手了，慕寒却又喊住了他，这让他极其不爽。慕寒冷冷一笑：我们去演武场，让同门做个见证，免得你输了不认账。你师父到时候跳出来说我故意干掉你，那个时候我就百口莫辩了。就凭你？白羽不屑。你不敢？慕寒眉毛一挑，嘴角挑起一丝不屑的笑。有何不敢？我们现在就去演武场。白羽说完，他带头向演武场赶了过去。慕寒不紧不慢，嘴里却嘀咕道：找死都那么积极，果然不愧为蠢货。白羽听到了，他猛地转身，恶狠狠地盯着慕寒，杀意凛然。但他终究没有动手，只有在众目睽睽之下击败圣子，甚至将他击杀，才能得到自己想要的。否则的话，私下击败甚至击杀圣子，到时候云青山随便给他按一个以下犯上的罪名，他想要解释都很难。那个到时候他师父出面都保不住他。演武场，两人来到这里，那些门人弟子看到两人一前一后赶来，顿时猜到要发生什么事情。很快的时间，青云门大半的门人弟子都围了过来，剩下的没有前来的，不是在外面历练，就是在闭关。他们议论纷纷，都对这一场战斗很感兴趣。见人都来得差不多了，慕寒一拱手，满脸悲愤地说道：诸位同门，今日白羽如我不说，还辱我师尊，说他不配做青云门的掌教。我身为掌教弟子，自然不能容忍有人这样侮辱我师尊，哪怕是丢掉性命，也要维护师尊尊严。今日我就豁出命了，以筑基期迎战他这个爆丹期的大高手，生死各安天命。诸位也莫要骂他恃强凌弱，这是我自己的选择，与他人无关。白羽傻眼，他越听越不对，事情怎么变成自己恃强凌弱了？分明是慕寒打上门，差一点用石碑将他砸成重伤。哪怕他说话刺激了一点，但也是人之常情。但在慕寒的口中，就变成他恃强凌弱，依仗着自己的实力和辈分，侮辱宗门的圣子和掌教。他一下子就成为诚心找事的人，而慕寒和掌教立刻成为了受害者，一副饱受压迫的被害者模样。若是在场的人相信了慕寒的说法，哪怕他击败慕寒成为圣子，恐怕也不会有人服气他，甚至会在他背后戳他脊梁骨。果然，听到慕寒的一番话，青云门的弟子脸色都变了。他们对慕寒未必尊重，但对掌教却是发自内心的尊重。现如今掌教受辱，他们顿时对白羽生出了敌意。不少人看他的眼神都充满了不善，更有人直接说道：这种不孝之徒，不知道是谁教导出来的，居然如此狂妄无知，连掌教都敢侮辱，简直不知死活。以下犯上，不守尊卑，他根本就没有资格做我们青云门的弟子。是啊，也就是掌教宽宏大量，心胸宽广，不愿意和这种狂徒计较。我若是掌教，定然就将他赶出青云门。不错，将他赶出青云门。到最后，将白羽赶出青云门的呼声越来越高，白羽都傻眼了。他没有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一步，而这一切不过只是慕寒的三言两语而已。云青山露出满意的神色，这个弟子还真是没有让自己失望，一番话就直接让白羽落入了绝对的下风。哪怕白羽能将慕寒击败，也不可能成为青云门的圣子。一个宗门弟子都讨厌的圣子，是无带领宗门走向辉煌的。慕寒摆了摆手，众人立刻止住了声音。慕寒目光扫过人群，他感激地说道：多谢诸位师兄长辈对师尊的拥护和爱戴，但这件事情因我而起，是因为有人觉得我德不配位，不配做圣子。我要证明给那个人看，我师尊的眼光没错，他选择我成为圣子并不是错误的，哪怕送掉自己的性命，我也要亲手证明这一点。我们只认慕寒圣子，除了慕寒圣子之外，谁也没有资格做圣子。吴峰带头喊道：不错，谁敢说慕寒没有资格做圣子，自己先去面对一下妖月再说。圣子可是连妖月都不怕的猛人。前几日圣子还献策，为宗门抓住到了天魔宗的奸细。圣子以筑基期就可以击败爆丹期，无论是天赋还是智谋，没有人比慕寒更适合当圣子的了。一件件事情被提出来，慕寒嘴角含笑，一副谦虚的样子。唯有白羽脸色难看，他心中清楚，自己击败了慕寒，也已经失去了宗门弟子的心。够了，都给我住嘴！慕寒，你还要不要打了？打！慕寒开口，他眸若冷电。乾坤化龙剑，盘他；搬山术，干他；五行法，影响老子看美女，盘他！我给你升个级。你的五行法，为了以后能看到更多美女，要坚决保住你圣子的身份，努力顿悟，你的修为达到筑基8层。他化万物，用本座变成一条龙，对死他！慕寒身上灵力涌动，他踏入了筑基8层。周围的人都惊讶，圣子也太牛逼了吧，居然咋对战之前突破，踏入筑基8层。所有人都震惊。一个内门长老忍不住说道：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圣子1个月之前还只是一个凡人杂役呢吧？他身边的另外一个内门长老点头，肯定的说道：如果凑巧我也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的。1个月从普通人到筑基8层，这是什么天赋？仙人下凡也不过如此。你的搬山术感应到众人的震惊，顿时得意洋洋，修炼速度提升到15倍，修炼进度真质化近49%。慕寒背负着双手，他淡淡一笑，说不出的风轻云淡，像是突破对他而言根本就算不上什么一样。周围的弟子们对慕寒更为佩服，宠辱不惊，哪怕是突破了，也不见有什么剧烈的情绪波动。
这种心境，连一些老辈强者都没有。一个年轻人能有这样的心境，将来定然不是池中物。白羽冷笑道：“不入爆丹，终究是蝼蚁。哪怕你到了筑基10层，也不可能是我的对手。我能轻易击杀你。”他说的是击杀，而不是击败，显然是对慕寒生出杀意。今日的事情过去，哪怕他真的天赋无双，想要成为青云门的圣子，也很困难了。毕竟，一个让宗门之中弟子都讨厌的圣子，肯定是不能服众的。动手吧，今日你我生死战，生死各安天命。慕寒淡淡的说道。白羽冷笑道：“如你所愿。”轰！他出手了，灵力涌动，道剑光斩落。无耻！堂堂爆丹期和筑基期战斗，居然偷袭，简直不要脸！太无耻了！这种人居然是我青云门的弟子，我等休以他为伍！一声声大骂传来，让白羽脸色一阵青白不定。他那算是偷袭吗？分明是正常的正面出手。他们都站在演武场上了，出手不是很正常的吗？难道还要告诉慕寒自己要动手了，让他小心一点？不过白羽也知道，在慕寒的煽动之下，他现在呼吸都是错的。慕寒没有后退，今日他要以绝对的实力击败对方。他捏剑印，乾坤化龙剑直接劈了出去。轰！一头剑龙浮现，冲击过去，将白羽的剑光冲散。而后慕寒前行，欺近白羽，他一拳向白羽的胸膛砸了过去。慕寒没有武器，只能以肉身攻击。白羽冷笑了一声，他从容躲过这一击，而后手中长剑斩落，直接劈向慕寒的头颅。看他的样子，居然是想要将慕寒一剑消手。慕寒冷哼，他倒退了一步，身体一矮，躲过了这一剑。而后慕寒体内浮现雷光，分别处于五脏的位置，那是五雷断体术，五行灵力在其中化作雷霆，被他引出。漫天的雷光从他的手上洒落，向白羽劈落。白羽被击中，他浑身一阵抽搐，吐出一口鲜血。刚交手不久，他居然被击伤了。白羽有些难以置信，自己师尊不是说过，他在爆丹期之中都算是高手，可以媲美爆丹7层的高手，为何却敌不过一个筑基8层的家伙？他有些怀疑自己师尊是不是忽悠自己的，让他觉得自己很厉害。以自己师尊对自己的疼爱，也不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情的。心中转着念头，他有些气馁。倒是慕寒，他有些惊喜，因为他发现自己的战斗天赋虽然很垃圾，但五行法牛逼啊，可以让自己越级征战。此时他已经可以确定，哪怕是正面碰撞，自己也可以击败白羽。心中有了底气，白羽出手更为凌厉了。他主动出手，又是一记乾坤化龙剑，剑龙呼啸冲击过去。白羽怒吼，他冷哼了一声，一座青铜宝塔浮现，那是师尊给他炼制的法器，适合爆丹期的修炼者使用。本来他都不打算拿出来的，但现在这种情况，若是不拿出来，他就要被击败了。青铜宝塔发光，挡住了剑龙。白羽冷笑，哪怕对方很强又有什么？他有的是宝物，可以和对方一战。慕寒却神色不变，他运转搬山术，真挚化境的搬山术，加上曾经吞噬过其他道法，已经进阶，比一般的搬山术强了不知道多少。寻常的搬山术，真挚化境的时候能提升1半的力量，但白羽的搬山术，因为吞噬道法的原因，道法本身进阶了，他的搬山术在真挚化境的时候运转起来，起码提升2倍的力量。修炼者过招，一线之差都会有着不一样的结果。慕寒气息快速攀升，在白羽惊骇的眼神之中，他再次捏剑印，威力完全不一样的乾坤化龙剑。白羽眸子微微一缩，他将灵力注入青铜宝塔之中，极力提升青铜宝塔的力量，想要挡住这一击。当一声巨响，白羽口吐鲜血，横飞了出去，而那个青铜宝塔也4分5裂，居然被慕寒徒手打碎了。众人露出难以置信的神色。青铜宝塔绝对是一个宝物，爆丹期10层想要打破都很困难，但白羽筑基8层却生生的将青铜宝塔打破了。你的搬山术！呼喊，让震惊来的更猛烈些吧，老子要晋级了。慕寒微微一笑，看到众人目瞪口呆的表情，他要的就是这种效果。没有任何迟疑，他再度上前。慕寒一脚踩落，白羽直接一个闪身，在地上滚了出去，狼狈的躲了过去。他本来是一身白衣，潇洒无比，如今已经看不出来原来的样子了。他眼神阴沉，恶狠狠地盯着慕寒。是你逼我的。白羽表情阴沉，像是做出了什么决定。慕寒饶有兴致地盯着对方，对方这个样子显然是要拼命了，但是他会怕吗？答案自然是否定的。白羽双手结印，他体内的血液都沸腾起来，强大血脉之力被他激活，整个人的气息提升了何止1倍。此时他超乎寻常的强大。战！白羽以长剑劈出，数十道剑气一起压落。众人色变。染血术？他疯了吗？只有在和敌人生死大战的时候，才允许动用染血术。不错，不过是自己人之间的切磋，白羽居然动用染血术，他这种人怎么能成为圣子？圣子危险了，本来境界就不如白羽，显然白羽又动用燃血术，简直不要脸！一声声议论都是在斥责白羽的。白羽脸色更为难看，他盯着慕寒的眼神充满了杀意，就是他让自己变成这个样子的。同门唾弃，各种鄙夷，这让白羽心中的杀意愈发浓烈。无论如何，今天他必须杀了慕寒。就这，慕寒嘴角微微上翘，他露出一抹不屑的笑容。搬山术运转，慕寒再度出手了。在搬山术的加持之下，乾坤化龙剑倾泻出去，一头剑龙浮现，比刚才更强的力量涌出。
噗！漫天的剑光被斩破，白羽被剑龙击中，他横飞出去，大口大口的鲜血从他的口中喷出，他的身上更是布满了可怖的伤口，他眼中全都是难以置信。使用了燃血术之后，他实力提升了何止1倍，哪怕爆丹10层，他都有信心一战。但他依然被慕寒击败了。慕寒的境界不过筑基8层，这让白羽心若死灰。他说慕寒是废物，但现在证明他自己才是一个废物。爆丹境界动用燃血术，却依然被一个筑基7击败，这样的人不是废物是什么？慕寒向他走来，一步又一步，一脸平静，看不出来嘲讽，更没有轻视，在他的脸上更多的是一种怜悯。是的，慕寒觉得白羽很可怜，堂堂爆丹，连自己这个战斗天赋垃圾的筑基7都打不过，不是很可怜吗？白羽感觉到慕寒的怜悯，他怨恨地盯着白羽，口中喷出一口又一口的鲜血。你的搬山术感受到众人巨大的震惊，顿时喜滋滋，产生顿悟，修炼进度提升，熟练度真挚化近55%。你的他化万物感应到浓浓的怨气，修炼速度提升到 1.5 倍，同时要求你再刺激一下对手。这个要求很变态啊，不过慕寒喜欢。他向白羽走去，站在他的面前，以胜利者的姿态望着他。慕寒悲悯地说道，其实我一点都不生气，你不过只是一个被惯坏的孩子而已，没有见过更广阔自己的天空，所以才会有如此行为。今日过后，你应该能得到一些教训了。说到这里，他微微一笑，谦虚地说道，不用谢我，身为圣子，这是我应该做的。噗！白羽明显受到了刺激，大口大口的鲜血像是不要钱一样吐出来，连慕寒都惊诧，一个人居然能吐那么多血，这家伙该不是将血吐完了吧？慕寒心中暗暗想着。白羽望着他的眼神更加的怨恨，充满了怨毒。你的他化万物欢快地接受着庞大的怨气，同时希望你再接再厉，再创辉煌。看着白羽那气息奄奄的样子，慕寒忍不住在心中嘀咕，不能再刺激了，再刺激就死了。他化万物真是废物，提供的怨气这么少。慕寒神色古怪，要是让白羽知道自己被一个功法鄙夷了，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的感觉。乾坤化龙剑，干掉他吧，我的大雕已经饥渴难耐了。也许这就是白羽现在唯一的价值了。慕寒眼中寒光一闪，他动手了，干脆利索，没有任何犹豫。乾坤化龙剑，剑龙虎啸，冲向白羽。眼见白羽就要被杀，一道身影挡在了他的前方，而后大袖一挥，剑龙破碎。慕寒只感觉到一股巨大的力量向自己轰击过来，他怒吼了一声，运转搬山术，想要抗住这一击。在他的体内更是有雷光闪烁，那是五雷断体术。乾坤化龙剑，慕寒怒吼，以五行雷霆之力催动乾坤化龙剑，斩出这一剑。又一个剑龙出现，上面缠绕着雷霆之力，向前方冲击过去，要挡住对方一击。但出手的人太强了，哪怕慕寒倾尽全力，也挡不住他随手一击。剑龙再度被破掉，慕寒被震飞出去，他在地上翻滚了很远，撞在一个大石墩上面，直接将大石墩撞碎，这才停了下来。此时的慕寒已经是浑身鲜血，身上没有一块完好的地方。他努力着睁开眼睛，想要看清楚出手之人的容貌。那是一个身穿黑色锦衣的老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脸上的表情有些诧异。刚才他那一击，抱着击杀慕寒的念头的，虽然看似不强，但却能避掉爆丹10层的强者。慕寒区区一个筑基8层，居然挡住了，虽受了一些伤势，却没有性命之危。师傅！白羽羞愧地喊了一声，这个锦衣老者赫然是他的师傅。哼！锦衣老者冷哼了一声，对他很是不满。但白羽终究是他弟子。锦衣老者拿出一颗丹药，塞入了自己的弟子的口中，然后他转身就准备离开。青云门的弟子们的眼神充满了愤恨，哪怕知道对方是师门长辈，但锦衣老者的做法也引起了他们很多人的不满的。分明是公平战斗，锦衣老者却出手以大欺小，击伤圣子，这种做法已经失去了一个长辈的风度了。林松师叔祖，请你站住！李林站出来，他一脸怒色。林松站定，他转过身来，一脸平静，瞥了一眼李林，林松淡淡的说道：“有何事？”李林被他眼神一扫，顿时感受到沉重的压力。他心中感叹，传言这个师叔祖已经踏入了反虚层次，果然是这样。他堂堂元婴巅峰的大真人，在林松的面前完全不够看。但李林还是说道：“师叔祖，刚才战斗乃是圣子和白羽之间的切磋，且也说了不准别人插手。师叔祖作为长辈，贸然插手两人之间的战斗，还击伤圣子，难道不应该给宗门一个交代吗？”林松神色有些不以为然，他淡淡的说道：“不过只是教训了一个晚辈而已，你想要什么交代？”李林被问得噎了一下，他很想说以下犯上，逐出师门，但对方却是宗门的老祖宗，要是青云门将林松都逐出师门了，就真的闹笑话了。如果放对方离去，李林又心有不甘。呵呵，林松轻笑了一声，语气之中说不出的讽刺。惩罚他？笑话！眼见他就要离去，慕寒却站了起来，他盯着林松，冷冷的说道：“出手重伤圣子，还不知悔改，理应逐出师门。念在你是宗门长辈，现在就罚你给我道歉，然后面壁2年，你可有不服？”林松的目光豁然落在慕寒的身上，他嘴角微微上翘，露出一丝不屑：“小辈，你想要罚我，有没有问过你们掌教？你问他同意吗？”他的话音刚落，云青山的声音就响起：“林松出手偷袭同门，重伤圣子，理应受到惩罚，
念在他是宗门长辈，就按照圣子所说的惩罚执行。他的话音落下，整个人也出现在了慕寒身边。参见掌教。青云门的弟子立刻跪在地上，向云青山行礼。都起来吧。云青山说完，目光落在林松的身上，他淡淡的说：“请师叔祖先向慕寒道歉。”林松脸上的笑容消失，他盯着云青山，冷冷的说道：“小云子，你是想要以下犯上，惩罚自己的长辈，这是大不敬。”云青山皱了皱眉头，他淡淡的说：“师叔祖可能忘了，宗门之中，掌教是最大的，哪怕辈分比掌教高，也要遵从掌教的命令，否则便是叛出宗门。难道师叔祖要做宗门叛徒？”李林他们心中佩服，果然不愧为掌教，一上来就扣大帽子。这个帽子扣下来，看林松怎么办。林松却只是冷冷一笑，他盯着云青山说道：“你的惩罚我不服气，宗门也有规定，若是有门派耆老质疑掌教，认为掌教没有资格担任这个位置，可以出手击败掌教，成为掌教。”他说出这个规矩，顿时让众人哗然。李林他们变色，这林松难不成想要做掌教不成？他乃是反虚期的大修士，而掌教只有化神期。实际上他说的那个门规确实有，但也只是前辈担心会出现昏聩的掌教所立下的规矩，这样就可以名正言顺的换掌教了。一般情况之下，那些耆老根本就不会动这样一个念头。到了反虚甚至更高的境界，修炼者对权力几乎已经失去了执着，做不做掌教对他们而言没有任何意义。如今林松利用这个规矩，若是他击败掌教的话，他就真的成为掌教了。李林他们担心的望向云青山，希望他有办法打消对方的念头。结果云青山却很平静，他淡淡一笑道：“既然如此，那就请师叔祖指教了。”云青山接受了林松的挑战。谁也没想到，两个后辈之间的战斗到最后居然引发了掌教和一位老祖的对峙。慕寒心中担忧，他传音道：“师父，不用为我冒险，我们可以暂时不处罚他，以后等弟子的实力提升起来，弟子亲手报仇。”云青山看了他一眼，淡淡的说道：“你是我的弟子，若是做师尊的，连自己的弟子都维护不了，还有什么面目做你的师父？还有什么颜面做这青云门的掌教？”慕寒叹息了一声，退了回去。这是云青山的选择，也是他的坚持，慕寒不能阻止。他眼中爆出冰冷的光芒，盯着林松。若是云青山有个什么好歹，他绝对不会放过对方。林松自然也感应到了慕寒的眼神，他眼中闪过一道冷光，他心中已经对慕寒生出了杀意。等他击败云青山，成为掌教，就会找借口杀了慕寒。慕寒身上一冷，一股巨大的危机感笼罩着他。五行法提示：那个糟老头子对你生出了杀意。慕寒心中一震，他心中也是杀意狂涌。身为师门耆老，不仅仅在两个小辈战斗的时候出手，偏帮自己的弟子，还出手将他击伤，现在又对他生出杀意。慕寒的心中已经是愤怒极了。乾坤化龙剑，盘他！他化万物，盘你妹！现在和那老头对上，十死无生，你个250一边去！乾坤化龙剑，找打是不是？他化万物，怕你不成？下一刻，慕寒的脑海之中传来提示音：你的乾坤化龙剑和他化万物打了起来，你的乾坤化龙剑差一点被他化万物打死。慕寒，他化万物居然那么猛，乾坤化龙剑这么凶猛的剑招，居然不是他的对手，这是完全出乎慕寒意料之外的事情。你的乾坤化龙剑哭诉，指责你杀人太少，自己等级太低，让你多杀人，少装逼。慕寒，这家伙自己没本事，还怪他杀人少了。慕寒也有些心虚，貌似他确实没有斩掉多少人，唯一的经验值还是陆仙给他的。脑海之中功法和道法不停的吵闹。现实当中，云青山的话并不是传音，而是当众说出来的。林松自然也听到了，他嗤笑了一声道：“小云子，其实我一直觉得你根本就不是做掌教的材料，因为你的性格太直了，刚二一舌。你要为弟子出头，甚至不惜丢掉掌教的位置，我就成全你，让你明白化神和反虚的差距。师叔祖请指教。”云青山淡淡的说道，他背负着双手，气度非凡，一派宗师气象。反观林松，虽然是反虚期大高手，气势也很惊人，但总给人一种小家子气的感觉，很难让人生出敬畏的感觉。林松冷冷一笑，傲然的说道：“今天就让我见识一下你这个青云门掌教的实力，看你到底有没有资格做这个青云门掌教。”云青山直接一巴掌拍了过去，都懒得废话了。对这个师叔祖，他是失望到了极点。林松冷笑，同样探出一只手，两人蕴含着强大凌厉的手碰撞在一起。轰！一声巨响，有可怕的力量散发出来。云青山倒退，他一脸从容。林松虽然站在那里没有动，但他的脸色却有些不好看，一双冰冷的眸子盯着云青山，像是要将他看穿一样。云青山的实力有些出乎他的意料，你快要突破了。林松神色有些凝重。云青山本身是化神巅峰，如今已经一只脚迈入了反虚了。他冷笑了一声，说道：“我说你怎么敢挑衅我？原来快要破入反虚了，难怪这么自信，敢和我一战。”云青山没有说话，神色依然平和。林松见他不说话，他冷笑连连，不屑地说道：“你在我面前装什么装？少在我面前摆你掌教的架子！你虽然快踏入反虚了，但终究不是反虚，根本就不可能是我的对手。”云青山淡淡一笑，他身上气息爆发。下一刻，所有人都露出震惊的神色。反虚期，实打实的反虚境界，他居然已经突破了。就连慕寒都吃惊，这个师傅隐藏的好深啊！整个青云门都没有人知道他已经突破了。若非今天林松站出来挑衅他，恐怕他还会隐藏下去。这样说的话，上一次邀月前来，云青山却没有将他留下来。
岂不是说邀月也已经反虚了？不然的话，暴露修为和拿下邀月这两件事情哪一个重要？云青山不会糊涂的。拿下邀月果然任重而道远啊！五行法有哥在，放宽心。林松突然收敛气机，他大方地向慕寒说道：“圣子，本座向你道歉，刚才不应该出手将你打伤，若是有冒犯的地方，还请圣子见谅。”所有人都愣住了，林松居然转变态度了。见云青山已经踏入反虚境界，他立刻就放弃了之前的打算，不再动手，甚至还给慕寒道歉。不等慕寒回答，他又将目光放在了云青山的身上。掌教，今日是本座糊涂了，我现在幡然悔悟，自知有罪，便去面壁2年，2年之后我再出来。林松继续说，这个惩罚对他来说其实没有任何意义，他本就一直在闭关，想要踏入渡劫期，面壁2年等于闭关了。这老狐狸看似认怂了，却一点都没有吃亏。云青山深深地看了林松一眼，他淡淡地说道：“既然师叔祖认罚，那就请回去吧，2年之后方能在外走动。”说到这里，他看了白羽一眼，继续说道：“至于白羽冒犯圣子，侮辱掌教，从现在开始收回修为，逐出师门，以儆效尤。”此话一出，满场皆惊，所有人都觉得，既然林松认怂了，开始退步了，按照掌教的性格，应该也做出让步才对。谁曾想到，他居然直接将白羽逐出师门。慕寒立刻反应过来，师尊这是不甘心，他在主动挑衅林松，让他出手。看来师尊对他自身的实力还是很有把握的。林松脸色一阵阴晴不定，他盯着云青山，像是要将他看透一样。白羽则是脸色苍白，他没想到，到了最后，真正的惩罚居然落在了自己的身上。掌教亲自开口，将自己逐出师门。现在只有自己师傅能保住自己。他哀求地望着自己的师傅，林松却不理会白羽的眼神，他沉默了很长时间，甚至青云门长老弟子们都在担忧，担心掌教和林松再打起来。毕竟掌教的做法已经触及到了林松的底线了。唯有云青山一脸轻松，他负手而立，说不出的潇洒和威严。林松突然展颜一笑，说道：“掌教是宗门最大的，你说什么自然就是什么，谨遵掌教法旨。”说完，他深深地看了慕寒一眼，瞬间消失在原地。慕寒只感觉到浑身一阵冰冷，林松对他的杀意更加明显了。师傅，不，师傅你回来！白羽绝望地大喊。林松根本就不理会，已经彻底离开。他傻眼了，自己被师傅抛弃了。白羽怨恨地望着慕寒，一切都是他引起的。他却没有想过，若非自己太过于狂妄，不停地挑衅慕寒和掌教，怎么会落到这个下场？一切原因不过是咎由自取而已。你的他化万物，感受到浓郁的怨念，修炼速度提升到2倍，目前熟练度大成25%。这浓郁的怨念让他化万物，这家伙都提升到飞快啊！乾坤化龙剑，就我最垃圾，快杀人啊！慕寒有些尴尬，自己还真是有点对不起。乾坤化龙剑分明是强悍到极点的剑法，却因为自己缺少对手，一直处于入门层次的熟练度。不过想到要提升到熟练，就要斩杀100个对手，慕寒也有些头大。哪里来的这么多敌人？他到哪里去杀？李林，执行门规。云青山吩咐道。李林走过来，他一巴掌拍了出去，直接废掉了白羽的修为。这可和当时废掉陆勇的修为不一样，是连同白羽的修炼根基都废掉了。除非有反虚境界的大高手愿意冒着跌落境界的危险为他接续根基，否则的话，白羽这一生是不可能踏上修炼之路了。白羽也感应到了这一点，他怒视着李林，对方太狠毒了，这是彻底断绝他的未来。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你想要取代我的时候，就应该想到有这一天。慕寒淡淡的说道。白羽怒视着慕寒，他怒声道：“你们不得好死！”慕寒撇嘴，他不屑的说道：“我们会不会不得好死我不知道，但你肯定是看不到了。来人，将白羽扔出去，区区一个师门弃徒是没有资格待在宗门的。”顿时2个内门弟子过来，将白羽一架，将他向山门外带了过去。白羽出关的这几天，他们也受够了白羽那盛气凌人的态度，都对他相当不满。现在白羽被逐出师门，大家乐意见到这个结果。一场闹剧渐渐平息。云青山双手负后，御风远去，几位长老欲言又止，最后都跟在了云青山身后去往主峰。3、5位外门弟子驾着那脸色惨无人色的白羽往山门方向走去。这一场闹剧倒是把慕寒的形象稍稍树立了起来。尽管还是有不少人对他羡慕嫉妒恨，但是他今日敢直面这位出现不逊的白羽，倒是让不少人对慕寒稍稍改观。慕寒站在原地想了想，最后悄悄跟上了那几个外门弟子。白羽的心境此刻已然跌入谷底，一身修为被废，如今更是被逐出青云门，在修道界基本上是混不下去了。若是靠着一身曾经修道留下来的强横体魄，说不准还能在山下江湖中摸爬滚打。那几位外门弟子夹着白羽一直走到了山门处，随后就像丢一条死狗一样将白羽丢了出去。白羽趴在地上，满脸尘土，双眼无神，一身白衣早已是褶皱不堪。直到山门轰隆一下关闭，白羽才瞬间回过神来。完了，一切都完了。他双手死死地握拳，指甲都嵌进了血肉之中，鲜血顺着手腕流下。慕寒，我此生必杀你！白羽咬着牙，心中对慕寒可谓是恨之入骨。哦，杀我？好啊！白羽身后忽然传来了一个戏谑嗓音。慕寒不知何时站在了这，此刻正笑眯眯地勾着手指，说道：“择日不如撞日，不如现在来杀吧，我保证不还手。”白羽先是一惊，极为狼狈地往前爬了几步，然后猛地回头，在看见慕寒那笑眯眯的模样后，面目瞬间变得扭曲。慕寒，又是你！你欺人太甚！
慕寒故作惊讶状：“啊，不会吧，不会吧，不会有人这么双标吧？”白羽气得脸色涨红，可奈何自己一身修为已经被废，不然说什么也得跟慕寒拼命。只不过此时却是万万不行。留得青山在，怕没柴烧。慕寒伸了个懒腰，笑呵呵地说道：“喂，你不是要杀我吗？你赶紧的呀，我还有事呢。”白羽脸上青一阵白一阵，最后竟是又呕出一大口血，这次是活活被气得。慕寒不由得鼓了鼓掌，年轻人就是气血旺盛，真有你的。白羽恶狠狠地看着慕寒，有气无力地说道：“君子报仇，10年不晚。慕寒，你给我等着。”慕寒撇了撇嘴：“10年？10年老子80%都要得道成仙了。再者说了，你丫也算君子，瘾君子还差不多。对，小爷我懒得跟你废话。”慕寒并拢双指，一道化龙剑气顿时向白羽扑去，剑气所过之处，人头落地。慕寒抬起双指放在嘴边吹了口气，喃喃道：“3番5次如我师尊，你的确该死了。你的乾坤化龙剑成功诛杀一位对手，心中大快，满足嗜血爱好，目前熟练度入门，修炼进度2%。”慕寒掰着手指头回了青云门，喃喃自语：“还差98个，我的天哪，我得杀多少人啊！乾坤化龙剑砍死几个境界高的，我给你多算几个人头。”慕寒白了一眼，以心声道：“高？要多高？这白痴也算是爆丹境的高手了，我才筑基好不好？乾坤化龙剑砍死几个金丹，我直接给你顿悟。”慕寒直接就没理这憨憨了。金丹？呵呵，想我死你直说得了，不用这样。慕寒脚步不停，直接去找了云青山。天大地大，修炼最大，更何况自己与人对敌，捉对厮杀，实在是有所欠奉。对战经验完全是一招一式，一拳一脚磨练出来的，这东西的确是没有捷径可走。云青山见慕寒又来了，不由得有些头大。自从收了这个徒弟，自己好像就没个消停，每天不是在魏招，就是在魏招的路上。慕寒咧嘴一笑：“师傅，走走走，演武场。”云青山悠悠然叹了口气，师徒二人一左一右往演武场走去。只不过刚走到演武场，却看到一位外门弟子神色焦急地跑了过来，单膝跪在了二人面前：“见过掌教，见过圣子殿下。”云青山摆了摆手，示意他站起来说话。何事如此匆忙？那位外门弟子咽了下口水，站起身擦了擦额头的汗水，随后从怀中取出一封家书，伸手递给了慕寒：“圣子殿下，方才有一位身披甲胄的山下将领手持这封家书，让我一定要交给圣子殿下。”慕寒微微一愣，随后便恍然，估摸着应该是家里的来信。慕寒接过这封家书，并没有马上就拆开看，而是放在了怀中。那位外门弟子见慕寒没看，急忙提醒道：“圣子殿下，您最好还是赶紧拆开看看吧。那位送信的将领把信交到我手上后就力竭身亡了。”慕寒心中一颤，眉头立马皱了起来。他赶紧拿出那封家书，打开一看，书信之上只有2字：速归。慕寒的心湖之上犹如被人丢进一块巨石，掀起无数水花，波澜阵阵。他攥紧了这封书信，连忙问道：“那名前来送信的人叫什么？还有没有说别的？”那位外门弟子只是摇头，回圣子殿下：“那位俗子把信送到我手上时，便已经奄奄一息，不曾再有交代。”慕寒心中一沉，绝对是出事了，不然不会这么急。他连忙望向云青山，请师傅允许弟子下山。云青山沉思片刻，随后伸出右手，一枚白玉石状的玉佩出现在他掌心。这是一枚太平无事牌，若有性命之危，你便将其捏碎，为师会以此为引，找到你的方位。慕寒重重点头，收下这枚玉佩，悬挂在了腰间。慕寒还要说些什么，云青山却忽然拍了拍他的肩膀，笑道：“去罢，此行山水迢迢，不妨多多放眼人间，于不平处出剑，于不公处放生，人间何处不修行。”慕寒深吸一口气，恭恭敬敬地行了一记弟子礼，朗声道：“徒儿谨记师尊教诲。”一道红光破开云层，冲出山门。慕寒御风而去，本想跟萧月道个别，但听闻他在圣女宫中闭关，慕寒思量想去，便没有去打扰。云青山一步踏出，身形瞬间出现在了青云门的主峰之上。他望着慕寒远去的方向，脸上有着些许担忧。半晌，云青山身后忽然出现了一层涟漪，自涟漪之中走出一位身穿黑袍的神秘人。他单膝跪地，脸上戴着一副面具，看不清真容。见过掌教。云青山没有回头，仍是看着慕寒消失的方向，开口说道：“让你当这一代的影子，你心中可有不满？”那黑衣人摇了摇头，沉声道：“若没有掌教，恐怕如今我早已是一滩白骨。掌教于我有再造之恩，我岂敢不服掌教之命？”云青山喃喃道：“你可知，成为了影子，便终身再难得见阳光，一生只能活在阴暗处。”黑衣人斩钉截铁地说道：“我愿为当代圣子献出生命，此生不悔。”云青山叹了口气，轻轻挥了挥衣袖：“去罢，不到真正的生死关头，千钧一发，你不得出手。”云青山身后的黑衣人重重点了点头，随后身形如烟，缓缓消散在了原地。这位影子死士的境界，最少也会是一位金丹境，且极为擅长隐匿于刺杀。一座巍峨宗门，赫赫大宗，圣子便是其面子，而这影子死士便是里子。面子不能落下半点灰尘，流了血，里子得收着，收不住，漏到了面子上，就是毁拍灭门的大事。面子与人阿谀奉承几句，看似随意的打打击风，里子可能便要杀掉一人。此刻距离青云宗百里之外，慕寒面若寒霜，一路沉默不语，只管御风。但慕寒的心湖之上，此刻却是犹如闹市一般闹哄哄。五行法，下山！下山！老子要看成群结队的美女！
搬山术，下山装逼。乾坤画龙剑，先砍死几个再说。他画万物，下山？下什么山？谁下山了？演习术，看不见我，看不见我。五雷断体术，下山挨揍，呵呵呵。慕寒却丝毫没有理会这些功法的胡闹，眉头紧锁，忧心忡忡。家里若不是出了大事，是万不会如此焦急的让他这个小儿子速速归家。慕寒今年方才不过籍贯之年，刚刚籍贯，他老子便花了重金，把这个整天吊儿郎当的小儿子送过去了青云门，可谓是生生用钱砸开一条修仙道。慕寒在家排行老三，是大梁王朝唯一一位异姓王慕从云的小儿子。慕寒还有2位长兄，大哥慕丘仅比慕寒大3岁，如今已经是大梁最年轻的从3品将军，封名追风。追风将军慕丘，二哥慕风无官职无军衔，却在江南文坛之上极具影响力。当年大梁京考殿试，慕风的一卷文章震惊朝野，状元之名兰入怀中。可慕风却潇洒离去，不肯在朝中做官，只愿做那饮酒骑马看遍大好河山的一介书生。近些年倒是安稳归乡，隐居幕后，做起了大哥慕丘的帐下幕僚。以往的家书基本都是那个大字不识几个的老爹逼着慕风写的，慕寒早就记下了他的字迹。而这一次明显不是慕风的亲笔手书，那么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二哥慕风现在根本没办法写这封家书。况且那送信之人是一个全身披挂甲胄的行伍中人。想到这，慕寒的心底又是一沉，御风的速度不由自主地更快了几分。慕寒先是一愣，张了张嘴，仿佛想说些什么，但最后还是没说出口。二人来到了山脚下，这里有2匹马。李默虽然是纯粹武夫，但是却还没到可以御风远行的境界，只得骑马而行。慕寒翻身上马，拉了拉马缰绳，忽然回头望向李默问道：“李叔叔，刘伯他葬在哪了？”李默笑着拉了拉缰绳，答非所问地说道：“我来时，堡主跟我说，你一定会问，且让我带你先去老刘的墓前敬酒再返乡。果然是之子莫如父，来吧，我带你去。”李默加了一下马腹，率先冲了出去。大梁穆家那是出了名的富可敌国，单就这2匹马来说，都是山下士族第一等的千里良驹，哪怕是一些封疆大吏，也不一定能弄到1匹。慕寒神情平静地跟在李默身后，生老病死，世事轮回，皆有定数。慕寒有些伤心，却也不会一直伤心。刘伯是个顶好的长辈，也是个顶好的人。若是有下辈子，刘伯应是可以享福的。穆家堡距离青云门算不上远，哪怕是骑马而行，也只需要3天的路程。刘伯的墓就在穆家堡后面的一座青山之上。听李默说，这是刘伯自己给自己挑的地方，说是哪怕以后自己走了，也可以远远地站在这，看着他们这些后生晚辈，顶好。慕寒亲自在山下酒铺子给刘伯装了2斤高粱烈酒，不是不舍得买些昂贵纯酒，哪怕是仙家酒酿，如今的慕寒也拿得出手。只不过刘伯就好这么一口，以往慕寒未曾上山修道之时，就总会给刘伯送上2斤烈酒，一老一少就坐在刘伯的宅子台阶上，就着花生米喝到那斜阳黄昏后。只不过多是刘伯在喝酒，唠唠叨叨的讲着年轻时候的故事，慕寒就在一旁捧着一把花生米，笑眯着眼，静静的听老人絮叨。如今却是听不到了。慕寒拎着2壶酒，独自登山。李默在山脚下候着。木立在了山巅，一块不大不小的青石板做墓碑，上面歪歪扭扭刻着几个字：刘伯启之墓。慕寒一眼就看出来，这是穆从云的亲笔木刻，旁边还有几行小字，字迹工整，颇见功力。慕寒也认得出来，这是二哥慕风的字。慕寒将1壶酒轻轻放在了墓前，打开另1壶酒，洒了一半，自己喝了一半。喝完，慕寒就这么双手拢袖，沉默不语地站在原地，静静地看着面前矮小的土包。不知过了多久，一阵春风拂过，几片叶子被风吹起又吹落。慕寒轻轻伸出手，一片叶子缓缓落在了他的掌心。慕寒笑了笑，轻轻握拳，将那片叶子握在了手中，随后转身离去。只不过在转身之后，微微停步，嗓音沙哑地背对着墓碑说道：“刘伯，一路走好。”待到慕寒下了山后，李默早已上马，洒然一笑说道：“小少爷，该回了。”慕寒点了点头，二人纵马前奔。慕寒微微松手，那片叶子便落在身后，顺风飘荡，久久不肯落地。穆家堡堡主穆从云算是大梁王朝最顶尖的那一小撮人，当然了，并不是说境界，而是说那权势。当今天子与穆从云是小时候穿一条开裆裤，一起撒尿和泥巴玩的交情。如今的皇上当年也是带兵起义，足足打了20年的仗，才登上了这95之尊之位。而穆从云当年便是天子帐下第1位勇将，20年戎马生涯换来天子登基，改朝换代，也为自己换来了一个镇国大元帅的显赫地位，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只不过穆从云四世厌倦了沙场，天子登基之后，他便告老还乡，虽然顶着个大元帅的名头，可却未曾领兵。如今穆家堡之内只不过有3000位而已。那半生戎马，手上不知沾染了多少鲜血的老将，此时此刻却站在自己宅子门口，伸长了脖子往道路尽头望去。千盼万盼，终于是让他盼来了。道路尽头有2骑悠悠出现，一身富家翁装扮的老将咧嘴一笑，赶忙上前几步，给自家儿子牵马而行。慕寒倒也没下马，任凭穆从云在前牵马，自己则是骑在马上，开口笑道：“爹，雪儿呢？”穆从云笑呵呵说道：“去学塾了，小丫头整天在家闹腾，就让我丢到学塾去了。”慕寒笑着摇头，自家这个小妹什么都好，就是生性活泼，或者说过于活泼。慕寒四处看了看，又问道：“怎么没见大哥二哥？”穆从云身形顿了顿，没说话，过了半晌才缓缓开口道：“你大哥还在宗门里呢，今年就不回了。
你二哥去看他了，过2天就回。慕寒眯了眯眼，扭头望向早已下马徒步而行的李默。李默却只是摇头，什么都没说，却好像又什么都说了。到了宅子门口，慕寒翻身下马，与慕从云一起走入院子，李默则是牵着2匹马去了马厩。宅子内的下人丫鬟看见小少爷回来了，全都惊喜万分，一个个笑面如花。小少爷从来没什么架子，也从没把他们当作下人。从前总是会偷偷给他们带些点心，还会随手赏给他们一些珍稀首饰。这帮小丫鬟对小少爷可是喜欢的紧，只不过碍于老爷在这，不好上前，否则早就跑到慕寒身边莺莺燕燕、叽叽喳喳个不停了。五行法，啧，看不出来你还是金屋藏娇的主。瞧瞧这帮小娘子笑的。慕寒以心声道：“你才金屋藏娇，你全家都金屋藏娇。”这么一说，搬山术顿时不乐意了。搬山术，我只想装逼，我对女人没兴趣。乾坤化龙剑，砍他！慕寒忍不住翻了个白眼，砍，你就知道砍，你就是个莽夫，你还不如搬山术呢。你的搬山术受到了夸奖，此刻得意洋洋，修炼速度加快5倍，当前熟练度真质化近60%。结果不一会的功夫，慕寒心湖之上就已经炸开了锅，宛若闹事。五行法，听说你有个妹妹？嘿嘿，搬山术什么时候去装逼？好无聊。乾坤化龙剑，砍他！他化万物，这里半点怨念都没有，我讨厌这里。五雷断体术，什么时候挨揍？演习术，看不到我。慕寒干脆就没有再理会这帮神经病了，径直与父亲慕从云回了正殿。慕从云吩咐下人去泡了2壶茶，自己坐在椅子上，笑眯眯地看着慕寒道：“在青云门待的还习惯？”慕寒坐在椅子上，伸了个懒腰，双手抱头，微微后仰，懒洋洋地说道：“还行吧，最近没事做，混个圣子当当。”慕从云点了点头，也别总是在山上混，虽然圣子不是什么大官，但圣子。慕寒从一旁的桌子上拎起一串葡萄，摘下一颗丢到嘴里，吐字不清地说道：“是啊，哦对了，还在宗门讨了个老婆，是个圣女，长得就比娘亲差那么一点点了。”慕从云目瞪口呆地坐在原地。前些日子的确是有几个青云门的仙师来到了穆家堡，送了不少天材地宝，但是也没提这臭小子当了圣子的事啊。他还以为这是宗门弟子都能得到的一份馈赠，哪知道自家那个游手好闲的臭小子竟然一转眼变成了圣子。你的搬山术感受到了来自至亲的极度震惊，此刻得意洋洋，红光满面，修炼速度不由自主地加快了10倍，当前熟练度真质化近65%。慕从云经过后，满脸狐疑地看着慕寒：“你小子真当了青云门的圣子？你可别忽悠老爹，爹可是知道青云门的分量。”说到这，慕从云伸出右手，大拇指和食指贴在一起搓了搓，挑了挑眉说道：“这方圆千里的宗门，就属青云门收钱最多、最狠、最黑。你能进青云门，爹可谓是硬生生用钱砸出的一条道，你可别在这糊弄爹。”慕寒一阵头大，好家伙，你说的知道分量，合着就是花钱多分量就中呗？也是，这么理解也没毛病。没啥资质的山下俗子，想入青云门这样的大宗门修行，不放点血还真是够呛。所幸他们老穆家家底厚。慕寒把手中的半串葡萄扔到了慕从云怀里，白了他一眼，说道：“你儿子还不至于这么掉价，这么远跑到这来骗你这个么老头子。”慕从云捧着那半串葡萄，沉默了一会，随后实在憋不住了，开始哈哈大笑：“好，不愧是老子的儿子，有出息。嘿，赶明个我就写封信去京城，气那个做龙椅的，他娘的，看看他还敢不敢笑话我。如今老子的儿子可比他儿子牛气多了。”慕寒笑着摇了摇头，整个大梁王朝估计也就只有面前这个老家伙敢这么说那位九五至尊。慕从云忽然又望向慕寒，正了正神色，一本正经地问道：“你刚刚说你在宗门里讨媳妇了？”慕寒挠了挠头，确实是讨了个媳妇，是青云门的圣女，叫萧月。慕从云一张老脸都快笑开了花了，但此刻仍是强行板着脸，连连责备道：“你说说你小子，好不容易返乡一次，怎么也不把我儿媳妇带回来？下次回家要是还是你一个人，别怪老子不给你开门。”慕寒切了一声，没搭理老人的得了便宜还卖乖。慕从云搓了搓手，又问道：“我家儿媳妇既然能当圣女，境界不低吧？”慕寒点了点头，快元婴了。慕从云愣了愣，咂巴咂巴嘴，喃喃自语道：“不愧是我儿子，就连吃软饭也随我了。”慕寒嘴里的一口茶水差点没喷出来。你老这是夸我呢，还是骂我呢？什么吃软饭？爹你嘴里怎么就没几个好词呢？你儿子好歹也是个筑基8层的修士好吧？眼瞅着也快要爆单了，到你嘴里成吃软饭的了。慕从云有些不敢置信地看着慕寒：“你筑基8层了？”慕寒挑了挑眉，笑道：“厉害不厉害？羡慕不羡慕？”慕从云起身一巴掌甩在了慕寒脑袋上，笑骂道：“臭小子，跟你老子显摆！你境界再高，老子打你也得挺着。再者说了，才筑基就满足了。你大哥上次回家时候就爆单了，也没像你这般炫耀。光在山上修道是不行的，多修行。修行！”慕寒伸了个懒腰，缓缓站起身，也不理睬慕从云的唠叨，自顾自地往外走，摆了摆手道：“我去学塾接雪儿回家吃饭。”慕从云站在身后骂道：“这个臭小子！”不过等慕寒的身影消失在视线之中后，慕从云一张老脸又忍不住有些笑意。他自顾自地走到后院一间早就无人居住的庭院，走进屋子，缓缓坐在了床上。墙上有一幅画，一把剑。慕从云就这么笑眯眯地看着那幅画，语气温柔地说道：“小寒也长大了，也出息了，个头比我都高了，如今连媳妇都有了，
可惜这次没带回来。下次一定让你看看。穆从云搓了搓脸颊，又道：估摸着是没有你好看的，这天底下哪还有比你更好看的女子？我看是没有的。老人就坐在这张简单的木床上，对着那幅画喃喃自语。不知何时，老人已经是泪流满面，却不自知，仍是自顾自地拉着家常，就仿佛那画中人真的能听见他的所言所思。穆家堡说是一个堡，其实要比一般的郡县还要大，人口也足足有上万之多。离着穆家堡不远，有一座登高山，半山腰有一座青石书院。穆雪儿就是在这座书院读书。这座书院还是穆家出资建造的，之前这座登高山也是一座荒山，就连这登高二字都是穆家老二穆风赐的名。登高山下还有一条河，名叫望远河，名字也是穆家二少爷取得，取登高望远之意。穆家二少爷如今便是这青石书院的一位教书先生，只不过前些日子去了长河剑宗，听说是去看望穆家大哥。穆寒一身青衣，策马来到山脚下。山脚下有一座白玉石牌坊，牌坊上顶上写着青石书院4个大字。牌坊下边不远还有着一块等人高的石碑。穆寒知道这是他二哥立的下马碑，不管你是王公贵胄还是帝王将相，见此下马碑，乖乖下马便是。传闻当今太子殿下一路游玩到此，听闻这碑是那位才学满大梁的穆风所立，一样是乖乖下马，徒步登山，可谓是给足了面子。穆寒自然是不敢不下马。要说穆家4个兄弟姐们，穆寒最怕谁？不是那个总板着脸的大哥穆秋，也不是古灵精怪的小妹穆雪儿，而是那个温文尔雅、手无缚鸡之力的二哥穆风。穆寒翻身下马，整理了一下衣衫，这才缓缓登山。山上书院之内，一位身穿儒衫的老者正在教着10几个少年少女背诵一段文章。惊蛰时分，天地生发，万物始荣。夜卧早行，广步于庭，君子缓行，以便生智。一位长相可爱、笑起来有2个小酒窝的少女，也跟着摇头晃脑地背着文章，只不过眼神总是会飘向窗外。窗外一棵老槐树下，有一条老狗和大白鹅正在互相对峙。少女只觉得实在是有趣极了，索性拿着手中的书挡住脸，然后扭过头去看向窗外，一边看一边嘿嘿傻笑。少女旁边一位有些黑的小胖子忍不住用手肘轻轻磕碰了一下少女的胳膊，小声道：穆雪先生在看你呢。少女赶紧转过头，一本正经地开始背诵那段文章。那位老先生瞥了少女一眼，悠悠然叹了口气，这小丫头天资极为聪慧，可惜就是静不下来心，每天满脑子稀奇古怪的想法。少女拿书挡着脸，悄咪咪地侧头看了一眼那位老先生，见他不再盯着自己，便又转头看向窗外。只不过这一看却让少女突然惊呼出声：三哥！窗外，慕寒满脸笑意地看着少女，轻轻点头。少女一把丢了手中古籍，一溜烟地跑出屋子，随后一把扑到了慕寒的身上。三哥，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少女满脸惊喜，大眼睛里仿佛有着一片浩瀚星河。你的五行法，看见了一枚极品小萝莉，此刻满眼星星，已然沦陷，修炼速度不由自主地提升20倍。慕寒忍不住以心声道：劝你收回那不该有的想法，这是老子的妹妹。这个 LSP 简直是老少通吃，真是半点都不挑食。骂完了那个色胚功法，慕寒又一把将少女抱了起来，原地转了好几圈，随后再将其轻轻放在地上，笑道：今天才回，这不一回来就来看你了。慕寒又伸手揉了揉少女的脑袋，笑道：好像长高了不少。少女晃了晃头，皱着鼻子说道：别摸别摸，会长不高的。慕寒哈哈大笑，忍不住又揉了几下。这时那位教书的老先生走了出来，慕寒赶紧正了正神色，恭恭敬敬地给老先生做了一揖，轻声道：徐老先生，后生慕寒冒昧来此打扰，还请勿怪。那位徐老先生摆了摆手，抚了抚胡须，笑道：无妨，左右这小丫头心思也不在这，倒不如下山几天，过些时日与穆先生一同再来书院即可。这位徐老先生口中的穆先生，自然不是慕寒，而是二哥穆风。文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按年岁，穆风的确要尊称这位徐老先生一声前辈，可若是按学识才情，这位徐老先生却心甘情愿地尊称穆风一句先生。慕寒又作一揖，恭敬道：如此便劳烦徐老先生了，我先带雪儿回家，家父还在家等着。徐先生笑着点了点头。慕寒刚想牵住少女穆雪儿的手，谁知这小丫头一溜烟跑到那老槐树下，追的那条老狗和那大白鹅四处逃窜，可谓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鸡飞狗跳。少女最后站在原地看着那鹅毛满天飞的景象，不由得捧腹大笑，直到察觉了慕寒的眼神后，才一溜烟往山下跑，一边跑还一边喊：下山喽，下山哥！慕寒汗颜，自家这小妹的确是活泼过分。徐老先生的脸青一阵白一阵，那大白鹅是他饲养多年的，自从这小丫头来了之后，便一日都未曾得安宁，有一次还差点被少女抓去烤了吃。慕寒也赶紧溜下了山，追上穆雪儿，忍不住拍了一下她的小脑袋，咋个这么淘气？穆雪儿捂着脑袋回头瞪了慕寒一眼，别拍，别拍，会长不高的。慕寒抬手做事还要拍，穆雪儿却赶紧横移一步，掐着腰，老气横秋地说道：三哥，你要是再拍，我可要告诉二哥说你欺负我了。慕寒呦了一声，又要告刁状，千万别让我带到看我不打你屁股。慕寒做事要追，少女穆雪儿哈哈大笑，一溜烟跑到山脚下，一边跑一边回头做着鬼脸，来啊来啊，来抓我啊！哈，追不上我，追不上我！慕寒满脸笑容，不紧不慢地跟在少女身后。待到夕阳西下，兄妹二人共乘一骑，缓缓回到了穆家堡。少女穆雪儿坐在前面，慕寒牵着马缰绳坐在后面。夕阳下，
二人的身影被拉得很长。慕寒冷不丁开口问道：“大哥，是不是出了什么事？”穆雪儿愣了愣，眼珠滴溜溜的转，半天才磨磨唧唧的小声说道：“没有呀。”慕寒微微一笑，轻声道：“跟三哥都不说实话，是不是二哥跟你说不让你告诉我？”穆雪儿撅着嘴，摇头晃脑的不说话。慕寒又道：“二哥什么时候走的？”穆雪儿掰着手指头说道：“都好些天了，当时二哥跟我说2、3天就回来了。”慕寒点了点头。快到家门口时，慕寒忽然翻身下马，对穆雪儿说道：“回家跟爹说一声，就说我去接大哥二哥回家吃饭，可能会稍晚一些，叫他多等一会，不用担心。”语罢，还不等穆雪儿说话，慕寒便重重一踏脚下的青石板，身形瞬间拔高，向远处掠去。穆雪儿皱了皱鼻子，仰头看向高空，小声道：“哈，三哥起飞哥。”长河剑宗距离穆家堡800里之外，宗门内的子弟皆为剑修，只不过外门弟子居多，内门弟子偏少，关门弟子就更是屈指可数了。实在是因为剑修太过稀罕，想在结成金丹之时孕育出一柄本命飞剑，更是难如登天。就按青云门来说，虽说宗门的地位与规模都要比长河剑宗高出许多，但因为长河剑宗是一处纯粹剑修的修道之地，所以即便是双方掌教见面，云青山也会给上几分薄面。原因无他，只因剑修一旦成长起来，杀力之大简直离谱。山上仙师最不愿意招惹的便是这剑修。而此刻，长河剑宗的宗门山门之外，一位一身白衣的儒雅年轻人，模样与慕寒有4、5分相似，但是却多了几分阴柔。年轻人手持一把折扇，腰间悬挂有一枚玉佩，此刻正仰头看着山门。堂堂一个剑修大宗，怎地连山门都不敢开？难道还怕我这一届手无缚鸡之力的读书人不成？山门之外，几个长河剑宗的弟子满脸无奈。这位白衣年轻人来到这已经是第3天了，宗主如今不在宗门，宗门内一切事宜都是圣女在打理。照理来说，这位自称沐风的人是内门弟子沐秋的弟弟，那怎么也该打开山门以礼相待。但是圣女却说什么也不开门，只以一个俗子不得入山的命令将其拦在了山门外。沐风右手手腕微微一抖，手上那把折扇瞬间打开，他轻轻晃了几下，笑问道：“不开？”山门那边还是没有任何动静。沐风点了点头，好。他啪的一下合上手上折扇，轻声道：“文人邪月，大隋王朝当今大柱国文人岑基的嫡长孙，入长河剑宗修道已有10年，天资平平，却在1年前的那场风雪夜悟道，不仅成功爆丹，还破天荒的孕育出了一柄名叫血色的本命飞剑，本命神通是哪？”够了！一道清冷嗓音忽然自宗门之内传出，领头的是一位手持断剑的紫衣男子，在紫衣男子身后还跟着一个面色阴沉的白衣青年。白衣青年左右腰间各悬挂一把剑，皆是山下名剑，正是如今风头正盛的文人邪月。而那领头的紫衣男子则是长河剑宗的大师兄陈烽火。沐风洒然一笑，望向自山门之内走出的2人，轻声问道：“怎么怕了？”倒也不是怕了，只不过剑修所孕育而出的本命飞剑的本命神通，轻易不会透露。除了与之对敌之人，再难有人可知晓那剑修的本命神通到底是何等光景。若是此刻被沐风就这么堂而皇之的说而出来，对文人邪月来说百害而无一利。只不过大家都百思不得其解，面前这个山下俗子到底是怎么知道这一切的？不光连文人邪月的身世都知道得一清二楚，甚至连那本命飞剑、本命神通都知晓。长河剑宗的大师兄陈烽火望着嘴角始终挂着淡淡笑容的沐风，忍不住皱了皱眉。这人和那沐秋一样，让他感觉很不舒服。陈烽火右手轻轻握住了断剑的剑柄，面无表情地说道：“擅闯我长河剑宗，你可知罪？”沐风莞尔一笑，反问道：“闯？我好像一步都不曾踏入你们山门吧？”陈烽火冷哼一声：“你这凡夫俗子，在我长河剑宗山门之外大放厥词，已然是罪无可赦。现在自断双臂，再说出为何会知晓我师弟文人邪月本命飞剑一事，我便会考虑饶你一命，不然。”陈烽火握剑的右手轻轻将那柄断剑拔出丝毫，一股冷冽的剑气顿时自剑鞘之中出现。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受到了这股剑气的强横之意。这位陈烽火是一位名副其实的金丹境剑修，只不过让陈烽火微微讶异的是，面前不远处的那位俗子竟是纹丝不动，面对他的剑气压制，似是没有丝毫的异样。而且自那俗子的身上竟是有那一丝若有若无的浩然之气。沐风双手负后，笑容温纯道：“我只不过是一介书生，如今来到贵宗，也是不过是为了我大哥讨个公道，与你们这蔚然大宗讲讲道理罢了。”谁知陈烽火还未说话，他身后的文人邪月便已经一步踏出，手持双剑，一左一右向那沐风横扫而去。“与我长河剑宗讲道理，你还不配！”沐风不躲不闪，仍是安静地站在原地。文人邪月手中双剑激荡而起的层层剑气，如水中涟漪一般朝着沐风横扫而去。沐风的一袭白衣，一头长发被那剑气吹得飘忽不定。就在双剑即将刺中沐风的眉心处时，一道金铁相交之声忽然响起。文人邪的双剑被一柄山下寻常的铁剑阻挡住了去路。在沐风身前，不知何时竟是出现了一位青衣男子。这男子与沐风长得有5、6分相似，只不过眉眼之间没有那份和煦，反而是怒火中烧。沐风轻轻拍了拍面前青衣男子的肩膀，小声道：“这次下手可以重一些。”说完，沐风竟是主动后撤，为那位青衫男子腾出地方。那青衫男子没有回头，只是背对着沐风轻声道：“知道了，二哥。”来人，正是慕寒。慕寒冷冷地看了一眼文人邪月，嗓音冰冷地开口问道：“那我够资格跟你讲道理吗？”
文人邪月见自己一剑未果，不由得大怒：“你算什么狗屁东西？也配！”乾坤化龙剑，砍他！慕寒扯了扯嘴角，竟是忽然冒出句脏话：“砍他妈的！乾坤化龙剑，砍他呀！我没叫你砍他妈呀！”慕寒用力一挥右手，长剑横扫，竟是一击将文人邪月逼退。慕寒横举长剑，剑尖指向文人邪月，骂道：“到底是砍他，还是砍他妈呀？乾坤化龙剑，砍他呀！砍他！”慕寒重点了点头，啐了一口唾沫，身后剑气纵横，足足9条剑气苍龙呼啸而出。慕寒大喝一声：“砍死你丫的！”瞬间9条剑气苍龙呼啸而过，文人邪月瞳孔瞬间放大。虽然他已经是爆丹境剑修，但是面对这一剑，竟是让他感到招架不住，而且更是无路可逃。这一剑竟是避无可避，就连陈烽火都不由得有了片刻的失神，回过神后，赶紧拔出断剑，瞬间掠到了那呆立原地，已然不知该如何还手的文人邪月身前，替他挡下了这一剑。沐风挑了挑眉，脸上有了些许笑意：“自家三弟长大了吗？”慕寒掂量了一下手中铁剑，轻轻点了点头。手中无剑的乾坤化龙剑与手中有剑的乾坤化龙剑，简直就是两种威力。他望向那个脸色颇为凝重的陈烽火，开口骂道：“刚才哪个瘪三说我二哥不够资格的？站出来！”陈烽火虽然挡下了这一剑，但是心中也极为震惊。如果他没看错的话，面前那个颇为嚣张的青衣男子，好像才他娘的是个筑基8层的修士。可是刚才那剑法不可谓不高超了。一些赶来看戏的长河剑宗弟子也全都面面相觑。他们刚来到山门这边，就看见自家大师兄被人一剑斩退3步有余。你的搬山术感受到了长河剑宗一众弟子的莫大震惊，此刻喜形于色，得意洋洋，修炼速度加快15倍，当前熟练度为真智化近75%。慕寒咧嘴一笑，不成想还有意外收获。看来这搬山术也需要不一样的人去震惊，不然总是青云门那一小撮人，估计搬山术也看腻歪了。长河剑宗的大师兄陈烽火深吸一口气，朗声道：“这位道友擅闯我长河剑宗，还欲要出手伤我长河剑宗弟子，如此罪名，恐怕道友担当不起吧？”慕寒将长剑插在地上，双手叉腰，破口大骂：“别跟小爷我拽词，该讲的道理我二哥都跟你们讲了，既然你们不听，那就该讲讲小爷我的道理了。你们睁大眼睛看好了，小爷我是青云门圣子慕寒，刚才对我二哥出手的那小子，乖乖走上前来跪下磕3个响头，不然就叫你们宗主来跟我讲话。你们这些小辈还不配与我讨价还价。”长河剑宗一行人面色齐齐一变，尤其是陈烽火，那青云门可是方圆千里之内的毅然大宗，即使是他们长河剑宗也不敢与青云门结下梁子。就在长河剑宗一众弟子进退两难之际，一位窈窕身影忽从山门内走了出来，在这窈窕女子身后还跟着一位身材高大魁梧的黑袍男子，看不清面容，只能看到男子背后的那一把巨剑极有威慑力。慕寒看见那黑衣男子后，掐腰的双手忽然垂下，嘿嘿一笑，开口道：“大哥。”这人竟是慕寒的大哥慕秋。慕秋把黑袍的宽松帽子微微掀开，看了慕寒一眼，又看了慕寒身后的沐风一眼，罕见的露出了一丝笑容。而沐风和慕寒在看见慕秋的脸后，却齐齐愣在了原地。一向温文尔雅的沐风微微眯起双眼，破天荒的有了些怒气，而慕寒则是彻底收起了那副玩世不恭的笑脸，眼中尽是冷冽的杀意。慕秋对着自己的2位兄弟淡淡一笑，沐风和慕寒却看到慕秋的那一头白发，慕秋的脸色更是苍白无比，显然是受了极其严重的内伤。沐风的确是知道自家大哥受了伤，但是却不知道这么严重。慕寒拔出斜插在地面的长剑，一步步向慕秋走去。长河剑宗的一众弟子就要上前阻拦，却听见慕寒身后那个温文尔雅的白衣沐风轻描淡写的说道：“谁敢拦他，我便诛其9族。不信就上前一步试试。”沐风安静的站在原地，一介凡夫俗子却能让一众修道之士投鼠忌器，实在是这沐风太过沉稳，沉稳的完全不像是一个山下俗子，而且那种超凡脱俗的气质，简直比他们这些山上修道的人更像一位山上神仙。不少人已经开始泛起了嘀咕，这个沐风是不是一个隐藏极深的大修士？否则怎么在他身上感受不到半点的灵气流转？慕寒走到了慕秋身前，二人对视，慕寒轻呼出一口气，随意的问道：“谁干的？”慕秋没有回答，只是笑着拍了拍慕寒的肩膀，说道：“带着你二哥回家，这不是你们胡来的地方。”慕寒轻轻摇头，再次开口问道：“谁干的？”慕秋却打趣道：“怎么，长大了，能替大哥出头了？”慕寒不再言语，过了片刻，他扭头望向慕秋身侧那个女子，姿容谈不上多么惊世骇俗，但却有一种难得的脱尘之意，长相恬静，是那种见之便能让人静心的女子。慕寒看见了她手持的那把淡红色的长剑，便已知她的身份：佩剑落日，圣女情苏。五行法，这娘们不错，小家碧玉，是我的菜。慕寒却没有搭理五行法的犯花痴，望向情苏轻声道：“我现在以青云门圣子慕寒的身份问你，我大哥是谁打伤的？”情苏面色复杂，他可以对慕寒说不，但是不能对青云门的圣子说不。哪怕是慕秋，在听说慕寒竟然当了青云门的圣子之后，也是微微失神。情苏知道今天这件事必须要给慕寒一个交代了，不然他若是真的在此震怒，传讯青云门的长老弟子前来，那才是真的棘手。情苏冲着慕寒微微欠身，施了一记万符，单论辈分，青云门圣子的身份要比他这长河剑宗圣女辈高一筹。情苏轻声道：“
牧师兄其实是被天魔宗的魔门弟子所伤。前段时间无涯山忽然有天地异象生发，木丘师兄带着一众弟子前去寻宝，却在无涯山巅遭遇了天魔宗的偷袭。秦苏说到这，忽然顿了顿，咬了咬嘴唇，继续说道：虽说最后宝物得手，但穆师兄为了掩护弟子们的撤离，被天魔宗的人围攻重伤。若不是我闻讯及时赶到，情况只会更糟。回到宗门后，宗主与长律等人将那宝物赐予了穆丘师兄，不料此举却引起了某些人的不满。文人邪月明知穆丘师兄有伤在身，却还要与其问剑。最后穆丘师兄硬扛了他3剑，但也因此导致体内魔毒加速蔓延。若不是掌教出手，穆丘师兄恐怕……秦苏说到这，便也不再言语。穆丘咧了咧嘴：“小伤，小韩你别听苏儿乱说，哥没啥事。”说着，穆丘还拍了拍自己的胸口，却不料可能是用力过猛，拍完之后自己一阵咳嗽，差点咳出血来。慕寒静静地听完了事情的全部原委，轻轻点了点头，然后瞥了穆丘一眼，语气有些责怪地说道：“还说没事，死了才叫有事。”穆丘抬手给了慕寒一个板栗：“怎么跟大哥说话的？当了圣子就不把大哥放在眼里了？”慕寒静静地看着穆丘强颜欢笑的那张脸，什么也没说，直接拔剑转身，冲着那文人邪月冷冷地丢下一句话：“站出来，接我3剑，生死自负。”此言一出，尽皆哗然，不少长河剑宗的弟子都对着慕寒指指点点，这小子也太狂妄了点吧？不过筑基8层的实力就要与文人师兄问剑，就是哪怕是青云门圣子也太过头大了吧？我看他除了这层身份，简直一无是处啊！听说前几日青云门双圣大婚，这个慕寒表现不差，估摸着是有几分实力的。有个屁！在自家地盘要是还挨外人欺负，那这圣子当的就太窝囊了吧？但是可别忘了，现在可是在我们长河剑宗的地盘上。听见慕寒要与文人邪月问剑，不少人都对他有些鄙夷。要是穆丘师兄，他们也就不说什么了，毕竟实力和威望都在那摆着呢。但是这突然冒出来的青云门圣子慕寒，还就是个筑基8层的境界，用什么去与已经爆单的文人邪月对敌？这不是闹呢吗？山门外只有陈烽火的面色有些难看，这文人邪月算是他的左膀右臂，自己理应对他多加照拂。更何况文人邪月与穆丘的那一场问剑，本就是自己暗中受益。穆丘的声望近些年愈来愈高，就连圣女秦苏都对他有了一丝情愫，甚至宗门内都出现了不少让穆丘接任下一任宗主的呼声。而他陈烽火竟然只能屈尊于穆丘身后做下一任的长律祖师，这让陈烽火大为不怂。这段时间他与穆丘算得上是处处针尖对麦芒。此刻听闻慕寒竟是要问剑文人邪月，不由得心一沉。就方才的那一剑来说，虽说文人邪月是一名爆单1层剑修，但对上面前这个青云门圣子胜算渺茫。其他人看不出来，他却是看得真切。不论境界，只说那剑术上的高低，2个文人邪月也不是慕寒的对手。他刚要开口说话，却听见慕寒冷声道：“你们没有拒绝的机会，我以青云门圣子的身份命令你站出来，我与你问剑，你不得不接。”此言一出，几个脾气暴躁的长河剑宗弟子差点当场就拔剑了。我尼玛，装起来了！不行了，老子受不了了，别拦我，我要砍死他！只有陈烽火咬了咬牙：“圣子殿下，此举是不是有些欺人太甚？难不成是欺我长河剑宗无人？”慕寒瞥了陈烽火一眼，呵呵一笑：“你也配代表长河剑宗？你也配站着与我说话？你也配用剑？”慕寒往地上啐了一口，不给陈烽火留半点面子，持剑前行，朝着文人邪月步步逼近。文人邪月额头顿时有冷汗流下，方才那一剑已经给他留下了阴影，现在居然又要来上3剑。陈烽火面色阴沉的吓人，但对方处处以势压人，如此众目睽睽之下，自己是万不能顶撞青云门圣子的。且不说地位差距，仅是青云门那帮极为护犊子的宗门长老，就够陈烽火喝一壶的。慕寒已经走到了文人邪月7步之外，右手轻轻抬起，剑尖指向他，轻蔑地说道：“小爷今天不把你砍出屎来，算你拉得干净。”还不等文人邪月反应过来，慕寒就已经一剑斩出，乾坤化龙剑所化苍龙剑气如大江大河汹涌而去。文人邪月咬了咬牙，不管如何也要挡下3剑才行。他左右双手持剑，双剑交叉挡于身前。轰！一道剧烈的碰撞声响起，山门之外扬起大片沙尘，带着风沙渐渐平息。众人于风沙之间看到了那手持长剑傲立于原地的慕寒，在慕寒对面不远处，则是单膝跪地，嘴角流出一丝鲜血，衣衫褴褛的文人邪月。慕寒嘴角翘起，看着面色苍白的文人邪月，说了2个字：“就这。”文人邪月忽然又一口血呕了出来，这青云门圣子真是杀人诛心啊！出剑凌厉，言语却更比刀剑锐利一分。慕寒反手握住长剑，自下而上，轻轻一划，一道青色剑气顿时横空出现，就连地面都被斩出一道深深的沟壑。文人邪月重重一拍地面，整个人腾空跃起，双剑飞旋于身侧。在他的掌心凭空出现一把雪白长剑，这是他的本命飞剑血色。文人邪月终于祭出了他的本命飞剑，而且一上来就施展了本命神通。只见天地间忽然阴沉如夜，寒风乍起，天空之上竟忽然开始飘下片片雪花。这雪花如锐利刀锋一般，轻而易举的便能割破他人肌肤。而且修士置身于这场飞雪之中，体内灵力流转会受到极大的影响。这场风雪夜便是文人邪月所持血色的本命神通。慕寒的第2剑逐渐消融在了这风雪之中。慕寒挑了挑眉，感受着自身的灵气流转，嘴角微微翘起。
有点意思。慕寒轻呼出一口气，自领悟乾坤化龙剑后，第一次全力出剑。这一剑用出，慕寒全身的灵力也被消耗一空，在其身后足足9981条剑气苍龙盘旋呼啸，一剑还未出，仅是其中剑意，便让金丹境界修成烽火面色一变。片刻之后，道道龙吟响彻此方天地，慕寒面色微白，瞬间9981道苍龙剑气越过那飞雪叶，如黑暗之中绽放出一轮大日，光耀整个长河剑宗。这一刻，万籁寂静，待天地重回明镜，长河剑宗的弟子一个个瞪大了眼睛，呆立当场。爆丹境界修文人邪月，整个人被斩成碎片，死无全尸。这还不算，长河剑宗的山门被慕寒这一剑砍碎了大半，此刻还在悉悉索索地掉落着残渣。长河剑宗一众弟子已经被震惊得无以复加，文人邪月的天赋在整个长河剑宗也是能排得上号的，能在爆丹期就孕育出本命飞剑，很不一般了。可是在这青云门圣子面前，怎么脆得跟一张纸似的？只不过3剑而已就死了。要知道，同境界下剑修与人捉对厮杀是占据着绝对的优势的，可现如今文人邪月堂堂一个爆丹境剑修，竟然被一个筑基期的修士，甚至连剑修都不是的慕寒一剑宰了，这让不少人都有点没反应过来，过了好半天才狠狠地咽了下口水。这慕寒真尼玛猛！你的搬山术感受到了巨大的震惊，沉浸在了装逼的快感之中，难以自拔，修炼速度不由自主地上涨50倍，当前熟练度真挚化近90%。你的乾坤化龙剑满足了嗜血的特性，且对这一次的全力出剑颇为满足，此刻熟练度入门级10%。慕寒面色微白，这是灵力耗光的表现，但是此刻却不由得咧嘴一笑，爽，真他娘的爽！这乾坤化龙剑很懂事嘛，一下子给自己多算了8个人头，不错不错，真不错啊！慕秋脚步轻点，瞬间来到了慕寒身侧，沐风也缓步来到了慕寒另一侧。兄弟3人，傲立长河剑宗破败山门之外。慕秋用手肘顶了顶慕寒的胳膊，小声道：“哟，小寒长大了吗？这一剑。”萌。沐风的脸上也有些笑意，轻轻拍了拍慕寒的肩膀，不错。慕寒展开双臂，勾住了2位长兄的脖子，小声道：“别说话，扶着点，灵力耗光了，腿有点软。”慕秋白了他一眼，让你小子强出头，吃到苦头了吧？慕寒嘿嘿一笑，没说话。陈烽火看着那破败不堪的山门，脸色已经变成了酱紫色。这尼玛太欺负了人吧！真是好一个夺门而出。他死死地压制着胸中的怒火，咬牙切齿道：“今日之辱，我长河剑宗记下了，还请圣子殿下往后走夜路小心点。”慕秋眯了眯眼，陈烽火，你说话给老子注意点，你在威胁我弟弟。陈烽火冷冷一笑，我可不敢威胁圣子殿下，只不过是好心忠告罢了。慕秋还要说话，慕寒却摆了摆手，算了，狗咬你一口，咱总不能咬回去吧？回了，爹还等着咱回家吃饭呢。慕秋冷冷地瞥了陈烽火一眼，倒是没再言语，搀扶着慕寒就要离开。谁知慕寒的心湖之上忽然响起了五行法的呼声，五行法这就走了？好不容易来一趟，不看看美女就走，你还是不是人？赶紧把长河剑宗的女弟子都叫出来，让老子好好过过瘾。慕寒以心声道：“我靠，这是不是有点过分了？你当选美大赛啊？五行法，这事你看着办。今天要是看不到美女，老子就罢工了。你的五行法对你极其不满，已经停止修炼，请尽快安抚。”慕寒一个脑袋2个大，都看过了圣女，这还不行？你最近越来越挑食了。再说了，我众目睽睽之下在这看美女，我还要不要脸了？五行法，把长河剑宗的女弟子都叫出来，老子直接给你顿悟，干不干你自己看着办。慕寒甚至都没有犹豫，直接转头对圣女秦苏开口道：“圣女殿下，哦不，大嫂，能不能请你帮个忙？脸算什么？能吃。”半个时辰之后，慕寒一脸享受地坐在一张藤椅上，手上还拿了一壶仙家酒酿，对恢复灵气有极大的裨益。慕秋和沐风满脸黑线地站在慕寒左后，慕秋伸手微微挡住脸，长叹一口气。沐风则是轻轻揉着太阳穴，没听说自家3弟以前有这爱好啊。只见长河剑宗的女弟子此时此刻排成了一条长龙，一个个的从慕寒身前走过，还真就他娘的办成了个选美大赛。你的五行法沉浸在了美女的海洋中无法自拔，产生顿悟。你的五行法极度满足，已然突破到了筑基10层。长河剑宗山门之外，天地灵气仿佛被一个肉眼不可见的漩涡吸走，此刻全部吸入到了慕寒的体内。慕寒也在五行法的疯狂顿悟中连破2个小境界，此刻距离内爆丹境也仅仅是一步之遥。慕秋和沐风全都一脸懵逼地看着慕寒，什么情况？看美女还能破境？一旁的长河剑宗弟子全都蹲在地上，那幽怨的眼神就差没把慕寒整个人生吞了。自家的女弟子被人看爽了不说，还特么的能破境，而且一破就是2个小境界，简直是不当人。你的他化万物感受到了莫大的怨念，表示多多益善，目前熟练度为大成50%。眼看着这美女排成的长龙马上就要见底了，不剩下几个人了，慕寒终于是伸了伸懒腰，站起了身。这2个小境界破的他浑身舒爽，他化万物竟然也做出了不少的提升。可以，这一趟没白来。更让人无奈的是，竟然有极多的长河剑宗女弟子对着慕寒身后的沐风暗送秋波，眉目传情，甚至还有几个女弟子在不远处扭打了起来，只为了争抢那么一个沐风老婆的名头。对此，
沐风也颇为无奈，只好对这些女弟子报以微笑。谁知道沐风一笑，这群女弟子更加疯狂了。无奈之下，沐风不得不先行下山，这地是待不下去了。沐秋伸手对了对慕寒，小声道：“差不多得了。”慕寒点了点头，却是该走了。再不走，那些长河剑宗的弟子就要准备砍人了。慕寒临走之前，还笑嘻嘻地对长河剑宗的圣女秦苏摆了摆手：“走了，大嫂，下次有时间来青云门玩。”秦苏俏脸微红，但是心中却颇为受用，没有说话，只是轻轻合手。沐秋也是破天荒地老脸一红，赶紧拉着慕寒就下了山。什么大嫂，大嫂的八字还没一撇的事呢。到了山下，慕寒见到自家那完全可以靠脸吃饭的二哥，笑嘻嘻打趣道：“哟，二哥怎么样？有没有中意的？有的话，我马上上山给你喊过来。不就是一句二嫂的事吗？简单的很。”沐风双手拢袖，笑容温纯的开口道：“再说一遍。”慕寒瞬间犹如吃了苍蝇一般，不敢再多言。他是最怕这个终日笑眯眯的二哥了。沐秋有些纳闷的看了慕寒一下，问道：“你怎么回事？看美女也能破镜？唬人的吧？”慕寒一时有些语噎，只能讪讪然的说道：“我修习的这功法，有些特殊，需要阴阳调和。”对，阴阳调和，总不能说自己的功法成了精，天天嚷着要看美女吧？慕寒心中小声嘀咕着：“五行法，你才成了精，你全家都成了精。”沐秋一脸感叹的说道：“天下之大，无奇不有，这等功法的确是玄妙异常。”慕寒赶紧转移了话题，回头问道：“大哥，我看那秦苏明显对你有意思啊，你宰个爱搭不理的，虐妻一时爽，追妻火葬场啊！大哥以后你要是跪狼牙棒，我可帮不了你。”话刚说完，沐秋就赶紧板起了脸，反倒是沐风忽然扑哧一下笑出了声，只留下一脸懵逼的慕寒，不晓得发生了什么事情。沐秋走上前，一把勾住了沐风的肩膀，威胁道：“你要是敢说，小心我！”沐秋说到这，伸出一手在脖子上比划了一下。沐风无奈一笑，又不是什么见不得的事，怎么就不许人说了？慕寒在后面挠着头，这哥俩说啥呢？沐秋用力地拉了拉胳膊，低声道：“总之就是不许说。”沐风忽然一猫腰，逃出了沐秋的魔爪，然后笑着转身对慕寒说道：“你大哥可不是对人家没有好感，反之，你大哥喜欢那秦姑娘可是喜欢的紧，只不过因为他修习的那本剑谱的缘故，这才对人家秦姑娘爱搭不理的。结果前2天才知道，当时花重金买的那本剑谱分明就是假的，胡乱捏造的罢了。山下地摊上3文钱一本，买2还送1。”沐秋一脸吃了屎的表情。慕寒愣了片刻之后，开始哈哈大笑，差点笑弯了腰。沐秋瞪了沐风一眼，咋个什么话不往外说？慕寒一边捂着肚子，一边开口问道：“大哥，剑谱叫啥名啊？改天我也研习研习。”哈哈哈哈！沐秋伸手从怀里掏出来一本明显是故意做旧的破烂剑谱，丢给了慕寒，没好气的说道：“自己看去吧，别烦我。”慕寒接住剑谱，一看这名字，好家伙，独孤九剑，名字倒是挺唬人的。慕寒翻开第1页，上面只有几个大字：“心中无女人，拔剑自然神。”剑谱第1页，忘掉心上人。慕寒在愣了片刻之后，开始捧腹大笑，直到笑弯了腰。自家大哥脑子是进了水，就这剑谱还能像回事一样练了大半年，可真行。穆家宝，穆从云端坐在主位上，刚抬手拿起一壶酒准备斟满，结果就被沐风瞥了一眼，手就那么僵在了原地。还喝酒，真当自己还年轻呢。沐风一边给穆雪儿夹菜，一边轻描淡写的说道。穆从云嘿嘿一笑：“喝点，喝点，今天爹高兴。”慕寒轻声道：“这酒是我从宗门带回来的仙家酒酿，很能养神。”沐秋挠了挠头，用商量的语气看向沐风道：“喝点，没事吧？”沐风一脸平静地把筷子放在了桌上，这个动作顿时让一家子人都噤若寒蝉，只有穆雪儿在捂住偷笑。沐风寻思了一会，这才拿过了穆从云手中的那壶酒，轻声道：“我来倒。”穆家父子几人松了口气，沐风的家庭地位可见一斑。沐风动作轻柔地为几人斟满了酒，瞥了沐秋一眼，开口问道：“一头白发，很好看是吗？”沐秋持酒的右手就这么悬停在了嘴边，讪笑2声，这就染回来。沐风慢悠悠地喝了口酒，一脸平静地说道：“我查过了，你中的魔毒要想根除，只能用天魔宗宗主妖月的一滴心头血，3年之内死毒不解，命亡矣。”沐秋洒然一笑，知道，小伤。穆从云和慕寒都在慢慢饮酒，谁也不曾言语，只有穆雪儿一脸吃惊，眼圈瞬间就红了。啊，大哥要死了吗？不要，我不要大哥死。沐风揉了揉穆雪儿的头，放心，他死不了，3年内我帮你拿到妖月的一滴心头血。沐风说这句话就好似在说一件极其简单的事情。慕寒突然开口道：“我去吧，我曾与妖月有过一个赌约，10年之内我亲自登门与他一战，只不过是提前几年罢了，没什么影响。”沐风看了慕寒一眼，倒也没拒绝，只说了一个字：“行。”只有沐秋一脸无奈，我说：“你们倒真是没把我这个大哥放在眼里啊！不管怎么说，我境界都是最高的，我自己的事我自己解决。”沐风忽然正襟危坐，笑眯眯地望向沐秋，一字一顿地说道：“你自己的事，这话敢不敢再说第2遍？”沐秋一时语噎。穆从云连忙打起了圆场，笑呵呵地说道：“来来来，这件事就交给老2和老3去办，老大你也别争，听你弟弟的。”沐秋无奈一笑，慢吞吞地举起酒杯，打趣道：“那我这条命就交到你们手上了。”随后沐秋忽然转头看向慕寒，说道：“3年，你小子真是急着投胎，
这事还是让你二哥去办吧。你要是去了，怕你比我先死。慕寒白了穆秋一眼，怎么着？看不起青云门圣子？要不比划比划？穆秋哎呦喂一声，比划就比划，怕你不成？慕寒噌的一下站起身，双臂平展，单腿着地，雄赳赳气昂昂的喊了一声：“大哥接招！看我金鸡独立！”穆秋一脸郑重的后撤半步，原地扎了个马步，虎虎生威的打了几个拳把式。金鸡独立果然名不虚传，可我这黑虎掏心也不是吃素的。穆秋化拳为爪，还凭空捏了几下，场面一度很失控。穆从云差点一口酒喷出来，没眼看，没眼看。就连沐风也是长叹一口气，自己这个被称为算无一策、人间山水郎的白衣沐风，怎地就有如此智障的两位兄弟？就在穆秋与慕寒胡乱瞎比划，还呼喝着一些招式名称之时，穆家堡忽然来了客人。人未至，先闻声。穆老哥，好久不见啊！从屋外踏步走来一位精神抖擞的美髯公，身后还跟着一个美妇人，美妇人身侧则是跟着一个长相颇为俏丽的年轻女子。穆从云有些讶异，慢腾腾地站起身，眯了眯眼，笑道：“哟呵，张大人怎么有如此雅兴，跑到我这小小穆家堡来了？”来人正是大梁王朝礼部尚书张栋明，比穆从云要小一个辈分，算不上是那波身份显赫的开国元勋，但是如今在朝野上却是颇有些声望，位子坐的也足够高，礼部尚书，所以倒也有些胆气，敢挺直了腰板跟穆老帅说话。穆秋和穆寒赶紧收了招式，老老实实的坐回了位子上，可仍旧是被那个美妇人和年轻女子看在了眼里。美妇人眼中闪过一丝鄙夷，但却隐藏得很好，仅是一闪而是便化为慈祥目光。那年轻女子则不如美妇人那般老练，眼中的不屑呼之欲出。一向极有礼数的沐风却是没有起身，仍是自顾自的饮酒夹菜，甚至连头都没回，仿佛根本没看见这个尚书大人。穆秋和穆寒对视一眼，互相挑了挑眉，有猫腻啊。穆从云伸出一只手掌，笑呵呵说道：“来来来，快落座。”张栋明拱了拱手，坐在了一旁的次席之上，眼看着那美妇人和年轻女子还站着一旁，穆从云又道：“坐坐坐，都坐，我们老穆家没那些个规矩。”张栋明也摆了摆手，示意坐就是了，客随主便嘛。穆从云笑道：“无事不登三宝殿，大老远从京城跑到这，张老弟是有事相求。”张栋明洒然一笑，右手抚了抚长髯，倒也不拐弯抹角，直截了当道：“栋明此次前来，其实是为了家女与穆小少爷的婚事而来。”本来还在埋头干饭的穆寒，听见这话，差点没一口饭喷出来。好家伙，吃瓜又吃到自己身上了。他一脸茫然地看向穆秋，穆秋耸了耸肩，显然这事他也不知道。穆寒又看向沐风，沐风却神色淡然，动作轻缓地夹着桌上的菜肴，对张栋明的话置若罔闻。穆寒看了看自家老爷子，穆从云刚举起来的酒杯又放回到了桌上。穆从云沉吟片刻道：“这婚事。”张栋明出声打断道：“穆老哥无需为难，我这次之所以亲自来这，并非为家女提亲而来，而是想要与穆老哥打个商量。这婚事当年也只不过是口头语下，现如今家女已到及冠之年，俗话说得好，女大不中留啊。家女与那户部李尚书之子互生情愫，这不，李尚书前2日还特地登门与我坦言这门亲事，栋明也是没办法，这不就拉下这张老脸，亲自来穆老哥的府上赔礼来了。”穆从云哦了一声，随后笑眯眯地说道：“是退婚来了？你看你直说不就好了，何必跟我拐弯抹角这么半天呢？”张栋明愣了片刻，他是没想到这个征战沙场半生的老帅，竟是变得如此好说话了。只不过转念一想，也是，自己不带兵马，没有实权，哪怕有个镇国大元帅的名头，也只不过是虚衔罢了。而且其3个子嗣全都没有官身，在朝中的威望也是一日不如一日，对自己这个礼部尚书，自然也是要以礼相待了。想到这，张栋明的腰杆不由得又挺直了几分。穆从云慢饮一口仙家酒酿，抬眼看了张栋明一眼，一件小事罢了，栋明直接书信一封不就行了，何必亲自跑这么一遭？这件事我知道了，你先回吧，明日一纸休书就会送给到贵府，绝不耽误丫头的婚事。张栋明面色一僵，他既然亲自到此，显然是准备直接敲定此事。要是按穆从云的说法，一纸休书送到了京城张家，那张家女儿还怎么嫁人？岂不是丢尽了脸面？穆从云说完，完全没再理会张栋明那有些难看的脸色，而是缓缓站起身，只让沐风待客，自己却是去了幕府湖心亭与李默手谈去了。区区一个礼部尚书，也觉得自己够资格与我穆从云挺直腰板说话了。不过10多年的光阴，当初那个点头哈腰的年轻官吏就忘了自己是如何死缠烂打才求到的这么一桩娃娃亲。不过也如此门风，难有佳人。那位名叫张墨婉的女子，注定也进不了穆家的大门。穆从云走后，那位美妇人忽然冷哼一声，镇国大元帅的架子可真是比天大了，当今圣上也没见有这么大的架子。美妇人身旁那个俏丽女子，尚书张栋明之女张墨婉，看向了穆寒，喂了一声：“你别吃了，快去找你爹，跟他说赶紧把这婚给我退了，不然我就让李穆哥哥猜你爹一本。”穆寒表情有些古怪，这都是哪里冒出来的神仙？说的这叫人话？张墨婉见穆寒表情古怪，还以为他不乐意，不由得冷哼一声：“癞蛤蟆也想吃天鹅肉，我告诉你，赶紧把这婚事退了，我可不想再跟你们穆家有任何关系。”张栋明在穆从云走后就再不曾言语，仿佛这些小辈根本没资格与他谈上一谈。那名美妇人也阴阳怪气地开口说道：“一群坐吃山空的纨绔子弟，靠着父辈的福音庇护，倒还能耀武扬威，但是不管山多高，总是会有挖空的那一天。”沐风终于缓缓把筷子放在了桌上，整理了一下衣冠，这才扭过头去看了看这3位客人。沐风轻声道：“张栋明，
区区一个礼部尚书，是谁给你的狗胆，敢来幕府咬人？真以为你礼部与户部联姻，便能高出我穆家一头？我观你治学还算严谨，文章也算不俗，尤其是为官却能造福一方百姓，这才在小许面前提了你的名字。不然你真以为你张栋明能当得上这一部尚书？趁我还没有真的动怒，滚回你的京城去！明日我会让人亲自送一封休书到你的府邸，不接也得接。语罢，沐风缓缓站起身，冲着慕寒说道：“愣着做什么？送客！”慕寒低声叹了口气，慢悠悠站起身，挠了挠头，看向一旁三人说道：“请吧，张大人。”穆秋没说话，只是默默将背上那把巨剑摘下，握住剑柄往地上那么一放，地面上的地板顿时如蛛网一般寸寸皲裂，甚至于整间屋子仿佛都晃动了一下。穆秋可是名副其实的爆丹5层修士，虽然还没有孕育出本命飞剑，但也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了。张栋明一张老脸瞬间拉了下来，但是毕竟在朝为官这么多年，养气功夫还是很到位的。况且如今他们一家子可是身在穆家堡，俗话说得好，强龙不压地头蛇，何况这条地头蛇几近于龙。那位美妇人和张墨婉的脸上也浮现了怒色，只不过还不等说话，就被张栋明伸手拦下。沐风刚才的话很有嚼头，别人兴许不知道萧许何人，但是他张栋明可是一清二楚。萧姓乃是大梁国姓，那萧许更是当今太子。传闻太子萧许一路游历，曾来到过这穆家堡，先是拜会了穆老元帅，然后便直奔那青石书院，甚至都不曾纵马上山，而是徒步登山。一时间，太子下马登高山，在江南道文谭石林那边传为美谈。但是张栋明不知道的是，太子萧许那次主动登山会见沐风，还有一桩更为惊世骇俗的事。萧许曾经连写3封书信，求沐风做大梁帝师，沐风却始终没有回应，最后甚至亲自登门，但结果仍旧是不尽人意。虽未如愿以偿，但是萧许却在沐风的手里求得3个锦囊，就连当今太子都对穆家以礼相待，甚至多次请求沐风做那一招之师，自己愿意学生自居。可笑这区尚书张栋明却在穆家堡耀武扬威，摆起了架子。张栋明走后，沐风瞥了穆秋一眼，撂下一句话就走了：“别忘了把地板修上。”穆秋满头黑线，这算他娘的什么事？慕寒伸长了脖子，目送张栋明等人离开幕府，随后回头看了穆秋手中巨剑一眼，啧啧道：“大哥，家伙实不赖啊。”穆秋点了点头，随意的开口道：“一般般，极品灵气而已。”慕寒表情古怪，一路小跑过来，就要蹲下身摸上一摸，谁知穆秋却一把拍掉了慕寒的手：“去，一边凉快去。”慕寒切了一声：“谁稀罕啊？一件极品灵气，可谓极为罕见。宝物一般分为凡气、法器、灵气、神器与仙兵。传闻青云门便有一件中品神器，乃是正宗之宝。山上修士绝大多数都是手持法器，甚至有些人还在用着凡器。想获得一件灵器，可谓是极难。若是想用灵币去买，不放点血是甭想了。这柄巨剑，想来应该便是那无涯山上得来。长河剑宗宗主能将此剑赐予穆秋，看来的确对他颇为看好。一旁的沐风是多一眼都不想再看这哥俩，脑子多少是沾点。只不过一只脚才踏出门槛，好似忽然想起了什么事，他回头说道：“听说你要去白龙洞，正好顺路去京城把那封休书送到张家府邸，走之前去娘亲的庭院把那把剑带上，那是娘亲留给你的。”说完，沐风踏步走出房门，看样子是准备回青石书院了。小丫头穆雪儿早就撒丫子溜出去了，不知道去哪里疯玩了，估摸着是暂时不想跟他二哥回书院。提到了娘亲，慕寒神情微变，穆秋也眉眼低垂，不知在想些什么。入夜，慕寒独自一人来到了那处小院落，他静静地站在门口，抬头看着庭院中的老旧百物，默然不语。他脑海中关于娘亲的模样并不模糊，相反极为真切，那是一位姿容无双的温婉女子。还记得有一年冬天，慕寒笨手笨脚的在这间庭院里堆雪人，寒冬腊月，孩子冻得鼻涕直流，结果忙活了好半天，只弄出个丑兮兮的雪堆。孩子嘴坐在地上瞅了半天，忽然嘴一歪，嚎啕大哭。当时已有了身孕，怀着穆雪儿的温婉女子连忙走了出来，看见坐在地上嚎啕大哭的少年，什么也没说，只是将他轻轻抱了起来，握住孩子的双手放在了自己的脸颊上，只是笑。最后孩子在那女子的怀里沉沉睡去。只不过第二日清晨揉着眼睛走出房门时，却看见了犹如人间仙境一般的雪景。庭院的梧桐树上布满了雪挂，梧桐树下那个老旧的秋千也变成了银白色。那个温婉女子此刻就坐在秋千上，笑意温柔地看着儿时的慕寒。而在秋千一旁有5个大小不一的雪人，孩子一眼就认了出来，最中间的2个雪人是爹和娘亲，爹左手边的是大哥穆秋，右手边的是二哥穆风，二哥身旁那个雪人是娘亲，而自己则就依偎在娘亲怀里。孩子当时就瞪大了眼睛，阳光照在了那女子的脸上，她晃着秋千，虽是寒冬，却笑如春水。慕寒就这样安静地在庭院之外站了很久很久，一直到天蒙亮，慕寒才缓步走入庭院。走入屋子，屋内的布置可谓是极为简洁，甚至说是寒酸都不为过，完全不像一个镇国大元帅结发之妻的居所。虽说简洁，但却干净异常，纤尘不染，显然是每日都有下人专门前来打扫。慕寒抬头望向墙上的那幅画，良久无言。半晌，他抬手将那古剑取下，此剑剑鞘通体雪白，剑身却是漆黑一片，暗红色的纹路绘刻着山川河流。当慕寒的手刚刚触碰到这把剑时，一道剑诀忽然涌入了他的脑海。御剑术。还不等慕寒反应过来，
星湖之上便已经响起那熟悉的声音。你的乾坤化龙剑感受到了其他剑术的存在，心生嫉妒，跃跃欲试的准备吞噬御剑术。别！慕寒心中一紧，这是他娘亲留下来的佩剑，可现如今这佩剑之中竟然还存留着一道剑诀。无论如何，这道剑诀绝对不能被吞噬。可惜慕寒好像仍旧是说晚了一步，就在他万分焦急之际，却出现了一个极大的意外。你的乾坤化龙剑吞噬御剑术失败，并且挨了一顿毒打，已经委屈的哭了出来。你的他化万物准备上前帮帮场子，结果也被御剑术打哭了。你的搬山术终于看不下去了，准备为兄弟们找回场子。你的搬山术气势汹汹的上了。你的搬山术鼻青脸肿的回来了。慕寒愣在了原地，这是什么情况？以往的功法基本都逃不出被吞噬的命运，不成想这御剑术竟然这么硬，从百草园一路砍到3位书屋，根本没在怕的，把这些功法全都挨个打了个遍。慕寒内心极为震动，五行法的强悍他是有目共睹的，这些自五行法身上衍生出来的道法也是威力莫测。慕寒还是第一次见这些武学吃瘪，他不由得在星湖之上询问道：五行法，这是什么情况？五行法这门剑诀有古怪，我在他身上感受到了熟悉的感觉。五行法难得很认真地回答了一次慕寒的问题，而慕寒在震惊之后陷入了沉思。在他的印象中，娘亲就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虽有佩剑，却从未见她拔剑出鞘，一介凡人罢了。可为何娘亲的佩剑内却隐藏着一道极为神秘的剑诀？而且二哥沐风说这把剑是娘亲留给自己的，那到底娘亲是知道这剑诀的存在，所以故意留给自己的，还是说娘亲也从未发现她的佩剑之中竟还有这如此神秘的一道剑诀？慕寒皱了皱眉，半晌又低声叹了口气。他将这柄剑背在身后，青山背古剑，安静地站在了庭园的梧桐树下。慕寒原本想问问父亲，亦或者大哥二哥，关于这柄剑，还有娘亲是否有着一些他不知道的秘密。可犹豫良久，他还是没有去问。若是真的有秘密，既然没有告诉自己，那任凭他怎么问，也不会有结果。慕寒坐在了秋千上，心神化为粒子，沉浸在了那道剑诀之上。你的御剑术感觉到了你的观察，感到万分有趣，提出了想看猛男洗澡的想法，否则你将无法领悟剑诀。啊！慕寒瞪大了眼睛，有些懵。这良久，慕寒重重一拍大腿，哀嚎道：造孽啊！这些功法到底都是什么毛病？不是看美女，就是看猛男，这玩意谁研究出来的呢？这不是造了老孽了吗？看美女我也就忍了，现在让自己这么一个风流倜傥、玉树临风、才高八斗、武艺超群的美男子，天天盯着一群猛男看，这像话吗？这太不……提示：领悟此剑诀可一步爆丹，且逐渐孕育出本名飞剑。慕寒唰的一下就从秋千上跳下来，头也不回的去找慕秋了。这太像话了，不就是猛男吗？家里就有，咱家就有这条件。慕寒蹑手蹑脚的走向了慕秋的房间，刚才正巧看见几个丫鬟提着热水进了慕秋的房间，巧了，正是沐浴更衣的时间。慕寒嘿嘿一笑，待到那2位丫鬟走出房门后，悄悄地走到了窗户边，手指沾了点唾沫，随后轻轻地将那层薄薄的窗户纸捅破。慕寒侧过头看向里面，慕秋坐在一个大木桶里，温热的水正冒着热气，宽厚健硕的背部若隐若现在升腾的热气之中，粗壮的手臂像是晶石浇筑而成。慕寒揉了揉鼻子，呢喃道：嘿，这还真是个猛男。你的御剑术满足了看猛男的愿望，心情大为愉悦，祝你一举突破爆至爆丹境，且成功领悟御剑术，当前熟练度入门1%。瞬间，一道口诀心法涌入慕寒的脑海，这入门级别的御剑术竟然就可以御剑飞行。要知道，御剑飞行可是剑修的独门秘籍，而且不到金丹境根本就无法熟练的掌握御剑飞行。感受着体内天地灵气的焕然一新，慕寒不由得笑出了声。本以为要在这筑基石层待上一些时日，不成想这么快就突破到了爆丹境。可惜慕寒仍旧是笑得有些早了，因为他破境的缘故，天地灵气疯狂向他涌来，一时间惊动了正在沐浴更衣的慕秋。谁？慕秋一声厉喝，随之而来的便是横飞过来的一个大木桶。只听轰的一声巨响，整个房门都被撞烂，木桶裹挟着洗澡水与房门一起将慕寒撞得倒飞出去。慕秋赤着上身，手里拎着那把巨剑，气势汹汹地走了出来。哪个孙子竟然偷看老子洗澡？慕寒躺在地上，伸手擦了擦鼻血，随后一个鲤鱼打挺，翻身站了起来。慕秋一愣：三弟，你这是？慕秋一脸诧异地问道。慕寒伸出一只掌，另一只手捂着鼻子，斩钉截铁道：别问，问就是路过。语罢，慕寒腾空而起，御剑远去。慕秋挠了挠头，笑骂道：这臭小子。他看了看天空上那道一闪而逝的剑光，颇为意外。这小子什么时候成剑修了？慕秋喃喃自语，眼中闪过一丝疑惑。一般来说，能够御剑飞行，也就意味着是一位名副其实的金丹剑修。但是慕寒的境界修为，慕秋是知道的，绝对没有达到金丹境。这小子难道又有奇遇？京城张家府邸，张栋明手捧一本古书，坐在书房中，桌案上摆放有一套昂贵茶具，据说是前朝皇帝曾经御用之物。在张栋明对面还坐着一个颇有气质的中年官员，这人正是户部尚书李阁。李阁犹豫了半晌，这才开口问道：栋明兄，那穆老帅当真是这么说的？张栋明把手中古籍缓缓放下，抚了抚胡须，忽然冷笑一声：老骥伏枥，
虽志在千里，但老了就是老了。他穆从云又不是山上神仙，难道能再活个一甲子？李格有些忧心地说道。话虽如此，可穆老帅毕竟是大梁唯一的一位朕字头的兵马大元帅，兵部那边至少有一半的人都是他亲手带出来的。张栋明将那名贵的茶盏握在手中，轻轻把玩，随口说道：“那又能如何？一个不长兵马的兵马大元帅，与掉了牙的老虎何异？”说到这，张栋明忍不住笑了笑，又道：“倒也不是他穆从云不想掌权，实在是掌不得。功高盖主一词，他穆从云担不起，只不过是一封休书罢了。我已经联系了城外的驿站，只要是从穆家保来的送信人，就让他永远进不了城。”李格松了口气，张李两家联姻其实是这张栋明提出来的，为的也只是巩固朝中势力。新朝建立不过30年，当今天子已然有了退位之意，甚至已经让太子监国。若是户部和礼部能够拧成一股绳，那么凭借他们的岁数，不说3朝元老，2朝应该是板上钉钉的事了。只不过就在这时，这间书房之外竟忽然传来一道玩味嗓音：“哟，张大人、李大人好兴致啊，喝茶呢？”还不等两位反应过来，一个青衫卑贱的俊朗年轻人就已经推开了门。张栋明瞳孔微缩：“慕寒，你怎么会出现在这？”李格也是面色大变，站起身后退了几步。慕寒走进书房后，笑眯眯地关上了门，扭头望向两位大人，笑道：“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说得好啊，张大人。”张栋明眯了眯眼，眼神不经意间飘向窗外。慕寒却嗤笑一声：“别看了，你们张府那几个臭鱼烂虾早就被我收拾干净了。”张栋明脸色一沉：“庶子安敢？光天化日，天子脚下，你还想持剑逞凶不成？”慕寒给自己拉过来一张椅子，大大咧咧地坐在了上面，翘起一个二郎腿，抠了抠鼻子，开口道：“你丫还挺双标，就许你安排人在驿站杀人，就不许我在你府上出剑。”慕寒扣完了鼻子，朝着张栋明微微弹指，一个不知名物体瞬间粘在了张栋明的官服之上。张栋明面色铁青，他本就喜好干净，平日里无论是出行还是居所都极为讲究，可偏偏遇见了这么个不讲究的人。慕寒皱了皱鼻子，说道：“以后再敢从你们口中蹦出穆从云这3个字，那就一起去下面团聚吧。”慕寒把古剑从背后取下，握在了手中。穆从云这3个字也是你们臭鱼烂虾可以说的？张栋明被气得浑身颤抖，咬牙切齿道：“区区一介平民，如此以下犯上，反了，真是反了。”慕寒呵了一声，握剑的右手大拇指轻轻往上一推，长剑出鞘寸余，瞬间一道森然剑气冲着张栋明袭掠而去。那一直被张栋明细心呵护的长髯瞬间被斩断，随后剑气就仿佛长了眼一般，竟是又拐了个弯，将张栋明辛辛苦苦收藏多年的书柜斩成2半，无数古本善本都变成了一地的废纸。张栋明在片刻的失神之后，脸色巨变，先是摸了摸自己下颚处已经被斩断的长髯，随后一脸惊恐地转头看向书柜，那可是他辛辛苦苦10多年才收集到的古书，如今竟然就被慕寒这小子一剑毁了。张栋明身体不停颤抖，随手抄起墙壁上挂着的一把短刀，发了疯似的冲向慕寒：“我杀了你！”就在这时，张家府邸之外忽然响起了宫中掌印太监那略显尖锐的嗓音：“太子殿下驾到！”慕寒嘴角勾起一个弧度，随后竟是撒开腿就往外跑，一边跑还一边喊：“救命啊！救命啊！礼部尚书张栋明杀人了！救命啊！”慕寒跑出书房，向府邸大门口一路狂奔，恰好与那太子殿下撞了个满怀。太子萧许身着金黄蟒袍，片金圆，绣纹9蟒，脚踩金缕，腰环龙爪玉扣，风度翩翩，气质不凡。慕寒先是扭头往后看了一眼，见那张栋明还没追过来，不由得撇了撇嘴，小声呢喃道：“老家伙腿脚忒慢。”随后赶紧直起身，冲着太子萧许微微拱手欠身道：“慕寒见过太子殿下。”萧许看着慕寒从张家府邸跑出来，不由得苦笑连连，但仍旧是躬身还礼：“大梁萧许见过圣子殿下。”这一幕恰巧被匆匆赶来一脸狼狈的张栋明和李格看在了眼里，不由得心神震动。圣子殿下？什么圣子殿下？慕寒也是微微一愣，开口问道：“太子殿下竟然知道这件事，让我颇感意外。”萧许如是说道：“我大梁萧氏与青云门交好，每年都会有不少天资不错的修道胚子送往青云门，殿下刚刚担任圣子一职，不清楚这件事也在情理之中。”张栋明和李格彻底傻了眼。慕寒担任青云门圣子这件事，他们完全不知情，半点消息都无。张栋明的心一下子就沉入了谷底。悔不当初，悔不当初啊！他只知道穆家3子，只有老二穆风在文坛上颇具盛名，老大穆秋与老三穆寒终日见不着踪影，游山玩水，活脱脱的2个纨绔子弟。却不料穆秋早就拜入长河剑宗，如今更是成了下一任宗主的候选人。而穆寒这个本可以做他女婿的年轻人，更是已经成了青云门的圣子，前途已经不能用不可限量去形容。张栋明嘴唇颤抖，有些不敢相信眼前这一幕。慕寒见这2个老王八终于露头了，便赶紧换了一副嘴脸，可怜兮兮地冲着太子萧许说道：“太子殿下，您可要为我做主啊！张大人不知何故，竟忽然拔刀相向，亏得我有那么一招半尸傍身，才不至于惨死在张大人的刀下。如今太子殿下驾到，您可一定要给我做主啊！”说着，慕寒还用力地揉了揉眼睛，可惜没能揉出点泪花。太子萧许嘴角抽搐，真把自己当傻子了。你都青云门圣子了，还能怕张栋明拿刀砍你？就连萧许身旁的太监都看不下去了，英明一世的兵马大元帅穆从云怎么就生出脸皮如此之厚的一个儿子呢？真是造孽啊！
张栋明手中的短刀当啷一声掉在了地上。张栋明心中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完了。青云门是什么分量，他是知道的。就连当今圣上遇到了青云门掌教，也要规规矩矩的行礼，莫说是掌教，哪怕只是一个长老，也要以礼相待。天子当如此，他这区区一个户部尚书又当如何？而且这慕寒还是一个圣子。想到这，张栋明的心又凉了半截。李格面色更加苍白，不过所幸他没说什么过分的言语，没做什么出格的事情。想到方才他一直声称那位老人为穆老帅，不由得极为庆幸。但是张栋明可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他额头上已经布满了汗水，身体都开始打起了白子。因为萧许刚才冷冷地看了自己一眼，这位户部尚书大人怕是不能善了了。慕寒还在一旁装模作样，哭哭啼啼的，就差摆出个兰花，只用丝绸手绢擦眼泪了。萧许实在是看不下去了，根本没眼看，索性上前几步走到了张栋明身前，开口道：“张大人对圣子殿下持刀相向，如此作为恐怕不妥。”萧许不是傻子，到底谁吃了亏，谁没吃亏，他心里清楚得很。这位户部尚书大人连胡须都断了一半，到底怎么回事，他能不知道？无论谁对谁错，萧许都会站在慕寒这边。不仅仅是因为慕寒如今身份显赫，是青云门圣子，还有一个原因，慕寒是穆从云的儿子。穆从云与当今圣上的交情，别人不知，他身为太子，难道还不知？朝中大臣不管表面表现如何，其实心中都在猜测那位镇国大元帅与当今圣上现如今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就如张栋明所说，绝大多数人都觉得穆从云不掌兵马，其实是怕功高盖主，不得不放下兵权。可实际上却是老帅穆从云再三拒绝了当今圣上的提议。有一次皇上甚至命人将虎符送到了幕府，可穆从云仍旧是拒绝了。二人之间的关系是同乡少年时的玩伴，是战场上的袍泽，更是过命的生死兄弟。张栋明甚至都没敢回答萧许的问话，直接扑通一下跪在了地上：“老臣有眼不识泰山，还请圣子殿下恕罪，还请太子殿下恕罪。”萧许没说话，而是扭过头去看慕寒，笑问道：“圣子殿下是要他活，还是要他死？”张栋明一听这话，顿时打了个激灵，不成想小小的一封休书，竟变成了一本生死簿，自己是生是死，全凭这位圣子殿下一言决断。李格也是浑身冷汗，官服都几乎被打湿，他不是不想张嘴求情，实在是不敢。只要自己开口说上哪怕半句话，就一定会引火烧身。张栋明也彻底慌了神，本以为凭借自己的官身，哪怕是与这位圣子殿下闹了些矛盾，但太子殿下终归是会从中调和，不成想竟是直接放言生死。张栋明再也端不住架子，朝着慕寒不停地磕头，开口讨饶道：“圣子殿下，是在下有眼无珠，求圣子殿下饶命，求圣子殿下饶命啊！”就在张栋明如小鸡啄米一般磕着响头之时，张默婉却忽然从这条街的拐角尽头出现。他挽着一个年轻男子的胳膊，笑面如花，有说有笑。只不过当他的视线移到此处之时，脸上的笑容顿时一僵。他身旁的那位年轻俊彦也是一愣，自己未来的岳父大人竟然跪在了地上，而且怎么还一直朝着一个年轻人磕头？自家父亲竟然也在，可那副姿态怎么像是一个犯了错的孩子一般？这位年轻人正是礼部尚书的嫡长子李牧。李格发现自家儿子竟然这个时候出现，不由得心中大叫不好，可又不敢出声，只好一直在那挤眉弄眼。李牧的确是看见了父亲李格的眼神，也大致明白了一些，不管是什么事，但肯定不是好事。张默婉在短暂的呆滞无言之后，瞬间惊醒，一把松开了挽住李牧的手，快步跑了过去。爹，你这是干什么？快起来！为什么要给他下跪？张默婉甚至都没去与太子殿下行礼，赶忙跑到了张栋明身侧，就要拉他起来。张栋明却一把将张默婉推开，颤声怒道：“大胆，简直无礼！面见圣子殿下和太子殿下，竟还不下跪？赶紧给我跪下！”张默婉咬了咬嘴唇，眼眶有些泛红。他先是对着太子萧许施了一记万符，随后恶狠狠地看向慕寒，怒道：“凭什么给他跪下？爹，你糊涂了！快起来！”张栋明气得直接起身扇了张默婉一巴掌，怒道：“大胆，还敢对圣子殿下不敬！赶紧给我跪下！”这一巴掌直接把张默婉扇哭了。他抽泣道：“我偏不跪，他才不是什么圣子，他就是个纨绔子弟！”张栋明一脚踹在了张默婉的腿上，气得指着他的鼻子骂道：“混账！慕寒少爷是青云门的圣子，你还敢一而再再而三的对其不敬？你自己想死别连累整个张家！”这一脚直接将张默婉踢得倒地不起。张栋明的那一句青云门圣子也让张默婉彻底失神。他当然知晓青云门的存在，事实上他也曾上山求道，可因为资质实在是太过不堪，入青云门也只能当一个杂役弟子，这让一向娇生惯养的张默婉如何受得了？索性就下了山，修道一事便不再提。如今张栋明却突然告诉自己，那个一直以来被他视为纨绔子弟的慕寒，竟然悄无声息地成了青云门的圣子，这让他如何不震惊？慕寒在一旁百无聊赖地打了个哈欠，随口说道：“行了行了，别在这演苦肉戏了，没劲，我又没说要你们的命。”萧许笑而不语，看似老神在，实则也是松了一口气。张栋明的家事他自然不想去管，但张栋明的确是个名副其实的朝中栋梁，无论是治学文章还是在朝为官，皆称得上不俗。若是慕寒铁了心要他的命，萧许也只好捏着鼻子认了。只不过幸好慕寒没有杀心，在场的所有人都微微松了一口气。可是接下来那李牧的一句话，却又让所有人将心提了起来。李牧走上前，
动作轻柔的将失魂落魄的张默挽扶了起来，随后恭恭敬敬的朝着萧许行礼，然后又冲着慕寒做了一揖。李牧站直身体，望向慕寒，不卑不亢的开口问道：“敢问圣子殿下，你凭什么可一言断人生死？在下不明白，还请圣子殿下不吝赐教。”慕寒微微一愣，饶有兴趣的看了一眼这位称得上是同龄人的李牧。李牧这句话可是把在场的所有人都吓了一跳，就连萧许都被他这一番话给说的愣在了原地。你问青云门圣子凭什么一言断人生死？答案不就是那前半句吗？青云门圣子一言断人生死，在这小小的大梁京城，难道还有人敢说个不字？李格更是被吓得面色惨白，他刚要开口训斥，却见慕寒摆了摆手，笑道：“问得好。”慕寒难得一本正经的开口问道：“在回答你的问题之前，我想先问你一个问题。”李牧正了正衣襟，丝毫不惧，坦然道：“圣子殿下问便是。”慕寒问道：“你读书是为何？”李牧毫不犹豫地说道：“与这个世道讲一讲道理。”慕寒点了点头，又问道：“那若是有人偏偏不肯与你讲道理，又当如何？你所言所语所讲的那些道理，旁人全都明白，可他却就是不愿与你讲道理，任你百般言语，却如泥牛入海。如此一来，彼时的道理，此时是否还有用武之地？”李牧愣了愣，随后皱了皱眉，一时间竟不知该如何作答。慕寒笑了笑，微微抬起手中剑，轻声道：“你说的其实不错，读书本就是为了跟这个世道讲上一讲心中那一腔道理。可是……”说到这，慕寒忽然以双指控剑，古剑瞬间出鞘，围绕慕寒旋转飞旋，最后缓缓悬停在了慕寒身前。慕寒脚尖轻点，身形飘然落在了古剑之上。慕寒御剑悬停在众人头顶，给出了李牧没能回答的上的那个答案。读书是为了跟愿意讲道理的人讲道理，但是学剑是为了与那些不愿意讲道理的人讲道理。我身为青云门圣子，即便在此一言断人生死，也没人敢说个不字，但是我却并没有这么做，只是因为我现在还愿意与你们讲讲道理。说完，慕寒便不再去看那李牧，而是望向了萧许，开口道：“太子殿下，我还有宗门要事去处理，便不在此逗留了，还请太子殿下与陛下莫怪。”萧许点了点头，微微拱手。慕寒也还了一礼，随后剑光一闪，御剑远去。只不过在他临走之前，却还留下了一句话：“大梁王朝若想国祚绵长，张栋明这种读书人可以有，但不能太多；李牧这种读书人也可以有，且不能太少。”李牧有些愕然，他完全没想到这位圣子殿下竟然还会为自己说句好话。张默完满脸复杂的看着那道远去的剑光，有些东西错过了就是错过了，任凭你再怎么后悔，也只能是错过了。萧许双手负后，眼神深邃。慕寒的这番话让他很惊讶，但更让他惊讶的是慕寒的境界修为。御剑飞行，这慕寒不愧是青云门圣子，20来岁的金丹境界修，闻所未闻。八荒大陆共分为8大洲，辽阔至极，其中版图最为辽阔，强者如云，宗门林立的中土神州显然是八荒大陆第一州。青云门所在的地域乃是东黄州，是8大洲之中版图最小的一州。可即便如此，整个东黄州的浩大也是常人无法想象的。青云门虽然称得上是此地的第1大宗门，可也只是偏居一隅之地。东黄州与其他7个大洲相比，已然是偏僻之地，青云门则是在这东黄州的最边缘。若是把整个东黄州的宗门都拎出来比上一比，青云门也只不过是中上流的水平。慕寒从大梁京城出发，直到白龙洞，中间大概有8万里的路程。此次去往白龙洞，他是代表了青云门去祝贺白龙门新任圣女。亏得那白龙洞是在东海之畔，路上有渡船驶过，倒是不用一直御剑而行。只不过距离此地最近的一个渡口，也足有5万里的路程。慕寒躺在剑上，喃喃自语，一路上也没有个美人作伴，甚是无聊啊。你的五行法，十分赞同你的想法，并且极力支持你去逛逛青楼。慕寒翻了个白眼，别这样好吗？青楼那种风月场所，可不是我辈修士该去的地方。尤其是我这样的正道之光，我堂堂青云门圣子，终日醉心于胭脂风月，成何体统？五行法，老子不管！这都几天了，嘴里都快淡出鸟来了。再不弄几个美女给老子过过眼瘾，老子干脆死了算了。人生无趣。慕寒一脸无奈地说道：“差不多得了，整天寻死觅活的，丢不丢人？等到了白龙洞，我让你看个够，好吧？”五行法不行，瘾头子上来了，再不让我看美女，老子原地去世。提示：你的五行法已经拿出了绳索，随时准备上吊。慕寒嘴角抽搐，这荒郊野岭的，我上哪给你找美女去？慕寒咂巴嘴，哼哼道：“美女是肯定没有了，你要死就死吧，一顿饱和顿顿饱。居然有人不会做这种选择题，啧。”慕寒也差不多摸清楚这五行法的脾气秉性了，好色，但是可不会真的把自己弄得灰飞烟灭。说是寻死觅活，也就只是说说而已，老演员了。就在慕寒御剑而行，不停地跟自己的功法插科打诨之时，却没有发现，在他身后的极远处有一个人默默注视着他。乾坤化龙剑，御剑术大哥，累不累？要不要捏捏肩，松松腿？搬山术，滚一边去！捏肩这活是我的，我看谁敢跟我抢。他化万物，你们抢你们的，大哥永远是我大哥。五雷断体术，大哥揍我。敛息术，大哥看不见我。慕寒的心湖之上犹如闹市一般，一群功法乱哄哄，吵成一团。五行法表示，我就看着你们在这跪舔，好一个我命由我不由天。自从上一次御剑术把这些功法全都揍了一遍之后，这些功法就开始变得极为狗腿。五行法倒是没有掺和其中，
一门心思都在研究美女呢。这御剑术倒也傲娇，完全不理会这群狗腿子，倒是很少言语，只不过一出口便极为惊人。自从上次看了猛男之后，最近又来了瘾头子，时不时就嘀咕着是不是找个美男子瞧瞧。慕寒也是一个脑袋两个大，刚把五行法应付过去，御剑术又开始作妖。干脆慕寒直接联系闭口禅，眼观鼻，鼻观心，专心御剑。往前再行4万里，便可抵达一处跨州渡口。传闻中，此处渡口有那大如山岳的跨州渡船，可横跨一州之地；也有那小一些的渡船，可在一州之地各处渡口游走。山上修士只需要缴纳一定的灵币，即可登船。慕寒还未曾坐过渡船，这次正好可以开开眼界。就在慕寒暗自琢磨时，一道剑光突兀出现，慕寒被吓了一大跳，匆忙间躲闪，可仍旧是晚了一些。慕寒被这一道剑光劈中后背，整个人从半空中跌落，重重地落入脚下的密林之中。在慕寒身后，一道身影终于缓缓出现，竟是那长河剑宗的陈烽火。原来自慕寒从长河剑宗大摇大摆的离去之后，这陈烽火便也跟着下了山，只不过一路都是不远不近的跟着，从未主动现身，更未有半点奇迹外泄。一直到穆家堡，再到大梁京城，走过了秦淮河畔，终于在此让他等到了一个绝佳的机会。此处荒无人烟，倒是一个极好的杀人埋骨地。一位金丹境界修的全力一击，慕寒哪怕不死，也注定是重伤难逃。我看你这次能跑到哪去？陈烽火脸上尽是骇人的杀意，他御剑而下，缓缓落入密林之中。修士成功在丹田处结出一颗金丹，跻身金丹境后，无论是感官亦或者神识，都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即便是在人海闹市之中，也可洞察细微。可此刻的陈烽火却皱紧了眉头，因为他很惊讶地发现自己竟是找不到慕寒的踪影了。即便他铺开神识，却依旧一无所获。而就在距离陈烽火不过100米的地方，一棵巨树之下，慕寒背靠着树干，微微侧头，小心翼翼地往后看了一眼。慕寒的背后有一道极长的伤疤，此刻不停地流着鲜血。若不是有脸悉数和五雷断体，今日恐怕难逃一劫。慕寒面色有些苍白，靠着身后的巨树，不敢发出半点动静。但略显诡异的是，慕寒后背的伤竟是开始以一种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但是金丹境剑修的轻力一击，又岂会如此简单？剑气残留体内，犹如蛟龙出海，肆意奔腾，不停地摧残慕寒的躯体。如此一来，慕寒背后那道深可见骨的伤痕便不停地重复着愈合与撕裂。这种痛苦撕心裂肺，慕寒强忍着伤痛，运起脸悉数，动作轻缓地悄悄离去。陈烽火找了半天，仍旧是不见慕寒的踪影，不由得勃然大怒。一个初入爆丹境的修士，还受了重伤，岂能让他在我眼皮子底下溜走了？陈烽火右手一抹，一柄长剑瞬间被他握在手中。这是陈烽火的本命飞剑，剑名白瀑。陈烽火牵动剑气，瞬间慕寒体内那些陈烽火的遗留剑气瞬间开始躁动。陈烽火竟是以此为牵引，试图找到慕寒。慕寒面色大变，不由得低声骂了句娘。剑气涌动，即便是脸悉数，也注定是在难藏下去。慕寒咬了咬牙，瞬间祭出古剑，硬着头皮御剑而逃。陈烽火瞬间扭过头，看向远处的那道剑光，冷冷一笑，果然藏不住了吗？陈烽火也御剑而起，瞬间追了上去。慕寒的境界到底是比陈烽火差了一个大境界，哪怕此刻也能御剑，但到底是不如陈烽火的速度快。慕寒心急如焚，他可不想死在这。大好河山还未看够，御剑的速度可不可以再快一些？御剑术可以，但是等到了白龙洞，我要看美男子风度翩翩的那种。慕寒差点没一口血吐出来，都什么时候了，还在这讨价还价，是真不怕自己干脆一命呜呼在这，以后连个屁都看不着。慕寒急道：行行行，什么都行，先帮我甩掉后面这条老狗。你的御剑术开始发愤图强，修炼速度增加100倍，当前熟练度入门级80%。瞬间，慕寒只觉得自己对于剑术的感悟更上一层楼，御剑也变得更加熟稔，尤其是速度瞬间提升了3倍有余。身后的陈烽火傻了眼，什么情况？一个眨眼的功夫，这小子御剑的速度怎么忽然变得这么快了？慕寒心中大快，太奶奶的，虽然老子打不过你，但是老子能跑啊！他转过身，面对着后方的陈烽火，举起一根中指：你过来啊！陈烽火脸都气绿了，堂堂一个金丹境剑修，竟然被一个受了伤的爆丹境修士给调戏了。他再也忍不了心中那股积郁良久的怨气，发了疯似的御剑追去。慕寒被吓了一大跳，干，完蛋了！这陈烽火竟然不惜自损修为，也要御剑而上，显然是杀意爆棚。慕寒毕竟是爆丹境修士，体内灵力存储有限，如此速度的御剑，他也只能坚持1炷香不到。1炷香之后，体内灵力也就要消耗的七七八八了。陈烽火毕竟已经孕育出了本命飞剑，御剑所需消耗的灵力会少上许多，而且丹田之处还有着一颗金丹，灵力存储不知要比慕寒多上多少倍。虽然此时御剑速度仍是比不得慕寒，可只要慢慢的耗，一定能耗死他。慕寒也有些犯难，最多还剩下半炷香的时间，自己体内的灵气就要见底了，到时岂不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不行，这样下去还是要玩完。五行法有没有法子破境？五行法破境，那不是有手就行？慕寒心中一喜，那还等什么？赶紧啊！我要是死在这，你就永远甭想再看美女了。五行法破境倒是也行，但是等逃了出去，御剑术看多少美男子，我就要看多少美女，一个都不能少。御剑术，不会吧？不会有人想攀比吧？五行法，
小小御剑术，可笑可笑。御剑术，小小五行法，狂妄狂妄。姓穆的，多给老娘安排几个美男子，老娘帮你把御剑术参透了，一剑光耀8大洲都不是问题。五行法，哟呵，说大话也不怕噎死。就姓穆的这一滩烂泥，小小御剑术也想扶得起来。御剑术，老娘就喜欢扶烂泥上墙，你管得着？五行法，不服就比比看，别光说不做。御剑术，比就比，老娘怕你不成？慕寒脸色铁青，这说的是人话，自己怎么就成了烂泥了？我说二位，这等生死关头就别吵了吧，后面那孙子马上要追过来了。再说了，我怎么就成了烂泥了？闭嘴！五行法和御剑术同时呵斥一声。慕寒刚要说话，后面的陈烽火已然追了上来，形势岌岌可危。也就在这时，慕寒的七窍与丹田处各自生发出一个小型漩涡，下一刻，无数的天地灵气疯狂涌入慕寒的体内。你的五行法正处在愤怒阶段，修炼速度暴涨300倍，顺利突破至爆丹3层。你的御剑术不甘落后，修炼速度同样提升至300倍，当前熟练度为熟练50%。慕寒目瞪口呆，这也行？不光是慕寒，身后的陈烽火也是被震惊的无以复加。逃跑也能破境，这小子怎么做什么都能破境？陈烽火咬牙切齿，但在心底也有了计较，这慕寒一定是身怀巨宝，否则怎能如此的破境如流水，简直是不费吹灰之力。如此一来，陈烽火对慕寒的杀意便更加浓烈。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况且这慕寒让他在同门面前丢尽了面子，无论如何，这个慕寒都要死。你的他化万物感受到了浓浓的怨念，极为欣喜，目前熟练度大成50%。你的搬山术感受到了巨大的震惊，熟练度有所上涨，当前熟练度真至化近93%。慕寒的脸色渐渐转为红润，体内的灵力正在以一种肉眼可见的速度开始恢复。爆丹3层，慕寒咧了咧嘴，这还没完呢。五行法的修炼速度暂时还没有降下来，他依旧还有着破境的机会。慕寒回头望了一眼，他与陈烽火的距离再度拉开几分。随着御剑术的熟练度增加，慕寒的御剑速度再度提升。不仅如此，慕寒竟是开始隐隐地感觉到自己体内有2把剑形胚子正在缓缓孕育。本命飞剑，而且还是2把，这陈烽火可真是给了自己一场造化啊！慕寒啐了一口，干脆就盘腿坐在了剑上，转过身面对着陈烽火，高声道：“孙贼，你挺会玩啊，来啊，再来追你爷爷我！”身后的陈烽火脸色铁青，即便已经将御剑速度提升到了极致，可依旧是追不上慕寒。他怎么也想不通，这慕寒区区爆丹境的修士，怎么就会御剑，而且速度还比他快？慕寒甚至还摘下了一个酒葫芦，抿了一口，随后又道：“你没吃饭吗？能不能用点力？你这也叫御剑？你不如回家骑驴算了。”慕寒忽然摸了摸下巴，一脸认真的问道：“哎，我说你是不是恐高啊？不行就下去吧，我瞅你裤裆怎么还湿了？你别吓我！”陈烽火气的浑身都在颤抖，突然呕出一大口鲜血，御剑速度不由得降下不少。这是被慕寒硬生生气的。慕寒，我不杀你，誓不为人。啥？你确实不是人？陈烽火一听，忽然又呕出一大口血，看得慕寒啧舌不已。你的他化万物感受到了有史以来最浓烈的怨念，表示极为受用，当前熟练度大成70%。陈烽火的御剑速度已经完全跟不上慕寒的脚步，可慕寒却没有就此一走了之，而是也开始放缓速度，就这么不紧不慢地走在陈烽火前面，时不时开口调戏一番，偶尔还要拿陈烽火当炼金石，坐在剑上就是一顿乱砍，美其名曰帮他练剑。如此这般过去了3天，陈烽火衣衫褴褛，气息萎靡，哪怕是一个金丹境剑修，连续御剑3天也已经是极限了。可前面不远处的那个该死的慕寒却好像什么事都没有一样。最可恶的是，每次灵力将要消耗一空时，他往往就能再破1境。短短3天的功夫，慕寒就已经又破2境，此刻已然是爆丹5层，而且御剑术也达到了熟练级99%，仅差一步便可达到精通。等到了精通级别，相信体内的那2把本命飞剑也一定可以孕育而出。就在慕寒心中大为畅快，忍不住再骂上几句陈烽火之时，天地灵气陡然消失，就连自己体内的灵气都在转瞬间变得荡然无存。我去，什么情况？慕寒心中悚然一惊，可还来不及反应，他整个人便已从高空跌落。后面的陈烽火也是看见了这一幕，顿时停了下来，不敢贸然前行，细眯起眼观察着前方。他心里也开始没有底，这慕寒实在太过狡猾，保不齐就是在给他下套呢。这样的亏，他这3天可是没少吃了。直到慕寒重重跌落在了地上，陈烽火才将信将疑的抬头看了看前方这片天地，仿佛真的是有些问题。看慕寒那模样，倒不像是装的。忽然，陈烽火皱起了眉，难道是传说中的无法之地？修士最为忌惮的地方便是无法之地，此地不仅仅没有丝毫的天地灵气，而且就连修士体内的灵力也会被逐渐蚕食殆尽。天底下只有纯粹武夫能凭着一口武夫真气在此地随意进出，修士进入此地九死一生。因为这些无法之地往往是远古古战场所化，过了不知几千万年，战场上的英灵仍旧停留在此地，无法投胎，更不能转世，永生永世困在这里，不停地重复着那一场大战。陈烽火犹豫良久，仍旧是咬了咬牙，
御剑而下。虽然危险，却也是一个天赐良机。那慕寒意外跌落至古战场，丧失灵力，在这里杀了他，将会无比轻松。届时自己杀人夺宝，再悄悄退出这片无法之地，神不知鬼不觉。慕寒跌落在地上，灰头土脸，幸亏有五雷断体术护身，否则摔也摔死了。这他娘的是怎么回事啊？五行法，恭喜你啊！慕寒龇牙咧嘴的站起身，恭喜我？恭喜我什么？难不成我误闯进了洞天福地，然后在这捡到武功秘籍，从此开始传奇的一生？五行法差不太多。慕寒一愣，脸上浮现了一丝笑意，还真让我说中了。五行法，恭喜你闯进了无法之地，然后在这丢了小命，结束你窝囊的一生。慕寒的笑意渐渐凝固在了脸上。无法之地，慕寒嘴角抽搐，他在青云门是听过无法之的这个说法的，即便是一些长老，也对这无法之地谈之色变。不成想自己竟然误闯进了这种地方，自己又不是纯粹武夫，这下可糟了。就在慕寒叫苦不迭之时，身后忽然传来了一阵冷笑声。呵呵呵，想不到你也有经验，真是报应不爽啊！老天都要你死！慕寒猛地回过头，只见陈烽火冷笑连连，步步逼近。慕寒皱了皱眉，还真是阴魂不散。他斜瞥了陈烽火一眼，同样冷笑道：“你好像有那个大病，我无法动用灵力，难不成你就行了？想弄死你爷爷我，孙贼，大可来试试！”听到慕寒的此番狂言，陈烽火忍不住放声大笑：“慕寒啊慕寒，我既然敢就这么走进这无法之地，你觉得我会做没有把握的事？”慕寒的眉头微不可察的一皱，他想到了一个极为操蛋的可能性。慕寒眼珠一转，仍是故作不屑道：“你以为就只有你长脑子了？小爷我故意坠落在这无法之地，难道真的是意外？纯粹武夫，你以为只有你自己可以同走两条登天路？未免小瞧我了，野高，你自己了。”语罢，慕寒突然重重一踏地，身形前扑，一拳向陈烽火挥去。陈烽火面色一变，赶忙运起一口武夫真气，以拳对拳轰向慕寒。两拳相撞，一道骨裂之声顿时响起。陈烽火一脸愕然，慕寒虽然嘴角流出一丝鲜血，可却露出了一丝不屑的笑容。慕寒动了动嘴唇，虽未出声，可陈烽火却依旧读出了哪两个字：白痴。一拳过后，慕寒的身体顿时向后倒飞出去，速度极快。他压根就不是什么纯粹武夫，刚才撂下的那些狠话，也只不过是为了混淆视听。慕寒这一拳的真正用意，是为了试探一下陈烽火到底是不是纯粹武夫。如果是，他便借一借陈烽火这股东风；如果不是，那抱歉了。慕寒的体魄真不是一般修士可以比拟的，五雷断体不是说着玩的。如果陈烽火不是纯粹武夫，那在这无法之地，慕寒完全可以靠着坚韧的体魄全灭陈烽火。可惜一拳试探过后，慕寒发现这陈烽火果然是个既修术法又练武道的双修修士，只不过武道境界略低，大概只是三境武夫。可即便如此，慕寒也完全不是其对手，哪怕是有着五雷断体术护身，也只能勉强保证不受重伤。慕寒巧妙地用了一记借力使力，速度极快地退走。直到这一刻，陈烽火才幡然醒悟，自己竟然又被慕寒摆了一道。这慕寒根本就不是什么纯粹武夫，只不过是体魄相较于其他修士强上不少。刚才的那股一往无前的气势，分明是故意而为之。陈烽火脸色阴沉至极，握紧双拳：“慕寒，不杀了你，我就不姓陈。”而此时的慕寒已然快步奔向这古战场腹地。不管这无法之地到底潜藏着多少危险，至少此时此刻对慕寒来说并无威胁。而身后的那条疯狗却时时刻刻都想要慕寒的命。你的五雷断体术检测到了你的伤势，正在不停地淬炼着肉身，当前熟练度熟练级50%。慕寒快步前奔，一边跑一边以心声询问道：“有没有什么能让我走上武夫路子的全谱？在这无法之地根本没有半点灵力，要想解决这个陈烽火，必须要以武夫身份。五行法有确实是有，但是你确定要学？”慕寒甚至都没犹豫，再不学小命都要没了。瞬间，一道武学心法登时涌入了脑海之中。这是什么鬼？慕寒看着那急去熬牙的武学文字，脑袋都要炸了。怎么感觉比之前学五行法的时候还要难得多？自己可还是在逃命啊，这怎么领悟？慕寒一边跑一边焦急地问：“五行法这也太难了，你找来的这是你的哪门亲戚？赶紧帮我领悟啊！”出奇的，这一次五行法竟然半天没吭声，过了好一会儿才发出了严肃的声音。起码自从领悟了五行法之后，慕寒还没有见过他如此严肃过。五行法八荒拳，我请你来不是让你来摆架子的，这小子要是真死了，至少100年内你都不用想着能找到他。五行法刚说完，慕寒的心湖之上忽然泛起了一道戏谑的苍老嗓音：“八荒拳？哦，什么时候你五行法也有能求到我的时候了？五行法，我可不是在求你什么，只不过是跟你阐述一个事实，这小子若是真的死在这里，我们就只能再次沉睡了。”心湖之上再度陷入了沉默。慕寒听得有些懵，好像这个八荒拳逼格还挺足啊，第一次见到不鸟五行法的武学。不过那个他是谁？就在这个时候，慕寒的身形突然猛地一个踉跄，仿佛有一个重担凭空落在了他的肩头，一股苍凉的拳意似从远古而来，淡淡弥漫环绕，却那么真实。恭喜你成功领悟八荒拳，当前熟练度为入门级1%。这就是八荒拳。慕寒脸色一变，这八荒拳的拳意竟如此之浓重荒凉。八荒拳，暂且再信你一次，等找到他再和你算账。
随着八荒拳这句话说完，一瞬间好似有一座大山轰然而落，压在了慕寒的身上。同时，慕寒的身体也在发生着变化，本就有着五雷断体术锤炼，如今体魄的坚韧程度更上一层楼。慕寒只觉得自己的身体伸展更为自由，凭空多出一份轻盈之感。重的是拳意，轻的是身体。如果所料不错，慕寒已然是五夫一境，泥胚境。因为本就有着五雷断体术的淬炼，慕寒的底子打算是极为扎实。此刻于这无法之地踏上五夫这条路，倒也不显突兀。感受着身后阵阵的破风声，慕寒清楚，陈烽火这条疯狗又跑出来咬人了。因为二人谁也不能动用灵力，只能凭借着体魄支撑着自己在这无法之地快速奔走。陈烽火是3境五夫，速度自然是比慕寒快上不少。只用了大概1炷香的时间，陈烽火便赶上了慕寒的脚步。二人开始了缠斗，只不过慕寒自知不敌，一路边打边撤，完全不给陈烽火死斗的机会。虽然陈烽火的武道境界比慕寒高出2个境界，但奈何慕寒实在太抗揍了。因为有五雷断体术的存在，哪怕是受了伤，慕寒也能在短时间内恢复大半。如此一来，陈烽火就糟心不已，往往一拳之威便能将慕寒打得在地上弹上几下。可还不等陈烽火第2拳递出去，那慕寒就如小强一般，灰头土脸的从地上爬起来，再次往远处掠去。即使嘴角已经流出鲜血，慕寒还是要咽下已经涌至咽喉处的鲜血，骂骂咧咧的回头说上一句：“拳脚这么轻，你他娘的是没吃饭吗？老子用不着你怜香惜月。”陈烽火皱紧了眉头，他已经渐渐看出端倪。慕寒每次受伤，其体内都隐约有几道雷光闪过，虽然不清楚到底是什么，可一定大有蹊跷。这个慕寒果然浑身是宝。陈烽火眼中又闪过一丝贪婪，青云门圣子果然是名不虚传呢。随后重重一踏脚下地面，陈烽火身形再度前掠，追上了慕寒。慕寒微微侧头，不断前奔的身体忽然拧转，右手握拳，一拳轰出。陈烽火眯了眯眼，同样递出一拳。拳对拳，2拳相撞，慕寒和陈烽火脚下的地面瞬间凹陷，地面尘土飞扬，慕寒身形倒飞出去，空中翻了个跟头，踉跄着后退几步，站在了地上。陈烽火倒退数步，喉咙一甜，差点呕出一口鲜血，强行平复体内翻腾不已的气血。陈烽火诧异地看了慕寒一眼，泥胚境。但更让陈烽火震惊的是，这慕寒竟然能以1境的实力硬接他3境五夫的轻力一拳。虽然这一拳慕寒看上去接得很是狼狈，但是其实并未受什么致命伤。尤其是慕寒那古怪的拳意，竟是有着一丝蛮荒之感，偶尔流露出的拳意让陈烽火不由得头皮发麻，如箭上苍。这小子太过恐怖，必须在这里解决掉他，不能再拖下去了。陈烽火心中顿起杀机，右脚往后微微后撤半步，微微屈膝，左手摊平前举，右手抬起，以霸王抗顶之姿起手撼昆仑。可就在这时，天地间忽然一阵震动，地动山摇，地面开始寸寸皲裂，最终撕裂成了2个巨大的裂缝。从这裂缝当中，有阵阵幽冥之气传出，犹如风斗地狱。下一刻，又是一阵剧烈的晃动，伴随着战马的嘶啸，一道道身影从那裂缝之中奔腾而出，人马皆披重甲，手持长枪铁戟。另一条裂缝之内，同样有一支军队策马而出，2军对垒，一边银甲如大河奔腾，一边黑甲如大戟横江。这方天地忽然变得寂静无声，寒风吹动头顶的黑云，荒芜的战场之上忽然飘起了雪花，雪花飘落在地的一刹那，大地震动，2军相对。慕寒也被眼前这么一幕震慑得无以复加，只听说无法之地都是古战场，可今日一见仍是震动不已。陈烽火也愣在了原地，瞳孔猛缩，战阵之上没有任何的喊杀声，可那种肃杀之气仍是让陈烽火倍感震动。慕寒回过神来，瞥了陈烽火一眼，咬了咬牙，向那战阵之中一掠而去。生死一线间，陈烽火在短暂的失神之后，看见慕寒如此不要命的行径，不由得大吃一惊。这般闯入这厮杀战阵之中，简直就是十死无生，绝无生还的可能。陈烽火在原地沉吟许久，忽然冷笑一声：“也好，省得我亲自动手，待这些阴兵退去，我亲自去为你收尸。”望着慕寒渐行渐远的背影，陈烽火冷冷地笑着。黑白大潮之间，一道青山背剑而来。慕寒忽然高高跃起，脚踩一匹战马的背部，凌空拧转身形。2军对垒，慕寒忽然闯入，难免要被误伤。数把长枪交织在一起，一招不慎，便要被捅个透心凉。慕寒身形拧转的一瞬间，便有数把大戟铿锵有力地撞击在了一起。慕寒咬了咬牙，身体在半空中伸展出一个弧度，脚尖如蜻蜓点水一般，轻轻踩在了这些大戟之上，借力使力，身形再度抬高。慕寒看着脚下的黑白交汇战争，近距离感受之下，心中更是震撼不已。没有喊杀声，没有战鼓声，更没有硝烟，有的只是兵器与兵器对撞之下碰出的耀眼火花。火花将那银白甲胄照耀得更为闪耀与决绝，同时也将那漆黑如墨的战甲衬托得凄凉与悲壮。慕寒在这一刻竟忽然忘记了险象环生的境对，心境竟是诡异的平缓了下来。作为大梁王朝镇国元帅慕从云的儿子，慕寒早在儿时便在军营行伍之中待过，对于这些他其实并不算陌生。慕寒的眼神飘落在了一骑无人骑乘的战马之上，下一刻慕寒便翻身上马，冲入了那战阵之内。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慕寒竟是要以这些幽冥鬼兵作为炼金石，以此砥砺武道。远处的陈烽火自然也是看见了这一幕，他犹豫了一下，脚步轻轻挪动半步，却还是没有上前。纯粹武夫胜在纯粹2字，贪生怕死便称不上纯粹。只说武道一途，
陈烽火最多也只能再往前走上那么半步了。慕寒此刻心无旁骛，只管乘骑战马，专心凿阵。位于两军之间，辗转腾挪。你的八荒拳感受到了铁血之意，内心澎湃，修炼速度提升20倍，当前熟练度入门级40%。你的八荒拳感受到了纯粹的武夫意志，不由得对你大为赞同，修炼速度提升至30倍，当前熟练度入门级60%。你的八荒拳感受到了无尽战意，内心热血沸腾，修炼速度已提升至50倍，当前熟练度入门级90%。慕寒的心湖出现一声轻疑，接着就是苍老的声音：八荒拳，这小子有点意思，难怪能被五行法那个老逼看中，说不定还真能有找到他的一天。而一心凿阵的慕寒却并未察觉到这些心声言语，因为只要他稍稍分神，瞬间便会是一个死无葬身之地的下场。虽然这些幽冥鬼兵并非实体，只能在这无法之地中的永恒轮回之中获得片刻的实质化，一旦出了这片古战场，他们便会变成幽魂一般的存在。况且他们也出不去，可至少在这一次次的轮回战阵之中，他们俱是实质的显化。若是被砍中一刀，那是真的会受伤的，而且那些幽冥之气会侵入体内，极为麻烦。不知过了多久，慕寒终于从那心境清明的状态之中脱身而出。这无法之地没有日月星辰流转，自然不晓得如今到底是个什么光景，只知道大地再次震动，两条巨大的裂缝开始缓缓闭合，地面上除了慕寒之外，基本上再无立身之人，两支幽冥军队全部厮杀殆尽。每一次的结局都是如此，可他们仍旧是在不停的轮回。待到下次裂缝重新打开，两支军队依旧还是会再次出现厮杀。慕寒低头看了一眼自己这身衣服，马上就快衣不蔽体了，灰头土脸，衣衫褴褛，哪还有半点青云门圣子的模样。慕寒苦笑两声，随后向远处眺望，却没看见那你竟然也在。八荒拳看上去好像很是惊讶御剑术的出现。御剑术怎么着？老娘在这很意外，不服出去比划比划。一向自视甚高的八荒拳竟忽然哑了火，不再言语。过了许久，才声音落寞的开口说了一句：八荒拳，当年你受伤最重，可到底怎么个重法？除了那位剑主，谁也不知。如今一剑才知何为最重，一分为二，此间滋味。八荒拳叹了口气，其他功法也是沉默无语。显然对于这些老黄历，谁也不愿意动手去翻上一番，因为每一页都是鲜血的流淌与生命的消逝。许久，大概过了2-3个时辰的时间，慕寒身上的伤势才好得七七八八，武道境界也随着气息的趋于平稳，缓缓踏出了那一步。武道2境，木胎境。慕寒轻轻吐出一口浊气，微微睁开双眼，还不等他站起身，身后忽然传来一股巨力，将他整个人打得飞了出去，在撞倒2-3棵巨树之后轰然落地。没想到你竟然还活着，看来还是需要我亲手送你一程。陈烽火缓缓从黑暗处走出，慕寒嘴角流出一丝鲜血，他踉跄着起身，伸手擦拭嘴角鲜血，低头看了一眼手掌，手上之上满是猩红。慕寒扯了扯嘴角，就知道你这条疯狗不会轻易跑回你的狗窝，我何尝不是一直在等你。陈烽火，来做个了断吧。陈烽火眯了眯眼，他能感受得到眼前的慕寒好像与之前相比，仿佛又多了些不同。木胎境，你竟然破境了。慕寒呵呵一笑，这不是有手就行，不会有人破境还需要那么久的时间吧。陈烽火冷冷一笑，不用以言语激我，纵使你是那天纵奇才，能够短时间内连破2境，可这又能如何？到头来还不是要死在我手上。慕寒也冷笑一声说道，那你就来试试，我让你试试就试试。一阵微风拂过，吹落了几片枯黄的叶子，也吹乱了慕寒鬓角处的几缕发丝。一片叶子隔在了二人中间，忽上忽下，忽左忽右，随风而动。半晌，待这风停，落叶也终于归根。与此同时，站立不动的二人也终于动了。不动则已，动若雷霆。慕寒这一次没有退，而是选择了死战。无论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大哥慕秋，今天在这里都必须要解决掉陈烽火。二人以拳对拳，掀起大片尘埃。于远古战场之上，极分高下，也决生死。白河渡口，此处渡口是整个东黄州最小的一处渡口，停靠的渡船并没有那种大如山岳城池一般的跨州渡船，只有可在一州之地四处游走的小型渡船，每艘渡船大概能搭载1000余人。这处渡口之所以是整个东黄州最小的一处渡口，主要还是因为地理偏僻，且与那无法之地接壤。要知道，古往今来，无法之地便是炼气士的死亡之地，所以几乎少有炼气士会在无法之地附近走动，也因此使得这处白河渡口略显冷清。也只有临近此处的宗门或是山下王朝中人才会选择于此处渡口登船。龙虎门便是这白河渡口附近的一个宗门。有趣的是，这个宗门武夫与炼气士的数量几乎是个半，规模谈不上多大，但却也不算小。尤其是这白河渡口建造初期，便有龙虎门的鼎力支持，既出钱又出力。龙虎门的当代圣子是个难得的双修修士，即修武道，同时也是一位炼气士。年纪轻轻便已经成功爆丹，且用了不到3年的时间跻身武道3境，如今几乎已经被内定为下一任龙虎门宗主。所谓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龙虎门当代圣子林雀今日便带了一行宗门嫡系，从龙虎门出发，大张旗鼓地返乡祭祖。其中身份最为显赫的，莫过于龙虎门的一位长律祖师，一位金丹境的大修士，名为赵姑。他也算是林雀的忠实拥护者之一。林雀看着远处的白河渡口，不由得微微感叹道：
想当年我随师尊来到龙虎门之时，才过籍贯之年，不曾想这山上修道，一修便是将近10年不曾下山。只不过幸好功夫不负有心人，如今我林雀已然是宗门圣子，理当归乡。林雀身旁的几位姿色不俗的动人女子，皆是纷纷点头，看向林雀的眼神都带着一丝崇拜和爱意。几位同行的男子也是开口附和，尽是些阿谀奉承之言语。一行人缓步登船，只不过在渡口处，林雀的脚步却忽然一顿，面前一个纤瘦女子引起了他的注意。那女子只是穿着寻常衣衫，甚至可以说有些破旧，不过姿容姣好，尤其是那盈盈一握的细腰和那种纤瘦的憔悴感，忍不住给人一种想要拥入怀中好好呵护一般的感觉。那女子显然没想到能在这里看见林雀，表情有了一瞬间的失神。只不过下一瞬，那女子便急忙转过身，脚步顿了顿，却仍是没有回头，正准备快步离去，谁知身后的林雀却忽然叫住了她：“月儿！”那女子身体一僵，站在了原地，却不曾回头。林雀不知为何忽然皱了皱眉，上前一步，望着女子的背影说道：“没想到居然在这见到你。”那纤瘦女子仍是没有回头，只是嗓音轻轻地说道：“公子，你认错人了。”林雀呵呵一笑，耸了耸肩，神情随意地说道：“怎么，几年不见，还在怪我没有救你的父母？”那纤瘦女子身体一颤，却是没有说话。林雀又笑呵呵地说道：“当年虽然受过你们沈家颇多照拂，但是我拜入龙虎门之后，早就还清了你们的恩情。你父母的死，我当初的确是爱莫能助，只不过现如今我已经是龙虎门的圣子，只需要我开口说上一句，你们沈家就可以在一夜之间重现辉煌。看在当年你父母收留我的份上，我可以纳你为妾，也算是为你们沈家留下一份香火。”这句话说完，与林雀同行的那帮女子修士不由得神情一变，望向那个世俗女子，脸上布满了浓浓的嫉妒。凭什么一个世俗女子能得到林雀师兄的青睐？林雀神情洒脱，仿佛心中没有丝毫对那段往事的愧疚。那纤瘦女子名叫沈月儿，当年也算是当地的豪门大族。她的父母在一次外出时，偶然遇见了当时仍是少年的林雀，见他无父无母，颇为可怜，便动了恻隐之心，将他收留了下来。少年林雀在初次见到当年同为少女的沈月儿后，便惊为天人，暗生情愫。可奈何二人实在是门不当户不对，着实一份孽缘。沈月儿的父母也根本没有把女儿下嫁给林雀的念头。林雀在籍贯之年对沈月儿动了歪心思，被其父母及时发现，赶出了沈家。路上巧遇龙虎门仙师，拜其为师，一步步成长到了如今这个地步。但沈月儿或许永远都不会知道，3年前沈家的那场变故，全是林雀一人所为。沈月儿终于再没办法保持沉默，她咬着嘴唇，转过头时已经是泪流满面。她嗓音沙哑地说道：“林雀，你现在贵为圣子，可以站在高处肆意地看我笑话，但是你别忘了，当年是谁收留了你？是谁救了你一命？”林雀满脸不屑，他缓步走到沈月儿身侧，微微俯下身，在她耳边轻声道：“他们的大恩大德，我林雀没齿难忘。所以3年前，我亲自下令，让宗门内的客卿悄悄潜入你们沈家。然后……”说到这，林雀缓缓直起身，开始放声大笑，直到笑弯了腰。而沈月儿却如遭雷击，整个人呆立原地。林雀看着沈月儿这副模样，不由得笑容更甚。他又补了一句：“哦，对了，3年前之所以没有直接杀了你父母，而是让他们受尽折磨之后才离开人世，其实也是我特意嘱咐过的，为的就是让你亲自来龙虎门求我。当年你在山门那边跪了整整3天，我就在里面静静地看了你3天。”沈月儿浑身颤抖，嘴唇都已经被他咬破。一直低着头的沈月儿忽然抬起头，从随身的破旧包裹中掏出一把匕首，发了疯一般冲向林雀。“你不得好死！”沈月儿嗓音沙哑地嘶吼着。可只是一介俗子的沈月儿，又怎么会是林雀的对手？他的动作在林雀眼中，只是一个迟缓到极点的慢动作罢了。林雀伸手攥住了沈月儿的手腕，恶狠狠地说道：“我不得好死！不得好死的是你们沈家！”林雀一把将沈月儿推倒在地上，缓缓蹲下身，左手掐住了沈月儿的脸蛋，右手把玩着沈月儿的那把匕首，狰狞的表情顿时变为一个笑脸，笑呵呵地说道：“这么漂亮的一张脸蛋，不知道刮花了之后又会是一番什么光景？”林雀用匕首拍打着沈月儿苍白的俏脸，虽是在笑，可却冰冷至极。就在这时，一个身影忽然从远处的密林之中倒飞出来，沿途撞断了无数根巨树，就这么倒飞着冲入了渡口，冲着林雀而来。林雀眉头皱起，整个人腾空跃起，这才没有被那道人影砸中。可沈月儿就惨了，被那股强劲的罡风席卷着，在地上滚了好几圈。那道人影最终砸向了一个渡船，整个人几乎都镶嵌进了那渡船之内。说是人影，其实如今看来也不太贴切，因为那人早已经不成人样。白河渡口处一片寂静，所有人的视线都投向了那密林深处。只见那密林之中缓步走出一个浑身浴血、赤着上身的年轻人。年轻人浑身血污，甚至都看不清面容，只能看见他背后背着一把古剑，双手之上几乎全无血肉，白骨森森。他就这样一步一步又一步地走向这处白河渡口。白河渡口的所有人全都一脸震惊地看着那道人影，甚至有些人不由自主地后退数步，只因那人身上的气势与血腥气实在是让人望而生畏。你的五雷断体术正在日夜不眠地淬炼你的身体，当前熟练度为熟练级80%。你的五行法再度感受到了天地灵气，此刻正如鲸吞一般，开始恢复体内灵力。莫寒扯了扯嘴角，想笑却笑不出来，自己这一次受伤实在太重了，算得上是自他修道以来受过最严重的一次伤势。他低头看了自己的手掌一眼，欲哭无泪。
这哪里还是手，分明已经是没有了半点血肉，只剩下森森白骨。只不过双手间偶有雷光闪动，于雷光之间再度生发出血肉。这一幕更是让白河渡口处的所有人全都倒吸了一口冷气。但接下来才是最让人震惊的地方。只见慕寒一步步走向白河渡口，每走一步，境界便恢复一成。一步筑基，2步筑基巅峰，3步爆丹，4步爆丹5层，5步之后，背后长剑自动脱壳而出，盘旋在慕寒身侧，犹如护道一般。6步之后，八荒拳意从慕寒体内汹涌而出，仿佛神灵护体。白河渡口那些境界不足爆丹境的修士，全部双膝一弯，轰然跪地。哪怕是已经爆丹的修士，也是气息不稳，神色大变。慕寒终于轻轻吐出一口气，右手并出2指，轻喝一声：“回来！”瞬间，背后古剑自动归鞘。这一手耍的可是让白河渡口不少人狠狠地咽了下唾沫，随后得出了一个极为一致的答案：这个年轻人至少也是一个金丹境界修，甚至还有人猜测，这根本不是什么年轻人，或许就是一个驻颜有术的老神仙。瞧着年轻，8成已经是100来岁的人了。慕寒又重重一踏脚，那古磅礴拳意登时被慕寒尽数收回体内，慕寒的身体也随之佝偻了几分。慕寒不顾其他人的复杂眼神，缓步走到了渡口处，弯腰洗了洗脸，随后站起身，伸了个懒腰。境界基本上恢复的差不多了，伤势一时半会估计是不能痊愈了。陈烽火这孙子招招要命，这次捉对厮杀至少有10次，慕寒都命悬一线，就差那么分毫，就永远走不出那片无法之地了。慕寒扭头环顾四周，周围的人急忙把视线移开，不敢与慕寒对视，一个个急匆匆的离开。这种人还是别惹为罢，连看都不要多看。前几日就听说有一个宗门的倒霉蛋弟子，走在路上就挨了顿打，好像就说了4句话：你瞅啥？瞅你咋的？再瞅一个试试？试试就试试，然后就没然后了。听说最后5、6个人抬着回去的，所以这出门在外真不能乱看，鬼知道这个年轻人会不会冷不丁的问上一句：你瞅啥？那岂不是遭了大殃？慕寒看着这群鸟兽散，摸了摸鼻子，难不成是自己太帅了？估计是。慕寒缓步走到了陈烽火身前，陈烽火早已是奄奄一息，生生被慕寒以双拳打得面目全非，不成人样。只不过显然还有一口气在，他艰难地睁开眼，费力地说道：你杀了我，长河剑宗不会放过你的。就算你是青云门圣子，你也抗不下来整个长河剑宗的怒火。慕寒伸手握住背后古剑的剑柄，哦了一声，一道剑光闪过，古剑出鞘，人头落地。慕寒缓缓将古剑归鞘，小声嘟囔了一句：不杀你，难不成留着你过年？陈烽火的头颅恰好滚落到了林雀的脚下，林雀表情不变，可心中却是极为震动。陈烽火临死前的话，他听得一清二楚，青云门、长河剑宗这2个宗门，无论是哪个，单独拎出来都要比之龙虎门强上太多。尤其是面前这个赤着上身的年轻人，竟然是青云门圣子。林雀的眼神隐晦地飘向了那位龙虎门长绿赵姑，赵姑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看向慕寒的神情有些泛冷。此时渡口处的人已然不多，只剩下林雀等寥寥几人。林雀表情不变，却以心声言语，悄悄对那赵姑说道：白龙洞事先不是说来此观礼的是那云青山，为何是他们的圣子先知？难道云青山察觉了？赵姑以心声答道：不太可能，这件事极为隐秘，云青山定然不会察觉。只有一种可能，云青山并未打算出面，而是让这个新晋圣子前来观礼。林雀的眉头微不可察的一皱，继续以心声道：那之前的一切谋划岂不都落了空？要不要先通知白龙洞那边？赵姑以眼神示意林雀暂时不要轻举妄动，随后以心声道：既然凭空冒出这么一个青云门圣子，若不好好利用一番，岂不是错失良机？林雀有些不解：你的意思是？哼，既然这圣子主动送上门来，当然是要将其拿下，用他来要挟青云门。我就不信堂堂青云门会不顾自家宗门圣子的安危。7日之后便是白龙洞圣女的即位大典，届时就废了这位圣子的双手双脚，将其钉死在山门之上。我倒要看看青云门是救还是不救。若是派人营救，那便正中我们下怀；若是不来，青云门必然也会士气大减，连圣子都可以弃之不顾的名门正派，也称得上正派2字。林雀若有所思，随后嘴角勾起一个弧度，此事可行。那场所谓的白龙洞圣女即位大典，以及附属宗门的说法，一切的一切，只不过是一个幌子罢了，为的只不过是想方设法的将云青山永远的留在白龙洞。白龙洞在暗中早已经投靠了魔门，这一次更是联合了不少魔门中人，准备重创青云门。天魔宗的2任圣子，第一任圣子死在了萧月的手中，第2任圣子死在了慕寒的手中。这口恶气，天魔宗自然是咽不下去，密谋了许久，终于让天魔宗等到了这个机会。只不郭慕寒的突然出现，打乱了他们的计划。原以为云青山会携青云门一众长老来此观礼，却不曾想来的竟然是他们的圣子。如此一来，慕寒无意之下闯入了一个惊天圈套之中。就在林雀与赵姑以心声言语之际，慕寒已经踏步远去。此处白河渡口距离白龙洞还有着4万里的距离，自然是要乘坐渡船。慕寒斜瞥了一眼那跌坐在地上面色苍白的沈月儿，在走过他身侧时微微驻步，缓缓转身，动作轻柔地伸出了一只手。抱歉，方才一拳将陈烽火从无法之地打了出来，差点伤及无辜。沈月儿怯生生地看了慕寒一眼，没敢伸手让他扶自己起来。这些山上神仙最是性情难测，鬼知道他打的什么主意。
慕寒被人误会，也没说什么，轻轻一笑，直起身就准备离去。可还没走出几步，身后忽然传来一阵爽朗笑声。圣子殿下是不是往白龙洞而去？慕寒脚步一顿，微微侧头，只见那灵雀一手至前，一手负后，气质儒雅的开口笑道：“在下龙虎门灵雀，久仰圣子大名，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慕寒挑了挑眉，转过身拱了拱手，过奖龙虎门的大名，亦是如雷贯耳。说是这么说，但慕寒却在心里嘀咕了一句：狗屁的龙虎门，听都没听过，不晓得从哪个犄角旮旯的地方钻出来的小宗门。灵雀上前几步，笑容和煦的说道：“在下也正巧要去白龙洞观礼，不如一同前往。老实说，能与青云门圣子一路同行，是我的荣幸，不知圣子殿下可否赏脸？”慕寒摸了摸鼻子，破天荒的有些脸红。这小子精通舔道，舌头上80%都有倒刺的。既然如此，那便一起同行吧，反正我也是一个人。灵雀笑着拱了拱手，荣幸之至。慕寒还真有点不习惯，在青云门里面，虽然自己现在的确是有了那么一些威望，但其实因为萧月的缘故，更多的弟子对待他的态度还是比较幽怨的。灵雀走到了沈月儿的身旁，轻声道：“等下与我一同登上渡船，我会叫人陪着你。”灵雀话音刚落，2名女弟子便走上了前，一左一右的站在了沈月儿身侧。慕寒眯了眯眼，这就有点意思了，分明是打算将这世俗女子强行带上船。只不过慕寒倒也没说什么，不明前因，不知后果，切勿轻易断言。可就在这时，沈月儿竟忽然站起身，看向了一旁的慕寒。她咬了咬嘴唇，狠下心来说道：“仙师，我与这位公子并无半点交集，我若与他一同登船，注定要失了清白，或许连身家性命都保不住。我恳请仙师救我一命。小女子只是世俗中人，如今又只是一个无家可归的可怜人，恐无以为报。小女子在此立誓，仙师若是肯救小女子一命，我愿今生今世陪在仙师身边，为奴为婢。”说到这，沈月儿双膝一弯，泪眼婆娑，泫然欲泣，就这么跪在了地上，求仙师救我。慕寒面色有些尴尬，这是闹得。灵雀的表情有些阴郁，但却隐藏得极好，尤其是在慕寒的面前，几乎是眨眼的功夫便恢复那风度翩翩的样子。姑娘何故与我有此等误解？也罢，你既有追随圣子殿下一同登高修道的想法，我自不会阻拦。君子当成人之美。灵雀对着慕寒歉意一笑，说道：“圣子殿下，我方才观这位姑娘骨骼清奇，颇有修道资质，于是便提出来想请她来龙虎门做客。若有双方有缘，自然也可拜入我龙虎门。只不过看这姑娘的意思，恐是不太愿意了。也罢，各有大路登天，我也不强人所难。只不过如此一来，倒是让圣子殿下看笑话了。”慕寒笑着摇了摇头，无妨。随后又看向沈月儿说道：“姑娘不必行此大礼，你且随我一路前往白龙洞。为奴为婢这种话，姑娘还是不要再说了。”其实慕寒本来是没打算掺和这些事的，只不过抵不住五行法的唠叨，说什么这女子长相虽然并不如何惊艳，但是却极为耐看，尤其是眼角处的那颗泪痣，犹如神来之笔，更为其增添几分我见犹怜，收了当个丫鬟也是极为养眼的嘛。这种点评女子的话，五行法随随便便就能抖搂出来一大箩筐，说个3天3夜都不带重样的，没辙，实在是把慕寒给听烦了，只得顺水推舟，勉为其难的带上了这沈月儿。沈月儿闻言喜极而泣，如此模样，着实让慕寒明白了何为梨花带雨。众人不再停留，一同上了远处一艘命为小白龙的渡船。原本那渡船管事在一开始就准备赶紧开船离开这暂时的是非之地，但是却被赵顾拦了下来，没法子，只能硬着头皮在这等着这些山上仙师。灵雀在待人接物这方面做的的确是滴水不漏，不光主动缴纳了登船所需要的灵币，更是帮着慕寒与沈月儿要了一处天字一等的庭院，所有开销全由他一人负责便是。一些囊中羞涩的人，往往缴纳了登船所需要的灵币，便不再往外掏钱，只能苦哈哈的坐在甲板上风吹日晒。好一些的倒是可以2、3个好友共要一间下等客房，哪怕是打地铺，也总比外面甲板上舒服得多。不缺钱的主，自然是独自一人，或是与女伴共处一间上等客房，有那免费的山上鲜酿、奇珍异果可免费品尝。但往往能住得起渡船上等客房的，基本瞧不上眼这些免费的东西。像慕寒这种独立的庭院，就不是有钱能买得到的了。若非没有一定的权势，想都不用想。整个小白龙渡船也就只有这么一处庭院。灵雀和赵姑则是一人一间上等客房，其余5、6名弟子也是一人一间下等客房。有趣的是，灵雀等人的房间布局恰好围成了一个半圆，将慕寒所处的庭院有意无意地围了起来。这种小型渡船依旧还是依水而走，那种大型的跨舟渡船早已是凭空而走，如修士御风一般，只不过比御风速度快上数倍，甚至数十倍。慕寒来到这处庭院后，只是在庭院之中的一座命为落脚亭的凉亭之中凭栏远眺，观那大海波澜。沈月儿就静静地跟在其身后，一言不发。海风拂过，凉亭上挂着的几个海螺风铃便会传出悦耳的声响，如高山流水，也如仙子轻吟。慕寒缓缓坐下，将背上古剑放于身侧，微微合上双眼，开始静心疗伤。沈月儿不敢落座，只得在一旁安静站着，的确像是一个府邸婢女。这处庭院附近的天字一等客房之中，灵雀满脸戾气地坐在房间内，赵姑站在窗门旁，眼神飘向那处庭院，不知在想些什么。且让你再多活2天，等到了白龙洞，我要你行血鼓励。不知为何，灵雀对那慕寒满腔竟是莫名的恨意。许是恨那慕寒年纪轻轻就比自己走得远，爬得高，也或许是恨那沈月儿竟然当着这么多的人折了自己的面子。
宁肯跟着那慕寒，也不愿跟着自己。赵姑不曾回头，却仿佛感受到了林雀那深深的怨念，开口说道：“都是要死的人了，你与他动气，与你有何益？倒不如稳妥的将此事办好，届时邀月宗主自然少不了你的好处。”听到邀月2个字，林雀的表情一变，最终深呼出一口气，轻声说道：“等到了白龙洞，我要亲自废掉他的双手双脚。”赵姑呵呵一笑：“只要你留他一口气，剩下的随你折腾便是。”林雀冷冷一笑，微微握紧双拳，又缓缓松开，透过窗纸看向那处庭院的眼神阴冷又疯狂，与先前那风度翩翩的林雀判若两人。海上生明月，慕寒坐在凉亭之上，发梢飞舞，沈月儿依旧站在他身侧不远处，不言不语。慕寒忽然开口问道：“你与那林雀是旧识？”沈月儿微微一愣，没想到慕寒沉默这么久，竟然会这么问，更没想到他会问这个问题。沈月儿没说话，犹豫片刻，轻轻点了点头。慕寒又道：“那就说得通了。方才在渡口上之时，共有2道杀意，其中一道是在陈烽火死后，只不过隐藏得极好；另一道则是在你求我救你一命之时。如果猜得不错，最开始的那道杀意是那位名为赵姑的龙虎门长绿，另一位应该就是你那位旧识龙虎门林雀。只不过让我有些好奇的是，林雀的杀心我大致清楚，因为你；可那龙虎门长绿对我的杀意，我有些理不清头绪。若说是因为你，这说不太通；可若是因为那已经死得不能再死的陈烽火，却也说不通。二人之间若是有那山上香火情，赵姑就一定不会袖手旁观，看着我亲手宰了陈烽火。”说到这，慕寒目光深邃地看了一眼海上明月，嗓音平淡道：“赵姑的杀意完全是临时起意，可在陈烽火死的那一瞬间，到底有什么理由让一个金丹境的长绿祖师对我起了杀心？”我思虑良久，只得出一个结论。慕寒斜靠在凉亭栏杆之上，一手托腮，懒洋洋地开口道：“他想杀的不是我，而是青云门圣子；他要针对的不是我，而是我的身份。”沈月儿听得云里雾里，他不清楚这些山上仙师的弯弯绕绕，便更不敢开口。慕寒瞥了他一眼，轻声问道：“之所以跟你说这么多，是想要知道你的来历，还有那林雀的来历。说得清楚，你就暂时还可以跟我在身边；说不清楚。”慕寒顿了顿，把身旁古剑放在了石桌之上，继续说道：“我就当你是在问剑。”慕寒没有丝毫的怜香惜玉，他其实从上了这艘渡船之后，便一直在静心推演，试图依靠这些蛛丝马迹扯出一根线头。可惜仍旧是雾里看花，看不真切。但可以确定的是，那位风度翩翩的林雀绝不会是表面上那么简单，那位长绿赵姑更是有着大问题。而面前这个看似柔弱无骨的世俗女子，慕寒的确可以确定她是一个没有任何境界的世俗中人，但不能保证她试图接近自己是否有着什么不可告人的企图。行走江湖，不怕1万，只怕万一。方才若不是八荒拳冷冷地提醒了自己一句，自己完全没有感知到那2道杀意。沈月儿从未感受到如此的压迫力，一时间竟不知该说些什么，俏脸苍白，神色惶恐。慕寒倒也不急着催促，只是自顾自扭头看向海面，神情平淡。沈月儿不知沉默了多久，这才自顾自地缓缓开口。慕寒也不曾出言打断，只是默默聆听，在心里不急不缓地捋着线头。过了许久，沈月儿的话才算告一段落，只不过最后一段话却引起了慕寒的注意。是说3年前，沈家突逢神秘人闯入府邸，整个沈家大宅79条活生生的人命无一生还。沈月儿的父母临死前更是受尽了折磨，最后哪怕身亡，却依然没有得到解脱，好似是被人施展了那拘魂压迫的神通，一直到如今都只能做那一对孤魂野鬼，终日游荡在沈家大宅。慕寒双眼微眯，这等手段的确是魔门的拘魂手法。如此一来，那草蛇灰线浮现千里的脉络仿佛就渐渐清晰了。既然林雀自己都亲口对沈月儿承认了自己便是3年前那场惨案的主使，那么那精通魔门拘魂手段的神秘人与那林雀自然是一丘之貉。如此一来，林雀的身份跟脚恐怕也干净不到哪里去。就算不是魔门中人，也一定与魔门中人有染。这也能从侧面解释得通，为何龙虎门长绿祖师赵姑在听说自己是青云门圣子之后，会出现那一刹那的杀机。慕寒扯了扯嘴角，连一宗长绿都已是魔门中人，那这龙虎门看来算是烂到了根里了。只不过真正让慕寒感到一丝凉意的是那还未曾去到的白龙洞。若是白龙洞也如龙虎门一般，早就转投了魔门，那这次圣女即位大典就很有嚼头了。慕寒缓缓站起身，凝神望向庭院外的格局，面色不由得有些晦暗不明。到底是第一次外出游历，尽管处处小心，却依旧是大意了。林雀和赵姑以及6、7名龙虎门弟子的居所大有讲究啊，这是把自己给包围了呀。慕寒摸了摸下巴，啧啧道：“金丹境的长绿赵姑，我定然不是其对手，需要想点办法。”半晌，慕寒把视线投到了沈月儿的身上。慕寒阴恻恻一笑，说道：“走。”沈月儿下意识问道：“去哪？”慕寒走在前面，没回头，嘿嘿嘿地笑着，指向前面说道：“回房间。”沈月儿神情一怔，脸颊微红，脚步也不由得一顿，双手掐着衣摆，直愣愣地看着慕寒的背影。见慕寒始终没有回头停下的意思，沈月儿咬了咬嘴唇，终于又迈开步子跟了上去。进了房间，慕寒像做贼一样关门之前探出脑袋，东瞅瞅西看看，最后弯着腰踮起脚，轻轻地关上了房门。房门被关上，沈月儿不由得心跳加速，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好一个坐立不安。慕寒倒是神色轻松，随手拿起桌面上摆放精美的奇珍异果，狠狠地咬了一大口，然后看向沈月儿，吐字不清地说道：“脱衣服。”沈月儿没太听清，
怯生生问道：“穆仙师，说什么？”慕寒使劲嚼了嚼口中味道略显酸涩的瓜果，扭头朝地上啐了一口，小声呢喃道：“真他娘的酸！”听见沈月儿的问话，慕寒随口说道：“我说脱衣服。”啊什么呀？赶紧的，我先脱，你快点啊！说着，慕寒嘴里叼着个啃到一半的瓜果，晃晃悠悠向侧卧走去，一边走还一边脱着衣服。沈月儿眼神复杂的看着慕寒，她犹豫良久，就当慕寒站在了侧卧的门口，准备推门而入之时，忽然开口说道：“穆仙师，我可不可以提一个条件？”慕寒脚步一顿，撇了撇嘴，扭头说道：“这么点小事也要提个条件？亏你还说什么为奴为婢。”慕寒伸手挠了挠头，算了算，说吧，要是真是个小事，我就应下了。沈月儿眉眼低垂，声音细若蚊蝇：“我想请仙师帮我超度沈家的那些亡魂，能让他们早入轮回，再不用终日游荡在那小小的宅子中不见天日。”慕寒沉默了一会，没说话，而是直接推门入。只不过在关门的一刹那，慕寒说了句：“答应你了。”沈月儿咬了咬嘴唇，扭头看向镜中的自己，能为父母再做这最后一件事，也算值了。大约不到半炷香的时间，慕寒赤着上身从侧卧走了出来。刚推开门，就看见沈月儿老老实实的端坐在床上，上身只穿了一个淡青色肚兜，双腿紧紧的并拢在一起，双手叠放在小腹下方，正低着头，怯生生的看了慕寒一眼。慕寒愣了一下，随后赶忙捂住眼睛，只不过手指间的缝隙，老实说有些大。你这是干嘛？沈月儿脸色有些微红，低下头，双手不由自主的紧握在了一起，小声道：“仙师不是说让我……”慕寒哭笑不得：“我是说了叫你脱衣服，可我没让你脱这么干净啊！大晚上的，你注意点，你不要明生我还要呢，成何体统？成何体统？”慕寒捂着眼睛，一溜烟的跑到床前，伸手把沈月儿脱下的衣物拿在手中，然后嗖的一下跑进了侧卧，只留下沈月儿一个人，一脸茫然的坐在床上。“你的五行法激动异常，老脸涨红，修炼速度提升50倍，当前瓶颈已然松动。”慕寒站在门后，微微揉着太阳穴，苦笑连连：“五行法，快回去办了它，我给你直接冲到爆丹10层。”慕寒心声答道：“不行，我与他才认识不到一天，你让我回去办了他，这也太……”慕寒摇了摇头：“不行，绝对不行。五行法，那你好歹多看2眼啊，你又不吃亏。”慕寒依旧摇头：“大丈夫有所为，有所不为。五行法，老子给你突破瓶颈，提升到爆丹6层。不成，我好歹是名门世家，我爹是梁国镇国元帅，我二哥怎么说也是个书院的教书先生，此举不妥，大为不妥。五行法咬了咬牙：“五行法，老子再加把劲，送你上爆丹7层，这是底线了。”慕寒二话没说，成交。嘿嘿，就等着你上钩呢，不就是看2眼吗？我又不吃亏。于是慕寒又蹑手蹑脚地打开了门，沈月儿还一脸复杂地坐在原地，不知该如何自处。慕寒把右手放在嘴边，装模作样的咳嗽2声，说道：“你的衣服我要来有用，你就在房间里等我算了，等会我会叫婢女给你送来一些仙家布料的上等衣物，就当还你的。”慕寒揉了揉鼻子，走到沈月儿面前，轻轻拍了拍她的肩膀，入手滑腻，不由得让慕寒心神一荡。他急忙收敛心神，语气难得正经地说道：“不要多想，过了今晚就没事了。”慕寒不再去看那楚楚可怜的沈月儿，转身离开房间。临走前又丢下一句话：“今晚无论外面有多大的动静，都不要出门。”说完，慕寒关上房门，留下了一些简单的禁制，悄悄走向远处。沈月儿眉眼低垂，2条白皙修长的双腿弯曲并拢放在了床上，伸出双手拢住双腿，把脸埋在了双膝之间，肩膀颤抖，不知是在哭还是在笑。“你的五行法感到极度满足，此刻飘飘欲仙，修炼速度提升100倍，当前境界爆丹境6层。你的八荒拳对五行法嗤之以鼻，极为不屑，认为他狗改不了吃屎。”二人又吵了起来。你的五行法踹了一脚八荒拳的屁股，八荒拳摔了个狗吃屎。你的八荒拳起身给了五行法一拳，五行法摔了个屁股蹲，二人扭打在了一起。过了片刻，你的御剑术被二人吵得有些烦躁，一人砍了一剑。至此，慕寒的心湖上顿时安静了下来，再没有任何吵闹声。慕寒感受了一下体内的灵气流转，的确已经突破到了爆丹6层，而且境界还在稳步提升。嘿，这五行法虽然是个老色胚，但说话还算数，就算挨了打也不忘记修炼，出息了。慕寒蹑手蹑脚在庭院里东瞅瞅西看看，最后找了个僻静无人的池塘边，换上了沈月儿那套衣服，然后再悄然运转他化万物，将自己的面容变得与沈月儿一般无二。慕寒低下头看着池水中的自己，颇为满意。这他化万物的确不俗，出门在外坑蒙拐骗必备功法。如今大成境界的他化万物，只能幻化他人容貌与声调，若是能达到真智化境，那这他化万物更是可以无中生有，凭空变换出一些物体。至于那最后的无上圆满，那慕寒便能真正的做到幻化万物，哪怕是变成一棵小草或是一条万丈金龙。道阻且长啊！慕寒自顾自感叹了一句，随后看向脚下小池塘，故作小女儿姿态，自顾自施了的万福，结果把自己恶心的够呛。慕寒舔了舔嘴唇，缓缓伸出双手，揉了揉胸前，嘿嘿一笑，走向远处，同时运起了敛息术，将自己一身修为全都隐匿了起来。林却此时正端坐在房间内静心修炼，只不过一张原本还算是俊朗白皙的面容，
此刻七窍之中不断的涌现出诡异的黑气。显然，林雀修的可不是什么龙虎门代代相传的口诀心法，而是魔门功法。不一会的功夫，林雀的脸上就浮现了一条条不停蠕动的黑线，仿佛有一条条黑色的细长蠕虫不停的在皮肤下蠕动。就在这时，一阵轻微的脚步声打断了林雀的修行。以他爆丹3层的境界，自然可以听见门外极为细微的声响，比如说此时此刻一个女子的轻缓脚步声。林雀嘴角翘起一个诡异的弧度，缓缓睁开双目，围绕其周身的黑气也开始缓缓淡去。就在林雀恢复了原本面目之后，门外恰好响起了敲门声。林雀嘴角浮现一抹玩味笑意，轻声道：“进来吧。”门口的沈月儿眉眼低垂，轻轻推开门走进屋子。林雀抬眼看了沈月儿一眼，呵呵一笑，问道：“怎么，圣子殿下竟不留你过夜？”沈月儿说了句：“我求他杀你，他没同意。”林雀嗤笑一声：“你以为凭你的姿色，一个世俗女子，她就会动心，然后与我龙虎门为敌？即便我龙虎门远远比不上那青云门，可山上向来讲究一个多个朋友多条路，伸手不打笑脸人。你呀，想得浅了。”林雀终于缓缓站起了身，看着面前的沈月儿，打趣道：“所以你就亲自来杀我？你真以为我不会杀你？还是你觉得你真能杀掉我？”海上明月如挂船头，有人在船头仰头望月，神情萧瑟；也有人在月下饮酒，长袖飘摇，嘴角含笑；有人在床地之上策马奔腾，神仙打架；也有人枯坐床头，轻声呜咽。在这众多人中，有一个女子正双手握着一把袖珍匕首，咬紧牙关。林雀神情讽刺，不躲也不闪，就这么站在他面前。怎么，不敢动手？不敢为你爹娘报仇？沈家宅子那么多条人命，就这么放下了？沈月儿的嘴唇都险些要被咬出血来，她颤声问道：“为什么？为什么？”林雀反问一句，随后嗤笑一声：“几个凡夫俗子，死了便是死了，你也配与我问一句为什么？不妨告诉你，哪怕是那青云门的圣子，不久之后也会死在我手上，青云门最终也会覆灭，才是天命。”林雀伸出右手，手掌之上蓦然升腾出一股黑色的火焰。诡异的是，这黑色火焰竟没有丝毫的炙热感，反而阴冷至极。透过火光，林雀的脸上布满了疯狂。沈月儿俏脸苍白，仿佛是被林雀这句话震撼的无以复加，只能伸出一根手指指着林雀，却说不出话来。你……林雀仿佛很是受用沈月儿的表情，他微微握拳，掌心的黑色火焰瞬间熄灭，眼神从沈月儿的身上移到了窗外，看着明月，冷笑着说道：“名门正派，呵呵，简直是可笑至极。当初我拜入龙虎门，有几人将我视为同门？我日复一日的在后山，只能做那杂役弟子，所有人都对我呼来喝去。可笑我还天真的认为，再熬几年就能成为真正的龙虎门弟子，到时我就再不是那无依无靠、一无所有的邻家孤儿。可到头来，一切都只不过是镜花水月罢了。所以我恨那些高高在上的人，所以我要他们死，我要他们全都死绝。所以我暗中拜入魔门，既然先不渡我，我便成魔渡仙。”林雀笑容愈发癫狂：“我要所有人全都匍匐在我脚下，待到这艘渡船驶到白龙洞，我便废了那青云门圣子，青云门迟早要匍匐在我魔门的脚下。”忽然，一道清冷嗓音突兀响起：“废了我，你未免太看得起自己了。”林雀瞳孔瞬间放大，猛地转过身，却发现沈月儿竟然已经不知何时站在了自己面前。二人之间的距离不过半臂而已。林雀瞬间抬手，掌心火焰绽放，一掌拍向沈月儿额头。沈月儿只是微微侧头，随后在先前半步，左手握住林雀的肘关节，右手向上一推，只听咔嚓一声，林雀的右臂瞬间折断。沈月儿表情不变，再向前半步，肩膀微微一抖，猛地向前一撞，林雀瞬间呕出一大口鲜血，双眼瞪大，不可思议地看着沈月儿。沈月儿双膝微曲，右肘向前，一肘顶向林雀的胸口。林雀只觉得一股无法抗拒的巨力，仿佛一座巍峨山峰瞬间撞向了自己。林雀再度呕出一大口鲜血，身体撞在了墙壁之上，再缓缓下滑，最终跪倒在了地上。八荒拳霸道，拳法宗旨，一往无前，直到身前无人。遇山开山，遇水断流，踏脚裂地，仰头震天。慕寒又极为擅长贴身劲打，以伤换命，这都是与陈烽火在那无法之地中交手不下千百次之后锤炼出的路数。只要被慕寒近身，哪怕是高出他一境的武夫，也要跪地磕头。半壁之内，目无敌。之所以用纯粹武夫的路子与这林雀过招，实在是因为在这不方便动用术法，一旦体内灵气涌动，很有可能便会被那金丹境的赵姑察觉。再者，慕寒二境武夫的底子已然打得很扎实，隐隐到了瓶颈，或许再经历几次厮杀，便能顺利破境。沈月儿右手轻轻拂过脸庞，终于恢复本来面目。慕寒扭了扭脖子，呵呵一笑：“这么不经打啊？”跪在地上的林雀又咳出几口血，他艰难地抬起头，看见的竟然是慕寒那张略带玩味的脸。林雀表情变得有些阴郁，他朝地上啐了一口血水，扯了扯嘴角，嗓音略带沙哑地说道：“不愧是青云门圣子，厉害厉害。”慕寒仍是笑意玩味地看着林雀，右手把玩着那把袖珍匕首。林雀表情变幻不定，疑惑、不甘、愤怒，到最后无奈地叹了口气，仿佛认命一般。林雀后仰跌坐在地上，好像卸下了全身防备。可就在这时，慕寒手中的袖珍匕首却瞬间脱手而出，直刺林雀的眉心，最终悬停在了其眉心处不过半寸的距离上。慕寒轻声道：“在我这摆弄这些小手段，你想得浅了。
原来林雀看似已经放弃，可左手却轻轻握住了腰间的一块玉佩。那玉佩定然不是一件凡品，想来应该是一件山上修士互相传信的通讯玉简，双方各持一个，100里之内都可通过这玉佩对话。林雀应该是准备用这玉佩悄悄联系赵姑，只不过晚了那么半步。慕寒问道：想活还是想死？林雀松开腰间那块玉佩，把双手放在了面前，笑了笑。我说我想活，你就真能让我活；我说我想死，你也未必会杀我。哦？慕寒笑问道：这么有自信，觉得我不会杀你？林雀道：你想知道的很多，当然不会杀我，只不过若是我全盘托出，那就离死不远了。慕寒打了个响指，那柄匕首瞬间划过林雀的胳膊，然后飞旋一周，回到了慕寒的手中。慕寒开口道：既然你是魔门中人，那一定听说过你们魔门的阳毒和金绝丹了。我这匕首之上可是淬了毒的，此毒是我融合金绝丹与阳毒融合而成，其毒性应该不用我多说了吧。林雀登时神情大变，他转头望向胳膊处的那道伤口，果然伤口腐烂，黑血直流。你堂堂青云门圣子，竟然也用这等卑鄙下作的手段。慕寒耸了耸肩，瞧你这话说的，这2种毒可都是你们魔门的不传秘术，怎么到了你这就是卑鄙下作了？小了，格局小了。林雀被气得热血上冲，只觉得好像开始浑身无力，体内灵力越来越稀薄。其实这根本不是什么慕寒混合2种魔门秘毒制成的毒药，而是与萧月第一次阴阳交合之时领悟而出的毒魔经。只不过后来这毒魔经被斑山术给吞噬了，进化成了被动的毒魔效果。慕寒是把这毒魔效果附在了这把匕首上。这毒魔其实并不致命，但是却有一种特性，那就是会不断的蚕食体内灵力，直到体内灵力被蚕食殆尽。慕寒将这把从沈月那借来的匕首收好，对林雀说道：要想活命，接下来就听我的。慕寒又在林雀的房间内待了许久，听他说了不少魔门的心秘，包括这一次对青云门的阴谋。林雀当然知道自己若是全都将计划说出去，很可能小命不保，但是没法子，不说只会死得更快。慕寒站在窗前，只觉得浑身泛起了阵阵冷意。魔门所图甚大，白龙洞至少有1半的人都已经转投了魔门，余下的1半早就已经被关进了白龙洞的万江水牢。龙虎门的掌教等人竟然也被关进了水牢，生死不知。当前龙虎门与白龙洞这2个宗门内已经全部都是魔门的人，白龙洞附近的5个宗门也被魔门所渗透，宗门内早就有了魔门的探子，甚至宗门高层内部也有人早早叛变。玄机门、乾坤宗、狂风拳场、不动山、千仞剑山，这些宗门之前都曾纷纷派遣宗门长老向青云门递出了那欲要与青云门达成联盟，甘愿成为青云门附属宗门的帖子。只不过让人没想到的是，这些宗门竟全部都是居心叵测。慕寒脑海中涌现的第一个想法就是跑。足足7个宗门的反水叛变，仅靠慕寒一人几乎算是浮游撼大树。慕寒立刻通过临行前云青山交给自己的那枚玉佩，联系到了云青山，告知这里所发生的一切。他告诉宗门，这里的陷阱本就是为了绞杀师傅云青山，所以希望宗门能多派人马，如若只有师傅云青山一人前来，恐怕正中敌人陷阱。良久，慕寒得到了回信，因为此处距离青云门甚远，所以暂时他还是只能靠自己。不过大队评判的人马已经出发，慕寒倒是想跑，但林雀方才已经说了，赵姑已经传讯白龙洞，说是他已经成功将青云门的圣子擒住，如今正乘坐渡船驶向白龙洞。白龙洞那边已经得到消息，派人接应。慕寒现在在想跑，已经晚了。慕寒深吸一口气，不由得有些想念二哥慕风，若是他在，一定能想到一个万全之策。自己这脑袋显然有点不太够用了。良久，慕寒终于回过头看向林雀。赵姑在拜入龙虎门之前便已经是魔门中人，当时赵姑以爆丹境10层的修为担任了龙虎门的记名客卿，后来成功结丹，龙虎门掌教宋晨便干脆将赵姑送上了掌律的位置。他们这种3流宗门能有一个金丹境的掌律，已然是非比寻常。像是宋晨自己也只不过是个5境巅峰武夫而已。赵姑如今已经是金丹境2层的实力，他在魔门中算不得境界高深的那一小撮人，但是其权力却不小。只因为赵姑这么多年，明面上虽然是龙虎门的掌律，实则却是一直负责着天魔宗的谍报与渗透工作，包括玄机门、乾坤宗、狂风拳场等等等等，这些宗门皆有赵姑安插其中的棋子。赵姑的心神此刻正沉浸在手中一枚银白色的戒指之上，这枚戒指是一个宗门弟子外出游历偶然所得，只不过戒指上有着9重禁制，凭借他金丹境的修为也只能破解7重而已。只不过赵姑可以肯定的是，这枚戒指大概率会是一件方寸物，甚至是咫尺物。方寸物与咫尺物都是空间类法宝，可以在其中存储诸多物件。要知道，元婴境界以上的修士才会那袖里乾坤的高深道法，而且往往有着诸多限制。可这方寸物与咫尺物却是没有此类限制，除了不能将活人放入其中，余下基本毫无限制。赵姑眼中闪过一丝贪婪，这种带有禁制的空间类法宝，往往其中蕴藏着不少宝贝。但是这最后2重禁制让赵姑颇为为难。忽然，一道巨响忽然传进了赵姑的耳中，紧随其后的是房门碎裂，一道人影倒飞了进来。赵姑眉头一皱，可随后却是面色一变，她急忙起身，运起体内灵力，化为一道巨大手掌，轻轻接住了这道气息微靡。身影，只见林雀满身鲜血，脚步轻浮，看似受了重伤一般。怎么回事？赵姑轻轻扶住林雀，皱眉问道。林雀一手捂着胸口，
一手指向外面，断断续续的说道：“是那青云门圣子慕寒。”赵姑心里咯噔一下，难道事情败露了？林雀忽然又呕出一大口鲜血，颤声道：“快追，莫要让他逃了！”赵姑也顾不得林雀的伤势，站起身便向门外掠去。若是这慕寒逃了，他赵姑可担不下这罪名。就在这时，一道璀璨剑光如白昼流星一般从赵姑身后一闪而过。赵姑躲避不及，甚至说完全没想到背后会有人偷袭，一剑之下瞬间重伤。赵姑的后背被剑气划开一个深可见骨的伤口。林雀不知何时已经站起身，手握一柄古剑，左手并出二指，轻轻抹过剑身，随后又是2道龙形剑气汹涌而至。乾坤化龙剑！林雀大喝一声，手中古剑挥舞不停，每一剑递出都有一条剑气苍龙凭空显化，向那赵姑袭掠而去。赵姑此刻已然转过身，面色苍白，堪堪稳住了身形。只不过迎接他的是数十条剑气苍龙当空而至。若是在平日里，这些剑气赵姑倒还可以应对如常，可现如今受背后伤势牵连，赵姑只能勉强拦住这些锐利锋芒的剑气。你到底是谁？林雀的修为境界，赵姑自然是一清二楚。况且林雀不是剑修，定然是用不出如此凌厉的剑气。所以眼前这个林雀，定然是别人假冒的。只怪自己太大意，一时间竟让人摆了一道。林雀冷笑一声，终于露出真容，自然是慕寒无疑。他利用他化万物，巧妙地设计了这一招瞒天过海。与赵姑正面硬刚，慕寒心里多少还是没有底，毕竟对面是一个金丹境2层修士，而自己才堪堪跻身爆丹境7层，足足差了一个大境界，由不得慕寒不小心万分。赵姑见这林雀竟然是慕寒假扮的，不由得勃然大怒。他常年负责天魔宗的谍报收集，与各类阴险狡诈之辈打交道，终日算计人心。不曾想今日却被慕寒算计了。说到底还是大成级别的，他化万物太强，不仅模仿了林雀的身材模样，就连气息都几乎一模一样。赵姑运起全身灵力，准备在此直接废了慕寒。就在这时，一柄小巧的袖珍匕首忽然刺中了赵姑的后心。赵姑瞳孔瞬间放大，一脸不可思议地望向身后。抱歉，你死我才能活。真正的林雀从背后走出，用尽全身力气，再度把这柄袖珍匕首往前推进几分。你的搬山术感受到了赵姑临死前的震惊，很是受用，熟练度获得极大突破，当前熟练度无上圆满1%。你的他化万物感受到了赵姑临死前深深的怨念，贪婪地吸了吸鼻子，熟练度有所提升，当前熟练度真至化近1%。2门功法经此一战都得到了显著的提升。但是慕寒却笑不出来，因为这艘渡船大概还有2天时间就要靠岸了。白龙洞那边的人相信再过1天应该也快要到了。慕寒低声叹了口气，不知道这算不上刚出龙潭又入虎穴。一想到这就来气，慕寒又踹了一脚赵姑的无头尸体。这老王八真是死有余辜。赵姑的尸体被慕寒这一脚踢得翻了个身，慕寒瞥了一眼，当时被赵姑手上的那枚戒指吸引住了目光。这枚银白色的戒指在一番大战之下竟是毫发无损。慕寒蹲下身将这枚戒指撸了下来。好东西，五行法，凑合吧。凑合？怎么个凑合法？这玩意怎么打不开？慕寒蹲在地上自言自语地唠叨着。五行法，一件方寸物罢了，这路货色放在以前我看都不看一眼。方寸物？慕寒吃了一惊，这东西他可是听说过的，空间类法宝向来都是有价无市。慕寒的脸上终于有了几分笑意，没白折腾。不过这玩意好像有禁制，能不能帮我打开？慕寒有些迫不及待地想看看这布满了重重禁制的方寸物中到底有什么宝贝。五行法，能是能，不过慕寒白了一眼，行，别说了，我知道。3句话不离美女，等下了这艘渡船再说。五行法，一言为定。一言为定。五行法，得嘞，瞧好吧，您就。瞬间，一道光华自那枚戒指上绽放开来。慕寒赶紧将心神沉入其中，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这枚方寸物中满是散发着淡淡清香的丹药。筑灵丹可以辅助修士提高筑基概率的灵丹。白玉丹专治内伤的丹药，这种丹药的价格与功效一般根据丹药的成色来断定，像这方寸物中的这些白玉丹的成色称得上是顶级了。还有还魂丹，这种丹药就比较稀缺了，对于魂魄残缺或是曾遭受重创的修士有奇效。最后一种丹药是一枚阴魂丹，这枚丹药称得上是价值连城了。5副4境乃是阴魂境，3境与4境之间算是5副的一道坎，但是若有这枚阴魂丹作为辅佐，安稳破境的几率至少要提升1半，所以这阴魂丹才会价值连城。这方寸物中筑灵丹共有99颗，白玉丹99颗，还魂丹10颗，阴魂丹1颗。慕寒愣了一下，随后嘴差点咧到后脑勺去。发财了呀！这些丹药要是拿出去卖，足足能卖出去上百万的小灵币，就算是换成大灵币，也足足几十万枚。这个价格足够买下3、4个山头了，就算是自己开宗立派都够用了。五行法，肤浅，最值钱的可不是这些破烂糖块，而是这只碧铠。你说这个丑不拉几的破铜烂铁，你不说我还以为是破烂东西锈死在这了。慕寒斜瞥了一眼，打趣着说道。也不能怪慕寒以貌取物，实在是这只碧铠太不像一只碧铠了，简直锈得不成样子。这种东西随便扔在地上都不可能会有人去弯腰捡一下。慕寒以心神扫视一番，并未看出什么非比寻常，普通的不能再普通了。沉寂许久的八荒拳却突然说了句石破天惊的话。八荒拳，
这是人间的第一套甲胄，也被后世的人称为祖宗铠。后世所有的甲胄都是脱胎于这副铠甲，这是那副铠甲的一只臂铠，看这样子应该流落人间不知几万年了。慕寒目瞪口呆，你什么意思啊？这黑不溜秋的玩意是所有铠甲的老祖宗。八荒拳可以这么说，如果不信，可以把第一滴写上去试试。慕寒将信将疑，心神一动，从那方寸雾中退了出来。慕寒瞥林雀一眼，寻思了一会，走到他身前一掌将其打晕，随后扛在身上跑了回去。至于那赵姑的尸体，被慕寒丢出了渡船，沉尸大海。这里方才的动静已经够大了，如果再不早点开溜，一会就该有渡船管事来此查看了。慕寒回到了自己的那处庭院，脚步轻快地回了房间，像丢死狗一样将林雀丢了进去。这可吓了沈月儿一大跳，待看清那人是林雀后，更是震惊地捂住了嘴。慕寒伸出一根手指放在嘴唇上，示意沈月儿别说话，自己则是掏出了那块被他称为破铜烂铁的臂铠，敲了敲，没啥反应。想起八荒拳的话，慕寒觉得有必要试一试。当一滴鲜血滴落在这尘封万年之久的臂铠之上时，慕寒忽然感觉自己的魂魄好像瞬间被一双大手扯住，然后极其暴力地拽向了一处虚无之地。慕寒只感觉眼前好像有一条金色河流正在缓缓流淌，下一刻，眼前的画面便又是一转，天空之上忽然出现了一扇巍峨天门，仅是那天门之中传出的丝丝缕缕的大道气息，就让慕寒觉得呼吸都为之凝滞。然后天门大开，地面之上亦是有道道璀璨光华拔地而起。画面一转，一座巍峨高山。诡异的是，这座高山竟是整个倒悬过来，且悬浮在了空中。山巅朝下，山根在上。在这座倒悬之山的山顶，一个看不清面容的人正静静地站在原地，双手自然下垂，微微仰头，像是在看着远处的乌云。他身披一身银色甲胄，鲜红色的披风随风而动。慕寒就站在山脚下，远远地看着，只觉得震撼无比。忽然，在那山巅之上的人忽然回头，看不清面容，但慕寒却有一种无比强烈的感觉，他好像在看自己。下一刻，慕寒心中的震撼之色更为浓烈，极远处他以为的乌云竟然动了，原来那根本不是什么乌云，而是铺天盖地的敌人，那一个人的敌人。慕寒被震撼到说不出话，只能呆呆地站在原地，看着这堪称史诗级的场面。瞬间，慕寒再一次感受到了那种失重感，仿佛灵魂被人拖曳而走。慕寒身体一个踉跄，再次回到了这处庭院之中。沈月儿一脸紧张地看着慕寒，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慕寒晃了晃脑袋，头疼欲裂，仿佛被人生生撕裂魂魄一般。八荒拳，看见了？慕寒疼得龇牙咧嘴，刚刚那些是什么？八荒拳，他能感受到我的存在，所以他带你走了一趟光阴长河。慕寒也不顾沈月儿一脸紧张的表情，干脆一屁股坐在了地上，问道：光阴长河？八荒拳，大致意思就是他带你去了一趟万年之前。慕寒倒吸一口冷气，万年之前？那我看见的那一幕幕都是不知几万年前真正发生过的，那些人是的的确确存在过的。八荒拳没再说话，算是默认了慕寒的说法。慕寒心神激荡，他目前所见过最强者莫过于云青山，可刚才逆着光阴长河行走所见的万年前的那一幕幕，尤其是那倒悬之山上的那个人，慕寒有一种感觉，哪怕是云青山在那人面前也根本就如蝼蚁一般。慕寒揉了揉眉心，八荒拳似乎与这些万年前的老黄历有些渊源，只不过他又陷入了沉寂，任凭慕寒问什么也不再言语。慕寒只好再看看手中那只臂铠，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手中那破烂不堪的臂铠竟然掉落了一些铁锈，露出了内里银白色的光华，只不过只有很小的一部分，而且这部分正是慕寒将鲜血滴落到上面的那一小块。慕寒脑海中忽然涌现了一个不好的念头，果然，下一刻八荒拳就悠悠然说了一句话：八荒拳想要让它恢复原状，需要每天以鲜血浇灌，一天12个时辰，每个时辰都要浇灌一次，否则便是前功尽弃。慕寒嘴角抽搐，这算什么事啊？这得放多少血啊？慕寒一只手捂住额头，轻轻揉着太阳穴。可是想到这可是天地间的第一套铠甲，其价值何止连城？若是把这套祖宗铠的消息放出去，慕寒可以肯定，不出3天，自己就会暴毙而亡，横尸街头，死的不能再死的那种。唉，慕寒叹了口气，罢了罢了，慢慢温养便是，反正也隔3差5的吐血，也不差这点玩意了。慕寒费力的从地上爬了起来，见沈月儿还用一种好奇且惧怕的眼神看着自己，慕寒只好缓缓解释道：龙虎门那个金丹镜长绿被我宰了，地上这位也是半死不活了，怎么要不下来给他2刀解解气？沈月儿咬着嘴唇，犹豫了许久，最终还是摇了摇头，非是不想给父母报仇，既然慕寒留着林雀半条命，就一定有他的道理。自己一个做婢女的，哪里还敢再提要求？慕寒似是看出了沈月儿的想法，轻笑一声，随手便将林雀的双手双脚全都折断。林雀活活被疼得醒了过来，却忍受不住这等疼痛，没过多久又晕了过去。沈月儿俏脸微白，慕寒说道：明天再过1天，后天一早，这艘渡船便会靠岸，届时你有2个选择，要么跟着我，只不过会很危险，但是我只要活了下来，就一定会帮你完成先前答应你的那件事。慕寒顿了顿，又道：你也可以选择留在这，跟着渡船一起再回去，以后也不会有人找你麻烦。你父母的事情，你可以去青云门求上一求，会有人出面帮你的。语罢，慕寒不再言语，
而是盘膝坐在地上，缓缓闭上了双眼。接连大战使得慕寒不光是灵力消耗严重，体魄也是新伤盖旧伤。虽然成功突破到了爆丹7层，武道也从2境突破到了3境，可慕寒却始终没有好好休息调整过。先是与陈烽火的转战千里，又从无法之地一路打到了白河渡口，还不等好好调理，这就又蹦出来的龙虎门，还有白龙洞、魔门的惊天密谋等等等等。慕寒此刻真正算得上是心力交瘁，渡船马上就要停靠，接下来迎接慕寒的就是真正的九死一生了，所以他现在需要将状态调整至最佳。沈月儿忽然开口问道：“跟你一起走，能不能亲眼看着他死？”沈月儿的手指着昏迷不醒的林雀，慕寒依旧闭目，只说了一个字：“能。”沈月儿轻轻点头，嗓音轻柔道：“那我跟公子一起去，死也好，活也罢，总之我也没什么可失去的了，只要能看着他死就够了。”慕寒在心底叹了口气，有执念之人大概都是如此。他从方寸物中取出几枚白玉丹，服了下去。白玉丹专治内伤，此刻正好可以救急。慕寒脑海飞速旋转，想要在死路之中找寻出一条活路。不知过了多久，慕寒忽然睁开眼睛，眼中有一道金光闪过。躲是肯定躲不掉了，既然如此，那便不用躲了。有时最危险的地方才是最安全的地方。慕寒看向沈月儿，轻声道：“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林雀，而我就是龙虎门长绿赵姑。至于地上那位手脚都被折断的林雀，不就是捉拿回来的青云门圣子慕寒吗？”沈月儿也瞬间明白了慕寒的用意，脸色有些涨红。“我可以吗？”慕寒耸了耸肩：“不可以的话，咱们俩都要死。”这一瞬间，沈月儿看向慕寒的眼神忽然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他这是把性命交付给了自己。沈月儿如是想着。慕寒站起身，运起五雷断体法，开始走拳桩。八荒拳对慕寒说了：“出拳不破百万，练拳无用。”虽然是极为基础的拳桩，可若是连这最基础的拳桩都不能持之以恒的去打上个100万拳，那就休要再提其他。八荒拳有8个拳招，第一个拳招名为登天，第二个拳招八荒拳尚未交给自己，说是要等到出拳10万之后，自己才能练第2个拳招。慕寒一边走桩，一边在宽大袖子中以鲜血温养那只碧铠，体内亦有雷光攒动，正在不停地淬炼慕寒的体魄。青云门掌教云青山身穿白袍，头戴金冠，满脸阴沉地坐在主峰大殿之上。大殿之上颇为吵闹，显然对慕寒传讯回来的这个消息的应对态度分为了2派。以林松为主的一些人表示局势暂不明朗，如果就这么贸然前去，很有可能中了魔门的圈套。另一边是以李林和伊清秀夫妇为首的，主张必须要快马加鞭驰援圣子的一派。2派之间争吵不休，偌大一个青云门大殿，活活被吵成了菜市场。云青山挥了挥手：“够了，要吵出去吵。”他深吸一口气，视线扫过大殿下方众人，缓缓说道：“既然你们各持己见，那我便取个折中的法子，我自己去救圣子回来，你们只管接应便是。”此话一，下面顿时又掀起一阵反对声音。首当其冲的便是李林长老：“不行，绝对不行！圣子殿下传讯之时已经说得很清楚，这本就是他们针对掌教您的一次阴谋，您就这么孤身前往，岂不是正中他们下怀？不成，绝对不成！”伊清秀也说道：“此事的确还需多加商议，掌教万不可冲动行事。”辈分极高的林松却说道：“依老夫看，这个消息是真是假都有待考察。万一圣子已经落在他们手上，是他们逼着圣子传回这条消息，就等着青云门的人去送死，那又如何是好？”李林当时就怒了：“什么意思？你是觉得圣子殿下投靠魔门，传回来了一条假消息？”林松皮笑肉不笑地说道：“当然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你，林松，你别仗着自己辈分高就可以胡言乱语，倚老卖老。圣子殿下是什么样的人，在座各位都心知肚明。公然诋毁圣子，你是何居心？林松冷哼一声：“你也配质问我？别忘了你的身份。”云青山面若寒霜，刚要说话，却见大殿之外有2道璀璨光华联袂而来。一位面容清瘦的独臂中年人御剑而来，在他身侧是一位富家翁装扮的老者，始终眯眼而笑。云青山有些意外这2人的出现。那名独臂中年人是长河剑宗的宗主赵四，化身境剑修；那位富家翁装扮的老者，则是九天宗的太上长老齐毒，化身境修士，精通符箓一图。那位一见到慕寒就恨得牙根直痒痒的小姑娘凤舞，就是这齐毒的亲孙女，原名齐凤舞。云青山站起身，朗声笑道：“2位老友许久不见啊！上次我们青云门的双圣大典都不见2位现身，怎么今天如此得闲？”赵四做事从不拖沓，就连说话也异常简洁。有人传讯，魔门密谋，我等前来助阵。齐毒笑眯眯地走入大殿，先是拱了拱手，随后说道：“青山兄，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怎么也没见你主动传讯？要不是我从别处得来这消息，恐怕现在还蒙在鼓里呢。怎么，是觉得我九天宗太小，帮不上忙不成？”云青山洒然一笑，可不敢做此想，只不过是事发突然，就连我们自己也是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啊。齐毒和赵四走入大殿，缓缓落座。赵四话不多，用他曾经的一句话来说，那就是剑修何须多言，用剑说话便是。齐毒沉思片刻，说道：“魔门最近的确是越来越猖獗了，这次针对你们青云门的诡计，不可谓不歹毒。不过幸好你们青云门有一个可谓大才的圣子，如此一来，我们倒不如来一个将计就计。”临阳城穆家堡青石书院内，一身白衣的沐风正端坐在书案之前，看着一本地理县志。
忽然，书房的门被人重重推开，原来是火急火燎的穆秋。穆秋将背后巨剑放在一旁，刚进门就开口说道：“都按你说的做了，消息都放出去了，现在怎么办？小韩不会有危险吧？”沐风没说话，右手拿着书，左手轻轻握住一只造型精致的茶盏，推到了穆秋身前。穆秋急得哪有心情喝茶，自己弟弟都跑到贼窝去了，他这个当哥的都要担心死了。这家伙倒好，又是看书，又是温茶，好一个老神在啊！穆秋有些恼火，忍不住怒道：“都什么时候了，还喝茶？小韩那边怎么办？你给个准话。”沐风见穆秋不喝，那自己喝好了，茶叶跪着嘞。沐风不紧不慢地喝了口茶，然后才将手中那本书缓缓放在了桌上，轻声道：“每逢大事必有静气，你看看你，哪还有半点大哥的样子？再说了，这也算不得什么大事。”穆秋不吃这一套，他一拍桌子，把杯中的茶水都震出来不少。别在我这拽你那些酸文，小韩都进了龙潭虎穴了。你跟我说静气，你再不拿个主意，我也不在你这浪费时间了。我现在就去白龙洞。说着，穆秋起身就要走，结果被沐风拦下了。行了行了，这件事我早就知道了，亦或者说，魔门这次的阴险计划是我在暗中推波助澜，帮他们敲定的。什么？穆秋瞪大了眼睛。沐风道：“天魔宗内忽然出现了一拨人，是外乡人，这些人正在找内武行法，所以我就把五行法给他们送过去了。”穆秋神色大变：“你疯了？他们要是知道五行法在小韩身上，小韩也有命在。”沐风摆了摆手：“静气，静气，放心吧，我既然敢让小韩过去，就一定出不了事。另外，白龙洞有个万江水牢，其实是一个小洞天，只不过白龙洞那些修士一直都没发现罢了。就连白龙洞的开山祖师也不知道自家地盘上竟然还有着一座小洞天。那小洞天里有一件东西，小韩将来用得上。现在，你明白我的意思了？”穆秋皱着眉寻思了半天，这才有些疑惑地问道：“这么说，这一切你本来就全都知道了，或者说都是你做的？”沐风又给穆秋倒了一盏茶，笑道：“不然。”穆秋终于松了一口气，自家这个二弟有一点让他很是信服，那便是算无遗漏。只不过穆秋还是有些担心，那边现在基本上都是魔门的人，一旦小韩的身份暴露，被他们抓起来当成要挟青云门的筹码，那又该如何是好？我不太清楚你到底还有多少布局，可这一步棋怎么看都是一招死棋。沐风轻轻将茶盏放到嘴边，吹了两口，却没有喝，而是又将其缓缓放在了桌上。沐风扭头望向窗外，嗓音清冷地说了几句话，不知是在自言自语，还是在回答沐风的问题。置之死地而后生，不经历真正的生死一线，又怎会知道自己该如何活着？他以后的路还很长，我们不可能一直陪着他走的。穆秋也沉默了下来。半晌，当茶盏中的茶水已经微微泛起凉意，穆秋才终于站起身，将巨剑背在身后，说道：“不出意外，青云门明天就该有动作了，这趟我也会去。”语罢，穆秋背剑下山。而另一边，青云门大殿之内，吵闹声也终于渐渐平息。本来还有一些意义，但是被云青山的一句话震慑得再不敢开口。当时一位长老说，没有理由就这么突兀地闯进魔门的陷阱中。云青山直接站起身，走到了那位长老面前，一字一顿地说道：“理由？就凭我们青云门圣子在那里，这个理由够不够？就凭我徒弟慕寒在那里，这个理由够还是不够？”所有人都噤若寒蝉，因为他们已经不知道多久没有看到云青山的这个姿态了。上一次还是在几百年前，他一人独自下山，于一个风雪夜灭掉一个魔道宗门，整个宗门无一人生还。小白龙渡船已经航行多日，远处那座庞然大岛已经隐约可见。待到大日初升，渡船应该就可以抵达白龙洞渡口。那座岛屿天然瘴气弥漫，虽然不会对人体造成多大伤害，但是却可以隔绝一些感知。就比如说此时站在渡船上的人，用肉眼是难以看清远处那巨大岛屿的真容的，只觉得好似有一层薄纱笼罩住了整座岛屿。若是用神识去探查，就会发现神识进入其中就如陷入泥潭一般，甚至不如肉眼看得真切。而且境界越高，神识探查便越是模糊，除非是反虚境的高手，否则这里的天然瘴气将会隔绝绝大部分神识。慕寒与沈月儿自然也出了庭院。慕寒身穿一身与那长绿赵姑一模一样的衣服，负手立于船头；沈月儿则是穿了一件宽大袍子，不言不语，整个人隐于黑暗之中。二人都通过他化万物，将面容变成了赵姑与林雀的模样，并且通过敛息术将气息完全隐匿。至于真正的林雀，此时双手双脚尽断，已然是一个废人，就连说话都已经成了问题。慕寒在等，他相信用不了多久，白龙洞那边就会来人接应。慕寒给沈月儿的任务就是少说少看多听，万一露出马脚，就是生死攸关的大事。果然，还不等靠近渡口，天空之上就已经有两道红光直奔渡船而来。慕寒眯了眯眼，来了。沈月儿手心中布满了汗水，不由自主地靠着慕寒近了一些。前来接应的这二位，一个名为陈静，另一个名为周康，二人都是白龙洞的护山供奉，两名金丹一境修士。他们的另一层身份是天魔宗的两位黑白使者。当然了，与负责谍报工作的赵姑相比，这两位算是晚辈。慕寒仍是负手而立，并未上前相迎。二人御风来到渡船之上，先是恭敬行礼，随后以心声问道：“那青云门圣子的确是被赵长老生擒了回来？”慕寒以心声答道：“不错，在那白河渡口便被我生擒，路上怕这小贼逃了，干脆打断了手脚，如今便在一处庭院之内。”
二人一喜，这可是头功一件啊！赵长老，还请带路，我们这就去看看那大名鼎鼎的青云门圣子。上次邀月不请自来，去青云门参加了双圣大殿，那个新晋的青云门圣子可是出尽了风头，不光将天魔宗刚刚册立的圣子给宰了，甚至还一语道破了宗主邀月的女子身，不可谓不惊世骇俗。陈静和周康倒是没见过真人，这次倒是可以一睹真容。慕寒早就将灵雀的面容幻化成了自己的脸，他画万物的熟练度已经达到了真挚画境，这种幻化，哪怕是画神境的强者也看不穿。只不过能不能瞒住反虚境的大能，这个就有待考察了。慕寒心中也没有底。不过面前这两个小小金丹，想看穿慕寒的，他画万物简直就是痴人说梦了。庭院内，灵雀早就昏死了过去，就算现在弄醒，也是个事儿了。慕寒早就把这个自命不凡的灵雀给废了，现在就是个名副其实的白痴。陈静摸着下巴，喃喃道：“也没什么三头六臂，还以为多了不得。”周康哈哈大笑：“陈兄，你这话说的，要真是个三头六臂的模样，那不如来我们魔门当圣子更合适一点。”慕寒在心底一阵冷笑：“老子要是三头六臂，第一个把你们这帮老王八蛋、小王八蛋统统宰了。”陈静抖了抖宽大袖袍，笑道：“赵长老这次真是立下了头等大功，宗主一定有后赏，说不定圣女都要赐给赵长老了。”周康也点头道：“我看有这种可能，赵长老若是就此高升，飞黄腾达，可别忘了我们老哥俩呀。”慕寒淡淡一笑，这是自然，但心里却泛起了嘀咕：这白龙洞的圣女怎地如此没牌面？说刺下去就刺下去了。渡船终于靠岸，一行四人缓步下船。赵长老，咱们是先回白龙洞，还是先去万江水牢看看那几个青云门的弟子？这话让慕寒心中一震，青云门弟子，这里除了自己，竟然还有着其他弟子。慕寒赶紧收敛心神，淡淡的说道：“先回白龙洞，再去山中鸟兽成群，景色优美，可奈何已经沦为魔门的盘中餐。”慕寒深吸一口气，带着沈月儿沿着一条连接两座山峰半山腰的山上浮桥缓步而行。陈静等人定是去了主峰，关于青云门圣子如何处置一事，既然天魔宗那边暂时还未有人到，那就需要这些人暂做安排。只不过也快了，如那陈静、周康所言，不出意外的话，明日便会有人来了，而且还是个大人物。慕寒晃了晃脑袋，不再去想这些琐事，心中却忽然记起先前陈静所说万江水牢中的青云门弟子。慕寒实在想不出来，除了自己之外，还有谁会千里迢迢的来到这里？没法子，既然遇见了，就不能袖手旁观，不能让他们白白叫自己一声圣子殿下。无论如何，也要救他们出来。慕寒暗自下定决心，哪怕只是一个外门弟子，哪怕只是一个杂役弟子，也要救。不消片刻，二人已经来到了白龙洞祖师堂之前。一般宗门内的大事都会在主殿或是祖师堂议事，只不过可笑的是，偌大一个白龙洞祖师堂，开山祖师与历代掌教的画像都还挂在上面，可惜下面坐的竟已经没有哪怕一个白龙洞修士，全部都是魔门中人，亦或者是半路转投魔门的白龙洞修士。慕寒微微驻步，祖师堂内左右两侧的仙家藤木座椅上已经坐满了人，左边5人，右边5人，居中的主位和副位上并未有人落座。慕寒的位置在那副位之上，至于沈月儿则并无坐席。即便他是龙虎门的圣子，可在魔门教徒的眼中依旧是不够看，哪怕已经加入了天魔宗，可还是势力单薄。慕寒缓步走向那个副位，沈月儿则跟在他身后，老老实实的站在了座位的侧后方。见慕寒终于落座，便有人开口道：“赵长老，恭喜啊！这次立下头功，宗主定然少不了你的好处啊。”慕寒笑道：“哪里，能有此等大功，各位皆有功劳，老夫不敢一人独占。”慕寒脸上尽是笑意，可内心却在暗暗骂道：“一帮老王八蛋，早晚把你们给宰了，还想拿小爷邀功？我邀你个大狗腿！”一时半刻，祖师堂内尽全都是阿谀奉承之声，仿佛都想在慕寒这笔功劳簿上分一杯羹。片刻之后，才有人缓缓说道：“赵长老，这青云门圣子应当不会出现差错吧？若是闹个乌龙，待到明日天魔宗那位大人物来了，岂不是要怪罪于你我？”听闻此言，大家先是沉默了一会，随后便有人附和道：“是啊，不如用我们魔门的独门搜魂术，看上一看，免得百密一疏。若当真是青云门圣子，那倒也能搜出不少青云门的秘密，岂不是两全其美？”慕寒心中冷笑，等你们这帮老王八蛋想起来这茬，小爷我早给你们挖好坑了。旋即，慕寒不动声色地说道：“众位无需担心，其魂魄记忆我早已经探查过，的确是青云门圣子无疑。只不过这厮的确也是个硬骨头，还不等我了解到青云门的心秘，他便要选择自爆，拼个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虽然最终被我以秘术阻止，可其魂魄记忆已然成为碎片，如今已变成一个痴儿。各位若是再以搜魂捕魄之术探查一二，恐怕这青云门圣子也就命不久矣了。届时若是天魔宗上面有人降罪……”慕寒没把话说完，停顿到了此刻，便不再言语。祖师堂内的一干魔门中人也是各自皱眉思索。慕寒顿了顿，又道：“各位无需太过担心，且不说此事绝对万无一失，哪怕是真出了什么事，也有我一人担着便是。”此言一出，白龙洞祖师堂内的众人全都松了一口气，不由得又对慕寒恭维起来。慕寒见火候差不多了，便随口问道：“万江水牢之中现在都关了何人？我准备在等天魔宗上人来到此处之前，先将这青云门圣子关入其中，待到上人来此，再由他亲自提审便是。”慕寒静静地等着下文，他需要知道那万江水牢之中到底都关着谁。若是可以，这水牢或许能成为一条生路。果然，慕寒刚问完，便有一位魔门修士应声说道：“水牢之内都是些其他宗门的阶下囚罢了，所谓的名门正派简直是不堪一击，全都是软骨头。
另外，又有一位魔门修士说了句比较中肯的话，倒也不全是，就如那玄机门掌教纳兰云烟，一位元婴境巅峰修士，玄机门被我魔门占据之时，除了这纳兰云烟之外，竟然全部不战而降，只有那纳兰云烟一个女子战到了最后一刻后，被我魔门生擒，现已关入了万江水牢。还有白龙洞的掌教郑焕，也是一位元婴境巅峰修士，对于自家宗门被魔门渗透的一塌糊涂，他先前自然是不知，只不过后来等他发现之时，早已为时已晚，无力回天。几位忠心耿耿的长老与亲传弟子，皆与郑焕一起被关入了万江水牢。水牢之内还有着龙虎门掌教宋晨等若干龙虎门忠心弟子。除此之外，其他一些宗门的实权人物，只要是没有投靠魔门的，要么战死，要么被关入了水牢。陈静说道，水牢之内还有乾坤宗掌律祖师冯岳，元婴境2层，是个剑修。这乾坤宗算是个硬骨头，整个宗门上上下下竟是无一人投靠我们魔门，最后全都战死，只剩下这个冯岳被我等活捉。周康也开口道，还有狂风拳场的宗主魏龙，是个6境武夫，只不过貌似刚刚破境不久，还未稳固境界，被自家一众长老偷袭重伤，后被我们活捉。另外还有2人，一位是千仞剑山的山主崔破，是一位元婴境巅峰剑修，此人剑术极为刁钻，为了将他拿下，我们魔门付出了不少代价。另一位是不动山的太上长老，名叫殷鹤，此人境界最高，是一位化神境修士，只可惜不擅长功法，只擅长铸剑，否则将是一个最大的隐患。慕寒静静地听着这些人如数家珍一般说着这些门派的灭门惨案，脸上不动声色，心中却掀起了万丈波涛。这些门派全都已经被魔门占据，门派弟子死的死，伤的伤，要么就干脆做那欺师灭祖离经叛道的逆徒，转投魔门。慕寒沉吟片刻，开口问道，听说水牢内还关押了几名青云门弟子，如何？大家有没有什么发现？陈静笑了笑，开口道，倒是没什么重大发现，那几位弟子嘴硬得很，能上的刑全都上了一遍，可惜半句话都不愿透露，我等正准备用搜魂之术探查一二，赵长老若有兴趣，不如一同前往。宽大袖袍之内，慕寒握紧了双手，他淡然一笑，如此也好，正好将那青云门圣子一同关入水牢。语罢，慕寒率先站起身，一众魔门中人也是齐齐站起身，缓步走出了祖师堂。慕寒脚步微微放缓，渐渐地走到了最后方。万江水牢是白龙洞最负盛名的一处牢狱，甚至可以说是东皇州最为无解的一处监牢。只因这万江水牢会不停地蚕食修士的灵气，哪怕是武夫进入此地，也会被不停地消耗精气神。最可怕的是，这万江水牢仿佛没有限制一般，任你有多高的境界，哪怕是反虚境的大能，亦是会被蚕食耗光体内灵气，然后活活等死。万江水牢吸收灵气的特性更像是一种规则，一位金丹境修士和一位反虚境修士同时被关入其内，二者体内的灵气会在同一时间耗光。境界低微的，往往灵气流散的速度会更慢，而境界高的，灵气流散的速度则会变快。魔门这一次布下天罗地网，欲要取云青山性命，围杀自然是下策。以云青山反虚境的实力，想在临死之前拉几个垫背的，简直不要太容易。所以魔门打起了这万江水牢的注意，他们原本的计策便是将云青山引到这白龙洞，然后将其一步步逼入这万江水牢。届时只要安静等着云青山一身灵气被这水牢生生吸光，境界日益下滑，一泻千里，青云门也就算是不攻自破了，群龙无首，不堪一击。所以这万江水牢的可怖之处，足以让人望而却步。约莫1炷香的时间，一行人来到了这万江水牢的入口处，只不过是一片平静的湖面，波光粼粼，在日光的照耀下显得静谧异常。湖岸两侧高低不一的杂草，其中偶尔还隐匿着各色的花卉，根本不像是什么水牢，却更像是一处幽静的居所。慕寒心中有些疑惑，却也不好张口发问，直到陈静与周康各自拿出一枚避水符，2枚避水符合二为一。下一刻，那平静的湖泊开始泛起了阵阵波澜，最后竟是直接从中奋波而开，湖水向两边倾倒，湖泊中间露出了一个倾斜向下的青石台阶。慕寒有些讶异，跟着其他人的脚步缓步走下台阶。沈玉儿则是不言不语的跟在慕寒身后，宽大的袍子内，双手之上布满了汗水。慕寒一边走一边默默数着脚下的台阶，一直走到最底层，共有999个台阶。到了最底层尽头，面前是一片仿佛薄膜一般的半透明水帘。慕寒轻轻用手触摸了一下，竟是可以直接穿透。陈静和周康等人率先走了进去，慕寒跟在了后面，身形穿过这等人高的水帘，仿佛穿过一层镜质一般。进入其中，内里大有乾坤，像是一个天然的巨大钟乳洞，内里有着淡淡的光晕，全是乳白色的钟乳石，地面之上有着刚刚没过脚踝的清水。再向前，慕寒便看见了让人胆寒的一幕。远处一处处天然分割而出的水池之内，正升腾着红色的雾气。于雾气之中，慕寒隐约看见了一些人影。这些人手脚都被铁锁束缚着，整个人困在这水池之内，神情萎靡。这些升腾而起的红色雾气，正是修士体内的灵气，被这水牢硬生生从血肉之中抽离而出。当灵气消耗一光，水牢便会蚕食修士的精气神，进而再蚕食精血，最后甚至连血肉骨髓都会融化在这小小的池水之中。慕寒不由得皱起了眉头，因为他看见了一些水池内漂浮着的森森白骨。这些人已经不知道死了多久了。几人脚步一顿，陈静轻声道：“到了。”慕寒眯眼望去，只见不远处的水池中有着2、3个熟悉的身影。慕寒瞳孔顿时一缩，那水池之中有着3个人，居中的一头长发，身材消瘦，脸型更是如刀削一般，虽沦为了阶下囚，可眼神却如鹰隼一般。青云门吴峰，青云门长老吴磊的亲传弟子，
吴峰向来不喜在青云门中静修，而是喜好下山游历。上次在慕寒与萧月的双胜大典之上，倒是露了一面，原本对慕寒观感极差，但又因后来发生的种种，使得吴峰对慕寒的态度发生了极大的转变。之后，吴峰便又下山游历，只不过带了2个境界不高的同门，皆是外门弟子。一位名叫陈穗，如今才筑基6层而已；另一位是叫李小刀，他与慕寒算得世上旧识了，曾经一同在后山当那杂役弟子。最开始，慕寒甚至还动用了超能力，让这位原名李小刀的小李穿上女装，以供满足5行法看美女的要求。只不过后来露馅了，还闹出了不少的笑话。或许是那句所谓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在慕寒成为圣子不久后，小李也莫名其妙的成了青云门的外门弟子。虽然境界不高，偶尔也会被奚落几句，但至少比在那后山当杂役弟子强上太多。李小刀也是壮起了胆子，在吴峰下山时，在山门那边扭扭捏捏的问了一句：“师兄，我能不能跟你一起下山游历？”还不等吴峰说话，李小刀就自顾自的摇头摆手道：“没事的，没事的，师兄不愿意也没关系的。”结果吴峰瞥了他一眼，只说了一个字：“走。”然后在山下又偶遇了下山祭祖归来的陈穗，一行3人就这么搭在了一起，一同游历山河。只不过不曾想，一直来到了那千仞剑山，却突逢宗门大难，一行3人被卷入其中。吴峰拼了半条命才护住了李小刀与陈穗2人，最终力竭晕倒。醒来时便已经在这万江水牢了。3人身上满是血污，显然都已经受了刑。只不过无论是吴峰还是其余2人，谁都没有透露出关于青云门哪怕半个字。李小刀和陈穗早已昏死了过去，只剩下吴峰缓缓抬起头，看着慕寒等人。还有什么挠痒痒的把戏？要上就赶紧上！吴峰但凡皱一下眉头，就算是狗娘养的。陈静笑呵呵道：“青云门的亲传弟子就是不一样，好气魄呀！只不过今日不是来给你上刑的，是有位故人带过来让你们相见的。”陈静拍了拍手掌，身后有人将那一滩烂泥一般的贾慕寒带了过来，一把摔在了地上。陈静笑道：“如何？我见你太孤单，便把你们的圣子也请来了，不用急着谢我，用不了多久，你还会在这看见你的师尊，甚至是掌教。怎么样，开不开心？”吴峰那狂傲不羁的表情，在看见慕寒的那一刹那，瞬间凝固。他直勾勾地盯着地上的那被废了双手双脚的慕寒，身体颤抖。半晌，吴峰深深地低下了头，只不过又在一瞬。周康眯了眯眼，冷笑一声：“那就要看看你说的这个秘密值不值这条人命了。”吴峰自嘲一笑：“我好歹也是青云门的亲传弟子，师尊更是门派长老，我说的这个秘密一定会很吸引人的。你姐扶尔过来，这件事我只能说与你一人听。”周康表情变换了几次，最终还是觉得吴峰如今已然落得这份田地，自然是掀不起什么大浪了。再说自己堂堂一个金丹境修士，何必要怕一个区区爆丹境3层的青云门弟子？是自己过于谨慎了，万一他真能说出什么惊人的消息，自己也是大功一件。想到这，周康便不再犹豫，缓步走到吴峰身前，做侧耳聆听状。慕寒心中忽然一紧，他身形一跃，大喝一声：“大胆！”慕寒突然发难，一掌将周康推开，右手扣住了吴峰的脑袋，厉喝一声：“其余人等速速退去，此子欲要自报弃海！”周康身形踉跄一下，原本还有些恼怒慕寒此举，但听闻慕寒的话，忽然神色一变，脚步轻点，瞬间离开吴峰身侧。吴峰愤怒地看着慕寒，只差分毫，他便可以与那周康换命，一命换一命。什么狗屁的青云门心秘，吴峰一个字都不会告诉这些魔门的败类。青云门的孽徒竟然还想逞凶！诸位，待我用拘魂之术将他神魂记忆都勘察一遍，看他还如何嘴硬。说着，慕寒放在吴峰头顶的手微微加重力道。周康神情有些阴郁，一时大意，险些着了道。吴峰死死地瞪着慕寒，想要自暴弃海，却完全做不到。慕寒的左手已经印在了吴峰的丹田处，而且受着水牢影响，吴峰现在连半点灵气都动用不了。慕寒背对着魔门众人，昏暗的光影下，慕寒神情淡漠地动了动嘴唇，好似说了几个字。吴峰一愣，不敢置信地看着面前的慕寒：“挺住，我会叫你们出去。”慕寒印在吴峰丹田处的左手微微用力，一股清纯的灵力悄然送到了吴峰的体内，暂时护住了吴峰的五脏六腑与各大窍穴。吴峰眼神复杂地看了慕寒，因为此刻的慕寒幻化而出的是那龙虎门掌律祖师赵姑的脸，以吴峰的境界修为，自然是万万看不透的。吴峰根本不清楚面前这人到底是谁，又到底为何要帮自己，他到底所图为何？慕寒似是看出了吴峰心底的疑惑，他面不改色地露出了腰间那块云青山赐给他的玉佩。吴峰的眼神瞬间一变，身为青云门长老吴磊的亲传弟子，这块玉佩他自然是不陌生的。吴峰猛地抬起头，却看见慕寒正在微微摇头。慕寒冷哼一声，在老夫的拘魂捕魄之下，竟然还想抵抗。说着，慕寒扣在吴峰头上的右手再次加重了一些力道。吴峰眯了眯眼，忽然神情一变，开始痛苦的哀嚎。慕寒悄然扬起嘴角：“吴峰很上道吗？”身后的几位魔门中人一个个沉默不言，一般人是承受不了魔门的拘魂捕魄手段的。炼气是最为浑身最脆弱的地方，便是那三魂七魄。魔门的拘魂术会在一定程度上损伤敌人的神魂，这也就使得一般被魔门拘魂术所探查过的人，往往会变成神志不全的痴儿。过了大约半炷香的时间，慕寒缓缓松开了手，吴峰也深深地低下了头，神情萎靡，双眼无神。慕寒脚尖轻点，身形后跃，返回到了魔门一众人身侧。陈静开口问道：“如何？赵长老可有所发现？”慕寒轻轻摇头，
此子喜好外出游历山河，很少会停留在宗门内，所以对宗门内的事情所知不多。可惜，陈静也有些遗憾地叹了口气，有种到手的鸭子飞走了的感觉。原本又可以是大功一件。陈静将视线移到了李小刀和陈穗的身上，试探性地问道：“这二人？”慕寒依旧摇头道：“没用的，白白浪费气力。这二人既然是青云门的外门弟子，那就注定知之甚少。与其在这与他们浪费时间，不如想想这青云门圣子该如何处置。”陈静点了点头，两个宗门内的外门弟子，注定是了解不到什么重要的信息，不查也罢。周康在一边说道：“就将这青云门圣子留在这万江水牢吧，待明日天魔宗上人来到此处，再由他处置好了。”慕寒沉吟片刻，微微点了点头。众人将贾慕寒五花大绑留在了水牢之内，慕寒也跟着一起走出了水牢。只不过临走之前，回头望了一眼吴峰，吴峰好似感受到了慕寒的目光，微微抬头与慕寒对视一眼，轻轻点了点头。慕寒负手而去，心中却又开始盘算起了计策。想要救人，硬闯肯定是行不通了。而且刚刚进这水牢之时，陈静与周康分别祭出了一枚避水符，看样子要两符合一才能打开这水牢大门。当务之急便是取得这两枚钥匙。一行人出了水牢，各自回到了居所。陈静却悄然走了过来，小声道：“赵长老，先前你嘱咐我的事安排的差不多了。现如今龙虎门早已是我们魔门的地盘了，区区一个圣女，不会有太多人在意的。更何况这次你立下大功，上面肯定有重赏。这位圣女就算是老弟我的一点天头，等到赵长老以后飞黄腾达了，莫要忘了陈老弟啊。”慕寒一头雾水，原来这位龙虎门掌律祖师赵姑所修习的魔门功法，乃是那极乐双修之法，简单来说便是采阴补养。而恰巧那位龙虎门新任圣女，便是一个百年难遇的上佳鼎炉。莫说是他这种修炼双修功法的魔道中人，哪怕是个凡夫俗子，与之结合，都可延年益寿，裨益极多。所以这赵姑对那圣女眼馋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只不过先前碍于身份不好下手罢了。只不过如今物是人非，整个龙虎门都已经被魔门悄然占据，那区区一个圣女，自然也就是他赵姑的囊中之物了。先前临走之前便叮嘱了陈静，找机会便将那圣女软禁起来。不成想这陈静倒是真当个是办了，如今那圣女早就已经被封住了穴道，送入赵姑的床榻之上。慕寒哑然，却又不好推脱，生怕自己露出马脚，只好轻声笑道：“陈老弟果然靠谱，放心吧，这次事了，我定会找机会帮你在上面美言几句。”说着，慕寒还笑着拍了拍陈静的肩膀：“还有件事，或许需要陈老弟帮个忙，当然了，若是陈老弟为难，那就当我没说。”陈静拍了拍胸脯：“这是什么话？赵老哥有话直说，老弟我只要能帮得上忙，绝对没有二话。”慕寒哈哈大笑：“好，就冲陈老弟这句话，以后有任何问题，老哥我绝对义不容辞。”陈静也爽朗一笑：“哪里，可不敢叨扰赵老哥。”慕寒脸一板：“这般客气，是没把老哥当自己人不成？”陈静嘿嘿一笑：“成，以后若是真有什么难处，定当与赵老哥张口便是。”慕寒重重一拍陈静的肩膀：“好，如此便说定了。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只不过是想借那枚避水符一用，不知陈老弟能否帮个忙。”陈静的脸色悄然一变。听过慕寒话，圣女沉默片刻。她不是迂腐之人，此时此刻宗门已然沦陷，生死关头自然再顾不得往日里的种种规矩。只犹豫了片刻，圣女便将万江水牢真正的隐秘告诉了慕寒。原来万江水牢其实共有3层，先前慕寒去的只不过是第1层罢了，而白龙洞洞主郑焕等人则是被关在了第2层。至于那第3层，相传还未有人去过。慕寒将圣女所说的路线一一记在心里，从第1层去往第2层的路，半点差池都不能有，否则很有可能会迷失其中。这里好似涉及到了一些奇门遁甲，只不过慕寒不太懂，他也只是曾经听二哥沐风偶然谈起过，说那中土神州有一宗门名为奇门，其修习的法门便是那奇门遁甲之术，夺天地之造化，上天入地，无所不能。当然了，那时的慕寒只觉得二哥在瞎显摆，臭屁什么呀？看了几本破书，瞧给你厉害的，说的跟真的似的，好像你真去过一样。慕寒叹了口气，早知道从前就多听一听二哥那些云里雾里的话了，保不齐什么时候就能用上。慕寒好似忽然想起什么，随口问道：“还不知道你叫什么？”“沈灵儿。”白龙洞圣女想了想，轻轻掀开了自己的面纱。慕寒却愣在了原地，这沈灵儿竟是与沈月儿有5、6分相似，尤其是那眉眼，简直像是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沈灵儿俏脸微红，哪有这么直勾勾盯着自己看的？过了片刻，慕寒才回过神来，他嘴里嘀咕着：“不会有这妖巧的事吧？”沈灵儿有些疑惑地歪头看向慕寒，小声道：“巧？什么巧？”慕寒瞄了一眼沈灵儿，揉了揉下巴：“是不是还有个妹妹，或者姐姐什么的？”沈灵儿一愣，没想到慕寒会问这种问题。半晌，沈灵儿叹了口气：“是有一个妹妹，只不过我离家时她才刚刚满月，当年我重病，父母带着我寻遍名医，到头来还是没用。是我师尊偶然经过出手救了我。师尊说我祖上曾经有人种下孽因，到了我这才得了这恶果，而且随着年岁越大，便会越来越严重，唯一的法子就只能是上山清修，而且1甲子之内都不能返乡。”慕寒有些不敢置信地说道：“那个妹妹不会是叫做沈月儿吧？”这下轮到沈灵儿震惊了：“你怎么知道？”慕寒苦笑着摇头：“这可真是世事难预料。你妹妹沈月儿现在就在白龙洞。”还不等沈灵儿张口说话，慕寒便又想起一事，他皱了皱眉，面色一变。看来沈家遭遇的不幸，沈灵儿现在还不知道。慕寒心底有些犹豫，要不要把沈家的事情告诉沈灵儿？想了想，
还是算了，这件事就由沈月儿自己去说吧。沈灵儿有些惊喜地问道：“她怎么会在这？你认识我妹妹？”慕寒欲言又止，笑意也并没有在沈灵儿的脸上存留太久。他忽然想到，如今的白龙洞早已不是曾经那个白龙洞了。沈月儿如今待在这，每时每刻都会有危险。而就在这时，房门忽然被推开，慕寒瞬间将赵姑的脸幻化而出，随后一把将沈灵儿搂在了怀里。沈灵儿一声惊呼，身形一歪，便倒在了慕寒的怀里。慕寒小声道：“先别动，我不能在这暴露。”慕寒此举可是把五行法给乐坏了。你的五行法，感受着这杨柳细腰的绝妙触感，此刻鼻孔喷血，飘飘欲仙，修炼速度不由得加快500倍。慕寒却没时间去管五行法如何，以赵姑的性子，自然不会在房间里与沈灵儿促膝长谈，若是被外人撞见，定要引起怀疑。只不过当慕寒看清楚来人之后，则是有些汗颜。来人正是这沈灵儿的妹妹沈月儿，只不过此时是那龙虎门圣子灵雀的模样。公子，我不知道你。沈月儿撞见了这一幕，也很是尴尬。沈灵儿衣衫不整地躺在慕寒的怀中，慕寒双手环着她纤细的腰肢，孤男寡女共处一室，任谁也看见这般情景，也会心生误会。沈月儿自然也不例外。只不过他心里却忽然泛起了一股酸意，自己与慕寒共处一室的10日的时间可不算短，可也没见慕寒对自己动手动脚，始终是老实本分，甚至自己都主动褪下了衣衫，慕寒都不曾多看自己一眼。难道是自己生得不够漂亮？女人的心思真是让人难以捉摸，身处如此险地，却能这般神游万里，也算是不简单了。沈月儿的思绪飘忽万里，又急转直下，回到了此处。她扭过头不去看那二人，说道：“先前那个叫周康的人找到了我，说是让我把这个东西交给你，我没敢说话，就只是点了点头。”慕寒表情一变，他放眼望去，沈月儿手里攥着的不就是那另一枚避水符吗？慕寒皱了皱眉，有些不解地开口问道：“周康，他亲手把这枚避水符给你的？”沈月儿自然不知道手里这东西就是避水符，他只是摇头：“我不知道这是什么，那个人只说让我交给你。”慕寒想了想，没有说话，悄悄运转他化万物，将沈月儿的原本面目显现出来，随后拿起他手中的那枚避水符就向外面走去。慕寒忽然又停住了脚步，回过头望向两个女子，洒然一笑，说道：“你们应该会有很多的话要说，我也有很多事要去做。若是有机会能逃就逃，不久之后会有青云门的人来此。你们二人若是能等到青云门的人来，就对他们说你们认识慕寒，他们会保护你们的安全，然后告诉他们我去了水牢救人，若是7日之内还没有出来，那就让青云门的人不必进入水牢寻我了。”说完，慕寒又将自己幻化成了赵姑的模样，背起古剑踏步离去。沈月儿望着慕寒的背影，想要说些什么，却被沈灵儿拦下了。留不下他的。沈灵儿轻轻说了一句，随后赶忙望向恢复了原本面目的沈月儿，轻轻握住了他的手，东看看西看看，眼中尽是笑意。沈灵儿又从脖项处轻轻取下一个项链，项链之上挂着的是一个小巧玲珑的玉佩，只不过是半个。沈月儿在看见这玉佩的瞬间，直接呆滞当场。你是？沈灵儿眼圈有些泛红，她将住沈月儿的手，将玉佩放在了她手里。二人皆是泪眼相对。此时此刻，无声胜有声，而慕寒也孤身一人来到了万江水牢。慕寒站在水牢之前，拿出了2枚避水符，将自身灵力灌注其中，湖水瞬间再度奋波开来。慕寒沿着台阶缓缓而下，依旧是999个台阶。慕寒再一次来到了水牢入口，没有丝毫犹豫，快步走入。待慕寒走入其中之后，水牢上方的湖泊也开始缓缓闭合。慕寒快步向里走去，果然不消片刻，便看见了吴峰等人的身影。这水牢已经将吴峰等人体内的灵力全部吞噬殆尽，3人已经明显的消瘦了几分，若是慕寒再晚来几天，3人恐怕就有性命之危。慕寒脚步轻点，身形前冲之际，右脚轻轻向后弯曲，用脚跟磕碰一下背后剑鞘，鞘中长剑瞬间出鞘，抛向头顶。慕寒脚下用力，身形一跃而起，身体凝转，目光直视，右手抬起，恰好握住了下落至头顶的古剑，随后一剑斩出。慕寒站稳身躯，背对着吴峰等人立于原地，将手中古剑归入背后剑鞘。古剑入鞘的铿锵之声与铁锁崩断的声音同时响起，困住3人手脚的铁锁同时炸裂崩断，3人身形皆是一个踉跄。慕寒转身快步走上前，扶住了吴峰3人。怎么样，还撑得住吧？吴峰神情有些萎靡，但仍是点了点头。一旁的李小刀与陈穗2人的状态也极为不佳，但此时都疑惑地看着慕寒，不清楚他为何会来此救人。慕寒运转他化万物，将自己的脸显化而出。李小刀与陈穗同时惊呼一声：“圣子殿下！”慕哥。那句圣子殿下是陈穗喊得，李小刀则是像之前一样，还是喊慕寒一句慕哥。2人都极为震惊。慕寒第一次幻化成赵姑模样进入这里时，2人都陷入了昏迷，所以并不知情，只有吴峰一人通过那枚玉佩猜出了慕寒的真实身份。2人方才醒来之时，便看见不远处同样被捆住手脚的贾慕寒，心中震惊之余也多了几分绝望。连自家宗门圣子竟然都遭了毒手，看来这一次真的是青云门的大劫了。只不过不曾想反转来的如此之快，慕寒这就立马现身，将他们救了出来。你的搬山术感应到了2人的剧烈震惊与发自内心的激动，不由得翘起了2郎腿，极为得意。当前熟练度上圆满3%。慕寒顾不得搬山术的嘚瑟，他连忙将3人带出这边诡异的池水，
然后蹲下身，将自身灵力输送至三人体内。吴峰嘴唇干裂，他有气无力地望向慕寒道：“圣子殿下，别浪费，别说话。”吴峰的话还没说完，便被慕寒打断了。慕寒知道吴峰要说什么，此地没有半点灵气，多消耗1分便少1分。吴峰是想要慕寒保留实力，不要在他们身上再多浪费气力。可是他们目前的状况，若是再不用灵力护住五脏六腑与各大窍穴，内伤是肯定的了。再严重一些，身体都会留下不可逆转的伤害，哪怕是侥幸从这水牢之中逃了出去，也会留下极为严重的伤势，从而影响日后的修炼。慕寒为三人输送了一定的灵气，直到三人的脸色有些微微好转，这才缓缓停手。吴峰咳嗽了几下，看向慕寒的眼神极为复杂。殿下，你不该来的。慕寒洒然一笑，我若是不来，可就对不起你这句殿下了。吴峰摇了摇头，殿下，现在不是意气用事的时候，莫说是一个吴峰，就算是10个吴峰，都不值得你来此涉险。你贵为圣子，万一有什么三长两短，萧月师姐那边。慕寒一本正经地拍了拍吴峰的肩膀，我不是因为你是吴峰，所以才来救你，是因为你是青云门的弟子，所以我才会来。吴峰微微动容。慕寒缓缓站起身，对三人说道：“好了，现在还不是可以松懈的时候。据我所知，明日便会有天魔宗的人来此，咱们要赶在他们之前离开这是非之地，最好能与宗门的人会合。”李小刀神情激动：“慕哥，宗门的人来救我们了。”慕寒点了点头：“我先前已经传讯宗门，那边也已经收到消息，相信很快就会有人来支援了。”陈穗沉吟片刻，还是小心翼翼地问道：“圣子殿下，我们现在要怎么做？”慕寒与吴峰对视一眼，二人同时点了点头。吴峰伸手揉了揉胸口，说道：“现在出去只会是死路一条。若是真由圣子殿下一人离去，或许还有几分生还的希望。可若是我们4人一同出去，定然会暴露无遗。所以现在只能……”慕寒接着说道：“所以现在只能继续往下走，水牢内还有第2层。”吴峰沉吟片刻：“我们先前一路游历到千仞剑山，可惜宗门被破，无数弟子被魔门中人残忍杀害。其实当初若不是崔破山主出手救了我们3人怕是也会死在那场大战中。而且崔山主此刻也被关在这水牢之内。”慕寒点点头：“这些我先前都了解过。这万江水牢共分3层，咱们目前所处的地方只不过是第1层，而崔山主等人所处的水牢正是第2层。”吴峰深吸一口：“既然如此，我等便将这条命交与圣子殿下，接下来如何做，任凭殿下吩咐。”吴峰挣扎着起身，单膝跪地，双手抱拳行礼。李小刀与陈穗2人亦是如此。慕寒急忙将3人扶了起来，随后眼神望向远方的黑暗处，渐渐变得坚定起来。“既然如此，那便随我走上一遭。”慕寒青山背剑，踏步前行，走在了最前方。陈穗与李小刀互相搀扶着走在了中间，而吴峰则是自己一个人走在最后方，负责断后。一行4人身形渐渐隐于黑暗之中，却不知在4人身后早已经有一双眼睛默默地注视着他们。悄无声息，距离白龙洞千里之外，一艘巨大的仙家渡船腾云御风而行。在这艘渡船的左右，还有着数十个御剑而行的青云门长老。大战即将一触即发。在那艘巨大的仙家渡船之上，有2道身影率先御剑而起，快若游龙的直奔白龙洞而去。其中一人正是长老李陵，另一人有些出乎意料，是长老慕云迪。青云门将近半数的人全部倾巢而出，只因云青山的一句话：“就凭我徒弟在那，这个理由够不够？”无人敢说个不字，就连太上师叔祖都沉默了下来。虽说仍旧是不支持云青山如此大规模的行动，却也没有再阻拦。李陵犹豫片刻，最终还是说道：“穆长老，你不该来的。”慕云迪洒然一笑：“怎么，担心我拖你后腿？”李陵难得正经一次，一脸认真的说道：“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你这次来就没打算活着回去。”慕云迪抚了抚胡须，望向远处，眼中闪过一丝落寞。我慕云迪这辈子活得不差了，16岁高中状元，20岁弃笔从戎，30岁之前了却俗世，上山修道，到如今修出一个元婴境后期。慕云迪望向远处，喃喃道：“说低不低，说高也高不到哪里去。身为青云门长老，却一事无成，甚至让弟子坠入魔道；身为师尊，却只能亲手了却弟子性命。”慕云迪忽然哈哈大笑，可笑声中尽是落寞。罢了罢了，生亦何欢，死亦何苦。李陵抿了抿嘴唇，虽然平日里与这慕云迪颇为不对付，可双方都心知肚明，二人对宗门绝对无二心。慕云迪这一次更是主动请命来打那头阵。李陵看得出来，慕云迪是心存死志了。他叹了口气，想说些什么，却不知从何说起，最后只能抛给慕云迪一壶酒：“能不死就别死。”慕云迪伸手接过那壶酒，洒然一笑：“平日里从不饮酒，今日倒是破个例，酒未饮完，怎舍得死？”二人身形化为长虹，破空而去。谁言青云无豪气，敢叫天地沉入海？其实，在慕云迪与李陵2位长老之前，便已经有人率先来到白龙洞，一身地袍，头戴地冠，大袖飘摇，神情漠然。青云门，云青山。只不过在云青山身前，还站着一位身形隐于黑雾当中的神秘人。云青山眯了眯眼，为何拦路？那浑身笼罩着黑雾的神秘人，嗓音沙哑阴冷：“为取阁下性命。”云青山地袍无风自动，气机鼓荡，方圆百里之内再不见云朵，皆吹散。那便试试。云青山神情不变，轻声说道。只不过让云青山有些想不通的是，为何来此的人不是邀月，而是面前这个神秘人？不过也并无不同，今日谁敢拦我，谁便死。
云青山缓缓将头上地冠摘下，收入了直齿物中，瞬间长发倾泻而下，一头墨发长及腰间。云青山又从直齿物中取出一柄长剑，剑身清脆，绿意盎然，剑名芳华。殊不知青云门当代掌教不是剑修，胜似剑修。云青山的剑术之高，鲜有人知，因为领教过云青山剑术的人都无法再开口与他人言，皆死尽。当云青山握住这柄芳华之后，刹那间剑气横生，那全身笼罩着黑雾的神秘人悄然皱了皱眉。这云青山的剑术造诣让他有些意外，即便是在中土神州，这云青山也算不得无名之辈了。不错，很不错，那便死在我手里吧。神秘人双手合十，口诵经文，犹如老僧拜佛，可是却并无那佛光普照，相反，自他身后竟是缓缓生出万丈黑雾。在这黑雾之中，不停的有一张张恐怖骇人的鬼脸显现，携带着令人毛骨悚然的尖叫，黑雾向云青山滚滚而来，天地间仿佛都只剩下了黑色，唯有那一抹青色剑光摇曳其中，如黑夜中的一点烛火。慕寒等人此时还不知道外面的变故，仍旧在水牢之中奔波。第一层到第二层的路，四人走得极为小心，涉及到那诡异的奇门遁甲，谁也不敢掉以轻心。不过所幸那圣女沈灵儿所言非虚，一路上按照她说的路走，并未发生半点意外。临近第二层，却看见了两道石门。沈灵儿先前也提到过，这两道门，一道生门，一道死门。不过颇为奇怪的是，想生便要走死门，生门不往生，死门不通死。慕寒走上前，仔细端详这两道石门，其上根本没有丝毫禁制，真的就是很普通的石门，稍稍用力便可推开。慕寒深吸一口气，不再犹豫，推开了这石门。瞬间一股热浪袭来，好似其中是那火海一般。慕寒运转灵力，护住了身后三人，随后率先踏步前行。刚走入其中，慕寒便愣在了原地。这哪里是什么水牢，分明就是一片水下沙漠。放眼望去，一片漆黑，脚下的土地变得柔软。慕寒蹲下身，随手捧起一把沙粒，竟是黑色的。慕寒皱了皱眉，这地方实在太过古怪，地下水牢之中竟会有一片黑色沙漠，而且此地温度极高。慕寒一进来就感觉到了不对劲，体内的灵力犹如被蒸发掉了一般，消散的极快。快，此地不宜久留，赶紧找到各位前辈，然后速速离开此地。这里灵力的消散速度比之第一层简直快了1倍。只不过慕寒也发现了另一个让他更为震惊的秘密，因为他发现在这里运转五行法竟然可以汲取到灵力。按理来说这是绝不可能的，莫说慕寒一个爆丹7层的修士，就算是元婴7层，也别想着能在这里汲取到天地灵气。那么就一定是五行法的缘故了。慕寒没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直觉告诉他，这是或许能够救他命的一张底牌。慕寒等人不敢多做停留，急忙四散开来，寻找被困此地的几位其他宗门前辈。慕寒率先找到了一人，是玄机门掌教纳兰云烟。他独自一人端坐在这黑沙漠之中，双眼紧闭，胸口处、眉心处、后背处各自有数枚银针封住了窍穴，而且这银针绝非凡品，这封穴之法也很不寻常。至少慕寒不敢擅自拔出这些银针，因为一旦出了差错，便是生死攸关的大事。五行法有没有什么好法子？这银针封穴的手法我不敢乱解。慕寒面色凝重，自己的确是毫无头绪，没办法，只能求助于五行法。只不过也不知道到底是五行法懂得太多了，还是根本对这银针封穴的手法7窍通了6窍，一窍不通。总之就是说了一大堆。慕寒是听得云里雾里，好像听明白了，却又好像根本没明白。什么奇经八脉，什么死门照穴，词很多，意思不大。最后还是八荒拳下了一个盖棺定论。八荒拳他懂个屁，这银针封穴的手法最早脱胎于农家修士的分针定穴，常用于五夫之身，可封住五夫体内的关键窍穴，使其纯粹真气无法正常运转。慕寒这下算是听明白了，也知道终于有个明白人，哦不，明白功法了。他急忙问道，那该如何取出这些银针？八荒拳先以灵力灌注其上，再将心神沉浸其中，针随心走，切记不可用灵力催动银针，否则这银针将瞬间炸碎，一旦在体内碎裂，便是大罗神仙也就不得了。另外不可用肉体触碰这银针，这银针刺入窍穴之后，只要再触碰，便会瞬间化为液体流散入体内，所以只能用心念神识控制，此举极耗心神，当量力而为。慕寒愕然，这八荒拳不愧是最靠谱的功法，博学多才，样样精通，什么都懂，而且没有那些怪癖，简直是居家旅行必备功法呀。慕寒深吸一口气，同样端坐在原地，与纳兰云烟相对而坐，全神贯注。先是将灵力灌注到纳兰云烟体内的银针之上，心神缓缓沉浸其中，将其慢慢拔出。过程极为艰难，耗费了半炷香的时间，也只不过才拔出一根银针，而这就已经让慕寒满头大汗。所幸渐渐的让慕寒找到了些窍门，虽说进度依旧不快，但至少心中有了些底，知道自己该如何做。等到吴峰等人带着另外几位前辈来到此处时，慕寒才费力的将那蓝云烟体内的银针全部拔出，足足耗时2个时辰。不过让慕寒心凉半截的是，其他几位前辈同样也是陷入昏迷，体内都有着这种风穴银针，只靠慕寒一个人肯定是来不及救下这么多人，只好将取针的法子告诉吴峰，二人一同救人。李小刀与陈穗二人的境界太低，哪怕知道了该怎么做，也是绝对做不到的。慕寒运转五行法，从脚下这片黑色的沙漠中汲取灵力，然后再传输给吴峰。
吴峰得知慕寒竟然能在此地汲取灵力，也是极为震惊，只不过却没说什么。慕寒身为圣子，带给他的震惊已经够多了，他多少有点见怪不怪了。慕寒与吴峰二人用了5个时辰，这才将几位前辈体内的银针全部取出。期间若是没有慕寒一直汲取灵气，再将其输送给他人，这5个时辰便足够几人在这水牢第2层内烟消云散了。最先苏醒的是玄机门掌教纳兰云烟，他有些不敢置信地看着面前的这几位年轻后生：“你们是怎么进来的？”慕寒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前辈，这里可不是说话的地方，赶紧逃出这水牢才是当务之急。”自纳兰云烟苏醒之后，其余的几位宗门实权人物也纷纷苏醒。龙虎门掌教宋晨看着就像是个寻常的庄稼汉，穿着也极为朴素，皮肤黝黑，双手比常人大了许多。他看了慕寒与吴峰等人一眼，问道：“你们是青云门的人？莫非连青云门都中招了不成？”还不等慕寒几人回答，便又有人说道：“应该不会，我白龙洞的万江水牢可不是什么人都进得来的，更别提这第2层了。若是无人带路，或是告知其法门，这几位小兄弟是断然进不来的。”说话的是白龙洞掌教郑焕，身穿一身白衣，是个长相儒雅的中年人。慕寒拱了拱手道：“前辈，在下青云门慕寒，之所以能进入这水牢2层，多亏贵宗圣女告知路线，还请前辈莫要怪罪。”青云门慕寒，你便是那当代圣子？狂风拳场宗主魏龙诧异地说道。慕寒行了一礼，正是在下。魏龙笑声爽朗，用力拍了拍慕寒的肩膀，果真是英雄出少年。我等体内那银针也是圣子亲手取出的。慕寒点了点头，是我与吴峰一同帮各位前辈取出的。吴峰拱了拱手，青云门吴峰拜见各位前辈。不动山的太上长老殷鹤咦了一声，你便是吴峰，请青云门吴磊的亲传弟子。吴峰有些惊讶，前辈认得我师尊？殷鹤抚了抚胡须，笑道：那是当然，我与你师尊是至交好友，当年还曾一起下山游历。千仞剑山的山主崔破是位元阴境巅峰剑修，一身黑衣，腰间悬挂2柄名剑。崔破看了一眼吴峰，轻轻点头，此子心性不凡，先前曾路过千仞剑山，只不过当时我剑山内已经是人人自危，可这位小兄弟非但没有一走了之，反而是选择留下，怪只怪崔某剑术不精，连累了小兄弟。吴峰急忙摇头道：崔山主此言差矣，当日若不是您出剑相救，在下恐怕早已死在了剑山之上。乾坤宗长律祖师冯岳此时却说道：各位不如出去再续，此地实在不宜久留，你我体内的灵力已经消耗大半，再待下去会有不小的麻烦。慕寒点了点头，冯前辈所言极是，咱们还是赶紧出去要紧。想来我青云门的人应该也快到了，咱们先出去与他们会合，再与魔门好好算上一账。可就在众人准备动身之时，一个阴冷的嗓音却忽然响起：算账？就凭你们也配？众人循着声音望去，面色齐齐一变。远处一位全身隐于黑雾之中的神秘人正踏步而行，而且在他身侧还有一位国色天香的妩媚女子，正是天魔宗宗主妖月。在其身后，陈静、周康等人纷纷现出身形。慕寒面色巨变，且不说那给人感觉极为不舒服的黑衣人，只说那妖月，以他的境界实力，在场的几恐怕皆不是他的对手。慕寒不由得握住了腰间那云青山亲手交给他的玉佩。云青山曾言，若是真到了生死关头，便捏碎这玉佩。白龙洞上空，云青山衣衫破碎，手持芳华，立于高空。面前那神秘人周身笼罩着的黑雾，好似稀薄了几分，而且体内正有着青色的剑气来回肆虐。这是剑气残余。云青山虽说不是剑修，没有那本命飞剑，但是其剑术却不俗。云青山右手一旋，轻轻抖了个剑花：你来自中土神州。云青山并不是在询问，而是已经确定此事。这神秘人的功法让他忽然想起来中土神州一个赫赫有名的宗门听雪楼。云青山眯了眯眼：你是听雪楼的人？那神秘人歪了歪头：小小的东皇州竟也有人知晓听雪楼。云青山心底一沉，果真是听雪楼。这个宗门能够在中土神州立足，便已经是一个奇迹。因为这听雪楼的楼主是当今世上魔道第一人，整个听雪楼上上下下尽是魔修。可就是这样一个魔道宗门，却堂而皇之的在八荒大陆最广袤实力最为雄厚的中土神州站稳了脚跟。而且听雪楼的那位魔道巨禽，竟然还是中土10人之一。中土10人，整个中土神州10个境界最高、实力最强、最能打的10个人。当然了，都是一些负责山水底报的宗门排序而出的，不可全信，却不能不信。这10人的前后排序，每隔一甲子会有一次重新排列，但听雪楼的那位，自从上榜之后，便从未掉过前5之位，可见其恐怖实力。云青山有些想不通，实力通天的听雪楼为何会来东皇州这种小地方，来针对区一个青云门？云青山深呼一口气，阁下当真要与我青云门为敌？这位听雪楼修士好似听到了什么有趣的玩笑，青云门也配与我听雪楼为敌？云青山倒持芳华，轻轻点了点头，明白了。刹那间，一抹青色，风驰电掣，于云海间炸出一道青雷。云青山手持芳华，剑气游走，眨眼间便已至听雪楼修士身前。听雪楼又能如何？我云青山若是连自己弟子都护不住，还有何脸面当这掌教？有何脸面再去祖师堂给历代掌教敬上那3炷香？这一刻，云青山再无丝毫留手，人随剑走，剑随心动，人挡杀人，魔挡诛魔。妖月站在不远处，眼神复杂的看了慕寒一眼。
其实他对慕寒是极为欣赏的，认为凭他的心性更应该来魔门修道。假以时日，必成大器，何必在那沽名钓誉的名门正派之中，处处受着枷锁？只不过如今却是可惜了。邀月身边那位黑衣修士瞥了远处的慕寒一眼，问道：“就是此子身负五行法？”邀月神情漠然的点了点头：“别忘了你的承诺，莫欺。”原名莫欺的听雪楼修士呵呵一笑：“此次是了，你便与我走一趟中土神州。至于楼主会不会答应？”莫欺不再言语，而是将视线投到了远处的慕寒身上，嗓音沙哑的说道：“交出五行法，我留你一具全尸。”慕寒心中一惊，这些人竟然是为了五行法而来。你的五行法被美女看中了，激动万分，鼻血流了一地，要求你一定要拿下邀月。慕寒，你个 LSP 命都不保了，还他妈想这垃圾事儿呢？人不人鬼不鬼，口气倒是不小。想动木小兄弟，先过我这关。龙虎门掌教宋晨缓缓将袖口卷起，踏步上前，站在了慕寒身前。早听闻龙虎门的龙拳虎爪威力惊人，今日有幸与宋掌教并肩作战，我卫龙荣幸至极。身材壮硕的卫龙也踏步来到了慕寒身前，与宋晨并肩而立。两位武夫，宋晨5进巅峰，卫龙6进初期。宋晨会心一笑：“你狂风全场的排云掌和封神腿，我亦心神往之。”两位武夫几乎同时提起一口武夫真气，各自站定，权意迸发。一身黑衣的崔破双手各自按住腰间2把名剑，剑修与剑皆不可退。崔破元婴境巅峰剑修，一身剑气流转，剑心清澈。乾坤宗长律祖师冯月佩剑名为赵月，剑身纤细，剑柄处挂有一串白色剑穗。冯月站在了崔破身侧，一言未发，佩剑颤鸣。剑修只以手中剑言心中语。玄机门掌教那蓝云烟也站到了慕寒身前，衣袖飘摇，宛若仙女。不动山太上长老殷鹤也缓缓走上前，虽然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化神境强者，但却并不擅长功法之道，此生专注铸剑。白龙洞掌教郑焕走到了慕寒身侧，将一物悄悄地给了慕寒，并以心声说道：“慕小兄弟，今日我等注定是走不出这水牢了，此物我便交给你了。这是我白龙洞历代祖师代代相传的玉佩，用它可以打开这水牢的第3层。只不过我白龙洞有祖训，后世弟子若不修出一个化神境，则永远不可进入水牢第3层。所以其实那第3层水牢之中到底有什么，连我这个掌教都不得而知。只不过今日大劫将至，我便也不能再守着这条祖训。你们几个后生晚辈便去那第3层赌上一赌，这里我们且先将他们拦下。只不过注定是拦不了多久，你们速速前往，不可再耽搁时间。”慕寒咬了咬牙：“前辈，不如我们。”郑焕拍了拍慕寒的肩膀，打断了他的话：“宗门被破，弟子惨死，我等身为掌教，岂可苟活？临死之前，若是能够再救下几人，也算是了却残生，不留遗憾了。走吧，你们今后的路还长，莫必要陪着我们几个老不死的死在这里。”最前方的宋晨哈哈大笑：“郑掌教说的在理，你们几个年轻后生的路还很长，速速离去，莫要回头。”宋晨想了想，而后从怀中取出一本拳谱，随后丢向了慕寒：“小兄弟若是不嫌弃，就拿着，莫要让这拳法与我一同长眠此地。”卫龙也从手上取下一个扳指，丢给了慕寒：“扳指之上有我狂风全场的2门绝学，莫要让其蒙尘。”崔破丢给了吴峰1本剑术正经，是他自己编撰而成的。殷鹤将一门铸剑法门传给了陈穗，纳兰云烟将一门可以静心凝神的冰清诀传给了李小刀。至于冯月，并无传承，死则死矣，一身剑术归还天地。慕寒咬紧牙关，他早已经将云青山给他的那块玉佩捏碎，可不知为何云青山并未出现此地。快走，莫要回头！几位掌教齐声一喝，慕寒瞬间红了眼眶，只能眼睁睁看着众位前辈欣然赴死。吴峰一把拉住慕寒的胳膊：“殿下，走，莫要辜负众位前辈的遗愿。”慕寒咬了咬牙，只得转过身去，不再看那些赴死的背影。4人向远处狂掠而去。莫七冷哼一声：“浮游撼大树，可笑不自量。”宋晨与卫龙身形化红而至，2人齐齐递出一拳。邀月身形一动，欲要去追，却被殷鹤以及纳兰云烟和郑焕3人联手拦住去路。冯月和崔破2位剑修联手布下一道剑气屏障，邀月与莫七被7人联手困住，追击不得。陈静和周康2人倒是悄然撤出战场，向着慕寒等人远去的方向追击而去。通往水牢第3层的道路在第2层的尽头处。慕寒一行4人刚刚来到此处，便被陈静与周康2人堵住了去路。死到临头还想逃？陈静面色阴郁，他万万没想到自己被摆了一道，赵姑竟然是这慕寒假扮的，自己还傻乎乎的交出去一枚避水符。若不是宗主邀月亲至，他到现在都还被蒙在鼓里。慕寒一把握住背后古剑，陈老弟这就急着取老哥性命了，不厚道啊！陈静气得牙根直痒痒，死到临头竟然还敢出言调侃，当真是不知死活。陈静身形一动，瞬间向着慕寒袭来。慕寒将身侧的吴峰推开，自己一人对上陈静，必须速战速决。慕寒大喝一声，手腕飞旋，连出9剑，9条剑气苍龙扑面而至。陈静眉头一皱，没想到这慕寒只是爆丹7层的境界，竟然能使出如此凌厉的剑招，身形不由得一顿。可就是这一顿，让慕寒抓住了机会。慕寒瞬间近身，在陈静刚刚击散那9条剑气苍龙之时，慕寒已至他身前。登天！慕寒一拳挥出，直接打在了陈静的额头之上。
陈静被这一拳打得身体后仰，还不等他稳住身形，慕寒的第二拳便已至身前。2拳、3拳、4拳，慕寒如发了疯一般出拳不停。慕寒5负2进之时，便能以登天13拳全杀赵姑。如今境界更上一层楼，只打出10拳，陈静边已经被他打得面目全非，浑身浴血。慕寒微微收拳，身体拧转，一脚踹出，直接将陈静踢向地面，激起大片沙尘。慕寒拔出古剑，遥遥祭出一剑，乾坤化龙剑，一条更为粗壮的剑气苍龙，咆哮着向陈静袭掠而去。一旁的周康见状，本想上前阻拦，却被吴峰拦住去路。不知为何，周康竟开始缓缓退去，几个呼吸只见便不见了踪影。而另一边的陈静已经被慕寒这一剑削去向上头颅。你的乾坤化龙剑满足了嗜血爱好，增加了熟练度，当前熟练度入门级 90%， 剑杀一位金丹境2层修士，竟然长了如此之多的熟练度。慕寒有些惊讶，他斜瞥了一眼右臂上的那只老旧臂铠，之所以能够10拳便将陈静打得再无还手之力，这只臂铠出力极多。这臂铠的能力原来是可以增幅佩戴者的力量，而且增幅极为夸张，假使往常慕寒一拳都能打碎一块100斤巨石，那么带上这副臂铠，慕寒一拳便能击碎1000斤巨石。这种夸张的增幅竟然达到了近10倍，而且这副臂铠还没有完全炼化，模样依旧是锈迹斑斑。若是完全炼化之后，慕寒有些不敢想。不愧是人间第一副铠甲。慕寒将郑焕给他的那块玉佩拿了出来，将灵力灌入其中，以灵力催动，才能够打开前往第3层的路。果不其然，将灵力灌入其中之后，这枚玉佩登时脱手而出，悬浮在半空中之中，闪耀着微光。一道无形的大门突兀地出现在了慕寒面前，这应该就是通往第3层的大门了。慕寒微微眯起眼，倒持古剑，率先走入其中。吴峰等人也跟着跨步走入。等众人入内，之前偷偷溜走的周康竟缓缓从暗中出现，随后踏步走入其中。其身形隐蔽，慕寒等人竟没有丝毫察觉有人在背后跟来。远处，莫七和邀月也已经联袂赶来，剑上的鲜血分明彰示着那几位断后的前辈已经遭遇了不测。几位正派掌教太上联手，竟挡不住这2位魔门之人一刻钟。邀月看着眼前仍存在的第3层大门，向前一迈，冷笑一声：慕寒，我倒要看看这次还有谁能救你。轰轰轰！就在2人要进入第3层时，一道道巨响忽然从外面传来，整个水牢都为之一震。2人凝神望去，只见一个身影瞬间倒飞了过来，随之而来的还有一道青色剑光。莫七眉头一皱，这人影竟然就是在外面与云青山交手的另一位听雪楼修士。本让他在外对付云青山，却没想到被打得重伤。此时他看到了莫七和邀月2人，眼中大喜，救我！然而眼看他就要逃到2人面前时，后面的剑光陡然加速，瞬间化作一道人影拦住了他。赫然正是云青山。当着邀月与莫七的面，云青山一剑搭在那听雪楼修士的脖颈，笑了：逃得掉吗？莫七面色阴沉：云青山，放了他，跪下为我效忠，我听雪楼还能留你一条性命。哦，留我一条命？我岂不是还要好好谢谢你？云青山手中剑一松，做事将那听雪楼修士往前一推，好似要放走他。莫七点点头，以为云青山认怂了，顿时面露笑容：很好，识时务者为俊杰，当我的手下，听雪楼不会亏待你。然而他话还没讲完，云青山突然暴起发力，剑光大作，一剑刺穿了那听雪楼修士的身体，之后更是一往无前，气势狂涌，顺势刺向了莫七。莫七没有准备，慌得暴退，那无尽的剑光却如复古之驹，死死地粘着他。刹那间，莫七左手突然光芒大作，竟空手去捏那剑光。轰！一阵大爆炸后，莫七狼狈不堪。找死！莫七冷喝出声，他仓促出手，吃了个小亏，面色阴沉至极。云青山的脸色也不好看，本想趁势伤掉一个，却没想到莫七竟然几乎没有受到影响，实力超出了预料。很好，你成功惹怒了我。莫七看了看第3层的大门入口，挥了挥手，一个黑衣人瞬间从暗中浮现。去，把那慕寒给我抓回来！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是。这名黑衣人瞬间向那第3层掠去，云青山见状也是身形一动，便要拦住他的去路，只不过却被莫七出手拦下。你的对手是我。莫七冷笑一声，一掌推出，一个巨大的鬼脸凭空显现，朝着云青山张开血盆大口。云青山皱了皱眉，握紧芳华，自下而上一剑划出，一道青色剑气一闪而过，瞬间将这鬼脸撕裂成2半。只不过这一耽搁，那位黑衣人已经跨过了那道门，进入了第3层。随后这道无形之门也开始缓缓消散，那枚玉佩也掉落在了地上。邀月伸手一抓，玉佩便自行飞到了他手中。云青山冷哼一声，持剑立于原地。2对1。莫七扭了扭脖子，阴森森一笑：杀了我们听雪楼的人，戏耍本尊，你想怎么死？云青山神情淡然地说道：你只会比我先死。邀月默不作声，但是体内气机流转，已经代表着他准备动手了。云青山脸色有些微白，此刻自己以1敌2，且那莫七的实力超乎预料，胜算渺茫。要拖到援军到来。莫七率先动手，身形一动，便已至云青山身前。环绕着其周身的黑雾绝不可触碰，其中带有剧烈的腐蚀性，一旦沾染，麻烦极大。
云青山脚步轻盈，不停躲闪。莫七冷哼一声：“你就只会躲吗？”云青山淡然一笑：“自然不是。”瞬间，一座大阵自云青山脚下铺散开来。原来云青山刚才躲闪的每一步都是在布阵，此刻站定，自然便是阵眼。莫七皱了皱眉，倒是有些手段。才一座顺逆山家48局而已，怎够招待二位贵客？云青山双手掐诀，一阵之内再起一阵。五行吉凶244局。莫七脸色一变，就连邀月也悄然变了脸色。这云青山果然老道，竟然不声不响地布下了2座大阵。一座顺逆山家48局，身处此局之内，只不过一句话：此消彼长。而那第二座五行吉凶244局，这便是一座纯粹的攻伐大阵。脚下生水火，原本水火难容，可在此阵之中，水火交融在了一起。金木生雷，大阵之内电闪雷鸣，时不时便有一道大如碗口般粗细的闪电从高空落下。五行重土，身处此阵之中，便让人感觉寸步难行，仿佛人人肩膀之上都有一座大山。邀月双手掐诀，神识铺开，寻找破阵之法。莫七则是正面迎上云青山，二人身影快如电抹，肉眼已经分辨不清，眨眼间便交手数次。而此时白龙洞之外，也是一场注定载入宗门史册的大战。无数魔门修士好似就在等着青云门主动找上门一般，刹那间形成了一个包围圈。青云门的人一个都不要放过。一位魔门中人刚刚撂下狠话，便被人隔空一掌拍中额头，身体一软，死的不能再死了。慕云迪缓缓放下手，冷哼一声：“凭你这种货色，也敢在此叫板？”李林从远处御风而来，双手掐诀，一枚山字印，凭空变成一座大山，轰然落下，砸死大片魔门修士。二人站在一起，看着这方圆百里的狼烟四起。慕云迪祭出一件法宝，是一件金光璀璨的九转金轮，金轮在其手中蓦然变大，随后在灵力的驱动下飞旋而出，所过之处皆是身首异处。慕云迪高声道：“李林，可千万别死在我前面！”李林右手抬起，那座大山也再度升起。他哈哈大笑，想取李某性命，只管来便是。远处天魔宗的2位护法已经御风而起，直奔李林与慕云迪而来。远处海面战场之上，长老吴磊独自一人面对魔门3位长老，战况焦灼。在远处，无数的魔门修士都在不停地赶赴战场，包围圈已经渐渐开收网。此时，在距离白龙洞千里之外，有一位独臂中年人御剑而来，剑光极快。长河剑宗宗主赵四，化神境剑修，在其身后还有数百道剑光闪烁不停，皆是长河剑宗的精锐。长河剑宗驰援青云门。而在另一个方向上，足足3艘龙舟全速行驶，奔赴战场。九天宗太上长老齐毒正立于居中龙舟的船头之上，手中不断掐诀推演。一位中年人站在齐毒身侧，轻声问道：“师叔，如何？”齐毒沉吟片刻，摇了摇头，推演不出，好似有一层迷雾遮挡天机。而远离此处近万里之地，穆家堡中，青石书院之内，一位白衣读书人缓缓合上手中书，站起身。他将手中书籍缓缓放在了书案上，推门走出书房，随后一步踏出，便直接横跨1州之地。仅用了半炷香的时间，这位白衣读书人便来到了一座雄城——白帝城听雪楼。再一个跨步，这位白衣读书人便已至这听雪楼下，仰头看着写有听雪楼3个字的匾额。另一边，慕寒在进入这水牢第3层之后，犹如久旱逢甘露一般，贪婪地汲取着此地的灵力。这水牢第3层内的天地灵气已经浓郁到了堪称粘稠的地步。慕寒在进入此地不久之后，便一举突破瓶颈，晋级到了爆丹境8层，距离金丹境也只差2步。这一幕看得李小刀等人瞠目结舌，这就破境了，随随便便就突破了。你的搬山术感受到了李小刀等人的震惊，小小的得意了一下。当前熟练度无上圆满4%。慕寒有些汗颜，到了无上圆满这个熟练度，再想提升真的是太难了。每次居然就提升这么一点点，仅仅1%。在慕寒破境不久后，吴峰竟然也成功破境了，晋级到了爆丹4层。这让李小刀等人有些郁闷，怎么这些人破境都跟喝水一样简单？吴峰没好气地说道：“把你们那些乱七八糟的心思收一收，此地天地灵气如此浓郁，只要专心修炼，不出半日，你们便能破境。修行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若是人人都像你二人一样懒散，还谈何修道？”二人被说得有些脸红，赶紧摒弃杂念，专心修炼。慕寒看了看四周，周围一片漆黑，称得上是伸手不见五指。不过待的时间久了，倒也能慢慢习惯。四周像是一个天然山洞，内里空间极大，而且有不少隧道蜿蜒曲折，完全不知道通向哪里。慕寒铺开神识，却发现自己的神识受到了很大的阻碍，根本就没法探查太远。就在这时，众人耳畔忽然响起了一道玩味嗓音：“别试了，神识在这里是没用的。”慕寒面色一变，大意了。不知何时，众人身后竟然已经站了一位赤着上身的年轻人，胸膛之上还有一个麒麟模样的刺青。年轻人手里还拿着一个不知名的果子，轻轻抛起，然后再伸手接住，如此往复，一脸笑意地看着慕寒等人。“你是谁？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慕寒不动声色地上前几步，恰好将李小刀等人挡在了身后。那年轻人一脸古怪地看着慕寒：“你是真傻还是装傻呀？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这种问题也算是问题。慕寒皱了皱眉：“你是魔门的人？”那年轻人一愣，看向慕寒的眼神又多了一些古怪。
你怕不是真有病吧？魔门？哪个魔门？不是，你们几个是哪个宗门的？境界低得一塌糊涂，还敢来白龙洞天？这下轮到慕寒摸不着头脑了。白龙洞天？什么白龙洞天？这里不是白龙洞万江水牢第3层吗？那年轻人终于有点回过神来了，他看了慕寒几人一眼，有些不敢置信地说道：“你们难道是从别的入口误闯进来的？”慕寒没说话，算是默认了。那年轻人摸了摸鼻子，骂了句娘：“这样也行？小爷我为了拿到这个名额，可是挨了不少揍的。你们就这么堂而皇之的进来了？还是4个人一起？”慕寒大致看得出来，面前这年轻人并无什么敌意，只不过双方对这里好像有些不同的理解。慕寒拱了拱手，轻声道：“这位兄弟，我们的确是误打误撞一路逃到这里的，只不过你方才说的白龙洞天是什么意思？”年轻人啃了一口手中的果子，含糊不清地说道：“连这是哪你们都不知道，就敢往这跑，胆大心更大。”说着，年轻人还给慕寒等人比了个大拇指，随后接着说道：“此地是36洞天72福地之中的白龙洞天，相传有一条远古白龙陨落于此，这整座洞天其实就是那条白龙的尸骸。这么说起来，咱们现在就在他肚子里乱逛呢。”慕寒微微啧舌，竟然是一座小洞天。36洞天72福地，这个说法慕寒是知道的，只不过从未见过，不成想误打误撞，竟然来到了一座白龙洞天。那年轻人3下5除2的啃完了手中的果子，指了指慕寒等人：“你们哪来的？瞧你们这模样，不像是山泽野修，怎么着也得是个普蝶仙师吧？师承何处啊？”慕寒笑了笑：“我们来自东黄州青云门。”东黄州青云门。年轻人嘀咕2声，而后耸了耸肩，没听说过。慕寒有些好奇地问道：“不知阁下来自哪里？”年轻人好像是个闲不下嘴的，刚啃完了果子，又不知道从哪掏出来个烤得黑了吧唧的鸡腿，自顾自又吃上了。我枫叶州的，姓徐名缺。徐缺咬了一口鸡腿，好像想起来了什么，开口说道：“既然是误打误撞进来的，那估计对吸水池没啥兴趣，不如帮我个忙。这里面还有几个人，我自己打着费劲，你们帮帮我的场子，到时候也让你们去那池子里抛上一抛，巴适滴很。”吃完了鸡腿，徐缺又变戏法一样掏出来一张大饼，吃得正香。慕寒眼皮狠狠跳了一下，这位徐兄弟的胃口可正好。慕寒想了想，开口问道：“你的意思是这里还有其他人？”徐缺像看白痴一样看了慕寒一眼：“你猜？”慕寒把手放在嘴边咳嗽了2声，又问道：“这些人都是些什么人？”徐缺抠了抠牙，轻描淡写的说道：“都是些其他宗门的年轻弟子，武夫居多，剑修也有，不光是枫叶州的，还有隔壁流云州的，听说中土神州的都有，约莫得有20-30人吧。都是为了那洗水池来的，境界不高不低，基本上都是金丹，像你们这种爆丹境就敢跑来这里的少见。我们那边的入口承受不住金丹以上修士的气息，所以这等机遇才能轮得上我们这种年轻天骄，而且名额也就这么多，这处小洞天也容不下太多人。简单的来说，就是这里扛不住，人太多，洞天就要崩塌了。来都来了，不如跟我走一趟，打几架，打赢了就能泡温泉，打输了也就挨顿揍呗，多大点事。”慕寒实在有点跟不上这位徐兄弟的思路，他现在对那洗水池到底是个什么东西都不知道。只不过还不等慕寒开口问，一道恐怖的威压登时让慕寒等人感到头皮发麻。远处一个黑衣人缓缓现出身形，慕寒神色一变，是魔门中人，竟然一路追到了这里。就连徐缺都愣在了原地，这等气机流转，这是他娘的元婴境。慕寒的意识在模糊间，只觉得自己好像从高空跌落一般，无尽的失重感包裹着他全身，然后好像有一个人猛地抱住了自己，随后慕寒便彻底昏死了过去。那名影子与慕寒一同逃入了这空间漩涡之中。说起来，这白龙洞天的空间波动还是因为那位元婴境魔门死士的存在而引起的。这处白龙洞天本就容纳不了太多的人，更何况一个元婴境，所以这里的空间已经渐渐变得紊乱，或许过不了多久，整个小洞天都会坍塌。影子抱着慕寒一起摔落在了一个山洞内。落地之时，影子身体扭转，将慕寒紧紧地搂在怀里，自己重重地摔在了地上，慕寒则是直挺挺地压在了他的身上，满是鲜血的脸埋进了一片柔软之间。五行法值了，这辈子值了。八荒拳还不快运转功法，真等着让这小子死在这。方才若不是我用拳意护住这小子的心脉，他早就被打成一个废人了。五雷断体术，交给我，交给我。突然间，慕寒体内忽然亮起阵阵雷光，体内的伤势也开始渐渐恢复。这位影子面具下的脸忽然变得红润几分，随后轻轻将慕寒放到一旁，自己则是踉跄着起身。再看见慕寒竟然在自行修复伤势，影子的眼中闪过一丝讶异，同时也少了些许担忧。在确定慕寒不会有事之后，影子悄然退去，渐渐消失了踪影。不知过了多久，慕寒的意识终于渐渐恢复，他费力地睁开眼，却发现自己身处一个山洞之内，内里极为安静。这是八荒拳，小子，先别说话，快快稳住心神。你最后受的那一掌，体内已经被魔气侵蚀，快用拳意将其逼出，否则后患无穷。慕寒神色一变，赶忙将心神沉入体内，果然在丹田处发现了一团漆黑如墨的魔气。五雷断体术只能修复肉身伤势，壮大体魄，却无法处理这种侵入体内的魔气。慕寒只得用八荒拳意和体内剑意将其驱逐出体内。这个过程比较耗费时间，慕寒足足用了1个时辰才彻底清除了这魔气。
这还是因为八荒权益与御剑术的建议都极为霸道，否则换成其他人被魔气入侵丹田，可就不是一个时辰就能够将其逼入体外的，严重的还有性命之危。慕寒深深呼出一浊气，体内的伤势还有大半没好，五脏六腑都钻心似的。这还是因为那位魔门死士有所留手，或许是想要抓活的。若真是痛下杀手，凭慕寒这个爆丹8层的境界，恐怕过不了几招就要被人一刀斩落头颅了。五行法，小子藏得挺深啊，身边有这种美女，竟然不拿出来分享，藏藏掖掖的，不够意思。慕寒一头雾水，美女？什么美女？五行法还装傻？你昏迷的时候，我可都看见了。慕寒无奈道：你也说了，我都陷入昏迷了，我怎么会知道有什么美女？再说了，我都差点死在那个魔门老王八蛋的手里，你现在居然还惦记着美女？小爷，我要是真死了，你连个母猪都看不到，还不赶紧给我修炼五行法？你欺人太甚！不对，你气功法太甚，老子不干了，罢工！慕寒呵呵一笑，怎么着，又玩这套？不干也行，不过你刚才说的美女，我可就不管了，你再想见她，可就没机会了。一提到美女，五行法登时又来了兴致。五行法，别啊！我跟你说，虽然我也没瞧见这美女的脸，但是那身材，真的，莫话讲，前凸后翘，还穿了一身黑色紧身衣，啧，老子口水都流出来了。慕寒有些不解，他是真的不知道自己身边有什么美女，不由得问道：到底怎么回事？我只记得我跟那老王八蛋互换了几招，后来就撑不住了。我是怎么来到这里的？五行法就是那个美女救了你，而且这处小冬天的空间好像开始紊乱了，出现了一些空间漩涡，你和那个小美女调落进了空间漩涡，最后来到这里，侥幸逃过一劫。慕寒皱了皱眉，若是按照徐缺说的，这小洞天里除了他们几个，就只剩下别州的天才弟子了。而且慕寒从未去过别州，就更别提结识了。那么之前是谁对自己出手相救？慕寒有些想不通。罢了，此事以后再说，还是先去找吴峰等人要紧。既然那位美女救了自己之后便走了，想必也一定是不愿意与自己见面。那么再怎么猜，估计也是没用。该相见的时候自会相见。慕寒踉跄着起身，浑身疼得他龇牙咧嘴，伤势一时半会是痊愈不了。这山洞不大，但是弯弯绕绕的走得极为麻烦。慕寒此刻有伤在身，用了差不多半个多时辰才走出这片山洞。出了山洞，豁然开朗。慕寒都没想到这白龙洞天之内竟然还有如此景色秀丽之地，绿意盎然，各种慕寒叫不出名字的花卉盛开在一片绿色之中。不远处还有一条涓涓细流正在缓缓流淌。慕寒的视线被一棵朱红色的果树吸引去了目光，树干、树枝，甚至连树叶都是赤红一片，上面还结了3个朱红色的果实，煞是好看。慕寒摸了摸肚子，恰好是有些饿了，便走了过去，身形一跃而上，却不小心牵扯到了伤口，疼得慕寒倒吸一口冷气。慕寒坐在树干上，摘下了一个朱红色果子，先是闻了闻，蛮香甜的。慕寒也没多想，拿起来就啃了起来，味道跟桃子差不多，总之是不错。一个吃完，慕寒又摘下来一个，放到嘴里啃了起来，一边吃还一边把第3个果子也摘了下来，握在了手中。慕寒坐在树干上晃荡着双腿，没一会的功夫就把3个果子都吃了。而方才陷入沉寂的五行法忽然惊醒，五行法，小子，什么情况？你做什么了？慕寒一脸茫然，什么情况？怎么了？话刚说完，慕寒忽然满脸涨红，体内好像快要爆炸了一般，灵力四处乱窜，鲜血好似都沸腾了起来。慕寒看着手中那3个果核，大口喘着出气，现在就连喘出去的气都带着无比精纯的灵气。五行法，这是赤血龙果，你竟然一口气吃了3个！慕寒干脆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如果说一个爆丹境修士的丹田气海就是一口大缸，用以储存灵气，那么慕寒方才吃下的那3颗赤血龙果所蕴含的灵气便是一条大河。用一口缸去装整条河的水，那么这缸的下场可想而知。慕寒从树上跌落，背靠着这棵树，全身通红。远处忽然传来一道凶兽的怒吼，然后慕寒便看见一头生有独角的赤红色骏马，鼻孔中喷吐着热气，愤怒地向慕寒跑来。慕寒就算在后知后觉，也知道怎么回事了，自己这是误闯了这异兽的领地，还吃了人家的东西，这下好了，主人找他算账来了。而且看着异兽的实力，已经是金丹境巅峰修为了，距离那元婴也只差一步了。慕寒完全不是其对手。慕寒只觉得自己快要爆炸了，体内的灵力正在四处乱窜，甚至就连刚刚放的一个屁都带着极为精纯的灵气。五行法，撑住！所幸五行法不是一般的功法，登时开始运转起来，疯狂吸收着不停的在体内肆虐的灵力。慕寒瞧着那马上就杀到面前的异兽，站在原地等死也不是回事啊，赶紧拔剑出鞘，一记乾坤化龙剑就甩了出去。这一剑给慕寒自己都吓了一大跳，剑气比之往常粗壮了何止。那异兽也被这一道粗壮的剑气吓了一跳，赶紧躲到了一旁，眼中怒意更盛。随着这一剑斩出，慕寒甚至感觉舒服了不少，体内灵气实在是太多了，再不找地方宣泄一下，迟早要爆体而亡。而这边刚递出一剑，慕寒很惊讶地发现自己居然破境了。原来是五行法在玩命时的修炼，这下练不练可由不得他了，再不练慕寒就要裂开了。随着五行法没命了似的吸收灵气，慕寒的境界也开始急速攀升，爆丹9层，爆丹10层，金丹1层，竟然直接突破到了金丹境。
随着丹田之内缓缓凝结而成的金丹，慕寒体内的灵气也被吸收了不少，可依旧还有许多。慕寒开始玩命似的运转乾坤化龙剑，一道道粗壮的剑气不要钱一般朝那异兽甩了过去。之前一切的恐惧都来自火力不足，慕寒现在可谓是火力全开，甚至基本已经看不到那异兽到底身在何处了，到处都是剑气，地面上全是一个又一个大坑。慕寒也彻底无所谓那异兽到底身在何处了，总之就是火力覆盖，无差别攻击。做梦都没想到有一天放技能不要蓝，那还不放个够。慕寒就像一个没有感情的剑气机器，手起剑落，道道剑气汹涌而至。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慕寒自己都被这漫天的尘烟呛得咳嗽了半天。终于他收剑了，体内的灵气还是很多，但已经不至于会让慕寒爆体而亡了。只不过慕寒还是觉得有点撑得慌，打个饱嗝，嘴里都弥漫着精纯的灵气。没过多大一会，慕寒就又破境了。金丹境2层，久久未曾有过动静的御剑术竟然凭空增加了熟练度。你的御剑术感应到了你的本命飞剑，熟练度有所上涨，当前熟练度熟练级 80%。 啥？本命飞剑？慕寒急忙将心神沉入丹田之内，果不其然，在那刚刚凝结而成的金丹旁，有2把袖珍飞剑正安静地悬浮着。2把！慕寒面色大喜，一般剑修只能孕育出1把本命飞剑，慕寒却直接孕育出了2把。众所周知，剑修在各种修士当中是杀力最大的，同境界之下，剑修基本立于不败之地，除非对方有那玄之又玄的所剑符，否则万难击败一位同境剑修。但是这种巨大的杀力也就代表着剑修的稀少，归根结底，稀少的原因只在于本命飞剑极难孕育，除非是那些天生剑胚，否则孕育本命飞剑一事难如登天。可慕寒因为身怀御剑术，所以这孕育本命飞剑一事几乎没有任何难度。先前在爆丹境之时，体内便已经开始缓缓孕育，有了些许雏形。如今一举突破至金丹境，更是直接孕育出了2把本命飞剑。慕寒咧嘴一笑，可真是因祸得福啊！就当他准备祭出本命飞剑，看看究竟有何本命神通之时，远处却传来了几句若有若无的对话声。风师兄，你说的赤血龙果真的能让人突破瓶颈吗？那是自然，这赤血龙果的果树其实是这条白龙的一滴精血所化，其上结出来的果子所蕴藏的灵气可谓是无比精纯，只一颗便足够你突破至金丹境，哪怕是一位金丹境修士吃了，也足够突破好几个小境界，是不可多得的天才地宝。风师兄，方才这边好大的动静，不会有人捷足先登取走了那果子吧？不会，在这白龙洞天内，凡是有天才地宝之处，皆有那应运而生的异兽守护。此处的异兽，想来应该是那燕居熄火聚水。旁人想要取得那赤血龙果，便要先与他周旋一番。如果不是如我一般专门修习水法的炼气士，是奈何不了这燕居的。谈话间，几人便来到了这处原本风景秀美，此刻却如废墟一般的宝地。只不过刚来到此处，几人便齐齐一愣，因为他们看见一个赤着上身的年轻人，正一脚踩着那燕居的脑袋，双手握住他头上的那枚独角，用力的往外扯，好似拔萝卜一般。年轻人自然便是慕寒。刚才尘烟散去，慕寒发现这头名为燕居的异兽竟然活活被剑气给劈死了，劈了个稀巴烂。不过想来也是，方才慕寒至少斩出了上百道剑气，而且在那赤血龙果的精纯灵力加持下，这剑气的威力提升了近10倍。可怜这异兽燕居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死在了慕寒的剑气加特灵之下。慕寒双手握紧了燕居头顶的那独角，猛地一用力，终于将其扯了下来。慕寒用裤子蹭了蹭手中的那根独角上沾染的鲜血，随后将其收入那枚来自赵姑身上的方寸物中。再扭头看去，只见不远处3个来自中土神州东来楼的修士全都目瞪口呆地看着自己。你的搬山术感受到了来自他人的震惊，翘起了2郎腿，说起了从前熟练度有所提升，当前熟练度无上圆满 5%。 慕寒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将那根独角收起来后，转身便要离开此地。等等！慕寒脚步一顿，扭头看了一眼，有事？那3位中土神州东来楼的修士，尤其是居中的那位，面色阴沉的可怖。他看了看那赤血龙果的果树，上面空空荡荡，就连这燕居都被宰了。这赤血龙果早已经被他视为囊中之物，可此刻真的被人捷足先登，心中不由得怒火中烧。这位名叫风轩的金丹境界8层修士冷冷地看了慕寒一眼，开口问道：“这燕居是你杀的？”慕寒好奇地问了一句：“怎么，这玩意你养的？”风轩一时间被问得哑口无言，心中已经泛起了一丝杀意。既然如此，那赤血龙果一定是在你手上了。慕寒摇了摇头：“什么赤血龙果，听都没听过。”风轩冷哼一声：“装傻，你是哪个宗门的弟子？”慕寒眯了眯眼：“东黄州青云门。”风轩先是一愣，随后身旁2位同样来自东来楼的年轻修士开始捧腹大笑：“师兄，我没听错吧？东黄州就是那个八荒大陆最小的那个州？青云门我听都没听过，哈哈哈哈！这是哪里来的乡下人？”另一位年纪最小的女弟子也扑哧一下笑出了声，有些好奇地问道：“风师兄，为什么那些小地方的人也能进这白龙洞天？”风轩眼中尽是不屑，原本心中还有些许顾虑，担心是哪个大宗门的弟子，不成想是个乡巴佬。风轩居高临下地看着慕寒，语气桀骜地说道：“交出赤血龙果，我可以饶你一命，否则的话……”慕寒像是看白痴一样看着风轩：“你有病，伸手就要，要饭都没你这么要的。”风轩当时就怒了，一个乡巴佬竟然敢说自己是要饭的！你的他化万物，感受到了来自风轩的怨念，
熟练度上涨10%，当前熟练度真挚化近11%。慕寒没打算搭理这帮脑子拎不清的，转身就要走，不成想这风轩直接双手掐诀，一条水龙灯石在身后显现，直接冲着慕寒袭去。慕寒皱了皱眉，这风轩是金丹境8层，修习水法，身边的2位皆是爆丹境10层，若是真打起来，自己这个金丹境2层未必能占到便宜。尤其是如今有伤在身，最好不要与人硬拼。话虽如此，可这风轩却并没有打算放过慕寒，另外2位修士也一左一右拉开身形，呈三角之势将慕寒围困在了其中。一条水龙突然变得粗壮了几分。三才阵法，中土神州东来楼以水火双法闻名，其次便是阵法大宗，门内弟子几乎人人修习阵法，单人可布阵，多人也可成阵，与人对敌，占尽优势。此时便是一个3才阵法。慕寒眯了眯眼，背后古剑自行出鞘，乾坤化龙剑，一道剑气苍龙与那粗壮的水龙轰然相撞。慕寒后退一步，皱了皱眉，这阵法对术法的增益的确不少。风轩冷笑一声，交出赤血龙果，我留你一具全尸。慕寒握紧古剑，正准备破阵而逃，却忽然听见身后又传来了一道戏谑嗓音：风轩，又在这显摆你那稀烂的水法了，也不嫌丢人。风轩皱了皱眉，远处一个红衣背剑的年轻人正饶有兴趣地看着慕寒等人。年轻人眉心还有一个菱形的印记，长相俊美，一身大红衣，衣袖飘摇。风轩眯眼道：香天元，劝你不要多管闲事。香天元伸了个懒腰，我才懒得管你们打生打死，赤血龙果在谁呢？这个问题我只问一遍。风轩眼神闪烁，缓缓开口道：赤血龙果就在我面前这人手中，若是你我2人联手。话还没说完，便被那向天元打断了。我没兴趣跟任何人联手。香天元看了一眼慕寒手中古剑，饶有兴趣地说道：剑修，哼，我这人很少发善心，看在你也是剑修的份上，交出赤血龙果，我带你安然离去。4人将慕寒围在了中间。风轩，金丹境8层修士，来自中土神州东来楼。香天元，金丹境8层剑修，来自流云州龙泉剑山。慕寒握紧了手中剑，面色不变，以1敌4，未必有胜算，但是想留住我，你们还不行。香天元乐了，凭你一个金丹境2层的剑修？风轩也冷哼一声，虽说他对这香天元也极为不喜，可他这个金丹境剑修的身份，不得不让他忌惮几分。而且他身后的龙泉剑山，在流云州算是排得上号的剑道宗门了。而且流云州民风彪悍，是属于那种一言不合便问剑，2言不合便要拆你祖师堂。中土神州的人一向是自视甚高，但是偏偏对流云州的人亲眼相加，不为别的，只为那流云州一州之地皆剑气。风轩当下也不废话，那赤血龙果按理来说应当会有3颗，即便这乡巴佬自己独吞了1颗，那理应还剩下2颗。本想着自己至少能得到2颗，不成想这向天元横插一脚，那便只能分到1颗。想到这，风轩也有些烦躁，不由得将怒火拳都宣泄到了慕寒的身上。足足9条水龙腾空而起，向着慕寒扑杀而来。慕寒不退反进，一身雄魂权益护体，虽说有伤在身，但是毕竟有五雷断体术傍身，帮着他不停地修缮肉身。况且慕寒吃下的那3颗赤血龙果，其中蕴藏的精纯灵气也帮助他恢复了不少伤势，虽说并未痊愈，但至少好了6、7分了。慕寒握紧手中古剑，轻呼出一口气。他除了孕育出了2把本命飞剑之外，御剑术还多了一道剑招，剑招名为催心，杀力极大，但是极为消耗灵力。但此时的慕寒最不缺少的便是灵力。右手握剑，左手并出2指，轻轻抹过剑身，随后一剑催心，一道磅礴剑气登时激射而出，然后剑气突兀分散开来，犹如漫天星辰一般，9条水龙全部被剑气撕裂。风轩神情微变，实在是没想到慕寒这种乡巴佬竟然还会如此凌厉的剑招。香天元也一愣，这招催心就算是放在他们龙泉剑山也会是1等1的剑招。慕寒嘴角勾起，以为这就完了。慕寒手中古剑在手中轻旋一圈，慕寒轻声一喝，回来。刹那间，那些摧破水龙的剑气竟是再度融合，变成了一把剑气巨剑，自上而下声势骇人地朝着风轩等人砸去。风轩面色大变，手中不停变化着倒印。就在那把剑气巨剑将要落在头顶之时，一条长河忽然出现在了风轩头顶，帮他堪堪挡住了这一剑。香天元目光炯炯地看着慕寒，他已经很少有过这么想要问剑的冲动了。香天元一身大红衣，衣袖飘摇，身形瞬间来到慕寒身后，一剑直刺。慕寒身形不动，持剑的右手轻轻背过身去，古剑斜挡在背后，正巧挡住了香天元这一剑。香天元嘴角翘起，竟是忽然松开了持剑的右手，瞬间那一把剑犹如分身一般，竟是幻化出了749把，将慕寒团团围住。慕寒皱了皱眉，身形一动，便化为几道残影。香天元有些讶异，这身法看上去也极为不俗，这区区一个金丹2层的慕寒倒是颇有些本事。这身法自然是脱胎于那2种狂风全场绝学。一旁的风轩此刻却是勃然大怒，自己堂堂一个金丹境界8层修士，竟被一个金丹境2层的乡巴佬耍得团团转，如何能不气？原本有着香天元的存在，风轩并不想拿出全部实力，怕就怕向天元最后玩一手鹤蚌相争，渔翁得利，但此刻却是管不了那么多了，杀心顿起，这慕寒必须死。弱水3千，瞬间此方天地的水汽仿佛全都凝结在了风轩身后，就连香天元都瞳孔微缩。中土神州东来楼的水火双法
堪称一绝。这风轩自然是精通水法，此刻不留余力，自然是威力惊人。风轩身后，一条江河凭空显化，河中还有许多以水炼化而成的战将，手持刀枪棍棒，身穿水铠，双眼透着幽光。慕寒也是神色一变，可就在此时，身后的向天元却又突然发难。慕寒忽然发现自己手中古剑的剑身上竟然多了许多莫名的符咒，半点都动弹不得。锁剑符，这向天元本命飞剑的本命神通，竟然是那玄之又玄的锁剑符。此刻，那条长河也已经汹涌奔来。慕寒手中古剑被锁，只能用一身拳意与道术抗衡。搬山术，一股反震之力登时从慕寒周遭传出，像是一层无形护盾一般，保护着慕寒不受这汹涌河水的侵扰。但是却也只抵抗了一小会，不一会的功夫，搬山术的反震之力便已经愈来愈弱，最后彻底消失。而慕寒也被这汹涌的河水冲撞得吐出一口鲜血。这河水与寻常的河水不同，极重，修士陷入其中，莫说是逃，简直是寸步难行。而且河中还有那些河水凝聚而成的战将，或是一刀挥出，或是长枪直刺，往往一击之下都有爆丹境强者全力一击的威力。慕寒想要运转身法，却发现这水中的离谱根本无法在此中腾挪，而且分心之下，不小心还被那些战将击中。慕寒闷哼一声，嘴角又流下一缕鲜血。香天元早已不知道躲到了何处，只有几柄幻化而出的飞剑在不停地骚扰着慕寒。慕寒只得用右手之上的臂铠堪堪抵挡着香天元飞剑的袭击。风轩脸色微白，这等道法极为消耗体内灵力和心神，河中的每一尊战将都需要风轩以心神控制。见慕寒再度重伤，风轩也干脆速战速决，双手结印，两把水刃登时出现在了他手中。风轩的师弟师妹也同时现出身影，手中各自拿着一个功法法宝。风轩脚尖一点，率先冲出，踏水而行，速度极快，手中两把水刃交叉着向慕寒斩去。风轩的师弟手持一金枪，其师妹则是手捧着一个银瓶，三人一同踏水前冲。香天元此时竟也忽然现出身形，一口气幻化出了9981把飞剑，旋转飞舞，不给慕寒留下半点退路。风轩的两把水刃距离慕寒不过3寸，香天元的飞剑也已经来到了慕寒身后。慕寒口中轻轻吐出2个字：前尘。香天元忽然神色大变，因为在慕寒说完这2个字后，他竟然就这么消失在了原地。更离奇的是，风轩等3人竟然也跟着消失了。难道？香天元不敢置信地看着方才几人身处的地方，不停地喃喃自语。另一方诡异空间内，不可能，绝不可能。而此时的风轩也一脸震惊地看着四周。这是，我说了，凭你们留不住我的。慕寒的身形忽然出现在了风轩的那位师妹身后，随后一剑刺穿了他的胸膛。风轩瞬间回头，却只看见了师妹瞪大的双眼之中充满了不敢置信和不甘，然后缓缓瘫软在了地上。而慕寒的身形则是一闪，而是瞬间消失在了原地。我杀了你！风轩的那位师弟目眦欲裂，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哦，你可以试试。忽然，慕寒的身形又出现在了他身后，同样是一剑洞穿了他的胸膛。慕寒面无表情地将他的尸体丢到了风轩的脚下。你的，他化万物，感受到了2人临死之前的巨大怨念，熟练度疯狂上涨，目前熟练度真挚化近20%。中土神州东来楼，慕寒嘴角翘起，不过尔尔。对于2位同门的惨死，风轩其实并不是很在意，他在意的是这片诡异的空间。四周荒芜一片，天空灰蒙蒙的，这里根本就不是白龙洞天。难道说？风轩不由自主地后退半步，有些不敢置信地问道：你是剑修？难道是你的本命神通？慕寒没说话，只是笑眯眯地看着风轩。既然没否定，那就算是默认了。本名飞剑之一，慕寒取名前尘，其本名神通自称小天地。换句话来说，此处小天地归为慕寒所有。慕寒在这里就是老天爷，但是受境界限制，他其实不能在这片小天地中为所欲为。而且这片小天地以慕寒如今的境界修为，大致只能维持半炷香的时间。而且每次施展这本命神通，都会有不小的后遗症。归根结底，都是目前慕寒的境界太低，以后境界日益上升，这种后遗症就会微乎其微，直至消失。但不管怎么说，只要身处此地，慕寒就相当于立于不败之地。因为在这片天地中，慕寒可以施展那相当于缩地成寸的无上道法，而且慕寒无需消耗灵气。最重要的一点，也是最不讲理的一点，慕寒身处此地便会凭空多出一境。就像此时，慕寒在外面是金丹境2层剑修，但是在此地，他便是金丹境3层。而且这种毫不讲理的增幅，还会随着他境界的提升而提升。试想一下，一位化神境剑修忽然祭出本命飞剑，施展本命神通，小天地铺散开来，一位化神境剑修忽然就变成反虚境剑修，这架还怎么打？所以风轩此刻满脸的震惊，他身在中土神州，自然见识过不少精彩绝艳之辈，其中也有很多剑修。剑修的本命飞剑与本命神通更是琳琅满目。可是这种能够自称小天地的本命飞剑，风轩连听都未曾听过，甚至古籍中不曾有过记载。不知是否前无古人，但注定是后无来者。你的搬山术察觉到了来自风轩的巨大震惊，表示这波13桩的极为成功，内心愉悦，当前熟练度无上圆满10%。风轩一脸凝重，即便他是金丹境8层修士，可面对慕寒如此不讲理的本命飞剑，风轩也有些手足无措。即便自己同样有着底牌，可那是不到万不得已，
生死一线都不能动用的。况且被一个金丹境2层剑修逼得风轩动用底牌，这甚至让风轩自己都无法接受。慕寒身形瞬间出现在风轩身后，一剑斩出。风轩神情一变，急忙双手结印，祭出一颗如夜明珠一般大小的珠子，随后这珠子竟是化成了一层如水波涟漪一样的屏障，罩住了风轩。慕寒的这一剑击在了这屏障之上，竟是只激起了几片涟漪，身在屏障内的风轩竟是毫发无伤。慕寒皱了皱眉，想来应当是一件上品灵器了，不然以他此时的剑气，不可能破不开寻常的术法护盾。慕寒低声叹了口气，本想在这里彻底解决掉风轩，以免养虎为患，不曾想这些大宗门中出来的弟子一个个富得流油，但是这一件上品灵器就足够慕寒眼馋的了。法宝一般分为凡器、法器、灵器、神器与仙兵，绝大多数人用的基本都是法器，甚至还有些山泽野修用的都是山下的凡器。能有一件灵器傍身，同境之内捉对厮杀，便占尽了优势。就如此刻，即便慕寒已经占尽了先机，可风轩的这件上品灵器依旧是让慕寒觉得这风轩就是个铁王八，无从下手。慕寒贵为青云门圣子，可莫说是灵器了，好像就连那法器都没有，就只有一把看不出品阶的佩剑。这座小天地以慕寒现在的境界，只能维持半炷香的时间。而这风轩显然也清楚，慕寒这座小天地维持不了多久，所以索性就当了缩头乌龟，不与慕寒正面对抗。慕寒朝地上啐了一口，喜欢当王八是吧？行，小爷满足你，你千万别露头。风轩脸色变成了猪肝色，被一个金丹境2层的修士指着鼻子骂，这感觉可真是一言难尽。你的他化万物，感受到了来自风轩的怨念，熟练度有所上涨，当前熟练度真至化近 25%。慕寒深吸一口气，手握古剑，道苍龙剑气，像是不要钱一般，朝着风轩击射而出。风轩的那道水波屏障被炸出一道道刺眼的亮光，却始终不曾破碎。慕寒出剑不停，风轩那边便是光芒不断。这一刻，风轩变成了光。不知过了多久，就当这小天地开始变得虚幻之时，慕寒终于停手。他得出了一个结论：有钱是他妈的真的能他妈的为所欲为之为所欲为。这哪是什么上品灵器啊，这得是一件极品灵器了，距离那神器也只差了一步啊。慕寒舔了舔嘴唇，有点馋。在这小天地消散的那一刹那，慕寒朗声道：铁王八，帮我收好这件灵器，改日我来取，脱了这马甲，我照样认识你。小天地随着慕寒的这句话彻底消散。香天元一直就未曾离去，站在高处静静地观察着四周。他原本以为那慕寒是用了什么秘术或者是法宝才弄出这么诡异的一幕，但是偏偏周围没有半点的灵力波动，这让向天元不得不渐渐承认了心中那个最后的猜想。慕寒这个剑修，他的本命飞剑不一般，很不一般。若是按照他们剑山的排序，慕寒这把本命飞剑的品阶一定是一个甲上。龙泉剑山对于自家弟子的本命飞剑都有一个细致的划分与排序，就比如说香天元的这把本命飞剑品阶便是乙中，这品阶分为甲乙丙，又细分为上中下。香天元这把本命飞剑的本命神通是那所剑符，身为剑修却有了一种专门对抗剑修的本命神通，也因此他的本命飞剑被列为了乙中。可慕寒这把本命飞剑，香天元即便再不愿意承认，也只能说可谓惊世骇俗，能够自成小天地，在龙泉剑山的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哪怕是放在八荒大陆，好像也未有过先例。至于那万年前的老黄历，就无人知晓了。香天元甚至开始有些怀疑，这慕寒当真只是东黄州那么一个小地方的小宗门中的弟子。单凭这把本命飞剑，慕寒就算去自家宗门，也定会是一个备受重视的亲传弟子，甚至没有之一。就在向天元胡思乱想之际，空间忽然有了一丝波动，然后便看见风轩狼狈不堪地出现在了原地，嘴角已经渗出鲜血，脸色惨白，看这样子伤得不轻。与之一同出现的还有2具尸体。香天元眼皮跳了跳，虽然他也颇为看不起这风轩，可他毕竟是中土神州的大宗门出身，就算术法稀烂，可理应还有法宝傍身，怎么就沦落到了这般田地？香天元努力地寻找着慕寒的身影，却毫无发现。这把本命飞剑实在太过古怪了。他来到了风轩身旁，怎么回事啊？风轩脸色不佳，心情就更是不佳了。对于香天元的问话，风轩根本没有回答的兴趣，总不能说自己在里面当了半炷香的缩头乌龟吧？风轩回头，却只看见了2位同门的尸体。风轩右手握拳，重重一砸地面，几乎是从牙缝中挤出几个字来：慕寒，不杀你，我风轩誓不为人。香天元也沉默了下去，看来自己的猜测是对的。慕寒收起小天地后，便直接离开了此处。这本命飞剑虽然强悍，但慕寒如今的境界还是太低，施展这么一次，便已经全身乏力，并不是那种缺失灵力而导致的无力，而是那种真正意义上的心力交瘁。慕寒体内到现在还充斥着磅礴的灵力，若是没有五行法在不停的修炼吸收，这些灵力留存体内依旧是个大麻烦。慕寒现在急需调养，因为他能感觉到，因为五行法不停修炼的缘故，自己的瓶颈又快破了，马上就要到金丹境3层了。慕寒先前与那魔门死士大战，本就是一个重伤之躯，又意外吞食了赤血龙果，差点没把自己玩自爆。刚刚平缓下体内汹涌如大江大河的灵力，又凭空冒出来的风轩和香天元，接连的大战已经让慕寒的身体吃不消了，如今却又要破境，若是再不好好调整一番，再好好稳固一番境界，恐怕以后会留下极大的结症。
所幸慕寒找到了一处比较静谧的山洞，甚至都来不及布下禁止，慕寒便赶紧盘膝坐下，心神沉入体内，开始检查伤势，梳理经络，稳固境界。不知过了多久，慕寒猛地吐出一口鲜血，地上多了一滩漆黑的淤血，这是体内伤势不停积攒生成的淤血。慕寒轻轻吐出一口浊气，斜靠在山洞石壁上，松一口气。只不过慕寒刚一放松警惕，山洞外便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像是有人在跑。慕寒刚探出半个脑袋，想一探究竟，忽然就有一个黑影从外面冲了进来，极为狼狈地摔在了山洞中。慕寒被吓了一大跳，这是冲进来个什么玩意？黑黢黢的，看模样像是个人，但慕寒也不敢打包票，因为面前这玩意更像是从泥潭里刚打完滚出来的猴。还不等慕寒分辨出这是个什么东西，他竟然就开口说话了。慕寒一愣，你会说话？不是，你认识我？这泥猴抹了一把脸，我呀，徐缺啊！慕寒瞪大了眼睛，靠，兄弟你去泥潭里洗澡了？这么近的距离，慕寒愣是没认出来这是个人。徐缺呸了几口，又抹了几把脸，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别提了，跟你们分开后，偶然发现了一件天才地宝，老子还以为捡到便宜了，不成想有条白蟒，差点没把我弄死。为了躲他，老子我在泥潭里躲了整整一天。慕寒挪了挪屁股，离着徐缺远了一些，实在是徐缺身上现在有一股子臭味，好像都他娘的发酵了，让慕寒有点遭不住。只不过慕寒好似忽然想起了什么，急忙问道：不对啊，吴峰他们呢？我不是叫你带着他们先跑吗？人呢？徐缺干笑两声，这个吗？慕寒有些怒了，老子豁出命帮你们拖时间逃跑，现在竟然人不见了，说话呀！人呢？是不是出事了？徐缺伸出黑黢黢的手，挠了挠头，别急嘛，这个出事倒是没出事，就是我们走散了。慕寒皱起眉，走散了？怎么会走散了？凭你的境界，还能让他们走散了？徐缺骂骂咧咧地说道。谁能想到这他娘的怎么就突然冒出来个元婴境，在我们那边的入口，元婴境敢踏入一步，入口直接就会崩塌。就是因为有这个元婴境的存在，这白龙洞天内的空间已经开始紊乱了，不晓得哪里蕴藏的空间波动，就给你送到别的地方了。我们本来都已经逃走了，不成想脚下忽然出现了一个空间漩涡，然后就走散了。慕寒微微松了一口气，还以为吴峰他们没能逃得出去，虽然走散了，但想来应该暂时没有生命危险。不管怎么说，算是逃过一劫。徐缺忽然瞥了慕寒的一眼，有些不敢置信地说道：你破境了？慕寒点了点头，意外吃了那赤血龙果，不成想直接突破到了金丹境。徐缺眼睛一亮，赤血龙果，好东西啊！还有没？给我弄一个！徐缺一脸白嫖怪的表情，双眼炯炯有神地看着慕寒。慕寒白了他一眼，默了，一共就3个，都让我吃了。徐缺一脸震惊地看着慕寒，卧槽，3个都吃了？你是怎么活到现在的？你的搬山术感受到了来自徐缺的震惊，表示很是受用，熟练度有所提升，当前熟练度无上圆满12%。慕寒当然不能把五行法的事说出来，只能敷衍道：侥幸，侥幸。随后便赶紧转移了话题。他想起徐缺之前提到了洗水池，有些好奇地问道：你先前说的那洗水池是什么？徐缺看上去大大咧咧的，但是不证明他傻呀。看得出来慕寒不想说，那便也不勉强。在这白龙洞天里混，谁还没有几个秘密？徐缺伸了个懒腰，又揉了揉下巴，这才缓缓说道：洗水池顾名思义嘛，肯定是用来洗水的呀。山下俗子有句俗语，是叫那脱胎换骨，洗水池的功效大致也可以这么说吧。对纯粹武夫的话裨益极大，对剑修也可以帮助温养本命飞剑。慕寒起了些心思，徐缺看了他一眼，不由得泼了盆冷水。怎么动心了？那你可得好好考虑考虑了。这处小洞天里还有着不少我们枫叶州的年轻天才，有个叫许明的，长得文文弱弱的，拳头却重得离谱，年纪比我还小2年，却硬生生练出来一个4境武夫，而且已经到了瓶颈，现在说不准都是5境了。中土神州好像还有个叫韩无心的，金丹境巅峰剑修，距离元婴就差那么半步，而且下手最黑，跟他过招不是缺胳膊就得少个腿。像这样的变态，这里比比皆是，你想从中截胡难？徐缺想了想，又补充了一句：极难。慕寒却忽然说道：先前已经遇见了一个叫风轩，还有一个叫向天元。徐缺神情古怪地看了慕寒一眼，看他气息不稳，便随口问了一句：打了一架？慕寒点了点头，杀了2个风轩的同门，本打算连那个风轩一起做掉，可惜最后没得手，让他重伤逃了。至于那个香天元，交过手，但是双方都没用全力。徐缺是越听越心惊，这2位可都不是什么软柿子，随便就能捏的。徐缺又上下打量了慕寒一眼，这你都没死成？慕寒没好气地说道：这么希望我死？徐缺讪笑2声，哪能啊？半晌，徐缺忽然叹了口气，我遇见的那个天才地宝其实也是个好东西，可惜那有个金丹境巅峰的白蟒，着实棘手，不然我就一窝端了。慕寒有些好奇，什么东西？徐缺说道：是2株龙胆草，对武夫裨益极大，你也是武夫，应该知道武夫6境便是那5胆境，若是能得到这龙胆草，就相当于一张6境武夫通行证了，到时破境会很顺利。但是那白蟒实在太难缠，我一个人搞不定。慕寒看了徐缺一眼，徐缺立马说道：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咱俩联手，到时候1人1株，对吧？没这么简单的，那白蟒最近被我搞得一肚子气，现在正发狂呢，半步都不离开那龙胆草，咱俩就算一起去也来不了硬的，
只能过几天等他消停下来了，再偷偷摸摸的拿到手。徐缺一个后仰倒地，有气无力的说道：“行了，让我歇上一些吧，小爷我可让那条白蟒折磨惨了。”慕寒揉了揉下巴，半晌，忽然阴恻恻一笑，冲着徐缺挑了挑眉：“如此良辰美景，咱俩可不能歇着啊！”徐缺连忙捂住胸口：“干嘛？我可没有那龙阳之好。”慕寒上下打量了徐缺一眼：“就你这样的，也入不了小爷我的法眼。”慕寒又勾了勾手，小声说道：“那魔门死士肯定不会放过我，现在估计正满世界找我呢。既然他这么心急，呵呵，咱们就再给他添把火。无心大哥，你说那洗水池真能让人脱？换骨吗？”一个扎着马尾辫的妙龄女子，双手负后，蹦跳着走在前方，回头问道。在这女子身后，一个长相英俊的年轻男子背后背了一把木剑，神色木讷的点了点头：“可以。”双马尾少女撅了撅嘴：“无心大哥，你就不能笑一笑吗？整天板着个脸，丑死了。”韩无心扯了扯嘴角，就当是在笑了。少女名为燕无双，与韩无心一样，都来自中土神州，是一座名为紫气城的普蝶仙师，俩人都是无字辈的。韩无心比燕无双更早拜入紫气城，算得上是他师兄。但是燕无双的背景极深，听说父母双亲早年与紫气城城主是至交好友，可惜在一同探索一处秘境之时，二人皆遭受了意外，紫气城城主也就将燕无双视为己出。可以说，整个紫气城，哪怕燕无双想横着走，都没人敢拦。韩无心这次主要还是担任燕无双的护道人，保护他在这白龙洞天内安然无恙，并且取得机缘。韩无心在整个紫气城年轻一辈中，算得上是佼佼者。不到而立之年，硬是修出了一个金丹境巅峰，而且还是那件修。炼气士的寿命比之武夫可是要绵长太多了。只说山上闭关一事，往往那么一个睁眼闭眼之间，便过了许多寒暑。一个100岁的金丹境都称得上资质尚可。莫要说韩无心这个不到30岁的金丹境巅峰，况且如今已经隐约有了破境的迹象。若是真能在这小洞天中寻到那洗水池，突破元婴，指日可待。韩无心跟在燕无双身后，一路上都是默不作声，活脱脱一个闷葫芦。可就在此时，韩无心却忽然双眼一眯，右脚重重一踏，瞬间来到了燕无双身侧，右手拔剑出鞘，一剑横挡在了燕无双身前。只听一道金铁相交之声，伴随着一道火花和燕无双的尖叫。于黑暗的火光中，韩无心看清了眼前这人的模样，一个隐匿于黑暗中的黑衣人，浑身散发着一种阴冷的气息。这黑衣人并没有与他过多纠缠，一击未曾得手，便速速退去，再次隐于黑暗，不见踪影。而与此同时，在这白龙洞天的其他地方，那些其他宗门的天才弟子都纷纷被一个古怪的黑衣人偷袭，却不恋战，往往是一击之后便消失不见，但是却如此往复，好生烦人。良久，在一处约好的隐秘之地，两位黑衣人终于碰头。慕寒运转，他化万物，露出了二人的本来面目。二人相视一笑，嘿嘿嘿。也是从这一天开始，整个白龙洞天忽然变得鸡飞狗跳，甚至有些人都不敢再穿黑衣，生怕被别人当成是那杀千刀的黑衣人。慕寒和徐缺在白龙洞天足足折腾了3天，徐缺手中是有一幅地图的，只不过不完整，有很多地方的缺失。二人一边伪装成魔门死士，不停地骚扰其他宗门的弟子，一边探查路线。白龙洞天的空间现在已经愈发的不稳定了，空间波动增多，很可能你走着走着便来到了一处完全没去过的地方，然后就要花费很多时间去找出一条新路。久而久之，二人倒也找出了一些规律，并且能够恰到好处的利用这些空间波动。只不过让慕寒有些失望的是，整整3天，他竟然都没能找到吴峰等人。徐缺瞧见一脸心不在焉的慕寒，也知道他在想什么，便出言安慰道：“放心吧，不会有事的。这洞天说大也大，说小也小，总会找到的。”慕寒点了点头，现在的确也没有更好的办法。闲来无事，慕寒便会翻阅一下两位前辈临死前赠予他的那2本拳谱。龙虎门宋晨前辈留下的那本拳谱，拳法刚猛，一拳一爪，声势逼人，龙拳虎爪，尤其是在这种龙气浓郁之地练拳，更是凭空增添几分威力。至于狂风拳场魏宗主的那枚玉扳指，上面的2门绝学，一门排云掌，一门封神腿，若说威力，确实比不得龙虎门的拳法招式，可这身法的确是非比寻常。徐缺是一名纯粹武夫，4境阴魂境巅峰，底子极为扎实，至少让慕寒与他切磋的话，怕是吃亏较多。可若是生死之争，鹿死谁手便不好说了。二人在这3天内，逐渐将徐缺手中那幅地图完善了起来。根据二人的推测，既然这白龙洞天是一条白龙遗骸，那么那洗水池的位置或许会在白龙头部。但是二人找了3天，却根本没有找到一条可行的路，所以暂时就搁置下来了。而且据徐缺所说，那洗水池共有9个，那也就意味着，无论这白龙洞天之中有多少人，最终就只有9个人能够获得那脱胎换骨。徐缺缓缓将地图收好，不知从哪里掏出来2个馒头，丢给了慕寒一个。慕寒头也没抬，直接伸手攥住了徐缺丢过来的馒头。该走了，这洞天里现在哪里都不安生，一直追杀你们的那位黑衣人，现在恐怕都要气疯了。而且那条白蟒估计也该消停了。徐缺啃着馒头，嘴里含糊不清地说道。慕寒却抬起头，问了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你一直都这么能吃吗？”徐缺嘿嘿一笑：“你懂个屁！我师傅说了，能吃是福。”慕寒打量了一会手中的馒头，轻轻咬了一口，打趣道：“那你师傅一定是个百十来斤的壮汉。”徐缺呸了一口：“信不得你别人身攻击哦，我师傅那可是枫叶州出了名的山上大美人，多少人想见还见不着呢。”慕寒有些意外：“你
你师傅是个女子武夫？徐缺得意地挑了挑眉，怎么样，厉害吧？慕寒摸了摸鼻子，嘿，还真挺意外的。女子习武本就不多，尤其是能打熬出一个大宗师境界，那就更是不易了。听徐缺说，他师傅可是个8境武夫，整个枫叶州就没谁敢惹。倒不是说8境武夫就能睥睨一州，实在是他师傅那个脾气差，极差，不是一般的差。问拳，好，不打的你3个月起不来床，就算我这么多年的拳都练到狗身上去了。慕寒有些好奇地问道：“你师傅叫什么名字？”徐缺一口将手中那半个馒头吞了进去，打了个饱嗝，豪气干云道：“以后到了枫叶州，就提我师傅叶双双的大名，任谁见了都得给上你几分薄面。你的五行法表示已经对未来的枫叶州之行很是期待，尤其是对那叶双双。”慕寒心中鄙夷，疯了？没听徐缺说那叶双双脾气可暴躁了吗？说不得你刚瞅上一眼，人家反手就是一句你瞅啥？那宰个办？龙胆草一般生长在极阴之地，也就是湿地，尤其是沼泽旁，而且必须是有龙尸之地，再由龙胆日积月累的滋养之下，才可生成这等天才地宝。这白龙洞天中的2株龙胆草，便是这条白龙的龙胆滋养所化。龙胆草对于纯粹武夫的裨益极大，但对于一般练气士则收效甚微。慕寒与徐缺悄然前进了这片沼泽，离得老远，慕寒便看见了那条盘绕在一棵树上的白蟒，巨大的鳞片犹如钢铁一般，闪烁着幽光，时不时的蠕动，更是让人感到心悸。一颗巨大的舌头，足足有油等人高，而且看那舌头之上，竟然已经生出了2个凸起。慕寒不禁暗自啧舌，这白蟒怕是要化蛟了吧？徐缺点了点头，只差吞食了这2株龙胆草，就可走僵化蛟了。届时一举突破至元阴境，简直是易如反掌。如果走僵顺利，或许都能达到化神境，都说不定。慕寒倒吸一口冷气，这白蟒果然凶悍，不知在这洞天之内蛰伏了多少年，日复一日的吸收着龙气。若是真能成功走僵，达到化神境，距离化为人形都不算太远了。在这条白蟒盘踞的古树下，正有2株淡紫色的异草，很是显眼。慕寒问道：“那便是龙胆草吧？”徐缺点了点头：“没错，我去吸引他的注意力，你趁机将那2株龙胆草取回，切记一定要快。我撑不住多久。”慕寒点了点头。徐缺深吸一口气，此地是一大片的沼泽地，有很多地方一招不慎就容易陷进去，极难脱身。所幸他之前已经与这白蟒在此地斗智斗勇了一整天，多少是有了些经验。徐缺不知从哪里掏出来一块大红布，破破烂烂的，上面还有了好几个破洞，当成披风一般披在了背后。看得慕寒直揉太阳穴，有点后悔跟徐缺来这寻宝了，也终于知道这位徐兄弟为什么叫徐缺了，多少是缺点心眼。徐缺大喝一声，从高处轰然落地，眼神凌厉，面色庄严，摆出一个古朴拳架，豪气干云道：“带小长虫，快过来受死！小爷我今日就把你扒皮抽筋！”一身拳意浑厚古朴，徐缺声势惊人，战意勃发，却不料那盘踞在一棵巨树之上的白蟒只是微微抬头，用大如铜铃一般的蛇眸阴冷地看了徐缺一眼，眼中闪过一丝厌恶，随后便又低下了巨大的头颅，看上去像是有些疲倦一般。徐缺尴尬地站在原地，有些不知所措，咋回事？这白蟒难不成还没睡醒？带小长虫，小爷可要动手了！徐缺又大喝一声，依旧是没反应。这次那白蟒竟是连头都没抬。徐缺尴尬了。慕寒皱了皱眉，他半蹲在一处隐秘的高处，向那白蟒盘踞之地仔细望去。只见那白蟒时不时地缩紧身体，巨大的蛇尾来回摆动。徐缺又大声喊道：“我可要动手了！”那白蟒依旧是没有任何反应。那我可真动手了哦！徐缺缓缓抬起一只手，就当他准备遥遥打出一拳之时，慕寒竟忽然出高处跃了下来。等等！徐缺见慕寒竟然也下来了，不由得急道：“你怎么也下来了？”慕寒拦住了徐缺的这一拳，轻声道：“这条白蟒好像是在产卵。”徐缺一愣：“生小蛇了？”慕寒点了点头。徐缺面色一喜，说道：“怪不得这白蟒不肯挪窝，原来如此。现在一定是他最虚弱的时候，咱们正好可以趁机夺走龙胆草，说不准还有机会宰掉这畜生。”慕寒犹豫了一下，轻声道：“只取龙胆草，无需伤他性命。天道有轮回，万物皆有灵，咱们已经抢了他的东西，没必要赶尽杀绝。”徐缺揉了揉下巴，也行。就当二人准备上前时，一道汹涌拳罡忽然从远处袭来，一拳打在了那白蟒的7寸之上。徐缺面色一变，有人来了。慕寒皱了皱眉，说道：“先躲起来。”二人身形闪动，躲进了一片茂盛的丛林之中。慕寒运转脸悉数，将二人的气息全部隐藏了起来。远处4个人踏步走来，慕寒双眼微眯，真是冤家路窄啊！香天元、风轩二人竟是都在其中。另外2人慕寒没见过，一人身穿一袭白衣，身材消瘦，但是慕寒却能从他身上感受到一股来自武夫的压迫感。这名白衣年轻人好像还有意无意地看了一眼慕寒二人身处的这片草丛，只不过也只是一眼，便移开了视线。你的脸悉数帮助你成功躲开探查，桀桀地笑了起来，熟练度有所上涨，当前熟练级50%。慕寒满头黑线，你笑可以，但是能别结吗？一般这么笑的人都活不长。那位白衣年轻人身侧的是一位身披铠甲，手中持有一杆银穗长枪，体内亦是有着武夫真气流动。只不过这人的压迫并没有身旁那位身材消瘦的白衣年轻人那样可怕。
徐缺的脸色却有些难看，他稍稍拨开草丛，又看了几眼，沉声说道：“是许明，还有马龙。”慕寒看了徐缺一眼，问道：“很强？”徐缺点了点头，说道：“许明先前已经跟你说过了，不提他所在的宗门，哪怕是整个枫叶州的年轻一辈中，许明都要排进去前3。可怕的不是他的境界，可怕的是他的天赋。这许明今年才刚过籍贯之年，就算打娘胎里练拳，也才不过才10几年的光阴。看他现在的气息流转，已经半只脚迈入5夫5境了。那个身穿铠甲、手持银枪的，便是马龙，与我境界相等，皆是4境5夫，师承枫叶州枪法大宗师金山，枪法马马虎虎。只不过他那一身铠甲很是坚固，据说是模仿那具祖宗铠所造，水火不侵，刀枪不入。”慕寒脸色有些怪异，祖宗铠。他低头看了一眼自己右手上的臂铠，那马龙身上的铠甲样式好像的确跟这臂铠的样式有些相像。徐缺面色阴沉的说道：“点子有点扎手，只能静观其变了。”慕寒没说话，默默地观察着远处的几人。许明居中站位，双手拢袖，安静地看着那头白马。马龙将银枪立在自己身侧，双手环胸，朗声道：“等下我打头阵。”风轩面色阴郁地看了那白蟒一眼，原本他是不想趟这一滩浑水的，可奈何体内伤势需要一颗水属性妖丹疗伤，这条白蟒自然是最佳。至于那龙胆草，他半点兴趣都无，那东西只对纯粹武夫有用，对他这种练气士来说，除了转手卖钱，毫无用处。想到这，风轩心中对那慕寒的恨意又多了几分。你的他化万物，感受到了来自风轩的怨念，熟练度有所上涨，当前熟练度真至化近30%。躲在一旁的慕寒揉了揉眉心，看来这风轩对自己的怨念颇深啊。这人留不得，不能让他成功从这白龙洞天内出去，否则以他背后的势力，恐怕会有些麻烦。至于香天元，则是完全是来凑热闹的，他对这许明有些好奇，想要结交一番，干脆就跟着来了。许明年龄最小，却隐隐成为了4人中的化石人。他看了一眼那白蟒，轻声道：“这白蟒像是在产卵，怪不得如此虚弱。我来打头阵，马龙找机会取龙胆草，风轩只管用水法骚扰他即可。香天元本来就是来看热闹的，所以干脆也没有出手的想法。”许明轻轻将袖子卷起，面色淡然。他率先走上前，白衣飘摇，神仙气度。那白蟒终于抬起头，巨大的舌头高高抬起，吐着猩红的杏子，舌眸之中满是暴戾之色，仿佛在警告入侵者，再敢向前一步便会死。许明双手负后，缓步前行。只不过不知从何时起，他每一步前行，这地面好似都会震颤一下，一步一脚印，脚印越来越深。香天元面色一变，这许明的拳意果然离谱。我击苍天，世人只管下跪。就连慕寒都微微变了脸色，这许明的拳意的确令人震撼，但不知为何，慕寒总觉得这许明的拳意让他极为不舒服。倒不是那种同为武夫的压迫感让慕寒直皱眉头，而是双方拳意背道而驰。许明是我级上苍，天下武夫皆要在我脚下跪拜，而慕寒八荒拳的拳意则是一往无前，身前无人，无人无天无地，我无需任何人跪拜，因为我拳出身前便无人。所以二人的拳意完全不同，用一句玄之又玄的话来说，便是二人之间注定有一场大道之争。许明又是一步踏出，这一步他浑身气机鼓荡，以他为圆心，整个地面都凹陷下去了几分，这是因为拳意太重的缘故。那白蟒也好似受到了威胁，蛇眸中的暴力更是甚，他蛇身再度一缩，尾部有3个蛇蛋滚落在地，这蛇蛋有常人脑袋大小，坚硬的外壳上布满了不知名的粘液。白蟒吐了吐信子，巨大的蛇头扭过头来看了一眼那3个蛇蛋，用蛇信舔了舔，随后猛地扭过头朝着许白一冲而去。许白不躲不闪，只是抬起一只手，化掌为拳，一拳打在那冲过来的白蟒蛇头之上。轰！狂风吹得许明一袭白衣疯狂鼓荡，但他的面色却始终如常。一层层肉眼可见的气机涟漪自许明的身上传出，吹得周遭的一切草木尽折腰。白蟒眼中尽是暴力，巨大的蛇尾横扫，直接扫向许明。许明躲避不及，一扫之下，竟然直倒飞了出去，沿途撞飞了无数巨树。马龙面色一变，提着银枪抖了一个枪花，一步便跃至那白蟒的头顶，枪尖朝下，一枪狠狠砸下。这一下竟是直接把这白蟒的头打得弯下去了几分，可却也只有这种程度了。白蟒张开血盆大口，便要一口将马龙吞下。关键时刻，风轩运转水法，一条水龙缠着住了白蟒的身子，使他动弹不得。马龙凌空一踏，好似踩在空气上一般，直接跃到了巨蟒的身上，双手握住银枪，枪尖朝下，用力一刺。这一枪竟是直接刺穿了白蟒的鳞片。白蟒吃痛，疯狂地扭动着身躯。马龙大喝一声：“霸王卸甲！”手中银枪闪过一道璀璨的银芒，长枪飞旋，白蟒身上的鳞片竟是被硬生生卸去数十枚。许明被白蟒的一尾扫中，身形倒飞出去，在远处砸出一个大坑。待尘烟散去，许明从大坑内缓步走出，嘴角有一丝鲜血，但是神情却极为平淡。他拍了拍身上的灰尘，脚尖轻点，速度极快地穿行在丛林之中，不消片刻便再度返回白蟒身前。此时风轩的那条水龙已经濒临破碎的边缘，白蟒蠕动着身躯，死死地缠住了这条水龙，瞬间水龙砰然炸碎。马龙脚步不稳地站在白蟒身上，身形踉跄。这白蟒的鳞片极为坚硬，即便是霸王卸甲也只能卸去区区几十片。水龙凭空碎裂之后，白蟒身体缠绕，
舌头扭过来，竖立的蛇眸死死地瞪着马龙。马龙心中一惊，刚准备躲闪，白蟒却已经张开血盆大口，喷吐出了一大片的绿色液体。这种液体无毒，但是却有强烈的腐蚀性。危急时刻，许明凌空一跃，一脚踢在了白蟒的头上，白蟒脑袋一歪，绿色的粘液也随之喷洒向了远处。慕寒与徐缺二人却是面色大变。徐缺骂了句娘，因为许明这一脚，这些绿色粘液竟然朝着慕寒二人所躲的地方洒下。这玩意可不是闹着玩的，二人也顾不得许多，只好仓促间向一旁躲去。但是如此一来，便也彻底暴露了。慕寒与徐缺对视一眼，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来个釜底抽薪。二人身形辗转腾挪，速度极快地朝着那两株龙胆草而去。这一幕自然也被不远处的四人看见。风轩的脸登时就阴沉下来了，又是这个慕寒。慕寒右手伸出，便要取下那两株龙胆草，可就在此时，一道锐利剑气直接斩向了慕寒。慕寒暗骂一句，只好向后退去。只听轰的一声，慕寒方才所处的地方被剑气割裂出一条深深的裂缝。若是慕寒没有立马后退，那么结果可想而知。徐缺那边也遭遇到了马龙的堵击，场面一时间乱成一团。许明和风轩正在对抗那条白蟒，香天元出手拦截慕寒，马龙与徐缺站在了一起。同为四境武夫，二人谁也不服谁。马龙拳法招式极为犀利，但是与慕寒一般，擅长贴身竞打。但是那马龙却是一把银枪在手，招法大开大合，偏偏不让徐缺近身。慕寒的本命飞剑前尘，自上一次用过之后，便陷入了短暂的蛰伏期。至少3天内，慕寒没法再动用本命飞剑前尘。如此一来，对上金丹境8层的向天元，慕寒胜算不大。而且慕寒背后古剑也已经被香天元的本命飞剑所剑封住，此刻只能不停运转功法闪躲。慕寒原本有意闪到徐缺那处战场，帮助他先将那马龙击退，可奈何那向天元好似看穿了慕寒心中所想，不停地以幻化出飞剑阻拦慕寒。这飞剑足足幻化出了上百把，对着慕寒围追堵截。慕寒的后背、胳膊处都已经出现了伤势。远处的风轩几次都想施展水法，配合香天元给慕寒致命一击，就算不死，也要让他重伤难逃。可奈何这白蟒的攻势太猛，单凭许明一人对抗的有些困难。慕寒根本看不见向天元到底藏身何处，身后只有上百把飞剑，慕寒只能不停地跑。偶有飞剑追上慕寒的脚步，他只得一拳将其击退，或是一脚将其踢向别处。虽然受了些伤，但是慕寒却没什么表情。他忽然调转了方向，向风轩所处的位置奔去。风轩先是一愣，随后眼中闪过一道杀机，还敢送上门来。香天元终于出现，他看着慕寒狂奔的方向，冷哼一声，真是不知死活。数百把飞剑突兀加速，直追慕寒后背。风轩也终于腾出手来，双手一拍，一把以水凝成的冰弓瞬间出现在了他手中。风轩拉弓射箭，瞬间击射出去9个冰霜箭矢，连珠9箭。这还不算完，风轩右手一挥，手中冰弓瞬间消失不见。只见风轩忽然身体弯曲，双手按在了地面之上。紧接着，慕寒脚下的地面竟是瞬间被冻住，随后一道道粗壮的冰刺从地面之上突兀出现，刺向慕寒。慕寒眉头一皱，身体高高跃起，但此时那些箭矢也已经到了慕寒身前。慕寒在空中凌空翻转，堪堪躲过了这9支箭矢。可是没想到的是，这9支箭矢竟好似生出灵智一般，猛地转弯回头，射向了慕寒的后背。慕寒瞳孔微缩，没想到这风轩竟然还留了后手，当真是吃一堑长一智。香天元双眼微眯，机会来了。他几步踏出，身影瞬间消失在了原地，手持那把本命飞剑所见，突兀地出现在了慕寒面前，一剑刺向慕寒眉心。上有数百把幻化飞剑，后有9支冰霜箭矢，地面之下还有尖锐的冰刺，前有香天元这夺命一剑。就连远处的徐缺都看到了这惊险的一幕，面色大变，再也顾不得与这马龙纠缠，右脚重重一踏，身形一跃而起，就要去救下慕寒。可马龙怎会让他如意？手持长枪追上了徐缺，枪身一横，一枪向徐缺横扫而去。徐缺怒火中烧，一把伸出右手，死死地握住了这把银枪。马龙面色一变，他练枪这么多年，还没有谁能徒手攥住他的银枪。徐缺满脸杀气地看向马龙：“你找死！”马龙这时才发现，徐缺胸口上的那麒麟刺青，竟是像活过来了一般，原本暗淡的线条竟然变得鲜艳起来。另一边，慕寒此刻已经到了千钧一发之际，向天元的这一剑显然是没有给慕寒任何活路。只不过慕寒的神情却依旧是平淡如水。香天元心中忽然泛起了一个不好的念头，可此时剑已出，强行收剑只会让自己重伤。就在香天元手中剑马上要刺入慕寒眉心之时，慕寒右手忽然微微抬起，一把通体金黄的本命飞剑瞬间出现在了慕寒手中。这把剑名叫往事。刹那间，好似所有人的动作都停滞住了。许明保持着一拳挥舞的姿势，白蟒张开血本大口，欲要一口吞掉许明。向天元的那一剑依旧停在了慕寒眉心处，不过1寸的距离。头顶的100余把飞剑也固定在了原地，身后那9支冰霜箭矢也保持着那个转弯回旋的状态。慕寒脸色微白，即便体内还残余着大量的赤血龙果的灵气，但是这把本命飞剑的本命神通所要消耗的灵力实在太过巨大。慕寒毫不犹豫，一剑递出，直接将香天元重伤。倒不是慕寒不想直接宰了向天元，而是他身为剑修，自然是有着一定的剑气护体。慕寒这把本命飞剑的神通是能够让光阴停滞，但是只有3息。3息的时间虽然足够破开向天元的剑气护体，但是那时向天元也已经恢复了正常，慕寒没有十足的把握将其杀掉，所以便只递出一剑，
随后整个人朝着风轩扑去。此时2息已过，慕寒握紧双拳，一身拳意已经攀至巅峰。3息，天地解冻，刚才的一切仿佛没有发生过一般。香天元猛地呕出一大口鲜血，满脸骇然。风轩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方才见慕寒已经陷入了死地，或许下一刻他便能看见香天元一剑刺破慕寒的头颅。但很可惜，下一刻他忽然发现眼前有一双越来越大的拳头，慕寒已经奔至他身前。登天！慕寒一拳打在风轩的下巴上，风轩的整个身体都被打得飞了起来。慕寒又是接连3拳递出，风轩就像一个断了线的风筝，每挨上一拳就要在半空中飞上一会。慕寒足足打出15拳，风轩早已经被打得不成人形。慕寒最后一拳直接打在了风轩的眉心处，这一拳，风轩的脑袋瞬间像一个西瓜一样炸裂开来，所有人都震惊了。方才那一刹那，好像所有人都有了短暂的失神。你的搬山术感受到众人的震惊，心中大为畅快，熟练度显著提高，当前熟练度无上圆满20%。慕寒也有些惊讶，没想到这一次竟然提升了这么多熟练度。他现在越来越期待，当搬山术达到无上圆满100%之时，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光景。你的他化万物感受到了来自风轩临死前的巨大怨念，熟练度有了巨大提升，当前熟练度真挚化近50%。你的他化万物感受到了来自香天元的怨念，熟练度再次上涨，当前熟练度真挚化近55%。慕寒低头瞥了一眼风轩的尸体，哟，怨气还挺大。他弯下腰，在风轩身上找了半天，终于找到了那颗珠子。这玩意可是极品灵气啊，不要白不要。将这珠子收好，慕寒又一脚踩在风轩的身上，仰头望向向天元，怎么不服？香天元脸上表情一僵，方才到底发生了什么？明明自己马上就要得手了，可一瞬间眼前一花，自己转眼间便已重伤，而慕寒则极为突兀地出现在了风轩的面前，甚至一举击杀了风轩。香天元忽然想起，在那一瞬间，慕寒好像祭出了一把金黄色的长剑，难道这慕寒有2把本命飞剑？其中一把他是见识过的，可自成小天地，名为前尘。那么这一把难道是可以让光阴长河停滞？怪不得。香天元终于明悟，可此时看向慕寒的眼神已经完全变了。许明与那白蟒差不多也分出了胜负，许明站在白蟒的头上，一拳又一拳地打在那白蟒已经隐隐凸起的小脚上。许明自己的双手也早已经是血肉模糊，但是神情却没有丝毫变化，甚至连眉头都不曾皱一下，仿佛这种伤势对他来说早已经是习以为常，更不会影响他出拳。许明一拳复一拳，那白蟒巨大的身体疯狂地蠕动，最后巨大的头颅终于是轰然落地，奄奄一息。许明站在白蟒的头上，轻轻吐出一口气，随后震惊所有人的一幕出现了。许明破境了，5符5境，雄破境。原来许明早便可以踏入5境，只不过是自己一直在压境，现如今与这白蟒一场倾力出拳，没法再压住境界，只好破境。忽然远处传来一阵砰然巨响，马龙被徐缺从远处狠狠地丢了过来。马龙那一身铠甲竟然都已经变得稀烂，手中那银枪也已经折断，满脸鲜血，生死不知。徐缺站在原地，浑身升腾着淡红色的雾气，胸前那麒麟刺青果真如活了一般，竟是睁开了眼睛，朝着众人怒目而视。马龙先前阻拦徐缺，不让他去救慕寒，从而彻底将徐缺惹火了。徐缺身上的麒麟刺青可不只是一个刺青，这刺青是用一头火麒麟的所有精血刺在了徐缺的身上。这刺青即算是一种增幅，也是一种禁制。道说人皆有3魂7魄，可徐缺从一出生便少了1魂1魄，而且徐缺是个孤儿，若不是在那年大雪之中遇见了他师尊叶双双，徐缺或许早就死在了那个寒冷的小巷内，手里捧着半个冻得僵硬无比的馒头，仰头看着万家灯火，然后默默无闻的长眠于此。或许过了几天，有些人在酒桌茶桌上会说上一句，有个小乞儿冻死了，真是可怜啊。是啊，再然后人们也就忘了，仿佛徐缺从未来过。不过所幸在那场大雪中，有一个女子撑着伞走到了徐缺面前，问他愿不愿意学拳，或许有点苦，有点累。徐缺却只问了一个让那子女展颜一笑的问题，有馒头吃吗？自此徐缺成了叶双双的开山大弟子，同时也是关门弟子，枫叶州武道大宗师，此生就只收这么一个弟子。因为徐缺天生缺少1魂1魄，所以才取名徐缺。徐缺的习武天赋算不上多么惊世骇俗，但是胜在稳扎稳打，心性坚韧。但是渐渐的，叶双双发现了一个大问题，那便是徐缺习武练拳，有时会陷入一种像是走火入魔，却又不是走火入魔的疯魔境地。这或许跟他缺少的那1魂1魄有关。所以叶双双亲自走了一趟万妖窟，取来了一只火麒麟全身的精血，给徐缺刺下了这刺青。但是此举有好有坏，好的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阻止徐缺陷入疯魔，坏的是一旦徐缺不慎陷入疯魔，便会唤醒身上那麒麟血刺青。现如今便是这么个情况。徐缺双眼通红，身体上一直升腾着血雾。慕寒面色一变，脚尖一点，朝着徐缺掠去。许明看着地上的马龙，破天荒地皱了皱眉。马龙身上的这副铠甲虽说只是仿制，但是其品阶依旧却达到了中品灵气的标准，可现如今却硬生生被徐缺以双手锤破，打成了一堆破铜烂铁。许明饶有兴趣地看了徐缺一眼，徐缺的大名许明也是听说过的，枫叶州年轻一辈中出了名的魂不吝。枫叶州的狗见了许明都是掉头就走。香天元愈发的坐立不安，这座白龙洞天已经越发的诡异了。香天元的一颗剑心已经不再无垢，此时的香天元竟然已经想要离开了。
不是离开此处，而是离开这白龙洞天。慕寒来到了徐缺身边，面色凝重，本想伸手拽住徐缺，却忽然感受到了一股剧烈的灼烧感。是那火麒麟！徐缺现在显然已经有些丧失神智了，就连眼眶中好似都流出了鲜血，双眼通红，时不时发出一声低吼。徐缺！慕寒大喝一声，却根本没法唤醒徐缺的意识。只见徐缺面色狰狞，好似极为痛苦，从他喉咙里传出了极为低沉的2个字：快走！徐缺用最后一丝清明说出了这2个字，随后忽然静止不动，面无表情地低着头。慕寒眉头紧锁，这种情况他从未见过，简直就是束手无策。下一刻，徐缺忽然转过头来，笑容癫狂地看着慕寒。慕寒心中一惊，还不等他有所动作，徐缺忽然一拳打在了慕寒胸口之上。慕寒瞬间被打得倒退出去数百米。慕寒捂着胸口，呕出一口鲜血，一脸震惊地看着徐缺。封魔之后的徐缺，实力几乎是正常状态下的数倍。徐缺微微躬身，双臂自然下垂，他的视线投到了许明的身上。在场的所有人，只有许明体内的气息最为强大，徐缺自然将其当成了自己的目标。只听轰的一声，徐缺身形猛地前冲，脚下的地面寸寸皲裂，最后竟是直接塌陷了下去。徐明看着一路狂奔而来的徐缺，眉头微微一皱，却没有选择躲闪，而是缓缓吐出一口气，再度摆出一个古朴拳架。徐缺的速度极快，眨眼间便已至许明身前，毫无招式可言，只是简单的一拳轰出。许明也是一拳轰出，二人只见直接荡起了一层气机涟漪。许明身后的草木刹那间被徐缺这一拳的拳刚击得粉碎。许明面色不变，倒是却倒退了一步。而徐缺依旧是满脸癫狂，一拳之后便是拳出如雨落，没有半点招式可言，就只是不停的出拳，疯狂的宣泄。甚至慕寒好似都看见了，在徐缺身后有一个火麒麟的虚影，正在变得渐渐凝实。徐缺又是一拳，这一拳竟是直接打在了许明的脸上。许明口吐鲜血，整个人都被徐缺这一拳打得倒飞出去。只不过许明仍旧是在倒飞出去的那一刹那，踢出去一脚，一脚踢在了徐缺的胸口上。巨大的力道踢得徐缺身形止不住的后退。许明倒飞出去好几十米，这次堪堪稳住身形，双脚在地上划出一道深深的沟壑。一向风神俊朗，如人间谪仙人一般的许明，此刻也是鼻青脸肿，不知道这徐缺有什么毛病，打人专打脸。徐缺的情况看上去更糟糕一些，全身的肌肤仿佛都已经被高温融化，然后升腾出一股红色血雾，双眼赤红，眼中的癫狂愈演愈烈。大地再次震动，徐缺与许明二人同时前冲，再度站在了一起。就在这时，一道虚无之门突兀地出现在了不远处，紧接着一股强大的威压瞬间出现。慕寒面色狂变，这股威压，这是反虚境的大修士。因为这种威压，慕寒只在云青山的身上感受到过。还不等众人回过神来，一道人影忽然从这门外冲了进来，紧随其后的是一道威力惊人的术法。那虚无之门仿佛也扛不住那道术法的威力，刹那间破碎。只不过这术法仍旧是有一半落在了此地。轰！瞬间仿佛天崩地裂一般，许明面色大变，再顾不得与徐缺纠缠，身形疯狂后退，但仍旧是被这道术法的余波击中身躯，身体直接倒飞出去，不见了踪影。徐缺也受到了波及，身体犹如皮球一般在地上弹了3弹。慕寒完全没有看清从那道虚无之门中闯入的人影，但是此刻也没时间再去搞清楚缘由。慕寒身形一动，先是将那2株龙胆草取下，随后来到了徐缺身侧。徐缺此时还踉跄着起身，只不过刚站起来就被赶来的慕寒一击打在后脖项处，击晕了过去。慕寒刚要将徐缺扶起来，却忽然眼前一花，一个窈窕身影忽然出现在了自己身前。慕寒表情一变，刚准备后撤，却只听见一道清冷的嗓音：“别动，再动一下我就杀了你。”慕寒一愣，这个嗓音怎么这么熟悉呢？慕寒缓缓抬起头，一瞬间汗毛直立。他奶奶的，妖月！他怎么进到这里的？面前那具妙曼身躯不是妖月，又能是谁？一身紫色纱裙，自容可称绝美，星眸闪烁着点点星光，带着几分清冷，浑身透着一股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漠，但是在这种冷漠之中，却又有着无尽的妖媚，仿佛天生媚骨一般。明明是面若冰霜，却媚得浑然天成，身段婀娜，赤着双足，尤其是那双修长的双腿，简直是让人流连忘返，就连慕寒一时间都看得呆了。你的五行法犹如打了鸡血一般，已经趋近于癫狂。五行法，我弟乖乖，冲了他，冲了他，冲了他，老子给你顿悟100次，老子直接让你成仙！慕寒用力地咽了口吐沫，在星湖之上对五行法说道：“冲了他，他现在快把我给冲了！剑娘们可不是啥好人啊，咱哥俩估计要下辈子再见了。五行法，放心吧，他冲不了你，他受了重伤，干不过你。”慕寒眼前一亮：“你说的都是真的？五行法这种事，我什么时候骗过你？看女人这方面，我认第2，有人敢认第1。”就在慕寒与五行法在星湖之上闹闹哄哄之际，妖月忽然开口道：“好看吗？”原来慕寒在与五行法对话之时，眼神还一直盯着妖月那双紫色纱裙下若隐若现的大长腿。慕寒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脸：“不好看，不好看。”好看，好看。慕寒的脸色犹如吃了苍蝇屎一般，他怎么也想不明白妖月这么高的境界是怎么进来的。慕寒摸了摸鼻子，又挠了挠头，露出一个谄媚笑脸：“妖月大姐，累不累？渴不渴？要不小的我给你捏捏肩，松松腿。”说着，
慕寒还真就鬼迷心窍的往妖月那2双修长的大腿上摸去。想死！妖月眯起眼，嗓音冰冷的说道。慕寒回过神来，动作僵硬在了原地。他现在是真想给自己一巴掌，这不是做呢吗？怎么就管不住自己这双手呢？妖月忽然皱了皱眉，面色突然间变得惨白无比。他看向慕寒的眼神有些复杂。脱衣服！慕寒一愣，啊，我叫你脱衣服？慕寒眼皮狂跳，魔门中人都这么主动且开放吗？这不太好吧？这荒郊野岭的，要是被人看见……妖月面若冰霜，要不是自己体内的伤势太重，甚至重到了危及生命的地步，他是真想一巴掌拍死这个慕寒。慕寒看着妖月那满脸的杀气，不由得一哆嗦。罢了，我脱就是了。结果慕寒脱完衣服的第一句话，直接气得妖月一口血喷在了慕寒身上。慕寒脱完了衣服，呆呆地看着妖月，你不脱呀？慕寒见妖月都急得吐血了，当下也不敢再耽误事，双手就放在了裤腰上，就要往下脱裤子。妖月开始有些怀疑人生了，老娘就让你脱个衣服，你戏怎么这么多啊？你脱裤子干嘛？慕寒一脸茫然地问道。裤子不用脱吗？不脱咋办事？我办你大爷！妖月一个气血上涌，差点没有喷出一口血来，当下也实在不想再跟这脑子拎不清的青云门圣子再多做纠缠。妖月用匕首瞬间划破了自己的手掌，随后又在慕寒的丹田处划开一道口子，将自己的手掌按了上去。慕寒不是不想抵抗，实在是不敢抵抗。虽说五行法说这妖月受了重伤，可慕寒分明还能觉察到妖月那令人心悸的气机波动。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啊！慕寒狠狠地咽了下唾沫，这是在搞什么啊？自己丹田处怎么冰冰凉的？好像还挺舒服。妖月看着慕寒的表情，气得嘴角颤抖。你这什么意思？很享受吗？你礼貌吗？片刻，妖月把印在慕寒丹田处的手缩了回来。慕寒赶忙穿上了衣服，坐也不是，立也不是，好一个坐立不安。妖月又皱了皱眉，面色再度苍白几分。他刚要说话，却忽然眼前一黑，瞬间向慕寒倒去。慕寒下意识地伸出手，一把将妖月抱在了怀里。你的五行法感受到了这美妙的触感和汹涌的压力，鼻血狂喷，修炼速地提升500倍，产生顿悟。当前境界金丹境4层。慕寒却根本来不及开心，任谁怀里抱着这么个魔道妖女，恐怕都是心惊胆战，生怕这妖月忽然抬头，张开血盆大口，一下咬掉自己的脑袋。也亏得妖月晕了过去，否则要是知道慕寒是这么想的，不得活生生气死。老娘是魔修，但他娘的不是魔物啊！你给我张个血盆大口试试。慕寒以心声问道。他真晕了，不会是在试探我吧？五行法真晕了，晕的不能再晕了，这等好机会可不能浪费。慕寒点了点头，确实不能浪费。说着，慕寒就把妖月放在了地上，看的五行法是激动不已，修炼速度又往上提了一提。慕寒掏出大宝剑，这下可把五行法吓坏了。五行法，你这是要干嘛？慕寒一脸认真的说道。弄死他，难不成等他醒了之后弄死我？五行法，老子让你冲了他，没让你宰了他。慕寒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似的，不行，冲他！我是没那贼心，也没那贼胆，说不好冲到一半，我的大宝剑也就剩下一半了。五行法却忽然桀的笑了起来。慕寒满头黑线，你们这一家子是都有啥毛病吗？咋都喜欢桀？没遇见我之前，你们他娘的不会都是反派吧？五行法，可惜啊，你现在是宰不了他了。你以为他刚刚在干嘛？在摸你，那叫同生骨。你现在要是一剑给他弄死了，那你也就跟着陪葬了。慕寒脸都绿了，这他娘的你不早说！五行法我知道，但是我就是不说，我就是玩。慕寒把古剑又收回剑鞘，蹲在了地上，长吁短叹。这下好了，还他娘的砸手里了。慕寒双手一拍，啪，快了，没了，还不能把他一个人扔这，不然万一这妖月真一个不小心死在这了，慕寒也就跟着稀里糊涂的挂了，那可真是日了狗了。慕寒一把背起徐缺，又一个公主抱，把妖月抱了起来。当务之急，还是赶紧找一处安全的地方。只不过刚要走，却发现那条白蟒不知何时竟然转过头来，竖立着的蛇眸死死地盯着慕寒。慕寒动作一僵，他奶奶的，自己怎么就这么倒霉啊？这大蛇刚才不是让许明给锤死了吗？咋个又活了？慕寒轻叹一声，这白蟒其实眼看着是活不下去了，难不成是想要一株龙胆草疗伤？罢了，若真能救你一命，便是给你一株又能如何？这龙胆草原本就是这白蟒的东西，大不了2株分给这白蟒1株，剩下那1株自己不要了，留给徐缺就是了。慕寒拿出1株龙胆草，在这白蟒面前晃了晃，你要是能吃了能救命，就拿去吃吧，不用谢我，反正这东西本来就是你的。慕寒将这龙胆草丢了过去，却没想到这白蟒竟是没有开口吞食，而是一阵吐息将其吹了回来。不吃，那你想干啥子？慕寒接住了那被白蟒吹了回来的龙胆草，一脸猛地问道。那白蟒好似听懂了慕寒的话，巨大的舌头费力地扭动了一下，看向了不远处。慕寒顺着白蟒的视线望去，神色一变，微微动容。那里有3枚雪白的蛇蛋。慕寒神色变得肃穆起来，他先将徐缺、妖月2人放在了地上，随后脚尖一点，来到了那蛇蛋处。他指了指那巨大的蛇蛋，想让我带他们走。那白蟒已经没有了点头的力气，只是眨了眨眼，原本阴冷暴力的眸子里，此刻却尽是不舍与祈求。慕寒面色动容，他微微站定，呼出一口气，
将这3枚蛇蛋全部收到了方寸屋中。我可以帮你把他们都带出去，然后会在青云门的后山中为他们寻一处僻静地，安心修炼。前提是我能活着离开这里。慕寒冲着白蟒抱了抱拳，随后来到了妖月与徐缺这里，刚要把徐缺扛起来，却发现那白蟒忽然张开大口，身体蠕动，吐出来了一捧竹简。这一幕可把慕寒看得呆了。只见那白蟒巨大的头颅拱了拱那捧竹简，往慕寒身处的方向推去。慕寒一愣，给我的。那白蟒费力地眨了眨眼。慕寒上前几步将那竹简捡了起来，并没有赶紧翻开看，而是将其收入了方寸物中。慕寒冲着那已经奄奄一息，甚至都睁不开眼的白蟒，恭恭敬敬地行了一礼后，便带着妖月和徐缺掠向远处。一路上，慕寒破天荒地遇见了不少人，大概有3、4拨人，只不过看这些人都神色匆匆，而且好像都在往同一个地方赶。这些人看见慕寒，也大多只是惊鸿一瞥。慕寒寻了大半天，终于又找到了原先的那个山洞，将徐缺丢了进去，随后抱着妖月弯腰走进了山洞。还没走几步，妖月竟忽然睁开了眼睛，发现自己竟然被慕寒公主抱。妖月俏脸微微一红，她修道300余年，莫说被人拦腰抱起，就算有人多看她几眼，妖月都要将她的双眼剐出来。妖月忽然出声道：“松手！”这一嗓子可是把慕寒给吓了一大跳，脚下一软，直接抱着妖月扑倒在了地上。妖月绝美的脸庞上突然涨红，她怒道：“你的手是不想要了吗？”啊！慕寒一脸茫然地抬起头，发现自己好似握住了什么东西，还挺软。慕寒下意识地捏了2下，然后瞬间全身的汗毛都立起来了。他好像知道自己捏到了什么了。你的五行法表示这辈子值了。这柔软的触感，这沁人心肺的香气。你的五行法，浑身颤抖，修炼速度一飞冲天，达到了600倍。慕寒一个鲤鱼打挺，瞬间站起身，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速坐到了山洞最里面，满脸肃穆的微微扬起头，揉着下巴，感慨道：“啊，你看这异乡的月色，这月亮多大多亮多。”慕寒说到这，忽然说不下去了。妖月躺在原地，恨得牙根直痒痒。这他妈在山洞里呢，你看的是哪来的月亮？要不是自己现在半分力气都没有，妖月恨不得把慕寒那双手都剁下来。可是挣扎了半天，妖月很凄凉的发现自己当真是半点力气都无。这次的伤实在是伤得太严重了，几乎伤到了他的大道根本与神魂。慕寒在一旁一脸尴尬的看着妖月在那里跟一条蛇一样在原地不停蠕动。尝试了半天，妖月终于是放弃了。他恶狠狠地看了慕寒一眼：“你瞎了吗？还不快来扶我一把！”慕寒摸了摸鼻子，悻然起身，走到妖月身旁，将她轻轻扶了起来，期间还要一直忍受妖月那几乎可以杀人的目光。慕寒撇了撇嘴，小声的嘀咕道：“求人办事还这种眼神，活该变成一个几百年都嫁不出的老姑娘。”妖月，你敢再说一遍吗？妖月瞪着慕寒，如果眼神真的能杀人的话，慕寒最少也死了几百次了。慕寒打了一个激灵，立马换了一个谄媚笑脸：“啊，我是说妖月姑娘真是倾国倾城，沉鱼落雁，闭月还羞花，谁能与你结成那比翼双飞的道侣，真是800年都修不来的福分。”妖月冷哼一声，算你小子还会说点人话。慕寒轻轻将腰，岳父到了一处石壁旁，靠坐在这里，自己则是找了些柴火，点起一簇篝火。看着妖月那有些苍白的脸庞，慕寒很是好奇，什么人能把妖月伤成这样？慕寒酝酿了一会，小心翼翼地问道：“是被谁打伤了？外面发生了什么？”妖月眼神复杂地看了慕寒一眼：“你也好意思问？你还真是有个好师尊啊！”原来就在慕寒在白龙洞天里折腾之际，外面都已经打冒烟了，是真的冒烟了，整个白龙洞都飘起了战火的硝烟。青云门弟子死伤颇多，但是魔门那边情况更是糟糕，死伤无数。原本按照战局来说，青云门是完全落了下风，就连长老慕云迪都断了双臂。最后若不是李林拼死相救，慕云迪都已经准备自爆了。长老吴磊以重伤且此生境界在无法寸进的巨大的代价，硬生生拼掉了魔门3位使者。要知道天魔宗妖月旗下魔门使者也不过区9位，经此大战竟然就被吴磊一人拼掉了1/3。云青山重伤，当时妖月与那莫七2人围攻云青山，原以为云青山接连大战早已经是强弩之末，说不定都牵动了一些救急，谁知云青山一直都是在藏拙，在最后关头给了妖月全力一击，随后莫七也给了云青山致命一击，一击将云青山打成重伤。但在最后关头，白龙洞忽然涌现了2波援军，一波来自长河剑宗，另一波则是九天宗。长河剑宗宗主赵四，一位化神境剑修，还有九天宗太上长老齐毒，同样是一名化神境强者。2人联手将莫七逼退。妖月见势不妙，便施展秘术逃遁，却不曾想那莫七竟是准备驱虎吞狼。在2人逃到半路之时，忽然对妖月动手。若不是妖月先前悄悄将白龙洞天开门的那枚玉符拿到了手，重伤之下逃到了这里，恐怕他真的会死在莫七手里。那莫七来自天下第1大魔宗的听雪楼，实力的确恐怖。慕寒听完，心底也是泛起了波涛骇浪。旋即慕寒陷入了良久的沉默。如果自己不来这趟浑水，或许就不会死这么多人。慕寒握紧了拳头，都是因为自己。如今就连师尊都身受重伤，就连往常一向相看2相厌的慕云迪慕长老都断了双臂。慕寒咬紧了牙关，双手死死地握着拳。妖月似是觉察到了慕寒的心境起伏，嗤笑一声：“你们这些名门正派的弟子倒是有趣，一个个悍不畏死，就为了守护心中那个虚伪至极的正道。
自诩名门正派，可暗地里的龌龊难不成就少了？慕寒半天都没说话，半晌，他轻呼出一口气，伸手填了些柴火，语气平淡道：“我们就像是这一根根柴，有些人境界高一些，就是大一些的柴；境界低的，就是小一些的柴。但是当它们燃起来时，火光是一样的。但是不能否认的是，火光可以照耀整个山洞，但是在其脚下，难免会有火光照耀不到的地方。”慕寒看着篝火，火光照亮了他的脸庞。慕寒看着火苗，怔怔出神。半晌，他又缓缓开口道：“我从未说过魔门如何如何，就像这个世界有光，便不可避免就有暗，这是谁都无法左右的。喜欢光的人，自然而然的厌恶暗。可是要知道，有些人可能一出生就没见过光，他们或许也向往光，但是他们一出生就被冠以暗之名。这条路或许不是他们选的，但是却是不得不走的。”妖月一愣，他扭头看向慕寒，有些意外，青云门的圣子竟能说出这样一番话。慕寒感受到了妖月的注视，这一次他没有特意移开视线，而是与妖月对视。二人对视片刻，妖月忽然冷哼一声，扭过头去，不再看慕寒那双如悠悠水潭一般深邃的双眼。过了一会，妖月冷不丁说道：“最好还是看看你那位朋友吧。”慕寒一愣，徐缺。慕寒走上前，徐缺依旧是紧闭双眼，那升腾而出的雾气已然消失不见，可那麒麟刺青依旧是鲜艳无比，而且徐缺的身体如今还是滚烫的。慕寒皱了皱眉，他望向妖月，轻声问道：“你知道该怎么救他？”妖月斜瞥了慕寒一眼，知道啊。妖月顿了顿，可是我为什么告诉你？慕寒蹲在地上揉着下巴，五行法刚才已经悄悄告诉自己了，戒娘们现在重伤，而且受功法影响，此刻就是个无尽之人。也就是说，妖月就是一个体魄极强，但是却毫无灵力的普通人。毕竟妖月是个反虚境的高手，虽然不是纯粹武夫，但是其体魄也是一般人无法比拟的。慕寒扭头看了妖月一眼，挑了挑眉，真不说。妖月恶狠狠地瞪了慕寒一眼：“你是在威胁我？”慕寒耸了耸肩：“不敢不敢。五行法，小子，给我狠狠地抽他的屁股！小娘们落我手里了，还能让他欺负了不成？”慕寒以心声道：“真的好吗？五行法，是个男人就给我冲！此时不冲，更待何时？给我抽！抽得好，老子原地顿悟！”慕寒嘿嘿一笑：“这可是你说的。五行法，这悟我今天顿定了，老天都拦不住我。我说的。”得嘞。慕寒冷笑着走向妖月：“真不说？”妖月一瞪眼：“就不说。嘿，小娘们还挺倔，我今天就让你倔。”慕寒一把将妖月抱了起来，随后翻了个面，放在了自己腿上。妖月一声惊呼：“你要干什么？”慕寒阴恻恻一笑：“干什么？你马上就知道了。”啪！一声极为清脆的响声响彻整个山洞。妖月愣住了，他可是天魔宗宗主，修道有成的反虚境高手，如今竟被慕寒这般羞辱。慕寒也愣住了，哎，这手感不错啊！哎呦，不错哦！慕寒，我杀了你！妖月满脸涨红，眼中满是怒火，不停地蹬着两条修长的大白腿，两只手就要掐住慕寒的脖子。慕寒一把攥住了妖月的两只手，有些头皮发麻。这梁子算是彻底结下了，不过也无所谓了，脑袋掉了碗大个疤。18年后，小爷我还是一条好汉，一不做二不休了。慕寒一咬牙，啪！又是一道清脆的响声，伴随着慕寒的严刑逼供，山洞内传出了奇奇怪怪的声音。啪！你说不说？啪！说不说？啪！还敢瞪我？啪啪啪！随着这此起彼伏的古怪声响，慕寒的气机波动竟也变得波涛汹涌。你的五行法，双眼通红，修炼速度达到了史无前例的1000倍，即将产生顿悟。你的五行法成功顿悟，当前境界金丹境5层。你的五行法还在修炼，他还在修炼。慕寒感受着体内充沛的气机，心中大喜，这下算是彻底豁出去了。以至于后面有人偶然间路过这山洞外，只听见里面男人沉闷的喘息声和止不住的啪啪啪。那名修士神情古怪，眼中闪过一丝佩服。我们辛辛苦苦造的，灰头土脸的在这洞天里寻宝，这哥们可倒好，在山洞里忙活起来了。他原本还想爬墙角再听听声，却被一位同行的女修红着脸硬生生拽走了。山洞内，慕寒伸手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他娘的，这活也不是一般人能干的了，有点累手啊。妈了，你的五行法即将再次产生顿悟，他又要顿悟了。你的五行法真的顿悟了，他做到了，当前境界金丹境6层。你的五行法好像有点练过头了，翻白眼了，吐白沫了，还抽了2下。慕寒，喂，差不多得了，别把自己练死了。你们怎么也不拦着点？搬山术拦不住，疯了，彻底疯了。乾坤化龙剑，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慕寒翻了个白眼，妖月却半天都没了动静，原本还会叫上2声，后来忽然就沉默了。原本慕寒还以为自己下手重了，打晕过去了，但是等听到星湖上那个熟悉的声音后，慕寒狠狠地咽了下口水。你的他化万物，感受到了史无前例的巨大怨念，熟练度一飞冲天。当前熟练度真挚化近99%。慕寒心中一惊，往常这熟练度都是一点一点的加，这下可倒好，差点封顶了。这得多大的怨念啊！
慕寒心中泛起了一丝苦意，等这妖月恢复实力了，自己不得被剥皮抽筋啊！想到这，慕寒浑身一颤，打了个激灵。不行，还是想办法补救一下吧。慕寒清了清嗓子，语气放柔，糊了一些。那个，要不还是说了吧。见妖月还是没说话，慕寒有些没底了。是不是我下手太重了？我给你揉揉。说着，慕寒还真就揉了起来。妖月的脸红彤彤的，像是天边的火烧云，挂在了他的脸颊。别碰我！妖月的声音细若蚊蝇。慕寒手上的动作一僵，放我下来！我就告诉你。慕寒赶紧将妖月翻了个面，动作轻缓的扶他坐在了地上。只不过屁股刚一着地，妖月的眉头就凝成了一团。疼，那是真的疼。等我恢复实力，我要把你千刀万剐，我让你上刀山，让你下火海，让你进油锅，我要把你扒皮抽筋。我画个圈圈诅咒你。妖月心里暗自想着，手里拿着一根短小的柴火，咬牙切齿的在地上画着圈。慕寒却黑了脸，因为自从他把妖月放下来后，心湖之上就没消停过。你的他化万物，感受到了来自妖月的恐怖怨念，熟练度再次上涨，当前熟练度无上圆满1%。来自妖月的怨念，来自妖月的怨念，来自妖月的怨念，最后竟是直接将他化万物的熟练度一路对到了无上圆满10%。他化万物，你刨人家祖坟了？慕寒脸都绿了，贱娘们也太记仇了吧！这怨念就离谱。慕寒深吸一口气，不管了，还是先救徐缺要紧。到底怎样才能救得了徐缺？帮我一次，就当我欠你一个人情。妖月低着头，也不看慕寒，自顾自说道：他身上的麒麟血属火，需要以极为精纯的水属异宝中和才能救得了他。这白龙洞天内除了龙珠，便只有龙源能救得了他的命。龙源？慕寒神色一怔，你知道龙源在哪？妖月忽然冷哼一声，不知道。慕寒面色有些无奈，都这个时候了，就别耍脾气了呗。谁知妖月却忽然开口说道：我真不知道，但是我可以跟你一起去找龙源，而且找到了，我要分一半。慕寒面色有些为难，我这是救人的东西，你开口就拿走一半，到时候万一徐缺就因为缺少这一半的龙源，导致耗一半坏一半的，跟半身不遂一样，那咋个办？妖月说道：放心吧，他有半个龙源就足够恢复了，甚至还能有所突破，要是全部都给他吸收下去，就会爆体而亡了。慕寒点了点头，妖月说的其实也有道理，自己吞食那3个赤血龙果后是个什么凄惨模样，慕寒最清楚不过了。当下也不再犹豫，徐缺这种情况，慕寒也不知道他能撑多久，所以自己当然是越快越好。只不过有些好奇的是，妖月要这龙源有什么用？慕寒忍不住问了一嘴：你要那龙源做什么用？妖月哼了一声，没搭理慕寒。慕寒无奈的撇了撇嘴，不说拉倒。二人将徐缺暂时安顿在了这处山洞内，慕寒布下了几个禁制，随后便带着妖月去寻那龙源。只不过妖月走路一瘸一拐的，速度实在是太慢了，一边走还一边恶狠狠地看着慕寒。都是你干的好事。慕寒嘴角抽搐，这怎么好像自己做了啥伤天害理的事情呢？慕寒犹豫了半天，最后还是开口道：要不我背你走吧，你这实在是行动有些不便啊。妖月的体内如今还是没有半点灵气，但值得一提的是，妖月的神识并未受到太多影响，在这洞天内大概可以探查到方圆千里的风吹草动，这也是慕寒带着他一起出来的原因。妖月脸一红，忍不住瞪了慕寒一眼，还想占老娘的便宜，可还不等妖月拒绝，慕寒已经一把将其背了起来，抓紧了。语罢，慕寒直接腾空而起，御剑而去。妖月短短1天内脸红的次数比他这300年加起来都多。天魔宗的人要是看见这么一幕，怕是要把眼珠子都瞪出来。自家宗主被一个男人背着，还脸红了。妖月越想越气，可此时双手紧紧地环着慕寒的脖子，也不敢乱动，只好张开血盆大口，狠狠地朝着慕寒的脖子咬了下去。慕寒倒吸一口凉气，卧槽！我就说这娘们保不齐会张开血盆大口，把自己脑袋都给一口咬掉。果不其然啊！慕寒一边御剑，一边疼得龇牙咧嘴，姑奶奶，嘴下留情啊！妖月哼了一声，可还是没松口，含糊不清地说道：再敢对我动手动脚，我就咬死你！说着，妖月还加重了一些力道，疼得慕寒直翻白眼，御剑都有些不稳了。半晌，妖月忽然歪了歪头，终于松开了口。好吗？慕寒脖子上一排清晰可见的牙印，好像纹上去的一般。妖月低头看了一眼，脸上一红，呸了几口，小声嘀咕道：臭男人。随后抬起一只手，用力地拍了拍慕寒的脸。慕寒深呼出一口气，我忍了。怎么了？慕寒问道。妖月歪了歪头，伏在慕寒耳边说道：往东南方向走，那里有很多人聚集。慕寒皱了皱眉，咱们是出来找龙源的，不是出来凑热闹的。妖月白了慕寒一眼，你能用神识还是我能用？我怎么说你就怎么办得了，是这么多呢？那些人都是奔着龙源去的，应该是有人找到了龙源，但是好像他们进不去那个秘境。秘境？龙源秘境？慕寒开口问道。妖月脸上忽然泛起了一个神秘笑容，他从胸前掏出一块玉符，正是那块能够打开这白龙洞天的钥匙。妖月伸手递给了慕寒，如果我没猜错，要是没有这个，他们可能永远都进不去那秘境。慕寒接过这玉符，眼前一亮，只不过怎么味道怪怪的，好像有股奶香味。妖月的脸若红了，实在是慕寒多少有点不要脸了，
闻一下得了呗，没完了，好像还想伸舌头舔一下，嘴里还嘀咕着，哎，好像真的有股奶香味。邀月实在受不了了，双手用力，直接给慕寒来了个锁喉。给我专心御剑！慕寒被锁得快喘不过来气了，御剑更为摇晃了，只感觉身后有2座柔软山峰不停地冲击着自己的后背。嘿，要来个背部按摩吗？就这么一路摇晃着，慕寒来到了邀月先前所说的地方。慕寒不忘先运转他花万物，给2人换个面容。这里人这么多，万一再碰见几个老熟人，就不好办了。这里有一座大山，诡异的是，山脚下有一个巨大的青铜门。此刻青铜门外已经站了不少人，几乎都是闻讯而来。最先发现这里的是一位枫叶州的4境武夫，本来以为自己有了天大的机缘，却不曾想这青铜门根本打不开，软的硬的都不行。自己研究了好几天，结果依旧是无功而返。后来在这青铜门上，他发现了一排小字：欲开此门，必先自宫。吓得那位枫叶州武夫一脸惊恐，什么玩意？自宫？闹呢？切下来当钥匙用？无奈之下，这名武夫只得把这里的发现传了出去。就算自宫，也不能我一个人自宫。结果没几天，这位武夫又在门上发现了一排更小的字：骗你的，赶紧去找钥匙啊！这位武夫当场就气得吐血了。1000年前在这屠龙的那位前辈也太皮了吧？这很好玩吗？你是不是觉得你很幽默？你礼貌吗？慕寒缓缓御剑而下，果然在人群中发现了几个老熟人，面色有些苍白的香天元，一袭白衣的许明，还有永远面无表情的韩无心和他那个极为活泼的双马尾师妹燕无双。对于慕寒的到来，在这一群天才弟子中倒也没激起多大的涟漪。一个金丹境6层的剑修不算多高，但也不算低。至于邀月，慕寒生怕他那妖孽的长相惹出什么不必要的麻烦，所以干脆把他弄得丑了一点。邀月还因此有些不满，到现在还时不时地瞪上慕寒一眼。人群中有些人正在议论，虽说1000年前在此屠龙的那位前辈说没有钥匙便开不得此门，但是我看未必。哦，赵兄有何高见？这都上千年了，不管那前辈留下了何等禁制，到如今怎么也该削弱了不少。凭咱们的实力，难不成还打不开一座门？有人点了点头，赵兄说的也在理。咱们在这洞天内也待了数日之久，可却从未发现有什么钥匙，不如就强行破开这座青铜门。至于里面的东西，各凭本事，各凭机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附议，因为人人身上都没有钥匙，这么干等也不是办法，还不如大家齐心协力，强行破开。燕无双满脸兴奋，他拽了拽韩无心的胳膊：“师兄，师兄，要不你也去试试？”韩无心没说话，只是独自一人上前，走到那青铜门前，将手放在了上面。韩无心缓缓闭上双眼，片刻之后，韩无心的额头上竟然都渗出了些许汗水。半晌，他缓缓将手收了回来，走回燕无双身侧。燕无双扑闪着一双大眼睛，双手各自握着自己的一个马尾辫，兴奋地问道：“怎么样？怎么样？”韩无心摇了摇头。燕无双满脸失望，韩无心却轻轻拉住了他的手，只说了一个字：“走。”燕无双一脸茫然：“去哪？”韩无心看了一眼那帮跃跃欲试，准备强行破开青铜门的人，说了2个字：“危险。”燕无双吐了吐舌头，还是乖乖地跟着韩无心躲在了一边。香天元见韩无心莫名其妙地后撤了近100米，也跟着后撤。韩无心的大名他是听过的，只能说是天才中的变态，与许明大概是一路人。邀月扯了扯慕寒的袖子，小声道：“走，咱们也躲远点。”慕寒也不多问，点了点头，一个公主抱就把邀月抱了起来，几个闪烁间便掠出去了上百米。慕寒站在远处，往青铜门那边望去，呼呼啦啦，大概有20多人，也有几个机灵的，见韩无心和许明等人不准备出手，也就悄然退去，准备静观其变。慕寒也眯起眼，准备看看这帮自命不凡的铁憨憨们到底能不能打开这道门。结果忽然听见邀月悠悠然开口道：“你能不能先把我放下来？”慕寒一愣，自己忘了这岔了。他讪讪然一笑：“忘了，抱歉啊。”慕寒轻轻将邀月放了下了，俩人一起蹲在草丛里，只露出2个脑袋，看着那座青铜门。不一会的功夫，那帮人便开始动了，各式各样的招式向那座青铜门轰去。可那座青铜门却依然不动，甚至连半点火花都没炸出来，就像是一个无底洞，把这些声势惊人的术法都吸了进去。随后便是无尽的沉默。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面面相觑。忽然，一股极为恐怖的波动自那青铜门上传了出来。下一刻，先前那些招式各异、五颜六色的术法，竟然都被这青铜门给反弹了出来，而且凭空增加了近10倍的威力，给慕寒看得啧舌不已。方才对青铜门出手的那些天骄，一个个都被这突兀反弹回来的术法打成了重伤，有几个倒霉蛋甚至直接一命呜呼了。好一些的也是灰头土脸，咳嗽不止。随后便有人开始骂娘：“刚才谁他妈的说要动硬的？给老子站出来！老子保证不打死你！我干！老子大宝剑啊！老子大宝剑断了！”一位剑修被炸得灰头土脸的，一脸生无可恋的拿着半截金黄色大剑，那大剑的剑身上还刻有3个大字：“大宝剑。”慕寒看得眼皮直颤，这可真是大宝剑啊！几人再度现出身形，每个人的脸色都不太好，看来这座青铜门是不能动墙的了。慕寒眼珠一转，轻轻咳嗽了一声：“那个，我说2句。”结果没有一个人理他。慕寒，什么意思？当我不存在吗？嗨嗨，哪个？各位，我说2句。结果还是没人理会慕寒，甚至都没人往他这边看上一眼。慕寒有些急了，我擦，这帮人怎么个情况？都被炸聋了？慕寒拔出背后古剑，随手斩出一道剑气，
只听轰的一声，打在了地面上的一个大坑上。各位，我说两，我擦！慕寒话还没说完，就发现一道汹涌拳罡朝着自己扑来。慕寒连忙抱起邀月，躲到了一旁。只见从刚才的大坑中踉踉跄跄走出一个面色黝黑、头发都焦了的纯粹武夫，刚出来就对着慕寒破口大骂：“你他妈有病啊！老子刚爬出来，你又给老子打回去了！”慕寒满头黑线，这也太巧了点了。慕寒把邀月放在了身后，连忙高声道：“各位，听我说两句。我有要事。”刹那间，全场都安静了下来，所有人都扭头望向慕寒。慕寒笑呵呵地拿着手中的玉符，还在众人面前晃了晃。想进这青铜门不？慕寒一边晃着玉符，一边笑嘻嘻地问道。问的众人直皱眉头。慕寒又道：“我可以主动帮你们开门，大家想进就进，想出就出。我只有一个条件，如果你们能答应，我立马就给你们开门。”一位修士眼珠一转，朗声道：“那就请阁下开门见山的说吧，我等若能做到，定会如你所愿。”慕寒笑了笑：“我这个条件对你们来说简直就是轻而易举。”慕寒忽然抬起一只手，指向了香天元：“这个人不能进入此地，而且我要你们报废了他。”此言一出，香天元瞳孔猛地一缩，就连其他人都是一怔，还以为慕寒是要求财，再不济也会是求色，没想到竟是要求上一条命。看来这项天元一定是在这白龙洞天内惹到了这人，或是二人之间有些旧怨。此刻已经有不少人将目光投向了香天元，有些玩味，有些则是沉思，看似是在取舍其中厉害。香天元也慌了神，自己根本不认识这人啊！他心思急转，急忙朗声道：“诸位，龙泉剑山的规矩，你们应该都清楚吧？你们当真准备好与龙泉剑山交恶了吗？”此言一出，不少人都微微皱眉。龙泉剑山的确是极为护短，而这香天元在剑山的年轻一辈中也算是颇为出彩，属于被寄予厚望的那种人，否则也不会让他来这白龙洞天。众人心底一阵犹豫。香天元见火候差不多了，便再次说道：“我倒是有个两全之策，不如咱们大家一起将他手中的钥匙夺过来，届时是开事关，岂不都在我们自己的掌控中？何必听信于他？”邀月面色一变，方才慕寒冒冒失失的将玉符拿出来，他其实是不太认同的，毕竟有句话叫匹夫无罪，怀璧其罪，不成想这么快就应验了。可慕寒却好似半点不担心，由着香天元在那蛊惑人心。终于，不少人都被香天元这番话说得动心了，既能不得罪龙泉剑山，又能打开这青铜门寻宝，这等两全其美的好事，又有谁会拒绝呢？一时间，矛头竟都对准了慕寒。可慕寒还像是没事人一样，笑眯眯地站在原地。下一刻，他做出了一个叫无论如何都想不到的动作。慕寒竟是将那枚玉符直接丢向了向天元。诸葛亮，你什么意思？在张昭身后不远处，他的儿子张成站起身来，指着诸葛亮，面红耳赤地问道：“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诸葛亮一摊手，直接打了个哑谜。转过头来，他立刻抱着孩子朝首席之上的孙权行礼：“见过吴侯。”不必多礼，刚才大家见到传闻之中的诸葛卧龙，多少有些兴奋，先生不要介意，还请快落座。孙权就这么平静地看着诸葛亮，不卑不亢地说道，顺势还将张昭这边即将要反击的势头给压了下去，不免令张昭多看了孙权几眼。鲁肃松了一口气，赶紧领着诸葛亮前去门前的席位之上。只是很快，投降派的第二波攻势便立刻到来。先发制人嘛，大家都懂得道理，要是真让诸葛亮进入了节奏，对答如流，那可真就坏事了。哎，慢着，今日我们只说是接待诸葛亮你一人，你身后为何还带着护卫？在江东要守我们江东的规矩。顾雍作为群臣之中地位仅次于张昭的一批，更是作为吴郡故事的代言人，自然对诸葛亮的敌意更大。他拍了拍手，做事要喊来护卫。来人，将此人给我插出去。顺着顾雍的说法看去，大家还真发现诸葛亮背后有一名身材高大的银甲壮汉。不仅如此，此人竟然还配着枪剑。在座的除了孙权之外，其实根本没人有资格佩剑入席，就更别说带着一杆明晃晃的长枪了。只是作为征战了多年的老将，程普这些人本能地感受到银甲人身上的煞气，多半已经猜到了对方的身份。他们见顾雍说话也没阻止，就打算静观其变。顾雍这一嗓子下来，诸葛亮愣住了，刘禅也愣住了，鲁肃更是想阻止都不知道该说什么。赵云就那么纹丝不动，皱着眉头：“你们敢惹他啊？你们不知道他是谁吗？行吧，反正小爷我提醒你们也听不到，好言难劝该死鬼。”刘禅经过这两轮，其实已经感觉此次江东之行要以圆满结束了。如果江东的投降派就只有这种水平的话，把武器放下。卫兵们闻讯而来，自然是服从命令，根本不管对象的。可虽然这么喊着让赵云放下武器，可见到赵云那魁梧挺拔的体格，加上他那煞气逼人的眼神，竟没有一个人敢进入他10步之内。诸葛亮装作没看见一样，直接坐在位置上，就听身旁一声怒号，原来是一名小卒子高举着长钺朝赵云砸了过去。啧，哎呦，还真有不怕死的。诸葛亮和刘禅倒是统一，但结果就是随着小卒一声惨叫，众人只见银甲人左臂如闪电般拿住了长钺的3寸，反握着长钺的杆子，竟将远处的小卒一把挑起。小卒子也不知是害怕还是没了力气，稍一松手，人便随惯性飞了出去。惨叫中落地的小卒正巧就摔在顾雍的桌前，吓得手握着竹户的顾雍向后倒去，无比滑稽。其余人见自己的同僚被人打了，也不管3七21，直接一股脑的朝赵云冲了上去。然而结果可想而知，赵云只是一个转身，
便轻松将那些刺来砸来的长月全部夹在腰间。小卒子们大惊失色，被人拿住了武器的结果，大家都看到了，不想重蹈覆辙，因而众人一起发力，想要将兵器抽回手中。可赵云呢，仅仅只用一臂，便夹着7、8人的长月纹丝不动。明明小卒子们的脸都涨红了，可赵云仍旧是面无表情。可恶啊！我数3、2、1，我们一起发力。也不知是哪个大聪明出声讨论，小卒子们齐齐点头，搞得刘禅不禁吐槽道：大声密谋就算了，还喊3、2、1，你们以为是开团呢？诸葛亮倒是想知道开团是什么意思，但他也同意刘禅的说法。这些小卒子恐怕下场惨了。3、2、1！听到这般呼喊的程普等人早就装作没事人一样转过头去，不看这丢人现眼的一幕，反倒是气急败坏的雇佣布置他们，还真以为小卒子们能够凭这招将赵云拿下。只能说上没上过阵的区别就在这里。就见小卒子们猛一发力，赵云轻描淡写的松手，轰！哎呦啊！一群人因为自己的愚蠢而在嚎叫中倒飞出去，这场面那叫一个惨不忍睹。你雇佣看傻了，一时半会都没能再开口，只是颤颤巍巍地指着赵云。赵云也是不耐烦了，将那长枪一杵，地上传来咚一声巨响，就好似被震慑到了一般。投降派的官员大都浑身一颤。只听赵云接着用浑厚的嗓音喊道：吾乃常山赵子龙，奉主公之命护卫军士与少主的安全。我没听说过什么江东的规矩，我只认主公的命令。更何况赵云挺枪，枪尖扫过投降派的文官们，被指到的人那是纷纷避过眼神，不敢与赵云有丝毫眼神上的交锋。就凭你们这些胆小无能、手无缚鸡之力的士子，你们一起上都撼不动我分毫，何来的脸面跟我家军师叫板？赵云这霸气的宣言可是毫不掩饰的打了所有文官的脸。结果一时语塞的雇佣等人想要求助，却只能看向对面的程普。然而程普、黄盖他们怎么可能有回应？一个个都避着对面文官的眼神。孙权见局面快要失控了，便连忙笑着出来打圆场：久闻常山赵子龙大名，长坂坡欺辱曹军，救下你家少主的事迹，就是本将听了也是热血沸腾。说着话，孙权瞥了那些小卒一眼：都滚下去吧，别丢人现眼了。待得小卒都仓皇退下，孙权才心平气和地说道：既然是赵将军奉命前来，那也一并赐座。赵将军请。赵云跟诸葛亮对视一眼，看到诸葛亮点头之后，赵云便朝着孙权稍一拱手，旋即落座。长枪被他摔在身侧，结果就是这一下，沉重的响声又令雇佣等人浑身一颤。两轮交锋下来，投降派已经颜面尽失，但作为领军人物的张昭仍旧没有失态，他就这么死死地盯着远处的诸葛亮。就容你嚣张这么一会，后面我倒要看看你还笑不笑得出来。襄天元愣在了原地，下意识地接住了那枚玉符。在场众人也有些发懵，什么情况？这东西说给就给了？就连邀月都是面色一变。不管怎么说，要是在自己手中，虽然是一块烫手的山芋，但同时也是一个保命符。此时慕寒将这玉符交了出去，气氛登时变得有些诡异了。邀月咬了咬牙，万一真出了点什么乱子，自己只能把压箱底的东西拿出来，护着慕寒一路远走。毕竟之前为了活命，在慕寒身上放了那童生骨，万一慕寒出了事，自己也就一命呜呼了。邀月本以为能以这童生骨牵制住慕寒，至少在自己最虚弱的这段时间内有所保障，却不曾想这慕寒竟然这么能作死。饶是这位天魔宗宗主，此刻心中也不免泛起了一丝苦意。慕寒到底是太年轻了，心性不足，思虑不周，才会将二人置于如此险境。可他自己却跟没事人一样，双手拢袖，笑眯眯地看向襄天元：不用你们抢，我主动给你就是，只不过能不能打开这青铜门，就看你们自己的了。慕寒嘴角挂着一丝玩味笑意：开门？开个屁！老子刚刚随后捡了一块石头，将其幻化成了玉符的模样。你要是真能用这块石头把这青铜门给打开，那我甘拜下风。他化万物，慕寒如今用的是越来越熟练了，而且在突破到无上圆满之后，慕寒竟又发现了他化万物一个极为变态的能力，那便是模仿。这也是慕寒刚刚发现的。无论什么招式，只要你敢在我面前用上一遍，慕寒就能将其模仿的七七八八，而且不是单纯的模仿。在运转他化万物之后，慕寒的双眸会呈现出淡淡的金黄色，与人捉对厮杀，对方的招式路数、气机流转，甚至是运转几个周天，灵气要从哪几个经脉气府流转，都无法逃过慕寒的眼睛。但是这种模仿也是有一些限制的，就比如说此刻的慕寒是金丹境6层，那他最高只能看破模仿金丹境10层的招式术法，再往上就会很勉强。慕寒双手拢袖，脸上依旧是挂着那淡淡的笑容，好似在说：你倒是开啊，别跟个木头一样傻站着呀，你开一个我瞧瞧。襄天元的脸色有些晦暗不明，他怎么也没想到面前这人竟然忽然把这钥匙交给了自己。自己看似从被动的一方转为了主动的一方，可是只要自己手持钥匙无法打开这座青铜门，那自己就只能唱一首凉凉了。见襄天元还在犹豫不决，慕寒忍不住又填了一把火：喂，你开是不开啊？刚才不是说要来我这抢吗？我这都主动送给你了，你怎么也不表示？怎么着，带出去当传家宝啊？襄天元嘴角抽搐：老子倒是想当传家宝，不过万一打不开，怕是连这白龙洞天都出不去，到时候还传个屁的家，说不准就去底下见祖宗了。在场其他人的眼神也变了，这小子能这么痛快的把钥匙交出来，绝对有猫腻。
难不成重点不在钥匙上，而是开门之法？这时，邀月忽然拽了拽慕寒的袖子，小声道：“等下看我眼色行事，我说跑就跑。”慕寒下意识地嗯了一声，随后又了一声：“跑？往哪跑？不是，重点不是跑不跑，重点是为啥要跑？”慕寒扭头看向邀月，猜到了他为何说要跑，轻轻伏在他耳边，小声说道：“没事，我骗他们呢。真家伙还在我这呢。”说着，慕寒还挑了挑眉，一脸得意。邀月起先还没明白，他分明看见慕寒将那玉符丢了出去，只不过邀月忽然想起慕寒有一个可以幻化外表的神奇功法，顿时明白了真相。邀月掩嘴轻笑，用手肘顶了一下慕寒，眼中妩媚丛生：“你好坏啊，不要就别回青云门了，来我天魔宗当圣子算了，反正之前被你杀了一个，就当陪我一个了呗。”慕寒一脸嫌弃：“不去，我堂堂青云门圣子，怎会与你们这些魔门中人为伍？”哦，邀月本就天生媚骨，此刻轻轻环住了慕寒的胳膊，媚声道：“哟，不愧是名门正派的人，不屑与我们魔门中人为伍呢。那你现在又是在干嘛呢？”慕寒脸一黑，哪壶不开提哪壶。他冷哼一声，直接一把搂住了邀月盈盈一握的腰肢，满脸正气道：“我这是在用爱感化你。”气得邀月伸手在慕寒腰间狠狠地拧了一把，转了个几个圈，疼得慕寒龇牙咧嘴。邀月眼中闪过一抹寒芒，这小子倒是不好对付。慕寒自然不会沉迷于邀月的媚术，不过五行法却乐在其中。既然有这种白嫖修炼速度的机会，他也不会放过。表面上打情骂俏，心中却一直提防，想着将来如何反制邀月。慕寒二人倒是轻松写意，可是这些人就坐不住了，有些人甚至已经开始催促起来了。香天元面色难看至极，也不知该如何催动，只好将灵力输送其中，可是却没有半点反应。慕寒心中冷笑，有反应才怪，有反应不就石头成精了？香天元试了各种办法，可始终是半点反应都无。慕寒呵呵一笑，算了，打不开就别勉强了，一会这钥匙都让你搓包浆了。香天元的面色是越来越难看，他厉声道：“我看这东西根本就是假的。”慕寒像看白痴一样看着向天元：“你打不开就说是假的，你可真够不要脸的。”向天元面色涨红，此时已经有人催促他将钥匙还给慕寒，以便真伪。向天元冷哼一声，将这枚玉符又丢了回去。慕寒攥在手里，悄然将方寸物中的那枚真玉符取了出来，随后将灵力灌入其中，果不其然，那青铜门有了一丝波动，看得众人面色一喜。只不过这波动来得快去得也快，只见慕寒慢慢悠悠地将玉符放在了怀里，还伸了个懒腰。现在知道该如何抉择了，想进去就废了香天元，我立马帮你们打开大门，否则就都站在这吃灰吧。香天元面色狂变，如今这个局面他已然是控制不住了，不少人都已经将视线投向了香天元。香天元不再犹豫，身形化作一道剑光，瞬间远遁。慕寒却不急不缓地说道：“你们要是再不追，他可就跑远了。”众人神色一变，瞬间便已经有好几个人身形一动，化红而去。看来不给龙泉剑山面子的还是有蛮多的嘛。慕寒悠哉悠哉地站在原地等着，也不着急，反正不消片刻，那香天元一定会被人带回来。开玩笑，刚才追过去的人少说也有7、8个金丹后期，追不上一个香天元，那岂不是白活了？大约只过了1炷香的时间，远处忽然传来一个小黑点，随后这黑点越来越近，越来越大，轰，最后轰然落地。香天元嘴角抽搐，口吐白沫，躺在地上生死不知。他原本就受了重伤，此刻再被围殴，情况自然是好不到哪里去。慕寒也不废话，直接将玉符取了出来，以灵力催动。瞬间，那座镶嵌于山体内的青铜门轰隆隆一声巨响，随后开始不停震动，最后竟是缓缓打开。慕寒却只是瞥了一眼，并没有过多关注，其他人则是前仆后继地往那洞开的大门内掠去。慕寒心中冷笑：“你们就去试水去吧，这里面有宝物不假，可他坚信其中的危险也定然不简单。再说了，有邀月在，完全能少走弯路。现在嘛，该跟香天元好好算算账了。”慕寒跨步走上前，拔出古剑，拍了拍香天元的脸颊：“别装死了，起来。”香天元没什么动静。慕寒没好气地说道：“怎么着，非要我一剑弄死你，让你假死变真死？”终于，香天元缓缓睁开了眼睛。慕寒冷笑一声，倒是挺会装，说吧，想死想活。向天元面色复杂，自己已经是重伤，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他看着慕寒，面色有些苍白：“我说想活便能活。”慕寒打了个响指：“看我心情，看你诚意。”“什么意思啊？”慕寒呵呵一笑：“身上的东西都交出来吧，什么方寸物、咫尺物都行，我不挑。”香天元眼皮狠狠一跳，方寸物、咫尺物，那可都是山上重宝，这类可以存储物品的空间类法宝，向来是有价无市。慕寒挑了挑眉：“怎么没有？这么穷？”香天元咳出几口血，艰难地坐起身，苦笑2声，随后还真就从头上取下一个发簪。慕寒拿过来看了一眼，方寸物。香天元点了点头，慕寒很自然地将其别在了头顶，不错，模样倒是还说得过去。将打开方寸物禁制的口诀要了过来，慕寒又笑眯眯地望向香天元：“我也不跟兜圈子了，你的命可以留下，但同时你那本名神通所剑符也要留下。”慕寒对这所剑符的兴趣极大，他身为剑修，也曾亲身体会过这所剑符的威力。不得不说，与人捉对厮杀，这所剑符是真的能够成为胜负手的关键物。
可香天元的面色就不那么好了。山上每一枚所见符都是符箓派修士不停钻研，或许几十年都难以成功画出一道符胆。而香天元的这道所见符则是天然生成，其中甚至蕴含了几分道义，属于天生地养的天生符箓。此刻，白龙洞天之外，天魔宗修士已经节节败退。一位手持巨剑的黑衣男子招式大开大合，闯入魔门阵地之中，如入无人之境。非是旁人，正是木秋。木秋来的比之长河剑宗还要快上些许，只不过来到此处却并未发现慕寒，这让他怒火中烧，索性就将这些天魔宗修士当成了发泄口。重剑无锋，大巧不工，手起剑落，毫不留情。沐风，小寒要是真出了什么事，我看你怎么跟爹交代。木秋面若寒霜，一身狂躁杀意几乎要凝为实质。如今的木秋境界也有所提升，现如今已经是一位爆丹8层剑修。与慕寒不同，木秋在爆丹境便已孕育出了一把本命飞剑，本命神通也极为奇特，名为杀伐，极为擅长战阵厮杀。只要木秋身处战场，他的杀力便有显著的提升，战局规模越大，敌我双方人数越多，这种提升便越大。像今日这种规模的战局，木秋的杀力完全可以视为一个金丹境剑修，而且手持一把上品灵器，寻常的金丹境3层，身处这战阵之中都不是木秋的一合之敌。天魔宗的修士已经渐渐慌了神，毕竟连自家宗主都已经不见了踪影，3位宗门使者身亡，2名护法一死一伤，还有不少长老也死在了这里，这让天魔宗修士开始乱了阵脚，有些进士直接撤出了战场，准备逃之夭夭。可奈何九天宗太上长老齐毒早就已经下令九天宗修士将这白龙洞死死地围困起来，再配合长河剑宗的精锐弟子，给予魔门一次致命的打击，至少要让天魔宗在一甲子之内都无法恢复鼎盛，只能选择休养生息。所以魔门苦心经营的一次请君入瓮，就这样变成了养虎为患。云青山面色惨白，接连大战的确是牵动了他以往的旧疾，新伤加旧伤，足以让云青山在10年内无法全力出手。此刻在云青山身侧还站着一位身穿洁白纱裙的动人女子，女子生的恬静优雅，如清水芙蓉，此刻却眉头微别，有些忧心忡忡。掌教，慕寒他真的没事吗？站在云青山身侧的正是青云门圣女萧月。如今的萧月已经成功闭关突破，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元婴境。云青山一手捂着胸口，即便是此时体内还存留着不少魔气，正在他的体内不停肆虐。他其实也在担心慕寒入了那水牢第3层，生死不明。但是此刻那水牢已经无法再进入了，他们所能做的只有等。云青山轻呼出一口气，缓缓说道：放心，我云青山的弟子没那么容易死的。只不过云青山在说这句话时也不由自主地握紧了双拳，到底能否险象环生，这一切都要靠慕寒自己了。中土神州白帝城听雪楼，传闻这白帝城又名云上城，因为这整座城都被那位听雪楼的楼主以无上神通拖拽到了云端之上。而白帝城内的第一高楼听雪楼共分9层，传闻那第9层已经不知多少年没有人能够登上其中。第9层已然是高耸入云，端坐在9层之上，便犹如端坐云海之上。此刻在这滔滔云海之上端坐着2个人，一人这白衣，一人这黑衣。2人身前有一副棋盘，手谈对弈，黑衣执白，白衣执黑。这黑衣的正是那位鼎鼎大名的魔道巨禽白衣，这白衣的则是穆家堡青石书院的一位读书人沐风。2人皆落子飞快，仿佛谁都不曾思索棋局棋路。最先开口说话的是白衣。万年前你便错了一次，如何证明此时此刻的你不会再犯彼时彼刻的错？沐风神色淡然，开口道：错，究竟是我错，还是天下人皆错，独独我对？白衣沉默了片刻，五行、八荒、御剑，你当真如此看好他？沐风抬头看了白衣一眼，说了一个不是答案的答案：我是他二哥。白衣笑了：五行、八荒、御剑、天经地义，万物书，唯独你我在那场大战中得以保全，这盘棋我下了整整1万年，你如何能破局？沐风微微一笑，嗓音温纯道：破局之人又不是我。白衣眉头一皱。就在这时，沐风忽然皱了皱眉，刚刚捻起的棋子却又落下。稍等，说着，沐风的身形瞬间消失不见。八荒大陆天涯，一位面容严肃、身穿如是长衫的中年人和一位嬉皮笑脸、腰间悬挂双刀的年轻人正在此处饮茶。年轻人哈哈大笑：怎么样，我挑的这人如何？不提还好，一提这差，这如山中年人便气不打一处来。同你一样是个臭棋篓子，无甚好说。年轻人笑弯了腰，原本他身上有着3把刀，2把悬挂腰间，1把背在身后，如今却只剩下2把了。他翘着2郎腿，刚要说话，却忽然面色一僵。对面那如山中年人也是面色一变。原来不知何时，一位白衣读书人就这么凭空坐在了2人身侧，正自顾自饮茶。读书人笑意温纯地看了一眼那腰悬双刀的年轻人，开口第一句便让这位曾经的斩龙人如坠冰窟。赊刀赊到了我们穆家头上，剩下的2把刀你也不想要了？那位如山中年人双眼一凝，一本古书凭空出现在了他手中。沐风瞥了一眼，呵呵一笑。随后那如山中年人面色大变，这本书是他的本名物，可此刻竟然是连翻动都做不到。阁下到底是何人？沐风眨了眨眼，我听雪楼白衣。而此刻远在中土神州的白衣
坐在那盘棋局之前，翻了个白眼。那腰悬双刀的年轻人眼神示意中年人不要轻举妄动，自己则是缓缓站起了身，冲着沐风恭恭敬敬地行了一礼。晚辈赊刀并无恶意，如有冒犯之处，还请前辈见谅。沐风饮了一口茶，将茶杯缓缓放下，轻声道：若是有恶意，你如今也无法站着与我说话了。那把行刀无需去取了，若是日后你们能再相见，便是你与他的缘。那句谶语事关重大，仅凭你二人的推演，也妄图窥探天机。记住，人算不如天算，凡是有心之举，便都会慢天一步，只有那无心之举，才有那万一能先天一步。沐风缓缓站起身，身形瞬间消散，二人面面相觑。跨州远游，虽说他们二人也能做到，但是却无法像这位前辈一样，一步踏出便是一州之地，且没有半点灵力波动。下一刻，沐风便又坐回了那云端棋局之上。白毅呵呵一笑，很好玩。沐风点了点头，还行。白龙洞天，慕寒手持那副竹简地图，在前方带路。地图上所说，龙源就在这秘境的最深处，但是通往秘境最深处的路却是极为坎坷。若是地图上所言非虚，那么一路上将会有极多的异兽，基本都是水属异兽。其中的兽丹，对于那种炼化了水属本命物或者正准备炼化本命物的修士来说，极有裨益。一般来说，修士突破到金丹境，便可以开始着手炼化本命物；想突破到元婴境，便要将本命物大炼。就比如说香天元，他的本命物其实就是那所剑符，所以他将所剑符的符胆交给慕寒之后，脸色才会如此苍白，甚至于直接跌尽。这就相当于将先前炼化的本命物生生剥离出来，岂会不跌尽？而且这本命物可不是随便找一件东西便可以炼化的，本命物要与自身大道相契合，而且品阶越高越好，品阶越高，杀力便越强。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些元婴境的实力极强，有些却像纸糊的一般。根本原因就在于本命物品阶的参差不齐。有些人的本命物或许只是一件法器，一些大宗门内的天才弟子或许一开始便能炼化一件上品灵器，甚至是极品灵器。另有一些大机缘者，甚至能炼化一件神器。慕寒如今还未开始这守本命物一事，实在是因为毫无头绪。而且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一般来说，一个修士只能炼化一件本命物，待到大炼之后，便可稳扎稳打，一步步突破至元婴境。可到了慕寒这里，五行法却很是幸灾乐祸地告诉他，没有5件本命物，这辈子都不用奢望元婴境。金、木、水、火、土，缺一不可。这让慕寒心凉半截，而且5件本命物的品阶必须一致。假使慕寒炼化了一件极品灵器水属本命物，那么其他4件本命物也一定必须是极品灵器，否则体内便会五行相冲，莫说是突破元婴境，届时能不能保住小命都难说。五行法其实本命物一事可急可不急，就说这金属本命物，你现在手上不就拿着一个？慕寒一愣，以心声道：你说这行刀？五行法，你这把行刀是上古斩龙台的行刑之刀，如果我猜的不错，这条白龙说不得就是被这把刀给砍死的，是至精致纯之物，正好用来炼化本命物，品阶也足够，一件上品神器本命物，说出去很唬人了。慕寒有些心动了，但是一想到如果真的炼化了这把行刀，那么岂不是说以后的4个本命物都需要一件上品神器？想到这，慕寒的脸又黑了下去。上品神器啊，我上哪头去？慕寒黑着一张脸，心底暗骂一句：干！练就练！人无横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不就是个上品神器吗？老子冲了！慕寒一咬牙，一跺脚，心一横，决定炼化本命物。到手的鸭子还能让他飞鸽？不可能！慕寒想让妖月以神识找一处僻静地，以供他炼化本命物，却不成想妖月一皱眉，他的神识在此地竟然只能延展出去区300米，这让妖月的脸色有些阴沉。慕寒一撇嘴，剑娘们每天喜怒无常的，迫不是炼魔宫炼的走火入魔了。慕寒只得根据手中的竹简地图找到了一处山洞。慕寒让妖月先帮他护道，自己则是先拿下了头顶的那簪子。这是那香天元的方寸物，打开禁制的口诀也已经交给了慕寒。慕寒倒是有些好奇，这里面到底有什么宝贝？慕寒口诵口诀，将心神沉入这方寸物中，只见其中有一座堆成一座小山的钱币，看得慕寒双眼放光。这可是灵钱，1枚灵钱就能兑换10枚大灵币，而1枚大灵币则又可以兑换100枚小灵币，也就是说1枚灵钱就相当于1000枚小灵币，而这里的灵钱大概有300多枚。我靠，发财了呀！慕寒哈哈大笑，这香天元不愧是大宗门出来的弟子，有钱是真有钱。除此之外，竟还有着一把下品灵器。这下品灵器的模样是一柄铜镜，只不过看起来不像是功法类的法宝。慕寒仔细研究了片刻，发现这柄铜镜的背面写着2个字：月镜。的确不是一件功法类宝物，甚至都算不得一件防御类法宝，而是一件类似于美容养颜的法宝。这月镜顾名思义，能够凝练月色，从而使对镜之人滋养容颜，驻颜能力齐佳。这东西倒是有趣，留给萧月，他一定会喜欢的。慕寒美滋滋的将心神从月镜上移开，又发现了手掌大小的黑色石头，说这是石头，好像又有些不恰当。这玩意像是石头，但却又好像不是石头。就在慕寒研究这黑色石头到底有何用处之时，星湖之上忽然传来了御剑术的声音。御剑术，这是魔剑石，对本命飞剑大有裨益，可惜太小了。慕寒一愣，以心声问道：魔剑石，这东西能提升本命飞剑的品阶？
御剑术不错，魔剑石只对剑修有用，而且看这块魔剑石的品阶还挺高，可惜就是太小了，用不了几次。慕寒当即就将这块魔剑石从方寸物中取了出来，随后又取出本命飞剑前尘，还真就磨了起来了。磨了一会，慕寒忽然神色一震，确实有用。仅是几下，慕寒就觉得自己这把前尘好似又锐利了几分。更重要的是，本命神通也在渐渐恢复。这把剑的本命神通虽然极强，但唯一的缺点就是这本命神通相当于一次性技能，因为技能冷却时间太长，往往用过一次之后，大概便要7天左右的时间无法动用本命神通。只不过这魔剑石竟然能缩短这个恢复期，不过还真就应了御剑术的话，这块魔剑石太小了，还没到一炷香的时间便没了一半，剩下一半慕寒还没舍得用，又放回到方寸物中了。香天园的方寸物中除了这些东西就再没什么东西了，倒是还有几壶上好的仙家酒酿。慕寒缓缓将心神退了出来，又从另一个方寸物中取出了一株龙胆草。徐缺对这玩意评价不低，说是通往6境武夫的一张通行证。只不过慕寒也才是一个3境武夫，距离6境还早得很。慕寒一口将这龙胆草直接吞了下去，入口微苦，还有些涩，但是慕寒立马能感到一股极为磅礴的气血之力浇灌全身。这股磅礴的力量直接就让慕寒破开了武夫3境的瓶颈，直接冲到了4境。这龙胆草所蕴含的气血之力，在帮助慕寒突破瓶颈之后，便化为了涓涓细流，慢慢的引入慕寒的5脏6腑各大窍穴之中。这种力量并没有赤血龙果来的那么汹涌。如果说赤血龙果所蕴含的灵气像是夏季的一场瓢泼大雨，那么龙胆草所蕴含的气血之力就是春天的绵延春雨，润物细无声。慕寒微微握紧双拳，感受着体内极为充沛的气血之力，不由得满意的点了点头。这气血之力会不停的滋养慕寒的体魄，一直到慕寒冲破武夫5境这个瓶颈，一举突破至6境之后，才会渐渐被慕寒彻底吸收。慕寒祭出那柄远古斩龙台的行刀，深吸一口气，开始将其炼化成本命物。虽说本命物的品阶是越高越好，可品阶越高，其实就越难炼化。就比如慕寒手中的这把行刀，这可不是一般的神器，所以炼化起来只会更加吃力。妖月静坐于不远处，一直在看着闭目炼化本命物的慕寒。对于慕寒，妖月可谓是越来越欣赏他了。这种人天生适合修习魔道，得大自由。可慕寒偏偏对魔道一途丝毫不感兴趣，否则以妖月的手段策反一个区金丹境界修，很难吗？想到这，妖月悠悠然叹了一口气。外面的战局估计已成定局，魔门这次死伤惨重，他这个宗主难辞其咎。尤其是那个莫七竟然还想着驱虎吞狼，自己差点着了他的道。妖月眼中闪过一道杀机，待我恢复实力，定要将那莫七粉身碎骨。这处小天地并未有什么日升月落，因为是日月同天，所以白昼和黑夜的划分并不清晰，但是也有规律可循，大概每过一个时辰，天地就会变换一次。此刻外面便是黑夜，再过一个时辰便会是白昼。而在夜色的笼罩下，一行5人正隐匿于黑夜之中，全身气息隐匿，静静地看着慕寒身处的那个山洞。其中便有那年轻武夫许明，还有那面色有些苍白的马龙。只不过马龙的银枪与金甲都被徐缺以双手生生摧破，此刻便只好拿着一杆木枪。还有中土神州紫气楼的韩无心和燕无双，最后一位是西岳州的商家修士马走日，他们竟然还在慕寒的后面。之前青铜门大开，他们并没有像其他人那样直接蜂拥而入，争先抢后，生怕被人抢了先机，而是一进来便隐藏了气息，悄悄地隐匿了起来。用他们的话来说，慕寒一定与这龙元秘境有莫大的关系。他身上的秘密绝对不仅仅一枚钥匙，因为当初那青铜门洞开之后，慕寒便没有急着进去，反而是等所有人都进去之后，他才动身。如此一来，不免让他们猜测慕寒身上一定还有着什么其他的秘密，致使他并不急着抢占先机。所以一行人干脆悄悄在门口隐匿了踪迹，就一直等着慕寒现身。在他们看来，既然慕寒如此有恃无恐，那么只需要悄悄跟住他，那么便一定有所收获。所以一行5人在慕寒刚刚走进这龙元秘境之后，便已经被他们盯上了。因为妖月的神识也受到了阻碍，只能探查到300米之内的风吹草动，否则的话，这5人早就被揪了出来。看见慕寒并没有急着去寻宝，而是走入了一处山洞，便更加坚定了心中的想法。马龙一屁股坐在了地上，面色有些苍白。那徐缺可真是个疯子，怪不得在枫叶州有个徐疯子的外号，果然名副其实啊。马龙一边揉着自己的肩膀，一边小声开口道：“你们说这小子到底在耍什么花样？进来大半天了，可一直没见他有所动作，这功夫又跑到山洞里去了，到底在搞什么鬼？”西岳州的商家修士马走日呵呵一笑：“搞鬼？人家一男一女进了山洞，你说搞什么？要不马龙兄弟过去听听墙角，回来也好跟我们大家绘声绘色的分享一下。”马龙呸了一口，如此沉迷女色，还谈什么大道登高？一向极为正经的许明难得打趣道：“这话我听着怎么这么酸？你个光棍好意思说人家啊？”燕无双掩嘴轻笑，对这个白衣武夫许明，他可是崇拜的紧，每次看他的眼神都不对劲，那双大眼睛里就好像有星星一般闪烁个不停。至于韩无心，就好似真的无心一般，一路上基本就没怎么说过话，偶尔说话也只是1个字2个字的往外崩，十足的惜字如金。那位商家修士马走日手里摆弄着一个古朴铜钱，这枚铜钱在他的手上上下翻飞，犹如被他赋予了生命一般。马走日看了看天色，轻声道：“再过半个时辰天就又要亮了，大家注意隐蔽，别跟得太近，万一露出马脚就是个麻烦事。”
就在此时，一位浑身散发着魔气的黑衣人缓缓来到了这座青铜门外。这几日，他四处寻找着慕寒的踪迹，但是却处处碰壁，也不知怎地，这里的人就仿佛全都认识自己一般，而且对自己的恨意还那么强烈，几乎见面就开打。本来他还打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能避则避，找到那青云门圣子才是要紧事。结果那些人见他一撤，就更为恼火，一个个喊着：“快追！这龟孙又要跑！”后来实在是把他纠缠的烦了，干脆就再不遮掩自己元阴境的气息，足足杀了2、3波人，又故意放走一些人，这才彻底的消停了下来。这位魔门死士站在青铜门前，缓缓闭上了双眼。片刻之后，他猛地睁开双眼，他在这里感受到了一丝慕寒的气息。他冷哼一声：“我看你这次还怎么跑！”随着这位魔门死士踏入龙元秘境之中，这座青铜门也轰然关闭。龙元秘境之内，魔门死士踏步而来，眼中闪过一丝讶异。此地的天地灵气竟是比之外面还要浓郁几分。这位魔门死士的境界原本只是元阴境2层，但是自进入这白龙洞天之后，偶有奇遇，境界上涨不少，如今已经是元阴境3层。这里想来也是一处宝地，说不定。魔门死士眼中闪过一丝贪婪，进入洞天福地的机会可不是人人都有的。他大步向前，完全不担心这处小天地之内另有什么玄机。他已经渐渐摸清了这洞天福地的规则，里面的异兽虽强，可大多是金丹境界巅峰的实力，仿佛元阴境便是一个龙门，任何一个异兽只要跨过这道龙门，便会变得极强，极为棘手。但是这道龙门可不是那么好越的，否则怎会这么长的时间，这些异兽始终都还停留在金丹境巅峰，而这里的人更是连金丹巅峰都没有几个，对于他来说毫无威胁。魔门死士大袖飘摇，身形极快，几乎几个呼吸之间便已经消失在了原地。另一边，慕寒炼化本命武行刀已经有了一段时间，如今算得上是小炼。本命武炼化一式一般分为小炼、中炼、大炼。大炼之后的本命武杀力自然是有着显著的提升。慕寒的气息波动，如今比之先前便已经强大太多。他轻轻呼出一口气，右手微微一抖，一把木质刀鞘的古旧行刀瞬间出现在了慕寒手中。既然已经炼化成了本命武，那行刀与慕寒之间便多了一丝心念牵扯。而且慕寒的左手手腕上多了一个古刀刺青，这把行刀便是藏在了慕寒左手的鞘穴之内。慕寒第一次将这行刀拔出鞘，一道凛冽的寒芒瞬间照亮整个山洞，而且一股滔天的杀意瞬间侵入慕寒的脑海之中。这把行刀是上古战龙台的行刑之刀，其杀气自然是可见一斑。慕寒心中忽然开始躁动，心中的杀念开始疯长。妖月双眼微眯，看着慕寒周身躁动不安的灵气波动和心中愈演愈烈的杀念，这种情况他并不陌生。难不成这青云门圣子因为炼化这杀孽过剩的行刀，从而导致走火入魔，堕入魔道了？妖月嘴角掀起一丝莫名的笑意，他自然是可以阻止此类事情的发生，但是为什么要阻止？他巴不得慕寒堕入魔道，这种人堕入魔道将会是很恐怖的魔修，届时妖月甚至会一举将他推上魔门圣子的位置，到时候云青山的表情一定会很精彩。只不过妖月心中的打算显然是没办法应验了。慕寒体内忽然传出了一股极为凌厉的剑气，还有一种蛮荒权意，竟是硬生生压下了这疯长的杀念。慕寒双眼渐渐变得清明，他低头看了一眼手中出鞘行刀，眼中闪过一丝复杂。这把刀不一般，很不一般，他会将心中的杀念无限放大，甚至不光是杀念，人身上所有的负面情绪都会被这把刀无限放大。常言道，一个人有多善，他便有可能多恶。佛家曾言，心猿意马。慕寒的心湖之上，仿佛便有一条恶蛟游荡其中。这是慕寒所有的负面念头凝练而成，不是因为行刀才出现，而是早早便已经有此恶蛟，是因为这把行刀让他们真正浮出了水面。慕寒将这把行刀归鞘，此刀在大炼之前尽量不要频繁使用，否则真的有可能道心失守，堕入魔道。这把行刀的刀鞘虽然老旧，而且是木质刀鞘，但是这古木显然不是凡品，否则怎会过了这么久却没有半点腐烂，反而给人一种难言的沧桑感。慕寒忽然瞥见妖月正一脸复杂的看着自己，怎么没有走火入魔，是不是让妖月姑娘很失望啊？慕寒笑着说道。妖月冷哼一声，扭过头不再去看慕寒，缓缓站起身，吐出一口浊气，竟是开始在这山洞内走庄。八荒拳的拳庄并不难，但是却需要日复一日的坚持。八荒拳曾言拳出百万，自然便能领悟下一个拳招。如今的慕寒方才打了区区几千次的拳庄，对于八荒拳，慕寒是抱着一丝敬畏的，毕竟这可是不可多得的，唯一没有奇怪癖好的功法。只是偶会督促慕寒练拳，慕寒怎敢懈怠？一袭青衫，面容肃穆，时而出拳如风，时而站定不动，双手轻抚。妖月偷偷瞄了慕寒一眼，不得不说，慕寒的长相还是不赖的，但真正让妖月刮目相看的还是那份古朴拳意。厚重古朴，一炷香的时间，慕寒便已经走庄数十次。最后，慕寒缓缓站定，双手横放胸前，缓缓下压，直至丹田处，一身拳意也悄然散去。慕寒握了握拳，脸上有了一丝笑意。金丹境6层，4境5夫，如今又小练了一把上品神器行刀作为本命武，他如今的实力可谓是大涨，至少一般的金丹巅峰，在慕寒眼中根本不够看。如今再遇见那魔门死士，想来也不会那般狼狈，至少我想逃，还没人能留得住我。慕寒右手一挥，行刀瞬间化为一道金光，钻入其手腕处，仿佛与那刺青合二为一。差不多了，咱们也该动身了。
慕寒备好古剑，缓缓向山洞外走去。邀月跟在了慕寒身后，二人一同走出这山洞。山洞之外，隐匿在远处的一行人看到慕寒二人终于出来了，全部屏住了呼吸，只不过面色都有些惊讶。这慕寒的气息波动显然比之先前要更强了一些，强了至少1倍。几人面面相觑，难道干那种事情竟然还能提升实力？他们有些怀疑，他们跟踪的这人可能修炼的是双修功法。慕寒拿出手中的地图，沉吟片刻，缓缓指了一个方向，二人便身形一动，瞬间离开了这处山洞。马走日揉了揉下巴，这位小兄弟果然不凡，我看他手中的那捧竹简像是一幅地图。许明微微一笑，是不是地图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身上的确有着一些秘密。马龙的面色还是有些苍白，他轻呼出一口气，问道：那我们跟上？许明点了点头，但是不要跟得太紧，只要别跟丢就行。他身旁的那位女修，我总觉得有些不一般。慕寒与邀月二人沿着地图上的指示一路向前，只不过奇怪的是，竹简上记载的异兽竟然一头都没发现，这让慕寒感到有一丝丝不对劲，事出反常必有妖。结果二人差不多又走了小半个时辰，却齐齐停住了脚步。前方尸横遍野，有大片大片的异兽尸体，也有一些修士武夫的尸体。这些人无一例外都是被人一击致命。慕寒皱了皱眉，心中有了些不好的预感。他快步上前，刚要检查这些人的伤口，却听见邀月冷冷地说道：是魔门的人。魔门？慕寒面色微变，这白龙洞天之内的魔门修士，可就只有那位元阴境的死士。邀月又道：不是我们天魔宗的人，是听雪楼的人，这里还残存着一些魔气，认出他不难。慕寒低头看着这遍地尸骸，难道说那位魔门死士也进入了这龙元秘境？而且看这样子，貌似已经远远走在了慕寒等人的身前。这些人想来便是那魔门死士出手击杀的。凭他元阴境的修为，的确可以轻而易举地做到一击必杀。慕寒当然可以确定，那位魔门死士就是为自己而来，只不过他貌似也对这龙元秘境中的宝物产生了兴趣。慕寒咬了咬牙，反正自己有脸悉数在，悄悄地跟在他后面，应该不会被发现。而且这些异兽的兽丹并没有被那位魔门死士出手取走，想来他一位元阴境，估摸着是看不上这些东西。但是他看不上，不代表慕寒看不上啊。他赶紧蹲在了地上，将这些异兽一个个开膛破肚，伸手取兽丹。这些异兽大多都是金丹境的修为，而且多是水属性异兽，其兽丹自然也是水属性。慕寒是来者不拒，这种捡便宜的事最好是多多益善。邀月则是白了慕寒一眼，人家不要的破烂，你倒是捡得蛮开心。你又不需要炼化水属性本命武，拿这些兽丹做什么？拿去卖吗？邀月自然是不知道慕寒需要炼化5件本命武，他见慕寒在那山洞之中炼化了那柄行刀做本命武，也就自然而然地认为慕寒的本命武是一件金属性的行刀。但其实慕寒还需要再炼化4件本命武才行，这些兽丹还真就能派上一些用场。慕寒一个个开膛破肚，乐此不疲，看得邀月是直皱眉，不由自主地离慕寒远了一些。瞧你那没见过世面的样子。后面跟着的几位也懵了，这什么情况？慕寒竟然这么强？看着这满地的尸体，他们都陷入了沉默。万万没想到，慕寒看上去只是金丹境6层的样子，可居然一个人就解决掉了这么多人，甚至还有这么多的异兽。就连一向古井无波的韩无心都瞪大了眼睛，若是让他出手，这些人自然也都不是他的对手。可想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将这些人全部诛杀于此，再加上这些异兽，即便是韩无心也有心无力。许明又想起了慕寒身边的邀月，这个女子别看长得一般，但是其实力绝对不一般。他确信单凭慕寒一人绝对搞不出这么大的动静。一直隐藏在后方悄悄跟着慕寒的一行人不由得愈发小心。对于慕寒的实力，他们完全看错了，这个人一定是隐藏了实力。慕寒还是在不停地从异兽的尸体里往外掏手丹，只不过速度是越来越快了，都整出经验来了。慕寒不知道的是，后面的那一波人已经将慕寒当成了第一大劲敌。捡得差不多了，慕寒和邀月就又悄咪咪地往前走。那位魔门死士的速度很快，而且沿途几乎都是寸草不生，看来这些小小兽丹他还真就是看不上眼，看样子是奔着大宝贝来的。只不过就便宜了慕寒，跟在那位魔门死士后面悠哉悠哉地捡着漏。慕寒甚至都开始喜欢那个魔门死士了，好人啊，真是好人啊！做好事不留名，慕寒的嘴都快咧到后脑勺了。本以为这一趟怕是要经历不少厮杀，谁知道就跟游山玩水的，顺手捡捡剩，挺好。只不过这可吓坏了后面的那波人，这还是人吗？这人怕不是个大魔头吧？遇人就杀，遇兽也杀，凡是他所过之处，根本就是寸草不生。一路走来，沿途都是尸体。燕无双更是被吓得俏脸苍白，一向养尊处优的娇弱少女，哪里见过这种阵仗？就这样，一行3拨人形成了一个诡异的默契，绝对不能轻易和慕寒为敌。开头的魔门死士认定了宝物与慕寒一定都在这秘境深处，所以一路风驰电掣，神挡杀神，佛挡杀佛。凭借他那元阴境的修为，还真就是如入无人之境。慕寒则是乐此不疲的跟在这位脑子应该是有点不太好的死士屁股后面，开心的取着兽丹。邀月的神识能够看到300米内的一切风吹草动，所以前方到底是个什么光景，几乎都逃不过邀月的眼睛。无一例外，前方全是异兽的尸体，偶尔夹杂着一些修士的尸体，可谓是尸横遍野。的确是一位魔门修士能干出来的事。至于后面那波人，
已经开始渐渐的麻木了。他们不敢跟得太紧，生怕自己被发现，而且这一路上的所见实在是太过血腥。就这样，不知道往前行了多远，路上的尸体渐渐的少了起来。慕寒看了一眼竹简地图，距离那龙源的所在地的确是不远了，这条路应该是不能走了。再往前走，慕寒就怕跟那个铁憨憨死士来个转角遇到爱了。所幸地图上还标注了另一条路，地上还有一些异兽的尸体。慕寒准备干完这最后一票就收手，可还不等他蹲下，妖月忽然面色一变，有动静。慕寒神色一变，急忙与妖月一起躲到了一旁，随后施展敛息术，将二人的气息全部隐匿了起来。不消片刻，那位魔门死士果真就出现在了这里。他皱了皱眉，奇怪，刚才分明有一丝气息流转。你的敛息术成功帮你避开6个人的探查，心中极为得意，熟练度有所上涨，当前熟练级 50%。 慕寒表情有些古怪，6个人？我瞎了吗？这前面不就1个人吗？慕寒忽然往后看了一眼，有些后知后觉了。靠！狗日的后面还有人！慕寒悄悄在心底骂了句娘，这帮人一个比一个阴，竟然偷偷跟着自己，而且一路跟到了这。最离谱的是，自己竟然没发现。要不是敛息术无意间的提示引起了慕寒的注意，自己怕是到最后都不知道屁股后面竟然还跟着一伙人。他娘的，一群狗日的，差点被你们给阴了。不过幸好老子把沿途的好东西都收入囊中了，吃食你们都赶不上热乎的。慕寒愣了愣，随后赶紧呸了几口，一时激动说错话了。他们要是吃不上热乎的，那我这一路都干啥了？合着热乎的都让自己吃了？那位魔门死士双眼微眯，站在原地扫视了一圈，有些奇怪。难道是我多疑了？这位魔门死士环顾四周，的确是没有任何的波动。他又驻足，随后直接离去。慕寒目送他远去，但是却还是没敢有所动作，而是一直就躲在草丛里。大约过了半炷香的时间，那位魔门死士果然又返回了此地。慕寒在心底冷笑一声，果然是个老阴狗。见到的确是没有任何人存在，这位魔门死士才点了点头，彻底离去。慕寒又一次目送他离去。半晌，慕寒回头看了一眼，后面可还有这几个人呢。慕寒倒实要看看到底是哪路神仙敢阴老子。结果还没等多久，妖月忽然一声惊呼，原来二人脚下不知何时竟然钻了过来一条翠绿色的小蛇。这小蛇在妖月的脚边盘旋了一会，随后竟是一口咬在了妖月的脚踝上。妖月也是一时大意，否则以他的神识早就该发现了这条小蛇。慕寒赶紧一把捂住了妖月的嘴，姑奶奶，你跟我开玩笑呢？这个时候你嗷唠一嗓子，你可真是老寿星上吊，你纯是活腻歪了啊！现在可是前有狼后有虎，这前后夹击，难上加难的日子可容不得半点掉以轻心啊！妖月一脚踢开了那条可恶的小蛇，随后一脸怒容地看着慕寒，那眼神仿佛在说，你再不松手，老娘就弄死你！可此时此刻，慕寒哪里管得了那么多，这里是不能待了，得赶紧撤。慕寒瞬间站起身，一把便将妖月夹在了腋下，一只手还捂着妖月的嘴，拔腿就开跑。这一幕恰好被后面赶来的许明等人给看见了。马走日一脸震惊，这么着急的吗？这天还没黑呢，就往小树林里钻。虽然你修习的是双修功法，可是这也太饥渴了吧。后面几个人也懵了，啥情况？他们刚想跟上去，却忽然发现远处速度极快的出现了一道人影，几人又赶紧隐匿了起来。原来是那位魔门死士又折了回来。这次他可以肯定自己绝对没有听错，更没有感觉错，自己身后绝对是有人。只不过此时的慕寒早已经跑出去老远，他手中那幅竹简地图上标注了一条小路，此刻前有狼后有虎的，当然还是走小路比较稳妥。只不过就苦了妖月了，一路都被慕寒捂着嘴，想叫不出来，想动弹不得。他现在的实力连1/1000都没有恢复，拿慕寒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慕寒跑了半天，见后面没人追上来，不由得松了一口气。也就在这时，慕寒忽然面色一变，靠！你怎么还咬人呢？原来是妖月实在是受不了了，直接一口咬在了慕寒的手上。慕寒赶紧放下手，妖月顺势就摔在了地上。妖月面色有些苍白，他恶狠狠地看着慕寒，我杀了你！慕寒看着自己手上被咬出的一排牙印，倒抽一口冷气，贱娘们属狗的吧，短短几天自己就已经被咬了2回了。他瞥了妖月一眼，没好气地说道，杀，你除了杀人还会不会点别的？怪不得这么大岁数了还嫁不出去。妖月被气得不行，就要站起来跟慕寒拼命，刚站起来却忽然脚下一软，直接扑进了慕寒的怀里。慕寒满脸惊恐，哎，干嘛？碰瓷是不是？哎！妖月的脸色已经由苍白变为了一股异样的潮红，他伏在慕寒的胸前，有气无力地说道，那蛇有毒。慕寒低头一看，神色一震，妖月的脚踝处被那条翠绿色小蛇咬到的伤口处已经由青转紫，果然有毒。慕寒赶紧将妖月扶到了一棵树下，让他背靠着树坐下，自己则是速度极快地脱下了妖月的鞋子。妖月脸一红，就想把脚缩回来，可慕寒哪里干，直接一把拽住了妖月那雪白的仙足。别动！慕寒极为强硬地握住了妖月的脚踝，一把便放在了自己的怀中。妖月的玉足秀而翘，脚腕、脚踝都肥瘦适度，美妙天成。慕寒目不斜视，皱着眉看着那小蛇咬的2个牙印，但是这下可是把五行法给激动坏了。你的五行法再度陷入了癫狂，开始摆弄起了祖传手艺，疯狂修炼。当前修炼速度999倍。慕寒可没空取管五行法，自己身上可还有着童生骨呢。
万一这妖月真出点什么事，自己可以就跟着凉了。可是自己对解毒的确是一窍不通啊。慕寒忽然想起来自己当初杀了赵姑之时，那方寸物中有不少丹药。慕寒直接从方寸物中抓出一大把白玉丹。慕寒只知道这玩意是治内伤的，但是治不治蛇毒，慕寒就不清楚了。算了，死马当活马医吧。妖月看着眼前的慕寒，一脸焦急，不知为何心中忽然触动了一下，好像已经好久没有人这么担心自己了。妖月有些触动，却忽然又有些心酸。只不过听见慕寒那句话，妖月又有些生气。你才是死马！慕寒这时候也顾不得跟妖月在死马和活马这件事上再浪费时间了，直接把手中那一把丹药递给了妖月。快吃！妖月其实知道慕寒之所以这么担心自己，是因为体内那童生骨的原因，否则他才不会在乎自己的死活呢。哼，臭男人！妖月破天荒的闹起了脾气，就是不接过慕寒递过来的丹药，我看你怎么办！我要是死了，你也活不了。你吃不吃？不吃，不吃，就不吃。慕寒深吸一口气，好，不吃是吧？慕寒左手一把掐住了妖月的脸，微微用力，妖月那鲜红的樱桃小嘴不自觉地张开。慕寒瞅准机会，右手直接按在了妖月的嘴上，一大把丹药直接全都塞进了妖月的嘴里。哼哼，不吃，小爷，我看你吃不吃？这些丹药入口即化，瞬间化成了一股股清凉。妖月瞪大眼睛，显然没想到慕寒会如此粗暴。慕寒赶紧把手缩了回来，这娘们咬人，慕寒可是长了记性了。他又将妖月的脚抱在了怀里，吃下去的药不知道到底有没有用，但是这蛇毒必须吸出来。慕寒深吸一口气，将妖月的脚轻轻抬起，自己则是微微低头，将嘴唇印在了妖月脚踝处的伤口上。啊！你！妖月一声惊呼，原本就有些潮红的脸变得愈加红润。慕寒此刻可没时间去管妖月的大呼小叫，嘴唇微微用力，轻轻的吸吮起来。硬！妖月赶紧捂住嘴，又羞又气地望着慕寒，自己修到上百年，还不曾有人敢如此轻薄自己，我一定杀了你！妖月还捂着嘴，咬牙切齿地说道。慕寒没时间搭理这妖女，只是伸出一只手，然后4个手指同时弯曲，只留下一个中指。你！妖月气的胸口不停起伏，她对着慕寒怒目而视，就要用力将脚缩回来，可慕寒却忽然用力拽住了她的脚踝，然后猛地抬起头，眼神凌厉地瞪了妖月一眼，随后微微扭头，猛地吐出一口鲜血。这血竟然是乌黑的！慕寒二话不说，又将嘴唇印了上去，只不过在这之前又说了2个字：别动。妖月被慕寒的那个眼神给瞪得一愣，他敢瞪我？敢瞪我？瞪我？我？妖月咬了咬银牙，小声道：等着吧，我一定杀了你。不一会，慕寒又抬起头，再次吐出一口鲜血。这一次，慕寒忽然觉得自己有点头晕。慕寒又将嘴唇印了上去，开始轻轻的吸吮起来。如此往复2、3次，妖月的脸色也渐渐好转了过来，也安静了不少。只不过扭过头不去看慕寒，估计满脑子都在想怎么弄死慕寒。慕寒的脸色却变得有些异样，他又吐出一口鲜血，将妖月的脚缓缓放下，也顾不得帮他穿上鞋，就想站起身，可奈何眼前一黑，竟是直接扑到了妖月的身上。啊！你！好不巧不巧，慕寒的脸直接陷入了一阵柔软之中。慕寒，我杀了你！五行法，这就是传说中的洗面奶吗？爷悟了，你的五行法领悟了洗面奶的真谛，修炼速度达到了史无前例的1500倍。慕寒却是听不到了这个喜讯，他已经陷入了昏迷。这条翠绿色的小蛇体型不大，可毒性却极强。若不是当初慕寒的搬山术成功吞噬过那毒魔晶，恐怕还真有性命之危。妖月就要一把将慕寒推开，但是却发现慕寒不知道是吸蛇毒吸习惯了还是怎样，此刻头埋在妖月的胸前，嘴里还不停吸吮。这一下彻底让妖月炸毛了，眼中甚至都闪过一道杀意。但是这股杀意却忽然间变得荡然无存，因为妖月听见了慕寒无意间的轻声呢喃：别死！妖月忽然沉默了下来，他轻轻将慕寒背了起来，踉跄着走向这条小路的深处。这里的白昼和黑夜每隔1个时辰便会变换一次，所以谁也不知道这里到底过去了多久。慕寒昏迷之前只觉得眼前一黑，然后便彻底失去了意识，最后好似闻到了一股熟悉的奶香味。慕寒醒来时正是黑夜时分，他晃了晃有些晕沉的脑袋，那绿色的小蛇毒性竟然这么强，这是哪里？慕寒一边揉着太阳穴，一边看着四周，自己正躺在一处草地上，远处还有着阵阵的水流声，听声音像是瀑布一般。慕寒缓缓坐起身，天上日光暗淡，月光盛放。奇怪，妖月呢？慕寒心头一紧，这动不动就要杀人的娘们不会被毒死了吧？慕寒赶紧摸了摸胸口，全身上下都摸了摸，好像没啥事啊。那童生骨不好使了，还是说妖月还没死呢？可是怎么不见人？慕寒缓缓运起体内灵力，运转了1个大周天，至少头不会像之前那么昏昏沉沉的了。他本打算沿着地图往回走走看看能不能找到妖月，可刚从方寸物中取出竹简，却忽然发现远处好像有一个黑影。慕寒赶紧运起敛息术，悄然引入黑夜之中。待到那黑衣人走得近了些，慕寒脸上的表情猛然一变，靠，又是这个老王八，真他娘的阴魂不散！面前不远处的这人，正是那一直在寻找慕寒的魔门死士。慕寒脚步轻盈，悄然向后撤去，一路循着水声向远处掠去。你的敛息术帮你成功躲过了魔门死士的追杀，熟练度有所上涨，当前熟练级60%。慕寒不敢停留，自己有敛息术傍身，只要不是自己作死，
这魔门死士一时半会都发现不了自己的踪迹，但是妖月就不同了，他现在战力全无，万一被这死士给发现了，那可就是危在旦夕了。最主要的是，还特么的会连累自己。慕寒猫着腰，全力运转敛息术，一路循着水声，终于找到了这水声的源头。果真是一处瀑布，但是瀑布不大，水流算不得湍急。只不过就在这时，慕寒却脚步一顿，面色一僵，因为他忽然在那瀑布边上发现了一些贴身衣物。妖月难不成在这洗衣服呢？都什么时候了，还顾得上洗衣服？后面那条老狗的鼻子灵得很，万一被发现就麻烦了。慕寒不知道的是，自己昏迷的时候，是妖月一路背着他来到了这里。慕寒一路上可是没闲着，吐了妖月一身的黑血，妖月的脸都黑了，好几次都忍住了一巴掌扇死慕寒的冲动。慕寒仔细朝那瀑布下望去，却没发现妖月的身影。奇怪，人去哪里了？就在这时，慕寒心头一紧，忽然变了脸色。那魔门死士竟然跟了过来！可恶，这狗鼻子也太灵了点吧！慕寒赶紧捡起那些贴身衣服，猫着腰快步往前。就在这时，漆黑夜里仿佛绽放出一道亮光。糟了，原来是一个时辰的时间快要到了，这处天地马上要从黑夜变为白昼。此刻慕寒还能借着这夜色隐匿身形，但若是转为白昼，那可就是无处可躲了。情急之下，慕寒忽然发现了前方有一处水潭，慕寒眼前一亮，就你了！他猫着腰，悄悄走到了这水潭边，偷偷摸摸的潜了进去，不敢有太大的动作，生怕后面那条老狗发现。慕寒的身体已经全部没入水中，就只剩下了一个脑袋。慕寒刚准备整个人都潜入水底，等后面那老狗走了再露头，不就是当回缩头王八吗？为了活命，不寒颤。只不过刚准备屏气潜水，却忽然发现自己脸前的水面处忽然开始冒泡。慕寒脑袋一歪，满脸疑惑，这什么情况？然后慕寒便看见了一朵出水芙蓉。下一刻，四目相对，这水潭中的水其实像是温泉一般，很温热，但是慕寒的心却已经是凉透了。完了，慕寒心里只剩下了这么一个念头。刚刚从潭底探出一个脑袋的妖月也彻底愣住了，张大了嘴巴。慕寒一脸惊恐，我的姑奶奶啊！这个时候可能叫啊！慕寒一把便捂住了妖月的嘴，另一只手按在了妖月的脑袋上，用力一按，就又把它按回了水中。慕寒自己也跟着潜了进去，透过已经逐渐暗淡的月光，慕寒瞪大了眼睛，一具玲珑有致的身躯映入眼帘。月色中，瀑布下，水潭内，四目相对，丝丝缕缕的月光透过水面，映在了妖月的脸上。本就绝美妩媚的脸，此刻添上了些许嫣红。慕寒一时间竟是看得呆了。你的五行法已经抽了，浑身颤抖，毛都立起来了，修炼速度已经无法控制，达到了他妈的2000多倍。可就在这时，妖月的手中不知何时多出了一把匕首，他没有丝毫犹豫，直接刺向了慕寒的双眼。慕寒瞬间回过神来，一只手瞬间握住了妖月的手腕，谁知妖月左手竟然也有着一把匕首，寒光一闪，瞬间向慕寒刺来。千钧一发之际，慕寒微微侧头，匕首的刀锋擦着慕寒的脸颊扑了个空，可慕寒的脸颊还是被锐利的刀锋划出一个不大不小的伤口。靠，玩真的呀！慕寒也怒了，老子这是在救你，要不是因为那同生蛊，你是生是死跟老子有什么关系？慕寒双手齐齐用力，精准地握住了妖月的手腕，随后猛地一用力，直接将妖月拥入怀中，随后便是一个无敌大锁喉。妖月光滑的身躯不停地在慕寒怀里挣扎，只不过越是挣扎，慕寒就越是兴奋。哦不，越是锁得紧。慕寒的双腿从后面夹住妖月的腰肢，双手从妖月的腋下穿了过去，锁住了他的脖子。这时岸边有一道人影闪过，那位魔门死士一脸疑惑地看着周围，他一路沿着一些蛛丝马迹找到这里，可到头来却什么都没发现。之前他甚至在一片密林中发现了好几滩血迹，还有那慕寒的一丝气息波动。只不过这小子神出鬼没的，或许是身上藏有重宝，能够隐匿气息。魔门死士的面色有些难看，这慕寒境界不高，但是偏偏像一条泥鳅一样溜滑。他瞥了一眼那波光粼粼的水潭，那是越瞅越来气啊！刹那间拍出3掌，水潭被震起等人高的水花。利用敛息术躲藏在潭底的慕寒，把那魔门死士的祖宗18代都问候了个遍。你手怎么那么欠呢？人家水潭招你惹你了？因为这魔门死士的3掌，慕寒和妖月的处境就很是难过了。水潭之下如翻江倒海一般，慕寒的无敌大锁喉也彻底失去了作用，两个人几乎被这股力量掀翻，在这水潭底下随波逐流，东倒西歪。慕寒和妖月在水底不受控制的转了好几圈，最后怦然相撞。慕寒只觉得自己的脸上好像被2团柔软的海绵狠狠地撞了一下，刚想睁开眼睛，却被妖月一把捂住了眼睛。上边那个手欠的显然还没消气，又是几掌拍了下去。这水潭底部不知为何竟然形成了一圈水龙卷，波涛的水势裹挟着2人被潭底的那突如其来的水龙卷吸了进去。慕寒2人身边没有任何的受力点可用来稳住身形，双手只能胡乱的摸索，而且这汹涌的水流根本冲击的人睁不开双眼，周遭是个什么情况，谁也看不清楚。慕寒下意识地将身前的妖月搂进了怀里，一手护住了他的头部，另一只手放在了他光滑纤细的腰肢之上。妖月这次很出奇的没有推开慕寒，而是顺势抱住了他。两个人都被这汹涌的暗流冲击得七荤八素。慕寒只觉得自己在一直向下，不停地向下，尤其是刚刚好像撞在了一处像是井口一样的地方，疼得慕寒直接弓起了身子。随后像是进入了一个上下并不高的隧道一般，
被这股水流带着一路磕磕碰碰。妖月因为被慕寒紧紧地搂在怀里，所以倒还没什么。慕寒就惨了，一路上充当肉垫，四处碰壁，身上已经留下了大大小小10多处伤口。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大概1炷香的时间。忽然，水流不再如此湍急，二人好像被送入了另一个水潭，四周的水流忽然变得轻缓起来。慕寒费力地睁开眼，四周不再像外界那样明朗，反而是有些昏暗。慕寒用尽最后半点力气，带着妖月浮出水面。四周一片漆黑，慕寒用力地眨了眨眼，过了半天才适应这里暗淡的光线，像是一个巨大的山洞，山洞内还有一个水潭，也就是慕寒和妖月身处的这处水潭。这水潭其实并不深，但是下面有着一条甬道，像是暗河一般。这甬道极长，一直通向了方才外面的那个水潭。两个水潭一上一下，中间有一条长长的甬道相连接。其实从上面的那个水潭下来，那个甬道的入口就是一座井口，那井口上还压着一块巨石，石头上篆刻着3个字：锁龙井。只不过这块巨石被那魔门死士无意间拍动，井口松动，最终形成了一股水龙卷，彻底将那块巨石头掀翻。巨大的吸力同时也将慕寒二人吸了进来，最后出现在了这山洞之内。慕寒搂着妖月费力地上了岸，刚走到岸边，慕寒忽然心头一紧，慕寒下意识地侧了一下头，一把匕首忽然从他的咽喉处一划而过，所幸只是割破了一点皮。慕寒这下是真的火了，不用想都知道，一定又是妖月这个疯婆娘。慕寒直接抱起妖月，一把将其摔了岸边。慕寒本还想骂上2句，可看见那个一丝不挂，紧紧咬着嘴唇，死死盯着他的妖月，到了嘴边的话又悄然咽了下去。妈的！慕寒啐了一口，随后便开始脱衣服。妖月蜷缩着身体，挡住一些乍泄的春光，眼神冰冷地望着慕寒，冷冷一笑：终于要暴露本性了吗？呵呵呵。所谓的名门正派也不过如此。妖月甚至不再遮挡着那偶有乍泄的春光，他甩了甩湿漉漉的头发，呵了一声。他已经悄悄将那柄匕首藏在了身后，即便有同生骨又能如何，大不了就一起死在这里。慕寒此刻已经把上衣全都脱了，露出刀刻斧凿般的躯体，如金石浇铸的一般。只不过此时身上有着大大小小的伤，有些甚至已经皮肉外翻，鲜血淋淋。妖月眼中闪过一丝复杂，可最终还是冷笑一声：脱呀，怎么不继续脱了？有贼心没贼胆。慕寒完全不理会这个妖女，扭过头不去看那足以让天下所有男子都疯魔的妙曼躯体，伸手轻轻一抛，慕寒身上那件湿漉漉还沾染了不少鲜血的青衫便一下子盖在了妖月的身上。妖月，你给老子记住，老子要是再救你一次，老子就不姓慕。刚才那一路颠簸，慕寒已经不知道自己用脑袋撞碎了多少东西了，所以此时一缕血就从头顶流下，划过了慕寒的整张侧脸。妖月身上盖着慕寒的那件青衫，呆呆地看着慕寒那被鲜血染红的侧脸。慕寒又啐了一口：妈的！慕寒胡乱地抹了一下脸上的鲜血，走到了水潭边洗了把脸。慕寒的身上又开始闪烁起阵阵雷光。你的五雷断体术正在努力地恢复你的伤势，熟练度有所提升，当前熟练度精通级 20%。 慕寒草草地洗了把脸，随后便翻开了那竹简。这里到底是个什么地方？慕寒还没有彻底搞清楚，眼神在地图中一路搜索，终于在底端找到了目前二人身处的地方。这是龙源窟。慕寒一脸震惊，自己莫名其妙竟然就进了龙源窟，那岂不是说那龙源就在这山洞里？慕寒的脸色从震惊变成了狂喜。喂，妖女，猜猜我找到了什么？慕寒满脸得意地回头，却发现妖月披着慕寒那件青衫，蹲坐在岸边，双手抱着双腿，默不作声。慕寒皱了皱眉，这妖女又在搞什么花样？就非得弄死老子？弄死老子，你能活是咋的？慕寒撇了撇嘴，不情不愿地走了过去。喂，妖女，你……妖月猛地抬起头，慕寒的话戛然而止，因为他忽然发现妖月的脸上竟然挂着一道泪痕。哭了？妖月竟然也会哭？慕寒忍不住后退2步，不对劲吧？这画风不太对啊！谁家的魔道宗主会在这抱着个腿，像小女孩一样偷偷流泪？妖月看向慕寒的眼神极为复杂，有怨恨，有杀意，可是偏偏又有了一些不该有的柔情。妖月刚要开口，却被慕寒抢了先。知道，等你恢复实力，一定杀了我，对吧？听得我耳朵都出茧子了，等你真恢复了实力再说吧。我已经知道龙源在哪了，想恢复实力就赶紧跟上。说着，慕寒便转身向外走去。妖月咬了咬嘴唇，其实他刚才想说的是对不起。慕寒二人身处的山洞算是在龙源窟的下方，所以要想去到那龙源窟，就要一路向上，像是一个倾斜的隧道，途中倒是没有什么突然冒出来的异兽。只不过慕寒越走越觉得不对劲，按照书简地图上标注而出路线，这条隧道大概用上半个时辰的时间便能走得出去。可慕寒与妖月在这隧道中至少走了2个时辰了。慕寒缓缓停下了脚步，不对劲，这是一个阵法。妖月这段时间倒是出奇的安静，看见慕寒停下了脚步，也是跟着驻步。阵法？妖月有些好奇地问道。慕寒一脸认真地点了点头，虽然感受不到任何的灵力波动，但是这的确就是一个阵法。妖月缓缓蹲下身，一只手撑地，微微闭上双眼。半晌，他站起身，轻轻摇了摇头。对于阵法，妖月的确是所知甚少，只不过先前与云青山的那场大战倒是让妖月长了不少见识。云青山的阵中阵着实让人有些猝不及防。但是慕寒之所以确信目前身处一个诡异的阵法中，是因为他忽然想起曾经二哥沐风讲的一个算不得故事的故事。是说曾经有一个武侯派，其开山祖师偶然发现了一处福地，打算在此开宗立派。
可当时福地现身，引动了不少天地异象，不少英雄豪杰和久居深山的老神仙都曾纷纷现身。毕竟一处福地的诱惑实在太大，八荒大陆共有36洞天、72福地，每一处都有大机缘、大造化，更是一处处修行圣地。所以每当有洞天福地现世，都会引起异象，导致多方势力皆是纷纷出手抢夺。那位最先发现福地的武侯派开山祖师，便亲手布下一处名为八阵图的绝顶阵法，只此一阵，名动天下。且放出豪言，谁人能够破此阵，便将身后那福地拱手让人，且永不开宗，永不立派。不少英雄豪杰都纷纷尝试，结果无一例外，无人可破此阵。最后那座福地便也顺理成章地落得武侯派开山祖师的手里。至此，这武侯派便已经是名动天下。当时的慕寒听得极为心神往之了，觉得这位老神仙当真是厉害极了，就缠着二哥沐风，天天跟在屁股后面，问他会不会布阵，会不会，到底会不会。后来兴许是沐风被问烦了，就随口说了个会，给年幼的慕寒激动得不成样子，非要跟着二哥学这八阵图。沐风当时脚步一顿，回头笑眯眯地问慕寒：“你真要学？”慕寒的小脑袋点得跟小鸡吃米一样，结果就瞅见自家二哥随手捡起几十个小石子，蹲在地上，随手那么一摆。半晌，沐风站起身，拍了拍手：“教完了，学不学得会，看你自己。”当时尚且年幼的慕寒都懵了，你这糊弄傻子也没有这么糊弄的吧？我只是岁数小，我不是傻。气得慕寒几脚就把那阵法踹了个稀巴烂，跑回去跟娘亲告刁状去了。现在想想，真是让慕寒哭笑不得。因为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脚下这看似没有任何灵力波动的大阵，便是那八阵图，只不过是其中的一阵。此阵不长杀伐，只是让入阵之人如坠无限轮回。若不破阵，此生都不可能走得出去。慕寒干脆一屁股坐在了地上，背靠着隧道，合上双目，开始仔细的回想，而是二哥教给他的布阵与破阵。八阵图分别以天、地、风、云、龙、虎、鸟、蛇命名，加上中军，共是9个大阵。中军由16个小阵组成，周围八阵则各以6个小阵组成，共计64个小阵。八阵中，天、地、风、云为4正，青龙、白虎、朱雀、腾蛇为4旗。另外尚有24阵布于后方，以为机动之用，可谓是变幻莫测。慕寒在心中反复推演，终于有了一些眉目。风无正形，复之于天，变而为蛇，其意渐玄。风能鼓物，万物绕焉，蛇能围绕。慕寒眼睛一亮，怪不得我们走不出去，这隧道是活的。邀月神情一变，即便他是反虚境的高手，可也从未听说过一个普普通通的石壁隧道竟然是活的。慕寒猛地站起身，这隧道之所以看似没有尽头，是因为在咱们走入其中之后，它便缓缓移动，首尾相接，如蛇一般，且在不知不觉间便已形成了一个死局。莫说是几个时辰，就是在这走上个几百年，也根本走不出去。邀月实在是不太明白其中的弯弯绕绕，但是大致能听明白二人当下是个什么处境。这隧道就像是一条长蛇一般，起初张开蛇口，任由慕寒二人走入其中，随后便蜿蜒蛇形，最终蛇首与蛇尾相连接，形成了一个圆。更巧用天圆地方之理，使得身在其中的慕寒与邀月丝毫没有察觉，只觉得前路无尽头。邀月沉吟片刻，忽然说道：“为何不用蛮力破阵？既然只是个石壁，打通不就好了？”慕寒苦笑2声，不是没想过，但是如此一来，这里就会完全坍塌。从最上面的龙源窟一直到方才的水潭，全部都会毁弃，形成了一座天然的坟墓。到时咱俩就相当于合葬了。邀月闻言一愣，旋即面色也变得有些难看了。这些人弯弯绕绕的，就是屁事多，就不像他们魔道中人，生死看淡，不服就干。有布阵那个闲工夫，早就杀他个鸡飞狗跳了，没时间跟你扯这些虚的。慕寒伸出一只手，抚摸着这石壁，脚步轻缓，慢慢向前。其实他刚才还有句话没说，如果慕寒所料不错，这隧道会变得越来越短，可以把这隧道看作是一条长蛇，它蜷缩成了一个圈，张开巨口，从尾部开始吞噬自己，所以这隧道只会越来越短，最终归于虚无。而身在此中的慕寒与邀月，也定然是与这隧道一般无二，一同归于虚无。可是看明白了布阵之人的阵法，慕寒却始终想不出一个好的破阵之法。忽然慕寒灵光一闪，虽然不知道可不可行，但到底是个值得一试的办法。同一时间，地面上的龙源窟内，那位魔门死士自然是第一个走入其中，一路上的人都被他杀得差不多了。当然了，也有不少自报名号，皆是些其他宗门的精才绝艳之辈，但奈何全都难逃一死。中土神州听雪楼好像还不需要给其他人面子。这龙源窟说是一个洞窟，但其实更像是一座巨大的宫殿。踏步其内，宫殿之中有9根龙柱笔直耸立，大殿的尽头处有一石台，石台之上紫气流转，竟是渐渐幻化成了一条迷你白龙，上下翻飞，灵气斐然。魔门死士面色大喜，饶是他也不经不住这龙源的诱惑。若是他能获得这龙源，突破元婴，指日可待。只不过当他走进了这龙源之后，这龙源窟内竟是忽然开始剧烈震动。魔门死士面色一变，一股极强的威压忽然从这龙源窟内转了出来。魔门死士眼神闪烁，伸出去的手又猛地缩了回来，随后他身形一动，悄悄隐匿了身形。不消片刻，这剧烈的震动忽然戛然而止，龙源窟外竟然又出现了几道身影。出现在龙源窟外的几道身影，正是许明等人。他们原本一路跟着慕寒，却不曾想在临近龙源窟后，忽然跟丢了，然后便发现了那神秘的黑衣人。几人始终没有轻举妄动，打定主意要演上一出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一路小心翼翼的前行，终于在此刻发现了这龙源窟。可即便如此，几人还是没有贸然闯进去，因为许明发现，这所谓的龙源窟其实就是一个巨大的龙首，一个已经死了1000年的龙首，白骨化为磐石，整个龙首已然变成了一座小山，张着巨口，像是想要吞噬世间万物一般。若不是这龙源窟忽然震动，几人担心被人捷足先登，断然不会如此轻易的进入这龙源窟。韩无心与许明走在最前面，马龙殿后，燕无双与马走日则是走在中间。马走日这个商家修士其实并不擅长厮杀，但是却精通术算和不少偏门功法，一路上倒是让大家少走了不少弯路。燕无双的境界倒是不算低，与慕寒一样，金丹境6层修士，可惜更是不擅长厮杀，倒像是一朵温室中的花，从未经受过风吹雨打。5人中真正能摆到台面上的，也只韩无心和许明。韩无心在进入到白龙洞天之前，便已经是一位金丹境8层剑修，进入其中之后又有奇遇，此刻已然是一位实打实的金丹境10层剑修。而许明则是一位5境武夫，二人若是联手取到这龙源，定然是实力大涨。韩无心顺势突破至元婴境，许明则是一举突破至6境武夫。只不过一行人在走入大殿之后，忽然被马走日叫住了。他手持一块罗盘，面色有些难看。怎么了？后面的马龙开口问道。马走日朝那大殿最深处看了一眼，轻轻摇了摇头。这龙源恐怕不是那么好拿到手的，大家信我的，我这罗盘从未出过错，咱们先隐匿起来，静观其变。韩无心没什么意见，甚至说他对那龙源都没什么兴趣，他只是奉师尊之命，带着燕无双来此历练。只要燕无双能够安然无恙地回到紫气城，那便足够了。许明犹豫了片刻，最终还是点了点头。那马走日身上宝贝极多，还有一件上品灵器，专门用于隐匿气息。一行人便悄悄地躲在了大殿门口不远处，静观其变。殊不知，在大殿尽头的黑暗中，还藏着一位隐匿了身形与气息的黑衣人。就这样，大殿之内的2拨人，谁都不愿意做那出头鸟，全都在静观其变，就看谁先忍不住破局。而那在龙源窟下方，慕寒的处境则有些许的尴尬了。不出他所料，这隧道的确在慢慢变小且消失，而且速度越来越快。慕寒与妖月2个人所能容身的区域也越来越小，最后不得已只能相互倚靠着对方。看着妖月那越来越近的脸，慕寒也变得越来越不自然。2个人已经紧紧地贴在了一起，慕寒能明显的感觉到胸前触感软软的。你还不快想办法？妖月看着前后渐渐消失的道路，红着脸怒道。慕寒尽力让自己站得直一些，右手放在墙壁上不停摸索。还不到时候，想破此局必寻7寸，风无正形，复之于天，变而为蛇。既然变而为蛇，那慕寒就只好打蛇打7寸。所以先前慕寒一直缓步走在这隧道内，伸出手不停地摸索推演。蛇手之下7寸，这个位置还差一些。但是此时2人的处境已经是极为凶险了。妖月整个人都已经伏在了慕寒的身上，2人都扭过头，否则的话，那场面就有点不可描述了。还在等什么？妖月咬着嘴唇，即便是扭过头，可慕寒的脸依旧是到了眼前。再等等，慕寒也咬紧了牙关。隧道已经越来越窄，就在将要闭合化为虚无的前一瞬，慕寒眼神一变，右手化掌为拳，于方寸间出力，一拳将身侧的隧道击穿。慕寒和妖月同时身子一歪，跌了另一条隧道内，而原先的那条隧道就好似根本没存在过一般，消失得无影无踪，化为虚无。慕寒的额头上都出现了几滴冷汗，只要在晚上那么几秒，2人就要彻底死在这里了。慕寒直挺挺地躺在地上，用力地呼出一口气，总算是走出了这该死的阵法。要知道，这还只是8阵图中万般变化中的一种而已，可即便如此，就已经让慕寒狼狈之极。他躺在地上，伸展手臂，变成了个大字。忽然，慕寒皱了皱眉，什么玩意，这么软？嘿，还他妈挺有弹性。等等，难道说？慕寒瞬间瞪大了眼睛，瞬间起身，没有片刻停留，拔腿就跑。自己怎么就控制不住这双手呢？后面躺在地上的妖月满脸寒霜，他身上可就穿了一件慕寒身上的那件青衫，那些贴身衣物全都被那水龙卷不知卷到哪里去了。慕寒这一下可是直接让他满脸通红。自己哪怕是天魔宗的宗主，可说到底自己只是一个女子啊。现在该看的都被这个慕寒看光了，更是他甚至还用手，就过分，而且惹完了就跑，就更过分。妖月坐起身，冷眼看着慕寒那狼狈的身影，呸了一声，下流。妖月缓缓站起身，不经意间低头看了眼胸口，俏脸忽然一红，因为胸前还有着一个。这条隧道没有了那古怪的阵法，看样子是可以直通那龙源窟。当妖月终于看到了慕寒的身影时，发现慕寒正躲在隧道入口处，冲着他挤眉弄眼，手放在嘴边，示意他千万不要说话。妖月冷哼一声，自顾自铺展开神识，面色顿时变得极为古怪。这龙源窟蛮热闹的嘛，足足2拨人在这玩藏猫猫呢。不对，好像又来了一个人。慕寒悄悄运转了敛息术，将自己和妖月的气息全部隐匿了起来。2人藏身的地方其实正是那大殿石台之下。妖月缓步走了过来，二话不说就给了慕寒一巴掌，都把慕寒扇懵了。妖月冷哼一声，等出去，看我不把你这双手都剁下来。慕寒满头黑线，我也不是故意的呀，不小心。妖月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还说。慕寒赶紧闭嘴，2只手捂住嘴，大气都不敢喘。妖月没理会慕寒，而是自顾自小声说道，外面有3拨人，有一个人就藏在咱们头顶不远处，另外1拨离得远了些，具体几个人我看不出来，
他们身上应该是有能够隐匿气息的宝物，最后一波在外面，看样子还在观望。慕寒咧了咧嘴，好吗？都在这玩过家家呢，看样子是谁都不想做那出头鸟啊。行，都当缩头王八是吧？小爷我就给你添把火。慕寒拿出竹简，本想看看这上面有没有关于龙源的记载，但是看了半天，却忽然一怔，这竹简最后一页竟然凭空又出现了一条道路。这条路以往可是并不存在的。慕寒猛地望向妖月所处的那个位置，眼神熠熠。妖月眼神一变，连忙捂住了胸口，嗓音冰冷道：“你想做什么？”慕寒看了眼地图，又看了眼妖月所处的位置，嘿嘿嘿地笑了起来。妖月心一沉，终于是忍不住了吗？终于是要原形毕露了吗？慕寒一把掠向妖月，妖月情不自禁地后退几步，死死地捂着胸口。谁知慕寒来到他面前，只是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那个，你让一让，我发现了点好东西。”啊！妖月有点没反应过来。慕寒一把将那竹简铺开在妖月面前，看，刚才这竹简之上忽然出现了一条先前未曾出现过的路，我猜那里一定有好东西。啊！妖月赶紧后退几步，让出了位置，俏脸之上闪过一缕嫣红，自己还以为慕寒要行那禽兽之事。想到这，妖月轻咬银牙，又瞪了慕寒一眼，忍不住拽了他一脚，脱口而出：“快点！”慕寒揉着脑袋，心想着婆娘是疯了吧，脑子怎么还坏了呢？谁知妖月忽然面无表情地掏出一把匕首，慕寒当时就一本正经地拍了拍胸口：“包在我身上，快点哪能够啊？那必须得是飞快啊！”慕寒双手不停地墙壁之上摸索，终于让他找到了一块可以拧转的凸起石块。慕寒嘿嘿一笑，拿捏了。这凸起的石块被慕寒微微扭转，一道等人高的暗门登时出现在了二人身前。慕寒眼前一亮，身后的妖月也有些好奇，上面既然已经有了摆在明面上的重宝龙源，可为何这里还会有这么一道暗门？难不成这里的东西会比上面的龙源更贵重？妖月也开始有些好奇，跟在慕寒身后走了进去。四周漆黑一片，是那种真正的伸手不见五指。二人在这狭长的密道中走了许久，前方终于是传来了点点星光。前方是一处并不大的圆形密闭空间，头顶上的石壁还镶嵌着7颗以北斗七星排列的不知名的石头，只不过这7颗石头竟是在散发着点点星光，而在这星光的照耀下，一颗悬空的金黄珠子正闪耀着微光。这珠子内仿佛有一条袖珍白龙正在其中上下飞旋。妖月瞳孔猛地一缩，这是龙珠！慕寒也被吓了一跳，龙珠？开玩笑的吧？可看妖月的表情，属实是不像在开玩笑的样子啊。慕寒狠狠地咽了一口口水，阴差阳错间，竟是让他寻到了这等宝物。妖月从震撼之中回过神来，深深地看了慕寒一眼。这小子的福缘不可谓不深厚，真就是出门踩坨狗屎，都不是一般狗拉出来的。慕寒瞥见妖月在看自己，心中一紧，这娘们不会看上这龙珠，然后准备出手抢夺，杀人灭口吧？不至于吧？慕寒讪笑两声，这个龙珠挺好哈，哈哈。妖月哪里看不出慕寒心里的小九九，冷哼一声，想要就直说，本来就是你找到的，这东西对我用处不大。说着，妖月竟然就这么径直地走掉了，连头都没回。五行法，难得的水属性本命物啊，还不抓紧时间炼化？慕寒一愣，炼化龙珠为本命物，五行法，不然呢？拿去当弹珠玩？你那把行刀可是神器品阶，其余4件本命物的品阶也必须是神器品阶才行。这条白龙大道清水，其龙珠自然也是水属性，而且品阶足够。慕寒眼睛一亮，如此一来，自己的五行本命物就已经凑齐2个了，一把金属性的上古星刀，一颗水属性的白龙龙珠，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慕寒也不再犹豫，凌空捏住那龙珠，一把将其拖拽过来。随后慕寒直接盘膝坐在了地上，金色的龙珠悬浮在其丹田处，散发着微光。妖月一路走到外面的隧道中，才缓缓停步。他背靠着石壁，神情复杂。其实那龙珠对他并非没有裨益，相反，若是将这龙珠全部吸收，妖月体内的伤势完全可以好得七七八八，且实力也能完全恢复。可不知为何，妖月竟是将这颗龙珠拱手让给了慕寒。妖月的心情很是复杂，他先前总是开口闭口说着等自己恢复实力后如何如何，可真的到了这一步，妖月却忽然停步，不再往前。就当还你一次。妖月背靠着石壁，喃喃自语。慕寒在炼化本命物的同时，境界也有了起伏。五行法前段时间修炼的都疯了，拦都拦不住的那种，干到了他娘的1500多倍的修行速度。很快，慕寒这金丹6境便又到了瓶颈。慕寒运起五行法，调动体内灵力，运转一个又一个的周天，龙珠则是悬浮在慕寒身前，散发着淡淡的光华，且这光华正在被慕寒一点一点的蚕食。在慕寒炼化这颗龙珠的同时，上面的龙元窟也开始剧烈的震动。原来是有一位怀抱龙蛋的别州修士，一脸虔诚地走进了这龙元窟。刹那间，整个龙元窟震动不已，众人都听到一阵阵响彻天际的龙吟，就连一直隐藏在暗处的魔门死士都是面色大变。下一刻，一条白龙显化的龙魂，像是有点点星光凝聚而成一般，突兀出现在了龙元窟内。许明等人瞪大了眼睛，这白龙死了上千年，竟然还有着一缕残魂，而且这缕残魂的实力，历经千百年，竟然还这么强悍。看这气息波动，至少也是一位元婴境巅峰实力。那位怀抱龙蛋的修士满脸激动，当即双膝跪地，颤声道：“晚辈龙傲天，见过白龙大人。”可是龙旋之后，那巨大的龙魂游荡在龙元窟内，大如铜铃般的一对龙眸之内，不带有任何情感。龙傲天激动得满脸涨红，
他来自八荒大陆的北漠洲，那里常年地冻天寒，仿佛永远被冰雪覆盖。北漠洲龙氏一族100年前也曾有人进入过这白龙洞天，且与这龙元窟内的白龙残魂达成过一个协议。那位与这龙元窟内达成协议的人，正是当初龙氏一族的天之骄子龙玄。这龙傲天便是龙玄之子，而龙傲天手中捧着的那颗龙蛋，便是当初协议中的一部分。这颗龙蛋内的幼龙，算是这条白龙的子嗣。北漠洲龙家答应帮着白龙寻到这颗龙蛋，足足100年时间，果真是不负所托。那龙魂的眼神投到了龙傲天怀中的金黄龙蛋之上，没有任何感情的双眸中，竟是闪过一丝微不可察的暖意。当初龙玄与这残存龙魂达成协议，他们北漠洲龙家帮你寻到那流落在外的龙蛋，而这龙元窟内的龙源，包括这小洞天中的所有秘宝，都要归龙家所有。今日龙傲天便带着这龙蛋出现在了这龙元殿。那白龙残魂轻轻呼出一口气，那龙蛋仿佛就被一双无形的手给托了起来。随后，身后石台上的龙源竟然也缓缓升腾而起。看样子，这白龙残魂的确是准备将这龙源交给这个龙傲天。就在这时，异象横生，一道身形极快的黑衣人忽然从暗中出现，不仅一把夺去了那龙蛋，甚至连龙源也全部被他收入袖中。随后大袖飘摇，毫不停留，直接朝着龙元窟外掠去。魔门死士的眼中闪过一丝狂喜，万万没想到，此处竟然还有这等大机缘。不提这龙，只说这龙蛋一旦孵化出幼龙且成功认主，那便是一个天大的大机缘。魔门死士身后是那白龙残魂充满愤怒的龙吟，竟然有人敢在他的眼皮子底下抢走他的子嗣与龙源。韩无心等人也是面色齐齐一变，是那黑衣人。许明咬了咬牙，一挥手追上去。不过几个眨眼的功夫，这龙元殿内便变得静谧无声。龙傲天呆呆地站在原地，好像还反应过来呢，怎么忽然一下子就窜出来这么多人？他从始至终都以为这大殿之内只有他一个人，殊不知其实在他脚下还有一个正在炼化龙珠为本命物的慕寒。那魔门死士的速度极快，但很可惜，他还是低估了这白龙残魂的实力。在这龙渊秘境当中，这龙魂占尽了天时地利，单凭他元婴境3层的实力还不足以对抗。龙魂呼啸而来，一双巨大的龙爪冲着那魔门死士的后背狠狠抓去。魔门死士咬了咬牙，身形竟然化为了一股黑烟，使得那巨大的龙爪扑了个空。龙魂眼中的怒火更盛，一声铿锵龙吟，肉眼可见的一圈圈涟漪竟硬生生破开了那魔门死士的逃遁秘法。原本身形已经化为黑烟的魔门死士逼不得再次显露真身，嘴角处甚至还流出一缕鲜血。那龙魂俯视着魔门死士，声如洪钟大吕，区区人族修士竟敢夺我子嗣。这时韩无心、许明等人也悄然跟了上来。那魔门死士双眼微眯，高声道：就别藏藏掖掖的了，不如我们合力将这龙魂打散，否则有他在，谁也得不到这宝物。韩无心站在燕无双身前，缓缓拔出了长剑。许明高声道：我们凭什么相信你？魔门死士冷笑一声，说道：信不信由你们，若是不先除掉这条孽龙，注定谁也得不到宝物。半空中，那龙魂再度发动攻势，白龙吐息，所过之处，万物皆变成一个个栩栩如生的冰雕。魔门死士极为狼狈的躲闪，可最终还是不慎失掉了一条胳膊。他猛地一扯，竟是直接将那断臂给硬生生扯了下来。随后伤口处一阵黑雾涌动，那断臂竟然开始缓缓再生。这魔门的功法的确是诡异莫测。远处马龙面色有些阴沉地问道：咱们果真不出手吗？那黑衣人说的也并无道理，这2件重宝若是落在了这条孽龙手里，恐怕……许明双眼眯起，说道：出手当然是要出手的，只不过还不是现在，就让他们俩各再互相磨损一下实力。那位魔门死士也彻底被这龙魂打出了火气，一个已经死了上千年的残存龙魂，真把自己当根葱了。一人一龙，你来我往，只不过那魔门死士显然是处于下风。就在这时，这白龙残魂忽然神情一怔，随后猛地向那龙元窟中望去。就在刚刚那一瞬间，他与龙珠的联系瞬间被斩断了，他甚至感受不到了龙珠的存在，这不禁让他勃然大怒。要知道这龙珠才是一条真龙体内最为珍贵的东西。这白龙残魂甚至都顾不得再去追杀那魔门死士，而是直接腾空而起，冲着龙元窟的方向一掠而去。而此刻的慕寒也恰好微微睁开双目，那颗金黄色的龙珠已经被慕寒成功炼化成了本命物，虽然只是小炼，但是其实力也整整提升了1倍有余，甚至还一举突破了金丹6层的瓶颈，达到了金丹7层。慕寒脸上闪过一道喜色，他仰头看着头顶那散发着淡淡微光的7颗小石头，来了些兴趣。这些石头值不值钱？五行法应该是浩星石，像是山下的夜明珠一般，但是比那夜明珠可要值钱多了。慕寒扯了扯嘴角，值钱？拿来吧你。外边石壁隧道内，妖月忽然神情大变，一股极强的威压正从远处袭来。他赶紧走入密室之中，却看见慕寒趴在墙壁上，在那用手扣墙上的星号石。妖月一阵无语，你是掉钱眼里了吗？青云门就这么穷吗？给圣子逼成这样？慕寒啊！慕寒微微扭头，只见妖月俏脸上满是寒霜。怎么？妖月都有点后悔进来了，让他死这得了。快走！有一股强大的波动正在靠近，很可能是那龙魂。慕寒面色一变，一个慌乱间，终于扣下来了一块星号石，自己则是仰面摔在了地上。慕寒赶紧一个鲤鱼打挺，可惜吃了一嘴的土，赶忙啐了2口，扭头看向妖月，有些疑惑地问道：龙魂？
不是去追那魔门死士了吗？怎么又回来了？妖月瞥了一眼那应该安安静静悬浮在半空中的龙珠，又瞥了一眼慕寒，好像什么都没说，又好像什么都说了。慕寒一拍脑袋，忘了这茬了。忽然，慕寒灵机一动，他掂量了一下手中的浩星石，哦豁，大小分量刚刚好嘛。随后，慕寒便运转，他化万物，弄了个人造龙珠出来。妖月眼皮挑了挑，一脸狐疑地问道：“这能行吗？”慕寒掂量了两下，没问题，短时间内肯定是没问题。多短？妖月忍不住问道。大概1炷香吧。妖月深吸一口气，不生气，不生气，气出病来无人替。慕寒将这星号石幻化而出的龙珠留在这密室中，自己与妖月则是运转脸悉数，悄悄从石台下方爬了出来，进了这龙源窟。也就在此时，二人感受到了一股极强的威压。慕寒眼神一变，还真是那条龙魂。二人赶紧躲在了暗处，连大气都不敢喘。那白龙残魂一路呼啸而过，正当他准备进入下方那密室之中时，他忽然抬起巨大的龙手，看向了慕寒与妖月二人藏身的方向。慕寒一愣，不会吧，不会吧，脸悉数不会对这龙魂没有用吧？妖月的脸也渐渐沉了下来，实在不行就只能拼命了。那残魂看了几眼，随后便身形消失在了大殿之中，想来应该是去了那密室。你的脸悉数用尽全力帮你躲过了一位元婴境巅峰强者的探查，熟练度大幅度上涨，当前熟练级 90%。 慕寒深呼出一口气，还以为脸悉数这次不灵了呢。慕寒赶紧带着妖月离开这龙源窟，用不了多长时间，那残魂就一定会发现那龙珠是假的，到时候他发起疯来，那麻烦就大了。慕寒和妖月一路逃亡，却正巧撞见了那魔门死士与许明一行人。那白龙残魂不知为何忽然放弃了对魔门死士的追杀，那么如此一来，许明几人便是不得不现身阻拦着魔门死士。那魔门死士冷笑一声，就凭你们也想从我手中夺走宝物？许明稍稍挽起袖子，淡淡的说道，总是要试试的。韩无心让燕无双躲得远一些，自己则是拔出长剑，眼神如鹰隼一般死死的盯着那魔门死士。马龙已经手提木枪来到了后方，堵住了魔门死士的去路。魔门死士眼神闪烁，自己未曾重伤之时，对付这几个小娃娃倒也不足畏惧，但是先前被那龙魂纠缠，受了一些内伤，此刻若是再度大战一番，很可能要吃亏。尤其是那面无表情的韩无心，他的建议让这魔门死士都觉得有些冰冷刺骨。不可力敌，既然已经撕破了脸皮，那就一起上吧。魔门死士一声低吼，几人率先发动了攻势。慕寒与妖月在脸悉数的帮助下，悄无声息地躲在一旁，静静地看着这场厮杀。呵呵，老狗，你也有今天。慕寒蹲在一旁，右手揉着下巴，冷笑道。妖月却忽然开口说道，他根本就没想打，他一直在蓄力，看样子是准备跑。慕寒皱了皱眉，跑？这里3层外3层都给他围好了，他往哪跑啊？妖月双眼微眯，说道，外人不一定看得出来，但是这魔门功法我很清楚，他是准备用魔门秘术三魔杀来破局。三魔杀？慕寒没听过这个说法，有些疑惑地问道。妖月嘴角翘起，一会你就知道了。场中面对许明这个5境5夫，还有韩无心这个金丹境10层的剑修，魔门死士竟也没有落得太多的下风。只是那站在远处的商家修士马走日，他身上的宝物实在是多得有些令人啧舌了，光是防御法宝就有3件之多，功法法宝更是数不胜数，杀力不够，法宝来凑。他不停地用法宝神通扰乱魔门死士的阵脚，这就让他颇为苦恼。而且那名叫韩无心的剑修着实是不一般，也就是他此刻没有破境原因，否则魔门死士自认自己绝对会死在他剑下。此人剑心太过清澈，仿佛世间除了练剑之外便再无他事，所以韩无心的剑意剑气剑招都是如出一辙的一往无前，锐利无匹。许明的拳头也足够硬，每次与那魔门死士贴身竞打都是以伤换伤。忽然躲在一旁的妖月眼神一凝，开口道，来了。只见那魔门死士在受了韩无心一剑之后，又被许明一拳打在胸口上，倒飞出去，在地上砸出一个大坑。但是众人脸上却没有什么喜悦之色，因为在那大坑之中忽然有大量的黑雾滚滚而出，宛如浪潮。而在这黑雾之中，魔门死士缓步走了出来。更令人惊骇的是，自那滚滚而来的黑雾之中，竟是又缓步走出一位魔门死士。最终自那黑雾之中，一共走出来了3位与那魔门死士一模一样的人，就连体内气机的流转、境界高低、身上所受的伤都分毫不差。慕寒瞪大了眼睛，这也行？此类像是分身亦或者撒豆成兵的道法，慕寒倒也听说过，但是像眼前这般分身的境界竟然能与本体相当，这就有些玄妙了。这与人对敌，凭空多出2个元婴境，这仗还怎么打？妖月冷冷一笑，果然，这三魔杀是完全从3魂7魄中抽离出来1魂1魄，形成一个暂时的独立的个体，境界与本体相当，甚至可以说这就是本体本人。但是如果3人中有某一个人受了伤，那么本体一样也会受伤。慕寒看着那从黑雾之中走出来的3位魔门死士，忍不住开口问道，这么说，这3个人每个人都算是真的，但是却又都是假的，那真正的本体到底在哪？妖月指了指那黑雾，说道，隐藏在了黑雾之中，这3魔杀虽然强，但是却也有一个无法消弭的弱点，这3人维持不了太久的时间，大概只有半炷香的时间，半炷香的时间一到，3人就会各自回魂归魄，施术者也会陷入一种极度的虚弱。他是打算用这3魔杀为他打掩护，他自己应该要逃了。慕寒眼中闪过一道寒芒，逃？你逃得了吗？
追了小爷一路，也该小爷我反客为主了吧？许明几人面色齐齐一变，这下可就有点棘手了。幸好那魔门死士不打算与他们死斗，主要还是因为那龙魂的存在，天知道那龙魂什么时候就又会杀回来，给他一个惊喜。所以还是先想办法脱身，等到自己吸收了那龙元，届时再看那龙魂还敢不敢如此嚣张。说着，那从黑雾之中走出的3位魔门死士各自朝着一个方向急掠而去。分头追！许明率先动身，然后是韩无心，他带着师妹燕无双一同御剑而去。马龙和那马走日则是去追那最后一个分身，他们认定3人之中定然有一个是真身。半晌，黑雾悄然散去，原地空无一人，只有慕寒和妖月还隐匿在一旁，眯眼望着方才那处战场。片刻之后，天地间好似多了一个黑点，随后越来越大，像是一个黑洞一般，从其中踉跄着走出一个身影，正是那魔门死士。最危险的地方，往往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原来这位魔门死士根本就没有离开这里半步，而是通过秘法悄然隐藏了起来，只等那3个分身都将人引走，自己便可现身脱困。但是他还不知道，有2双眼睛早就盯上了他。魔门死士身形矫健，几个眨眼间便已经消失在了原地。慕寒冷笑一声：“这次换小爷我来追杀你了。”这魔门死士行事的确谨慎，一连换了3处藏身之所，直到最后那3魔杀的归魂反魄，这才终于确定了一处山水形胜，但是却极为隐蔽之地。魔门死士面色有些苍白，显然3魔杀这种秘术对他来说施展起来也比较耗费心神了。只不过有龙元傍身，他倒也不担心什么，只要将这龙元吸收，他体内的伤势就能够全部好转，甚至还有机会冲击化神境。魔门死士终于将那龙元拿了出来，眼中尽是贪婪。只不过就在此时，一道玩味嗓音忽然在他的耳边响起，犹如平地起惊雷：“不继续跑了！”这位死士面色瞬间一变，立马将那龙元收起，双手之上开始有黑雾涌动。他厉喝一声：“谁？我你都不认识了？真是让爷爷好生伤心啊！”慕寒背着古剑从暗处走了出来，脸上带着不羁的笑意。慕寒，那魔门死士显然没猜到竟然会是他，一时间有些错愕。慕寒扯了扯嘴角：“爷爷在此。”谁知那魔门死士竟然开始捧腹大笑：“你竟然还敢主动送上门来！哈哈哈，如此倒也好，省得我再去寻你。”慕寒挑了挑眉，最高级的猎人往往以猎物的身份出现。慕寒身后，妖月的身影也渐渐浮现。只不过当这魔门死士见到妖月之后，瞳孔猛地一缩。他自然是认得妖月，如果硬要说，天魔宗算得上是听雪楼的下宗，只不过这个下宗身份谁也没承认罢了。天魔宗没承认，听雪楼则是根本不关心。但是天魔宗的初代宗主的确是听雪楼出身。这位死士有些想不明白的是，为何妖月会出现在这里？他难道不应该在外面围剿青云门那些人吗？而且看这样子，好像还站在了慕寒那边。死士冷声道：“妖月，你这是什么意思？”妖月面无表情的说道：“下去问你家主子吧。”死士眉头一皱：“莫欺大人出了意外？不，绝不可能。”此时慕寒已经将背后古剑轻轻摘下，竖立于地上。慕寒扭了扭腕子，右手掐住左手手腕，微微扭动，说道：“突破至5夫4境之后，还未曾亲力出拳，便宜你了。”说先前的慕寒遭遇这魔门死士，那便只有死路一条。但此时此刻，炼化了2个神器品阶本命物的慕寒，再次对上这已然是重伤之躯的魔门死士，绝不会再像之前那般狼狈。金丹7层剑修，4境5夫，元婴之下已无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慕寒是想借着这一场厮杀，彻底稳固自己4境5夫的底子。所以慕寒没有半分留手，气机鼓荡之涟漪，以慕寒为中心，方圆100丈之内，所有古树悉数断裂崩碎。慕寒身体微屈，下一刻便瞬间消失在了原地。慕寒方才的落脚点，地面瞬间皲裂，轰的一声凹陷了下去。那魔门死士也不甘示弱，双掌之上黑雾涌动，竟是变换出数十条黑色长蛇，朝着慕寒击射而去，个个都张开了血盆大口。慕寒冷哼一声，再不特意遮掩体内那份堪称离谱的5夫气象，刹那间古朴洪荒的权意流淌于慕寒周身。慕寒右手手腕处的那臂铠，如今已被慕寒炼化了1小半，每天12个时辰，1个时辰都不能落下，需要以鲜血温养。此时的臂铠有1小半已经变得光滑流转，呈现淡淡金色，再不复曾经那锈迹斑斑的模样。那黑色长蛇被慕寒的拳罡纷纷击碎，根本进不了慕寒的身。魔门死士面色微变，上一次就发觉这小子的一身拳意极不简单，仓促间他只好后撤。慕寒岂能轻易饶了他？瞬间栖身，可曾听闻半壁之内目无敌？慕寒出拳如风，那魔门死士目露凶光，若真要论厮杀本领，还真就少有人能比得过听雪楼修士。慕寒出拳，死士便接拳。虽然慕寒每一拳都会让这魔门死士受伤不同程度的伤，但是不消片刻，那伤势便会逐渐好转。反观慕寒，在死士的几次反击之下，也已经受伤，胸前有一道血淋淋的刀伤，2条胳膊上也布满了大大小小数十道刀伤。轰！二人再次对轰一招，慕寒一拳打在了死士的鼻梁上，那死士被这一拳打得仰头后倒下的那一刹那，还不忘全力挥出一刀。只听一声金铁相交的铿锵之声，这一刀恰好砍在了臂铠之上。即便如此，慕寒的右手也被震得阵阵发麻。二人身形拉开，二人之间出现了一条深达数丈的沟壑。
慕寒的体内再次响起噼里啪啦的电闪雷鸣。你的五雷断体术正在为你修复体魄，熟练度显著上涨，当前熟练度精通级10%。慕寒扯了扯嘴角，一身拳意逐渐趋于平静。慕寒本就没打算能全杀这死士，因为杀不掉。如果慕寒此刻是一位武境武夫，那另当别论。出拳只是为了夯实自己的底子，不然破境速度太快，长远来看不是什么好事。否则许明当初为何苦苦压境，不愿早早跻身武境，皆是此理。慕寒忽然伸出右手，古剑颤鸣，刹那间出鞘。有件事忘了告诉你，我还是一名剑修，而且在炼化了一颗龙珠作为本命物之后，就连慕寒都没想到，乾坤化龙剑竟然凭空增加了许多熟练度，如今甚至已经达到了小成50%。化龙玉真龙，慕寒握住古剑，轻轻吐出一口气。那魔门死士一脸鲜血，这慕寒不知是有什么癖好，出拳专门打脸。感受着慕寒周身激荡着的剑气，这位魔门死士开始有些慌了。无论如何，以他目前的状态来说，绝不可再恋战。魔门死士便又准备逃，却听见慕寒冷冷一笑：“落我手里，还想逃？”刹那间，天地变色，本命飞剑前尘，自成小天地，将人拘禁于此。死士面色大变，若说先前慕寒带给他的只是些许的讶异，那此刻便是浓浓的震惊。你的搬山术感受到了来自魔门死士的震惊，熟练度有所上涨，当前熟练度无上圆满30%。慕寒嘴角翘起，若是本命飞剑前尘不曾恢复，他还真没把握能弄死这魔门死士。不过此刻吗？呵呵。外面妖月也是一脸震惊，这是慕寒的本命飞剑，怪不得他这么有把握，能以金丹杀元婴，竟然能够自成小天地。妖月一脸不敢置信的喃喃自语，他修道上100年，剑修自然见过不少，但是这么匪夷所思的本命飞剑，妖月也是第一次见。青云门，云青山，你还真是收了个好徒弟啊！妖月眼中闪过一丝复杂，如慕寒这等天之骄子，得不到便只能毁掉，否则假以时日，一旦让他成长起来，后果不堪设想。本命飞剑前尘所化小天地内，魔门死士极为狼狈地躲避半空中那上百条巨龙。在炼化了龙珠之后，乾坤化龙剑的确有了显著的提升，单单是这龙形剑气就不再像先前那般死板，而是真正有了几分真龙的神韵，威力也是凭空增加了10倍不止。要知道，这乾坤化龙剑的杀力本就极大，而且熟练度成功升至精通后，慕寒对这剑招的领悟可谓是更上一层楼。身在此处小天地内，慕寒的境界是可以更上一层楼的，所以他此刻的境界就相当于是一位金丹境8层剑修。死士在这里处处捉襟见肘，天时地利人和皆不在他。身在此处小天地之内，他可谓是毫无胜算。若是先前没有被那龙魂重伤，没有与许明几人缠斗，凭他元婴境3层的修为，完全有机会破开这座小天地。但此时已经是机会渺茫了。慕寒手握古剑，朝那魔门死士当头便是一记摧心。这可是御剑术自御剑飞行之后的第2个剑招，杀力奇大，剑气可化为流星，刹那间分出上千上万的剑气，最后再度凝结为一把剑气巨剑，威力恐怖。死士显然也察觉到了这威力奇大的一剑，心中骇然，此刻处境不妙，便再顾不得其他，高声道：“你若杀我，听雪楼注定与你青云门不死不休。”慕寒嗤笑一声，都死到临头了，还只会用这个威胁我？死士眼神急转，冷声道：“我们楼主可是中土10人之一，你敢得罪我们听雪楼，区区一个青云门，翻手间便可让你们全部灰飞烟灭。”慕寒正色道：“哇，这么厉害！”说着，慕寒手起剑落，一记摧心，成千上万的剑气裹挟着半空中的剑气苍龙，一同冲向那魔门死士。在此处小天地之内，他甚至都无法施展秘术逃遁，最终只能死。慕寒，听雪楼绝不会放过。死士的身躯彻底消散在了这无边无尽的剑气当中。慕寒皱了皱眉，将右手放在耳边，做侧耳聆听状态，说：“你说什么？”地上只剩下一颗龙蛋，还有一条袖珍龙形的龙源。显然，没人能再回答得了慕寒的问题了。你的他化万物，感受到了来自魔门死士临死前的极大怨念，当前熟练度无上圆满15%。你的乾坤化龙剑满足了嗜血爱好，成功斩杀一位元婴境，熟练度有所上涨，当前熟练度小成70%。慕寒脸上闪过一丝讶异，看来这乾坤化龙剑也并非是按人头才能长熟练度，杀的人境界越高，长的熟练度也就越高。慕寒忽然想到，自己要是弄死一个反虚境，那这乾坤化龙剑的熟练度还不得直接干到头了。不过这种事情也只能在中午想想了，因为早晚要出事。慕寒捡起地上的龙蛋，收起龙源，再缓缓撤出小天地。妖月见到慕寒又突兀出现，虽然没说什么，但是眼中又闪过一抹惊异。慕寒一手捧着龙蛋，另一只手轻轻一挥，一条袖珍白龙便朝着妖月飞了过去。答应你的，不过只能炼化一半的龙源，另一半我还要救人呢。那龙源悬停在了妖月身前，妖月面色有些复杂。那你呢？慕寒笑了笑，我都有龙珠了，而且还多了个意外之喜。说着晃了晃手中的龙蛋，妖月忽然把头扭向了别处，不去看慕寒那得意洋洋的样子。慕寒将那龙蛋放进了方寸雾中，撂下一句话后，身形便消失不见。抓紧时间炼化，我那假龙珠骗不了他多久的。看样子慕寒是打算为妖月护到了。看着悬停在眼前的龙源，妖月陷入了沉默。一半的龙源足够妖月疗伤了，
而且实力大概能恢复2-3成。若是全部炼化，妖月的实力就算无法达到巅峰，也能恢复8-9成。你就这么相信我吗？妖月看着这龙元，怔怔出神。其实慕寒完全没有想太多，或许该说他涉世未深，也或许该说他赤子之心，更或许他觉得有同心骨在，就算妖月恢复了，也不能拿他怎么样。而且他背后还有云青山护着呢。总之，慕寒的这个无意之举改变了很多，就像是沐风先前说的，人算不如天算，一切的有心之举皆会漫天一步，只有那无心之举，方可有那万一，先天一步，或是瞒天过海。慕寒站在一棵古树的树梢上，面色有些阴郁，因为就在刚刚，龙元窟那边传来了一阵响彻天际的龙吟。他化万物幻化的那颗龙珠一定是暴露了。慕寒面色阴沉，在这片小天地之间，要想躲过这龙魂的追杀，难如登天。而且慕寒现在身怀龙珠和龙蛋，龙元又在妖月那里，这就相当于一片黑暗之中，有人忽然举起一簇火把，想看不见都难。感受着白龙残魂的龙威愈来愈大，慕寒咬了咬牙，左手手腕处闪烁了一下红光，一把老旧行刀登时出现在了慕寒的手中。就看你的了。这把行刀是上古斩龙台的行刑之刀，对于蛟龙之属，自然是有着得天独厚的压胜。只不过慕寒与那龙魂之间，二者之间的境界毕竟是相差悬殊，慕寒想以这行刀完全压胜对方，恐怕有些难。不消片刻，那巨大的龙魂便腾云驾雾，一路向慕寒袭来。慕寒深吸一口气，自然不能硬拼，他握紧行刀，倏地御剑而起，剑光一闪，身形消失不见。但在这龙元秘境之中，那龙魂的速度显然是更上一层楼，慕寒全力御剑之下，竟仍是不敌这龙魂的速度。小小人族修士，安敢斗我龙珠，抢我子嗣，夺我龙元！古有圣人口含天线，言出法随，今有真龙口吐人言，字字如雷。慕寒险些道心失守，就连御剑都一个踉跄。这还只是一头真龙的残魂，若是在生前，这真龙又该是多么恐怖的一个存在。慕寒狠狠地咽了下口水，全力稳住心神。那龙魂一个摆尾，巨大的龙威横扫而来，慕寒避无可避，只好硬接这一下。轰！慕寒的身躯被这龙威扫中，身体像一块陨石一般倒飞了出去，沿途砸断了无数的巨木，最后轰然落在一座大山之上，整个身体都镶嵌进了山中。嗨！慕寒咳出几口血，用力地把自己从山中扣出来。若不是自己练拳从无懈怠，时刻有雄魂权益护体，再加上五雷断体术长久以来锤炼肉身，使得慕寒的肉身已经极为坚韧，否则光是这一下便足以让慕寒变成一滩烂泥。可即便如此，慕寒也被这龙魂的寒怒一击给打成了重伤。那龙魂眼中闪过一丝惊惧，刚才那一尾横扫虽然将这不知死活的人族修士重伤，可他在那一刹那也曾斩出一刀。按理来说，金丹7层，哪怕是你用尽全力，也难以撼动龙魂半分。可怪就怪在他那一刀竟是直接把那龙尾斩断一截。龙魂定睛一看，眼中的惊惧之色更浓。行刀为何会在你手中？你与陆影溪是什么关系？龙魂对于这把行刀自然算不得陌生，毕竟在1000年以前，自己便是被那陆姓修士手持着行刀斩杀于此地。慕寒从山体之间轰然落下，单膝跪地，手拄行刀，微微抬头，吐出一口鲜血。老子不认识什么陆影溪，不过你这颗龙头，老子要定了！龙魂游荡着巨大的龙身，几条龙须无风自动，一双金黄眸子中满是怒火。1000年前便被这行刀所斩，1000年后又有人手持行刀出现在他面前，这让他如何不怒？1000余年的怨恨，此刻全部汇聚在了慕寒的身上。你的他化万物，感受到了来自白龙残魂的史无前例的怨念，熟练度冲破天际，当前熟练度无上圆满99%。慕寒差点把眼珠子都瞪出来了，好家伙，一下给我干到头了！这龙魂也忒记仇了吧？这1000多年，这世的攒下多少怨气啊！一般来说，慕寒也摸清楚了这些功法进阶的套路，在晋升到无上圆满之后，那进度就会变得异常缓慢了。像搬山术，晋级到无上圆满就已经有段时日了，可如今熟练度才刚刚30%，那速度就跟乌龟啪啪差不了多少了。可这龙魂这一手，属实是给慕寒整不会了，1000多年的怨气全要撒在我头上。不过也好，既然他化万物的熟练度已经无限趋近于顶峰了，那么这个最重要的化万物应当是可以用了。慕寒眼中闪过一道金芒，今个儿就让你丫见识见识，什么叫做可化万物。当初慕寒在将他化万物晋升到无上圆满之后，便一直想试试他的终极奥义化万物，只不过那时担心会有些意外，万一变成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到时候在他娘的变不回来了，那慕寒找谁说理去？只不过现在显然是不会了，这熟练度都差点给慕寒顶到头了，都他娘快没有上升空间了。本来我想以平常人的身份跟你们相处，可换来的却是疏远。我不装了，我摊牌了，我也能变龙。瞬间，慕寒的身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过几个眨眼的功夫，慕寒竟然也幻化成了一条巨龙。只不过慕寒觉得不够凶狠，所以又在脑门上特意幻化出了个王字。巨大的龙爪还抓着那柄行刀，只不过这行刀可没有什么可大可小的伸缩功能，本就是短刀的行刀，在此刻的龙爪手中变得愈发的短小了，就好似一个3米高的肌肉壮汉手持一柄匕首，在你面前跃跃欲试。慕寒张开大口，高声道：“你过来啊！”对面那白龙残魂大大的眼睛里满是疑惑，这什么情况？一言不合就变龙，这是要来的一条龙服务？
而且这气息模样都与自己一模一样。唯一的不一样，可能就是慕寒所幻化出的巨龙，头顶有个风骚至极的王字，然后硕大的龙爪之上还捏着一把指甲盖大小的行刀。慕寒张开大口，捏着行刀的龙爪往前捅了几下，大吼道：“你过来啊！”那白龙残魂被气得够呛，他觉得这是一种侮辱，这是对真龙的一种极大侮辱。白龙残魂喷吐着可怖的龙息，朝着慕寒冲来。慕寒也不甘示弱，他化万物的熟练度已经临近极限，现在幻化成什么就能短暂的拥有其能力。若是单单幻化外表是没有境界限制的，但是若是想连能力一起复制，那便有了境界限制，最高不能高出施术者一个大境界。所幸这白龙残魂目前只剩下这元婴境巅峰的实力，若是再高上那么一点点，那慕寒可就拿他完全没办法了。但是这种幻化也是有着时间限制的，根据幻化对象的境界能力划分，境界越高时间越短，境界越低时间便愈长。慕寒幻化的这条白龙大概只能存在半炷香的时间，时间一到，慕寒就要被打回原形了。两条白龙在半空中腾云驾雾，往往是你一爪我一刀。别看这行刀现在看上去就指甲盖大小，但是其威力可不是盖的，只要刀锋斩破那白龙的身躯，他那本就暗淡的残魂就会更淡几分。但同时慕寒也并不好受，这龙身毕竟是幻化而出，他的体魄可远远没有坚韧到能与真龙厮杀的程度，所以等着他化完万物的幻化时间一过，慕寒也就只剩下一个重伤之躯。两条巨龙又剧烈的碰撞在了一起，那白龙残魂是越打越心惊，他无论如何也想不通，区区一个人族修士怎就能凭空变换成我龙族的模样，而且还实力大增。就在两龙在半空中打得难解难分之时，一直闭目吸收龙元的妖月忽然睁开了眼睛。妖月的眼中闪过一道诡异的紫色，一头长发无风自动。吸收了一半龙元的妖月已然恢复了近30%的实力，最重要的是妖月体内的伤势已然好得七七八八了。妖月缓缓站起身，右手轻轻一划，手心处登时出现了只剩下一半的龙元。妖月又从直齿物中取出一套华美衣衫，无需去穿，这件犹如凤袍一般制式的华美衣衫便自动披挂在了妖月的身上。这件衣服更是一件山上法袍，名为丰都，品阶是极品灵气，可以帮助修士吸收天地灵气，甚至连那阴煞之气都可以吸收，从而蕴藏在法袍的那一道道纹理之中。这法袍除了防御力齐佳之外，倒还衍生出了一道功法术法，那般是丰都鬼兵。这种攻防一体的灵气在山上也算是有价无市了。妖月低头看了一眼手中又脏又乱的青衫，眉头不自觉的一皱，随手扔进了直齿物中。直齿物同样也是一个空间类法宝，但是要比方寸物大上许多。妖月脚踩黑玉履，丰都长袍的下摆偶尔露出纤细修长的大腿，黑色束腰轻轻系在腰间，将那盈盈一握的小腰凸显得诱人无比。胸口处一抹雪白沟壑，配上妖月那不再苍白反而是鲜红如血的红唇，简直是一把看不见的飞剑，斩落天下多少好狼。妖月铺展开神识，过了片刻，终于找到了慕寒的踪迹。只不过妖月的表情极为怪异，妖月的身形瞬间消失在了原地，犹如瞬移一般。下一刻，妖月的身影突兀出现在一处山巅，仰头望去，可以看到两条巨龙正纠缠在一起，看样子不分伯仲。妖月满脸疑惑，怎么两条龙？那个头顶有王字的龙怎么这么眼熟呢？妖月也是懵了，任谁看见这天上跑出来两条龙在打架，估计一时间都有点发懵。轰！慕寒幻化而出的巨龙，说到底还是差了一些，被那白龙一爪按在龙头上，犹如离地一般，拖拽着前行，地面之上呈现深可达几10米的长长沟壑，纵横交错。你的搬山术感受到了来自妖月的震惊，熟练度有所上涨，当前熟练度无上圆满31%。慕寒差点一口血吐出来，都这个时候了，您老还在这看戏呢，还震惊呢？再震惊一会，这白龙可就把小爷我送走了。慕寒的他化万物在这一刻彻底失去了效果，慕寒从一条百丈巨龙再度恢复了本来面貌。那白龙高高扬起龙首，张开大口，朝着慕寒便是一阵龙息。慕寒身形变小，自然而然脱离了龙爪束缚，但是身形的倒飞之势却还在继续。这一口龙息若是喷在慕寒的身上，恐怕穆家堡就要开席了。千钧一发之际，一个紫衣女子身形闪动，一把掠至慕寒身侧，伸手将他拦腰抱起。慕寒只觉得眼前一花，一个姿容可称绝美妩媚的女子忽然出现在了自己面前。还不等慕寒好好感受这温暖的相怀，他就忽然感觉自己被丢出去了。只见妖月先是抱住了慕寒，随后又随手一丢，将他向那山顶丢去。哇操！慕寒就这么脑袋冲下，直挺挺的来了个倒栽葱，竖立于山巅。妖月回头，美眸冷冷一扫那龙息，右手轻轻抬起，一道紫色屏障瞬间出现，护住了他周身。磅礴汹涌的龙息扑面而来，妖月就像洪流中的一块巨石屹立不动，这龙息遇他纷纷化为两股，像是被硬生生截断一般。慕寒费力的把自己从地上薅了出来，头上还顶着几根杂草，脸上的血水和泥土混为一谈。慕寒胡乱的伸手抹了抹脸，龇牙咧嘴的倒吸了口冷气，疼，钻心的疼。慕寒双臂之上皮肉外翻，白骨显露，胸口处那道被魔门死士一刀斩出的伤口还未好，便又被龙魂一尾扫中，整个胸口都凹陷了下去，肋骨无一完好，全部碎裂，双腿更是齐齐断折，此刻呈现出一个诡异的姿势。慕寒跌坐在地上，啐了一口，总他娘的伤成这样也不是个事啊！双臂颓然下垂，已然完全没有抬起的力气了，费力的抬起头，看着与龙魂站在一起的妖月，眼中闪过一丝厉色。
慕寒左臂红光一现，行刀再次出现。只不过如今的慕寒却是没有持刀的气力了，只能断臂衔刃，闷哼一声，脑袋猛地一甩，将这行刀甩向邀月。慕寒彻底的躺在了地上，浑身上下已经半点力气都无。你的五雷断体术正在疯狂的修复体内伤势，熟练度有了显著提升，当前熟练度精通级 50%。自慕寒的五脏之中显现出淬体雷光，血肉之下电闪雷鸣。同时，天空之上一刀赤芒乍现，随着一道悲鸣龙吟，那白龙残魂如风中残烛一般，不甘且愤恨地消失在了天地间。邀月毕竟是个反虚境的高手，虽然此时只恢复了2、3分的实力，但是手握先天压胜蛟龙之属的行刀，想彻底斩杀这只有元婴境巅峰的残魂并不难。此时的邀月可发挥出的实力大致也在元婴境巅峰，但即便如此，邀月的面色仍是苍白了几分。重伤初愈，便强行出手斩杀一头真龙残魂。邀月看着那消散在风中的真龙残魂，轻轻呼出一口气，随后望向手中行刀，下意识地朝着慕寒身处的山顶方向望去。邀月眼中闪过一丝复杂，他缓缓飘落至山巅，脚下身侧便是浑身是血，早已经晕过去的慕寒。邀月不由自主地握紧了行刀，关节处都有了些许的泛白。他几次都抬起行刀，刀尖对准了慕寒的胸口处，但是却没有一次落下。最后一次，刀尖瞬间落下，但是却刺入了慕寒身侧不远处的地面之上。邀月蹲下身，修长的手指轻轻在慕寒的心口一划，登时便出现了一道细细的伤口。邀月伸手做抓取状，淡淡的紫气萦绕他的玉手之上。片刻之后，从这道伤口处竟是缓缓爬出来一只蛊虫，正是那童身蛊。邀月面无表情地看着手中那不停蠕动的蛊虫，右手猛地握紧，蛊虫化为了一滩黑色血水。罢了。邀月缓缓站起身，身形突然消失，只剩慕寒独自一人躺在这山巅之上，静谧无声。此处小天地在这白龙残魂消散之时，仿佛忽然震颤了一下。慕寒早已经陷入了昏迷，只不过在这昏昏欲睡之时，慕寒的神魂仿佛脱离躯体，来到了一处诡秘的空间。慕寒心头一震，这地方他来过，正是当时出进这小天地之时，魂魄离体来到的那处残奇之地。慕寒不明觉厉，忽然一道朦胧身影再次出现在他面前，非是上次与慕寒对弈之人，这人身材稍稍矮小了些许，嘴角好似轻轻翘起，似笑非笑。你到底是何方神圣？慕寒忍不住问道。那人站在慕寒身前，扭头回望了一眼，终是开口说道：你身处的小天地便是我一手创造的。陆隐熙扯了扯嘴角，他先前一直称呼自己为本尊，只不过想起那个始终面带笑意的白衣书生，陆隐熙生生把本尊这2个字给咽下去。你是那斩龙人？慕寒突然一惊。陆隐熙挥了挥手，二人身处的空间忽然风云大变，竟是突然出现了一座湖心亭。在下一刻，慕寒与那斩龙人陆隐熙便已是相对而坐。亭内茶香弥漫，闻刻有高山流水的茶壶，像是被一双无形大手抓住了壶柄，先手帮慕寒与斩龙人陆隐熙斟满了茶水。亭外湖面之上雾气升腾，犹如仙境。慕寒看上去有些拘谨，对面这位可是上千年前于此斩杀这条白龙的狠人，其境界慕寒连猜都不敢猜。只不过有些古怪的是，那陆隐熙好像也有些拘谨，实在是被那沐风吓到了。当时沐风从白帝城听雪楼一步踏出，直接来到八荒大陆的天涯，找到了斩龙人陆隐熙与一位中年儒士。中年儒士在沐风面前，甚至连那本古籍本命物都翻不开。陆隐熙更是完全看不透眼前这人的境界，在他眼里分明就是一个无尽之人。可是却力压二人，短短几句就让陆隐熙冷汗直流。那把上古斩龙台的行刀，其实便是陆隐熙赊给慕寒的。只不过得知慕寒与那白衣书生关系不一般后，陆隐熙就像那哑巴吃黄连一般，有苦说不出。这把行刀是甭想着往回要了。陆隐熙在那天涯思前想后，还是准备以神魂牵动这片小天地，所以才有了他与慕寒的这次相见。只不过所幸这慕寒境界尚低，或许今日一别，100年间二人都不可能再见。原本陆隐熙还想着是否亲自去一趟听雪楼，最后还是没能挪步，担心吃个闭门羹。多此一举的是，因为当时沐风自报名号，报的是听雪楼白衣的名字，这白帝城听雪楼楼主白衣的大名，陆隐熙还是听说过的。单单是听说过，或许也不足以描述，应该说是如雷贯耳。八荒大陆的魔道剧情，中土10人之一，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陆隐熙并没有过多怀疑沐风的身份，能以这种力压的姿态出现在他面前的人，说实话，整个八荒大陆都没有几人。思前想后，陆隐熙还是决定多此一举。他缓缓开口道：这条白龙当年为祸人间，所过之地大水弥漫，导致无数生灵涂炭。我追杀这孽龙整整1甲子，最后他逃到此处，再无路可逃，被我以行刀斩杀。慕寒听得头皮发麻，只好以喝茶掩饰自己的窘迫，随后悄悄呼出一口气，说道：前辈心系天下，高风亮节，当是我辈楷模。陆隐熙也喝了口茶，心里嘀咕着，这马屁拍得一般，着实一般。轻轻放下茶杯，陆隐熙接着说道：这白龙死后，其身躯血肉渐渐融于天地，化成了这白龙洞天。当时我随手布下了几个禁制，想来你一路上便也见到了，水牢1、2层吸收灵力的特性，便是当年我布下的禁制。慕寒愕然。陆隐熙又道：洞天福地，有缘者得知，前几次开门，无人能有此殊荣，同获龙珠、龙元、龙蛋。你还是第一个。慕寒挠了挠头，恭恭敬敬地说道：说来惭愧，若没有前辈的行刀，晚辈是断然无法走到当下这个地步的。陆隐熙笑了笑，这一句嘛，拍得还不错。陆隐熙一挥袖子，
湖心亭之外顿时风云变幻。慕寒微微抬头，天空之上竟然呈现了那幅日月同天的景象。陆隐熙笑道：“你我有缘，这白龙洞天我便赠予你。有道是匹夫无罪，怀璧其罪。你若是有师承门派，大可将这小洞天转交师门，届时门下弟子入此修炼，事半功倍。另外，此处小天地便也将要消散，这日月同天之景象倒也就此终结。白龙双眼所化日月，我便也一同赠予你，当是结下一桩善缘。”语罢，慕寒只觉得双眼一阵刺痛，两行血泪登时流下。那陆隐熙竟是将那白龙双眼所化的日月一举打入了慕寒的双眼之内。眼含日月，无需谢我，也无需寻我，你我若是有缘，大道之巅自会再见。随着一道犹如镜子破碎之声，慕寒的神魂便悄然回到了身躯之内。此处小天地果然开始震动，只不过慕寒此时依旧是昏迷状态。忽然一阵香风袭来，一袭紫衣悄然悬停，原来是去而复返的妖月。妖月恶狠狠地看了慕寒一眼，等你醒过来，我就杀了你。语罢，妖月竟是直接背起慕寒朝远处掠去。青铜门已然打开，所有生灵皆可逃离这处小天地，从而来到这白龙洞天。妖月一路背着慕寒走出小天地，忽然妖月绝美的脸庞之上多了一丝嫣红。他停下脚步，嗓音冰冷地说道：“手不想要了。”慕寒有气无力地说道：“两只都断了，我控制不住啊。”妖月眼中闪过一道冰冷杀机。慕寒其实也是被这一路颠簸，方才苏醒不久。妖月忽然握住慕寒的左臂，猛地一拧，只听咔嚓一声，慕寒疼的五官都挤在了一起。妖月动作不停，又握住了慕寒的右臂，又是一拧，又是一道清脆的咔嚓声。慕寒嘴角颤抖，脸色惨白。妖月冷笑一声：“帮你接上了，不用谢我。”慕寒张嘴却没说出话来，只不过那口型像是原本已经苏醒的慕寒活活又给疼晕了过去。斩龙人陆隐熙也可说赊刀人陆隐熙，他一手创造的小天地坍塌之后，不少生灵皆是从小天地之内跑到了白龙洞天。原本空间已经有些紊乱，甚至面临着坍塌危险的白龙洞天，如今却是稳固了许多。想来应当是那陆隐熙的手笔，毕竟这洞天如今来看已然是慕寒的私有之物。但是估计要等此件事了，慕寒能成功从小洞天内走出再议。此时的白龙洞天之中人已然不多，除了许明等人，也就只剩下不到10人罢了。剩下的这些人基本都是武夫，都是冲着那洗水池而来。一处山洞内，慕寒微微睁开双眼，原本漆黑的山洞在慕寒眼中与白昼无异。慕寒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双眼，心中一惊，那位前辈曾言将这日月赠予我，含于双眼之中，难道？慕寒屏气凝神，将全部注意力都放在了双眸之上。果然，慕寒的双眼竟然呈现出一种威严的金色，仿佛能看透世间万物一般。慕寒心中大喜，这白龙瞳的确有几分玄妙，像是凭空多出第二种神识，一眼望去，千里之地尽收眼底。慕寒感受了一下体内伤势，自己在昏迷的这段时间，五雷断体术一直都在不停地修复肉身，改善经络，所以伤势已经好得七七八八了，有些内伤还需静坐疗养，此时是急不得的。慕寒缓缓站起身，山洞内空无一人，这不禁让慕寒微微皱眉。这处山洞分明就是当初安置徐缺的那个山洞，为何自己出现在这里，却不见徐缺与妖月？想到妖月，慕寒心中又是一沉。他果真吸收了一半的龙元，实力有所恢复，只不过不知到底恢复了多少。慕寒小心翼翼地走出山洞，微微抬起胳膊，不由得一阵苦笑。妖月这娘们下手是真他娘的狠，说是帮他接上了胳膊，实际上差点没给他扯下来，疼得慕寒现在还心有余悸。山洞外一片祥和景象，如今这白龙洞天之中已经少了许多人，也就少了几分杀伐，多了几分静谧。神识在此地依旧是有所限制，但慕寒现在有了白龙瞳，一样可以亲眼看到方圆百里的所有事物。慕寒跃上一棵参天巨树，斜靠在树干上，嘴里还咬着一株野草的根茎，味道微甜。他的瞳孔慢慢的变成了金黄色，一股威压也不由自主的从慕寒的体内传出。不看不知道，越看慕寒的脸色就越是阴沉。原来自己已经昏迷数日之久。妖月将自己送到这处山洞，随后将那一半的龙元打入了徐缺的体内。做完这些，妖月悄然离去。而徐缺也比慕寒要早苏醒3天之久。前2天徐缺都会外出寻些吃食，稍晚些便会返回这山洞之内静坐疗伤，而且也有了突破的契机。半份龙元不光将他体内麒麟血的暴动完全中和镇压，同时也让他的气血达到了一个巅峰，隐隐有突破至5进5夫的意思。只不过这天徐缺走后，却再没有返回。慕寒此时用白龙瞳望去，便是看见了徐缺身陷危机。原来在慕寒等人进入龙元秘境之后，未曾进入秘境的人已经在这白龙洞天内成功寻到了洗水池。只不过有些尴尬的是，这洗水池的确有9个位置，但也有一个极为精巧的机关才能进入其中。这机关需要9名修士同时按下，且灵力相等，只要有一方灌输过多或是过少，这机关都不会动开。当初寻到这洗水池的共有3人，3人眼见聚宝却不得入内，只好再寻他人。几日之后，便已齐聚8人之多，但依旧是缺少1人。恰好此时徐缺苏醒，补足了这一空缺。只不过几人刚刚打开这机关，洗水池近在眼前。可就在这时，从龙元秘境赶回的许明等人也突兀出现，当下便是这僧多粥少的局面，场面乱作一团。慕寒眼中金光渐渐暗淡了下来，随后背后古剑瞬间出鞘，慕寒身形化为一道剑光，速度极快地朝那洗水池的方向而去。此时洗水池外围
韩无心占据其一，燕无双也得其一，许明占据其一，马龙与那商家修士马走日也各得其一，5个洗髓池便已经有了得主。余下4个，最初进来的那9个人争相抢之。最初那9人，此时已然有2位生死道消，还有1位重伤，显然也是没了争抢的资格。6人争抢余下的4个洗髓池。原本徐缺其实已然留住1个，但是他偏偏要占据2个，如此一来，便有3位注定是要无功而返，而徐缺也因此被这3人围攻。徐缺，你莫要不识抬举，真以为枫叶州武夫，你师尊叶双双能一家独大？就是人心不足蛇吞象，徐缺再不让开，今日咱们就要在这分出个生死了。呵呵，诸位莫要再与他废话，先联手取他性命。余下2座洗髓池，咱们各凭本事便是。说话的这3人皆是枫叶州武夫，一位粗布麻衣的山火全宗嫡传弟子姚曙，另一位是游雷山的嫡传弟子卫青，最后说话的那位是一名枫叶州的山泽野修，并无师承，路子最野，杀人最多，名叫素阳秋。徐缺扯了扯嘴角，别在这唧唧歪歪的，不服就一起上，嘴皮子功夫倒是不俗，拳脚软的像条烂泥，放在以往，你们都不配与我问拳。姚曙双眼一眯，眼中闪过一道杀意，早便看你不顺眼，今日便取你性命。卫青冷声一笑，我游雷山可不惧一个区区女子武夫。素阳秋话最少，却是最先出手。3人皆是武夫，但是素阳秋善用2柄钢叉，是件极品法器，对于一位山泽野修来说，已然是极为难得的法宝了。素阳秋身形一闪，眨眼间便已经掠至徐缺身后，2柄钢叉分别向徐缺的2肋之间刺去。与此同时，姚曙与卫青也同时出手。姚曙正面出拳，拳意霸道巍峨；卫青侧面袭来，角度刁钻，3人呈现包夹之势，竟是打算一击便将徐缺重伤。徐缺双手反复按动手指，发出一连串的噼里啪啦，犹如黄豆炸裂的声响。下一刻，在3人即将来到身前的一刹那，右拳向前递出，与姚曙正面相抗，左手手肘向后，直接砰的一声撞在了素阳秋的额头之上，同时左膝抬起，挡住了卫青的那一脚，以一敌3，而且还留有余力。3人的面色几乎同时一变。徐缺嘴角翘起，才刚开始，别怕啊！瞬间，徐缺身形拧转，凌空3脚将3人全部踢得倒飞出去。这还不算，徐缺右脚轻轻在半空中一点，身形如飞鸟一般，飘然潇洒地落在了那山泽野修素阳秋的身前。而此时的素阳秋还在倒飞出去的途中。素阳秋瞳孔猛地一缩，眼前徐缺的拳头已经在他眼前越来越大。素阳秋咬了咬牙，双手钢叉猛地向前一刺，寒光凛冽。徐缺挑了挑眉，不愧是野修，每日在刀尖上舔血，战斗经验丰富，能在第一时间做出最正确的选择。徐缺中途收拳，身形旋转，单手撑地，右脚狠狠地踹在了素阳秋的腹部。素阳秋的身子登时弯成了一个大虾，倒退出去近10米，双脚在地上划出一条沟壑。徐缺翻身落地，右手轻轻抚了一下鬓角长发，笑容洒脱。要是就这么2下子，我劝你们还是赶紧回吧，省得在这丢人现眼。3人稳住身形，脸上都多了几分阴郁。素阳秋眼神晦暗不明，高声喝道：莫要再留手，否则谁都讨不到好。3人的真实实力自然不会如此不堪，只不过心里都藏着小九九，这时候用尽全力，等下把这徐缺解决了，3人之间必然还会有一场乱战。3人其实都留着压箱底的本事呢。徐缺伸了个懒腰，重伤出狱，而且有龙元的存在，短时间内完全不用担心会再陷入疯魔的状态，所以徐缺此时出拳可称心无旁骛。你们这么客气，我可就不客气了。语罢，徐缺的身形瞬间消失在了原地，犹如瞬移一般。就连远处的许明也是双眼一眯，这个徐缺将来或许会是他武道之路上的一个极为碍眼的人，谈不上多危险，但是却挣不脱，甩不掉，不咬人恶心人。许明沉吟片刻，悄然给了马龙一个眼神。韩无心对于这些全然不在意，只是坐在洗髓池边自顾自的发呆。燕无双倒是兴致勃勃，站在许明身侧问东问西，一双眼睛里满是桃花。马龙此时缓缓起身，拔出了身侧那柄木枪，就要大踏步向前。哪怕许明不示意他出手，马龙也想在事后再与这徐缺问拳一次。此刻出手虽然有以多欺少的嫌疑，但是马龙并不在意，只要徐缺能死在他枪下，其他都无所谓。姚曙3人刺客也是如临大敌一般，终于不再留手。可场中已经看不见徐缺到底身在何处。下一刻，卫青的耳畔忽然响起了徐缺的嗓音，太慢了，犹如一道惊雷炸裂在了卫青的耳畔。卫青头皮发麻，因为他丝毫没有发现徐缺是什么时候来到他身后的，他甚至都来不及转头，慕寒便已经一拳打在了他的后心处。卫青呕出一大口血，但是却借力使力，意图逃离徐缺身侧。可刚掠出去不远，却忽然发现自己腰间竟然不知何时多了一条黑色的布带。徐缺呵呵一笑，这布带正是徐缺一直以来绑在双手之上的黑色布带。徐缺往后一扯，卫青的身体瞬间被扯飞了回来。徐缺反手握紧这布带，右手抡圆了，像是抡流星锤一般，将卫青抡了出去，正好撞到了向这边奔来的素阳秋的身上。2人都被撞了个七荤八素，只不过卫青刚踉踉跄跄地爬起身，胸口与咽喉处就被2柄钢叉刺透。卫青瞪大了眼睛，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素阳秋。素阳秋嘴角还挂着一丝鲜血，他缓缓将2把钢叉从卫青的身体中拔出，冷冷一笑：不宰了你与姚曙其中一人，到时等徐缺死了，你们2个普蝶仙师就该联手对付我了。素阳秋一手按在卫青的脸上，轻轻一推，
卫青的便向后倒去。此时仍是睁大了眼睛，满脸不甘。姚鼠大喝一声，一身刚猛拳意已然攀至巅峰，双手之上闪耀着赤色的光芒。徐缺喝了一声，瞬间徐缺身上犹如着火了一般，一股红色的雾气势升腾而起，麒麟纹身渐渐亮了起来。在徐缺身后，仿佛有一头火麒麟缓缓从黑暗中走出。只不过这并非疯魔，而是徐缺全力出拳之下便有此景。那姚鼠倒也不惧，双掌合十，身体竟然瞬间变大了数倍。徐缺咧嘴一笑，却无声。下一瞬，徐缺猛地朝那姚鼠奔去，脚下踩出的一个个脚印，仿佛都燃烧着火焰。手臂上的2条黑色布带也燃烧着汹涌的火焰，如风中柳絮飘荡在徐缺身侧。马龙眯了眯眼，运转体内气机，握紧了木枪，显然是准备加入战场。可就在这时，天空远处忽然传来一阵凛冽的破风声。马龙等人抬头望去，只见一柄剑鞘仿佛刺破长空，带着刺耳的破风声，刹那间刺入马龙身前的地面之上。马龙微微色变，许明等人也悄然变了脸色，就连韩无心都转过了头，眼中仿佛闪过一道异彩。下一瞬，一道剑光显现，一柄古剑自天边而来，裹挟着寒气逼人的剑意瞬间归入鞘中。斜插入地面的剑鞘在古剑归鞘之后微微震颤了丝毫，随后众人只见一袭青衫缓缓落在了这古剑之上，清风拂面，鬓角飞扬，双袖飘摇。古剑斜插入地面，慕寒轻轻踩着这古剑的剑柄，就这般居高临下。各位以多欺少之举，可使不得。韩无心缓缓站起了身，他背后的剑在不停颤鸣。许明面色突然变得有些阴沉。是你？当初在争夺那龙胆草之时，许明与慕寒便有一面之缘，后来在龙渊秘境再次遇见了慕寒，2次可都算不得多愉快。马龙抖了一个枪花，扯了扯嘴角，冷哼一声，练练。还不等慕寒作答，远处徐缺好似举起一巨物，猛地投掷而来，嘴里还骂了一句：练你妈的练！慕寒哑然失笑，这位徐兄弟果真是性情中人。那被徐缺丢过来的巨物正是巨大化的卫青。徐缺浑身升腾着红色的雾气，双臂之上的黑色不带烙印着火焰的印记自然垂下。马龙枪尖一挑，借力使力，将卫青巨大的身体猛地挑起，再用枪身一打，卫青瞬间被打出去好几10米远，重重坠地。远处素阳秋看见这一幕，不由得心底一沉。突然出现的慕寒打乱了他的全盘计划，尤其是那卫青还如此不济事，甚至连伤到徐缺都没能做到。捉对厮杀，素阳秋自认自己根本不是徐缺的对手，所以此刻只能退却。徐缺走到慕寒身侧，冲着马龙勾了勾手指：就他妈你叫马龙啊？咋的？跟小爷我练练呗，上次穿的跟个铁王八一样，不一样被我锤烂了。别以为这回把马甲脱了就不认识你。慕寒憋着不笑，我是受过专业训练的，一般情况下轻易不笑，除非憋不住。马龙面色阴郁，刚想出手，却被许明拦住了。既然这溪水池已经无需再争抢，又何必再大动干戈？许明上前几步，走到了马龙身侧。慕寒御剑而下，手持古剑，笑容玩味道：没错，有句话说得好，叫什么不打不相识。这么算的话，咱也算老相识了。许明淡然一笑，没说话，可眼中却多了一丝阴霾。金丹境7层，而且还是个剑修，看样子好像还是个4进5夫，有些棘手，但也只是有些罢了。其实许明真正忌惮的是邀月。当初在龙渊秘境之中，许明一行人就曾一直悄然跟在慕寒身后，所见却是一路的尸体。当时许明便觉得与慕寒同行的那个女子不简单，后来也的确印证了他的想法。当初邀月在那秘境之中手持行刀斩龙的那一幕，恰巧被他们看见，而且先前围攻那神秘的黑衣人，却不料被他用秘法逃脱了。但是许明却觉得没有那么简单，尤其是他在徐缺的身上感受到了一丝龙元的波动，这不得让许明大胆猜测，那黑衣人最终是死在了那女子和慕寒的围攻之下，而那龙元和龙蛋想必也一定落到了慕寒的手中。只不过为何此时却不见那女子，许明有些推敲不出来，所以此刻当然还不是撕破脸的时候。慕寒也不想现在就跟他们动手，毕竟是以少打多，尤其是自己的本名飞剑前尘，如今又陷入了恢复期，无法动用。只有一柄往事，却又要消耗极多的灵力，不到关键时刻根本不能动用。慕寒扫视了众人一眼，呵呵一笑，既然如此，那我哥俩便走我们的阳关道，诸位就排队过你们的独木桥便是。燕无双一瞪眼，你们才过独木桥，摔死你们！燕无双是在中土神州紫气城长大的，又被那位城主视如己出，厉害的大人物见得多了，自然不会怕这慕寒。况且还有韩师兄在，你打得过韩师兄？徐缺嘴一歪，哟，哪来的小丫头片子，说话未挺冲啊？你也想练练？燕无双本想骂回他个练你妈的练，但是到嘴边的话硬生生让他憋回去了。自己是小仙女，不能骂人。燕无双一叉腰，乡野村夫土包子，本小姐不跟你们一般见识。徐缺嘿嘿一笑，瞧瞧瞧瞧，中土神州的人就是了不起，高人一等啊！我们这些别州老汉也就只能在你面前推推车了。慕寒扑哧一下笑出了声，这个徐缺骂人都不带脏字的。那个商家修士马走日在一旁蹲着，偷着笑了几声，看向徐缺的眼神好像在说无道不孤，这绝对是道友啊。燕无双没听明白，愣了愣，推推车什么意思啊？徐缺挑了挑眉，一脸贱笑，老汉推车都晓不得，你这女娃娃没熟透啊。说着还极其夸张的顶了顶胯，冲着燕无双比了个大拇指，有需要找我，小爷外号枫叶州打桩机。
价格公道，童叟无欺。燕无双就算再不懂男女之事，此刻也知道徐缺这老流氓在说什么了，小脸唰的一下就红了，一半是气的，一半是羞的。他指着徐缺怒气冲冲道：“韩师兄，他欺负我，帮我教训他。”一旁的韩无心没有任何犹豫，瞬间拔剑出鞘，只说了一个字：“好。”瞬间剑光一闪，韩无心的身影瞬间消失在了原地。刹那间，又有一道剑光亮起，两道剑光如划破黑暗的两道流星。只听一道金铁相交的清脆声响起，徐缺站在原地，一头长发微微向后荡漾，一柄剑悬停在了他眉心处3尺之外。韩无心握着剑，面无表情，他的剑尖抵在了另一把剑的剑身之上，那把剑正是慕寒的。慕寒握剑，剑身竖立，挡下了韩无心的这一剑。徐缺拍了拍胸口，一脸害怕的说道：“哎呦呦，真是好生吓人啊！”慕寒眼中闪过一丝讶异，这个韩无心不简单，不愧是中土神州的天之骄子，挡下这一剑几乎震麻了慕寒的右手。慕寒眯了眯眼，我能接下你一剑，就能接下第二剑，我在，你杀不了他。韩无心仍旧是那副面无表情的样子，动了动嘴唇，说了2个字：未必。慕寒呵了一声：试试，试试。瞬间，二人正要出剑，脚下却忽然开始震动。那一直蹲在地上看戏的马走日忽然大声道：洗髓池，快看洗髓池！众人下意识朝洗髓池望去，原来众人占据了洗髓池后一直没有动作，是因为这洗髓池根本就是干的。可此刻大地震动，这洗髓池的池底竟然开始渐渐生出一股乳白色的液体。许明沉声道：韩兄，洗髓池要紧。韩无心没有动，双眼仍是死死地盯着慕寒。慕寒也怡然不惧，漠然地注视着韩无心。燕无双冷哼一声，说道：韩师兄，先饶了他们，等下再好好教训他们。韩无心嗯了一声，果断收剑，转身便走。只不过刚走出去3步，又猛地回头望向慕寒道：我会与你问剑。慕寒嘴角翘起，随时恭候。徐缺也拍了拍慕寒的肩膀，二人走回到各自的洗髓池旁。徐缺搂着慕寒的脖子，小声道：你小子可算醒了。慕寒白了他一眼：你还有脸说这话？没我你就埋这了。徐缺哈哈一笑：这话说的外道了不是，咱哥俩谁跟谁啊？慕寒没搭理他，自顾自看着洗髓池中越来越多的乳白色液体。徐缺好似忽然想起了什么，神秘兮兮地问道：哎，你小子给我透个底，是不是在这洞天之中有艳遇了？慕寒皱了皱眉：胡说什么呢？徐缺照着慕寒的胸口捶了一拳：还装？人我都看见了，长得不赖，那身条就是脾气不咋的。慕寒一愣，难道是邀月？还不等慕寒问，徐缺自己就抖搂出来了：那姑娘还让我给你捎句话，说下次见面就杀了你。你小子是不是……徐缺一脸男人都懂的表情。慕寒给了他一肘：别胡说，你口中那姑娘比你奶奶岁数都大了。徐缺一脸震惊：我靠，你这牙口够好的呀，软饭这东西算是让你吃明白了。嘿，俗话说得好，女大3抱金砖，女大30送江山，女大300送仙丹。老实说，是不是捞着仙丹了？说着，徐缺就开始搜慕寒的身，这拍拍，那摸摸，嘴里还嘀咕着藏得够深的呀。慕寒实在有点受不了了，狠狠给了徐缺一拳：仙丹没有，拳头管够。沙包大的拳头，见过没呀你？徐缺后退好几步，最后砰然倒地，瞳孔放大，左手捂着胸口，右手指着慕寒：少侠，好凶猛的拳法。说完，徐缺脑袋一歪，闭上了眼睛，还抽了2下。慕寒伸手捂住脸，揉了揉太阳穴。不一会，徐缺忽然一个鲤鱼打挺，呆的一声来了个金鸡独立。慕寒一脸认真地望向徐缺说道：你是你师父的关门弟子。徐缺一脸自豪地说道：那必须的。慕寒长叹一口气：回去跟你师父说，不行再收个徒弟吧，你算是废了。慕寒盯着这洗髓池看了半点，倒也没看出什么门道。不消片刻，这洗髓池中的乳白色液体便已经快要满了。徐缺咧嘴一笑：小爷我先泡个澡。说着一跃而下，溅起不少乳白色的水花。慕寒也没有犹豫，缓缓进了洗髓池。这乳白色的液体有些粘稠且很温热，慕寒试着运转灵力，这种温热感便愈演愈烈，好像这些乳白色的液体顺着毛孔流入了体内一般。星湖之上沉寂许久的八荒拳忽然有了动静。八荒拳提起一口5副真气，在这池水中练拳，以拳意护神，保灵台一丝清明，否则你很可能扛不过去。慕寒一愣：扛不过去？什么扛不过去？话音刚落，慕寒忽然感觉到身体内涌入了一股热浪，这股热浪仿佛直入骨髓，随后开始熊熊燃烧。慕寒的脸瞬间就白了，一股难以言表的剧痛疯狂地刺激着慕寒的神经。啊！饶是心性坚韧如铁的慕寒也在这股剧痛之下浑身战栗。一旁的徐缺也开始哀嚎，浑身颤抖，面白如纸。9个洗髓之中都开始传出了阵阵撕心裂肺的惨叫。慕寒终于知道了八荒拳所说的扛不住到底是怎么个扛不住。这种痛就好像有人伸出一只手，直接穿透了你的身体，摸进了骨头内，用手不停地挖着你的骨髓。慕寒颤颤巍巍地站定，努力地站直身躯，缓缓摆出一个古朴拳架。仅仅只是一个拳架，便已经让慕寒疼得险些要晕厥过去。慕寒咬紧牙关，硬是开始在这逐渐沸腾的洗髓池之中开始缓步走桩。八荒拳那古朴厚重的拳意也开始逐渐弥漫。慕寒谨记八荒拳的教诲，
提起一口五夫真气，以自身权益守住一丝灵台清明，咬紧牙关，步步出拳。慕寒终于知道洗髓池为什么叫洗髓池了，这是真的在洗髓。还不到半炷香的时间，就已经有人坚持不住了。燕无双疼得浑身颤抖，连滚带爬的逃离了这几乎让他终生难忘的洗髓池。他终于明白了，当初缠着聂伯伯非要来这白龙洞天时，聂伯伯的玩味笑容。他分明就是知道进入这洗髓池需要承受多大的痛苦。燕无双一边抹着眼泪，一边看向韩无心。韩无心紧闭双眼，他的那把佩剑在鞘中颤鸣不止。这是韩无心与自己佩剑的共鸣，能做到如此的剑心纯粹，可谓是真正万中无一的先天剑胚。燕无双虽然对许明颇为爱慕，但若是让他与自家师兄和许明之间选一个，到底谁更厉害？燕无双会毫不犹豫地选择韩无心。只有他知道，一向待人严厉、行为苛责的聂伯伯，私下底对韩无心的赞誉有多高。而燕无双口中的聂伯伯，正是中土神州紫气城城主聂延之。另一边，那位商家修士马走日的行径，就有些让人哭笑不得了。他竟是根本就没有去进这洗髓池，而是拿出一个大缸，一手拎着水瓢，正卖力地往缸里装。燕无双瞪大了眼睛，还能这么玩？可惜自己没随身携带这种大缸，否则的话自己也得装点回去。哼哼，就给聂伯伯尝尝鲜，不泡也得泡，要不白瞎了。燕无双擦了擦眼泪，拿出一个小铜镜，赶紧瞧瞧自己有没有哭花了脸。地上摆了一小堆瓶瓶罐罐，都是些山上极为珍贵的胭脂水粉。这些胭脂水粉要是换算成钱，能养活一个小型宗门。可见那聂城主有多偏爱这燕无双。摆弄了好半天，燕无双终于收起了这些家伙时，蹑手蹑脚地走到了马走日那边，小声道：“你还有多余的缸不哥？”马走日回头瞅了燕无双一眼，寻思了一会，点了点头：“2个够不够？”燕无双头点的跟小鸡吃米一样：“够，够，谢谢马走日。”旋即马走日还真就给他搬过去2个大缸，还送了他一个小水瓢。俩人就这么你一下我一下，忙活得满头大汗。慕寒此时已经疼得打摆子了，要不是这洗髓池中的液体有些粘稠，算是一种别样的支撑力，慕寒早就倒下沉底了。慕寒还以为自己咬牙坚持一会，能逐渐的适应这种疼痛，可不料这洗髓一事，疼痛感相当于叠加起来的。此刻的疼，相当于之前所有的疼加起来一般。说起来倒是很像慕寒的拳法登天。徐缺那边也好不到哪去，疼得撕心裂肺，嘴里不知道叫喊着什么，已经开始说胡话了。此时洗髓池中的液体才消耗了不到一半，便已经有人坚持不住，生生疼晕了过去。慕寒在洗髓池中动作缓慢地打着拳，脸色越来越差，可拳意却越来越浓。不远处还有一人也在这洗髓池中练拳，正是那许明。他的脸色倒是比慕寒稍稍好些，竟是能堪堪忍受这种疼痛。毕竟许明的师尊是那号称封叶州拳法第一人的周叔。周叔教拳只一个字：狠。据说周叔一共收了3个徒弟，大徒弟如今已经是一位7境武夫，二徒弟虽说也是一位7境武夫，但是却也只能止步于此了。听说是在6境武夫巅峰时遭遇了仇家围杀，不得已之下选择破境，以终生境界不能再有丝毫寸进为代价，强行跻身武夫7境。最后以1敌5，虽然将仇家给一锅端了，可自己也重伤且落下了病根。小徒弟便是这许明。周叔曾言，许明练拳之天资相当于2个周叔，如此便可知许明的习武天赋到底有多强。周叔教拳又极为狠辣，每次喂拳几乎都会打得许明皮开肉绽，伤痕累累，就只吊着那么一口气。事后再以昂贵药物浸泡疗伤，伤好了之后再喂拳，如此往复。所以许明的承受能力的确是比慕寒要强上些许。但此刻的许明却死死地盯着慕寒，因为从慕寒身上流淌出的那份蛮荒权意，让许明极为不舒服。这是一种天生的大道之敌。许明的那种我即上苍，与慕寒的身前无人，拳理拳意完全不同。虽然许明如今已经是一位5境武夫，甚至已经隐隐达到了巅峰，在完全吸纳了这些洗髓池中的乳白色液体后，或许便能直接破境。而慕寒如今方才是一位4境武夫，甚至都不算是巅峰。可慕寒给予许明的威胁，却是他自习拳以来最大的，甚至没有之一。慕寒仿佛也感受到了许明那股桀骜不驯的拳意与眼神，强忍着剧痛，缓缓回头，正巧打完了一套9步走桩。二人的视线与此刻相交，2股针锋相对的拳意也在此刻碰撞。时间如那风中柳絮，稍不留神便消失得无影无踪，抓不住，留不下。众人入这洗髓池已然有了1刻钟之久。慕寒此刻已经陷入了一种无意识的状态，但是手中拳却不曾中断，一身拳意愈发的浑然天成。五行法，你说这小子能吸多少？八荒拳一半已经没了，剩下的一半费劲。御剑术拳法是你教的，怎么也算是你半个徒弟，这么没自信？八荒拳人是五行挑的，五行法什么意思啊？我挑的不行。八荒拳凑合，五行法凑合，你他娘的什么意思啊？这话你敢当着天境的面说不？八荒拳聒噪，脸稀术大佬吵架，看不见我，看不见我。星湖之上热热闹闹，可慕寒注定是无法知晓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从洗髓池中爬了出来。大概又过了1炷香的时间，洗髓池中就只剩下慕寒、许明、韩无心、徐缺，仅仅4人。马龙也彻底受不了这种洗髓的痛苦了，艰难地爬出了洗髓池。这些人大多只洗了4分而已。
像燕无双那种，大致只能算写了2分。马龙能稍稍强上一线，堪堪达到了5分。余下的人6分已经过，余下的4分各凭本事，各凭机缘。出来的人全都喘着粗气，面色惨白。此刻再看向仍旧在池中的人，眼中都要闪过一丝敬佩。时间1分1秒的过去，半个时辰后，徐缺挣扎着起身。倒不是不能继续坚持，徐缺在天赋方面的确稍稍欠缺。可是徐缺练拳一直以来靠的就是坚韧，难不成拳法只能给许明那种天才去练？没那种狗屁道理。心性坚韧这一方面，在场的众人恐怕谁都比不过徐缺。只不过碍于体内火麒麟精血与龙元的存在，徐缺无法再继续洗髓，那种刺入灵魂的痛楚很容易便引得体内麒麟血再次沸腾。届时若是再疯魔一次，情况可就真有点糟了。不过徐缺这次的收获已经极大，先前慕寒还将龙胆草给了徐缺，徐缺在吸收了龙元之后便已经成功破境，如今已经是一位名副其实的5境界武夫。尤其是在吞噬了龙胆草之后，已然达到了巅峰。如今又入洗髓池，坚持如此之久，洗了7成，已经隐隐有突破至6境的兆头。只不过徐缺死死的压着自己的境界，就如当初许明一直在压境一般，徐缺也在压境。武夫11境破境太快，未必是什么好事。登天路还是要一步一走。徐缺爬出洗髓池后，便直接躺在了地上，侧头望向慕寒，扯了扯嘴角，笑道：“倒是个能忍的。”此刻洗髓池中便只剩下3人：慕寒、许明、韩无心。3人之中最先出来的是韩无心，他并不是纯粹武夫，以剑修之身，能在这洗髓池之中洗到80%，已经极为不易。如今却是只剩下慕寒与许明了。又过了一炷香的时间，忽然许明那里忽然传来了一阵汹涌的波动。徐缺面色一变，他要破境了。许明竟然要在这洗髓池中破境，一举跻身武夫6境。许明的气机已经开始沸腾，随之一同沸腾的还有这洗髓池中的乳白色液体。所有人都扭头看向了许明，眼中皆有惊异。许明的气机不断攀升，洗髓池中的灵液也变得沸腾起来，一股桀骜权意瞬间升腾而起。还真破境了。徐缺哼哼一声，这个许明果真是个变态。成功突破至武夫6境的许明一跃而起，直接从洗髓池中跳了出来。他应当是众人中洗髓最为通透的一人，足足达到了9成。马龙冲着许明抱了抱拳，笑道：“恭喜许兄成功破境。”马走日也笑了笑：“恭喜恭喜，今天当真是长了见识。”燕无双更是笑得灿烂，一双眼睛里尽是爱慕与崇拜。武夫6境，厉害！燕无双冲着许明比了个大拇指。许明深吸一口气，冲着众人微微一笑，抱拳道：“多谢各位替我护道。”脸上虽然尽是笑意，可眼中却又多了一丝阴霾。自己到底还是失败了。洗髓达到9成之后，那种痛楚几乎让人发狂。许明本想借助破境的势头再撑上一撑，可到底还是没有撑住。燕无双听见许明道谢，赶紧连连摆手：“哪里，都是你自己的功劳。”说完还不忘朝着慕寒那边望去，撇嘴道：“哼哼，可不像某些人一直泡在池子里，半点动静都没有，是不是死在里面了都不知道。”徐缺瞥了燕无双一眼，呵呵一笑，说了2个字：“脑残。”声音不大，但是却足够所有人听见。燕无双当时就急了：“土包子，你说谁呢？”徐缺用力地伸了个懒腰，全身响起黄豆炸裂一般的噼里啪啦声。谁脑残就说谁呗。对于胸大无脑的人，徐缺还有些耐心。可是胸不大同时还无脑，那小爷我可就不惯着你了。燕无双气得小脸涨红，刚要开口骂人，却忽然听见一声巨响。众人闻声望去，齐齐色变。慕寒身处的那处洗髓池底部竟然开始寸寸皲裂。这是……许明瞳孔微缩，有些不敢相信地看着慕寒。徐缺眯了眯眼，悄然起身，站在了慕寒身前不远处。都说洗髓池有脱胎换骨之能，可几乎从未有人见过。只有熬过洗髓10成，才称得上真正的脱胎。慕寒的权益已经达到了巅峰，所幸终是护住了那一丝清明。当这洗髓池中最后一丝灵液也彻底消失不见时，慕寒的周身都散发着淡淡的圣光，就连一向面无表情、古井不波的韩无心，此刻都稍稍变了脸色。洗髓10成脱胎，马走日一脸震惊，连许明都没做到的事情，这个来自东黄州一个小宗门的慕寒却做到了。马龙有些不敢置信地问道：“他当真不是中土神州那个大家族的子弟？”许明的脸色变得极为难看，燕无双也被震惊到了。可即便如此，他还是不愿意承认慕寒这个乡巴佬比许明强。一个穷乡僻壤出来的土包子，怎么可能比得上他们这些天之骄子？他不信，假的吧？他这个小地方出来的乡巴佬，怎么可能完全吸收这些灵液？他一定是用了某些手段。燕无双斩钉截铁地说道。疼痛感已经达到了一个巅峰，往后便是峰回路转，一股极为充沛且强大的力量充盈在慕寒的体内。慕寒微微握拳，他现在甚至觉得自己一拳能打碎一座山岳。你的搬山术感受到了众人的震惊，表示你这波13装的很强，自己很是满意，熟练度有所上升，当前熟练度无上圆满35%。慕寒深呼出一口气，先别急着震惊啊，更精彩的还在后面呢。方才就在慕寒吸光所有的灵液时，他灵光一闪，既然这灵液都是从地面上渗出来的，那这底下到底会有什么东西呢？慕寒右手握拳高高举起，随后猛地砸下，马上就可以知道了。随着慕寒这一拳落地，整个山洞都开始震颤，
但令慕寒没有想到的是，这本就已经皲裂的地面，一拳之下竟然没有塌陷下去。慕寒忽然来了兴趣，有点意思啊！经过了这洗髓灵液的冲刷，慕寒四进五夫的底子已经极为扎实，甚至已经来到了巅峰。他的一拳如今可不算轻。慕寒再次抬起手，又是3拳砸下，依旧没有动静。慕寒嘴角翘起，刚刚经历完那种死去活来的洗髓，此刻倒是有了发泄的地方。他如同如疯了一般，出拳不停，远远看去，好像一个土拨鼠在刨地。不知出了多少拳，忽然只听轰隆一声，山洞内剧烈的震动了一下。下一刻，慕寒脚下那洗髓池终于整个塌陷了下去。他运转白龙瞳，想要一探究竟，只不过这一看，直接让慕寒面色狂变。自从来到这白龙洞天之后，慕寒还是第一次如此失态，实在是下面的景象让慕寒心神大震。这9个洗髓池下方是9根巨大的金黄色龙骨，像是9根廊柱一般支撑起了下面这个巨大的空间。更让慕寒头皮发麻、不可思议的是，这9根龙骨之间纵横交错，布满了蛛网。更惊悚的是，这些蛛网好像直接刺入了这些龙骨之中，难不成是在吸收这龙骨之中的东西？这9根龙骨恰好对应上面的9个洗髓池，那么这龙骨之中，难道是那乳白色洗髓灵液？这洗髓灵液难道就是龙骨中的骨髓？慕寒越想越心惊。而在这巨大的蛛网之上，有着10多个被蛛丝捆成了粽子一般的蛛丝蛹，有些已经干枯破碎，但有4个看上去像是新的一般，甚至有一个好像还在蠕动。慕寒有片刻的失神，这么大的一张蛛网，那是得多大的一只蜘蛛才能布下这么大的一张网啊？徐缺这时候也从上面探头过来，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卧槽，这什么情况？下面居然是空的，这么大一根骨头，这玩意是龙骨吧？徐缺眯了眯眼，仔细看去，又是悚然一惊。卧槽，这么大一张蛛网，这是蜘蛛祖宗拉下来的吧？你看，上面还有东西。徐缺说的东西，自然将是那裹成了粽子一般的人蛹。那里面不会是人吧？慕寒摇了摇头，不知道，这地方有些诡异。徐缺揉了揉下巴，这何止诡异啊，这简直就特么的惊悚。慕寒皱了皱眉，不知为何，他总觉得从那人蛹之中散发出来的阵阵气息，好像有些熟悉。慕寒咬了咬牙，对徐缺说道：“你在上面看着点，我去瞧瞧。”徐缺点了点头，将缠在手臂上的黑色布带缠在了慕寒的腰上。保险起见，要是忽然发生了危险，我好第一时间把你拽过来。我总觉得这地方阴风阵阵的，好像有人在暗中盯着我看呢，不像是啥好地方。慕寒没拒绝，小心翼翼地御风而下，来到了那蛛网的中心位置。离近了，慕寒才发现，这蛛网之上其实有不少这样的蛛丝蛹，但是很多已经破旧干裂了。而且让慕寒感到心惊的是，有些蛛丝蛹很大，奇大。这么大一个蛛丝蛹，那里面的是什么玩意啊？最主要的是能带到这么大的东西，并且把它制作成一个蛹。再联想一下这个大蛛网，慕寒好像有些明白了。这下面不会他娘的住着一个超大号的蜘蛛吧？慕寒嘴角抽搐了2下，要是真有这么大，这蜘蛛的体型怕是跟一座小山差不多大了。想到这，慕寒是真不敢再次多做停留了。他是天生比较害怕这种腿比较多的东西。他赶紧来到那等人高的人蛹前，左臂红光一闪，行刀便出现在了他手中。他轻轻割开这些蛛丝，慕寒若隐若现的看见了一些像是衣物的东西。难道真是人？慕寒继续割着这些蛛网，慢慢向上。半晌，慕寒眼前出现了一个人的半张脸，可就是这半张脸，让慕寒如遭雷击，彻底呆在了原地。妖月！慕寒忍不住惊呼道。慕寒赶紧把这蛛丝全部斩断，妖月瞬时倒在了慕寒的怀里。妖月怎么会出现在这？慕寒脑海里出现了一大堆问号。他不是恢复了一些实力吗？怎么还被带到这里了？还被裹成了个粽子。慕寒心里1万头草泥马奔腾而过。他扶着妖月，目光投向了另外几个看样子是新裹成的人蛹。不会也是人吧？慕寒反手握住行刀，轻轻划开了另一个人蛹。当看见这人蛹中的真实面目后，慕寒彻底愣住了。竟然是无风！怪不得他在与徐缺走丢了之后便再无音讯。慕寒几乎快跑遍了整个洞天，都不见他的影子，竟然是被抓到了这里来。那剩下的2个人蛹，慕寒差不多知道是谁了。慕寒冲着上面喊了一句：“姓徐的，下来帮忙。”不一会，徐缺御风而下。当看见慕寒怀里的妖月时，徐缺也是一愣。弟妹！慕寒差点一口血吐出来。弟个屁的妹！赶紧救人！另外2个人蛹之中，的确不出慕寒所料，正是李小刀和陈穗。想不到当时意外走散，3人竟然来到了这里。慕寒背着无风，抱着妖月，徐缺则是一手拎着一个，正准备上去，却忽然感觉一阵阴风袭来。慕寒和徐缺对视了一眼，2人都是狠狠地咽了下口水。2人缓缓扭头，不远处的黑暗中忽然亮起了数十个红色的光芒。徐缺小声道：“正主来了，好像有点多呀。”慕寒说道：“别管这个玩意，先跑。”2人一同加速，速度极快地朝着上面冲了过去。只不过刚走到一半，慕寒忽然觉得身后一沉，一股极为强横的拉力从背后传来。徐缺扭头看了一眼，骂了句娘。原来是一根粗壮的蛛丝粘住了慕寒背后的无风。下一瞬间，慕寒只觉得背后一轻，无风竟然被这蛛丝直接扯了回去。在徐缺下到地底之后，马走日和燕无双2个闲不住的也赶紧凑过来看热闹。韩无心担心自家师妹，也就跟了过来。马龙看了许明一眼，许明点了点头，2人一同走了过去。
燕无双蹦跳着走上前，两根马尾便一跳一跳的，煞是可爱。可就在这时，韩无星面色一变，厉声道：“小心！”燕无双不明就里，马走日却面色大变，还未走到那他陷而下的洗水池旁，便疯狂后撤。韩无星猛地冲上前，直接将燕无双拦腰抱起，瞬间御剑而起。许明二人也面色大变，赶紧后撤。方才那一瞬间，大家全都感受到了一股极为强横的气息，这股气息甚至强横到了令人心悸的地步，那种阴冷的感觉仿佛如坠冰窟。下一瞬，大地震动，仿佛地震一般，地面开始碎裂，众人脚下开始不断凹陷。韩无星带着燕无双御剑升至高空，许明和马龙二人也御风而起。马走日瞬间穿上了3件法袍，居然都是下品灵器。商家修士果然都是土财主。地面彻底崩塌，一个如一座小山般的庞然大物破土而出，是一个巨型蜘蛛，生有19只眼。方才徐缺还以为这里的蜘蛛不止一只，不料那些闪动的红芒皆是一头蜘蛛的眼睛。这19只眼睛密密麻麻，看上去给人一种极为不舒服的感觉，尤其是这猩红的眸子中散发出的阴冷目光，让人望而心悸。这巨型蜘蛛生有10只腿，每一条腿都粗如磐石，左右各4只，前方还有2只稍小一些的腿，但是却尖锐无比，闪烁着摄人心魄的幽光。比蜘蛛稍快一步出现的是慕寒与徐缺。慕寒抱着邀月，另一只手还拽着硬生生从那巨蛛嘴下抢回的无风。徐缺一手拎着李小刀，另一只手拎着陈穗，身形矫健的穿梭于激射而起的巨大石头之上。这蜘蛛对二人不依不饶，不知是因为二人侵犯了他的领地，抢走了他的食物，还是因为别的什么，对着二人张开巨口，不断吐着蛛丝。徐缺一边跑还不忘一边开口骂道：“姓穆的，咱们身后这只蜘蛛，他娘的是不是知母的？看上我兄弟了不成？实在不成，你就留着当他的压寨夫人吧。这弟妹，我看行。”慕寒御剑而出，不断腾挪。听见徐缺这时候还有心情调侃他，不由得破口大骂：“姓徐的，我看这分明是你失散多年的媳妇，你也真是好狠的心，把你媳妇丢在这鸟不拉屎的地方，跟守活寡有啥区别？快停下，与你媳妇团圆吧，花好月圆人长寿，争取早日生出几窝小蜘蛛，兄弟我肯定给你随份大礼。”徐缺跳到一块腾空而起的巨之上，弓起身体，双脚重重一踏，整个人如炮弹一般瞬间激射出去，人在半空中身体猛地一扭，躲过那巨蛛射向他的几道粗壮蛛网，随后胳膊一甩，将李小刀和陈穗用力地甩向远处，随后凌空踏在另一块巨石之上，借力向前。那块巨石被徐缺一踏，砰然炸碎。慕寒身形化为一道剑光，速度极快地接住了那被徐缺抛向远处的李小刀与陈穗二人。徐缺高声道：“走！”这畜生看似只有金丹巅峰的实力，实则却极为恐怖，不可力敌。慕寒当然清楚这里面的门道，在这白龙洞天之内，好似有着什么大道压制，亦或者说是斩龙人陆隐溪留下的规矩，或者有可能是连陆隐溪都不知道的某种大道流转，兴许与那白龙有关。但无论是怎样，在这洞天之内，就一定不会有异兽能突破至元婴境。除了那龙魂之外，没有任何异兽能达到元婴这个境界。当初遇见的那白蟒也是一样，全部都是金丹境巅峰。可这些异兽若是能走出这白龙洞天，就拿那白蟒来说，只要它能走出这白龙洞天，便会立即突破至元婴境，甚至没有丝毫突兀或是拔苗助长之意，完全是水到渠成。若是再让它走将成功，那便是走僵化蛟，一条化神境的蛟龙。那白蟒尚且如此，那这盘踞在这地下不知多少年的巨蛛只会更加恐怖。尤其是它还终日吸食这那洗髓灵液，身体的强韧程度已经不知达到了何种恐怖的境地。这头巨蛛看似只是金丹境巅峰，可它一旦能走出这洞天，恐怕就会是一头反虚境的异兽，能口吐人言，化为人身。哪怕如今仍旧是在这白龙洞天之内，慕寒等人也完全不是他的对手。慕寒也心知肚明，所以此刻只管逃命，最好是能够直接离开这白龙洞天。可谁也未曾料到，就当众人准备做那鸟兽散之时，此方天地竟好像被人禁锢住了一般，就好像多了一层看不见的墙壁，无论是御风还是御剑，都撞不破这无形之墙。马走日面色狂变，他回望了那一眼巨之，颤声道：“难道他已经有了本命神通？”此言一出，众人面色齐齐一变，唯独慕寒有些云里雾里，只不过看大家的脸色都有些难看，就知道肯定不是啥好事。慕寒扭头望向不远处的徐缺，问道：“什么意思？”徐缺的脸色也很是难看了，他沉声道：“凡是异兽能达到化神境，便如同开了灵智，除了无法口吐人言，便已经与常人无异。若是能达到反虚境，便更是能化为人身。与此同时，也能够拥有一门天赋异禀的本命神通。我师尊有一位山上好友，其实便是枫叶州修行近千年的一头搬山猿。100年前他跻身反虚境，化为人身之时，便得了一门本命神通。可没想到这蜘蛛还未走出洞天，便已经生生凝练出了本命神通，当真是恐怖如斯。这么一说，慕寒当时就懂了。看这样子，这头巨蛛的本命神通与慕寒的那把本命飞剑前尘有些类似，但是又有些不同。前尘的本命神通是自成小天地，而这巨蛛的本命神通是锁定小天地，就像是结出一张旁人肉眼看不到的巨网，你我皆在网中，皆是他的盘中餐。慕寒的心也沉了下来，这下事情变得可谓是非常棘手了。沉默良久的许明忽然开口说道：“各位，当下这种情况，只能咱们联手破局，否则恐怕谁也没办法活着走出这白龙洞天。”马走日也点头道：“许兄说的没错，
咱们若是联手，兴许还有一线生机。韩无心没说话，只不过面色的却算不得太好。不成想这白龙洞之行，临了还遇上了这么一档子事。徐缺这次出奇的没有插科打诨，而是实打实的说道：就算是咱们7人联手，胜负也只在4、6之间。马龙沉声道：那总比等死来的好。慕寒轻呼出一口气，刚要说话，却发现邀月竟然悠悠醒转了过来。他望向慕寒的眼神有些复杂，张了张嘴，却没有说出话来。只不过慕寒大致看出他要说什么了，是那谢谢二字。慕寒开口问道：怎么回事？邀月轻呼出一口气，说道：我以神识探查此地，发现下面有些蹊跷，便想了个法子下去，没想到遇见了他，一番交手，旧伤复发。邀月的面色有些苍白，吸收那龙元虽说让他的伤势好得七七八八，但是先前接连大战所受内伤和隐疾，需要闭关疗伤静养方能彻底根除。但不料在下面竟然又遇见了这巨猪，伤势非但没有好转，反而加剧。如今的实力也只能堪堪达到元婴境1层左右。吴峰等人此时也醒了过来，只不过看见那巨猪，眼中都闪过一丝惧意。圣子殿下，快走！这巨猪实在非我等所能敌也。吴峰捂着胸口，一脸着急地说道。吴峰看来也有奇遇，从原本的爆丹境3层变为了6层。李小刀和陈穗也皆有突破，此刻都是筑基5层修士了。显然他们在与徐缺走散之后，也得了些机缘，实力有了一个较大的提升。约莫是后来白龙洞空间紊乱之时，误入了此地，这才被那巨猪抓住。面对吴峰的劝阻，慕寒只得苦笑着摇头道：没用了，现在谁也逃不出去了。这畜生的本命神通将咱们都困在了这里，一时半会儿是甭想逃了。慕寒话音刚落，那巨猪好像也彻底封锁了这片天地，10多只眼睛滴溜溜的转，最终视线锁定了慕寒。场上的气氛开始变得诡异起来。徐缺努了努嘴：兄弟，你媳妇好像看你呢。慕寒嘴角抽搐：放你娘的屁，他分明是想叫你回家洞房呢，还不滚回去。可惜下一刻慕寒就再也嘴硬不起来了，因为这巨猪的确是冲着慕寒来了，10几只大眼睛死死地盯着慕寒。微微站立起庞大的身躯，慕寒这才看清，在这蜘蛛的腹部竟是生出了一张人脸。这人脸张开口，粗壮的蛛丝便从中激射而出。干！慕寒暗骂一句，连忙御剑躲过这些粘性极强的蛛丝。慕寒反手便是一剑递出，剑气汹涌流转，剑光直直向那巨猪砸下。轰！一道璀璨剑光砸在那蜘蛛的身上，可让慕寒心底一沉的是，那蜘蛛根本没事。慕寒这一剑就是在给他挠痒痒。慕寒咬了咬牙，老子还就不信这个邪了。乾坤化龙剑，瞬间99条苍龙剑气浮现在慕寒的身后，在天空盘旋片刻之后，猛地冲向那巨猪。剑光闪烁，轰鸣声不绝于耳。慕寒对自己的乾坤化龙剑还是很有信心的，可当尘烟散去，慕寒彻底傻眼了。那巨猪根本没受半点伤，慕寒的脸色变得极为阴沉，这他娘的连防都破不了，怎么打？这巨猪不知道吸收了多少洗髓灵液，肉身坚韧的一塌糊涂，硬抗慕寒这么多剑气，屁事没有。徐缺高声道：慕师傅，你在那给他刮痧呢，尝试切他中路。慕寒气急败坏地骂道：我刮你妹的刮！一旁几人见此情形，面色都变得更阴郁了几分。这巨猪就好像一个身经百战的老猎物，如今他们都在他的蛛网之上，他此刻便是不慌不忙地戏耍着他们。韩无心也不废话，率先出剑，无论如何他要保护燕无双的安全。韩无心的佩剑是一柄极为朴素的长剑，剑名秋风，他的剑气干脆而利落，不带任何花哨，分别斩向那巨猪的触手。徐明深吸一口气，也出手了。如今大家都是一条绳上的蚂蚱，不弄了这畜生，谁也蹦不出去这蛛网。许明如今已经是6进5夫，全刚更上一层楼，遥遥递出一拳，有那摧山断江之势。马走日自身功法术法不多，但是功法法宝却不少。先是从怀中取出一个金色的弹丸，随后猛地抛向那蜘蛛。这弹丸落地之后，竟然凭空生出一尊金甲战神，身高数丈，一手持着一把等人高的金色盾牌，另一手拿着一柄金灿灿的开山大刀，竟然是一尊金丹境巅峰修为的山上傀儡。这一手倒是有些像那撒豆成兵的山上仙术。这金甲战神在彻底显化之后，便朝着那巨蜘冲杀而去。马走日又取出了第2件功法法宝，是一把弓箭。不过令人眼前一亮的是，这弓箭仿佛有灵智一般，无需有人驱使，他自己便能弯弓射箭，而且完全是以周遭的灵气幻化出一根根箭矢，从而激射而出。燕无双算是在这白龙洞天之中第一次出手，他手持一根模样翠绿的骨笛，悠扬的笛声登时响彻天地，梵音阵阵。大家几乎同时出手，一同攻向了那巨猪。可那巨猪仿佛跟慕寒卯上了，根本不理会其他人，而是死死的他腹部处的人脸口中不断的吐出蛛丝。邀月眉头皱紧，忽然他好似想到了什么，以心声对慕寒说道：我知道他为何只是盯着你了，你身上有龙珠的气息，他想要龙珠，拿到龙珠他就能离开这座白龙洞天。慕寒面色一变，怪不得这后宫佳丽3000，这死蜘蛛偏偏独爱他慕寒一人，原来是奔着龙珠使劲呢。可惜龙珠已经被慕寒炼化成了本命物，总不能抠出来再给你吧。众人对那巨猪的围攻收效甚微，慕寒一边跑一边思索着对策。他相信这巨猪的本命神通一定是有着时间限制，只要能挺过这段时间，慕寒就有办法走出这洞天。那位斩龙人陆影熙将这洞天赠予了慕寒，也就意味着慕寒在此刻有了开门与关门的能力。
但是在这巨猪的封锁小天地的神通之下，慕寒很是郁闷的发现，自己即便已经是白龙洞天的主人，但是却仍然无法在此时开门。现在能做的只有拖延时间，就是苦了慕寒，此刻上蹿下跳，狼狈不堪。徐缺不停地挥出拳罡，可惜打在那蜘蛛身上跟挠痒痒无异。姓穆的，赶紧想个法子，这样下去也不是个事啊。慕寒遇见又躲开一道蛛网，面色阴沉地说道：这片天地被这畜生封锁，凭咱们根本就打不开，这是一个死局。忽然徐缺面色一变，冷声道：不对劲，这片小天地好像开始缩小了。那巨猪射出一道蛛网，将自己悬挂在了半空中，十几双眼睛滴溜溜地转，盯着慕寒。慕寒暗道不妙，这畜生竟然还能收缩小天地的范围，如此一来，自己不就成了那畜生的盘中餐了吗？连逃跑都无路可逃。许明等人也发现了一丝不对劲，小天地越来越小，若是收缩到一定程度，众人将无路可逃。马龙冷声道：这畜生好像只针对那个慕寒。许明眯了眯眼，恐怕在他身上有什么东西吸引着那蜘蛛。马龙又道：可是这小天地越来越小，咱们一定会被殃及池鱼。燕无双俏脸微白，颤声道：既然那蜘蛛只是要抓那个慕寒，咱们不如……后半句话燕无双没能说得出口，但是众人都知道是什么意思。韩无心皱了皱眉，身为一个剑修，如此行事不是他的风格。可是在此生死关头，尤其是为了自家小师妹的安危，韩无心也不得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许明深吸一口气，将视线投到了吴峰等人身上。匹夫无罪，怀璧其罪，要怪就怪你自己命不好。许明给了马龙一个眼神，马龙点了点头。此刻的慕寒还在不停地躲闪，那巨猪也不急，仿佛只是在玩弄着自己的猎物，待到他精疲力竭，就乖乖地成了他的盘中餐。忽然远处传来了马龙的清冷嗓音：慕寒，你还是束手就擒吧，不能因为你一个人把大家都害死。马龙的长枪抵在了吴峰的胸口处，冷声冲着慕寒说道。慕寒瞳孔猛地一缩，一脸怒意：放了他！吴峰只是爆丹境6层修士，如何能是马龙的对手？不过3招便败下阵来。他瞬间便明白了马龙为何要对自己动手，这是要逼着慕寒自投罗网。那蜘蛛的目标只是慕寒，只要让他如愿以偿，众人说不定就都能出去。剩子不要管我，快走！徐缺也变了脸色，不由得破口大骂：马龙，你要还是个爷们，就把人放了，以弱者为要挟，你算什么纯粹武夫？马龙的面色也有些难看，但为了活命，只能出此下策。慕寒强忍着心中的杀意，开口说道：先把人放了，什么都好说。许明这时开口说道：慕寒，你心中很清楚这巨猪为何要针对你，难不成就因为你的私心，就要连累大家都陪你一起死？放心，只要你放弃抵抗，我们不会伤他们的性命。慕寒咬紧牙关，死死地握着拳头。徐缺指着许明的鼻子破口大骂：姓许的，没想到你是这么无耻的人，你也配作封叶州的武夫？许明对徐缺的话置若罔闻，他看着慕寒再次说道：他的封锁已经在不断变小，再耽误下去，谁也活不了。慕寒，难道你就想亲眼看着你的同门惨死？慕寒深吸一口气，说道：有话好说，你先放人。还不等许明说话，忽然异变突起，吴峰眼中闪过一道坚毅，二话不说，直接自己撞向那枪尖。哪怕是死，吴峰也不愿拖累慕寒。马龙显然没想到这吴峰的骨头这么硬，愣神之下，手中长枪已经贯穿了吴峰的胸口。他猛地吐出一大口鲜血，扭头看向远处的慕寒，厉声道：圣子殿下，快走！一瞬间，慕寒只觉得自己浑身的血液全都凝固，整个人如坠冰窟。那将自己悬挂在半空中的巨猪眼中闪过一抹极为人性化的玩味神色，他倒挂在半空中，又射出好几道蛛丝，蛛丝瞬间成网，他便趴在这网上，静静地看向慕寒等人，好似在看戏一般。妖月的表情也有些微微动容，他一把拽住慕寒，不可意气用事。慕寒看着那穿透吴峰胸口的长枪，浑身颤抖，左手红芒一闪，行刀瞬间出现在了慕寒手中，连带着慕寒的双眼此刻都多出了一丝血红。妖月面色一变，厉声道：慕寒，守住心神，不可被此刀蛊惑。可此时的慕寒那里还能听进去妖月的话，他猛地一掌拍在了妖月肩膀之上，妖月毫无防备之下被打得踉跄后退。慕寒握住行刀，行刀之上红芒大作，满是嗜血之意。慕寒的双眼彻底变得血红，他身形瞬间消失在了原地，冲着马龙疾驰而去。许明心一沉，身形也瞬间消失，试图拦下盛怒中的慕寒。不料徐缺突然出现，一拳挥出，拦住了许明。许明脸上多了一丝怒意，让开！徐缺呸了一声：无耻小人，当真以为小爷怕了你？瞬间两道拳意皆是攀至巅峰，徐缺与许明站在了一起。慕寒的速度极快，浑身杀意几乎要凝为了实质。就当慕寒马上要掠至马龙身前之时，韩无心忽然动了，一剑递出，拦下了慕寒。慕寒双眼血红，一刀斩下。韩无心后退了3步有余。慕寒嗓音沙哑，吐出一个字：滚！韩无心冷哼一声，瞬间祭出本命飞剑。中土神州紫气城年轻一辈最负盛名的剑修，可不是软柿子。韩无心的本命飞剑名叫剑气镜，此剑祭出，天地间仿佛只剩下剑气。慕寒双眼血红，根本不管韩无心如何出剑，只是极为蛮横的一刀劈出，一道极为粗壮的刀芒瞬间摧破了韩无心的剑气，
直接将韩无心的身体劈砍得倒飞出去。韩无心倒飞出去近100米后，这才稳住身形。他眯了眯眼，嘴角竟是掀起一丝笑意。韩无心此次要倾力出剑了。他脚尖猛地一点，身形前冲。人未至，剑气先至。紫气城城主为何要给韩无心这把本命飞剑取名剑气镜？是因为韩无心的剑气之盛，已经到了平日里需要刻意压抑才能不伤及他人的地步，所以便得名剑气镜。韩无心轻声道：“一剑无极。”瞬间，一股如磅礴大海一般的剑气汹涌而至，仿佛无边无际。这一剑，纵使是元婴境修士，恐怕也会为之动容。慕寒反手握住行刀，刀走剑势，道道血红色光芒，渐渐凝为一条恶龙，在韩无心的剑气之海上游走腾挪。而此时，在慕寒的心湖之上，也有一条恶蛟渐渐浮出水面。上古行刀，一把上品神器，它能够将人心中的负面情绪无限放大，从而衍生出一条心底恶蛟。此时此刻，慕寒心底的恶蛟浮出水面。龙抬头，韩无心轻呼出一口气，再次轻声道：“一剑无尽。”刹那间，仿佛天地变色，3寸剑光芒骤起，瞬间绽放出成百上千颗以剑气凝聚而成的青色珠子。大小不一的剑气青珠滚向前方，如无数青雷滚走大地，直奔慕寒。慕寒周身气机狂暴无匹，杀气腾腾。他一刀狠狠劈向地面，地面瞬间被撕裂，犹如的牛翻身一般。剑气与碎石碰撞在一起，扬起漫天沙尘，遮天蔽日。下一刻，数百道剑气从沙尘之中掠出，直奔慕寒而来。慕寒右手握紧行刀，竟是将其缓缓归鞘，随后便一直在蓄力，一直在等，直到那剑气马上要至身前之时，慕寒刀鞘之内的行刀早已经是颤抖不止。慕寒握住刀柄，瞬间拔刀一斩，犹如昼夜之中大日初升般，一道凛冽刀罡犹如开天辟地的一线天一般，将这100道剑气纷纷击碎。可在这破碎剑光之中，韩无心左手按剑，无声无息飘然而至。他反手间从腰间摘下佩剑，右手轻轻一抖，佩剑秋风出鞘3寸有余，以剑柄撞击慕寒胸口。一击得逞，佩剑秋风被狠狠撞回剑鞘之中。慕寒闷哼一声，身形倒退7步，可手中未停，每退1步便斩出一刀，一退7步，一连7刀。韩无心左手握住剑鞘，右手握住秋风剑柄，拔剑出鞘之后，一连斩出12道剑气。剑气与刀罡碰撞在一起，炸开璀璨的光芒。韩无心御剑而起，却没能发现慕寒的身影。下一刻，马龙面色瞬间大变，一股冰冷至极的杀意瞬间将他包裹。原来慕寒不知何时竟然已经悄然来到了马龙身后。马龙猛地抽枪，甚至都来不及回头，便是一记极为强横的回马枪。不得不说，马龙的枪术造诣还是有几分宗师气魄的。这一记回马枪浑然天成，没有丝毫凝滞，可谓是生死之间有顿悟。这一枪极为不凡。慕寒扯了扯嘴角，甚至都未曾躲闪，手中行刀直接横抹，却不是阻拦这一枪，而是打定了主意，以伤换命。这一记回马枪直接刺穿了慕寒的肩膀，枪尖从慕寒的后背刺出，满是鲜血。持枪之人纹丝不动，非是不想动，而是不能动。红芒一闪，刀光一过，马龙此生看见的最后一个画面，便是眼前慕寒刃由那一枪刺穿身体，而后面无表情的挥刀一斩，一颗浑圆头颅滚落在地，马龙死不瞑目。慕寒反手握住长枪，用力往外一拽，一道血花绽放开来。慕寒看也不看身上的伤势，随后将那长枪丢在地上，跨出几步，来到了面色惨白、口吐鲜血的吴峰面前。陈穗和李小刀都在吴峰身侧，眼眶通红。吴峰不愿慕寒因为自己而束手束脚，索性便自己寻死。这一枪直接刺穿了吴峰的胸口，恐难活命。妖月此时御风来到慕寒身侧，看着面无表情的慕寒，心中五味杂陈。一直以来，他都希望慕寒能够入他魔道，可当慕寒如今真正杀心大起，激进坠入魔道意图之时，妖月却又心情复杂，竟然没有半点快意。他对慕寒说道：“再不稳住心神，你就真要坠入魔道了。此刀非比寻常，没有极为坚韧的心性，万难降服。”谁知双眼竟是血红之色的慕寒，只是面无表情地看着此刻奄奄一息的吴峰，语气毫无波动地说道：“救他！”妖月欲言又止。慕寒扭头看向妖月，算我求你。虽然行刀霸道，可慕寒的心湖之上有着五行法，助他稳住心神，又有八荒拳以权益护住一丝清明，更有御剑术，时刻皆能在心湖之上以剑气斩杀恶蛟，所以慕寒才能如此有恃无恐地运用行刀，更是让行刀引出心中恶龙。妖月与慕寒对视片刻，忽然扭过头去看向吴峰。陈穗和李小刀双拳紧握，面色复杂。眼前这女子可是魔道第一妖女，天魔宗宗主妖月，她真的会出手救青云门的弟子？妖月沉吟片刻，说道：“想救她，只能让她修行我魔道功法，但是如此一来，便要先废掉她一身修为，这样她就算是彻底堕入我魔道了。”慕寒沉默片刻，只说了一个字：“好。”哪怕吴峰以后会怪他，他也认了。妖月也不废话，玉手轻轻一点，先是护住吴峰的心脉，随后便直接废了他一身青云门正统功法。此时远处忽然传来一道巨响，一个人影灰头土脸的倒飞了出来，正是与许明对拳的徐缺。徐缺嘴角流下一缕鲜血，身体狠狠地撞在一座断崖上。远处许明一头长发无风自动，一身拳意浑厚无匹。韩无心此刻也御剑而来，
剑气斐然。燕无双将长笛放在嘴边，阵阵悠扬笛声响彻此地。马走日叹了口气，既然已经走到了这一步，便是再无法退了。都已经彻底撕破了脸皮，就只能斗个你死我活了。慕寒握紧手中行刀，默默向前踏出一步。慕寒竟是要以一敌四。许明此刻也丝毫不掩饰自己的杀意，对慕寒他本就抱着极大的敌意。归根结底，许明是不愿意承认一个小小的东皇州能出现如慕寒这般出彩的年轻武夫，尤其是慕寒的权益让他极不舒服。倒是韩无心面色有些复杂，身为剑修，他更想与慕寒堂堂正正问剑一场，而不是当下这个局面。慕寒一言不发，既然要打生打死，那便来吧。慕寒主动进攻，身形一跃而起，瞬间出现在了马走日面前。这个商家修士看似境界不高不低，杀力也不算出众，但是手段却极多，若不先解决掉他，后续会很麻烦。马走日表情一变，但是却没有太多的震惊，看来他也清楚慕寒会先拿自己开刀。马走日身上荡漾起层层波澜，五颜六色，很是瑰丽。先前他直接在身上披上了3件法袍，可都是下品灵宝防御法袍，这五颜六色的层层波澜便是这几件法袍叠加产生的效果。慕寒面色不变，下品灵宝又如何？他手中拿着的可是上品神器，在行刀那锐利无匹的刀锋之下，皆为屠戮。慕寒一刀竖劈，凛冽的刀刚竟是直接将马走日身上的法袍劈碎。马走日这下终于是面色大变，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3件下品灵气防御法袍竟然连这人一刀都挡不下。只不过慕寒却也无法再对马走日斩出第2刀，因为许明已经贴身而至，此刻距离慕寒不过3尺。许明一拳砸下，破风声犹如滚雷一般，声势惊人。慕寒扯了扯嘴角，回身横抹，行刀在半空中斩出一道半月弧，刀光一闪，却不见许明的身影。慕寒眉头一皱，许明竟然不知何时已经来到了他身后。许明双眼淡漠，一拳直接砸在了慕寒的后心之上。慕寒瞬间从高空被砸入大地之内，直接在地面之上砸出一个大坑，尘烟四起。燕无双毫不犹豫，开始吹奏手中那柄翠绿色的笛子，悠扬的笛声响彻天籁。燕无双这笛子名叫听雨，闻听此笛声会让人周身气血逆流，体内灵气紊乱，心性不够坚韧的更是会出现幻觉。马走日也瞬间祭出了那2件功法法宝，一尊金甲神将，一柄冰玉长弓。金甲神将瞬间落入那大坑之中，冰玉长弓无需有人拉弓，自己便能凝结天地灵气，从而射出箭矢。连珠9箭破开漫天尘烟，瞬间射向那大坑之中。许明冷冷一笑，不过如此。韩无心没有出剑，他忽然皱了皱眉，同为剑修，他猛地感觉到一股极为恐怖的剑意从那大坑之中传来，他猛地拽住了燕无双的肩膀，厉喝一声退。就在韩无心带着燕无双向后退去的一瞬间，一股令人头皮发麻的剑意冲天而起，这剑意之中还夹杂着狂暴的杀意。许明当时变了脸色，只听在那大坑之中有人缓缓开口说了2个字：崔兴。手中持刀却走剑势，也因此那纯粹的剑意中便夹杂了行刀之上的煞气与杀意。那金甲战神一瞬间便被无尽的剑气穿破了金甲之躯，轰然跪地，变成了一堆废铁。无尽的剑气犹如划过夜空的流星一般，朝着许明汹涌而去。只不过许明到底是一位6境武夫，提起一口武夫真气，以全刚破剑气。马走日刚刚抬手准备再祭出几件法宝，却忽然看见了一柄划破天际的剑。下一刻，马走日便听见了此生最后的2个字：往事。瞬间，周遭的一切都停滞了下来。慕寒的第2把本命飞剑往事，其本命神通便是光阴停滞，虽然只有短短的3息时间，但是这已经足够慕寒做很多事情了。比如说一刀刺穿马走日的胸膛。马走日瞪大了眼睛，完全没想到自己为何会拦不住这一刀，好像只在一瞬间，慕寒便出现在了他身前，同时自己的胸口处多了一把刀。3息时间转瞬即逝，只不过所有人都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许明看着自己身上莫名其妙的伤势，眉头紧皱。韩无心似乎是想到了什么，一脸震惊。许明看着那被慕寒莫名其妙一刀来了个透心凉，死的不能再死的马走日，脸上也尽是震惊。你的搬山术吸收了来自许明和韩无心还有乌漆嘛黑大蜘蛛的震惊，熟练度有所上涨，当前熟练度无上圆满40%。慕寒一愣，乌漆嘛黑大蜘蛛，这谁给取的名？搬山术也太随意了点吧。慕寒没时间去深究那只大蜘蛛竟然也会震惊，因为他身后的韩无心在短暂的失神之后，终于开始认真出剑了，而且第一剑便是一记杀招，一剑无声。慕寒面色微微一变，韩无心这一剑有点意思，不仅无声且无形。慕寒可以确定韩无心一定是递出了一剑，但是慕寒竟然丝毫感应不到这一剑的存在。与此同时，许明也不再藏藏掖掖，彻底祭出了底牌。当时在抢夺那龙胆草时，慕寒拳杀那风轩之时，许明就觉得有些奇怪。当时慕寒也是用本命飞剑往事停滞了3息的光阴，许明当时确实有些猜测，但是却完全没有朝着光阴长河的方向去想。可今日慕寒再度出手，许明瞬间便明白了，这也让他极为震惊，同时对慕寒的杀意也就越来越浓。许明递出一拳，这一拳他师尊曾经警告过他，如今以他的境界，万万不可如此出拳，至少要到了5夫7境方才能够用这拳招。当时许明的境界才是5夫4境，如今许明以6境的实力递出这一拳，声势之大，骇人听闻。
二人的这合力一击，哪怕是一位元婴境5层修士，都要重伤跌尽。元婴境5层之下，皆死尽。慕寒深吸一口气，第一次催动了他体内第二件本命物龙珠。因为有这巨蛛的存在，所以慕寒其实并不愿意催动自己的第二件本命物，因为这蜘蛛之所针对自己，基本上就是因为这龙珠。他感受到了慕寒体内龙珠的气息。毕竟无论是这把金属性的行刀，亦或者是这颗水属性的龙珠，慕寒如今都只是小练而已，甚至连中练都算不上。要知道，本命物一事要在彻底大练之后才会随心而动，随意而行。尤其是慕寒的这2件本命物的品阶都极高，炼化起来便更为麻烦，这样一来也就难免会有气息外泄。所以那蜘蛛才死盯着慕寒不放。只不过如今却也管不了太多了。中土神州紫气城城主的亲传弟子，气城年轻一辈中的执牛耳者韩无心，再加上一个枫叶州年轻一辈5副中的领头人许明，这2人联手，慕寒丝毫不敢小觑。当时这几人联手，可是差一点把那听雪楼的魔门死士给击杀。若不是那魔门死士最后关头用了一记秘术3魔叉逃命，恐怕最后不死在慕寒手中，也会死在许明和韩无心的手里。远处妖月伸出一只手，轻轻点在吴峰的眉心处，如抽丝剥茧一般，将他一身境界全部废掉。凭空废掉他人境界功法，对妖月来说并不难，难的是给他灌输功力。这就如拔苗助长一般，不光被拔的苗极为痛苦，拔苗的那个人也极耗心神。想要保住吴峰的命，必须在极短的时间内，在废掉他的境界的同时，把灌输他体内的魔道功法提升到一个足以恢复他伤势的地步。大致需要硬生生提升到金丹境一层，所以这对妖月的境界与心神损耗将会极大。尤其是妖月此时也有伤在身，徐缺此时已经来到了妖月身侧，他面色有些苍白，方才跟许明对轰一拳，受了点伤。他站在了妖月身前，一脸严肃道：“弟妹，动作最好快点，我觉得那头蜘蛛有点不对劲了。”妖月此刻额头已经渗出汗水，至于徐缺嘴里蹦出来的弟妹，妖月都没时间去理会了。放在往常，早一巴掌给徐缺扇飞了。远处那大蜘蛛眼睛滴溜溜的转，极为人性化，显然已经生出灵智。此刻眼神在慕寒和妖月与徐缺之间扫视，不知在想些什么。徐缺很想上前去帮慕寒，可是他若是走了，妖月这边便没人为其护持。陈穗、李小刀2个境界太低，根本起不到什么作用。面对许明与韩无心的联手合力一击，慕寒面色也变得极为严肃。最先朝他袭来的是韩无心的那一剑，无声无形。慕寒催动龙珠，一股无形的水波瞬间包裹了慕寒全身。2件本命物，行刀主杀，龙珠主防，一攻一守，相得益彰。慕寒又从方寸物中取出了一件珍珠般的法宝，这是从那风轩手中夺来的一件上品防御灵器，防御力极为惊人。剑先至，拳后到。慕寒闷哼一声，即便有着2层防御，可慕寒还是被打得倒飞出去，所幸没受什么重伤。但是从风轩那抢来的上品灵气已经出现了一丝裂缝，显然是受损了。徐缺看见慕寒挡下了这联手一击，也是松了一口气。吴峰的脸色渐渐变得红润了起来，不再那么苍白无力，只不过在吴峰的眉心处缓缓凝结出了一个漆黑如墨的菱形印记。他的境界波动也缓缓达到了金丹境一层，胸口处的伤势也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妖月轻呼出一口气，面色苍白。可就在这时，那蜘蛛忽然吐出一根极为尖锐的蛛丝，犹如一柄长枪一般，瞬间朝着妖月袭来。徐缺神情一震，他就知道这畜生绝对不会善罢甘休，幸亏他一直没走，否则妖月如今正是极度虚弱的时候，这畜生倒是会挑时候。许明看见了这一幕，表情悄然一变，他忽然嘴角翘起，先是朝着慕寒亲了一拳，随后身形瞬间消失在了原地，竟是冲着徐缺而去。慕寒神情一变，这许明绝对没安好心，可惜韩无心此时已至身前，一剑递出，慕寒被拦在了原地。许明先前的一拳再次打得慕寒倒退数步，韩无心的剑气也已经贴身而至。徐缺此刻刚刚拦下那蜘蛛的一击，肩膀处被那根蛛毛刺穿，直接钉死在了身后的墙壁之上。徐缺咳出一口鲜血，本来这一下是冲着妖月去的，但是慕寒不在，徐缺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妖月受伤。瞎子都看得出来，这2人之间的关系不一般。再者说了，自己一个大老爷们，既然站在他身前了，就没有让他受伤的道理。徐缺擦了擦嘴角鲜血，眼睛余光猛地看见许明这龟孙忽然御风而至，速度极快，不好！徐缺心中暗道不妙，可此刻自己整个人被这蛛毛钉死在了墙壁上，一时间脱不开手。眼看着许明越来越近，徐缺大喝一声，任由这整根蛛毛穿透自己的肩膀，竟是生生把自己从蛛毛的另一端拔了出来，整根蛛毛的被染成了血红色。与此同时，许明的一拳便已经来到他面前。徐缺仓促之间递出一拳，可就在这时，他猛地发现许明忽然消失，下一刻便出现在了妖月身后。原来他的目标根本就不是徐缺，而是此刻最为虚弱的妖月。妖月被许明一拳打在了后心之上，一口鲜血吐了出来。这一拳再度让妖月受了重伤，但妖月毕竟是一宗之主，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即便许明是100年难得一遇的天才，但是在绝对的实力面前，天才这个名号便显得有些稚嫩。妖月猛地回身，即便嘴角还挂着一缕鲜血，但仍是挥出一掌。这一掌妖月可没有任何留手，即便此刻强行运转体内气机会让伤势变得更重，但是妖月何人？魔道剧情一路走来皆是尸山血海，每一步都是踩着旁人的尸体走过来的。许明完全没想到妖月身受如此重伤，还能回身给他一击。妖月这一掌
直接把许明拍飞了出去，呕出的鲜血中仿佛都带着一些碎肉，一击重伤。只不过妖月的情况也不容乐观，本就伤势未愈的他，救下无风之后便已经极为虚弱，又忽然遭受许明的暗算，伤势一重再重。终于，妖月跌坐在了地上，捂住胸口，猛地呕出一口鲜血，气息萎靡。徐缺应接那蜘蛛的一击，肩膀处被贯穿出一个血洞，他单膝跪地，面色苍白。就在这时，那蜘蛛猛地又射出几根蛛丝，这几根蛛丝将李小刀、陈穗、吴风、妖月与徐缺全部粘住，随后便要将他们拖走。慕寒一瞬目眦尽裂，再没有与韩无心缠斗的心情，身形一动，便要去营救众人。韩无心手中剑也猛地一顿，原本已经准备要斩出去的一剑，硬生生停顿在了原地。身为剑修，在这种局面之下，对慕寒出剑已经违背了他的初心。若是再拦着慕寒不让他救人，这种事韩无心做不来。可韩无心做不来，终究是有人做得来。许明强忍着体内的伤势，硬是要拦住慕寒。他就是要慕寒眼睁睁看着自己在乎的人全部死在这里。慕寒双眼血红，与许明对轰一拳，许明身体踉跄几步，但是仍旧是不愿就此退去。慕寒右手持刀，左手反手握住古剑剑柄，双手之间刀剑错，疯狂催动体内气机，剑气与刀罡如天罗地网一般，朝着许明汹涌而至。许明被妖月一掌重伤，此刻韩无心又不愿违心出剑，自己却也无法彻底拦住慕寒了。慕寒身形一动，刀剑齐出，在众人即便被那巨蛛吞入腹中的前一刻，蛛丝尽断。慕寒一脚踹在徐缺的身上，将他踹向吴风等人身侧，大喝一声：“带他们走！”方才慕寒催动龙珠，此刻他的体内龙气大盛，在那巨蛛眼中，无异于变成了一道最丰盛的佳肴。巨蛛腹下那大嘴一张，数根蛛丝瞬间缠绕在了慕寒的身上。慕寒咬了咬牙，手持古剑，将剑狠狠插入地面，用以稳住身形。手中行刀红芒一闪，却不是选择斩断自己身上的蛛丝，而是将缠着妖月的那最后一根蛛丝斩断。妖月面色一变，他不由自主地反手握住了慕寒的手，试图将他拽回来。可那蜘蛛力道极大，岂是妖月一个重伤之躯能够与之对抗的？慕寒摇了摇头，他自己体内的灵气也基本消耗一空，两把本命飞剑皆陷入了休眠状态。此时此刻的慕寒已经无计可施了。走！慕寒嘴角流出了一缕鲜血，方才强忍着的伤势，此刻终于爆发。妖月咬紧嘴唇，不愿放手。慕寒莫名其妙地说了一句话：“大道不该如此小。”妖月一愣，慕寒忽然右手一震，将妖月的身体轻轻推向远处。没了妖月的牵扯，慕寒的身体瞬间被那巨蛛吞入腹中。徐缺身形辗转腾挪，将陈穗、李小刀等人纷纷接住，可再回头望去时，哪里还有慕寒的身影？慕寒！徐缺站在原地，有些不敢相信。操！徐缺登时红了眼睛，畜生！小爷，我今天非宰了你！徐缺刚走出两步，忽然呕出一口鲜血，身形摇晃了几下，跌坐在了地上。妖月呆呆地看着前方，空无一人，只剩下一柄插入地面上的剑，形单影只。他知道慕寒最后说的那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记得有一次，妖月随口问了慕寒一个问题：何谓正道？慕寒想了想，笑道：人间正道是沧桑啊。妖月沉默了一会，又问道：魔道？慕寒依旧是满脸笑意。我觉得这就像是白昼与黑夜一样，是亘古不变的道理。正道或许便是那白昼，魔道就是那黑夜。有人行走在白昼的阳关道上，便会有人孤身一人于黑夜中小心翼翼地走过那独木桥。其实正道也好，魔道也罢，最重要的难道不是那个道字吗？道可道，非常道。只要守住本心，管他脚下是他娘的什么道。慕寒忽然又想到了二哥对他说的一句话，脸上笑意更甚：大道不该如此小。妖月当时其实看着那眉眼飞扬的慕寒，愣住了。他这一生其实总是这般不称心，所留恋之人事都与美好无关。忽然春天，蓦然夏天，突然秋天，已然冬天，然后就在无来年的春暖花开了。遇见慕寒，或许是他冥冥之中注定有此一劫。但是就像是一个天寒地冻的冬天，有人从天上载他春来，在他冰天雪地的世界中，忽然就盛放了那么一朵空谷幽兰。不知不觉间，妖月发现自己竟然流了一滴眼泪，是为自己吗？还是为他？许明咳出几口血，面色阴沉，眼神阴郁。终于死了，不枉他煞费苦心送他一程。许明看着妖月、徐缺等人，眼中又闪过一道杀意。斩草当除根。只不过他刚要动，却看见韩无心手中佩剑秋风缓缓出鞘半寸。凡事留一线，日后好相见。韩无心面无表情地说道。许明眯了眯眼，面色再度阴沉几分。韩无心看了许明一眼，别把事做绝，大道流转，自有因果，报应不爽。许明冷哼一声，倒是没再出手。有韩无心拦着，他也没法斩草除根。而此时，在那巨蛛的腹中，慕寒已经被裹成了个大粽子。这蜘蛛当然不是要吃它，而是要那龙珠。所以这些蛛丝其实已经全部刺入了慕寒体内，竟是打算生生将那已经被慕寒小炼的龙珠硬生生拖拽出来。慕寒面色惨白，疼得龇牙咧嘴。小爷我今天就要凉这了，这说出去也太窝囊了点，好歹我也是个圣子，就不能让我死得有排面点？卧槽！轻点。慕寒的意识其实都有些薄弱了，一些故人的脸犹如影像一般在他面前一个个划过。慕寒知道自己应该是要死在这了。爹娘。慕寒缓缓闭上了眼睛，嘴里发出了轻轻的呢喃。面前一家人好像都坐在曾经那个小院子里，爹脱下盔甲逗弄着娘亲怀里的慕雪儿。慕秋站在一旁挠头傻笑。
沐风站在娘亲身旁，规规矩矩，面带笑意，自己则是绕着爹娘跑，又向娘亲告二哥沐风的刁状。看着这温馨的一幕，慕寒笑了，然后他就觉得眼皮越来越沉，困意涌上心头。忽然，画面中的沐风忽然微微侧头，笑着做了一个拍肩的动作，说了2个字：“别睡。”犹如跨越时空的对话一般。慕寒瞬间惊醒，四周一片漆黑，身上的蛛丝还在不停地抽丝剥茧，试图取出自己体内的那颗龙珠。慕寒忽然灵光一闪，挣扎着说了一句话：“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听懂我话，但是我们不妨做个交易。”没有反应。慕寒犹不甘心地说道：“你就算取到我体内的龙珠，实力大涨，但是你终究是出不去这洞天。但是我能带你出去。”忽然，慕寒感觉自己体内的蛛丝忽然停止动作，像是在迟疑。慕寒面色一喜，看来这大蜘蛛的确是有灵智，能听懂他的话。慕寒抓住机会，急忙说道：“我如今是这洞天的主人，只要我想，我可以带出去任何东西，包括你。你想，就算你拿到了龙珠，可是有什么用吗？只能在这1亩3分地上称王称霸，这不是屈才了吗？外面的世界，那才叫一个广袤无垠，天高任你飞，海阔凭你跃。”见这蜘蛛好像还在迟疑，慕寒又道：“兄弟，顿顿饱和一顿饱，你总会选吧？”这蜘蛛好像愣了一会，或许是觉得慕寒说的好想，还真有那么点道理，竟然缓缓把蛛丝从慕寒体内抽了出来。这可给慕寒疼得够呛，只不过却没把慕寒吐出去。慕寒大概也知道这蜘蛛打的什么算盘，便又说道：“我知道你还有点怀疑，这样，你把你的神通收了，我证明给你看。你的神通封锁住了这片小天地，我没办法开门。”大蜘蛛沉默了一会，显然还是怕慕寒骗他。慕寒苦笑道：“兄弟，我现在都被你吞了，你还怕我跑不成？我也没那能耐啊！我要是有那能耐，我也不至于现在在你肚子里跟你做交易了。”蜘蛛一听，有点道理啊，随后还真就把自己的本命神通给收了。慕寒眼睛一亮，倒是真没打算诓他。斩龙人陆影熙将这洞天送给了慕寒，慕寒自然可以随意的开门关门，只不过每一次都比较耗费灵力就是了。慕寒稳住心神，用仅剩的灵体打开了一个拇指大小的门。大蜘蛛眼睛一亮，只不过这门转瞬即逝，瞬间便又消失不见。大蜘蛛一愣，什么意思？慕寒体内是真的没有半点灵力了，空空如也，一滴都不剩了。他有气无力地说道：“开门需要极为庞大的灵力，我现在体内的灵力已经没办法支撑我打开一道可供你出去的大门，除非你放我出去。”外面，许明等人发现这处小天地的封锁果然被打开了。看来这巨蛛的确是只针对慕寒一个人。如今慕寒已经被这巨蛛吞入腹中，也就无所谓再困着他们了。燕无双面色一喜，急忙拉住韩无心的胳膊道：“师兄，我们能出去了。”韩无心点了点头，却又忽然扭头看了一眼那巨蛛。韩无心有些遗憾，那位叫做慕寒的剑修是个难得的对手，可惜。许明脸上闪过一丝冷笑，看样子那个叫慕寒的已经葬身朱父了。如此一来，许明在武道一途上便少了一个劲敌。徐缺挣扎着爬起身，看不清他的面容，只看见他身上的麒麟刺青愈发的鲜艳。徐缺终于直起身，扭了扭脖子，一双眼睛死死地盯着许明，真以为自己能走了？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我兄弟不在，这笔债我来讨。徐缺身上的麒麟刺青越来越鲜艳，好像要从身上蹦跳出来一般。许明面色一冷，呵，怎么，你也要与我为敌？徐缺上前2步，没回答许明的话，而是望向了不远处的妖月，说道：“带着我身后的3位小兄弟走，我这还有一把钥匙可以开门。”说完，朝着妖月丢过去了一枚玉佩。妖月却也没伸手接，仍是静静地看着地上慕寒的佩剑。徐缺也没理会妖月，他有他一定要去做的事情，如果不做，徐缺问心有愧。许明面色陡然间阴沉了下来，看这样子，徐缺是真打算跟自己拼命了。凭借许明的武道天赋以及6境的实力，想赢徐缺不难。虽然他已经重伤，但徐缺伤得更重，哪怕是当下这个生死之争的局面，许明也依旧能活，而徐缺会死。但是徐缺这个人是枫叶州出了名的武疯子，赢他且杀他的代价，或许是许明无法接受的，大概率会是终生武道再不得寸进半步。这种事情是许明无法接受的，可徐缺却不怕，自己烂命一条，死了就死了，天生地养，魂归故里，听起来就潇洒极了。徐缺咧嘴一笑，自言自语道：“兄弟，别说徐缺我不仗义，这笔债我帮你讨回来。”忽然，韩无心面色一变，他手中的佩剑忽然间颤鸣不止，他猛地转身看向妖月身前插着的那柄剑，那柄剑好像也在微微颤鸣。许明瞳孔猛地放大，下一刻，徐缺忽然感觉有人拍了拍自己的肩膀，接着一道玩味嗓音忽然传进了徐缺的耳中：“姓徐的，老子还没死呢，干嘛急着给老子烧纸？”徐缺愣住了，半晌，他忽然笑了，笑得很开心。徐缺没有扭头去看死里逃生的慕寒，轻轻用手肘撞了一下他的胸口，笑骂道：“装死啊你！”慕寒扯了扯嘴角：“怎么也得死你后面不是？”徐缺骂了句娘，慕寒又拍了拍他肩膀，示意他不用出手。区区一个许明，还需要枫叶州鼎鼎大名的徐缺徐大爷亲自动手？不至于，不至于，掉价了不是？徐缺嘿嘿一笑：“小伙子上道傲。”慕寒身形一闪，又来到了妖月身侧，地上的古剑瞬间腾空而起，而后自行归鞘。慕寒扭头看了妖月一眼，故作震惊道：“咦，不会有人哭了吧？”妖月原本还有些难以表述的情绪，
但是看见慕寒这副欠揍的表情，情绪瞬间垮掉，扬起拳头就要打在慕寒的胸口处。去死！慕寒嘴角翘起，侧身一躲，瞬间来到了那大蜘蛛头顶。慕寒缓缓蹲下，揉了揉下巴，说道：“兄弟，你瞅那个小白脸来气不？”大蜘蛛眼睛滴溜溜的转，最终看向许明，好像摇了摇头。慕寒一愣，什么意思？不来气？我靠，你是蜘蛛来的，要不要这么颜控？你和他是不会有结果的。慕寒说道：“算了，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你瞅他就是来气，给我揍他！”大蜘蛛见他没反应，慕寒哼哼道：“不想出去了。”大蜘蛛眼神瞬间变得凛冽起来，弄死他丫的！慕寒乐了，还是这招管用啊？许明神色大变，他有些不敢置信地看着慕寒，他不是被这蜘蛛吞入腹中了吗？怎么忽然就出来了？而且看这样子，这蜘蛛现在好像还很听慕寒的话。饶是一直以来有人间谪仙人之称的白衣许明，此时此刻也很想爆一句粗口：这他娘不科学啊！看见那大蜘蛛果真有要对自己出手的意思，许明彻底坐不住了。既然徐缺都有钥匙，那许明自然也是有的，只不过他们手中的钥匙只是一次性的，而且现在好不好使都两说。毕竟这洞天现在可是慕寒的私有财产了。慕寒悄悄换个锁，不过分吧？许明脸上闪过一丝不甘，可他深知这里已经不能久留了。哼，只不过是一个偏僻之地出来的泥腿子，侥幸让你有所奇遇，又能如何？出了这洞天，我许明翻手间就能将你碾死。许明如此想着，他手中已经握住了一枚玉佩，便要将其碾碎。慕寒嘴角闪过一丝讥讽笑意，这时候想起来跑了，晚了。许明一把捏碎了那玉佩，冷笑着看着慕寒，下次见面你就没这么好的运气了。在许明的身后，空间开始荡漾，竟是缓缓生成了一个黑色的空间漩涡。慕寒看着那空间漩涡，抠了抠鼻子。哦，许明脸色铁青，现在难道不是放狠话的阶段吗？你能不能把手从放下来，先别扣了成不成？许明冷哼一声，我记住你了，下次见面我会亲手杀了你。慕寒忽然笑了，他轻轻打了个响指，只听一阵仿佛玻璃破碎一般的声音响起，瞬间许明身后那黑色的空间漩涡忽然破碎开来。许明呆呆地站在原地。慕寒满脸笑容地说道：好巧啊，这么快又见面了。许明一脸震惊地看向自己身后，自己分明已经捏碎了玉佩，怎么会？慕寒笑容逐渐变冷，亲手杀了我？呵，我现在就给你这个机会，来啊！许明一脸铁青，不，这绝不可能。这慕寒凭什么能控制这座洞天？你的搬山术感受到了来自小帅哥许明的震惊，熟练度有所上涨，当前熟练度无上圆满42%。慕寒脸一黑，什么意思？把小帅哥3个字给老子去掉，长得帅能当饭吃啊？慕寒忽然想到了自家二哥，好像他妈的还真就能。这么一来，慕寒的心情就更不好了。他拍了拍大蜘蛛的脑袋，指了指远处的许明，弄死他！许明面色狂变，千算万算，居然没算到这一步。如今自己出不去，只要是身在这洞天之内，自己就绝不是这巨猪的对手。许明看向慕寒，高声道：你我皆是武夫，敢不敢跟我堂堂正正的比一场？计分高下，也决生死。许明眼中闪烁着异样的光芒，此时只能出此下策。许明自认自己6进武夫的实力，无论如何也不会输给慕寒。不管慕寒身上到底有什么秘密，只要他能赢了慕寒，将慕寒控制在自己手中，那一切便都可破局。可惜许明的算计如同泥牛入海一般，因为慕寒根本就没打算跟他堂堂正正的问拳一场。大蜘蛛直接封锁了许明身处的那片小天地，无数的蛛丝如长矛一般瞬间刺向了许明。慕寒呸了一口，就你也配与我问拳？假君子，真小人！许明不断在那狭小的区域内来回躲闪，狼狈不堪。燕无双眼见这一幕，登时有点着急。他对许明是颇为爱慕的，但是韩无心死死地拉着燕无双的手，不让他轻举妄动。韩无心亲眼见到了慕寒的手段，显然此处的小洞天不知为何已经被慕寒所掌握。只要慕寒不想让他们出去，那就谁也出不去。韩无心将燕无双拉到身后，冲着慕寒朗声道：放过我师妹，我愿自折本命飞剑。慕寒瞥了他一眼，老实说，韩无心这个人给慕寒的感觉就是一把枯剑，甚至都少了许多人情味。但是慕寒却愿意高看他一眼，因为韩无心先前屡次出剑，其实都未曾出全力，尤其是慕寒以一敌众时，他明显的感觉到韩无心的出剑有些犹豫。但无论怎么说，在慕寒被蜘蛛吞入腹中之时，韩无心能表态拦下许明，这一点便难能可贵。慕寒自然不愿意树敌太多，一根独木桥，只要有人愿意稍稍侧身后退一步，让出那么点地方，其实也就变成了阳关道。既然韩无心此时已经主动退让，慕寒其实不愿再与他打生打死。就算此时有蜘蛛打手，可即便杀了韩无心与那燕无双，他们身后的中土神州紫气城便真的无从知晓吗？谁知道那些大门派有些什么玄奇手段？万一他们真的可以知道自己的天才弟子身死水手，自己岂不是白白树敌？马龙死了，马走日也死了，许明死到临头了，这些人的死可以说都与慕寒有直接关系。再惹上一个中土神州紫气城，慕寒怕等他出了这洞天，云青山直接就把他逐出师门了。慕寒看了韩无心一眼，摆了摆手，罢了，我与你也什么深仇大恨，带着你身后那个胸不大但是还很无脑的小姑娘走吧。韩无心有些意外，这慕寒竟然没选择仗势欺人。他原以为这慕寒会借蜘蛛之手寻仇于他，不成想慕寒竟然这么随意就放自己走了。看着许明的惨状，
他甚至已经做好了死的准备。韩无心忽然面色一正，右手握住秋风剑柄，长剑猛地出鞘，一道血光闪过。韩无心自断一臂，燕无双面色瞬间变得惨白。师兄，你……就连慕寒都愣住了，这哥们这么勇的吗？这也太热血了吧！说砍就砍啊！我放过你，只不过是因为不想再得罪更多人了啊！你不要想太多好不好啊？原本的确是打算弄死你的啊！自断左臂的韩无心却只是微微皱了皱眉头，面色苍白地冲着慕寒说道：“先前为求活命，与你递剑实属无奈，我韩无心自断一臂，此为赔罪。出了秘境，秘境之事我绝不再提一字。今日之事，算我韩无心欠你一个人情，若是日后有缘再见，自当奉还。”韩无心收剑入鞘，捏碎了手中玉佩，空间漩涡出现，与燕无双二人消失在了这洞天之内。慕寒咂舌不已，这哥们不管说话做事还是出剑，都是干净利落，丝毫不拖泥带水，就是脑子可能稍稍有那么点问题。慕寒将视线投向许明，在这白龙洞天内，能跟这巨猪过招的基本没有。没一会的功夫，许明那一身白衣就变得鲜红无比。他终于怕了，他高声大喝：“慕寒，你若杀我，你必然也活不了。”慕寒静静地看着他，嘴角轻微勾起一个弧度，瞬间，一道尖锐如铁的猪毛刺穿了许明的肩膀。许明的神情都变得极度扭曲。慕寒，我师尊乃是枫叶州武道第一人，周叔，你若杀我，我师尊必灭你青云门。慕寒从蜘蛛的头顶跃下，一步一步靠近许明。所谓的天才，在面临死亡的时候也……慕寒顿了顿，此时身后的巨蛛又是一道锐利的猪毛射出，这一毛直刺许明眉心。许明已是避无可避，一道骨裂之声响起，许明的头骨被这猪毛生生刺穿。慕寒神情平淡地看着许明那死不瞑目的表情，说出了最后的4个字：不过如此。慕寒望向身后的巨猪，说道：“别忘了我们的约定。”说着，慕寒运气凌厉，洞开了一座大门。大蜘蛛的眼中闪过一道金芒，率先掠出。慕寒又看向徐缺道：“需不需要我帮你？”慕寒的话还没说完，就被徐缺打断了：“不用，这么久了，还没游历过别州山河，来都来了，便在你们东皇州游历一番。”慕寒笑了：“好。至于邀月，他把吴峰带走了。吴峰现在还在昏迷中，他的魔道算是半路出家，一招不慎就会完全丧失心智，届时就会沦为一个只知杀戮的机器。”邀月在临走之前看了慕寒一眼，冷哼一声：“最好躲得远一点，青云门圣子，不然下次见面我……”慕寒双手拢袖，笑眯眯道：“杀了我！”邀月瞪了慕寒一眼，转身便走。只不过在转过身的一刹那，嘴角微微翘起。慕寒目送邀月离开。五行法，亏了，亏大发了。五行法，这娘们明摆着要被你拿下了，就这么放走了？不生的孩子先，真是造孽啊！慕寒翻了个白眼，没搭理五行法的长吁短叹，而是拍了拍徐缺的肩膀：“走着。”徐缺伸了个懒腰，最后胳膊划过慕寒后背时，重重地拍了一下他的肩膀：“走着。”慕寒和徐缺带着李小刀与陈穗走出了洞天。慕寒如今身为洞天的主人，是完全可以随意洞开大门的。原本打算多费点力气将门打开到枫叶州那边，但是徐缺提议要在东皇州逛逛，也就把他一起倒了回来。出了洞天，慕寒脸上不由得多了一些笑意。外面的魔门之乱应该早已经平息了吧？只不过让慕寒没想到的是，白龙洞之内基本没人了。那一场大战，慕寒无奈之下逃到了白龙洞天，外面的战斗他不得而知，寥寥一些信息都还是通过邀月的嘴里得知的，只知道魔门败了，但是青云门也只是惨胜，宗门弟子死伤无数，甚至有不少长老都陨落在了此地。长老李林重伤，吴磊重伤，慕云迪双臂皆断，就连宗主云青山都受了重伤。慕寒看着这一片荒凉的白龙洞，愣了一会。徐缺强忍着笑意：“姓慕的，这就是你说的欢迎仪式？”慕寒满头黑线，原以为自己终于出了洞天，会有不少青云门的人在此迎接，再不济也得有人接应一下吧。可看着眼前这荒凉一片的景色，一阵清风拂过，吹动了慕寒鬓角处的一缕发丝，入眼一片残破景象。慕寒不知道的是，那白龙洞天之中并无明确的日月流转，他们自然无法准确地感应出时间的变化与流逝。其实他们在洞天之内已经待了足足1个月之久，那场大战早已经结束了。原本的确是有人在此守着，可日复一日，始终不见慕寒等人的身影。云青山更是亲自在这等了近半个月的时间，可依旧是一无所获。无奈在几天前，青云门的人就都撤离了白龙洞。经过这场大战，宗门内忙得不可开交，云青山桌案上的卷轴几乎快要堆积成山了。白龙洞、龙虎山在内的几个小型宗门算是彻底毁了。云青山与众位长老一盘算，那些侥幸活下来的小宗门弟子，若是想下山返乡，便去宗门祖师堂上亲手点上3炷香，算是祭奠英灵，随后便可以下山返乡了。若是想留在山中继续修道，便可前往青云门修行。有些想重振宗门的弟子不愿去青云门，云青山也提出了一个建议，这些人可以去青云门修行，但是却不入青云门的谱牒，等到以后境界足够，便可返回原本宗门重整旗鼓。如此一来，这些其他宗门的弟子都对青云门心生感激，有些干脆入了青云门的谱牒，成为了青云门弟子，即便是不入青云门谱牒的，也都与青云门有了一份香火情。远处那大蜘蛛爬到了一座山峰之上，好奇地瞧着这片崭新天地。慕寒与他有过一个约定，慕寒可以将他带出洞天，
但是他必须要在青云门待上300年。且慕寒以青云门圣子之名，亲封他为青云门护山供奉，他修行所需的一切资源，青云门都愿意无偿提供。大蜘蛛自然是心动了，就像是慕寒说的，一顿饱和顿顿饱，他是分得清的。刚出洞天，他的境界就自然而然地突破到了元婴，而且体内的气息波动还在不停地上涨。慕寒看着那蜘蛛身上的气息波动，不由得暗暗啧舌，轻而易举就到了元婴境，或许用不着几天，他的境界就要达到化神境了。他在白龙洞天之中束缚得太久了，尤其是吸食了那么多的洗髓灵液，天材地宝不知道吃了多少，估计平常都是当零食吃的，简直就是破境如流水。慕寒在白龙洞逛了一圈，发现真的已经空无一人了。他倒也没急着赶回宗门，而是寻了一片僻静地，准备闭关一段时间。在白龙洞天里面折腾了这么长时间，一直没有时间好好沉下心来夯实境界，境界起伏太快，而是慕寒如今觉得他又到了瓶颈，或许可以冲击一下金丹境9层。五符4境也已经到了瓶颈，此次闭关若是顺利，或许能一破2境，届时便是金丹境9层渐修，五符5境。徐缺也提出了想要闭关，他的5境也已经到了瓶颈，可以冲击一下6境，但是徐缺却不急着破境，5道一途，还是一步一个脚印来得好。破境太快未必是什么好事。元婴境的大蜘蛛自然而然地当起了护道人的角色，他是无需闭关的。如果硬要说他在白龙洞天的这么久的岁月以来，其实都算闭关。山中修道不知寒暑，二人在此地闭关，这一闭就是整整1个月光阴。不出慕寒所料，当周围的天地灵气形成了一个气旋，纷纷被他纳入体内之时，他便知道自己可以破境了。慕寒体内的气息更加强横了一分，金丹境9层，五符也顺利破境。只不过来到5境之后，慕寒明显地感觉到了自己的五符境界，或许在这里要迎来第一个瓶颈期了。慕寒深吸一口气，调理体内稍稍有些紊乱的灵力，随后缓缓站起身，开始9步走桩。5道一途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感受着体内充沛的气血之力，慕寒有信心，即便是对上元婴境，自己也有一战之力。若全力施展，在搬山术的辅助下，运用本命飞剑，元婴境5层之下，慕寒几乎能够做到碾压。若是再能把2件神器级别的本命物达到中炼，寻常的元婴境6、7层都不会是慕寒的对手。这种战力放在青云门，当个长老已经是绰绰有余。徐缺也顺利出关，他体内澎湃着的气血，甚至比之慕寒还要更胜一筹。实在是因为徐缺体内吸收了太多天材地宝，先是火麒麟的精血，而后又有着白龙的龙元，还吃了一株龙胆草，后来又经过洗髓灵液的冲刷，想不旺盛都难。慕寒走桩完毕，缓缓站定，眼神飘向远处，是该返回宗门了。从宗门下山一直到现在，差不多已经过了半年时间。慕寒带着徐缺御剑而去，那大蜘蛛如今虽说还不能化成人形，但是化神境的异兽已经是可以随意的变换形体。它变成了一个巴掌大小的小蜘蛛，落在了慕寒的肩膀上。2人一兽开始赶路。殊不知，如今的青云门可是颇为热闹。青云门整个宗门上上下下仿佛披上了一层灰色的纱，气氛只能用压抑来形容。所有的弟子皆是身披缟素。青云门后山中有一座山，在今日被赐名关山。关山之上立有大大小小共计379块碑，碑文皆是云青山亲自篆刻。这些人都是死在这场魔门之乱中的青云门弟子和长老。山顶还有着一块碑，这块碑上刻着的赫然便是慕寒的名字。听闻当日云青山在刻下弟子慕寒这几个字时，一头墨发，瞬间白了大半。今日云青山律一众长老亲至青云门祖师堂上香，随后便会率领青云门所有弟子前往关山祭酒。祖师堂内云青山神色悲怆，青云门几位长老也红了眼睛，伊清秀更是偷偷抹了一把眼泪。云青山手持3炷香插入了香炉之中，大家都是低头不语。大概过了半个时辰的时间，云青山等人一同走出了祖师堂。此时青云门山脚下，所有弟子都已经整合完毕，每个人都身披缟素，大家一同朝着关山进发。每个人脸上都带着悲怆，这一场大战的胜利是圣子慕寒牺牲了自己，无数同门失去生命换来的。虽说先前不少弟子都对慕寒冷眼相加，尤其是他还把大家推的女神萧月都给拿下了，可此时大家心底都极为悲叹。无论怎么说，慕寒都是他们的圣子。尤其是听说了圣子殿下得知了这次针对他们的计划后，不顾危险的悄悄潜入了魔门内部，最后更是为了救人，孤身闯入了白龙洞的水牢，至此一去不复返。所有人对慕寒都多了一丝崇敬，他是为了青云门而死，有如此圣子，他们与有荣焉。此时的慕寒还在御剑返回宗门的路上，他狠狠地打了几个喷嚏，抹了一把鼻子，嘀咕道：什么情况？打了一路的喷嚏，我这是着凉了。徐缺大大咧咧地躺在剑上，一边往嘴里塞着东西，一边含糊不清地说道：估计是有人骂你呢。慕寒又打了个喷嚏，扭头冲着徐缺翻了个白眼：你懂个屁，这一定是有人想我了。的确。此时关山之上鬼哭狼嚎的，不少弟子哭得大鼻涕泡都流出来了，就连云青山都红了眼眶。站在慕寒的衣冠冢前默然不语，一众长老站在不远处看着掌教那估计萧瑟的背影，一个个都是老泪纵横。李林抹了把眼泪，嗓音沙哑道：都是我没用，没能救下圣子。伊清秀轻轻攥住了李林的手：别太自责，如果圣子泉下有知，看见你这个样子，一定也不会开心的。
长老慕云迪也是沉默不语，双臂尽断的他早便是个该死之人。可老天就是这般不公平，自己一心求死却不得死，偏偏要这些年轻人先行一步。吴磊仿佛一夜之间便苍老了许多，弟子无风下落不明，想必也是遭遇了不测。圣子殿下也遭了魔门的毒手，这些年轻后辈怎么忽然间就都走了？李林突然喃喃，可惜啊，圣女就算真的能从那里回来，圣子也不可能就回来了。伊清秀满脸担忧，那孩子太执拗了，为了慕寒竟然……青云门上下一片悲怆，却竟然丝毫没有见到圣女萧月的身影。而此时穆家堡后青石书院之内，沐风满头黑线，沉默不语。大哥穆秋站在他面前破口大骂：老二，你今天不把话给我撂清楚了，今天我非把你这书院都给拆了。沐风无奈地抹了一把脸，穆秋这一张嘴跟个花洒一样，吐沫星子喷了自己一脸。小韩不会有事的，自己为了这臭小子下了这么大一盘棋，现在还得挨骂，自己就少跑了。中土神州听雪楼那是谁想去都能去的，八荒大陆的天涯我都跑了一趟了，真以为那盏龙人陆影溪和那位老夫子是闹着玩的？穆秋哪里知道这些，他只知道现在小韩现在已经失踪了2个多月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我不管，今天你不说出个1、2、3，我真饶不了你。沐风估计也是被穆秋给絮叨烦了，脑子一抽，随口说道1、2、3。穆秋一愣，下一刻眼睛差点就能喷出火来了，身形一动，瞬间就来到了沐风身后，直接给沐风来了个无敌大锁喉。好小子，逗你大哥玩呢？咋的？喝点茶水还要呲大哥呀？沐风身材消瘦，跟穆秋比就跟个小鸡仔一样，被穆秋锁喉锁得直翻白眼。说，小韩呢？说，你说不说？沐风不停地扒拉着穆秋的胳膊，你让我说倒是撒开我啊，你这勒着我脖子呢，我咋说？过了一会，穆秋终于撒开手，一巴掌拍在了沐风的书桌上，把旁边落着的不少书都给震得飞了起来。沐风揉了揉脖子，一脸无语。放心吧，过几天就能见到了，现在应该已经出来了。穆秋一瞪眼，没蒙我。沐风叹了口气，没有，真没有，真没有。穆秋当时就变了脸，一脸笑容的跑到沐风身后，一边捶着肩膀一边说道：你看你早点说不就好了，藏藏掖掖的，害得我白担心。沐风苦笑着摇头，这也不能怪我不说啊，实在是你没问啊，天天在那白龙洞那守着，这才回来几天啊，一回来就跑到这来质问我，上来就是一顿无敌大锁喉。这也就是穆秋，哪怕是中土神州听雪楼的那位魔道剧情白翼，都不敢这么对沐风无礼，这事搁别人身上能拿出去吹一辈子。此时的慕寒还在御剑回来的路上，大概过了1个多时辰，慕寒终于看见了自家山门，他满脸笑意的指着青云门的山门说道：看，那就是我们青云门。徐缺终于站起身，迷眼望去，点头道：不错，颇具气势。慕寒嘿嘿一笑，那当然。二人御剑而下，落在了山门口。慕寒心情愉悦，忍不住大喊道：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圣子殿下又回来了，来吧，让我感受你们的热情。然而一片寂静，慕寒眨了眨眼，搞没搞错呀？这么给面子的吗？慕寒犹不甘心地喊道：兄弟姐妹，父老乡亲们，我穆老三又回来了。依旧还是寂静无声。慕寒嘴角抽搐，要不要这样？而且他忽然发现山门这边居然连平日里看门的弟子都不在了。徐缺道吸了口冷气，忍不住说道：兄弟，咱不会来错山头了吧？慕寒呸了一口：你自己家你能走错了？徐缺寻思了一会，一脸严肃地点了点头：经常走错。慕寒看了徐缺一眼，这是真没救了。忽然慕寒心底一沉，难道出事了？否则不该连看门的人都没有啊。慕寒也顾不得许多，直接拉着徐缺往里走。一进入宗门，慕寒就傻眼了，真就是一个人都没有。慕寒不信邪，各峰都跑了一遍，就连杂役房都去了，结果还是没有一个人。李小刀艰难地咽了下口水：殿下，难道……陈穗面色苍白，难道青云门被魔门袭击了？慕寒的脸色也沉了下来，这种可能性并不是没有，否则青云门怎么可能一个人都没有？徐缺也察觉到了这诡异的气氛，开口道：这里并没有打斗的痕迹，看样子并不像是有人入侵山门。慕寒也是因为考虑到了这一点，所以才没急着下定论。况且他方才进来的时候，虽然无人看管，但是青云门的护山大阵是完好的，山门也没有被破，并不像是有过战斗的痕迹。难道青云门举全宗之力攻入魔门了？慕寒皱紧了眉头，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只不过这么冒险的事情不像是他师尊云青山的风格啊。先前青云门刚刚经历过这场大战，肯定伤了元气，应该不会这么鲁莽行事才对啊。徐缺安慰道：放心吧，不会有事的，说不准你师尊带着弟子们踏青去了呢。慕寒扯了扯嘴角：你还是别安慰了，你这话说的让我更受不了了。慕寒一脸阴郁的朝山门外走去，偌大一个青云门，所有人就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如何能不让慕寒担心？李小刀和陈穗也彻底慌了神，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慕寒沉着一张脸推开山门，自己得出去找找。他们就不信这么多人还能都消失了不成？慕寒刚推开山门，就瞪大了眼睛，差点没把眼珠子瞪出来。山门外是刚刚祭酒回来的青云门一众长老弟子，此时还有人不停的低声呜咽，还有人在偷偷抹着眼泪，每个人身上都身披缟素，这么一幕可怕慕寒给吓着了。
他心里咯噔一下，难道师尊仙逝了？慕寒放眼望去，果真没看到云青山的身影。外面那些人忽然发现自己山门怎么忽然被人从里面推开了，不由得都抬头望去。这么一看不要紧，差点没把魂都吓出来。有些心情起伏比较大的弟子直接白眼一翻，当场晕过去了。卧槽！一些弟子看见了慕寒，不由得脱口而出。慕寒也卧槽了一声，这圣子活了！卧槽！大白天见了鬼了！难道是圣子死不瞑目？这是头七回来看大家吗？呜呜！圣子殿下，你死得好惨啊！有些弟子一边哭还一边往天上扬些纸钱。慕寒，你们都瞎了吗？老子活生生的站在这呢，好不？忽然，一个弟子大叫一声：“不对，你看他，他有影子，他不是鬼魂，难不成诈尸了？诈个屁的尸！这分明是有人冒充圣子。”慕寒满头黑线，才多久没见啊，这就不认识了？终于，远处有几位长老御风而至，然后就是卧槽，卧槽，卧槽，几乎是异口同声。几位长老瞪着眼睛看着慕寒，这尼玛刚上完坟就起尸了？还是李林第一个反应过来，不对劲，这不是诈尸？难道圣子殿下没死？伊清秀忽然看见了慕寒肩膀上趴着的小蜘蛛，神情大变。你们快看，那是妈，一头化神境的异兽，难不成圣子被他绑架了？慕寒重重一拍额头，天哪，这帮人都是什么脑回路啊？都傻掉了吗？这么生龙活虎的一个人站在你们面前，你们非说我死了？慕寒开口道：“你们这是什么情况？”吴磊眯了眯眼，好像的确是圣子殿下呀。李林神情一变，不对，有诈！他赶紧站到众人身前，眼神犀利，高声道：“天王盖地虎！”慕寒脱口而出：“宝塔镇河妖。”李林又道：“嘛哈？嘛哈？”慕寒道：“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加。”李林神情一变，脸红什么？慕寒皱了皱眉，精神焕发。李林嘶了一声：“怎地又黄了？”慕寒说道：“防冷。”我呸！这是把我当敌对分子了？怎么还接上暗号了？李哥，整啥呢？咋回事啊？这……李林当时就热泪盈眶。穆老弟，是穆老弟，圣子殿下没死。这是以前慕寒经常跟他讲的暗号，能对上来肯定是本人了。一听这话，所有青云门弟子都哭了，激动的哭了。圣子没死？慕寒整个一黑人问号脸。谁他娘说我死了？给老子站出来！不是我没死，你们哭什么啊？我没死，你们就这么失望吗？李林瞬间来到了慕寒身前，直接就是一个拥抱，随后又仔细端详了一下慕寒的脸，左看看右捏捏，感叹道：“活的，活的！”伊清秀也赶紧走了过来，双眼含泪：“臭小子，既然没事，怎么不早点回来？害得我们都担心死了。”吴磊踉跄着走了过来，老泪纵横：“没死就好，莫死就好啊！”慕寒挠了挠头，忽然他想起了什么，左顾右盼，结果还是没看到云青山的身影。慕寒心瞬间凉了半截，你们这是……难道……慕寒当时就哭了，嚎啕大哭，坐地上蹬腿哭：“啊，师尊啊，英年早逝啊！”李林一愣：“什么玩意？长教活得好好的呢，虽然受了点伤，但是体格倍棒，一袋米糠几楼都不是问题。不是，慕寒，你听我说。”“啊，师尊，你怎么就走了呀？”“不是，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你听我说。”“啊，我不听，我不听，我不需要别人安慰。”“不对，你听我。”“我不听。”“啊，师尊，你一路走好啊！”就在这时，远处浮现了一道御风身影。云青山之所以没跟着大家一起回来，是今天破例喝了一壶酒，就自己静静地坐在慕寒的坟边，自饮自酌。听见远处那凄惨哭声，云青山又低声叹了口气，不知道是哪个弟子又控制不住了自己的情绪，直接在山门口这边哭了起来，还哭得如此凄惨。只不过这声音怎么这么耳熟呢？云青山御风而来，正巧慕寒双手抹着眼泪，缓缓抬头，四目相对。卧槽！师徒二人异口同声，就连语调都如此惊人的相似。不愧是师徒，不是一家人，还真就进不了一扇门。慕寒揉了揉眼睛，没看错呀。云青山瞪大了眼睛，自己也没看错呀。师徒俩再次异口同声道：“你没死。”青云门主峰大殿之内，云青山和慕寒都黑着一张脸，其余几位长老都憋着笑，脸都憋红了。云青山拿起茶杯，喝了口茶，平复心神，开口问道：“说说吧，到底怎么回事？”云青山一直没想明白，自己在那白龙洞之外，不惜折损自身寿命，用秘法探查，只为寻找慕寒的踪迹，哪怕还有那么一丝极为细微的气息波动，云青山也不会放弃。可足足1个月的光阴，莫说是半点气息波动，就连那么一丝丝的涟漪都没有。那么唯一的可能性，就是自己的这个关门弟子已然陨落。即便云青山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可好像也再没有其他的解释。要知道，正常来讲，白龙洞天的开放时间是7天，如果7天内没有出来，那就再也出不来了。而他们则是在洞天里待了整整1个月，也难怪青云门的人都以为他们死了。临走前的一晚，没人知道云青山到底是怎样的心情。那一晚，云青山守在白龙洞天，为慕寒刻了一个墓碑，起笔落笔之间不过区区几个时辰，可云青山却蓦然间白了头。
慕寒当然看见了云青山那苍白的面色，原本的墨发此时却已经两鬓霜白。慕寒将自己在洞天内的事情全都一五一十的说了出来，当然慕寒故意隐瞒了邀月的存在。饶是如此，慕寒所经历的这些已经是让一众长老们惊掉了下巴，一个个张大了嘴，满脸的不可思议。你的搬山术感受到了一众长老的震惊，表示这都是小意思，不过尔尔，熟练度稍稍上涨了把门一丢丢，当前熟练度无上圆满45%。慕寒翻了个白眼，搬山术是越来越飘了，而且这熟练度涨得也太慢了一些了，简直连乌龟爬爬都不如。云青山听完了慕寒的话，也是一脸愕然。你说那小洞天竟然真的是一条白龙所化？慕寒点了点头，咧嘴一笑，这座小洞天已经是我的了，改日还要师尊帮忙，在咱们宗门这边布下一道阵法，以阵法控制这小洞天的开门与关门，届时咱们青云门弟子就可以随时去往那小洞天历练。云青山，好。你说什么？云青山刚开始还没反应过来，此刻却忽然察觉有些不对劲，那可是一座洞天啊！整个八荒大陆不过36座洞天，72处福地，能坐拥这些洞天福地的宗门，无疑不是那种各州的一方巨擎，或是修为通天的大能。现在慕寒居然说这座白龙洞天归他所有了，这如何能不让云青山震惊？慕寒点了点头，将那斩龙人陆影溪的事情与云青山提了一嘴，同时亮出了行刀。在云青山这边，慕寒的确是毫无保留，除了五行法等，慕寒基本没有隐瞒。云青山看着慕寒手中的行刀，饶是他也不由得眼神一变，这可是名副其实的上品神器啊！整个青云门也才只有一件上品神器，而且还破损较为严重，如今品阶差不多已经跌到了下品，这已经是青云门的镇宗之宝了。看着慕寒随手就掏出来一件上品神器，云青山眼皮都抖了一下。这还没完，慕寒又祭出了一颗龙珠，笑道：机缘巧合之下，在那洞天之中获得了一颗龙珠，已经被我炼化成了本命物。云青山眼睛都快瞪出来了，其他长老也是面面相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慕寒好似又想起了什么，略一沉吟，便从方寸物中取出2颗蛇蛋。洞天中有一条金丹境巅峰的白蟒，他临死前将这2颗蛇蛋托付给了我，我答应他会在青云门后上中给他们找一处栖身之所，能安心修炼。云青山咽了下口水，自家弟子是多宝盒吗？怎么会有这么多宝贝？这种小洞天之中的异兽子嗣，完全是可遇而不可求。就像是这2颗蛇蛋，只要孵化而出，不出100年，就会是2条元婴境的蛟龙之属。若有机缘，再得以走江化龙，届时便会是2条化神境的护山异兽。云青山已经变得心情激荡，他拿起茶杯，刚想喝口茶说上2句，却见慕寒忽然又从方寸物中取出来一颗金灿灿的龙蛋，哐当一下就放在了地上，生生给地板都砸裂了。噗！云青山一口茶水喷了出来。卧槽！这下云青山是彻底绷不住了，有一位长老甚至在椅子上没坐稳，直接滑了下来，目瞪口呆地看着地上那颗金灿灿的龙蛋。那位长老磕磕巴巴，半天没说出来一句完整的话。云青山也彻底懵了，这白龙洞天算是让你玩明白了。行啊，太行了，龙元、龙蛋、龙珠，你是一样都没落下呀。云青山不知道的是，其实慕寒的方寸物中还有着一个龙骨制作而成的竹简。慕寒挠了挠头，也是偶然所得。云青山深呼出一口气，就差没自己给自己按一回人中了。自己这个弟子还真是见好就收啊，见着好东西就收到自己手里。云青山看了一会那龙蛋，最后缓缓说道：那2枚蛇蛋便交与宗门处理吧，会为他们留出一座无名山头，用以他们修炼。至于这龙蛋，这是你自己的大机缘，为师不好插手，但是要切记，切莫在外人面前显露，这等真龙后裔已经无法用金钱去衡量了，你要小心看管才是。真龙后裔，仅是这4个字便价值连城。世间如今已无真龙，慕寒手中的这颗龙蛋一旦孵化而出，或许便会是人间最后的一条真龙。仅仅是幼龙便会有金丹境的修为，其体魄更是坚韧无比，不输4境5夫。这还只是刚刚孵化而出的幼龙，但是像这种真龙生长期也极长了，800岁以下的真龙其实皆是那幼龙，800岁以上的真龙才算是真正成年。成年的真龙境界至少会达到渡劫期，甚至是大成，其体魄强度更是比那9境5夫还要坚韧。任何一座宗门若是有这样一尊护山供奉，那基本上就可以位列八荒大陆顶级宗门了。但是云青山却不愿以宗门之名将这龙蛋留下，这是自家弟子的机缘，这等机缘其间都是沾有因果的，旁人不好插手。云青山的视线忽然又落在了慕寒肩头上的那漆黑如墨的小蜘蛛上，那小蜘蛛恰好也眼珠一转，滴溜溜地看向云青山。云青山面色微微一变，方才他就感觉慕寒肩膀上这只蜘蛛有些不对劲，即便他体型如此之小，而且好像还特意压制了体内气息，但是云青山还是一眼就看出这只蜘蛛的境界大概达到了化神境。慕寒察觉到了云青山的视线，赶忙开口解释道：这是白龙洞天中的一只异兽，与我有过300年的约定，我带他离开洞天，他会做我们青云门300年的护山供奉，但是我们要提供他修行所需的一切资源。云青山瞳孔一缩，此话当真？慕寒点了点头。云青山不由得开怀大笑，这可是一位化神境的护山供奉啊！放眼整个东皇州，都没有几个宗门能有一位化神境的护山供奉，而且还是一尊异兽。几位长老也是面带喜色，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啊！
虽然经过上一次的大战，青云门伤了一些元气，但是只要给青云门大致3年的时间，青云门就能恢复如初，甚至还能更进一步。因为吸收了那些被破宗门的弟子，这是一股不容小觑的力量，但是却需要渐渐与青云门融合。这段时间里，青云门才会是最虚弱的时间，尤其是宗门顶尖战力皆受损严重，就连云青山都重伤未愈。但是如今有了这话神境的护山供奉，便算是雪中送炭了。云青山心情大好，连连点头。一旁的长老吴磊此时却忽然开口问道：“殿下，你方才说无风？”慕寒一愣，差点露馅。无风另有其寓，只不过这段时间怕是很难返回宗门，少则3年，多则5载。不过请吴长老放心，无风并没有性命之危。吴磊红了眼眶，连连点头，嘴里不停地说着：“活着就好，活着就好。”此刻的吴磊不再是一个境界高深的宗门长老，而是一个担心弟子的年老长辈，让人见之心酸。若是他知道无风无奈之下堕入魔道，不知会作何感想，或许能够释然，也或许无法接受。慕寒悄悄叹了口气，不管怎么说，无风都是他们青云门的人，就算他堕入魔道意图，慕寒也不会将他视为异类。他是为了自己才会沦落到这般境地。慕寒左右看了看这议事厅，开口问道：“师尊，怎么没见到萧月？他还在闭关吗？”云青山神情一僵，没有说话。慕寒望向众位长老，长老们都躲着他的目光，不敢与之直视。慕寒心里咯噔一下，眉头皱紧，不对劲。师尊，萧月师姐呢？云青山依旧沉默。慕寒这下彻底急了：“师尊，你说话啊！萧月呢？”云青山叹了口气：“萧月他，那时我们都以为你已经死在了水牢第3层，也就是那白龙洞天之内，苦苦探查了1个月，却没有半点消息。当时就连我也放弃了。可是萧月认为你一定是被困在了其中，他不相信你会那么轻易的死在里面，所以……”慕寒握紧了拳头，手心内满是汗水。所以怎么了？云青山沉默了一会，继续说道：“所以他去了乾坤学院，他认为学院之内高人辈出，一定会有救你的法子。”慕寒瞬间站起了身：“我去找他。”云青山面色复杂的说道：“晚了，萧月他如今已经进了乾坤学院。”慕寒皱了皱眉：“不是说还需要参加选拔？”云青山摇了摇头：“选拔是在3年后，萧月怎么可能耐住性子等3年之久？关于这一点，你有所不知，乾坤学院其实一直以来都有一个特殊名额，只不过想拿到这个特殊名额几乎是九死一生。在学院之内有一处试炼之地，只要能闯过这试炼，便能获取这个名额，且会被院长收为学生。但是1000年以来，顺利通过那秘境试炼的人不过寥寥3人。”云青山说着，又是叹了口气：“说句难听的，萧月此行可谓是十死无生，可是他们根本就拦不住萧月。”慕寒面色大变，没想到萧月为了自己，竟然去了如此危险的地方。同时，慕寒心中也莫名的生出一股怒火：你们难道就任由他如此胡闹？既然知道那地方如此危险，却不拦住他？议事厅内，包括云青山在内，所有人都在沉默。慕寒握紧了双拳，随后又猛地松开。他吐出一口气，问道：“那试炼之地在哪？他是什么走的？”云青山依旧是沉默着。已经失去了萧月，青云门不能连慕寒也失去啊！慕寒终于再也忍不住了，吼道：“无论如何，我一定要找到萧月！”伊清秀站起身，厉声道：“慕寒！”慕寒咬着牙，死死地盯着云青山。好，不说是吧？不说我就自己找。语罢，慕寒拂袖而去。伊清秀赶忙了上去，李林也坐不住了，他望向云青山道：“掌教，你……”云青山摆了摆手，自顾自站起身，独自离去。议事厅内再度陷入了沉寂。外面，慕寒遇见来到了萧月的圣女宫，看着大门怔怔出神。伊清秀站在慕寒身旁，轻声道：“要不进去看看？”慕寒却摇了摇头。他再度御剑而起，这次直接来到了圣女峰的峰顶，坐在山顶，看着波涛云海。伊清秀便站在他身侧，也没急着开口，而是与慕寒一样，看着眼前那片云海发呆。不知过了多久，伊清秀忽然说道：“月儿以前不开心的时候，就总会来这里，坐在山顶看着云海发呆。”慕寒轻轻嗯了一声。伊清秀又道：“你不该对掌教发那么大脾气的，他已经为了你付出很多了。”慕寒忽然低下了头：“我知道，只是……”慕寒没有继续说下去。伊清秀叹了口气：“当时你身陷重围，掌教不顾众位长老反对，毅然决然地选择举全宗之力去救你，最后更是以1敌3，重伤了妖月不说，还杀掉了一位反虚境一层的魔门修士，最后拼死等到了长河剑宗的宗主和9天宗的太上长老来援，最终重伤了那位莫姓魔门修士。要知道，那位魔门修士的境界可是达到了反虚境界7层。”慕寒听得一愣，心中更是大为震惊。据他所知，云青山如今好像才入反虚境不久，如今貌似才是3层吧？没想到自家师尊竟然这么能打。慕寒忽然又想到了什么，开口问道：“师尊他是不是？”伊清秀点了点头：“掌教为了救你，先是不惜秘术与人搏命，本就已是重伤之躯，后来为了能找到你的下落，更是不惜以折损寿命为代价，可惜最终依旧是一无所获，甚至还牵动了救急。”慕寒抿着嘴唇不说话。伊清秀也不再言语，他扭头望向那片云海。萧月可是他从小一手带大的，若说难过，谁能比得过伊清秀？可正因如此，伊清秀才没有阻拦萧月，因为他太了解他了。如果拦着萧月不让他去，那他这一生恐怕都再难走出来。伊清秀在这待了一会便走了。他知道现在就是说的再多，慕寒也听不进去。慕寒就这么呆呆地坐在山顶，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忽然一阵脚步声传来，慕寒回头望去，看见来人之后，先是一愣，随后便要站起身行礼。那人摆了摆手，随后竟是直接坐在了慕寒的身侧，非是旁人，自然是青云门掌教云青山。慕寒看着云青山那已经斑白的双鬓，心头一酸，师尊，对不起，今天我……云青山却只是淡然一笑，无妨，你若是不冲为师发脾气，为师反倒是会觉得你变了。慕寒咬了咬嘴唇，没说话。云青山问道，在那洞天之中受了很多苦吧？慕寒鼻子一酸，红了眼眶，倒不是觉得委屈，而是想到云青山为了自己伤得这么重，甚至不惜折损阳寿，事后却连提都不提，反而是在关心自己在那洞天之中有没有受苦。云青山看着那片云海，想了想，说道，明天收拾一下东西。慕寒一时间没反应过来。云青山又道，为师带你去乾坤学院。慕寒愣在了原地，他还以为云青山是来劝他不要去的，不成想竟然是准备带他去。云青山自顾自一笑，为师知道一定拦不住你，索性便不拦了，况且为师像你这般岁数的时候，比你还要盛气凌人，现如今不也是一宗掌教？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我云青山的弟子没理由不如他师尊啊。云青山扭头看了慕寒一眼，感受到他体内金丹境9层的气息波动，笑着点了点头，你看我收徒弟的眼光就比你拜师的眼光要好很多。慕寒咧嘴一笑，泪水却夺眶而出。云青山站起身，丝毫没有高人风范的拍了拍屁股上的灰尘，说道，走了走了，明天还要赶路，我这身子骨跟你们年轻人是没法比喽。云青山走了2步，忽然顿住，扭头对慕寒说道，这一路不会不过太平的。慕寒想了想，瞬间了然，魔门一事尚未了结，那名叫莫七的听雪楼修士重伤远遁，至今下落不明。先前慕寒身在洞天之内，他自然是找不到慕寒，可如今慕寒既然都已经出了洞天，那么自己的行踪是否已经暴露，他不敢确定。云青山又道，我会一路暗中跟随，最好是能引蛇出洞，一绝后患。慕寒点了点头，他已经知道该怎么做了。莫七若是还准备对自己下手，那么自己从青云门到乾坤学院的这段路就是最佳时机。此次上路，自己为饵，钓的就是重伤的莫七。云青山就此离去，慕寒站起身，目送云青山离去，默默行了一记弟子礼。不一会，徐缺从山脚下走了上来，站在慕寒身后，扯开嗓子喊，哟，姓穆的，听说你要去乾坤学院？慕寒转身，怎么？徐缺一叉腰，嘿，这不巧了吗？慕寒挑了挑眉，你也要去？徐缺斩钉截铁道，不去。慕寒差点一口气把自己呛死，不去你在这嚷嚷什么？徐缺吊儿郎当的走了过来，拍了拍慕寒的肩膀，真要去？那地方我听我师父说过，真不是闹着玩的。慕寒望向远处，就算是刀山火海也要去。徐缺摇头道，即便是刀山火海，也比那地方要安全得多。慕寒一愣，这么吓人？徐缺点了点头。慕寒揉了揉下巴，半天才蹦出一句话，那就更要去了。徐缺哑然失笑，一夜无话。第2日，小蜘蛛留在了青云门，且有了一个道号蜘蛛。一位化神境护山供奉，云青山甚至专门为其开辟了一座供其修炼的山峰。慕寒与徐缺再次站在了山脚下，他准备送慕寒到乾坤学院，然后再一路游历回枫叶州。这乾坤书院共有7个分院，大致来说就是各州都会有一个分院，总院自然是设立在了中土神州。慕寒要去的便是东黄州的分院。2人御风而行，慕寒甚至都没来得及回家报一声平安。实在是时间紧迫，越是拖得久，萧月便越是危险。而就在慕寒2人走后不久，在东黄州一处隐秘之地，一位黑袍神秘人猛地睁开了双眼。他摊开手，一座山河景象赫然出现在了他的掌心。长官山河，反虚境强者，此人正是那听雪楼修士莫七。当时被云青山联手长河剑宗赵四与九天宗太上长老齐毒，将其重创远遁，不成想竟然一直留在东黄州。莫七紧盯着掌心中的山河画面，在其中有2道人影闪动。呵呵，五行法终归是逃不出我的手掌心。原来莫七当时在白龙洞之时，便悄悄在慕寒身上留下了一粒星神戒子，只不过后来慕寒无奈之下躲入了小洞天之内，莫七根本探查不到慕寒的踪迹。如今慕寒出了白龙洞天，莫七自然而然便感受到了慕寒的存在。与此同时，枫叶州有一人御风远游，他叫尉迟山海，枫叶州武道第一人周书的开山大弟子，七境武夫，也是之前洞天内慕寒杀死的许明的大师兄。还有一人与之同行，是马龙的师姐云婉海，6境巅峰武夫，手持一杆雁翎枪。2人皆是要跨州远游。慕寒在白龙洞天接连杀了马龙、许明，自认为天衣无缝，却没料到2人在自家祖师堂内皆是燃着一盏本命灯。此灯需要修饰一滴精血作为灯芯，制作工艺极为繁琐，价格高昂。而就在前不久，许明的本命灯竟是缓缓熄灭，这也就意味着许明彻底的油尽灯枯，陨落于世。但是在本命灯熄灭的最后一刻，会从烛火中映出修士临死前看见的一幕幕，这才有了尉迟山海和云婉海2人联袂跨州远游的这一幕。显然2人都是为了慕寒而来，而慕寒和徐缺此刻正御剑赶往乾坤学院。慕寒御剑速度极快，片刻都不敢耽误，每耽误1分，萧月就危险1分。这乾坤学院位于东黄州最边缘，也就是东海之畔。传闻东海之畔有一座武帝城，到了武帝城，也就相当于到了乾坤学院。
慕寒一路御剑，几乎是不计自身灵力损耗的赶路，可二人谁都没有发现，就在二人身后大概千里之外，有一位黑衣人，身影闪烁不定，往往一步踏出就已过百里之地。这黑衣人微微抬头，望向慕寒远去的方向，嘴角翘起。他又是一步踏出，只不过这次刚走出一步，他便猛地回头。黑衣人驻足原地，回头望去，眉头微微皱起。他再度摊开手掌，掌观山河，却一无所获。奇怪，难道……黑衣人沉吟片刻，目光渐冷，最后身影瞬间消失在了原地。路上，你知道你师尊为什么不拦着你去乾坤学院吗？徐缺难得一脸正经地对慕寒说道。慕寒有些不解，什么意思？徐缺淡淡地说道，你真以为你师尊拦不下你？抛去那层师徒关系，你只不过区一个金丹境，他一个反虚境，难不成还拦不住你？慕寒皱了皱眉，你到底想说什么？徐缺说道，姓慕的，你是真傻还是装傻？慕寒脱口而出，真傻。呸，不是，你到底要说什么？今天脑子搭错弦了。徐缺拍了拍慕寒的肩膀，你在白龙洞天里惹上了那么多仇家，真以为自己做的神不知鬼不觉了？老实说，以你师尊的心智和本事，这么多年也就是困在了这青云门和这小小的东皇州，我敢保证，他若是愿意，即便在中土神州都能闯出一番天地。这样的人，你觉得他会下错任何一步棋吗？不会。如果我猜的不错，枫叶州那边很快就会有人来了，大概帅会找上青云门的麻烦，让青云门交出你这个圣子。慕寒神情一震。徐缺又道，你师尊怕是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青云门恐怕真的护不住你，所以这才甘愿你来这乾坤学院冒险一试。若是你真能通过那几乎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试炼，有了乾坤学院这张护身符，你便可以安然无恙了。慕寒竟是丝毫没有考虑到这一点，他一时间被萧月的事情冲击得有些晕头转向。此时经过徐缺的提点，慕寒瞬间明悟。徐缺感叹道，你这个师尊为了你真可谓是煞费苦心啊。慕寒神情复杂，此时箭在弦上，已然是不得不发。摆在慕寒面前的只有一条路，那就是通过试炼成为乾坤学院院长的学生。这样一来，慕寒不光能救下萧月保住自己，还能以学院之名护住青云门。慕寒握紧双拳，无论如何自己一定要通过这试炼。往前大概还有3天的路程，幸亏这是在东皇州，而且青云门本就地处东皇州边部，距离那乾坤学院算不得太远。若是换成其他大州，单就赶路一事就需要个把月的时间，到时候啥菜都凉了。又往前行进了一天，这天傍晚，宁静的夜终于被打破了。慕寒体内的灵力快要见底，只得盘膝休息一段时间，补充灵力。大概过了1个多时辰，当慕寒刚刚站起身，准备招呼徐缺接着赶路时，慕寒忽然发现徐缺不见了。下一刻，一道人影极为狼狈且仓促地从远处御风而来，瞬间落到慕寒身旁，一把拽住了他的胳膊。快走！徐缺厉声喝道。慕寒很少见徐缺有这种表情，心底一沉，一定是出事了，而且是大事。难道莫七这就忍不住要动手了吗？慕寒双眼闪动着异样的光芒，他带着徐缺直接御剑而起，身形化为一道剑光，一闪而逝。可就在这时，一道冷漠嗓音忽然传入了慕寒耳畔，想走，先把命留下。一股武夫气势拔地而起，那种威压几乎压得慕寒喘不过来气。这是七境武夫，一道人影极为突兀地站在了慕寒身前，凌空而立，神情淡漠，眼神中却充斥着杀意。又是一道破空声袭来，一杠长枪瞬间钉入了慕寒身后的地面之上，堵住了他的退路。仅仅3息的时间，便有一位姿容中等，但是双腿极为修长的女子立于长枪之上，前后夹击。慕寒一愣，因为身前这人竟然不是莫奇，是一张生面孔。慕寒确信自己曾经绝对没有见过此人，而且看此人的气机流转极为骇人，分明是一位7境武夫。身后那持枪女子则是一位6境巅峰武夫。慕寒眉头紧皱，这2个人突兀出现，打乱了他所有的计划。而且从身前那青衣男子身上传出的阵阵威压，让慕寒感到有些心悸。武夫6境界是一个分水岭，7境武夫更是会有一个质的飞跃，说是拳摧山川，脚踏江海，丝毫不为过。慕寒的武夫境界方才5境，面对这等强敌，甚至连武夫真气都隐隐有提不起来的意思。徐缺面色阴沉，朗声道：尉迟山海，事情别做得太绝，洞天秘境福地机缘完全是个凭本事，生死有命，出了洞天恩怨变了，你不惜万里来此找一个晚辈寻仇，未免落了下乘，就不怕枫叶州武夫耻笑于你？慕寒神情微变，他知道这些人的身份了，只不过没想到竟然来得如此之快。这位名叫尉迟山海的，想必就是那许明的师兄了。师出同门，皆是枫叶州武夫，怪不得徐缺会认识此人。而身后那女子善使长枪，看来与那马龙关系匪浅，应当也是师出同门，寻仇未免来得太快，这让慕寒有些猝不及防。尉迟山海仍旧是那一脸淡漠的神情，瞥了徐缺一眼，冷冷地说道：此事与你无关，真要掺和进来，叶双双也保不住你。徐缺蓦然间勃然大怒，你是个什么牛马？我师父的大名也是你能随口说的？出了枫叶州就开始摆阔，这话你敢不敢跟我回去当着我师父的面说一次？不把你师打出来，小爷我算你拉得干净。还有你一个娘们，玩点什么不好，非要玩枪，大晚上的在这吓唬谁呢？尉迟山海面色一冷，徐缺，
真以为我不敢对你动手？徐缺耻笑一声，哎呦我擦，小爷我这暴脾气，来来来，照这打。徐缺指着自己的脑袋，伸长了脖子，来，小爷我今天让你打，你今天要不打死我，回风叶州爷爷我就死你！尉迟山海面色阴沉似水，体内气机波涛汹涌，显然是动了杀机。身后那女子武夫云婉海倒提长枪，面对徐缺的言语挑衅，丝毫不放在心上。他死死地盯着慕寒，此次下山师尊只与他说了一句话：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刹那间，慕寒古剑出鞘，这一架看样子是避不开了，那就打，反正师尊还在后面跟着呢。本想着钓莫七这条大鱼，却没想到几个小虾米先上钩了。慕寒扯了扯嘴角，与二人同时说道：一起上还是一个一个来？算了，还是一起上吧，我赶时间。红芒一闪，行刀也瞬间出现在了慕寒手中。慕寒决定硬抗，顺便检验一下自己的实力，看看和其他州的天骄有多大的差距。如果自己能扛过去，计划就可以照常进行；若是扛不过去，那就只让师尊出手了。反正面前这两人大概率是要悲剧。慕寒冷笑摇头，可惜的是，师尊若是一出手，不管那莫七到底有没有来，大概率都不会再出现。以后再想找到一个将莫七引出来的机会，可没这么容易了。徐缺忽然小声道：真打？打不过的，找机会就跑，我拖住他们两个，他们不敢对我下死手的。慕寒摇了摇头，我可没有放弃兄弟的习惯。徐缺一脸恨铁不成钢的表情，演戏你晓得不？谁让你放弃我了？老子又不是要去送人头。慕寒还是摇头，不行，万一他们失心疯，真下了杀手，你怎么办？徐缺怒道：小爷我还能怕他们不成？慕寒也怒了，你要真那么牛，你倒是把他们给弄死啊！弄死就弄死，真以为小爷我没有底牌？那你倒是往外掏啊！你说掏就掏。尉迟山海皱了皱眉，什么意思？还没开打就内讧吗？云婉海也是一愣，自己拿到的剧本好像不是这样的，不是要干架吗？慕寒瞪着徐缺，你掏啊！我看你就是没有，在这装大尾巴狼。徐缺气得咬牙切齿，哎呦我操，这年轻人不服是不是？是不是不服？慕寒道，就是不服，有种干我！徐缺这还忍得了，右手忽然就伸进了怀里，不知道在掏什么东西，一边掏还一边喊：你呀别跑，亏我帮你当兄弟，你等着，看我今天不干你一下！慕寒嗤笑一声，来来来，我今天要是跑，我是你孙子！尉迟山海和云婉海都懵了，这要不要先劝劝架？忽然，徐缺猛地从怀里掏出一个弹丸，猛地朝地面一砸，顿时烟尘四起，视线受阻，就连神识都受到了一定的影响。跑！慕寒和徐缺同时大喝一声，两人身形瞬间移动，立马就消失不见了。徐缺刚才骂街的时候，慕寒就明白他想干嘛了，二人之间的默契此刻便显现了出来，无需言语提醒，只需要一个不经意的眼神，二人就懂了对方是怎么想的。慕寒御剑带着徐缺，御剑的速度要比御风快上许多，等尉迟山海和云婉海反应过来的时候，二人早已经不见了踪影。孙贼，你挺会玩啊！尉迟山海勃然大怒，云婉海俏脸冷若冰霜，竟然让两个小崽子摆了一道。二人御风而起，根据慕寒的气机残留，一路追击而去。慕寒御剑的速度比之寻常剑修已经是快上不少，可在身后二人的追击下，仍旧显得有些后劲不足。徐缺急得直挠头，冲慕寒说了一句：你再加把劲，打咱俩肯定是打不过了，我试试看能不能气死他俩。慕寒眼皮狂跳，兄弟，你可得悠着点啊！徐缺一手叉腰，一手指着后面那两个小黑点，破口大骂，甚至怕后面那俩人听不着，还提起了一口五夫真气。尉迟山海，别他娘的追了，老子又不是你的俏媳妇，你咋个还穷追不舍呢？憋得慌就找你旁边的云大娘，她是真的练过武术，那双大长腿能夹死人。尉迟山海咬了咬牙，小兔崽子，今天不把你腿打折，老子明倒过来写。云婉海眼中也多了一丝杀意，真的不要试图去惹怒一个女人，那样的后果真的很可怕。徐缺咽了下口水，怎么好像这俩人御风的速度更快了呢？尉迟山海，别追了，省省力气，多补补脑子吧。你那复杂的五官已经掩饰不住你朴素的智商了，还追？小爷拿你当人的时候，你尽量装得像点好吗？我是不是没说你啊，云大娘？真以为自己还是朵花呢？多大岁数了，心里没点数吗？你要是朵花，牛都不敢拉屎了。尉迟山海和云婉海的面色已经阴沉的能滴出水来了，这小兔崽子的嘴怎么就这么损呢？徐缺喘了口气，刚要继续接着开始精神层次上的攻击，却见慕寒黑着一张脸回头冲着徐缺道：差不多得了，别骂了。徐缺瞅了慕寒一眼，慕寒黑着一张脸，我快没灵力了。徐缺一惊，那不完犊子了吗？后面的尉迟山海和云婉海速度更上一层楼，徐缺还以为自己能言语扰乱二人的心境，至少气机有那么一丝紊乱，速度就会稍稍降下来，不成想直接把二人激怒了，速度比之方才更快了。而且慕寒的灵力眼看着就要见底了，御剑的速度越来越慢，估计只需要半炷香的功夫，二人就算是阴沟里翻船了。果然，还没到半炷香的时间，慕寒御剑的身影就开始变得摇摇欲坠，下一刻干脆就从半空中跌落，二人摔落在了一处无名山巅。徐缺苦着一张脸，这下算是完犊子了。慕寒一屁股跌坐在山顶，望着远处那越来越近的两个小黑点，叹了口气。不过几个呼吸的时间，尉迟山海和云婉海便已经来到了二人面前。
尉迟山海青筋暴起，跑啊！怎么不继续跑了？徐缺摆了摆手，不跑了，不跑了。2条腿的终究是跑不过4条腿的，你们赢了。你该死！云婉还美目一瞪，长枪一动，便要捅穿徐缺的咽喉。尉迟山海却忽然拦下了云婉海这一枪。先等等，这小子还不能杀，省得到时候惹一身腥。等下废了他，就把他丢在这，是生是死，跟咱们可就没有任何关系了。云婉海眼神微变，冷哼一声，缓缓收枪。对于那女子五福叶双双，即便2人谁都不提，但是心里其实都很忌惮。尉迟山海望向慕寒，冷冷一笑，对那云婉海说道：“尸体你可以带回去，神魂我要抽离带走，届时以神魂凝为灯芯，让他永远遭受无尽的痛苦。”云婉海点了点头，可以。慕寒神情讥讽，他忽然望向2人身后，惊呼道：“天，那是什么？”2人皱了皱眉，回头一看，身后却空空如也。尉迟山海一口钢牙都快咬碎了，死到临头了还敢耍这种小把戏？你是真不知道死字怎么写啊？慕寒一脸疑惑。那你知道？我……尉迟山海差点一口气没捋顺把自己给呛死，他再也忍不住了，大手一挥便要掐住慕寒的脖子。谁知慕寒满脸惊恐地看向尉迟山海身后，卧槽，见鬼了！尉迟山海下意识回头看去，结果还是空空如也。徐缺扑哧一下笑出了声，扭头望向慕寒，指着尉迟山海道：“你瞧这个憨批！”尉迟山海怒发冲冠：“2个小兔崽子，今天不把你们皮都给扒了，我这一身武学算是练到狗身上去了。”尉迟山海浑身气势彻底铺展开来，右手化掌为拳，竟是准备一拳打爆慕寒的脑袋。谁知慕寒神情没有半点变化，淡然地看向尉迟山海说道：“要不这样，你们走吧，我这个人还是很大度的，虽然我们跑了一路确实是有点累了，但是没关系，我原谅你们了。”云婉海忍不住看了慕寒一眼，这人脑子有病吧？你放我们一马？脑子里要是不进几斤水，真说不出这话。可慕寒的神情却极为认真，他是真的准备放过这2个人。在慕寒看来，那个或许一直隐藏在暗处的默契才是最棘手的存在。只要他还存在着一天，青云门上上下下就都不得安生。一位反虚境的修士，若是铁了心跟青云门过不去，那将会极为可怕。只有千日做贼，哪有千日防贼的道理？慕寒叹了口气，真的，你们走吧，我原谅你们了。这事就算翻篇了，你们针对我是绝对不会有好果子吃的，相信我。尉迟山海冷冷一笑，境界不高，口气不小。云婉海说道：“无需跟他多费口舌，这里毕竟是东黄州，若是让学院那边知道了，会稍稍有些麻烦。”尉迟山海点了点头。慕寒这时犹不死心地问了一句：“你们真的不走？挺大岁数，怎么就是不听劝呢？非得吃点苦头才行？”尉迟山海脸上闪过一丝讥讽笑意，到底是谁要吃苦头，还有未可知。慕寒叹了口气，他这下是真没辙了，怎么半路就遇上这么2个傻缺呢？真是出师不利。慕寒望向尉迟山海身后，神情无奈地说道：“师尊，该你出场了。”尉迟山海冷笑连连，死到临头竟然还想着玩这种小把戏，你以为我会在同一个地方跌倒3次吗？云婉海也是一阵冷笑，尉迟山海率先动手，一拳直取慕寒的脑袋。慕寒却不躲不避，笑容讥讽地看着2人。就在尉迟山海这一拳马上将要临近慕寒之时，一道人影闪过，随后便是一声巨响，尉迟山海整个人都陷入了慕寒身前地面之内。云婉海身体一僵，目瞪口呆。云青山负手而立，面带笑容，他一只脚踩在尉迟山海的脑袋上，微微拧转，尉迟山海的整个头都被踩入了泥土之中。云青山笑望向云婉海，问道：“诸位，为何要对小徒动手？我青云门可有得罪的地方？”云婉海瞳孔猛地一缩，在云青山问完这句话后，瞬间拧转身躯，便想要御风而逃。既然来了反虚境修士，云青山摇了摇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如此便走，未免失了礼数。只见云青山手腕微微拧转，云婉海的身形陡然一顿，仿佛被一双五行大手扼住了喉咙。云青山再轻轻一扯，云婉海便凌空倒退而行，这一幕滑稽却又让人笑不出来。徐缺偷给慕寒比了一个大拇指，萌。慕寒却有些笑不出来，师尊无奈现身，若是莫欺此时便隐于暗处，想必就不会再现身了。这绝对不会是一件好事，将会是一个天大的隐患。而且这尉迟山海和云婉海也是一个烫手山芋。慕寒站起身，微微叹了口气，多事之秋啊。慕寒望向云青山道：“师尊，这2人。”云青山微微一笑：“无妨，无故对我宗门圣子出手，被我抓了个现行，且有徐小兄弟作证，就算是闹到乾坤学院去，他们也是站不得理的。乾坤学院无疑是一处修行圣地，但同时也是规则的制定者。八荒大陆一共有8座学院，分别坐落在8大洲，既是镇守，也是威慑。否则这些山上神仙一旦毫无约束，岂不是要乱了套？匹夫一怒，血溅5步；天子一怒，横尸100万。可若是那山上修道有成的大能，如此一怒，便会是山河破碎。而乾坤学院的存在，便是尽量控制此类事件的发生。所有人，不管是名门正派，亦或者魔道剧情，或是那山泽野修，都必须要遵守学院的规矩。”云青山双袖一挥，用灵力将这2人捆住，冲着慕寒说道：“魏师便就此返回宗门，你一路小心。”慕寒点了点头。可星湖之上，云青山同样以秘法说道：“魏师会一直护送你到武帝城，那末期绝不会善罢甘休。”慕寒面色不变，只是恭恭敬敬行了一礼：“弟子恭送师尊。”
云青山笑着点了点头，随后御风而去，几个闪烁间便再不见踪影。慕寒原地休息了片刻后，便再度启程。大约在慕寒走后半个时辰，这座无名山巅忽然黑气涌动，渐渐变成了一个身披黑袍的神秘人。莫七，他眼神冰冷地望着慕寒离去的方向，冷冷一笑。果然，那云青山果然一直在暗中跟随，只不过这一步棋，莫七也早就料到了，所以一直不曾现身出手。莫七微微合上双眼，感受着此处的气机残留，嘴角微微翘起。才刚刚开始呢，云青山，你可千万别让我失望啊！又过了1日，距离那武帝城已经越来越近，慕寒的脸上却看不见任何喜色，只因为那莫七竟然一直都没现身，甚至就连他自己都忍不住猜想，难不成莫七真的放弃了？当初重伤之后，干脆就远遁了。徐缺见慕寒心神不定，不由得拍了拍他的肩膀，放心，你有你的安排，我也有我的安排。慕寒有些意外，徐缺竟然也留有后手。正想着，慕寒的心湖之上忽然传来了五行法的声音。五行法，有人来了。慕寒神情一震，终于要来了吗？只见一团黑雾突兀出现在了慕寒面前。徐缺饶有兴趣地看着，侧头问道：这就是那魔道老崽种？慕寒哑然失笑，可手心中仍旧是渗出了一丝汗水。他现如今面对的可是一位反虚境强者。黑雾弥漫开来，莫七缓缓从中走出，直视着慕寒：你逃不掉的。慕寒扯了扯嘴角：谁说我要逃的？慕寒右手上红光一闪，行刀瞬间被他握在手中。莫七瞥了一眼，笑了。一件上品神器，青云门倒是舍得下血本。慕寒耸了耸肩，一脸认真的说道：要不考虑一下入我青云门？就从杂役弟子做起吧，做得好的话，也奖励你一把上品神器，如何？莫七冷冷一笑：黄口小，信口开河。慕寒一摊手：没得谈，那就不要谈了。慕寒右手干净利落的甩了个刀花，随后猛地向某处一抛。莫七皱了皱眉，下一瞬，一袭青衫突兀出现。云青山接住那把行刀，反手握住，刀身贴住手臂，另一只手极为血意风流的附在身后，面带笑容的看向莫七：等你久矣。莫七双眼微眯。云青山转头对慕寒道：向后30里。慕寒点了点头，不敢有丝毫停留，同时心中也极为激动。反虚境强者之间的战斗可不是那么容易就能看见的。慕寒与徐缺二人向后撤了30里，遥望远处战场。云青山与莫七已然是站在了一起，只不过云青山手持行刀，有神器加成，莫七渐渐落入下风。二人的招式没有那种地动山摇、山河破碎的壮观景象，反而是极为寻常。可一招一式皆是杀招，高手过招，往往没有那种大战3天3夜的酣畅，只有生死一线间。慕寒和徐缺二人看得心中震撼不已。可就在这时，一股极度危险的感觉忽然涌上了慕寒的心头。慕寒猛地一推徐缺，自己也是瞬间后撤。就在这时，二人刚刚所站立的地面瞬间塌陷，一道黑影从下面破土而出，竟然也是莫七。慕寒双眼一凝，这名莫七毫不犹豫，身形一闪，瞬间朝着慕寒袭来。慕寒仓促之间以背后古剑挡下这一击，可自己也是狂吐鲜血，身体瞬间倒飞了出去。这名莫七出手极为狠辣利落，一击未曾得手，身形一闪，瞬间追击而去。而此时还在与另一名莫七交手的云青山根本就来不及救下慕寒。就在慕寒即将被这名突兀出现的莫七擒住之时，慕寒嘴角却忽然翘起，瞬间一道波动如水中涟漪一般，缓缓出现在了慕寒身前。真正的云青山终于出现在了慕寒身前，他手持佩剑芳华，人线剑出，只一剑便斩去了这名莫七的一条胳膊。莫七满脸愕然，慕寒稳住身形，擦了擦嘴角的鲜血，眼中闪过一丝惊芒。当初在白龙洞天之时，那位魔门死士就曾施展过一招名为三魔刹的秘术，可以凭空画出3名与自己境界相等、气息一致的分身。慕寒早就将其算计在内，魔门死士都能施展出来的秘术，莫七没理由不会。他与云青山也早就针对此事有过一番复盘，所以才有了如今这一幕。那手持行刀的云青山只不过是一道剑气流形，现在站在慕寒身前的云青山才是云青山的真身。云青山持剑而立，环顾四周，朗声道：再藏下去也是无用，不如现身一叙。既然是三魔刹，那便一定还有一位隐藏在暗处的分身，而且除了这3尊分身，莫七的本体还不知道藏在了哪里。慕寒揉了揉胸口，心中有些烦躁。这魔门秘术层出不穷，当真是难缠至极。果然，在那黑雾之中，又有一位莫七缓步走出。他看着慕寒，毫不掩饰眼中的杀意。云青山的那道剑气流行也瞬间后撤，最后与云青山缓缓合二为一。那柄行刀却被云青山握在了手中。3名莫七站在一线之上，冷冷地看向下方的师徒2人。云青山笑了笑，说了4个字：不过如此。3名莫七同时向云青山掠来，云青山双手刀剑错，剑气纵横，刀刚迸发，以1敌3，竟是毫不落入下风。这毕竟是分身，虽说有3人之多，但是与云青山硬碰硬还是太勉强了些。慕寒站在后方，心思急转。莫七之所以用出3魔刹，一来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若是真能把自己擒住，倒是省去了他诸多麻烦；二来，莫七心里估计也清楚云青山的暗中护道，此次出手或许只不过是要消磨云青山的实力。那么如此一来，也就证明了莫七绝不会善罢甘休，此次过后一定还会有一次截杀。想到这，慕寒不由得心底一沉，只觉得这莫七当真是可恨至极，但同时也开始好奇，
他为何偏偏盯着自己不放？只是因为五行法？慕寒有些想不通。没多久，这3个分身就都被云青山一一斩杀。3个分身死后都化成了一缕黑雾，转瞬间便消失不见。云青山的面色微微发白，显然这对于他来说也并不算容易。慕寒赶紧走了过来，一脸担忧地问道：“师尊，你没事吧？”云青山摇了摇头，眼神却飘向了远方。慕寒知道云青山在担心什么，忍不住问道：“师尊，接下来？”云青山轻呼出一口气，说道：“这盘棋到了如今这个地步，已然是从暗中缓缓浮现。他与我都知道，接下来会有一个了解。莫七这次动手，其实就是想告诉我，他知道我的打算。这盘棋他已经下出了后手，接下来就是收官之战了。”慕寒皱了皱眉：“师尊，那你还要继续隐于暗处吗？”云青山摇了摇头：“没必要了，继续向前吧。如果为师所料不错，武帝城前会再见的。”此时，武帝城外百里之地，莫七盘膝而坐，那3个分身已经化为了3缕黑烟，从鼻孔钻入了莫七的体内。莫七的面色也有些苍白，频繁施展秘术，这让他体内的伤势愈发的严重，甚至于跌尽。他缓缓睁开眼，眼中闪过一道讥讽神色。云青山，不过尔。莫七扭头望向身侧，在他身侧还有着一个全身笼罩在黑雾之中的莫七，这是他先前以无上秘术不惜折损一甲子阳寿，将那魔门探子炼化成了自己的一具替身。这具替身可不是那3魔刹的分身可比的，这具替身完全能达到以假乱真的地步。莫七缓缓站起身，他竟是直接转身向那武帝城而去，只留下那具替身拦在了城外百里之地。环环相扣，一计复一计，云青山认定了莫七一定会在武帝城外拦截，那便如你所愿，这具替身足够陪你们玩上一回了。而真正的莫七则是入了城，静候慕寒。武帝城后便是乾坤学院的入口，只需要横穿整座城，便算是到了。可是最后一段路，对于慕寒来说才是最为难走的。虽说莫七的境界已经跌到了化神境，因为先前在白龙洞的那场大战就已经被重伤，而后又施展这替身秘术，折损了阳寿不说，还牵动了旧疾，甚至又施展了秘术3魔刹，可谓是伤上加伤。可即便这样，莫七与慕寒之间仍是差着2个大境界。莫七已经入了城，他隐去全身气机与气息，如同归西一般，坐在了一处酒肆，跟店小二要了一壶酒，坐着自饮自酌。莫七的一粒心神已经缓缓沉入到了体内，在他的心脏处竟是有着一个肉瘤。更为可怖的是，这肉瘤之上竟然长出了一张婴儿鬼脸，心怀鬼胎。莫七曾无意间得到过一本功法，功法内容让他大为震惊，而且威力无穷。他没有丝毫犹豫，按照功法中的步骤开始一步步修炼。可不成想，最后魔功反噬，虽说最后仍旧是保住了命，可心上也多了这鬼胎。这鬼胎无时无刻不想着吞噬他的心脏，最后破体而出。虽说练此魔功夫陷入了走火入魔，可在这功法的背面却也记载了如何破除鬼胎。所需要的749味药材，耗费了他100年光阴方才聚齐了48味，而那最后一位便是需要修行五行法的修士取他心脏，以心换心。莫七走遍数州，都未曾寻到有修行五行法之人，甚至连五行法这个功法都是鲜有人知。最后，莫七偶然间通过天魔宗的探子，得知了青云门竟然有这五行法，甚至还有人修行成功了。那个人就是慕寒，所以莫七不惜一切代价也要获得慕寒的心。只要能够以慕寒的心入药，以心换心，自己心头上的那鬼胎就能破除。届时说不得连境界都能再进一步。莫七又喝了一口这酒铺的廉价酒水，缓缓闭上了双眼，嘴角浮现一丝笑意。因为城外客人已经来了，云青山果然没有再藏在暗处，而是与慕寒一同前来。此时距离武帝城只有100里之地，隐约间已经可见那座雄城的壮观景象。大潮拍岸，激起浪花无数。而在城外远处，莫七的那具替身已经静立在此许久。云青山拍了拍慕寒的肩膀，只管向前。慕寒眼神有些担忧，云青山只说了2个字：无妨。云青山拔剑出鞘，以剑气为慕寒开路，一剑仿佛斩破长空，在慕寒身前出现了一道生生以剑气劈碎空间而形成的阳关大道。慕寒咬了咬牙，与徐缺2人踏步齐上。慕寒每向前走一步，剑气就会淡薄1分，这也就意味着慕寒身后走过的路都在消失。慕寒没有回头路，正应了云青山的那句话，只管向前。一剑为慕寒开路，云青山手持芳华，终于将视线定在了莫七的身上。莫七也抬眼看了云青山一眼，2人分明谁也没有动，但是体内灵力已经开始沸腾。莫七的灵力漆黑如墨，如无尽深渊，身后的黑雾中还伴随着阵阵鬼哭狼嚎，声音凄厉，摄人心魄。云青山体内灵力则是温和许多，如高山流水，黑雾散开，遮天蔽日。一袭青衫，身处黑雾之中，如江上孤舟。慕寒最后一步踏出，已然入城。回头再望去，云青山与莫七都身处黑雾之中，让人看不真切。慕寒只得继续向前，徐缺与他并肩而行。入了城，慕寒却皱起了眉头。这城中实在是太安静了，没有贩夫走卒的高声吆喝，也没有行人旅客的来往匆匆。慕寒心生警惕，事出反常必有妖。果然，远处道路尽头缓步走来一人。慕寒心一沉，到底是棋差一招啊！徐缺面色也是一变，皱眉道：怎么回事？慕寒摇了摇头，远处那人已经越来越近，非是旁人，正是莫七。城外的莫七
竟然都不是本体。莫七面色苍白，走得极为缓慢，却压迫十足。徐缺双手之上的墨色布带已经被他解了下来，自然垂下，布带之上开始显现出道道火焰纹路。慕寒背后古剑颤鸣不止，他深深呼出一口气，看来只能拼命了。莫七忽然冷冷一笑，阎王让你3更死，你便活不到5更。慕寒背后古剑铿锵出鞘，慕寒握住手中剑，嗓音平淡道：可惜你不是阎王。话音刚落，慕寒一剑斩出，这一剑竟是与云青山方才的开路一剑极为相似，不仅仅是形似，更难得的是有着4、5分神似。这就要归功于他化万物熟练度达到了无上圆满99%之后那恐怖的模仿能力。这一剑去势极快，莫七挑了挑眉，有点意思。慕寒身形也随之向前，在城的另一边有一人还在等他，慕寒怎能放弃？徐缺大声一喝，全身燃起了火焰，他动作极快，朝着莫七狂掠而去，每一步踏出，脚下的青石板都会出现一个燃烧着的脚印。徐缺双眼赤红，胸前那半身麒麟已经变得鲜红无比。更让人诧异的是，徐缺的背后竟然也隐隐出现了一条白龙刺青，麒麟精血，白龙真元。徐缺双手一挥，手臂上缠绕着的黑色布带瞬间捆绑住了莫七。徐缺脸上闪过一丝癫狂笑容，右脚重重一踏，脚下青石板瞬间炸裂，身形也随之拔高。莫七被徐缺带向半空中，莫七的神情却没有丝毫变化，嘴角浮现一丝讥讽笑容。只见他微微一震，捆住他的那布带瞬间炸碎。莫七抬手轻轻推在了徐缺的下巴上，徐缺整个人瞬间呈现一个抛物线的形状，倒飞了出去。慕寒突兀出现在了徐缺身后，一手扶住了徐缺，一手握住古剑乾坤化龙剑，催动体内龙珠，在慕寒身后渐渐出现了一条100丈真龙。徐缺嘴角流出一丝鲜血，可他却丝毫不在意，右手忽然一掌拍在了慕寒身上。只见慕寒身后那100丈真龙竟然又变得凝实粗壮了一些。徐缺体内蕴含着白龙真元，此刻慕寒运转乾坤化龙剑，同时运转搬山术，同时催动龙珠，此刻又有龙元加持，3重威力叠加，身后那真龙剑气威力几乎是在成几何倍数增加。二人对视一眼，同时点头。瞬间，慕寒手腕拧转，一剑递出，剑尖指向莫七，身后那100丈真龙剑气咆哮着向莫七掠去。莫七脸上难得浮现了一丝认真，这道剑气其威力几乎相当于元婴境10重修士的全力一击，如今已经跌尽的莫七面对如此一击也不敢太过托大。徐缺一跃而起，竟是直接跃到了这剑气真龙的身上，他大喝一声火幻，瞬间徐缺全身再度升腾起火焰，就连一头墨发都变成了赤红之色。徐缺的躯体变成了黑色，可在这黑色之上又流淌着红色的纹路，这纹路好似一条条岩浆一般，在徐缺的山上流淌出了一个麒麟模样。徐缺身形前冲，一步步踏在这剑气真龙之上，最后一步踏在了龙头之上，一跃而起，一拳当头砸下。莫七冷哼一声，单手接住了徐缺这一拳，身形丝毫未动。徐缺却忽然咧嘴一笑，莫七皱了皱眉，这一拳内劲。瞬间，莫七身后的黑袍忽然破开了一个大口子，衣衫也开始熊熊燃烧。徐缺瞬间收拳，身形后撤，在他后撤的同时，拿到剑气真龙也已经临近身前。莫七双手横推，身后陡然都出现了一尊高约100丈的妖僧法相，金刚伏龙。妖僧法相生有4手3眼，中间那枚眼睛诡异异常，这法相与那剑气真龙轰然相撞。莫七这时才发现，慕寒竟然已经掠向他身后。慕寒的目标自然不是与莫七死斗，而是武帝城后的乾坤学院。慕寒疯狂向城门奔去，莫七冷哼一声，大袖一挥，滚滚黑雾全部冲向了慕寒。这黑雾竟是幻化成了一根根漆黑长矛，坚硬如铁，速度极快，眨眼间便来到了慕寒身后。慕寒一边疯狂前掠，一边拧转身形，手握古剑挡下数十根黑雾长矛，可仍旧是被一根长矛穿透了腹部。莫七身形一闪而逝，瞬间来到了慕寒身前，右手黑雾弥漫，直接抓向慕寒胸口，竟是准备直接将慕寒的心脏掏出来。慕寒咬了咬牙，同时祭出2把本命飞剑。前尘。莫七忽然发现四周景物一变，眨眼间自已经不在武帝城了。慕寒的本命飞剑之一前尘能自成小天地，将修士困入其中，只不过境界越高便越是束缚极多。徐缺这时也掠到了慕寒身前，一把握住了刺穿他腹部的黑雾长矛，猛地一拽，鲜血喷洒而出。慕寒皱了皱眉，一只手捂住了小腹，另一只手搭在了徐缺的肩膀上。走，我困不住他多久。即便跌了境，莫七也依然是一位化神境修士。慕寒自己都不知道那座小天地能困住他多久。二人疯了一般朝着城门方向奔去，忽然慕寒面色变得一阵苍白，而后又变为了一股病态的潮红。慕寒一口血喷了出来，苦涩道：小天地破碎了。一阵阵空间破碎之声犹如玉碎之声一般传入二人的耳畔。莫七的身影再度出现了二人身前。慕寒又咳出几口血，脸色发狠，继续走。莫七眼中的杀意越来越浓，这慕寒方才金丹境便手段如此之多，若是以后让他成长起来，那还得了。慕寒与徐缺前冲，莫七也身形前冲。就在三人即将碰面那一刻，慕寒身上忽然金光一闪。往事，慕寒的第2把本命飞剑可以凝滞光阴，但是却只有3息的时间。莫七的身体还保持着前冲之势，慕寒与缺二人却已经从他身侧掠过。一息，慕寒二人已经可见远处那道城门。
二西！徐缺猛地一推慕寒，自己却反身冲向了莫七。快走，别管我！慕寒瞳孔一缩，刚要回头，3息时间已过。莫七面色微微一变，刚刚那是光阴凝滞，这慕寒到底还有多少秘密？忽然，徐缺猛地出现在了莫七身后，他一拳砸向莫七的后心。莫七的面色已经变得极为阴沉，他猛地转身，以拳对拳，徐缺的右臂瞬间断折。徐缺面色狰狞，丝毫不顾自己那已经废掉的右臂，左臂探出，又是一拳。莫七微微歪头，毫不费力地躲过了徐缺这一拳，随后一手探出，猛地捏住了徐缺的关节处，只听咔嚓一声，徐缺的左臂也被彻底废掉。莫七又是一脚踹出，直接踹中了徐缺的胸膛，徐缺的胸口直接凹陷了下去，身形也犹如炮弹一般倒飞出去，直接砸在了城头上，连城门都晃动了几下。徐缺吐出好几大口血，身形缓缓掉落，最后轰然落地。慕寒目眦欲裂，他终于来到了城门处，背起徐缺便要出城。只要出了城，就相当于到了乾坤学院。可莫七哪里会让慕寒如愿，双手之上黑雾升腾，身形瞬间消失在了原地，速度快到了肉眼已经看不清的地步。莫七右手化掌为爪，直掏慕寒后心。慕寒咬紧牙关，猛地把徐缺从身后拽向身前，不然莫七这一爪会先穿透徐缺的身体，再直取自己的后心，到时候就是谁也活不了。慕寒在最后一刻甩出古剑，刺破那紧闭的城门，随后再用尽全力将徐缺丢了出去。而莫七这一爪已经来到了慕寒的后心。徐缺与慕寒都是浑身浴血，慕寒知道自己跑不掉了，所以把最后生还的机会留给了徐缺。谁知慕寒仍旧是棋差一招，他腰间已经不知道什么时候缠好了徐缺手臂上的火幻布。徐缺虽然满脸是血，但是慕寒仍旧是看出来他在笑，因为徐缺双臂尽断，所以他只能嘴里咬着那火幻布，用尽浑身最后一丝力气，猛地一拽。慕寒被徐缺硬生生拽了过来，慕寒身形前扑，跌出了城门。徐缺踉跄着站在了慕寒身前，直面莫七。莫七勃然大怒，屡次失手让他愤怒不已。徐缺双臂自然下垂，脸上的鲜血顺流直下，滴在了地面之上。他咬着火患，含糊不清地说道：“想让我徐缺欠你一辈子，休想！”徐缺身形不停地摇晃，分明已经立不住身躯，却还是坚定不移地站在了慕寒身前。莫七连说3个好字：“既然你这么想死，我便成全你。”莫七也冲出了武帝城，手持黑雾幻化而成的长矛，直刺徐缺的胸口。慕寒不知何时挣扎着起身，腹部还流淌着鲜血。他站在徐缺身后，想把他拽过来，可终究是晚了。莫七这一矛注定是避无可避，而且二人皆会被这黑雾长矛刺穿身体，像是穿起了一串糖葫芦一般，被钉死在这。莫七脸上现出狰狞的笑容，长矛距离徐缺的心脏不过半寸距离。武帝城外，云青山早就感受到了城中那份理应并不应该出现的气机波动，可既然出现了，那就只能证明面前这个莫七有问题。云青山的脸陡然阴沉了下来，因为他根本就没看出面前这莫七到底有何不对，这让他的心当时就悬了起来。云青山没有丝毫犹豫，立即倾力出剑，自己不能再跟面前这莫七拖下去了。而城的另一边，莫七脸上已经布满了狰狞的笑意，在莫七看来，他已经得手了。可就在那黑雾长矛即将贯穿徐缺与慕寒二人之时，这长矛陡然间被人握在了手里，一道身影突兀出现在了徐缺身侧，伸手这么一握，便拦下了这根黑雾长矛。随后手腕拧转，长矛应声断裂。莫七一愣，慕寒也是一愣，只有徐缺咧嘴一笑。本想伸手，可惜双臂尽断的徐缺根本就做不出任何动作。慕寒是站在徐缺的身后，所以他只看见了徐缺身侧那人的一个背影，赤着双足，脚踝上还系着一串珍珠样式的饰品，身着素裙，衣衫与长发齐飘，手中还拿着一个长长的烟斗。这竟是一位女子。那女子的嗓音如山涧清泉，清灵而淡然。她看向徐缺那凄惨模样，竟是开口打趣道：“徐大侠，这就不行了。”徐缺咧嘴一笑，嘴角又流出一缕鲜血。男人怎么能说不行呢？说完，徐缺便直直地向后倒去。慕寒赶紧伸手扶住徐缺，那女子也恰好扭头与慕寒对视在了一起。多谢前辈出手相救。那女子在看见慕寒后，好似有瞬间的失神，随后歪了歪头，好像在感受着什么。片刻的功夫，这女子的脸色就变得冷了下来。慕寒有些摸不着头脑。那女子瞥了慕寒一眼，伸手在徐缺身上点了几下，随后便扭头望向莫七：“你动的手。”莫七此时面色阴晴不定。这女子不简单，来人，正是徐缺的师傅，枫叶州女子五夫叶双双。八境五夫。莫七想了想，开口道：“我先前并不知道。”谁知叶双双直接开口打断了莫七的话：“那你现在知道了？”莫七与叶双双毫不客气地再次说道：“你到底想做什么我不管，也懒得管，但是你伤了我徒儿，这笔账得算一算。”莫七心中有些烦躁，城外那具替身恐怕拦不住云青山，自己在这耽搁的越久就越危险。莫七咬牙道：“我是听雪楼的人，奉我楼主之命来取此子性命，若是中间有什么误会，在下愿意事成之后登门道歉。”莫七这番话已然是给足了叶双双面子，同时又拿出听雪楼的头衔压人，先礼后兵。叶双双嗤笑一声：“你想杀谁，跟我有什么关系？自断双臂，不然我就亲自动手。”莫七眼神一凝，完全没想到这娘们如此不按套路出牌。慕寒的脸也是一黑，心湖之上五行法又开始犯病了。
五行法，极品啊！剑娘们，我喜欢。慕寒是个女的，你就喜欢？这可是徐缺的师傅，别看瞅着年轻，岁数估计都能当我奶奶了。五行法，啧，这身段，这窈窕，这霸气的出场和嚣张的台词，我爱了。五行法，不如这样，推了他，以后你跟徐缺各论各的，你管他叫哥，他管你叫爸。推了他，我直接给你顿悟个3-50次，到时候一只手捏死这魔道中人。慕寒嘴角抽搐，在心湖之上说道：“你不要命，我还要呢。而且徐缺这师傅对我貌似不太友好。”就在这时，叶双双忽然动了。他见莫七不言语，那自己便也懒得废话。那白玉烟豆在玉手之上微微一旋，只见叶双双轻轻吸了一口，随后红唇轻启，白雾吐出，叶双双的身影瞬间消失在了原地，速度快若奔雷，偏若游龙。莫七眼神一变，八进五夫可不是那么好对付的。可就在这时，仿佛天边极远处炸响了一道闷雷。下一刻，叶双双的动作忽然一凝，她抬头望向某处，眼神锐利如刀。不过几个呼吸的时间，天边极远处便有一人逐渐现出身形，一个白衣男子，风神俊朗，踏步而来如那缩地成寸。叶双双面色陡然沉了下来：“你要拦我？”那白衣男子却好似答非所问道：“是也不是。”这人身上的气势，比之叶双双竟然都要强悍不少。他只是微微侧头看了慕寒一眼，慕寒便瞬间头皮发麻，脚下不稳，差点没跪倒在地上。这是9进5服？周叔？叶双双冷声道：“别跟老娘我这妲己疯，你要是不服，大可以一起上。”周叔却只是摇头：“我从不打女人。”叶双双眉头一挑：“怂货。”周叔笑了笑，没再说话，反而是望向慕寒，貌似是有些诧异，他竟还能站着。周叔便不再特意压制体内气机，瞬间一股来自9进5夫的澎湃气势，如那5帝城旁的东海一般，朝着慕寒汹涌而来。慕寒面色瞬间变得苍白，一大口鲜血顿时呕了出来，双腿颤抖，身上仿佛凭空多了一座大山，压得他几乎喘不过气来。可慕寒拔出古剑，插入地面，死死地撑住自己的身体。你想让我跪，我偏不跪。周叔眼中闪过一丝阴霾，右手微微抬起一根手指，又忽然落下。瞬间，慕寒只觉得天都塌陷了下来一般。慕寒直接被这股几乎无法抗拒的力量压得趴在了地上。慕寒咬紧牙关，八荒拳意开始逐渐弥漫全身。他想爬起来，可这股压迫感实在太过强烈，尝试了好几次，全都是无功而返，而且体内也开始传出噼里啪啦的响动。哎呀！慕寒怒喝一声，八荒拳意陡然爆发。慕寒死死地咬着牙，他双手撑地，犹如撑起一片天地一般，极为费力且极为缓慢地站起身。慕寒双手拄剑，身体摇晃，满是血，体内嘎吱作响，几乎不堪重负。可即便这样，慕寒也要站在这里。周叔眯了眯眼，现在他开始有些明白，为何许明会死在他手上了。可是慕寒拼尽全力才能堪堪站起身，而周叔却只是用了一根手指罢了。周叔又抬起一根手指，刚要做扣指状，却发现一股气机已经锁定了自己。叶双双轻轻磕了磕烟斗，一双美目盯着周叔，讥讽一笑：“你还真好意思动手啊？不如咱俩先练练，怕疼就直说，大不了老娘轻点就是了。”慕寒能感觉到那股汹涌的武夫气势骤然一减，想来应当是叶双双出手帮了他。可叶双双对周叔说的这么几句，让慕寒嘴角不停抽搐。这还真是一脉相传啊！怪不得徐缺那张嘴那么损，原因今天算是找到了。就在周叔和叶双双对峙之际，莫七却动了。他们耗得起，莫七却是耗不起。叶双双欲要出手拦下莫七，却被周叔拦下。以周叔的辈分和地位，自然是不好对一位后生晚辈出手。但是这莫七看样子也是为了慕寒而来，这么一把刀，周叔不用白不用，反正最后也不会惹得自己一身骚。莫七猛地冲向慕寒，慕寒此时已经是强弩之末，再次面对着莫七，根本没有了一战之力。叶双双俏脸冷若寒霜，他与周叔二人谁都没有动，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只要二人之间有一个人动了，另外一个人也绝对会有动作。眨眼间，莫七便已经冲到了慕寒身前。慕寒瞬间从方寸物中取出一颗珠子，这是那件从风轩身上得来的上品灵器，先前便已经有了些许损坏，如今能否抗住莫七这一击，犹未可知。慕寒又催动了搬山术，与水属本命务龙珠，一道屏障出现在了慕寒身前。莫七一掌直接印在了这屏障之上，慕寒的脸顿时变得惨无人色，重重加持下的屏障也只是在莫七手中坚持了4-5息的时间，随后轰然破碎。那件上品灵器更是直接碎裂。慕寒喉咙一甜，一口血直接涌了上来，却被慕寒生生咽了下去。莫七显然也是用出了全力，无论今天这局势到底会变得多么复杂，慕寒的心他是要定了。慕寒手上红芒一闪，行刀登时出现在了手中，挡肯定是挡不住的。慕寒心一狠，你想弄死我，我也不让你好过，以命换伤。你想取我命，给你便是，但是我拼了命一定要伤到你，届时师尊一定也宰了他。慕寒眼中闪过一丝狠辣，瞬间莫七已经再度掠至面前。可就在慕寒准备拼命之时，天空之上竟是忽然传来了一道威严嗓音：“够了！”莫七的手都已经触碰到了慕寒的胸口，慕寒手中的行刀也即将斩向莫七的脖项。瞬间，二人的动作都是一顿，都变得极为缓慢。有一人凭空出现在了场中，一身洁净长衫，中年文士模样，双鬓微白，一手负后，缓缓吐出2个字：“纸造。”瞬间，天地寂静。
只见这中年文士又是说出2个字：耻怒。刹那间，所有人的气机波动都开始渐渐平缓。这中年文士看了莫七一眼，抬起一手，宛若国手捻起棋子，起手再落手。莫七就好像被一双无形大手拎起，丢到了一旁。慕寒瞪大了眼睛，难道是乾坤学院的人？周叔面色微不可察的一变，最后还是恭恭敬敬的行了一礼道：枫叶周周叔见过周密富山长。叶双双也是行礼道：枫叶周叶双双见过周密富山长。这明明叫周密的中年文士，竟然就是东黄州乾坤学院的富山长。就在这时，从武帝城的另一头又有一道剑光闪过，原来是云青山终于处理掉了那具替身，只不过面色苍白，看样子也是受了伤，而且伤得不轻。只不过当云青山看见周密后，先是一愣，随后彻底松了一口气。闹了这么久，学院的人终于出手了。只不过当云青山看见叶双双的那一瞬间，整个人的表情都僵硬在了脸上。叶双双冷哼一声，果然没猜错，这小子还真是你的弟子。慕寒分明看见云青山的眼皮都跳了几下。云青山摸了摸鼻子，好像有些尴尬。你……叶双双一瞪眼，我什么我？云青山讪然闭上嘴，可想了一会，又开口道：我。叶双双又是一瞪眼，你什么你？云青山这回算是彻底闭嘴了。慕寒咽了下口水，这是有事啊？绝对有事啊！云青山叹了口气，转头冲着周密行礼道：多谢周副山长出手。周密有些无奈的摆了摆手，他望向场中众人，开口道：一个枫叶州武道第一人，一个枫叶州鼎鼎有名的女子武夫，还有一个……周密看向莫七，眉头皱了皱。中土神州听雪楼也要来这凑热闹，你们到底是没把东黄州放在眼里，还是没把我乾坤书院放在眼里？周密这一番话说完，所有人一时间竟然都不敢开口反驳。他又看了看云青山，问道：你这次来？云青山急忙拱手道：是为了送我弟子参加试炼。周密一愣，他看了看慕寒，又看了看云青山，脸色有些古怪。你青云门是不打算后继有人了？云青山面色一僵，前一段时间刚刚把那自家圣女萧月送了进去，这没过多久把圣子也带来了。饶是周密也不太明白云青山此举到底是要干嘛，自家那几个好苗子非得扔里面才甘心。周密开口道：我本不愿太过干预你们宗门事务，可如今也还是要劝你一句，这并不是儿戏。那地方你又不是不知道，几千年来就只有那么寥寥几人通过了试炼。云青山看了慕寒一眼，还是咬了咬牙说道：请周副山主开门。周密摇了摇头，显然是不理解云青山的做法。那试炼之地分明就是一个死地。一直不曾言语的周叔却忽然开口道：云掌教，你私自扣下我弟子，这件事该当如何啊？云青山扭头望去，直视着周叔道：哦，这还真是巧了，不成想路边随便抓个小贼，竟然是周大宗师的弟子，那这可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不知周大宗师觉得在下应当如何？周叔眼中闪过一丝阴沉，小贼？我弟子是小贼，那我是算什么？老贼！周叔道：还请云掌教放了我弟子，再当面与我弟子道歉，此事便算是接过去了。至于到底是不是真的接过去了，答案当然是不会。之所以这么说，完全是因为周密在场，乾坤学院制定的规则，他们还是要遵守的。况且现在他们身在东黄州，而且还就站在乾坤学院的门口，当着周密的面，即便他是枫叶州武道第一人，也得按照规矩低调行事。云青山负手而立，淡然一笑：周大宗师让我放人，当然可以，只不过还是要讲一讲道理与先后顺序的。你的弟子无故对我宗门圣子出手，这笔账怎么算？周叔皱了皱眉，心中有些机遇，实际上正是他让尉迟山海出手，亲自来此取慕寒性命。祖师堂上那一盏本命灯在燃尽的前一刻，显现出了慕寒在洞天之中杀人的那一幕。许明可是周叔的关门弟子，遭逢如此劫难，周叔自然是要为其报仇。可学院规定，秘境之争各凭本事，生死自负，绝不可事后寻仇。周叔自己定然是不能出手，所以便干脆让自家大弟子出手，却不曾想被云青山抓了个正着。云青山笑了笑：周大宗师可以慢慢考虑，我自然是不急的。说着，云青山望向周密，周密轻轻叹了口气：你当真想好了？云青山重重点了点头。周密也就不再多话，微微一挥袖，乾坤学院山门洞开。莫七眼神飘忽不定，既然学院的人干预了，那此时便谁也不能动手。可若是不能得到慕寒的心，他必死。如果追到这试炼中呢？莫七陡然升起一个想法，入了这试炼是九死一生，一面是必死，一面是九死一生。他脸上阴晴不定，艰难做出决定，忽然高声道：周副山长，在下听雪楼莫七，今日也是为了试炼之地而来。云青山面色陡然沉了下来，他心里打的什么算盘，云青山自然知道。可是值得吗？难道自己的弟子对这个莫七竟然如此重要，甚至不惜要闯九死一生的试炼？可若要是让他进了试炼之地，慕寒绝对十死无生。周密也皱了皱眉，开口道：化神境及以上，不得入试炼之地。莫七忽然阴恻恻一笑，浑身气机鼓荡，气血逆流，竟是再度跌境，从重伤的化神境巅峰一路跌到了元婴境10重。莫七说道：周副山长，如此便不算坏了规矩吧？周密眉头一皱，脸色有些不悦，可又没有办法去拒绝。若是正常的招收学生，年龄在1甲子以上，自然是无法进入乾坤学院。可这最终试炼之地算是一个特例，化神境以下皆可入内，而且是随时随地，任何人皆可。目标只有一个，活着通过试炼便可以成功入乾坤学院。
甚至能够成为学院山主的学生。莫七此举倒也不算钻了学院的空子，而是合情合理，所以周密也根本无法拒绝他进入试炼之地。毕竟规矩二字在学院之内是最重的。他不明白的是，莫七为何要闯试炼，在他看来，这简直就是找死。云青山却有些急了，他连忙说道：“周副山主，这恐怕不合理智吧？”周密说道：“的确不合理智，但是却在规矩之内，学院无法阻拦他入内。”云青山面色又沉了下来。周密身形飘落在了慕寒身侧，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跟我来吧。”瞬间，慕寒忽然感觉到有一股温和的灵力瞬间涌入了自己体内，体内的伤势也开始迅速的恢复。慕寒咽了下口水，赶紧行礼道：“多谢周副山长。”周密笑着点了点头，随后便带着慕寒走向学院之内。那处试炼之地就在乾坤学院之中。莫七回头看了云青山一眼，轻蔑一笑。云青山眯了眯眼，眼中有滚滚杀意，他心底忽然涌起一股暴起杀人的冲动。只不过刚刚向前踏出一步，就听见叶双双开口道：“在乾坤学院门口杀人。”云青山，你真是长本事了呀！云青山脚步陡然一顿，若是周密不出面，他们打生打死，自然无人去管。只要闹得不是特别凶，学院也就算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可此时此刻确实不行了，谁敢出手，就相当于坏了规矩。否则以莫七现在的状态，云青山转瞬间便可杀了他。叶双双抱起昏迷的徐缺，想了想，竟也是踏步走向学院。他倒是想看看那试炼之地究竟有何不凡之处，因为其他州的乾坤学院之内并无这试炼之地，只有东皇州的学院才有这么个地方。当然，他并不能参与试炼，只是想在外面看看。周叔也跟着踏步其中，毕竟自己徒弟还在云青山手中呢。而且云青山打的什么算盘，周叔也一清二楚。云青山是打算背靠乾坤学院，把道理都讲清楚。毕竟他要是回了宗门，到时候天高皇帝远，可就要讲一讲周叔自己的道理了。一行人皆是入了乾坤学院，不少学员都纷纷侧目。这个时候还有外人进来，那就只有一个原因了：试炼之地。只不过前些日子不是刚刚来了一个，这么快又来了一个？这试炼之地差不多已经有近100年没人来了，不成想这次一来就是2个。只不过当这些人将视线投到慕寒身上时，皆是一愣。金丹境，这是来自杀的吧？我真的没看错吗？金丹境，他怎么敢啊？一些学生开始窃窃私语。莫说是金丹境，就算是元婴进去，也是九死一生。金丹境根本就是毫无活路可言，必死无疑。或许连第1层都走不出去吧。不消片刻，周密便带人走到了一处楼阁之外。慕寒有些奇怪，这试炼之地在阁楼中，未免也太小了一些。门口有一个中年邋遢汉子，正蹲在地上端着一个白瓷碗喝酒。瞧见周密来了，也没站起身，只是抬了抬酒碗，算是打招呼了。周密显然也是见怪不怪，甚至还冲着那邋遢汉子笑着点头示意。那邋遢汉子瞥了慕寒一眼，愣了愣，随后不知为何竟然笑了。小家伙胆够肥的。慕寒看了他一眼，但是完全看不出根脚，就像是个寻常的中年汉子，没有一丝气机波动，完全跟那些山下俗子一模一样。慕寒微微停步，冲着那邋遢汉子行了一礼：“多谢前辈夸奖。”那汉子哈哈大笑：“夸你？哈哈哈哈！行，就当我夸你吧，反正也就见这一回。”慕寒没说话，又规规矩矩的行了一礼。邋遢汉子从怀里摸出一把布满了汗臭味的钥匙，随手丢给了周密，随后又望向慕寒，眼睛眯了眯，好似觉得有些挺好玩。他冲着慕寒招了招手：“小子，来来来。”慕寒缓步走了过去，只不过感觉自己站着有点不太好，索性也蹲了下去。那汉子嘿嘿一笑，说道：“武夫。”慕寒点了点头。汉子又问：“剑修？”慕寒还是点头。汉子揉了揉下巴，咂巴咂巴嘴，嘀咕道：“2件本命物，品阶还不低，有点本事，算是个好苗子，可惜了。”慕寒面色微微一变，众所周知，每一位修士只能有1件本命物，这几乎已经成了定律，成了规矩。但是这种规矩在慕寒身上被打破了，因为五行法的存在，慕寒足足能拥有5件本命物，所以这件事情慕寒极少对人提及。没想到面前这毫无气机波动的邋遢汉子，只是搭眼一看，便看出了慕寒体内的秘密。这乾坤学院之内还真是卧虎藏龙啊！慕寒如此想着。那邋遢汉子问了一句：“你这小子进去是不是为了那女娃娃？”慕寒没说话，只是笑了笑。邋遢汉子把那白瓷酒碗递给了慕寒，自己则是伸出双手从额头抹过发梢，笑容猥琐道：“不错不错，颇有我当年的风范。”慕寒忍俊不禁，就这汉子的邋遢模样，当年难不成还能美出花来？许是看出了慕寒心中所想，这邋遢汉子嘴一撇，哼哼道：“怎么着？真不是我说，就小子你这脸蛋，连我年轻那会一半都比不上，还有这境界更是低得一塌糊涂。我当年如你一般岁数的时候，说是全踢八荒，脚踏四海都不过分。瞅见那穿白衣服的没？我年轻名动江湖那阵，那小子开裆裤都没穿上呢。”汉子没有刻意压低嗓音，所以在场的人都能听见他说的话。周叔面色看上去有些难看，他如今也算是一代宗师，自然是要面子的。只不过其实周叔心里也有些拿捏不准。不远处这汉子身上明明没有半点气机波动，但是却偏偏能带给他一种危险的感觉，甚至连周叔自己都不想承认。他脑海中有一个潜意识一直在告诉他：不要问拳，不要问拳，会输，会死。叶双双脸上倒是多了些笑意，他看了看那邋遢汉子，娇笑道：“这位前辈想必也是一位痴情郎呢，可不像是某些人有贼心没贼胆，如今却是连贼心都没了。”说完，
还不忘斜瞥云青山一眼。云青山把手放在嘴边，装模作样的咳嗽了几声，面色有些尴尬。那邋遢汉子嘿嘿一笑，因为此刻蹲在地上，恰好叶双双又是穿的裙衣，索性他便又歪了歪头，倒是能看见2条白皙修长的大腿，在网上可就是云里雾里了。邋遢汉子咂巴咂巴嘴，小声嘀咕了一句，就连慕寒也没听清他在说啥。就在这时，阁楼的大门洞开，周密朗声道：“入试炼之地者，随我来。”慕寒闻言，心底一震，终于要来了吗？只不过他刚站起身，却听见后面蹲在地上的邋遢汉子喊了自己一声。慕寒回头，只见那汉子伸手递过来了那装满了酒的白瓷碗，笑道：“小子，敢不敢喝上一口？”慕寒看着汉子那一口大黄牙，脸色极为精彩。走在最前面的周密却忽然转过身来，一脸欣慰道：“年轻人，梅大哥的酒可不是谁都能喝得到的。”慕寒心头猛地一震，周密已经贵为富山长，却还要尊称这邋遢汉子一声梅大哥，这妥妥的隐藏大佬啊！慕寒赶紧换了一副谄媚笑脸，一把接过那白瓷碗，笑着说道：“梅大哥这话说的见外了不是？大哥开口了，我还能不喝？看我给大哥选一个。”说着，慕寒举起白碗，几口就把碗中酒给喝了个精光。周密揉了揉眉心，倒是个会顺杆往上爬的，这辈分论的怎么着，直接就跟我平辈了。这还不算，慕寒喝完了酒，顺手就把那白瓷碗给收到方寸物中了。这隐藏大佬的东西可都是好东西，别看这就只是破碗，但是说不定就暗藏玄机。慕寒咧嘴一笑，抱了抱拳：“那我就先走一步了，大哥不用送，真不用送。”说着，一缕烟跑进了阁楼之中。那邋遢汉子傻了，碗，他娘的，把碗给老子！老子花3文钱买的，用了好几10年了，这碗自打买回来就没洗过，都包浆了，都使出感情来了。邋遢汉子咬牙切齿，气得直跺脚。另一边，慕寒和莫七一同进了阁楼，周密则是在前方带路，云青山、叶双双、周叔等人则是在外等候。云青山还是很担忧，他还是低估了莫七的决心，宁愿自废修为，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也要与慕寒一起进入这试炼之地。看来对于慕寒，他是势在必得了。只不过云青山有些想不通，慕寒身上到底有着什么，能让莫七如此决绝？莫七与慕寒一同来到了阁楼最顶层，周密手一挥，2枚玉简登时出现在了慕寒与莫七的手中。周密说道：“以鲜血将自己的名字写在玉简之上。”慕寒点了点头，莫七也是照做。只不过莫七的血不似慕寒那般鲜红，反而是漆黑一片。周密看了一眼莫七手中的玉简，眼神中闪过一丝莫名意味。二人皆是以鲜血在这玉简之上写上了自己的名字。周密再一挥手，2枚玉简便自行飞回到了他的手中。周密看向二人说道：“可想好了？现在反悔还来得及。”慕寒斩钉截铁道：“绝不反悔。”莫七没说话，眼神飘向了慕寒，充满了阴冷的杀机。周密不再说话，而是将灵力灌入这玉简之上。瞬间，阁楼一阵摇晃，下一刻，在二人面前突兀出现了一扇门，是那种极为老旧的木门。周密说道：“入了这门，就算正式踏入试炼，试炼一共9个关卡，通过第6关以上，便有资格进入乾坤学院。捏碎手中的玉简，便可以退出试炼。只不过这玉简只有到了第6关以上，才能够带领你们走出试炼之地。这也就意味着6关以下是没有回头路的。”周密顿了顿，又道：“忘了告诉你们，大概已经有近300多年的光阴，没人活着从试炼之地走出来了，你们好自为之。”莫七冷哼一声，率先走了进去。慕寒深呼出一口气，双手印在了古旧木门之上。周密此时忽然莫名其妙地说了一句：“炼体容易，炼心难，死关易过，心关难过。”那个小女娃此时就被困在了炼心关。慕寒一愣，萧月被困住了，不算是个坏消息，毕竟人还活着。慕寒深吸一口气，用力地推开了面前这老旧的木门。待到二人彻底进了试炼之后，周密便也退出了楼阁。此时已经有不少乾坤学院的学生聚集了起来，窃窃私语着什么，甚至连不少学院大先生都闻讯赶来。毕竟闯试炼之地这事称得上是学院1等1的大事了，尤其是如今这试炼之地已经足足进去了3个人，这在以往可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在最近这几百年以来，通过试炼进入学院的人只有2个，这2个无一不是人中龙凤。一位是300年前的陆续，东黄州本土修士，另一位则更早些，500年前的郭乾，西岳州修士。二人皆在那试炼之地之中闯过了6关，这2人的大道成就已然极高。陆续如今已经成了中土神州乾坤学院的大先生，而郭乾近100年来销声匿迹，如今倒是鲜有人知这个名字了。周密从阁楼之中走了出来，沉吟片刻，大手一挥，从直尺物中取出一面等人高的碧水凌波镜。周密微微扣指，这碧水凌波镜登时飞旋而起，镜面之上荡漾起层层波纹，不消片刻，这镜中便映出了试炼之地的场景。云青山不由得捏了一把汗。那镜中，慕寒正一脸茫然地站在一片虚无空间之内，周遭都是灰蒙蒙一片，头顶既无月升，也无日落，只有极远处的一粒光点在闪烁着微光。慕寒试探性地向前走了一段距离，发现脚下像是踩着一个镜面，又像是一个湖面，每走一步都会荡起层层波纹。慕寒觉得有些古怪，他蹲下身，正凝视着脚下像是镜子一样的地面，层层波纹向远处扩散。脚下的镜面倒映出了慕寒的脸。可就在这时，慕寒陡然一惊，因为脚下镜中的自己竟然在笑。慕寒皱起了眉，他猛地后撤，下一瞬，慕寒就发现方才站立的镜面之上，竟然缓缓浮现了一个慕寒。他从镜面之中缓缓升起，就这么直视着慕寒。慕寒揉了揉下巴，
看着面前的自己，缓缓点了点头。不愧是我，怎么看都帅，360度无死角的帅。慕寒甩了甩手腕，那镜像竟然也学着慕寒的样子甩了手腕。慕寒挑了挑眉，摆出一个古朴拳架。镜像慕寒竟然也跟着摆出一个古朴拳架。慕寒哎呦喂一声，一手掐腰，一手指着面前的自己骂道：“学老子！”那镜像也掐起腰，骂道：“学老子！”慕寒眼珠一转：“你是沙币。”那镜像慕寒也是眼珠一转：“你是沙币。”慕寒呵呵一笑，用大拇指指了指自己道：“我是沙雕。”那镜像慕寒好像愣了一下，瞅了慕寒一眼，竟然点了点头。确实，慕寒陡然一惊：“好家伙，我直接好家伙！看来这镜像幻化出的自己，竟然还有着不低的灵智，还知道骂人呢。”慕寒扯了扯嘴角，我就不信这镜像还能真的凭空捏造出来一个自己。他运起八荒拳，一身八荒拳意弥漫全身。镜像慕寒也摆出了八荒拳的拳架，但是拳意却差了太多。慕寒心中登时了然，他就知道这镜像不可能把一个人所有的东西都复制下来。他瞬间欺身而至，连出3拳，一拳打在镜像的下颚，一拳打在镜像的腹部，最后侧身一肘顶在了镜像慕寒的胸口之上。那镜像慕寒瞬间被打飞了出去，身体像是水银一般炸裂开来，融于脚下的镜面之内。慕寒呵呵一笑，不过如此。只不过很快，慕寒就笑不出来了，因为他发现自己身后不知何时竟然又出现了2个自己。试炼场之外，云青山看着镜中的画面，一脸凝重。所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以云青山的境界修为，即便不身在其中，却也能窥得几分天机。若是他猜得不错，这第1关应当是炼体了。果不其然，一旁的周密缓缓说道：“试炼第1关，永劫。这些镜像会永无休止的战斗下去，打倒1个便会重新幻化出2个，打倒2个便会出现4个，如此往复，永无尽头。”云青山心中震惊，仅是第1关就这么难，这简直给人一种无尽的绝望。远处的一些学生对着那镜子指指点点：“各位猜猜看，这位仁兄能走到第几关？第几关？我看第1关都够呛。若是元婴镜，兴许还能有些希望。可是这金丹……”众人皆摇头，唯独有一个被见年轻人对慕寒观感较好。他冷不丁说道：“3层，3层差不多就是他的极限了。”3层？齐言，你疯了吧？一个金丹竟能闯到第3层，元婴镜在第3层都不够看。一位乾坤学院的学生一脸匪夷所思地看着齐言说道。这位名叫齐言的年轻剑修却没再说话，只是靠在一旁静静地看着。慕寒已经打倒了不下8个自己了，可是他却越打越心惊，因为这根本没个尽头，越打越多，眼前已经又出现了16个镜像慕寒，这让慕寒感到有些头皮发麻。他猛地看向远处的那个光点，若有所思。既然这是一个试炼关卡，那一定会有通往下一关的门。这里除了脚下这诡异的镜面，就只剩下极远处的那个光点，那里一定就是通往下一关的大门。想到这里，慕寒心中有了计较。这些镜像显化而出的自己是无法全部抹杀的，这东西会无休止的纠缠你，为的就是阻碍自己走出这一关。慕寒冷冷一笑：“你们不让我走，我偏要走。”慕寒一跃而起，半空中身后古剑瞬间出鞘。慕寒竟是打算直接御剑跑路，他可没时间在这鬼打墙，自己打自己可还行。但是慕寒没想到的是，自己御剑升空之中，那些镜像显化而出的自己竟然也御剑而起，足足16个镜像慕寒一拥而上，生生将慕寒逼了下来。慕寒面色变得渐渐凝重了起来，方才交手的时候，这些镜像可还不会御剑呢。他脑海中陡然蹦出一个想法，这个想法让慕寒的心底忽然涌现了一丝不安。这些镜像不光是复制，甚至还在模仿，只要慕寒用出一种术法或是招式，这些镜像便能够模仿下来。先前慕寒用出了八荒拳，这些镜像便也学会了八荒拳，虽说拳意无法完全模仿，但是拳招却是有模有样。如今自己御剑而起，这些镜像竟然也直接模仿了慕寒的御剑术，这让慕寒心底一沉。若是如此，那岂不是说接下来无论自己做什么，这些镜像都能够模仿下来？这可就有点棘手了。慕寒看着四周已经将自己围了起来的镜像，不免有些心烦意乱。慕寒若是出手将这些镜像全部打散，镜像就会变得越来越多，可若是不打，这些镜像就会一直纠缠，不让自己走到那光点处。慕寒忽然有些后悔了，当初只有一个镜像之时，自己不该贸然动手，可惜现在说什么都晚了。慕寒身边那16个镜像已经开始压了上来，慕寒若是再不出手，那就只能等死了。可是一旦出手，这些镜像就会开始模仿，从而越来越强，这简直就是一个无尽的死循环。慕寒终于知道了这试炼之地为何让乾坤学院的人谈之色变，这简直就是变态啊！这才第一关就这么无解，后面那还得了？但是局势已经由不得慕寒再去仔细斟酌了，慕寒只能出手，但是他不敢再随意动用太多底牌，以免被这些镜像模仿过去。慕寒只能以剑气开路，若是有近身的镜像，慕寒便以八荒拳应对。过了不知多久，这片空间中的镜像慕寒已经达到了恐怖的500多个，放眼望去，全都是慕寒，犹如蝗虫泛滥了一般。外面乾坤学院的学生全都忍不住摇头，果然还是眼界太浅，难道他还看不出来这镜像是越打越多，根本打不完的？看这样子，应该是要止步第一关了。云青山的面色也变得难看起来，按理来说慕寒不应该是这么鲁莽的性，这么久，难道他就没有半点察觉吗？
周叔呵呵一笑，开口道：“云掌教，你这弟子看来倒也一般。”云青山眉头紧锁，慕寒要是再这么打下去，迟早会力竭而亡。云青山冷哼一声：“一不一般，我不知道，但是我的弟子至少不会被人擒住，不需要我这个做师尊的拉下脸去求人家放人。”周叔面色一冷，云青山这是在暗讽谁？大家心里都清楚。周叔冷冷地看了云青山一眼：“既然你对你的弟子这么有信心，不如我们打个赌。”云青山呵了一声：“打赌不怕，就怕赌输了之后再跑来一个更老的。打了小的，来了大的；打了大的，来了老的；打了老的，来个更老的。我们青云门小门小派的，着实折腾不起。”云青山这意思是说，慕寒在洞天之中宰了许明，没过几天尉迟山海就找上门来，解决了尉迟山海，周叔这个当师尊的也坐不住了。要是周叔这当师尊的也找不回场子，难不成你还要把你自己的师尊也叫来？周叔脸色青一阵白一阵，显然是有些动怒了。云青山这话绵里带针，不光扎你，还恶心你。叶双双本想笑，却硬生生憋住了，斜眼看了云青山一眼，自顾自嘀咕道：“还是这副臭德性，一点没变。”周叔带着火气说道：“怎么，怕了？不敢赌？”云青山笑了笑：“那就看要赌什么了。还是那句话，我们青云门小门小户的，折腾不起。”周叔道：“就赌你这弟子能不能闯过这一关？若是过不了，你现在就把我弟子放了。”云青山反问道：“若是过了呢？”周叔冷笑一声：“若是过了，尉迟山海擅自对你宗门圣子出手这件事，我便让他亲自登门道歉，再送上一份薄礼。”云青山沉吟片刻，缓缓吐出一个字：“好。”周叔嘴角掀起，慕寒如今几乎已经陷入死地，能不能脱困都是两说，还想着过关，简直是天方夜谭。云青山虽然也看得出如今的局势对于慕寒来说的确是极为不妙，但是他相信慕寒，他绝不是那种鲁莽行事之人，他一定是有了自己的办法，只不过到底是什么呢？试炼之地内，慕寒又是一剑打散了一个镜像，这镜像先是炸散开来，融入脚下的镜面中。慕寒知道用不了多久，脚下这镜面之中便会再度出现两个自己。慕寒眼中闪过一道金光，就是现在。他猛地一个冲刺，冲入人群之中，剑光一闪，第一次用出了乾坤化龙剑。先前他甚至连乾坤化龙剑都不敢用，生怕被这些镜像模仿过去，但是现在却是不怕了，因为他已经找到了破局之法。数十条剑气真龙汹涌地冲向人群，眨眼间击散无数的镜像。只不过片刻之后，地面上就开始大批大批的再度生成镜像慕寒。慕寒嘴角勾起，他瞬间运转，他化万物于敛息术，将自己变成了一个正在缓缓生成的镜像，同时隐匿了气息。他竟是准备混在其中。方才慕寒就已经察觉到了一个问题，这些镜像之间是如何分辨谁是自己人？毕竟这么多镜像长得都是一个样，那他们是怎么分辨谁是镜像，谁是真正的本体？因为打了这么久，慕寒发现这些镜像慕寒相互之间并不会误伤，也就是说，这些镜像拥有能够分辨本体和镜像的能力。但是到底是如何分辨的，慕寒拿捏不准。为了搞清楚这一点，慕寒出手凌厉，打散了很多镜像慕寒，为的就是找出一个规则。最后，在场中的镜像数量已经达到了近千的数量后，慕寒终于明白了，这些镜像与自己最大的区别是生气。简单的来说，慕寒是真实存在且活着的，而这些镜像不论怎样都不是一个真实活着的个体，他们没有生命。也因此，慕寒身上的生气就好像黑夜中的一盏灯，无论他走到哪都是最明亮的。想通了这一点，慕寒不再犹豫，利用他化万物，把自己变成一个正在从地面缓缓生成的镜像慕寒，再利用敛息术隐藏自己的生气。这样一来，慕寒就完全变成了镜像慕寒。慕寒静静地站在原地，观察着四周的动静。片刻，他的嘴角掀起一个弧度。果然，不出慕寒所料，这些镜像在慕寒隐藏起来后，便不再继续出手，而是一个个神情的疑惑地望着四周，然后开始漫无目的的寻找。你的敛息术成功帮你躲避了。得探查，心中窃喜且洋洋得意，熟练度有所上涨，当前熟练度小成绩10%。慕寒一愣，这是什么意思？功法也不知道这东西是什么，干脆来了3个问号，要不要这么敷衍啊？只不过敛息术这波熟练度上涨不少，让慕寒心中窃喜，直接从精通达到了小成。一般来说，只要不是反虚境强者用神识探查自己，自己基本上不会暴露。慕寒环顾四周，发现这些镜像都在漫无目的的寻找着自己，慕寒也装作一副疑惑神情，慢慢悠悠的往那光点处溜达。这一幕直接把外面的众人给惊呆了，这是什么情况？为什么镜像好像看不到他了？一名学生满脸震惊，忍不住开口问道。旁边的几位同窗也是一脸懵逼，实在是没见过这种情况发生啊！他好像隐匿了气息，混在了这些镜像之中，这也行？一帮学生目瞪口呆的在外面看着慕寒的骚操作，就连云青山都是一愣，随后哈哈大笑。这个兔崽子让自己好一阵担心，我就说这兔崽子不是那么鲁莽的性子，果然阴得很。随我！哈哈哈哈！云青山脸上尽是笑意，有人欢喜便有人忧，周叔的脸色登时就垮了下来。慕寒原本已经身陷死地，却没想到硬生生让他玩了一手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这一手还真是让周叔没想到，这么个办法还真不是一般人能想到的。万一失败了，那后果可想而知。上千数量的镜像，想想就让人头皮发麻。
徐缺这个时候也悠悠然醒了过来，伤势已经被叶双双稳住了，他体内有麒麟精血，又有白龙真元，再加上浸泡过洗髓灵液，体魄坚韧强度极强，自愈能力也是极为恐怖，一些皮外伤已经好得七七八八，只需要再稍稍调理一下内伤，便无大碍。徐缺躺在地上，斜靠在一块巨石上，看见慕寒玩了这么一出，嘿嘿一笑，旋即咂巴嘴。忽然瞧见不远处蹲着个邋遢汉子，正拿着一个崭新的大白碗在那喝酒呢，嘴里还振振有词，只不过徐缺听不明白这人到底在嘀咕个什么。徐缺冲着他招了招手，嘿，老乡。邋遢汉子抬头看了徐缺一眼，徐缺指了指他手中的酒碗，整点嘴里都快淡出鸟来了。邋遢汉子白了徐缺一眼，往旁边又挪了挪，看样子是想离徐缺远点。徐缺摸了摸鼻子，伸了个懒腰，随后死皮赖脸的蹭了过去，笑道：老乡，喝点呗。邋遢汉子扭过头不搭理徐缺，徐缺闲着也是闲着，就在这逗他玩。嘿，你瞧你抠抠搜搜的，不白喝你酒，我等会教你2招防身，一碗1招，咋样？邋遢汉子刚喝了一口酒，差点没全喷出来。你教我？你再教我做事？一旁的叶双双也没拦着徐缺，地上蹲着的那位，他看不出深浅，既然看不出，那就是高手了。随着徐缺闹去吧，说不定这就是机缘。富山长周密听见徐缺要教这邋遢汉子拳，眼皮狠狠一跳。教梅玉山拳法，整个八荒大陆这小子算是头一个了。别看梅玉山整天邋邋遢遢的，可就算是山主见了他，也得喊上一句梅大哥。这小子胆肥儿。梅玉山抠了抠鼻子，终于扭过头看了徐缺一眼，手指微弹，一块不知名之物瞬间粘在了徐缺身上。徐缺倒吸一口冷气，他也抠了抠鼻子，随后很自然地拍了拍梅玉山的肩膀，兄弟，穿着如此潇洒随意，一看就不是等闲之辈，能与你在此共饮一杯，实在是我徐缺的荣幸。说着，徐缺顺手就把那崭新的大白瓷碗顺到了手里，二话不说，撂下一句我先旋一个，直接就干了一碗。梅玉山深吸一口气，他抢回那白瓷碗，闷声走到了远处，一屁股坐在了地上，死死的压抑着想打人的冲动。旋一个，旋一个，旋你奶奶的腿！现在这些年轻人都什么毛病？动不动就旋一个，更过分的是旋完把碗都给老子拿走了，就离谱。徐缺撇了撇嘴，这人忒没意思，不就喝了你一碗酒吗？瞧你那小气劲。徐缺站起身，拍拍屁股，大摇大摆的故意走到梅玉山身前不远处，自顾自耍了一套王八拳。完事还不忘对着梅玉山挑了挑眉，那表情好像在说，咋样，兄弟，我这拳法可以吧？梅玉山蹲在地上，右手端着酒碗，左手轻轻捂住脸，绝了。试炼之地内，慕寒正在不停地往光点那边蹭，幸亏场中的镜像极多，倒是没有镜像注意到慕寒。只不过慕寒此时的表情很是古怪，因为他心湖之上几乎炸开了锅。你的搬山术感受到了来自乾坤学院丹月的震惊，熟练度有所上涨，当前熟练度无上圆满53%。你的搬山术感受到了来自乾坤学院姬雨达的震惊，熟练度有所上涨，当前熟练度无上圆满55%。你的搬山术感受到了来自慕寒一脸逼，这都谁啊？乾坤学院的，他们震惊啥呢？慕寒此时还不知道他这一通骚操作震惊了多少人。就在这时，心湖上又响起了声音，你的他化万物感受到了来自默契的怨念，熟练度有所上涨，当前熟练度无上圆满99.1%。你的他化万物感受到了来自默契的怨念，熟练度有所上涨，当前熟练度无上圆满99.15%。慕寒脸都绿了，有意思吗？99.1%就算了，怎么还跑出来个99.15%？你认真的？你这小数点后面再多几位，信不信我直接死在这给你看？只不过慕寒忽然一愣，来自默契的怨念。愣了一会后，慕寒忽然阴恻恻一笑，妥妥的一个反派笑容。姐，让你疯了似的追我，这下吃到苦头了吧？莫七阴沉着一张脸，一掌打碎了一个镜像。他原本想进到这试炼之地后，就找机会做掉慕寒，因为心头上这鬼胎每日都在吸收着他的精血，再不赶紧换心，待到这鬼胎成了气候，怕是就要破体而出了。可没想到的是，这试炼之地的第一关竟然不互通，每个人进来都是一片单独的空间，这让莫七面色阴沉如水。更重要的是，这地方极为古怪，这镜像复制而出的自己根本就打不完。莫七周遭已经有了近1000名镜像，他前进的步伐已经变得极慢。虽然这些镜像都不是莫七的一合之敌，但是人数未免太多了，而且莫七身上也已经受了伤，漆黑色的鲜血流淌而出，衣衫也变得破碎不堪，活活一个臭要饭的形象。莫七在心底几乎把慕寒的祖宗18代都问候了一遍，要不是慕寒，自己也不至于跑到这试炼之地来遭这份罪。外面的学生看着莫七这狼狈模样，再与隔壁的慕寒一比，简直是人比人的死，货比货的扔。这什么世道啊？元婴巅峰竟然还没有一个金丹境闯关闯得快，那个金丹境快要到关卡终点了。什么？这么快？快也未必就能过。难道你们忘了关卡尽头有什么了？此言一出，所有学生都沉默了下来。第一关最为变态的存在，甚至都不是一路上的镜像，而是最后关卡尽头的那个人。慕寒混在镜像之中，就像是在散步一样，不知不觉就已经到了这关卡尽头。眼前不过300米处就是那光点，慕寒甚至已经能看到那光点其实就是一道门，只不过在散发着耀眼的光芒。如此近的距离，慕寒也不怕这些镜像发现自己，直接御剑而起，
瞬间掠向高空。果然，当慕寒撤去敛息术后，这些镜像瞬间发现了他，只不过已经太迟了。300米的距离，对于御剑运去的慕寒来说，只不过是眨眼间便至。只不过让慕寒有些微微诧异的是，这些镜像虽然发现了自己，但是好像并没有要过来追自己的意思，反而是一个接一个的消散了。慕寒缓缓落地，回头看了一眼，上百上千的镜像已经全部消失。我这算是过关了，慕寒自顾自说道。只不过就当慕寒准备朝着那门走去时，那道门忽然开了。慕寒一愣，连忙后撤几步。只见从那道门后缓步走出来一个青衫背剑的年轻人，正是慕寒。慕寒有些无奈，还来？那么多镜像都没能拦下自己，此时眼前就这么一个，凭什么能拦住我？慕寒想都没想，直接一剑乾坤化龙剑甩了过去。一道剧烈震动，慕寒忍不住后退了半步，皱了皱眉。对面那个慕寒毅然不动，手中竟是也握着一把古剑，而且这个镜像慕寒刚刚同样用出了一招乾坤化龙剑，但是这镜像慕寒却身形毅然不动，眼神淡漠地看着慕寒。慕寒不信邪，准备一招秒了对方。崔星，慕寒右手持剑，左手并出2指，缓缓抹过剑身，手中古剑颤鸣不止。刹那间，随着慕寒这一剑递出，万千剑气瞬间掠向了那镜像。但是慕寒却隐约间听见远处那自己的镜像竟是也缓缓吐出2个字：崔星。瞬间，一股更为浩瀚的剑气凭空出现。慕寒的这招崔星被镜像以同样的招式完全压制了下来。慕寒终于面色一变，不对劲，方才一路走来的那些镜像虽然也能复制自己的招式，但多是形似，完全没有神似。可是这个镜像，慕寒脑海中忽然出现了一个荒谬的想法。他咬了咬牙，小爷我今天就不信了。慕寒右手高高一抛，手中古剑瞬间消失在了半空中，而慕寒自己则是浑身气势一变，大喝一声，八荒拳意瞬间弥漫全身。慕寒猛地冲向身前那镜像，而那镜像只不过是缓缓摆出一个拳架，竟然也是八荒拳。慕寒与镜像瞬间站在了一起，慕寒出拳凌厉，招招致命，完全是不遗余力。可是那镜像每一次却都只是微微躲闪，便能躲过慕寒的全力一击，随手间的反击更是让慕寒生出一种手忙脚乱的感觉。更让慕寒心底一沉的是，二人如今出拳与接拳依旧还保持着慕寒自己的节奏，也就是说，对面这镜像甚至都没有出拳，他只是在接拳。而在接拳的空隙间，偶尔随手反击便能给慕寒造成极大的麻烦。若是这镜像真的正式出拳，慕寒又该如何应对？慕寒咬了咬牙，厉喝一声：登天！拳招猛地一变，慕寒又脚踏前一步，双手摊开，起手撼昆仑。登天这个拳招妙就妙在，只要你中了一拳，那么就会完完全全的陷入对方的节奏里，接下里的每一拳你都不得不接，而且往后的每一拳都将是前面所出拳的总和。慕寒以此招击杀了不少棘手的对手，但是这一次慕寒完完全全的败了，因为他的第一拳便被那镜像轻松躲了过去，那镜像甚至都没有出手，双手负后，只不过是最寻常不过的微微侧身，便躲过了慕寒这蓄力一击。慕寒这一击擦着镜像的鼻子，在他的眼前缓缓而过。慕寒神情错愕，那镜像慕寒在侧身一躲之后，被在身后的左手速度极快的击中了慕寒的腹部。慕寒的身体瞬间弯成了一个大下，可即便如此，慕寒仍旧是第一时间做出了反应。他在吃了一击之后，强忍着疼痛，单手撑地，双腿交错间踢向那自己的镜像的头。可是那镜像只是面无表情的微微侧头，极为潇洒写意的躲过了慕寒这一击。镜像慕寒伸出一只手，一把握住了慕寒的脚踝，微微用力，慕寒整个人都被他拎了起来，随后猛地砸向地面。慕寒根本没办法去反抗这股巨力，被重重的砸在地上，直接吐出了一口鲜血。更变态的是，那镜像慕寒自始至终都只用了一只手，另一只手始终背在身后。慕寒眼中闪过一丝狠辣，他忽然伸出一只手，承握剑势，瞬间在那镜像头顶，那柄最开始被慕寒抛向高空中的古剑，速度极快的落了下来，几乎是肉眼不可见的速度，只能看到一道剑光刹那间自上而下，瞬间落下。慕寒在方才打斗的同时，竟然还分心出来御剑，使得这古剑隐藏在半空中不断蓄力，最后借着下落之势，再加上自身气机的牵引，使得这一剑的速度几乎快到了极点。但是那镜像慕寒仍旧是一副面无表情的样子，他竟然只是向后退了半步，仅仅半步，就是这半步的细微距离，使得慕寒这几乎算是神来之笔的一剑，在那面无表情的镜像面前错过。古剑在镜像的面前斜落下去，剑身之上的寒光几乎倒映出了那镜像慕寒面无表情的脸。就在这时，慕寒瞬间起身，身形快若奔雷，在古剑下落至镜像面前，恰好遮挡住了他的视线之时，一拳挥出。可是接下来那镜像慕寒的一个动作，让慕寒自己乃至是外面观战的人都如坠冰窟。只见那镜像慕寒终于伸出了另一只手，那只手竟然也呈现出一个握剑的姿势。慕寒全身的汗毛都立了起来，这个姿势，难道说……瞬间在慕寒的身后亮起了一道剑光，慕寒瞳孔瞬间放大，这镜像到底是什么时候？可是此刻已经由不得慕寒再去细想，电光火石之间，身后那柄剑便已至身后。慕寒眼中闪过一道果决，他将左手伸向背后，手心重重敲击了一下背后的剑鞘尾部，剑鞘瞬间向上飞去。
恰好上升到了慕寒的头顶之上。慕寒身体猛地拧转，右手顺势便接过了此刻头顶上那柄剑鞘。刹那间，剑光一闪，慕寒右手前举，原本空空如也的剑鞘之中，此刻多了一柄镜像古剑。慕寒竟是在最后关头选择以剑鞘接住刺向自己后背的这一剑。慕寒接下这一剑后，丝毫不敢停留，几个闪烁间便远离了那镜像。此刻的慕寒浑身已经被汗水浸湿，额头上满是冷汗。方才自己只要有丝毫的犹豫，毫无疑问，那一剑会直接刺透自己的身体。慕寒看向远处那面无表情的镜像，手心之中都生出了汗水。他知道了，面前这个镜像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慕寒站在原地一直在调息，他必须要达到有史以来的巅峰状态，因为慕寒面前这个镜像已经不单单是一个镜像了，他的境界以及手段和自己一模一样，可实力已经远超过了慕寒他自己。试炼之地外，云青山再次为慕寒捏了一把冷汗。这个镜像，叶双双也眯起了眼，东黄州乾坤学院的试炼之地果然有点意思。徐缺到底还是蹲在了梅玉山身旁，看着镜中的慕寒，眼中闪过一丝凝重。周叔却是冷冷一笑，凭他的眼力，一眼便看出慕寒绝不会是这个镜像的对手，甚至连打成平手都是奢望。虽然境界和手段相同，但镜像慕寒的战斗经验以及对于功法的运用都远在慕寒本体之上。云青山忍不住看向一旁的周密问道：“周副山主，这镜像作何解？”周密眼中其实也闪过一道讶异，他也曾见过不少镜像，但是慕寒的这个镜像好像又有些不一样。周密沉吟片刻，缓缓开口道：“无论是谁进入这片镜像空间，在这关卡尽头都会遇见一个与自己完全一样的镜像，且这个镜像一定是比自己强。但是这种强大却不是境界上的压制。确实，这镜像慕寒的境界与慕寒本体是一样的，金丹境9层，5符5境，就连气机波动都是一模一样。”周密又道：“这镜像真正强大的地方在于对自身功法的运用和身体的最完美发挥。简单的来讲，你这弟子显然已经可以很熟练的运用自身所学功法，但是或许只是80%，而面前这个镜像则是100%。”云青山一惊，这就相当于将自身潜力完全开发，对于功法的运用和自身体魄的完美发挥，每一招每一式都绝对不会有丝毫的多余。用山下俗子的一句话来说，就是摆脱那些花架子，直捣黄龙，以自身最小的消耗换取最大的利益。云青山眼中闪过一丝凝重，如果是这样，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慕寒身前的这个镜像其实就是同境界下最强的自己？一个人最大的敌人永远都是自己。好一个试炼之地啊，这才仅仅是第一关啊。周密接着感叹，没想到你们青云门出了个这么好的苗子，因为他本身实力强劲，手段繁杂，故此他的完美镜像自然更加强大。天才反而不好通过这第一关。乾坤学院的学生们此时也面面相觑，他的镜像怎么可能这么强？他不就只是个金丹境吗？难道压境了？压境？你没看那镜像也是金丹境，这就是他真实的境界。可是这镜像未免太强了点，一般的元婴境也未必能有此等战力啊！快看，又打起来了！一众学生不自主的屏气凝神，这一场金丹之间的大战，竟是让他们生出一股大开眼界的感觉。试炼之地内，慕寒逐渐将气机攀升至巅峰，他要出全力了。慕寒轻呼出一口气，古剑腾空而起，以气御剑。只见慕寒缓缓吐出几个字，声如寒霜，剑光如雪，乾坤化龙剑。这一次，慕寒甚至催动了龙珠，在龙珠的加持下，乾坤化龙剑的威力会呈指数增加。那镜像同样以气御剑，也是同样的乾坤化龙剑。二人身后同时出现了一条百丈真龙。慕寒皱了皱眉，自己的乾坤化龙剑有龙珠加持，所以才有此等威势。可那镜像施展出的乾坤化龙剑，为何也能有如此威势？难不成这镜像连龙珠也一样能复制下来？这让慕寒有些不信邪。龙珠可是一件上品神器。慕寒大手一挥，身后那百丈真龙便咆哮着向镜像冲掠而去。那镜像身后的剑气真龙同样前冲而去，二者轰然撞击在了一起，连整片空间都在微微震动。慕寒那条剑气真龙在这一撞之下几乎彻底消散，可那镜像施展而出的剑气真龙却只是暗淡许多，但是前冲之势仍是极为迅猛。不消片刻，慕寒的剑气真龙便有些顶不住了，缓缓烟消云散。可那镜像的剑气真龙虽然暗淡了许多，甚至整个龙身都变得虚幻，但仍旧是冲向了慕寒。慕寒没有丝毫停留，身形高高跃起，一把握住古剑，运起搬山术，眨眼间便递出21剑。21剑层层递进，一剑更比一剑强，仅用7剑便将那剑气真龙彻底摧破，余下的14剑朝着那镜像扑去。慕寒眼神却在此刻猛地一变，因为他发现那镜像的身体上开始浮现出一道金色的光芒。这是搬山术。搬山术在达到无上圆满之后，便已经不单单能够增幅力量、神识、速度、体魄、气海，几乎是全属性提升。而搬山术在增幅之时，体魄之上便会显现出淡淡的金色光晕。慕寒面色陡然沉了下来，他右手红芒一闪，远古天庭斩龙台行刀瞬间出现在他手中。可是让慕寒心神激荡的是，那镜像的手中竟然也出现了一柄新刀。那镜像手持行刀，在身前画出一个十字，那几道凛冽剑气瞬间被暴力的刀刚斩破。慕寒咬了咬牙，身形前冲，二人再度贴身而战。
慕寒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几乎把一身所学全都用了个遍。但是令他倍感无力的是，不管自己用出怎样的招式，那镜像都能完美的复刻。不能说是复刻，因为同样的招式，在那镜像手中便能发挥出更大的威力。这让慕寒感到有些荒谬，自己打不过自己。慕寒心生烦躁，原来与自己对敌是这么一种体验。但是无论如何，自己都必须要过关。萧月还在等着自己，若是连这第一关都过不了，还谈什么救人？慕寒开始疯魔了一般主动出击，不光是自己的招式，就连从别人那偷师而来的招式都用了出来，其中包括徐区的燎原内劲、许明的我击上苍，甚至连马龙的战阵枪法，尤其是临死前那一记回马枪都被慕寒用了出来。在他化万物达到了无上圆满之后，便有了模仿的能力，但最开始只是形似，后来慕寒的双眼之内被斩龙人录影。西打入了日月之后，最直观的体现便是能看穿修士的种种破绽，也包括武夫那一口纯粹真气在人身小天地中的运转路线。所以慕寒若是想要偷师，只需要运转他化万物，同时配合白龙瞳，基本上便能达到8、9分的形似，5、6分的神似。这还是只看一遍，若是反复练习，恐怕就会比本人施展出来的还要神意圆满。但是慕寒很绝望地发现，就连他化万物的模仿能力和白龙瞳那镜像也同样复制了过去，甚至运用起来比他还要强。慕寒被那镜像逼得不断后退，可就在这时，慕寒忽然灵光一闪，我可以模仿别人，我也可以模仿我自己啊！我打不过你，我就不断模仿学习你的打法，你总不会来模仿我吧？毕竟你强我弱，你来模仿我根本就是多此一举。想到这，慕寒好像发现了新大陆一般，眼中迸发出异样的光芒。慕寒虽然依旧是颓势，但是却能够渐渐地稳住战局。虽然依旧是打不过，但是至少不会是一边倒的局势。渐渐的，慕寒的心境就变了，他开始沉入这场战斗，心无旁骛，眼中仿佛再无他物，只有自己与自己互为苦手。这已经不再是一场争斗，而更像是教学。完美的镜像慕寒在给本体慕寒喂招。在慕寒与镜像苦战之时，其实星湖之上一直都没消停，但是慕寒在那种心无旁骛的状态下，根本就没有察觉到。你的他化万物感受到了来自末期的怨念，熟练度有所上涨，当前熟练度无上圆满 99.2%。你的他化万物感受到了来自末期的怨念，熟练度有所上涨，当前熟练度无上圆满 99.3%。你的他化万物感受到了来自末期的怨念。此时的末期好不容易一路走到了关卡处，全身衣衫褴褛，就连头发都被薅掉了一半，鼻青脸肿，一瘸一拐地走向了这光点处。虽说没受什么重伤，但是这副样子实在是过于凄惨了。慕寒，我若不杀你，我就是你孙子！云青山，青云门，我必灭了你们！莫七此刻对慕寒可谓是恨之入骨，他已经想好怎么在第2层虐杀慕寒了。可就在这时，面前那老旧的木门竟然自行打开了，这让一路极为波折才到这里的莫七悚然一惊。他赶紧迷眼望去，却看见那老旧的木门缓缓打开，然后从中走出一个自己的镜像。莫七忍不住勃然大怒，这还没完了是吗？太过分了，就没有这么欺负人的。这个关卡最后的镜像猛地冲向莫七，莫七伸出一手与镜像狠狠地对了一掌。但是接下来莫七就是越打越心惊，这镜像怎么这么强？没过多久，莫七便被那镜像一脚踹在了面门上，整个人犹如断线的风筝一般倒飞出去，最后到栽葱一样跌落在了地上。此刻的莫七心里就只有一个念头：慕寒，我必杀你！试炼场之外，不少人看着莫七的这副惨状，都忍不住打了个冷战。主要是太惨了一点，因为莫七即便自己选择跌境，可再怎么跌，他之前也是一位反虚境强者，更何况如今也是元婴境巅峰修为，所以莫七的镜像也是极为强力，远超寻常的元婴境。这就让乾坤学院外面的学生有些懵了，他们都是参加选拔进来的，在各地也算是天之骄子了，但是今天还真就是大开眼界了。先是一个强到变态的金丹境，后面又来了个招式诡异、极为不正常的元婴境，尤其是那个金丹境，不少学生都看傻了，这他妈是金丹境，怕是结了磐石一般大小的金丹吧？这也太离谱了。有好事的还专门给慕寒统计了一下，他到底用了多少种术法，多少手段，粗略的估计已经有了10多种，而且这10多种一个比一个牛逼，这让他们都暗暗咽了下口水，这简直不是人啊！难不成是中土神州来的天之骄子？可是学院里也有中土神州来的，没听说过有慕寒这么一号人物啊！时间向后推移，不知不觉2日的时间便已经过去了。叶双双看着镜中的影响，忍不住感叹道：云青山，你倒是真的捡了宝啊！云青山右手放在腰间，拇指不停地摩挲着腰间的一块玉佩，他心里可完全没有脸上这般平静，既有欣慰又有担心。欣慰的是自家弟子不知不觉间竟然已经成长到了让他都为之惊叹的地步，好像再不是那个偶尔耍耍小聪明，听说要给圣女疗伤就偷偷跑下山的小子。担心的是那镜像实在是强的有些过了，所幸周密富山长方才说了，倒也不是非要打赢这镜像，更何况从古至今还未有人能在第1层打赢这镜像。成功通过第1关的人不少，但是打赢那镜像的人没有，只要能与那镜像打成一个平手，便算是顺利过关了。慕寒已经与那镜像足足打了3天，3天时间，慕寒的上衣早就已经粉碎，露出了精壮的上身，只不过身体上布满了淤青和各种各样的伤势，拳伤、刀伤、剑伤，可谓是应有尽有。这3天五雷断体术
几乎就没闲着。现在已经嚷着要休息了，这还是他第一次罢工。往往还不等五雷锻炼术把慕寒身上的伤势恢复过来，慕寒身上就会再添新伤。足足3天，五雷锻体术硬生生从精通级达到了小成级，现在熟练度已经达到了小成级30%。慕寒与那镜像又互换了一拳，慕寒一拳打在了他眼眶之上，镜像慕寒则是一拳击在了慕寒的胸口上。镜像慕寒这一次足足后退了3步，至于慕寒，身形是直接滑出去的。他踉跄着稳住身形，揉了揉胸口，喉咙一甜，嘴角流出一缕鲜血。那镜像慕寒几乎没受什么伤，但是模样凄惨，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方才又被慕寒一拳打在了眼眶上，成了一个熊猫眼。没法子，慕寒现在瞅他就来气。小爷我从来没觉得我自己这张帅气的脸庞看久了会这么气人，越看越来气。所以慕寒那几拳几乎全是照着镜像的脸打的。慕寒啐了一口，伸手擦了擦嘴角的鲜血。慕寒已经用尽全力的去模仿着镜像，去学习他对于五夫体魄和修行术法的运用。他甚至能明显的感觉到自己比之以往强了不止一星半点。无论是功法之间的运用与灵活转换，还有对自身体魄潜力的挖掘，开始一点一点摒弃曾经那些无用的架势。可即便如此，慕寒很无奈的发现自己还是打不过。就目前来看，自己的这道镜像基本属于铜镜之下无敌手，哪怕是元婴进来了也讨不着好。元婴5层之下，对于这镜像来说几乎与金丹无异。慕寒脸上多了一丝阴霾，这样下去自己如何才能过关？可就在这时，慕寒终于觉察到了自己心湖之上的声音。你的他化万物，感受到了来自末期无休止的怨念，熟练度有所上涨，当前熟练度无上圆满99.9%。他化万物，你到底对他做什么了？我这想休息一会都不行，根本停不下来。慕寒也愣住了，他先前一直沉浸在与镜像的战斗中，根本没有闲暇去关心心湖之上的言语，不成想3天时间，末期竟然贡献了这么多怨念值，这妥妥的一个怨妇啊！慕寒忍不住哈哈大笑，他在心湖之上问道：熟练度到头了之后，到底会发生什么？这是慕寒一直以来的疑惑。看来接下来马上就可以揭秘了。感谢末期老铁送的怨念值。心湖之上安静了一会，随后便又响起了声音。片刻之后，慕寒的表情渐渐的变态了起来。慕寒重振雄风，冷冷一笑：结，谁也不能阻止小爷我过关。瞬间，慕寒猛地前冲，再度与镜像站在了一起。只不过慕寒依旧是处于下风，但他仍是全力以赴，打肯定是打不过了，但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如此完美的一个对手，慕寒也可不会白白浪费。每打一场，他几乎都会有肉眼可见的进步。外面观战的不少学员都暗自啧舌，这个人不会累的吗？而且没有痛觉吗？受了那么多伤，怎么好像连眉头都没皱一下？慕寒又收获了一波震惊。搬山术的熟练度已经来到了无上圆满59%。大概1个时辰之后，慕寒被一脚踢中小腹，整个人向后击射而去，最后轰然落地。这还不算完，那镜像慕寒双手刀剑错，各自斩出一刀一剑，剑气与刀罡汹涌而至，几乎在慕寒落地的瞬间便已至他身前。轰！一道璀璨的光华乍起，外面观战众人便再看不见慕寒的身影。云青山瞬间绷直了身体，眼睛死死地盯着面前那镜子。周叔嘴角翘起，看来自己已经赢了。只不过当尘烟散去之后，所有人都瞬间瞪大了眼睛，就连周密的表情都微微一变。远处蹲在地上的梅玉山双眼微微眯起，自顾自嘀咕道：这小兔崽子有点意思。只见试炼之地内，慕寒满身伤痕的站在地上，胸口处被划出一道纵横交错的伤痕，此刻正流淌着鲜血。慕寒的额头处也流出了鲜血，鲜血潺潺而下，他的半边脸都已经被鲜血覆盖。慕寒左右扭了扭脖子，呵了一声，他右手握住了古剑，左手亮出行刀，深吸一口气，双手交错，刀剑便也相互交错。慕寒开始不停的蓄力，一边剑气森然，一边刀罡锋锐，竟然学的是之前镜像慕寒使出的招式。只不过慕寒站在此处，若是想以剑气或是刀罡远程攻击镜像，这无疑是一个极蠢的法子，因为距离太远，根本打不着。但是不知为何，慕寒仿佛一根筋一般，还是在原地不停蓄力。下一刻，慕寒猛地朝身前一挥，这苦蓄力半天的森然剑气与刀罡，竟然就这么直直的冲向了镜像。凭借那镜像几乎变态的厮杀经验，这种招式想打中他几乎是痴心妄想。就在所有人都觉得慕寒脑子坏掉了之时，下一刻，那镜像慕寒忽然身体一震，好似被人从身后猛地踹了一脚，而且这一脚气力极大，猛地就踢在了后心之上。瞬间，镜像慕寒被这突如其来的一脚踢得向前击射出去，而那个方向正是慕寒甩出那一刀一剑的方位。轰的一声，那镜像慕寒的左臂瞬间被炸碎，若不是他在最后关头强行拧转身形，以损失一臂的代价脱身而出，那么结果就会是粉身碎骨。这镜像慕寒不再是那一副面无表情的样子，而是皱起了眉，一脸疑惑地看向方才自己站立的地方，因为在那里竟然又出现了一个慕寒。试炼场之中突兀出现了第3个慕寒，而且这个慕寒绝不是生成的镜像，因为他正在帮助慕寒的本体。慕寒笑声极为放肆，他一手掐腰，一手指着那镜像道：不行了吧，老子一个打不过你，2个难不成还打不过你？我告诉你，我忍你很久了，今天不把你干碎，老子就不姓穆。语罢，2个慕寒一同冲向那镜像。第3个突兀出现的慕寒，浑身上下的气息竟然与慕寒本体一模一样。乍一看，
完全就又是一个真的慕寒。但是跟镜像慕寒不同的是，这第三个慕寒双眼炯炯有神，不似死物，而且攻击招式运用的灵活程度几乎与慕寒本体一样。这就是他化万物熟练度成功达到了100%后带给慕寒的惊喜。功法可以具象化，但是不同的功法能力也有所不同。像是他化万物就可以凭空化作慕寒的模样，且境界能力与慕寒相当。方才在慕寒蓄力刀剑之时，他化万物就已经在默契的无私奉献下成功突破到了无上圆满100%。慕寒原以为这就算是尽头了，却不成想达到了无上圆满之后，竟然还有着巅峰至尊和返璞归真两个境界，这让慕寒大吃一惊。而且功法已经无需在星湖之上与他交流，慕寒直接在外界就能听见他化万物的言语，但是却无法用肉眼去捕捉功法的形，更无法用神识去探查。这功法就像是一团空气一样，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却是真实存在的，这是实实在在的见了鬼了。这功法成精了。他化万物在慕寒的派遣之下，悄然掠到了镜像的身后，在关键时刻幻化成了慕寒的样子，完成了具象化。随后临门一脚，直接把那镜像踢向了慕寒甩出的剑气与刀罡之上。如今慕寒与他化万物更是强强联手，打的那镜像不断后撤。开玩笑，2打1还打不赢，慕寒就不用活了，干脆找块豆腐一头撞死算了。而且这他化万物幻化而成的慕寒下手极黑，不是黑虎掏心，就是鹰爪勾眼，再不就撩鹰腿，只有你想不出来的下三滥招式，没有他做不出来的。这不，刚刚来了个撩鹰3连击，那镜像慕寒的脸都绿了。慕寒古剑自下而上，一道斐然剑气瞬间拔地而起，如此近的距离，镜像根本避无可避。更何况他化万物所化慕寒一直在身侧限制着他的动作，他根本就躲不开。这一剑竟是直接削去了镜像的另一条手臂。他化万物手中也瞬间幻化出了一柄古剑，这一剑直刺镜像后庭花。慕寒嘴角抽搐，这都是什么招数？自己可从来没用过呀，这都是跟谁学的？但不管是什么诡异招数，总之好用它就是好招。那镜像慕寒被他化万物这一剑刺的飘飘欲仙，都已经翻白眼了。慕寒自然不能放弃这个好机会，手中行刀横抹，红芒一闪，手起刀落人抬走，大好头颅滚落在地。慕寒冷冷一笑，手中行刀微微一抖，刀尖轻轻放到嘴边，缓缓吐出一口气。下一个试炼之地内寂静无声，外面更是鸦雀无声，几乎落针可闻。所有人都长大了嘴巴，就连牙缝里的韭菜都看得一清二楚。这一幕发生的太快，也太惊人，使得众人根本来不及反应和思考。有些学生终于回过神来，狠狠地咽了下口水，问道：他把镜像砍死了？好像是的。天哪，他怎么做到的？牛逼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应该是史上第一个成功过关且把自己的镜像活活砍死的。几乎所有的学生都是面面相觑，但也有一些震惊之余，开始缓缓回过味来。不对劲啊，他这犯规了吧？2打1呀！又有一位学生说道：是啊，千百年来闯关者无一不是1对1，他这分明就是耍赖。这时几位女学生不愿意了，一名扎着马尾辫的高挑少女说道：秦琪，你有能耐也2打1去，我看你能不能凭空变出一个自己来。旁边几位女学生也帮着慕寒说话：是啊是啊，人家怎么过关是人家的本事，我看某些人就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这几位女学生看着慕寒的表现，眼睛里满是小星星，这个臭弟弟有点帅呢。那位名叫秦琪的老学员气得牙根直痒痒，可恶啊，这还没正式入学院呢，就开始招蜂引蝶了。这要是真让他闯去6关，那还得了，学院里原本就没有多少姑娘，这都不够分的。好家伙，一个还没入学的，这就抢走一小半了，还让不让人活了？慕寒星湖之上持续刷新着震惊值，你的搬山术感受到了来自乾坤学院王博的震惊，熟练度有所上涨，当前熟练度无上圆满59%。你的搬山术感受到了来自乾坤学院奇岩的震惊，熟练度有所上涨，当前熟练度无上圆满60%。慕寒挠了挠头，有些不解。自打他进来这试炼之地之后，震惊值就一直在刷新。这些人都是谁啊？乾坤学院的学生？他们震惊啥呢？等等，难道他们能看见我？慕寒一惊，这不完犊子了吗？那我这底牌不都暴露了吗？我就说这帮人天天没事在这瞎震惊什么呢？原来自己被看光了，可恶啊！慕寒捶胸顿足，忽然星湖之上响起了一连串的怨念值刷新。你的他化万物感受到了来自乾坤学院秦琪的怨念值，熟练度增加一丢丢，当前熟练度巅峰至尊1%。你的他化万物感受到了来自秦琪的怨念。慕寒一愣，秦琪这人谁啊？老子认都不认识你，怎么好像有夺妻之恨一样？这怨念值都停不下来了啊！外面云青山一张老脸极为红润，甚至都想拍手叫好。好小子，原来还藏了这么一手。云青山装模作样的咳嗽了一声，眼角余光瞥向周叔，发现他的脸色难看的要命。周大宗师先前的赌约。云青山故意拉了句长音，随后便笑而不语，就这么静静地看着周叔。周叔面沉如水，那个突然出现的慕寒什么来头？难道是青云门某种秘术？不应该啊，小小的青云门怎会有这种奇异术法？因为那突兀出现的慕寒，就连周叔都看不出底细，根本看不透。
周叔冷哼一声，愿赌服输，我还不至于与你计较这些。云青山洒然一笑，如此甚好，如此甚好啊！周密此刻却微微眯起眼，脸上竟然有着一丝期待神色。试炼场内，慕寒瞥了眼他化万物幻化而成的自己，暗自点了点头，的确是一模一样，360度无死角的帅。慕寒甚至还伸手捏了捏脸，他化万物幻化而成的慕寒歪了歪头，也伸手扯了扯慕寒的脸，两个慕寒就在这傻笑，那场面一言难尽。片刻之后，慕寒大手一挥，就让他化万物撤去幻化，场内便只剩下慕寒一个人。他伸了个懒腰，浑身酸痛，内伤不少，外伤更多。这第一关算是过了，但是若是以这种状态进入第二关，想都不用想，十有八九是要凉在哪。所以慕寒只得盘膝坐在原地，先调理好伤势，再进入第二关。这第一关都如此变态，第二关慕寒是实在不敢大意。慕寒盘膝坐在地上，双眼微闭，体内缓缓闪烁起电光，更是伴有雷声低声轰鸣。每次电闪雷鸣之后，慕寒体内的伤势就会恢复许多。虽然五雷断体术能够持续的修缮与锤炼体魄，但是这毕竟是极为霸道的雷法，尤其是熟练度上升到小成境界后，每一次修缮体魄都会伴随着剧痛，像是在不停的经历着雷法。就算是雷法，也只不过外雷，可这五雷断体术可是内雷。所谓断体，大概只一个词便可形容，那便是不破不立。五雷断体术断体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不断破坏然后新生的过程。每经历一个这样的过程，体魄就会变得愈强几分。在慕寒疗伤断体之时，那具镜像慕寒的残骸竟然缓缓发生了变化，那些残肢断臂开始缓缓消融，最后出现了一个眼泪形状的玉坠。当这玉坠出现之后，外面的周密面色瞬间一变，凝心镜，果然是凝心镜。众人皆是望向周密，周密深吸一口气，缓缓说道：从古至今，从未有人在这一层打败过镜像，但是我曾听闻一种说法，只要有人能打败自己的镜像，就能获得一件宝物，那件宝物就是这凝心镜。站在这的几位不是宗门掌教，就是名动一州的山上大宗师，不说博古通今，但至少也算是见闻颇广，但是这凝心镜却从未听过。周密又道：这凝心镜是一件五品之宝，属于天地精华凝练而成，它唯一的作用便是可使佩戴者道心无尘，而且若是能将其炼化，在渡劫之时，任何心魔都无法撼动其道心。此言一出，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冷气。对于他们这些境界高深的修士来说，最谈之色变的只有两事：雷劫与心魔。返虚境之后的渡劫境，几乎算是所有修士心中的一座大山，翻得过去便可见更广阔的天地，翻不过去，运气好的还能冰结转世，运气差的直接灰飞烟灭。天雷淬炼肉身，心魔凝练心境，二者缺一不可。只有扛过了天雷，再成功战胜心魔，才算真正的跨过了渡劫境。而在山上也一直流传着这么一句话：天雷一扛，心魔难觅。那诡秘莫测的心魔才是最为棘手的存在。可周密所说的这凝心镜竟然能守住本心，使得自身不被心魔侵蚀，这如何能让众人不震惊？这岂不是说有了这凝心镜，只需要安安稳稳修炼，不自己作死，就迟早能修出一个渡劫境？徐缺蹲在地上扯了扯嘴角，脸上笑意很浓。他扭头冲着梅玉山说道：咋样，看见没？那是我兄弟。梅玉山低头抿了口酒水，咂巴咂巴嘴，凑合。徐缺翻了个白眼。梅玉山顿了顿，扭头看了徐缺一眼，上下打量了一番，开口问道：那个模样不错的女子武夫是你师父？徐缺眉眼之间神采奕奕，那当然了。梅玉山忽然笑出了声，点了点头说道：好福气。随后又问道：平日里你那师父帮你喂拳，可曾觉得束手束脚？徐缺想了想，好像也没什么感觉。叶双双喂拳其实不重，向来是点到即止，反倒是徐缺自己练拳很是不要命，所以在枫叶州年轻一辈中有个五疯子的绰号。梅玉山揉了揉下巴，看向叶双双的背影，心中感叹，一看就是个能生娃的，腰细胯大定圆，尤其是胸前那几两肉，摆出个拳架还不得抖上2抖。这与人问拳，谁能招架得住？梅玉山又抿了口酒，随口说道：武道一途是走的肉身成圣的路子，所以魂魄不全不碍事。徐缺一边用手扣牙缝，一边翻了个白眼。你在叫我做事？可是下一刻，徐缺心中陡然一惊，他竟然看出了自己魂魄不全。谁知道梅玉山好像知道徐缺在想什么，懒洋洋地说道：这不是个人就能看出来，有眼睛就行。徐缺大惊，卧槽，这老光棍会读心术不成？结果梅玉山的下一句话直接让徐缺一屁股坐在了地上。不会。徐缺咽了下口水，再不敢胡思乱想，还说不会。我今天穿什么颜色的裤衩都快让你猜出来了，就离谱。梅玉山伸手抹了抹嘴角，好似想起了什么，脸上多出了一抹笑意。他抬头看向镜中的慕寒，心中有些好奇，这小子的拳艺很高啊，很高。这2个字能从梅玉山的嘴里说出来，几乎算是天大的赞誉了。毕竟梅玉山当年登顶武道一途时，天下其余武夫还只游荡在半山腰呢，那时的梅玉山估计真的称得上是一绝顶，天下武夫只能望其项背。慕寒体内雷光渐渐消散，他深吸一口气，体内灵力奔走于各大窍穴，运转了几个大周天。慕寒睁开双眼，浑身上下响起噼里啪啦犹如黄豆爆裂的声响，他缓缓站起身，摆出一个古朴拳架，开始9步走桩，练拳破万变，出拳如有神。
片刻之后，慕寒收拳站定，微微吐出一口浊气，随手打开方寸物，从中取出一套青衫披在身上。总不能一直这么赤着上身不是？忽然，点点星光映入了慕寒的眼帘。慕寒放眼望去，竟是发现一个像是眼泪，又像是水滴形状的玉佩悬浮在半空中。那星光竟然就是从他身上传出来的。慕寒有些讶异，他走上前，伸手一抓，便将其抓入手中。入手冰凉，像是握住了一块寒冰。慕寒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随即在星湖之上问道：“来，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帮我瞧瞧，这是个啥？”你的搬山术表示此物不凡。你的他化万物表示此物极为不凡。你的乾坤化龙剑表示此物的确不凡。你的敛息术表示此物行了行了。慕寒嘴角抽搐，他娘的不知道就说不知道，什么凡不凡的，凡不凡，在这给我放车轱辘屁呢？还是问个靠谱的吧。慕寒在星湖之上问了问八荒拳和御剑术，谁知这两个功法一个比一个高冷，都不搭理自己。五行法，这时候不愿意了。你的五行法表示这东西我知道啊，凭啥不问我？看不起我？你的五行法觉得你很不礼貌，准备罢工修炼，练个屁！慕寒揉了揉眉心，叹了口气，开始阿谀奉承起来。我这不是寻思着，像你这种功法界的大佬，一般都必须是最后出场，不然与你的气质不符啊，我必须把你放在最后面压轴登场啊，你说是不？你的五行法点了点头，觉得你小子说的有点道理，就很上道。慕寒又问道：那这东西到底是个啥？你的五行法表示此物极为不凡。慕寒沉默了，过了好一会，慕寒直接破口大骂，说了半天，你他娘的不也是不知道？慕寒气得满头黑线，这些功法就没有一个靠谱的。结果星湖之上忽然传出了八荒拳的声音。八荒拳凝心境，用以静心凝神，炼化后可不受心魔侵扰。慕寒愣了愣，凝心境，心魔？谁知八荒拳说完之后就再没动静，实在是高冷得很。慕寒小声嘀咕着，应该是个好东西，然后随手就被慕寒丢进了方寸物中。慕寒又望向那老旧木门，眼中闪过一抹坚定。萧月，等我。语罢，慕寒身形掠到那木门处，毫不犹豫地推开了门，仿佛天旋地转一般。慕寒只觉得眼前景物瞬间一变，这是眼前是一片江河山川，景色极美，风吹江河水波荡漾，碧空如洗，云日交错。慕寒有些错愕，这与他想象中的完全不同。这幅几乎可称世外桃源的景色，怎么样也与危险沾不上关系。慕寒向前走了几步，想看看这里到底有什么玄妙。几乎是在一刹那，一股炙热感扑面而来。慕寒只不过是向前走了3步，眼前不远处那江河瞬间变成了一条火海，这让他瞳孔猛地放大，下意识地向后退去。可刚向后走了一步，大地猛地开始震颤，地面凹陷，裂开一道道深不见底的缝隙深渊，远处竟然还有尖锐的石刺陡然从地面之下破土而出。若是有人站立于此处，毫无疑问，眨眼间便会被穿成一个刺猬。慕寒眉头皱紧，这地方实在是太过诡异，难道是某种阵法？慕寒想再后退几步，却听见星湖之上的言语：五行法，小子，要想活命就别乱动。慕寒的动作戛然而止，他似乎想到了什么。星湖之上，五行法，怎么还没看出来？慕寒观察着周围，皱着眉，冷不丁说道：五行阵，五行法，算你小子还有点眼力。慕寒面色古怪，这阵，五行法，别问，问就是能破。慕寒摸了摸鼻子，想笑，但是却极力地抑制着自己。我是受过专业训练的，一般情况下都不会笑，除非我忍不住。哈哈哈！慕寒仰天大笑，有五行法傍身的他，进入这试炼之地第2层，就犹如逛自家的后花园啊！这可是真老天开眼啊！第一关吃了那么多苦头，终于在第2关站起来了。慕寒按照五行法的交代，闲庭信步地走在这五行阵之中，时而向前3步，随后后撤1步，同时向左1步，再前行7步。这种旁人看似毫无规律的行走，恰恰是这五行阵中最安全的路线。你的搬山术感受到了来自乾坤学院填成的震惊，熟练度暴涨1%，当前熟练度无上圆满60%。你的搬山术感受到了来自乾坤学院摇了山的震惊，熟练度疯狂上涨1%，当前熟练度无上圆满61%。你的搬山术，要开始了吗？对于外面那些人的震惊，慕寒已经慢慢习惯了，甚至心中还隐约有些小期待。他化万物，在突破至巅峰至尊之后，有了模仿自己，从而达到具象化的能力。不知道搬山术突破到巅峰至尊之后，又会带给自己怎样的惊喜呢？慕寒现在都有些喜欢上外面那些可爱的师兄师姐了，忍不住给他们加油打气，让震惊值来得更猛烈些吧。试炼之地外，再一次陷入了一片死寂。这凭什么？终于有一位学生开口说话了，但很可惜，没有人能回答他的问题。观战的学生全都看傻了，这是对阴阳五行有多大的造诣和见解啊！打娘胎里就开始研究阴阳五行了。那些女学员一个个更是面带桃花，眼中闪烁着耀眼的小星星。别人闯着第2关，哪个不是灰头土脸，缺胳膊少腿都是再寻常不过的事情了。那这位兄台也太随意了点吧？自己家后花园我都不敢这么逛。周密脸上都抑制不住的震惊。别看这第2关只有短短的一条路，走到路的尽头就可以通关，
但其实这条路上布满了五行神阵，如果不用蛮力，恐怕连他自己都无法通过的如此轻松写意。可这慕寒小小年纪，竟对五行有如此深刻的造诣。周密此刻再看向云青山，眼中多了些莫名意味。怪不得敢把自己的宝贝弟子扔到这里来，果然是有恃无恐。可是周密记得青云门内好像也没有专修阴阳五行之术的大家啊。可这名叫慕寒的年轻晚辈，能够如此闲庭信步的在这五行大阵之内闲逛，实在是有些匪夷所思。别看慕寒走得轻巧，看似这大阵好像也没有什么可怖之处，但是随便换一个人上去，哪怕有那么半步走错了，都有可能瞬间身死。眼前的江河可能瞬间变成一条火海，将自己吞噬，连灰都剩不下；也有可能走入一处密林之中，此生都走不出来那方寸之地；亦或是陷入一片沼泽之中，不到半炷香的时间就会行销骨立，做鬼都难。甚至在此阵中，连御风或是御剑都做不得，否则便会瞬间被分尸。头顶上那看似是一轮太阳，实则为一金轮，金之至重，常以杀伐。所以身在这五行当中，一步错步不错，然后便再无命焉。云青山其实最开始也颇为意外，但是又瞬间明悟，慕寒这个圣子的身份可还是因为参悟了那五行法而得来的。既然名曰五行法，那对于这五行之力自然是再熟人不过了。想到此处，云青山脸上多了几分笑意。他斜眼周叔，既从心来。周大宗师，方才你主动与我立下一赌约，不如此刻我们再赌一场。周叔冷哼一声，这云青山倒是精明，精明到了不要脸的地步，只要不是瞎子，都看得出来你那弟子异常精通五行之法，过此关想必如探囊取物。这种情况下，在原坐庄下注，岂不稳赢？这云青山能当上一宗掌教，难不成是靠这奇厚无比的脸皮？呵呵，周叔冷冷一笑，并未作声。云青山故作讶异道：“原来周大宗师怕了。也罢，这倒也在情理之中，理解理解。”周叔面色有些难看，他斜瞥了一眼云青山，冷声道：“怕？我周叔自踏入武道一途后，便不知怕字如何写。”云青山就更惊讶了：“这周大宗师，容我说句公道话，武道登顶虽是好事，但也千万不要落了功课。怕这个字其实还蛮好写的，我来教你。”周叔，老子是这个意思吗？堂堂一宗掌教，理解能力这么畸形吗？你怕不是把上一代掌教活活气死，然后谋朝篡位上来的吧？周叔的脸当时就垮了下来，方才自己那句话还颇具气势，结果因为云青山这一句话，整段垮掉。云青山笑眯眯问道：“如何？赌不赌？若是你赢了，我现在就放了你那弟子，此事我也不会再提。”周叔问道：“反之？”云青山笑脸不变：“反之，若是我赢了。”云青山顿了顿，忽然问道：“听说周大宗师拥有一座莲花福地？”周叔面色悄然一变，云青山连忙打趣道：“放心，不抢你老婆本，只不过听说你那莲花福地盛产灵丝藕，不多要，来个100-10来斤就好。”叶双双强忍住笑意，那灵丝藕在山上仙家之中算是出了名的天才地宝了，要价可不便宜。一方面是因为这灵丝藕灵气斐然，修士吃了就是大补之物；另一方面是这灵丝藕最为神妙的一个用处，那便是修缮肉身。比如说曾经与人对敌，身受重伤，自断一臂，得以逃脱；有时因为某些术法的余威残留，肉身是无法自行再生成一臂的，如此只得另寻他物代替。这灵丝藕便是一件可代替且能缓缓修复肉身的天才地宝。如果叶双双没记错的话，那东西原本是按2卖的，结果云青山一开口就是100-10来斤。周叔什么时候这么好的脾气了？这都不问全。枫叶州武道第一人，周叔脾气好不好不太好说，拳头肯定是很重了。要不是身在乾坤学院，周密又就站在身侧不远处，他今天肯定是要问全了。真当莲花福地的第一宝物灵丝藕是路边大白菜？100-10来斤，周叔差点被气笑了。他反问道：“我就算敢给，你敢收？”云青山一脸认真的望向周密：“周副山长，你看他。”周叔差点没一口气上不来，自己把自己给活活憋死。你当时孩童时期上学熟呢，这么会告刁状？好家伙，放学你别走。周密也是一脸无奈，但无论怎么说，脚下这片土地叫东黄州，青云门又是东黄州本土宗门，虽然谈不上拔尖，却也称得上是中流砥柱。你一个枫叶州武夫，要是真敢跨州对付青云门，那就是在打乾坤学院的脸了，而且还打得啪啪作响。周密看了周叔一样，没说话。若是说些什么，或许还好，可这一言不发，就让周叔微微皱眉。云青山抖了抖宽大的袖子，笑问道：“周大宗师？”周叔冷冷地看了云青山一眼：“好，我与你赌，不过要添个彩头。你若是输了，出了这乾坤学院，咱们就切磋一番。我倒是很想领教一下东黄州的风土人情呢。”周叔故意把领教2个字咬得很重。云青山洒然一笑，只说了2个字：“好啊。”众人又看向镜中，周叔嘴角浮起一丝戏谑，都别高兴得太早了。别忘了，这试炼之地里可不止慕寒一个人。突然，这时有人出声了：“快看，那个魔门修士也过了第1关。”果然，敢闯这几乎必死的试炼地都不是凡人，竟然5天半就和完美镜像打成了平手。可惜啊，还是没有那个慕寒逆天。我到现在都不明白，那个慕寒为何能变出另外一个自己，而且完美镜像还根本没有复制他的招数。本来末期第1关的表现已经足以惊人，但和慕寒比起来却又不值一提了。与此同时，在慕寒第2关的闯关路几乎走到一半时，一道人影突兀出现在了这五行大阵中。那人影见到慕寒后，差点把一口钢牙咬碎，咬牙切齿的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慕寒，我杀了你！”慕寒微微一愣，
兄台，你哪位？眼前这人全身衣衫褴褛，不能说是衣衫褴褛，这简直就是穿着一身破布条，勉强能够遮羞，但真的是很勉强了。一张脸上满是血污，2颗门牙也都掉没了。原本的一头墨色长发，此刻就剩下了一半。这里说的一半不是长短，而是密度。左边很正常，右边却是个秃瓢。这造型若不是有那阵阵阴寒之气莫七身上传出来，再加上双手之上环绕着的黑雾，慕寒真的很难把眼前这几乎跟野人差不多的人与先前那莫七放在一起去联想。不过现在慕寒可不怕莫七，虽然看起来2个人目前距离没多远，但如果莫七敢直愣愣地冲自己来，那他可就惨了。莫七对慕寒的怨念已经达到了极为恐怖的峰值，甚至帮慕寒将他化万物都突破到了巅峰至尊，得恨成啥样，可见一斑。莫七嗓音沙哑，扯着一口破锣嗓子嘶吼道：“慕寒，我必杀你！”说着，莫七浑身颤抖，这是活气的。他最后跟自己的镜像打，真可谓是费了9牛2虎之力，差点没把自己扔里面，自己弄得这么狼狈。此刻却发现慕寒跟个没事人一样，在这干嘛呢？赏花赏月赏秋香，逛花园呢？如此大的落差，差点没让莫七把肺都气炸了。慕寒眼神悲悯地看着莫七：“行，你必须杀我熬！”瞅给这孩子气的都哆嗦了，嘴上耍着剑，慕寒心里却在期待着：“来啊，杀我呀！快直接来杀我呀！我保证不动。”他觉得如果能用第2关的5行大阵将莫七坑死，那可就太好不过了。莫七长大了嘴巴，仰天长啸，眼中尽是杀意。只不过慕寒看着这个没了2颗门牙的莫七在这群魔乱舞，实在是有点出戏。莫七浑身上下充斥着黑光，已然是怒不可遏，杀意滔天。他疯了一般掠向慕寒，慕寒先是看了看他脚下，最后神情古怪，眼神怜悯地看了莫七一眼。面对狂怒的莫七，慕寒连躲都没躲，就安静地站在原地。莫七心中怒意更盛，他认为这根本就是挑衅。莫七嘶吼着冲向慕寒，可惜3步之后，莫七的身影就消失在了无尽的火海中。慕寒歪了歪头，就这，忽然一道身影猛地从火海中窜了出来，犹如一只窜天猴一般御风而起，身上那本就已经成了烂布条的衣服，此刻也折得差不多了，就剩下腰间胯下那么一点点破布了。原本还剩下一半的头发，这下也跟着了飘柔，变成锡纸烫了。慕寒微微抬起头，哇，仙女奔月图！下一刻，头顶那原本阳光璀璨的烈日忽然轰隆作响，眨眼间化为一道金轮，砰然撞击在了莫七的身上。莫七瞪大了眼睛，口吐黑血，身形瞬间倒飞了出去，正巧落在了一棵树上。不，准确的来说是骑在了一根粗壮的树枝上。嘶！慕寒倒吸一口冷气，当真是恐怖如斯啊！不知道莫七顶不顶得住。莫七眼睛都快瞪出眼眶之外去了，浑身轻微的颤抖，一张脸明显变成了猪肝色。莫七缓了一会，颤抖着想从树枝上爬下来，结果他刚有动作，这树竟然动了，树枝忽然缠住了他的双脚，将莫七倒挂了起来。随后无数的树枝都动了起来，这些树枝啪啪啪的开始抽打莫七的身体。莫七一脸惊恐，这树成精了，树精啊！更恐怖的是，这树枝每打在身上一次，就能吸收一些修士体内的灵气。慕寒揉了揉下巴，天有5行，一曰木，2曰火，3曰土，4曰金，5曰水，木5行之始也。那些树枝疯狂地抽打着莫七，整个树干还在不停地抖动，树叶飒飒而落，像是在哈哈大笑一般。住手！住手啊！啊！莫七不断哀嚎着，那凄惨的叫声当真是听者伤心，闻者落泪。他这一路走来确实不容易，简直是一卷可歌可泣的悲壮史。先是被云青山联合长河剑宗宗主赵四和九天宗奇毒将其重伤，后面又不惜施展各种秘术劲法与云青山掰手腕，最后却还是让慕寒逃到了这乾坤学院，自愿跌境跌到了元阴境，只为了能进这试炼之地宰了慕寒，以心换心。不成想被第1层的镜像折磨成这个鬼样子，好不容易剩下一口气闯进了第2关，结果连慕寒的衣角都没摸到，上来就被5行之火差点烤熟了，又被5行之精砸了一下，半条命都快没了，现在又被5行之木吊打，是真的吊起来打。啧，慕寒不断摇头，惨，实在是太惨了。莫七双手合十，浑身黑芒大作，魔气凛然。他未跌境之前毕竟是一位反虚境强者，压箱底的手段肯定是有的。在莫七身上涌动的黑雾瞬间将那棵树包裹，不消片刻，这棵树就变得干枯腐败。莫七顺势落地，模样凄惨到了极点，望向慕寒的眼中虽然充满了恨意，但是却多了一丝防备。这里不对劲，很不对劲。莫七冷眼看向四周，看似风平浪静，实则处处暗藏杀机。火、金、木5行。莫七眯了眯眼，方才自己太过大意，一不下心着了道。阴阳5行之术，莫七也是略懂1、2。莫七站直身躯，冷冷地望着分明就站在自己身前不远处，但就是碰不到摸不着的慕寒。2人之间相隔的这么一小段路，蕴藏了极为复杂的5行之理，需要小心斟酌。慕寒挑了挑眉，怎么？你不是要杀我吗？来啊，来啊！莫七冷冷一笑，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打的什么主意。阴阳5行，并不是只有你会。慕寒伸了个懒腰，懒洋洋地说道：“哎呦，被看穿了呢，可恶啊！”莫七眼皮忍不住一跳，能再敷衍一点吗？把我当3岁孩子哄呢？慕寒忽然看向莫七一眼，一脸认真地说道：“我吃定你了，仙人都留不住你，我说的。”莫七仿佛听见了什么极为好笑的笑话，顿时冷笑摇头。
慕寒忽然转过身，不再搭理莫七，而是在星湖之上问了一句：“敢不敢玩一票大的？五行法，韩寒要杀谁啊？把这五行阵破了。”然后，五行法谁？韩寒不知道，这五行阵与我乃是五行同源。你这样的功法还在乎这些？五行法，韩寒你误会了，这阵法可是我的挚爱亲朋手足兄弟啊。五行法沉默了一会，得加钱。这下轮到慕寒沉默了。半晌，他忽然开口道：“3个。”五行法8个。慕寒摇头道：“最多4个。”五行法最少6个。慕寒斩钉截铁道：“5个，一口价。”五行法成交。慕寒揉了揉眉心，以5个漂亮女学员的高价换一座阵法和莫七的命，值了。慕寒嘴角翘起：“莫七啊莫七，小爷说要你的命，你就必须得死在这。”慕寒缓缓踏出一步，自这步之后，慕寒的每一步都走得极慢，而身后不远处的莫七也开始踏步往前走。每走几步，莫七就会停留在原地，或是掐指一算，或是闭目凝神，不知在推演着什么。二人的速度都算不上快，但是渐渐的，莫七的破阵速度有了明显的提升。他脸上表情忽然变得戏谑起来，黄口小儿口出狂言：“今日就将你虐杀在此！”莫七向前走出5步，随后猛地后撤3步，突然间再向左横移2步。这2步走完，四周没有任何变化。莫七冷冷一笑，果然如此。他向前掠去，这一下竟是直接向前走了10多步。他与慕寒之间的距离骤然间变得越来越近，而慕寒好像还在原地乌龟爬爬，半天都不会挪动一下。外面那些乾坤学院的学生都呵呵一笑：“你看，我早就说他是个绣花枕头，这下果真不行了吧？”另一位学生双手环胸，一脸倨傲：“要我看啊，第1关也是他取巧罢了，到了这第2关也就露馅了。那位魔道修士跟他可不太对付，我看啊，他悬了。”一旁还有不少说风凉话的，总之大多都是不太看好慕寒。那几个女学生气得咬牙切齿，一双美目瞪着这些人。那位最初较为看好慕寒的齐言微微皱眉，他有些不解，为何最初慕寒破阵速度如此之快，如今反倒是慢了下来？是遇到什么瓶颈了吗？云青山的表情却没什么变化，在场的所有人恐怕就没有人比他更了解慕寒。这小子跟自己年轻那会简直是一模一样，看着人畜无害，实则心黑着呢，指不定在那又憋什么坏。对于这试炼之地，云青山的确是了解不多，但是他相信五行法，因为这五行法可是连他都参悟不透的功法，放在青云门一直在吃灰，千百年来唯一一个能将这五行法参悟的只有慕寒一个，其中定然是有着大玄妙。别的关不好说，但是这第2关五行之关，云青山坚信慕寒绝对能顺利过关。为了百十来斤的云丝藕，给爷冲啊！莫七已经越来越临近慕寒，可慕寒好像被困在了原地一般，已经半点都没挪动步子了。莫七已经距离慕寒越来越近，慕寒回头看了一眼，故作紧张道：“你不要过来啊！”莫七冷笑：“本事不大，口气不小，你不能跑吗？你接着跑啊！”慕寒立马哭丧起个脸：“咱们打个商量，你放了我，我给你钱。”莫七嗤笑一声，一脸鄙夷地看着身前不远处的慕寒。青云门圣子在生死关头只会俯首求饶。慕寒的2条腿都晃成面条了，看样子是吓坏了。别杀我，别杀我，你要什么我都给你，留我一条狗命。莫七脸上笑意渐浓，他喜欢这种别人在他面前求饶的感觉，这种掌控一切的感觉让他感到愉悦。外面的学生脸上也得闪过鄙夷之色。你们看，你们看，他都打摆子了，2条退斗的像根面条一样，真是个软骨头啊！他也配进学院？这还进个屁了，马上就凉了。后面那个魔门修士虽然造型惨了点，但是下手可一点都不含糊啊。这些学生你一言我一语，几乎把慕寒判了死刑。这时莫七距离慕寒仅仅1步之遥，而且看样子慕寒一是没能破得了阵法。莫七只需要再向前1步，就站在了慕寒的身前。慕寒面色惨白，看样子都快哭了。莫七笑意愈发狰狞，他马上就要踏出那1步了。慕寒面色苍白如纸，浑身抖个不停，不停地向莫七求饶。星湖之上，慕寒却懒洋洋地问了一句：“好了没？我真快演不下去了，他这造型我真的很出戏。”片刻之后，星湖之上五行法忽然应了一声，慕寒眼中闪过一丝狡诈。莫七1步踏出，慕寒眨了眨眼：“你还真敢来啊！”莫七瞳孔微缩，当他踏出这1步后，仿佛一瞬间天旋地转，面前的慕寒瞬间消失了，四周的景物也彻底变了，自己竟然陷入了一片泥潭沼泽之中，双膝都已经没入其中，这怎么可能？莫七大惊，明明经过自己之前的推演，这1步应该是安全的，怎么此时却变成了陷阱？忽然，慕寒突兀出现在他面前，笑容灿烂：“怎么着，龟孙儿，来打我呀？”莫七勃然大怒，自己竟然又被这小子耍了。这小子早就知道这里是陷阱，他是故意不向前继续走，就在那陷阱前等着自己。莫七眼中杀意迸发，他很想一掌拍死这个慕寒，然后再把他的心肝挖出来，可惜如今被困住，只能先想办法脱身。慕寒笑嘻嘻地拔出古剑，甚至连行刀都掏出来了，面带笑容地说道：“不知道你抗不抗得住？”莫七冷冷一笑：“即便是我被困住，凭你一个金丹境，你以为就能伤到我？”慕寒表情夸张：“啊，你好勇啊！”莫七嘴角抽搐，但是他却所言非虚，境界虽然跌了，但是莫七的体魄经过了这么多年的打熬，还真就不是一般人能破防的。况且即便跌了境，莫七也有这元阴境10层的实力，仅仅是护体罡气
就能让一般的金丹境望而却步。慕寒一边运转搬山术，一边说道：“那就看看是你这老王八的乌龟壳更硬，还是我这大宝剑更硬了。”慕寒随手就是一记乾坤化龙剑，左手行刀也没闲着，完全也没按照什么套路来，直接就是一顿横劈乱砍，跟砍柴火似的。经过第一层完美镜像的洗礼，他现在的战斗经验早就得到了质的飞跃。莫七分出一部分心神破阵，要尽快摆脱脚下这副地牢，另外还要分出心神去抵抗慕寒的狂轰乱炸，剑气刀罡四处乱飞，完全变成了一个火力点。莫七的护体罡气甚至都炸出了烟花，疯狂冒着火星子。那一刻，莫七变成了光。半炷香，只要再坚持半炷香，就能破开这副地牢。莫七不是不想反击，而是这地缚牢太古怪，自己只要气机一动，下剑的速度就会变快，到时候没被慕寒砍死，也要陷入这沼泽中被活埋于此。不过所幸自己的体魄极为坚韧，而且这慕寒貌似也破不掉他的护体罡气，想来也是，区区一个金丹境，累死也破不了他的防啊。只不过莫七刚刚想到这，就听见咔嚓一声，仿佛玉碎之声响起。莫七一脸见了鬼的表情，只见他的护体罡气竟然缓缓裂开了，最后轰然破裂。我裂开了，这怎么可能啊？莫七心中大震，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可是事实摆在面前，由不得他不信啊。莫七几乎是第一时间就强行提起气机，以灵气补足护体罡气。可如此一来，虽然能暂时挡下慕寒的狂轰乱炸，但是自己的下线的速度却变得更快了。这副地牢几乎陷到了他的腰间。莫七几乎是第一时间就看向慕寒手中的一刀一剑，寻常武器不可能有如此威力。当莫七再度补足护体罡气后，他猛地发现慕寒竟然停手了，歪了歪头，最后嘴角翘起，笑容讥讽。莫七眯了眯眼，只要再给他不到半炷香的时间，自己就能破开这副地牢。结果莫七直接被慕寒当头棒喝，就真的只是字面意思上的当头棒。老王八很硬是吧？行，小爷我送你回家。慕寒就一下又一下把行刀当做了榔头，一下又一下的站在不远处，开始把莫七往这副地牢里砸。莫七嘴角抽搐，满口钢牙都快被他咬碎了。自己纵横魔道这么多年，何曾受过如此屈辱？不消片刻，莫七的胸口都下陷到了这副地牢里，再然后就是脖子。随着慕寒最后一下凿下去，莫七整个人就都下陷到了这副地牢里。刚开始还往外翻了几个泡，到后来就一点动静都没了。慕寒用衣袖擦了一下额头的汗水，骂了句娘。他娘的，还真是个体力活呢。慕寒收起古剑行刀，忽然一愣，四周景物变换，又回到了那条路上。慕寒向后望去，莫七满身泥泞的出现在了原地。哟，这都能跑出来，老王八确实能活呀！行啊，你太行了。说着，慕寒忍不住给他比了个大拇指。莫七浑身上下都是淤泥，就露出一双眼睛，那眼神恨不得直接将慕寒生吞活剥。你的他化万物，感受到了来自莫七的强大怨念，熟练度有所提升，当前熟练度巅峰至尊5%。慕寒揉了揉下巴，嘿，还挺记仇，不就埋了你一回吗？至于吗？你说。莫七双手掐诀，开始推演正确的道路。刚才自己一时大意，才着了这小子的道。慕寒，我就不信你的运气能一直这么好。莫七面色狰狞地说道。慕寒摇了摇头，这话说的，咱靠的可是绝对的实力。莫七最后掐出一个法诀，看样子是找出了一丝破绽。刚要向前踏出一步，却看见慕寒忽然笑了。我可没说你能往前走。慕寒伸出一根手指，就这么轻轻一划。忽然，莫七心底一紧，这一步绝对不能踏出去。他又猛地缩回脚，然后就听见慕寒说了一句：“我好像也没说你能站在原地。”然后他就看见慕寒又轻轻挥了一下手指，莫七瞬间发现自己站立的地方不再是破阵生门，反之，这里变成了极为凶险的死门。他赶紧向后退了一步，还不等他站稳，就发现脚下又变了，方才的地方又变成了生门，脚下却极为突兀的成了死门。莫七就只好再挪步向前，可一只脚刚踏上去，生门死门便再度互换了一个位置，然后滑稽的一幕就出现了。莫七在原地不停地扑腾，左一下右一下，前一步后一步，好像忽然中邪了，在原地开始尬舞。这是怎么回事啊？饶是莫七此时也不由得大惊失色，这小子竟然能控制这里的五行大阵。外面的人也全都傻了眼，差点没把眼睛瞪出来。有一个学生寻思了半天，才犹犹豫豫地开口道：“这个是什么强力招式的起手式吗？”另一个学生黑着脸：“有这么大的起手式？这是打算笑死对手？”的确，莫七现在的状态就好像地上烫脚一般，往往是沾一下就赶紧挪地方，甚至速度越来越快，连双手都开始甩了起来，两条腿在地上前后左右不停腾挪，都快跳出幻影了。终于，一位女学生绷不住了，扑哧一下笑出了声，随后接二连三的笑声回荡在整个乾坤学院上空，一片欢乐的气息。周叔黑着一张脸，甚至都扭头望向别处了，没眼看，实在是没眼看。试问一个腰间只系了一个破布条，满身泥泞，缺俩门牙，头发焦黑的人在你面前不停尬舞，这一招谁顶得住？周密眼中闪过一道金光，他微微侧头望向云青山，这已经不单单是对阴阳五行极为了解能够解释的了。旁人看不出门道，他们这些境界高深的修士可看得出来如今的局势。其实即便是周密也不愿意相信眼前这一幕，因为这实在太过匪夷所思了。云青山感受到了周密的目光注视，知道他想问什么，只不过云青山只是苦笑着摇头。直到这一刻，
云青山才觉得自己对自己这个弟子好像还是有些所知甚少，他心底也是有着些许震惊的。看来这五行法算是让慕寒玩明白了。这座五行大阵，此时此刻慕寒说了算。他不光将阵给破了，甚至还更进一步将这阵法都给整个拿下了。叶双双和周叔显然也看出了些许门道。叶双双是一脸惊讶，如果先前说云青山这弟子颇为不凡，那么此刻就该说他根本就是个天才，100年难得一遇的天才。周叔的脸色极为难看，哪怕不想承认，可自己依旧是输了。谁能想到一个籍贯没几年的年轻人能将五行之术运用到如此骇人听闻的地步，甚至于直接反客为主。即便那莫七是一位元婴境巅峰，身处这座大阵之中也是凶多吉少。周叔从指齿物中取出不少灵丝藕，看也不看，直接丢给了云青山。多看一眼他都心疼。云青山顺手一接，掂量了几下，脸上浮现出一丝笑意。多谢周大宗师馈赠。周叔黑着一张脸，这云青山名字取的是真好，脸皮当真是厚得像山一般。得了便宜还卖乖。试炼之地内，慕寒一边控制着阵法，一边听着星湖之上的声音，不由得笑容满脸。你的搬山术感受到了来自乾坤学院富山长周密的震惊，熟练度有所上涨，当前熟练度无上圆满65%。你的搬山术感受到了来自云青山的震惊，熟练度有所上涨，当前熟练度无上圆满68%。你的搬山术，慕寒脸上笑意更浓，看样子自己将这阵法掌握了之后，外面的人都很是震惊啊。就在这时，一道不和谐的声音出现。你的他化万物感受到了来自周叔的怨念，熟练度有所上涨，当前熟练度巅峰至尊9%。慕寒挑了挑眉，他自然是不知道自家师尊这么一会的功夫就已经坑了人家2回了。饶是周叔的脾气再好，现在也快要裂开了。至于莫七嘛，此刻是真的要裂开了。死门和生门就像是2个顽劣的孩童，环绕着莫七来回绕圈奔跑，分明近在咫尺，却偏偏是毫无规律可言，完全是随心所欲一般。这让莫七心态彻底炸裂，甚至连推演都来不及。他推演一步，生门与死门之间往往便已经变换数十次，这就相当于莫七好不容易算出了一步，但是慕寒早就已经跑出去了上百步，而且还不忘回头嘲讽他，这让莫七愤怒不已。慕寒忽然停手，莫七瞬间站立在原地，他警惕地看向四周，而后猛地扭头望向慕寒，面目狰狞地问道：你到底做了什么？慕寒百无聊赖地摆弄着手指，随口说道：没什么，给你个机会杀我，看你真不珍惜了。莫七眉头皱起，不对，这里绝对有诈。被坑了这么多回，莫七算是长了记性了，这小子心脏得很。见莫七没动作，慕寒自顾自地向道路尽头走去。你不来杀我，我可走了哦。慕寒大步向前，仿佛这阵法已经停止运转了一般。走了几步，慕寒忽然扭过头，真不来，那我可真走了哦。莫七还是没有轻举妄动，而是伸出一手，还是缓缓推演。慕寒摇头叹气，等你算出来，我能在这里走上3个来回。别怪我没给你机会，是你自己不争气啊。慕寒一脸的恨铁不成钢，摇头晃脑的往尽头走去。那里同样是有着一扇老旧木门，要是真让慕寒走过去，那就相当于过关了。第3关鬼都不晓得是个什么样的光景，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啊。可是莫七又怕这里有诈，以慕寒那谨小慎微的性子，会对自己毫无防备。可是接下来的路，任凭他怎么推演，竟然都是生门，就好像这座大阵已经完全停止运转了。莫七忽然灵光一闪，难不成这慕寒早就料到了这阵法会停滞，所以故意唱了一出空城计，打定主意认为自己一定会投鼠忌器，踌躇不决，最后反倒是他能够成功逃出升天。莫七又看向慕寒，慕寒此刻的确是大摇大摆地走在前面，但是却时不时地用眼角余光去瞥自己，双手不自觉地握拳，而且浑身紧绷，显然是时刻防备着什么。莫七眼中闪过一道金光，好小子，差点又着了你的道，真是演了一出好戏啊。莫七冷笑道，黔驴技穷。莫七瞬间掠向了慕寒，只不过忽然又停顿在了半路，因为他方才看见在那一瞬间，慕寒嘴角好似掀起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莫七当时心头一凛，瞬间止住步伐，一脸警惕地看向四周。见莫七没有跟上来，慕寒眼中闪过一丝遗憾，但却只在一瞬间，表情转换极快，若不是心思细腻之人，恐怕很难察觉。慕寒又换成了一副嬉皮笑脸玩世不恭的嘴脸，说道：是不是怕我使诈？没法子的事，打又打不过你，只好玩点阴的了。只不过很可惜，这次你没入套。慕寒耸了耸肩，算了算了，走了。奉劝你一句，最好别追过来，很容易死的。说着，慕寒就又将后背留给了身后的莫七。莫七的面色却逐渐变为讥讽，这一次他可以确定，慕寒完全就是在唱空城计。方才慕寒眼中那转瞬即逝的遗憾，完全就是装出来的，是故意给自己看的，为的就是让自己相信他还留有后手。但实则慕寒早就已经是束手无策，只能与自己在此做那心理博弈。莫七冷笑一声，好一个青云门圣子，当真是心机深沉。只不过这一次，你再也逃不掉了。慕寒此刻已经临近那老旧木门，莫七怎么会让他如愿以偿？身形一闪，瞬间追了过去。慕寒已经走到了那木门之前，忽然摇头叹了口气，不听慕寒言，吃亏在眼前。说了让你别追上来，会死的，怎么就是不听呢？莫七嘴角闪过一丝冷笑，还想诈我？我莫七从不会在同一个地方跌倒3次。慕寒慢悠悠伸出右手，缓缓打了一个响指，甚至连头都没回。
这座五行大阵刚才的确是被慕寒阻断了，彻底停止了运转，所以莫七无论如何推演，都是只有生门，不见死门。而在慕寒打完这个响指之后，五行大阵刹那间再度开启。慕寒之所以要多此一举，是因为这座大阵虽然已经完全在慕寒的掌控当中，但是却只是寻常的破阵生门与陷阵死门。这座五行大阵的尽头还有着一个返魂台，这处返魂台是慕寒无法控制的，入此返魂台，甚至都不是那九死一生，而是彻彻底底的十死无生。莫七杀了那么多青云门弟子，还重伤我师尊，甚至一度想要了我的命，我慕寒岂能留你？莫七在临近慕寒身侧时，瞳孔猛地一缩，一股无尽的死意瞬间将他包裹。莫七身陷返魂台，慕寒终于转过身来，再不复往日轻佻神色，目光极冷。你欠的债该还了。莫七心底忽然涌现了一股极为不妙的感觉。你做了什么？慕寒默然道：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今日我就用你这条命祭奠我青云门弟子。莫七面色大变，因为他发现自己无论如何也走不出这方寸之地了，而且在自己面前竟然缓缓升腾起一座不知名祭坛。慕寒看着那冉冉升起的祭坛，语气不带一丝感情地说道：这是返魂台，只不过你知道它为什么叫返魂台吗？慕寒自问自答道：因为你死在这以后，你的魂魄会永远困在这里，生生世世不得解脱。莫七终于变了脸色，他怒道：你以为我会相信你？慕寒呵了一声：随你。说完，便转身向那木门而去。而身后的莫七在片刻之后便发出凄惨的叫声，其中竟然还夹杂着一声声婴儿的啼哭。他心头的那鬼胎竟然也在此时开始无比凄厉的惨叫。慕寒背对着那座返魂台渐行渐远，口中喃喃自语：自作孽，不可活。几个眨眼的功夫，莫七便已经形销骨立，整个人不成人形，皮肤都已经消融，血肉也在不停的融化，整个人颤颤巍巍的站在原地，嗓音沙哑的嘶吼着：慕寒，你一定会死在这里。莫七瞪着眼睛，面目可怖。下一刻，他的眼球就从眼眶中凸了出来，滚落在地。慕寒右手搭在了那老旧木门之上，好像笑了笑。他自顾自说道：我会不会死，这说不好，但是你确实是死定了。语罢，慕寒推门而入，试炼之地内就只剩下了莫七凄惨的叫声。外面众人皆是不由自主地屏住了呼吸，实在是这一幕太过残忍。莫七就像是被一个看不见的人一片又一片的剥皮抽筋，浑身血肉渐渐消融，最后就剩下那一副鲜血淋漓的骨头架子。更让人心中不适的是，即便如此，莫七还没有死，不是他不想死，而是这返魂台不让他死，他只能承受着这无尽的痛苦。而且众人都看见了莫七心头之上的那鬼胎面目狰狞，趴在莫七的心上，叫声如野猫。有个学生浑身打了个冷战，这人死的也太惨了一些。另有一人故作悲悯道：何必呢？哪怕一剑给他个痛快也好，如此行事未免是太过残忍。旁边立即有人反驳他：杀人者人恒杀之，这魔修心头之上竟然都修出了鬼胎，不知道杀了多少人，做了多少恶事，要我看就该让他永远困在这返魂台中。也有人阴阳怪气道：那位兄弟，你是哪个宗门的圣母啊？幸会幸会。云青山眼中闪过一丝欣慰，方才慕寒做了一个动作，别人或许都不知是何意，但是他却很清楚。慕寒右手并出食指与中指，轻轻放在眉心，双眼微闭。片刻之后，右手再度握拳，轻轻锤击了一下胸口。这是青云门弟子祭奠阴魂的动作。慕寒以一己之力诛杀魔修莫七，在此以圣子之名祭奠我青云门战死阴魂。谁言青云无胆气，敢叫天地沉入海？谁道青云无豪杰，敢让一州皆入尘？周密眼中闪过一抹赞赏，此子天资聪慧，心智更是不俗，有勇有谋。看来青云门崛起在望，但前提是他真能活着从这试炼之地出来。先前不乏有那种精彩绝艳之辈，可最终依旧是没能走过这第三关的问心局。云青山也对那第三关很是在意，忍不住问道：周副山长，这第三关到底是何光景？叶双双也扭过头来，显然也是极为感兴趣。周密沉吟片刻，只给出2个字：问心。云青山面色微微一变，世间最难问便是问心，到底是要问一个问心无愧，亦是无欲无求。周密忽然说道：那萧月如今便被困在了这问心局中，情况应该是不太好。云青山一颗心又悬了起来，只怕慕寒关心则乱，这第三关恐怕会是2人的一场大劫。徐缺蹲久了，感觉腿有点麻，干脆一屁股坐在了地上。旁边的梅玉山还蹲着呢，也不曾见到他倒酒，9碗中的酒水却偏偏就是不见底，这让徐缺颇为好奇。徐缺方才看见那莫七被慕寒困于返魂台，生不如死，且魂魄都永远被拘谨于此，实在是大快人心，忍不住跟梅玉山讨要了1碗酒水。谁知这一次梅玉山给的很爽快，让徐缺痛饮了1大碗。待到徐缺把白瓷碗递还给梅玉山后，那碗底就像有一口活泉一般，被徐缺喝光了的酒竟然又满上了。徐缺瞪大了眼睛，这是啥子法术？梅玉山用脏兮兮的袖口擦了一下碗边，然后自己抿了一口，啧啧道：问心，问心，你说是在问之一字，还是在心之一字？徐缺听不明白，也就没搭话。梅玉山自顾自叹了口气：伤心，难过，心关难过。徐缺撇了撇嘴，差不多得喽，装高人装上瘾了你还。梅玉山却没搭理徐缺，
他望向远处，面色如常，无悲无喜，好像有句话是叫大苦无声。慕寒推门而入，入眼却是一片荒漠，四周极为荒凉，天地间除了黄沙，好似就再无他物。慕寒喃喃道：难道是要穿过这片沙漠，就算是过关吗？慕寒更担心的其实是萧月，先前周父山长曾对他说过，萧月被困在了试炼之地第3层，不知道如今有没有成功脱身。如果没有，那现在又该身在何处？慕寒眺望远方，天地苍茫。慕寒不知道在这里走了多久，直到他发现天地间慢慢变成一片墨色。慕寒抬起头，眉头紧紧皱起，面前是一片黑沙漠，而且还有一块石碑，石碑之上刻着2行古篆：我请诸君入梦来，与君借取一炷香。慕寒身后的古剑陡然出鞘，围绕着慕寒圈圈旋转，像是在护道一般。慕寒也是一脸凝重地看着这片黑沙漠与这块石碑，而就在这一瞬间，一股无法抗拒的困倦袭来，瞬间包裹了慕寒全身。眼前那块石碑越来越模糊，慕寒只觉得眼前天旋地转，古剑旋转着斜刺入地面。慕寒则是倒在了这石碑之前，大梦春秋。八荒拳，他真能走出来？御剑术，差不多吧。五行法，不是，还管他作甚啊？咱们都多久没出来了，机会难得啊！趁这机会出去逛逛，反正就是个梦境，等咱们玩够了，再去叫醒这小子就成了呗。搬山术，赞同。他化万物，我看行。就连一向沉稳的八荒拳都沉默下来了。在此梦境当中，他们也可以一路随之大梦。在梦境当中，全部现实具象化。白金梦缓缓睁眼，一间茅草房，一个倒在地上的凳子，还有一条3尺白绫安静地躺在地上，预示了他方才的寻死未成。白金梦一脸颓然，竟是开始低声呜咽起来。都怪我没出息，月儿出嫁了，她嫁人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就在这时，白金梦的心湖之上忽然响起阵阵声音：你的五行法成功在梦中成为了一位名动四方的江湖豪杰。白金梦悚然一惊，谁在说话？白金梦扭头看向身后，家徒四壁的茅草屋内四下无人，连个鬼影都没有。忽然心湖之上又响起了声音：你的八荒拳成功在梦中成为了一座酒铺掌柜，你的御剑术成功在梦中成为了一位英姿飒爽的女侠。白金梦瞬间起身，一脸惊恐地看着自己的这间破烂茅草屋。到底是谁在说话？出来！你的搬山术忽然想体验狗声，成功在梦境中变成了村口的大黄。你的他化万物成功在梦境中变成了一个凳子。你的乾坤化龙剑忽然厌倦了打打杀杀，成功在梦中变成了一棵树。你的敛息术忽然想体验猪声，成功在梦中变成了村口王寡妇家的种猪。你的五雷断体术选择躺平，成功在梦境中变成了一个瘫痪已久的富家翁。片刻之后，白金梦脸色惨白，他怪叫着向外跑去，一边跑还一边喊：有鬼啊！有鬼！救命啊！而在那间茅草屋中，一位长相俊美的年轻男子轻轻扶着额头，看着那落荒而逃的白金梦，有些无奈。在他身侧还站着一个蒙着白色素纱的高挑女子，女子手中还握着一把剑。两人身侧是一位中年大叔，双鬓微白，一身粗布麻衣。这位中年大叔眉头微皱，开口问了一句：看这样子，这小子一时半会是醒不过来了。那俊美男子笑容醉人，开口道：没事儿，等咱玩够了再叫醒他也不迟。那面带白色素纱的高挑女子忽然扭头看向这小茅屋中的一个角落，角落里摆放了一张凳子，凳子上面站着一头猪，这猪还冲着高挑女子拱了拱嘴，算是打招呼了。更诡异的是，在这猪身上还蹲坐着一条黄狗，黄狗正龇牙笑着，模样娇憨。高挑女子有些无语，干脆扭过头去，却发现院落之中有一棵树正在随风摇摆。长相俊美的年轻男子伸手搭在了那中年大叔的肩膀上，笑道：八荒，有空去你那喝酒。中年大叔面无表情地拍掉了年轻男子的手，走到角落里，直接举起了那张凳子，随后踏步走出茅屋，看样子是打算回酒铺了。路过那棵树之时，中年大叔顿了顿脚步，想了想，干脆直接把这棵乾坤化龙剑变成的树给连根拔起，随后左手举着他化万物变成的凳子，凳子之上还站着敛息术变成的猪，猪身上还坐着一条搬山术变成的大黄，右手则是扛着一棵树，就这样消失在了夜色中。五行法所化的俊美男子眼皮跳了跳，也亏着是大晚上的，不然非吓死几个人不成。那面带素纱的女子正是御剑术，在这梦境中，她是一位英姿飒爽的女侠，名叫于剑。且放话出去，谁能拔出她手中的剑，她就嫁给谁。在这梦境中，五行法变成了一位名动四方的江湖豪杰，名叫五行。至于八荒拳，一个寻常的酒铺掌柜，没个名字，就叫老黄。于剑嗓音清冷的开口道：这梦境很不一般。五行点了点头，确实不一般，否则也支撑不住咱们也来这一场大梦春秋。于剑忽然问道：你想到了什么？五行笑容玩味，一字一顿的说道：逍遥游。于剑望向远处，沉默良久，这才开口道：那你去探查这梦境真正的大道根脚。慕寒有老黄看着，出不了乱子。五行忽然一个后仰倒地，但是却没有完全倒下，身体以一种诡异的角度后仰，双手抱头笑道：再说吧，我得好好逛上一逛，机会难得啊。于剑没说话，持剑走出了茅草屋，只剩下五行一个人待在这里，
扭头看着地上的那3尺白绫，不知道在想些什么。良久，五行也走出了屋子，俊美的脸上笑容玩味，清风拂面，大袖飘摇。几个眨眼间，他的身影就消失在了原地。远处，村头，老黄将那头猪扔进了王寡妇家的猪圈里，把大黄也放在了地上，自己拎着一张凳子，扛着一棵树，走向了镇子。白金梦一路跑到村口，方才那一幕着实是给他吓到了。原本空无一人的屋子，忽然出现了3个人，而且竟然还有一头猪，一条狗。那狗竟然还对着自己笑，这太他妈的诡异了。只不过那条黄狗怎么看着那么眼熟呢？有点像村口大黄。白金梦狠狠打了个哆嗦，这世道彻底乱了，大黄都成精了。白金梦跌坐在地上，神情萧瑟。9年，整整9年，自己连乡试都未能考中。7年的同窗，甚至都已经有人入京为官，自己却还是这般穷困落魄。怨不得月儿，是自己太没出息，除了一死以明志，还能如何？秋风萧瑟，刮得白金梦有些冷。白金梦回首望去，不自觉的又流出2行清泪。白金梦忽然站起身，我要去见月儿最后一面。想着，白金梦就走上了乡路，朝着远处的镇子走去。见完他最后一面，我就了却残生。白金梦鼓足了勇气。明月高头挂，一夜时间转瞬即逝。第2日，白金梦来到了楚家府邸，可惜未能如愿，被楚家老管事给轰了出来。他看着楚家宅子上贴着的那大大的喜字，心如刀绞。老管事见他还不愿走，便连声呵斥道：“赶紧滚蛋！再不走，我打断你的腿！”白金梦吓得一哆嗦，灰溜溜的走了。只不过没走出几步，忽然想起来自己都是准备死的人了，还怕断一条腿，索性便又折返回去，但是却被一位俊美男子拦了下来。那俊美男子笑容灿烂的看着白金梦道：“小兄弟，我看你骨骼惊奇，是100年难得一遇的习武奇才，不如拜我为师，我教你绝世武功。”白金梦悚然一惊，眼前这人怎么跟昨晚出现在他家里的人如此相像？五行顺势就将手搭在了白金梦的肩膀上，拖着他往镇上的酒铺上走。白金梦本来还有些害怕，但一想到自己反正是要死的人了，还怕个鸟，索性就挺直了腰杆，冲着五行说道：“我是读书人，不屑与你们这些江湖草莽为伍。”五行嘴角勾起一丝坏笑：“哦，读书人啊，读书人好啊，我平生最欣赏的就是读书人。来，今日相见如故，咱们喝个一醉方休。”五行生拉硬拽，将白金梦拽到了一处酒铺。酒铺有个小招牌，名字起得不错，黄粱酒铺。铺子门口还栽了棵树。白金梦被五行按在了一张凳子上，自己则是冲着掌柜老黄喊道：“掌柜的，给我们上几坛好酒，越贵越好，再弄上几个小菜，今儿我请客。”掌柜老黄一脸木讷的端过来2坛子酒，瞧了白金梦一眼，便向后面走去，估摸着是做菜去了。五行开了一坛酒，酒香弥漫。白金梦看着坛子上面的字，摇了摇头。黄粱。白金梦自言自语道：“黄粱，取黄粱一梦之意。”五行倒酒的动作一顿，见白金梦没什么反应，松了一口气，吓他一跳。他可还没玩够呢，你可不能醒啊！这个老黄可真行，便招法想叫醒慕寒。五行给白金梦倒满了酒，自己也端起酒碗笑道：“来，咱们一见如故，走一个。”白金梦看上去没什么喝酒的兴致，但是想着估摸着也是自己人生中最后一顿酒了，而且还是这俊美公子哥请客，他娘的不喝白不喝。白金梦干脆举起酒碗一饮而尽，一碗酒下肚，白金梦的脸就红了，看样子是不胜酒力。忽然屁股底下的凳子挪动了一下，白金梦扭头看去，也没人啊，怎么凳子还动了？他也没多想，五行这时端着酒碗又开始敬酒，白金梦就在喝。期间老黄来上过几盘小菜，五行挤眉弄眼的，不晓得是个什么意思。几碗下肚，白金梦觉得有些晕，他双手撑着桌子，扭头看向窗外，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外面有条黄狗正翘起一条腿，往门口那棵树上呲尿呢，还咧着嘴，看样子是在笑。忽然一根树枝弯了下来，猛地一抽那黄狗的腚，抽得黄狗嗷嗷直叫。白金梦忽然瞪大了眼睛，这不是村口的大黄吗？怎么晃悠到镇子上来了？还有这棵树，怎么跟自己家院子的树那么像呢？是自己喝醉了吗？正想着，五行又开始敬酒了，活脱脱一个酒鬼，好像多少年没沾酒了一样。白金梦只好晃悠着起身，又赔了一碗。这一碗下肚，白金梦算是彻底醉了，直接趴在了酒桌上，没一会的功夫就鼾声四起。五行咂巴嘴，酒还行，就是这酒量忒差。五行从桌上拿起一只鸡腿，转身朝一脸木讷的老黄说道：“走了熬，他结账。”瞬间，五行的身影消失不见。老黄瞥了醉酒的白金梦一眼，想了想，还是未曾叫醒他，由着他睡去。几个时辰过后，外面天色渐晚，大黄还在跟那棵树斗智斗勇，龇牙咧嘴。白金梦渐渐醒来，非是酒劲过了，而是屁股底下这凳子开始自己挪动，刚开始还是小幅度的动，到后来直接自己跑了。白金梦一屁股摔在了地上，睡眼惺忪的揉了揉眼睛，酒铺里竟然都点起了烛火，天都黑了。他晃悠着站起身，五行早就已经不见踪影。白金梦晃了晃脑袋，昏昏沉沉。他踉跄着朝酒铺外走去，可还没走几步就被老黄叫住了。没给钱呢？白金梦瞪大了眼睛，酒灯时醒了一半。啥？老黄又重复了一遍。没给钱呢？白金梦怒道：“那位公子不似说他请阔。”白金梦喝的舌头都大了，此时还在跟老黄据理力争。老黄翻来覆去就那么几句话，
没给钱呢。他没给，你结账。你别走，先给钱。最后，白金梦实在没辙了，因为他也没钱啊，浑身上下就那么点碎银子，最后还都给老黄了。白金梦被赶出了酒铺，恰好看见了大黄嘴里叼着一张凳子，正用凳子去打那棵树。白金梦只觉得好笑，狗都会用武器了。他晃晃悠悠的又来到了楚家府邸，隔着高墙，不知在想些什么。站了许久，白金梦终于挪动步子，朝镇子外面走去。距离小镇约莫10多里的地方，有一处断崖。白金梦决定就在此了结残生算了。白金梦走了许久，终于来到了这断崖边，现在倒也不怕了，正好借着酒劲。只是不成想，自己哪怕临死，还被人骗了顿酒。唉，活着真难。白金梦没有犹豫，直接纵身一跃。试炼之地外，一位乾坤学院的学生有些不解地问道：“这就死了，也没见到什么可怕之处啊？”另外一位学长冷笑道：“你懂个屁！你才来学院多久？这第3层的可怕之处是你绝对想不到的。”旁边又有人附和道：“这慕寒能闯到第3层，也算是1号人物了，只不过也只能到此为止了。”不少学生都对慕寒不抱有希望，因为他们比外人更加清楚这试炼之地第3层的恐怖之处，这里能够过关与否，甚至已经与境界毫无关系。云青山看见慕寒梦中所画的白金梦，毫不犹豫地跳下了山崖，心中一紧，他不由得望向周密。周密也是微微叹气，这才刚刚开始而已，这梦境会将人心底埋藏最深的念头无限放大。有人进入这梦境当中，会瞬间杀心四起，在梦境中化身一位杀人狂魔，而这种人在未曾入梦之时，可能是一位举止儒雅、博学多才的文人墨客。这种梦境就是将你心中的某一个念想延展到极限，乃至到了极端的地步，最终让人深陷其中，无法自拔，终生都无法醒来。周密顿了顿，又道：“而且这梦境的真正恐怖之处就在于荒谬，荒谬到能满足你任何的需求与想法。而且梦境中的时间流逝与外界不同，我们的一天或许在梦中便已过100年。身处那种荒谬的梦境世界中，几乎不会有人愿意主动醒来。”云青山倒吸一口冷气，如此说来，这第3关几乎可称无解。的确，历史上凡是走过了这第3关的人，基本上后来都成功走过了试炼6层，大道可期。但是没走过的人，则都被生生困死在了自己的梦境当中，甚至自己都不自知。云青山微微握拳，眼睛死死地盯住那镜面：“你可一定要闯过这一关啊！莫要让为失白发人送黑发人啊！”试炼之地中，白金梦终身一跃，终究是跌落下了万丈悬崖。断崖之上，一袭白衣、长相俊美的五行站在崖畔，探头往下看，嘴里还嘀咕着什么：“真跳啊，这么高！”这算是完犊子了。忽然剑光一闪，于剑的身影也出现在崖畔。他皱了皱眉：“你没拦下他？”五行耸了耸肩，没说话。于剑沉吟片刻，刚要下去，却被五行拦住了：“别担心，既然咱们这具身体还没消散，就证明他这场梦还没结束，静观其变就是了。”远处一条黄狗骑着一头猪跑了过来。崖底，不知过了多久，白金梦缓缓睁开眼睛：“我这是死了吗？这里就是阴曹地府吗？”白金梦浑身酸疼，挂在一棵树上，环顾四周。地府的绿化做得倒还不错，怎地没见牛头马面？白金梦一边胡思乱想，一边挣扎着起身，忽然脚下一空，又跌了下去。这次倒是眨眼的功夫就落地了。白金梦朝四周看去，绿荫茂盛，周围都是参天大树。忽然他听到了身后一阵脚步声，心想估计是阎王来了吧。他扭头望去，却看见一个眉须洁白的老者，正笑脸玩味地看着自己。白金梦心中奇怪，这阎王爷长得倒是还挺慈祥的。忽然那老者开口说话了：“小子，我观你骨骼精奇，是块习武的好材料。你我能在这崖底见面到也算有缘，不如你拜我为师，我传授你绝世武功。”白金梦眨了眨眼，懵了一会，阎王爷要收自己当徒弟？怎么，阴曹地府如今也练武术吗？那老者看白金梦怔怔地看着自己，心里有些犯嘀咕，莫不是把脑子摔坏了？哎，算了算了，傻子也能凑合着叫。小子，如何？你这也算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了，这么高的悬崖都没能摔死你，你福缘不浅啊。白金梦一愣：“我没死。”那老者抚须而笑：“不然。”白金梦沉默了一会，浑身上下摸了摸，除了稍稍有些酸疼外，竟然没受半点伤。他叹了口气，踉跄着站起身，抬头看了一眼，竟是准备往上爬。那白眉老者懵了，这啥情况？他赶忙把这便宜弟子拦了下来：“你这是？”白金梦一脸认真地说道：“我爬上去再挑一遍。”白眉老者差点没一口血吐出来，看样子真是个脑子不太灵光的痴儿。这一次能留下条命便已经是万幸，再来一次。你做梦呢？想跳就跳。白眉老者好说歹说，这才把白金梦拽了下来。白金梦看着这非要收他当弟子的老者，忍不住想起了先前见到的那位五行，骗了自己一顿酒，可恶！白金梦上下瞄了白眉老者一眼，看他这一身的穷酸样，估计也是个骗子。不，这回是个老骗子。白金梦没打算再理会他，又把视线投到了这云遮雾绕的万丈悬崖上。白眉老者一看，这不行啊！他一咬牙，一狠心，一把拽住白金梦，右手忽然就按在了白金梦的头顶，朗声道：“拿来吧你！”白金梦呆呆地看着这老骗子，不知道他在这比划什么呢。老者厉声道：“小子，我把我这一甲子的修为全都传给你，望你以后出事能替我报仇。我的仇家是天人城，城主魏北辰。有人曾说，
人类的悲欢离合并不相通。此刻，白金梦只觉得眼前这白眉老者吵闹。白金梦伸手拍了一下老者按在他脑袋的手，眼神示意他差不多就得了，为了骗点钱费这么大劲，真犯不上。再者说了，自己也是真没钱了，穷秀才一个。可那白眉老者却满头大汗，看样子极为卖力了。白金梦叹了口气，这年头谁活着都不容易。看眼前这位老大爷，估摸着都快100岁高龄了，不再加以养天年，反倒是跑到这荒郊野岭来下岗再就业了。半晌，白眉老者缓缓收回手，面如枯槁。老者看着白金梦，满意的点了点头，不错，纣的神功却不自傲，就冲这份心性，已然是极为难得。实则白金梦压根就没信。他看了一眼这白眉老者，问了一句：“完事了？”白眉老者嘴角抽搐了一下，问得如此随意吗？这个时候难道不应该留下2行热泪，随后行那3拜9叩之礼？罢了罢了，就不计较这些细枝末节了，反正自己也是要死的人了。老者盘膝坐下，竟是要作画于此。他用尽最后半点力气，对白金梦说道：“江湖人皆尊称为师一句，独孤求胜。如今这个名号归你了。”说完，白眉老者脑袋一歪，断了气。白金梦抠了抠鼻子，心想这老爷子好奇怪的名字，求胜，合着就没赢过。他摇了摇头，又望向头顶，再来一遍试试。我觉得跳得不好，再跳一次吧。白金梦还真就一步一步的开始往上爬，只不过觉得自己身体轻盈了许多，酸痛感也渐渐消失了。每次向上一跃，都能跃出数米之高，毫不费力。不知过了多久，白金梦就再度爬上了悬崖边缘，只不过抬头一看，差点没把自己吓死。上面一个俊美男子正伸长了脖子往下看，瞧见自己之后还不忘咧嘴一笑。俊美男子身侧还站着一个面带白色素纱的女子，手持长剑，静立崖畔。更诡异的是，二人身侧还站着一头猪，猪还在冲着他拱嘴，而且村口的大黄就蹲在猪身上，歪头看着自己。白金梦吓了一跳，双手一个握不紧，登时又掉下去了。上面五行嘴角抽搐，于剑轻抚额头，还来。白金梦感受着这种下坠感，心想这回死定了吧。正想着，忽然感觉自己掉落在了什么东西上，好像还毛茸茸的。下一刻，五行就瞪大了眼睛，这也行？原来白金梦竟然恰好被一只白鹤接住，白鹤显然也受了惊，自己正飞着，上面忽然掉下来个人，一下就砸到了自己身上。白鹤使劲地扑腾着翅膀，没一会的功夫就把白金梦又载了上来。白金梦自己也有点无奈，寻死都这么难。他轻轻踩在白鹤的身上，身形一跃，落在了崖畔。就在这时，远处忽然传来了一阵呼喊，还有急促的脚步声。众人扭头望去，五行差点没把眼珠子瞪出来。一个柔弱女子，身穿白衣，气喘吁吁，面带泪痕地跑了过来，正是白金梦朝思暮想的楚月。真正让五行感到震惊的是，楚月身后的那婢女，身高8尺，一身如铁塔般精壮的肌肉，扎着丸子头，脸颊上还涂了2抹嫣红，就连于剑都不自觉地后退半步。这婢女每踏前一步，地面都要颤上一颤，前面的楚月走出几步就要被震得弹起来嘶吼。更可怕的是，这婢女一开口，竟然是极为软糯的声音：“小姐，你看，是白公子呀！”这婢女一开口，直接吓得大黄夹着尾巴跑路了。五行眼皮直跳，要不要这么违和啊？白金梦一愣，颤声道：“月儿。”楚月红着眼眶，洒出一串长长的眼泪，梨花带雨，模样惹人怜爱。他奔向白金梦，白金梦也瞬间红了眼眶，跑向楚月。二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皆是红着眼。终于，二人相拥在了一起。只不过这身材纤细、模样楚楚可怜的楚月一开口，差点没把五行直接送走。白狼，俺和你一起死！嗓音粗犷，豪爽奔放。五行狠狠地咽了下口水，缓慢地伸出一个大拇指。白金梦抱着楚月，红了眼睛，尤其是在听见他这如黄莺般清脆的嗓音，一如那空谷幽兰，让他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白金梦抱着身材纤瘦的楚月，问道：“月儿，你怎么会找到这来？”楚月哭哭啼啼道：“俺听说你要寻死，就硬生生从家里杀了出来，就算是死，俺也要和白狼死在一起。”身高8尺的婢女娇滴滴地说道：“白公子，你快带着小姐走吧，我一路带着小姐从尖沙咀砍到铜锣湾，只为了公子能和小姐团圆。”楚月瓮声瓮气地说道：“白狼，走，俺们一起远走高飞。”白金梦哭的是一把鼻涕一把泪，连连点头。五行和于剑不停后撤，这一幕实在是太诡异了。正经人谁会做这梦啊？慕寒这小子到底怎么回事？就在这时，一阵嘈杂的脚步声响起，原来是楚家来人了。楚月面色一变，急忙说道：“白狼，赶紧跑路！”婢女回头一看，果然是楚家的那些人，她不由得一声大喝。瞬间，婢女的衣服瞬间炸碎，魁梧的身体上只穿着一件肚兜。她随手倒拔了一棵垂杨柳，拎着就冲了过去，还不忘回头，娇滴滴地冲着楚月和白金梦说道：“白公子，快带着小姐走啊，我来拦住他们。”“呜，你们一定要幸福哦！”说着，婢女双手抱起柳树，招式大开大合，如入无人之境。好一尊魁梧杀神！白金梦一把攥住楚月纤细的小手，柔声道：“月儿，我带你走，我们今生今世永不分离。”楚月感动得落泪，重重点头：“俺也一样。”白金梦直接横抱起楚月，身形闪烁间便已不见了踪影。五行已经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上一次这么无语，还是再上一次？于剑扭头问了一嘴：“怎么办？”
五行深呼出一口气，跟上去看看。五行和于剑的身影也瞬间消失在了原地，只剩下夹着尾巴的大黄和那头猪面面相觑。不远处，那婢女一声娇斥，双手按住一个楚家护院，那名护院满眼惊恐，嘴里一直说着不要不要。婢女啊！了一声，粗壮的手臂青筋暴起，那护院瞬间被活生生撕成了两半。大黄直接吓尿了，一路飙着尿，呜咽着向远处跑去。那头猪笨拙的跟在后面。白金梦这时才发现自己抱着楚月跑了这么久，竟然半点不累，而且丹田中还暖洋洋的。楚月将俏脸伏在白金梦的胸膛上，柔声道：“白狼，咱往哪去？”白金梦其实也没个目标，只管埋头向前。不知过了多久，天色都渐渐的暗了下来。白金梦忽然见远处有些火光，神情一震，看来那边有人，应该可以去借宿。白金梦便脚尖一点，抱着楚月朝着那火光四起的地方掠去。片刻，白金梦和楚月站在这火光四起的小山头前，有些发懵。这竟然是一座山寨，而且燃起了熊熊烈火，里面还有着喊杀声，看上去好像是官府的人和一伙山上贼寇打了起来。忽然，一个人从一片红光中冲了出来，那壮汉手持一把大刀，正没命的往外跑。恰好看见了外面站着的白金梦和楚月，心中登时起了歹念，他手持大刀就往二人这边跑了过来。白金梦一惊：“你不要过来啊！”那壮汉狞笑着大步流星的跑了过来，可一不留神没注意脚下，忽然身体失去重心向前倒去，手中大刀也脱手而出。好巧不巧，这大刀竟然直接就朝着白金梦飞了过来。白金梦下意识的接住了这把刀，那壮汉正巧摔得向白金梦跌了过来，不知怎的，竟是直接跌在了这刀的刀尖之上，直接刺了个透心凉。白金梦呆呆的看着眼前这一幕，那壮汉死前瞪大了眼睛，断断续续的说道：“少侠，好功夫。”说完，脑袋一歪，断了气。那寨子中一大批官兵冲了出来，正巧看见了这一幕。白金梦还没反应过来，那壮汉就已经断了气。一众官兵走了过来，领头的是个孔武有力的年轻将领，他赞赏的看了白金梦一眼，朗声道：“少侠好功夫，杀人于无形之中。”白金梦懵了：“我没动手啊，是他自己撞过来的啊。”年轻将领大手一挥：“这位少侠，你手刃了我们通缉已久的贼寇，立下大功，这些赏银是你的了。”说着，一众官兵抬过来了整整3大箱子真金白银，哐当一声丢在了白金梦面前。那位年轻将领哈哈一笑，说了一句后会有期，便策马而去。那些官兵跟着跑在后面。白金梦看着面前这3大箱子真金白银，有些发懵，自己只不过是与楚月路过而已，就莫名其妙的得了这么多钱。白金梦掐了自己一下，不疼？难不成我在做梦？一旁的楚月一脸娇羞的说道：“白狼，你掐俺作甚？”白金梦汗颜，怪不得不疼。楚月上前几步，瞧了瞧这些黄白之物，一脸激动的说道：“白狼，有了这些钱，俺们就算是衣食无忧了。”白金梦脸上也浮现了一丝笑意，只不过有些麻烦的是，这么3大只箱子有点不方便携带，又没有马匹，总不能扛着走吧。正想着，远处忽然传来了一阵马蹄声。白金梦转头望去，却见一辆马车，身后跟了4、5匹马，赶路至此。忽然，那马车的帘子被掀开，一张倾国倾城的脸出现在了白金梦面前。那女子冲着白金梦嫣然一笑：“公子，这荒郊野岭，莫不是迷了路？不如与我同行。”白金梦微微一愣，脸色微红，旋即开口道：“若是姑娘不介意，自然可以。”那女子浅浅一笑：“那公子便上来吧。”那3大箱黄白之物便由着后面的马匹载着，楚月依偎在白金梦身侧，一同坐入了马车。那女子笑问道：“公子这是要去往何处？”这位是白金梦介绍道：“这位是在下的夫人，一路赶到此处，还不知该去往何处。”女子与楚月互相点头示意，而后又望向白金梦道：“此处距离永州城已是不远，不如先入城再做打算。”白金梦自然是没有异议，他望向那女子，姿容姣好，身段婀娜，一看就是大家闺秀。“姑娘，还不知你芳名？”那女子浅浅一笑，俏脸微红，红唇轻启，吐出2个字：“张伟。”白金梦神色大振，忍不住拍案叫绝：“令尊当真是满腹经纶，姑娘这名讳只因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闻呐。”张伟笑如银铃，看样子有些羞涩。一行人赶了约莫大半天的路，终于是来到了这永州城。白金梦先是带着楚月去了一趟银庄，将这些真金白银皆换成银票，不然实在是太不方便携带。张伟姑娘还邀请了白金梦一定要去她府上做客，倒也不好推辞，便要带着楚月一同前往。只不过刚离开钱庄，却见前方摩肩接踵，不少人议论纷纷，神情激动。白金梦也不知道发生了，忽然就看见头顶远处有一个黑点越来越大，最后砰的一下砸在了他的头顶，竟是一块硕大的石磨，直接砸碎在了白金梦的脑袋上。石磨变成了2半，轰然坠地，在地上又砸出2个大坑。白金梦摸了摸头，竟然不疼，也是奇了怪在。不过谁大白天的乱扔石磨，还有没有一点公德心？楚月一脸心疼的看着白金梦：“白狼咋样啊？没啥事吧？”白金梦宽慰道：“没事，我头铁得很。”忽然，远处那摩肩接踵的人群慢慢的分出一条道路，一行人走了过来。为首的是一位女子，戴着面纱，看不清容貌。她看了白金梦一眼，随后立马低下了头，像是害羞了一般。一位长者从身后走了过来，望向白金梦笑道：“公子好运气，小女这绣球已经足足抛了3日，仍是没人接得住，
唯有公子你接了下来。白金梦指着那落在地上砸出2个大坑的石磨，一脸认真地问道：你管这玩意儿叫绣球？那长者抚须而笑，那是自然，这是我们南宫家族上百年的传统。白金梦沉默不语，怪不得没人接得住，这玩意谁敢接啊？谁接谁死。那长者见白金梦竟然毫发无损，不由得连连点头，随后笑道：公子既接住了我们南宫家族的绣球，那便是我们南宫家族的女婿了。白金梦指了指楚月道：抱歉啊，我已经有夫人了。谁知那长者哈哈一笑：无妨无妨，小女做妾也可。白金梦讶异，这也行？楚月也拽了拽白金梦的衣袖，嗓音粗犷地说道：俺不介意白郎纳妾，只要白郎心中有俺就成。白金梦一脸感动。那老者笑道：如此甚好，来来来，不如先将婚期定下。算了算了，择日不如撞日，今日便是个良辰吉日，今日成亲便是。白金梦问道：是不是太着急了一点？那老者一把拽住了那戴着面纱的女子，又拽住了白金梦的手，然后将其放在一起，笑道：好事要趁早。白金梦轻轻掀开女子的面纱，竟是直接愣在了原地。好一个国色天香的绝世佳人。那女子俏脸绯红，看了白金梦一眼，又赶紧低下了头。白金梦忍不住问道：姑娘芳名？那老者抢先答道：小女南宫大丽。啥？南宫大丽？真是好名字。尚可尚可。长者将白金梦与楚月带入府中，那位国色天香的南宫大丽一手拎起一半石磨，俏脸绯红的跟在后面。白金梦偶然间看见这一幕，心中感叹：当真是人如其名啊，妙哉妙哉。二人当日便算是成亲了。第二日，南宫大丽就带着自己的嫁妆与白金梦走了。嫁妆是一把重3600斤的大戟，不太方便拿，南宫大丽便将其扛在了肩上，俏脸红彤彤的，偶尔偷偷看上白金梦一眼，然后再赶紧收回视线，面色便更红一分。老丈人送了白金梦一栋宅子，还有300匹上等良马，甚至还掏钱花重金买了个太守的官身。如此一来，白金梦算是平步青云了。搬家的路上正巧遇见了张伟姑娘，只不过看她神色匆匆，似是有事。张伟姑娘，发生什么事了？白金梦拦住了神色匆匆的张伟，开口问道。张伟神色焦急地说道：京城赵家的人来找我们张家的麻烦，我们张家的护院先生不在，我爹让我出来搬救兵。白金梦一惊，可是要动武？张伟摇了摇头，文斗。白金梦神色大振，问道：张伟姑娘可搬到救兵？张伟登时就红了眼眶，永州城的先生听说是京城赵家的人，就都不敢来了。白金梦沉吟片刻，说道：张伟姑娘可还有办法？张伟泫然欲泣，暂时是没什么办法了，只能听天由命了。白金梦咬了咬牙：张伟姑娘，若是你信得过在下，在下愿意略尽绵薄之力。张伟大喜，忙不迭问道：公子可精通琴棋书画？白金梦说道：略懂一二。张伟一把便攥住了白金梦的手，带着他便往张家府邸跑去。白金梦一边跑一边扭头冲后面的楚月和南宫大力喊道：夫人们，我去就回。不消片刻，白金梦就被张伟带到了张家府邸，门外站了不少人，腰间皆佩刀，估摸着是那京城赵家的护院。白金梦与张伟越过众人，直奔正堂。正堂之内，张家主张大胆瘫坐在太师椅上，浑身抽搐，口吐白沫，竟是说不出半个字来。张家众人也皆是胆战心惊，面色惨白。那京城赵家的家主赵无良表情嚣张，朗声道：什么狗屁的书香门第之家，明日便给老子摘了这头衔。赵无良帐下第一文房先生下贱，同时冷笑道：永州张家不过如此。就在这时，正堂之外传来了一阵嘈杂声，张伟高声道：爹，救兵来了！众人闻上望去，只见白金梦跟张伟一路跑过来，张伟额头上已经布满了汗水，白金梦却是气息沉稳，面色淡然。下贱眉头一皱，仿佛见到了什么强敌一般，他低声在赵无良身侧说了几句：王爷，此人不一般。赵无良面色微变，何以见得？下贱沉声道：我的战斗力只有3000，他的战斗力恐怕能达到5000。赵无良心中一惊，那岂不是输定了？下贱冷冷一笑：无妨，还未曾交手，胜负犹未可知。赵无良重重地拍了拍下贱的肩膀：那就交给你了。下贱双眼微眯，向前跳上一步，朗声道：来将可留姓名。白金梦心中一惊，同时跳出一步：寡妇村白金梦。下贱瞪大了双眼，面露凝重：可有功名在身？白金梦深吸一口气：小小书童，不值一提。下贱冷哼一声：想英雄救美，也得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白金梦道：试过便知。下贱眼珠一转，冷声道：既然你这么有信心，不如咱们就来比划比划。白金梦呵呵一笑：来就来。下贱怒目圆睁，再向前跳出一步，大手一挥。白金梦不甘示弱，同时行前跳出一步，一挥手：五魁首啊，66连啊，巧7个呀，8匹马呀。全场鸦雀无声，张伟长大了嘴巴，合着比划比划就真是比划比划。俩人怎么还划起拳来了？半晌，下贱头退半步，面色微白：好功夫。白金梦深吸一口气，双手相对放在胸前，再缓缓下压：承让承让。下贱大手又是一挥：取文房4宝来。不一会的功夫，便有下人取来了文房4宝。下贱冷笑道：可敢与我斗画一副？白金梦挑了挑眉：有何不敢？好。下贱下笔如出剑，犀利无双。白金梦也不遑多让，竟是双手持笔，嘴里还叼着一根，摇头晃脑，双手看似胡乱的在纸上作画，实则暗藏玄机。不
不到1炷香的时间，白金梦率先收笔，大喝一声：“大功告成！”夏剑心中一惊，这书童作画竟如此之快。心慌之下，手笔一乱，多了几处墨点。又过半炷香的时间，夏剑也做完了一幅画。众人探头望去，皆是倒吸一口冷气。这竟然是一张苍茫松阴图！张家众人心凉半截，张家家主张大胆更是瘫在太师椅上，抽搐的更厉害了。夏剑一脸得意地笑道：“如何？”白金梦冷哼一声，摊开画卷，全场鸦雀无声。夏剑面色顿时变得惨无人色。这竟然是传说中的小鸡吃米图？白金梦反问道：“如何？”夏剑面带不服，厉声道：“上酒！我要与他饮酒作对。”白金梦咧嘴一笑：“喝就喝。”夏剑灌了一大口，豪气干云道：“1乡2里，共3夫子，不识4书5经6艺，竟敢教7、8、9子，十分大胆。”白金梦抿了一小口，结果直接把酒坛子摔了。整点热水，这酒我喝不惯。张伟赶紧取来一壶茶水。白金梦拎着茶壶，直接倒入嘴里，还漱了漱口，随后眼神犀利道：“10是9瓶，凑得8两7钱6分5毫4厘，尚且3心2意，一等下流。”夏剑大惊，又是一口豪饮，怒道：“正堂中龙不吟虎不啸，小小书童可笑可笑。”白金梦，京城内车无轮马无将，叫声无良。夏剑下剑。夏剑倒退3步，面露惊骇，旋即直接举起酒坛，从头顶洒下，来了个酒香浴。夏剑吼道：“莺莺燕燕翠翠红红，处处融融恰恰。”白金梦举起小茶壶，往嘴里倒了一口，漱了漱口，吐出一口茶水，随口说道：“雨雨风风，花花叶叶，年年，暮暮朝朝。”啊！夏剑大惊，竟是直接跌坐在了地上。他面色涨红，指着白金梦厉声道：“我上等威风，显现一身虎胆。白金梦，你夏剑无耻，露出满口黄牙。夏剑，你欺人太甚！你家祖堂门前无香炉。”白金梦，儒家坟前多种树。夏剑面白如纸，急火攻心，竟是一口黑血吐了出来，两眼翻白，晕了过去。白金梦举起小茶壶，冷声道：“抬走。”下一个，试炼之地外，青云山愣了好久，僵硬地转过头看向副山主周密。周密也是嘴角抽搐，扭头望向青云山，二人视线交织，此刻无声胜有声。云青山仿佛在问：“您不是说这梦境凶险万分，怎么此刻看来如此离谱？”周密仿佛也在问：“您这弟子到底怎么回事？我活了这么一把岁数，今次算是长见识了。”良久，云青山深吸一口气，终于还是忍不住问道：“周副山主，这梦境为何如此之乱？”周密脸上闪过一丝苦笑：“你问我，我问谁？鬼知道你这弟子脑袋里装的都是什么呀？”周密说道：“此等诡异的梦境，实在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试炼之地千百年来，从未出现过这种梦境。”云青山也有些汗颜。周密顿了顿，又道：“只不过不管如何，如果你这弟子无法在1炷香以内梦醒，那就永远都醒不过来了。”云青山神色大震。周密说道：“还记得那片黑沙漠中石碑之上所篆刻的2句话？”云青山思索片刻，面色一变：“那2句话是我请诸君入梦来，与君借取1炷香。”云青山心中陡然一惊，难道说这里的1炷香才是破局的关键？周密解释道：“我们外面1炷香的时间，大概相当于梦境中的60年1甲子。若是不能在这1甲子之中梦醒，那就彻底没了醒来的希望，将会永世沉沦。”云青山猛地想到了什么，萧月已经进去了这么久，这岂不是说他已经完全陷入到了梦境之中？周密似是看出了云青山在想什么，神色变得凝重起来。那姑娘的梦境也有些玄妙，甚至让我感到有些心悸。而且她现在处在一种半梦半醒的状态下，梦境里的东西正在不停地破碎且重组，好像陷入了一个死循环。云青山双手不由得握紧了拳头。萧月和慕寒是青云门未来的顶梁柱，若是都出事了，青云门何止是损失惨重？就像原本是一个风调雨顺的好年头，眼看着要熬到了秋收，忽然一场秋风大作，把那些好苗子全都吹散了，立马变成了一个青黄不接的年头。试炼之地内，白金梦一场文斗名头响彻永州城，赵家辉溜溜的回了京城，张家家主张大胆大喜，直接把独女张维许配给了白金梦。这一晚，白金梦与3位娘子大被同眠。五行蹲在墙角偷听，于见面色清冷的站在宅子外面，足足折腾了大半宿，房间里才渐渐安静了下来。五行怪笑着走出宅子，于见皱眉道：“再这么让他在梦境中心想事成，恐怕就出不去了。”五行看样子毫不担心，他伸了个懒腰，随口说道：“放心吧，我自有办法。这小子的梦境怪是怪了点，但是有咱们在，他就是想不醒都不行。”于见忽然问道：“这梦境的由来，你看出什么门道了吗？”五行嘴角翘起：“老朋友了。”于见又问道：“当真是他？”五行手中不知何时多了一根野草，嘴里叼着草茎，含糊不清地说道：“除了他，这世间没人能操控他人梦境，只不过他早就先试了，这里估摸着也就是一道术法残留。是逍遥游。”于见感叹道。五行咧嘴一笑：“这种好东西，以这小子见好就收的性格，肯定落不下。你……”五行的话刚说到一半，猛地抬头看天，于见的眉头也猛然一皱。五行忽然哈哈大笑：“有趣有趣，这里竟然诞生出了一个精怪。”五行一把吐出嘴里的野草，眼神熠熠生辉：“我去找他聊聊，你跟着这小子。”言罢，五行的身形忽然消失在了原地。于见又仰头看了一眼高空，不自在想些什么。就在这时，宅子外面道路尽头忽然出现了2个鬼鬼祟祟的黑影。于见扭头望去，
那两个黑影便一同从黑暗中出现，一条大黄狗，一头略显臃肿笨拙的猪。于健有些无奈，这大黄是斑杉树变的，那头猪是脸蜥树变的。看这模样，这俩功法好像还乐在其中。最让于健感到无语的是，那五雷段体术竟然在这梦境中幻化成了一个瘫痪在床的富家翁，现在还在寡妇村那边的小镇躺着呢。自打进入这梦境之后，就没挪动过地方，实实在在的躺平了。于健揉了揉眉心，心累。几日过后，朝廷那边忽然有人登门拜访，说是皇帝陛下见过了白金梦那负荆世害的小鸡吃米图，龙颜大悦。尤其是在听过了白金梦与那下贱的饮酒作对后，更是直呼内行，直接下了一道圣旨，宣白金梦入宫做驸马，而且扬言准许白金梦带着家眷。如此一来，白金梦哪敢不从，直接拖家带口的进京当驸马爷去了。只不过路途遥远，路上怕是要走上一段时日。楚月牵着马，南宫大力挑着担，白金梦坐在一匹白马上，睡眼惺忪。张伟则是在后面赶着一辆马车。原本白金梦让他们都坐在马车里休息便是，但是几位夫人不愿，非要在外面走上一走才行。张伟翻看着一张地图，对白金梦说道：“夫君，用不了几天，咱们就到天人城了。”白金梦揉了揉眼睛，皱了皱眉。天人城，这名字怎么听着这么熟悉呢？忽然，白金梦记起当初在山崖下那枚须洁白的老者，好像是说什么他的仇家就是天人城的城主，叫魏北辰。白金梦想了想，觉得还是保险起见，实在不行就绕过这天人城算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那下岗再就业的老骗子说什么把一甲子的功力都传给自己了，起先自己还不信，后来接住了南宫大力他家的祖传绣球，才知道自己还真有了一身不俗的功夫。那么老大的石墨啊，哐当一下就砸自己脑袋上了，自己啥事没有，倒是把那石墨硬生生给砸两半了。自己有了这身功夫，万一到了那天人城，那个为什么来着万一找到自己头上，那不凉凉了吗？白金梦回头冲着张伟说道：“夫人，能不能绕过这天人城啊？”张伟俏脸微红，看了一会地图，柔声道：“夫君，天人城是前往京城的必经之路，绕不过的。”白金梦顿时头大如斗，看这样子是躲不过去了，只希望那魏北辰不会发现自己吧。一行人又走了3天，白金梦也了解到了这天人城到底是怎么一个说法，原来是武林盟主的居所，每一代武林盟主都会入住天人城，成为其城主。如此一来，那魏北辰岂不就是现今的武林盟主？想到这，白金梦狠狠地打了个激灵，武林盟主的武功一定很高很高了吧？白金梦双手合十，一路小声念叨着：“千万别发现自己，千万别发现自己。”又过了1日，白金梦与他的3位夫人便已经来到了天人城。城头极高，上面有一块烫金匾额，写有天人城3个大字。城内人极多，多是武林中人，背剑悬刀，还有些手持长枪大戟，或是手握一把弓箭，总之形形色色，络绎不绝。原本白金梦等人是要在天人城留宿一晚，但是白金梦慌的一批，想着赶紧入城再出城，可千万别在这天人城久留。一行人入城之后，惹得不少路人纷纷侧目，因为白金梦的3位娘子个顶个的国色天香，各有韵味。小家碧玉的楚月，文静秀气的张伟，外冷内热的南宫大力，可谓是风景这边独好。有几位江湖人登时动了歪心思，趁着人多，想混在人群中假装路过，悄悄伸出手揩油。刚走过来，想从后面拍上一把楚月的屁股，却被楚月不小心看到，怒道：“你干啥？想占俺便宜？”小家碧玉的楚月一开口，那位江湖人登时目瞪口呆，头皮发麻。另一边那个江湖人想不小心搂一把南宫大力纤细的腰肢，却也不小心被发现。南宫大力眉头一皱，发现事情没有这么简单，他轻轻推了那江湖人一把，那个江湖人登时被南宫大力推得倒飞了出去，直接飞出了城，身影化成一道流星，消失在了天际。周围的江湖人全都傻了眼，没想到这几个人倒是深藏不露，都是高手啊。白金梦赶紧拉着几人走，就在这时，一个魁梧人影忽然出现在了道路尽头。白金梦心中一紧，只见那魁梧身影忽然望向白金梦，眼中闪过一道炙热。那魁梧汉子踏步而来，龙行虎步，气势非凡，一看便知不是常人。道路之上的江湖人皆自行让出一条路，神色尊敬，静若寒蝉。白金梦看着那魁梧汉子，身穿一身粗布麻衣，长相更是像一个木讷汉子，袖口微微卷起，一双布满老茧的手大如蒲扇。那魁梧汉子冷不丁说道：“你终于还是来了。”白金梦一听这话，直接心凉半截，完犊子了，看这架势，这绝对是魏北辰吧？那魁梧汉子又道：“我魏北辰纵横江湖数10载，未曾有过敌手，只有你师尊能与我不分胜负。我知道你此番是特地来找我的，可我又何曾不是在这里等你？”白金梦头皮发麻，他急忙开口道：“不是，我就是路过。”魏北辰一脸高深莫测，俗话说得好，小隐隐于山，大隐隐于市。我在这天人城等了你这么多年，你终于来了。白金梦连连摆手：“不是，你误会了，我是要去京城。”魏北辰长叹一声：“今日便让我们一决高下。”白金梦目瞪口呆：“这人是聋的吗？我说话听不到吗？”白金梦高声道：“事情不是你想的这样，你听我说。”“我不听。”魏北辰斩钉截铁道。他神色悲怆，双臂之上青筋暴起，独孤求胜，休想用言语乱我心境。白金梦傻眼了：“大哥，你听我说一句行不？就一句。”白金梦双手打字以示清白，高声道：“这位大哥，这都是误会啊，我就只是路过，我不想和你打，我只想去京城啊。”
魏北辰深吸一口气，好，打就打。白金梦当场石化，四周人群散开，魏北辰大喝一声，来吧。白金梦也赶紧让夫人们后退，这个魏北辰绝对是个脑子拎不清的半聋。白金梦压根没什么与人对敌的经验，只好硬着头皮伸出右手，又勾了勾手指，你过来啊。魏北辰双眼微眯，这么多年叱咤江湖带给他的经验告诉他，绝对不能掉以轻心。此子看上去浑身都是破绽，但恰恰因为如此，魏北辰便不敢随意出手。请君入瓮吗？魏北辰心中冷笑。白金梦不敢过去，完全就是因为不敢过去。魏北辰不敢先出招，是因为小心谨慎。二人就都站在原地，来回不停地换着把式。白金梦一个金鸡独立，魏北辰稳稳地扎了个马步，虎鹤双形，气势逼人。白金梦想了想，双脚站定，微微弯下腰，右手往下面一掏，哟，猴子偷桃！魏北辰瞳孔微缩，双手化为虎爪，向前方猛抓几下，还作势捏了捏，这是飞虎掏心。白金梦咽了下口水，看这样子，只能施展我毕生所学，才能有那么一线生机了。他厉喝一声，做出一个诡异姿势，嘴里还振振有词，看我龙抓手，莲花飘，蝎子掌，袋鼠跳，双凤贯耳，脑袋砸核桃。一边说着，一边还摆出各种离谱姿势。魏北辰目瞪口呆，这还没完，白金梦全招不断，嘴里招式名字意识不断，老鼠偷奶酪，羚羊起跳，超新星燃烧，弗朗明哥舞步，犀牛打老鼠，豺狼捕兔，巨斧砍大树。白金梦一个后空翻，继续说道，土拨鼠抛鼹鼠，碎爪拳，蛇形步，二龙戏珠，奔向踩老鼠，泰山压顶，黑虎掠过秃鹰，睡熊猛醒，马尾拍苍蝇，怒鸦飞行，老鼠走迷宫，泼猴发功，虎爪吃布丁，熊爪出击，药鹰落地，鲨鱼吃鱼，狡兔出击。说到这，白金梦已经是口干舌燥，他高高跃起，看我绝杀。乌鸦坐飞机，落地之后仍旧不罢休，开始原地旋转，嘴里大喝一声必杀技，龙卷风摧毁停车场。魏北辰面色惨白，忍不住倒退数步，嘴里歇斯底里的吼道，恐怖如斯，恐怖如斯。周围的江湖人士全部倒吸一口凉气，结果因为吸得多了，坏了肚子，急匆匆全都跑去了茅房。魏北辰脸上露出惊骇之色，眼前这年轻人招式博杂，甚是古怪啊。白金梦额头上也渗出了些许汗水，他现在也没招了，呜呜叉叉大半天，要是还唬不住这魏北辰，估计就只能实打实的干上一架了。魏北辰深吸一口气，不管怎么说，自己等了这么多年，一定要分出个胜负才行。他强自让自己镇定下来，大踏步朝着白金梦走去。白金梦心中一颤，来了来了，他真的来了。可就在这时，天边忽然落下一块陨石，轰然砸向了魏北辰。魏北辰汗毛直立，此刻已经容不得他后退躲闪，只得硬生生与这陨石干一下。白金梦赶紧离得远一些，免得被殃及池鱼。魏北辰不愧是武林至尊，双臂之上青筋暴起，马步扎得犹如老树盘根，双手举过头顶，齐手撼昆仑，陨石当头砸下，犹如石磨一般大小。魏北辰却岿然不动，暴喝一声，双手竟是硬生生撑起了这块陨石。这一幕看得白金梦是心惊肉跳，猛，太猛了，他都忍不住伸出一个大拇指。魏北辰又是一声暴喝，竟是用单手撑起了这块陨石，随后右手握拳蓄力，一拳将头顶这陨石砸了个稀巴烂。白金梦瞪大了眼睛，这也行？魏北辰一身粗布麻衣炸裂开来，魁梧的身躯犹如刀刻斧凿一般，他浑身气势再度攀升，猛地看向了白金梦。孤独求胜果然名不虚传，功力竟然已经可以牵动天地异象。白金梦一愣，解释道，这个其实不是我弄的。魏北辰大手一挥，无需多言，今日就让我们分出个生死。语罢，魏北辰猛地掠向白金梦。忽然天地色变，头顶天空之上霎时间乌云密布，狂风大作。南宫大力不知道在哪弄来一把铁伞，扛着就跑到了白金梦身侧，俏脸羞红地站在了他身边。张伟搬来了一张太师椅，让白金梦赶紧坐下休息。楚月更是端来了一份果盘，伸手喂着白金梦吃小樱桃。忽然一道锐利的破空声响起，只听唰的一声，一把菜刀忽然从天而降，斜着扎入了地面。白金梦瞪大了眼睛，嘴里嚼着小樱桃，含糊不清地说道，天上下刀子了，幸亏我们打的是一把铁伞。魏北辰也被吓了一跳，还以为是有人偷袭，他刚要看看到底是谁胆子这么大，就看见天空之上黑压压一片，那可不是乌云啊，竟然是数以万计的菜刀。天上真的下刀子了，只听唰唰唰，天上菜刀如雨般落人间。魏北辰左右腾挪，可还是不小心被一把菜刀砍中，但是却只在魏北辰的身上留下了一道浅浅的白印。看来魏北辰的功力已经达到了刀枪不入，水火不侵的地步。楚月又伸手为了白金梦一颗葡萄，一行四人在铁伞之下看得津津有味。是不是拍手叫好？天上下刀子可不多见，更难得的是天上都下刀子了，还有人在外面光着膀子高声怒喝。不知过了多久，白金梦只觉得自己都吃饱了，南宫大力在帮着撑铁伞，楚月给他捶腿，张伟在帮他揉肩，白金梦甚至感觉有些困了。而天上的刀子雨也终于渐渐消去，乌云退散，光明重现。地面之上插着数之不尽的菜刀，刀神之上反射出的阵阵寒光，简直刺眼。魏北辰站在原地，头顶插着一把菜刀，虽然菜刀雨已经不下了，
可是他还在辗转腾挪，嘴里不断呼喝着回手掏。哟！魏北辰手中拿着一把已经卷刃了的菜刀，绕着整个场地开始奔跑，口中还振振有词。鬼刀一开，看不见走位走位。忽然，魏北辰把手中的菜刀猛地一丢，开始哈哈大笑。手里干，难受。白金梦眼皮狂跳，这绝对是疯了吧？没错吧？一定是疯了吧？忽然，魏北辰看向了白金梦，白金梦悚然一惊，小心翼翼地开口道：“大哥，要不你先把头上的菜刀拔出来，你流了好多血啊！”魏北辰哈哈大笑，区区小伤，何足挂齿。未曾想到你年纪轻轻，竟然已经能够以气御菜刀。好，再来与我大战300回合。魏北辰刚刚向前跨出一步，天空之上顿时再一次乌云密布，并且伴有阵阵雷声。魏北辰神色一变，难不成……轰隆隆，一道粗壮的闪电直接从天而降，劈在了魏北辰的身上。魏北辰全身焦黑，愣愣地看着白金梦。白金梦嘴角抽搐，这真不是我。话还没说完，又是一道闪电，再一次劈在了魏北辰的身上。魏北辰身体一哆嗦，赶紧后退了一步。奇怪的是，随着他这一步后退，天空之上的乌云登时消散。魏北辰瞪大了眼睛，他又探出一只脚，天空中忽然又乌云密布。轰隆隆，一道闪电再次劈了下来，魏北辰的头发都已经着火了。他又缩回去半步，天空之上的乌云便瞬间退去。再悄悄往前一步，乌云密布，雷声大作。再缩回来一步，乌云退散。就这样，魏北辰站在原地来回蹦跳。哎，我又过来了！哎，我又回来了！哎，我又过来了！你能拿我怎样啊？哎，我又回来了！哎，我又过来了！打我呀，笨蛋！轰隆隆，天空一道巨响，一道极为粗壮的紫雷瞬间直落而下，轰然劈在了魏北辰身上。白金梦夫，我这辈子没听过这么无理的要求，那现在满足了。魏北辰被这道粗壮的紫雷劈得焦黑无比，一张嘴竟是吐出一股白烟，头发根根直立，龇牙咧着嘴，一双明亮的大板牙清晰可见。白金梦说道：“大哥，我让你把菜刀先拔出来，你偏不听，这下好，遭雷劈了吧？”魏北辰也不知道听没听进去白金梦的话，眼睛死死地盯着白金梦，脚步僵硬地朝着他挪动过来。果真是身残志坚啊！魏北辰僵硬地挪动着步子，朝着白金梦走来。只不过被雷劈得黝黑，估计连他妈都认不出他来了。脑袋上那菜刀还插着呢，愣是没拔。白金梦让几位夫人往后退，看来这一场大战是避免不了了。罢了，打就打，看来是他命中有此一劫。白金梦深吸一口气，而此时魏北辰已经走到了他面前。白金梦看着身前这个皮肤焦黑、头发根根直立的魏北辰，有些不忍直视。太惨了！白金梦看着他脑袋上那明晃晃的菜刀，在阳光的反射下，竟然显得如此耀眼。他忍不住伸手握住了那柄菜刀的刀柄，本想拔出来，但是微微用力，却发现这菜刀纹丝未动，根本拔不出来。白金梦瞪大了眼睛，差得这么什么？他双手握住菜刀的刀柄，用力往上一踢，不成想魏北辰整个人都被他提了起来。白金梦倒吸一口冷气，这是镶进去了吗？这么紧，我还就不信了。白金梦握住菜刀刀柄，用力一挥，结果还是纹丝未动。魏北辰被雷劈得直挺挺的，白金梦就像是手持一把大刀，刀柄是这把菜刀的刀柄，刀身却是魏北辰。白金梦握住刀柄一顿操作，虎虎生威，结果愣是拔不出来。白金梦不信邪，干脆一屁股坐在地上，双脚踩着魏北辰的肩膀，两只手攥着菜刀的刀柄，吃奶的力气都快使出来了。魏北辰忽然全身一颤，躺在地上手舞足蹈，开口大叫：“不要，停！不要，停！”先前那些倒吸一口凉气吸到拉肚子的那群人终于回来了，只不过还走到围墙外，就听见了魏北辰的大叫。一群人面面相觑，这是……白金梦怒喝一声，用上了全身力气，终于把这菜刀拔出来一点点。魏北辰疼得直抽抽，颤声道：“轻点，你太用了，插得太深了。”外面那些江湖人顿时如遭雷击。盟主他怎么会？白金梦说道：“这刀很大，你忍一下。”语罢，又是用力一把，菜刀又拔出来一些。白金梦大喜，忍着点，快出来了。趴在围墙外偷听的那些江湖人目瞪口呆，彻底傻了眼。魏北辰那高大的形象在他们心中瞬间崩塌，这些人的房子塌了。魏北辰浑身颤抖，都快翻白眼了。疼，轻点！白金梦大喝一声啊！终于，这菜刀从魏北辰的脑袋上拔了出来，鲜血顿时如一个小喷泉一般喷涌而出。白金梦大惊，流血了！你流血了！魏北辰大叫：“塞回去，快塞回去啊！”白金梦手忙脚乱，不行啊，你别动，我对不准。就连白金梦的3位夫人都面面相觑。哦，天哪！瞧着这糟糕的台词，外面那些江湖人一个个面如死灰，彻底的绝望了。一代武林至尊，看来要就此泯灭于时间长河中了吗？难不成要变成一个相夫教子的温婉壮汉？一想到威武雄壮的魏北辰怀中抱着一个孩子，冲着他们羞涩一笑，一众江湖人齐齐打了一个激灵。围墙另一边，白金梦费了好大功夫，才把这菜刀又塞了回去。看来这菜刀是不能拔了，
呲呲喷血不说，以后阴天下雨的，容易脑子进水。魏北辰挣扎着起身，鼻涕一把泪一把的，说啥不打了，太遭罪了。白金梦尴尬一笑，那就这么算了哦。听到白金梦的话，魏北辰哭得更伤心了，直接撞破围墙跑了出去。沿途凡是挡住他路的围墙都被魏北辰撞出一个人形大洞。这一下可是把那些趴在围墙外偷听的江湖人吓了一大跳。这场仗谁赢谁输，看来已经很明白了。白金梦可以说是毫发无伤，纤尘不染。一众江湖人沉默良久，终于开始振臂高呼：武林至尊，白金梦！武林至尊，白金梦！武林至尊，白金梦！听到这边的高呼，魏北辰哭得更狠了，撞墙的速度更快了，很快就跑出了天人城。这座城又多了一个伤心的人。路上骑马狂奔的人都被这一幕震惊的傻了眼。后来曾经有人回忆，那天我输给一个人，他用惯性漂移过弯，他的头很铁，连着撞碎了数十堵墙。我只看到他头上插着一把菜刀，如果你知道他是谁的话，麻烦你跟他说一声，我会在天人城等他，我要跟他再赛一场。白金梦顺势被推上了武林盟主之位，不成想去京城当驸马的路上都能顺路当个武林盟主，这是他始料未及的。只不过白金梦并没有在天人城久留，依旧是马不停蹄的赶往了京城。这可是去当驸马爷啊，咱得积极一点啊。就是不知道那公主长得漂亮不漂亮，身材好不好，性格好不好。一行人又赶了1个多月的路，可算是见到了那座宏伟壮阔的京城。白金梦带着几位夫人入了城，立马有人带着他赶往皇宫。几位夫人能进皇城，却不能随意入皇宫，只有白金梦这个准驸马才能进。只不过白金梦大概进去了3天，就面色惨白的跑了出来，一边跑还一边喊：救命！救命啊！啊！卧槽！啊！卧槽啊！我要回家！白金梦一脸惊慌失措的跑出了皇宫，脸色惨白如纸。只见白金梦身后有一位身高8尺的女子，全身上下都是爆炸性的肌肉，毛发旺盛，手臂与大腿之上布满了密密麻麻乌黑发亮的汗毛。白金梦已经算是身材修长，但是站在她身前只能堪堪到达女子的胸口处，那壮硕到了无与伦比，骇人听闻，前所未有地步的女子，正是皇帝陛下要许给白金梦的公主殿下。白金梦得知了消息后，连夜买站票逃出了皇宫，却还是被这位公主殿下拦住了去路。公主殿下从身后一个熊抱，直接把白金梦搂在了怀中，微微用力，白金梦当时一口老血喷了出来，眼看着就要陷入了昏迷。公主殿下用硕大的脑袋蹭了蹭白金梦的脸，看样子是对白金梦喜欢的紧，随后攥住了白金梦的腿，将她拖回了皇宫。白金梦双手在地上胡乱的抓着，最后在地上留下一条长长的食道抓痕。这一幕堪称惊悚。于健坐在皇宫内的一家酒铺中，自顾自饮酒。方才有个京城纨绔子弟过来，想要跟这位气质脱俗的女子共饮一杯，但是屁股还不等挨到凳子上，于健手里的剑就出鞘了半寸，剑气森然，寒光冷冽。那纨绔子弟腰间的玉佩和手中的折扇全部齐齐折断，他面色一僵，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很是尴尬了。于健开口说了个滚，那纨绔子弟如获敕令，一溜烟就跑出了酒铺。酒铺掌柜的也是眼皮轻颤，但却又不好说什么，毕竟那位女侠看上去不是很好惹的样子，只求千万别再动刀动枪，自己这点小买卖真经不住折腾。不消片刻，酒铺外便又走进来一个俊美年轻人，古怪的是年轻人身后还跟着一个长相俏皮可爱的小动物，惹得不少人纷纷侧目。年轻人大大咧咧地坐在了于健身旁的木凳上，于健瞥了他一眼，随后又低头看了一眼地上的那个长相可爱的小家伙。于健挑了挑眉，这就是那只精怪。五行伸了个懒腰，点了点头，对，颇为古怪，以食人梦境为生，不过长得有点像小浣熊。忽然，这家酒铺又走进来一个粗布麻衣的木讷汉子，汉子手里拎着一张凳子，五行阴阳怪气，哎呦喂，什么风把你吹来了？木讷汉子自顾自拎着凳子坐下，只说了一句话：该走了。掌柜的越看这帮人越不对劲，忍不住外头往外看了一眼，这一眼差点没把自己吓死。酒铺外面不知道什么时候多了一棵树，树下还有个眯眼乘凉的猪，最离谱的是，外面竟然有一条黄狗在推轮椅，轮椅上坐着一个看样子瘫痪已久的富家翁。掌柜的脸都绿了，这伙人什么情况？五行揉了揉下巴，是该走了。他低头看了一眼小浣熊，小浣熊歪头看了看五行，最后慢慢爬到了五行的身上，最后趴在他的肩头，挂在了五行身上。五行说道：稍等。说着，五行的身形瞬间消失。等他再次出现在酒铺之后，身边多了个生无可恋的年轻人，眼眶凹陷，双腿还打着白子，看模样是被榨干了。年轻人双眼无神，不停地重复着一句话：没有了，真的一滴都没有了。于健伸手扶额，用力地揉了揉眉心。饶是老黄都摇了摇头，叹了口气，实在不行换一个吧，这个算是废了。五行看着白金梦这副失魂落魄的模样，自言自语道：被玩坏了吗？没事，对付还能用。说着，五行的与这年轻人的瞬间消失在了原地。于健也站起身，拿起搁放在桌上的剑，身影也瞬间消失在了原地。老黄也起身，拎起屁股底下那个凳子，身影消失在了原地。掌柜的彻底傻了眼，这帮人好像没给钱的吧？掌柜的赶紧追了出去，结果差点没把一双眼睛给瞪出来，张大嘴巴，满脸的不敢置信。门口那棵树竟然自己跑了，一蹦一跳，成精了。那条黄狗两只前爪搭在轮椅把手上，推着轮椅跑得飞快。
门口就剩下了那假寐的大胖猪和掌柜的对视。掌柜的嘴角抽搐，也不知道那根筋搭错了，竟然跟那头猪伸出一只手，说道：“这位客官，酒钱还没付呢。”那头猪眨了眨眼，猪蹄子在地上刨了一会，把那地板刨开之后，下面竟然埋着一块金锭。那头猪用嘴把这金锭攻到了掌柜的脚下，随后竟然歪嘴邪魅一笑，然后这头猪就大摇大摆的走了。掌柜的捡起那金锭，三观已经彻底崩塌了。他手里握着那金锭，看着那头猪远去的潇洒背影，轻声的喃道：“跟他妈做梦一样。”皇城外一处小树林外，五行拎着白金梦，冲着身后道：“来来来，排队了熬，排队进小树林。”于健站在最前面，老黄站在于健身后，随后是一棵树，树后面是一张凳子，凳子后面是坐轮椅的富家翁和推轮椅的大黄，最后是那头邪魅一笑猪。白金梦这时才回过神来，一脸惊恐的看着已经排好了队的一行人：“你们要做什么？”五行嘿嘿一笑，拍了拍白金梦的肩膀：“别怕呀，很快就好了。”说着拎着白金梦进了小树林。白金梦面色惨白如纸，一边疯狂挣扎，一边凄惨的叫喊着：“不要啊，不要带我进小树林！”五行把白金梦绑在了一棵树上，也是邪魅一笑：“你叫吧，就算是叫破喉咙，也不会有人来救你的。”白金梦顿时大惊失色，连声喊道：“破喉咙，破喉咙！”五行一愣，最后摇头叹息：“这孩子算是废了。”五行气沉丹田，原地摆出不少架势，呼哈呼哈，虎虎生威，最后抡圆了膀子，速度极快，都已经出现了幻影，甚至于在五行右臂高速旋转之下，五行的双脚都已经渐渐离地了。这是要起飞的节奏啊！白金梦看傻了，这是什么意思？把我绑在树上，看你起飞？忽然，五行大喝一声：“给爷死！”啪啪啪啪！五行高速旋转的右手与白金梦的脸来了一个亲密接触，啪啪之声不停地响在这处小树林之中。过了大概半炷香的时间，五行一脸满足地走出小树林，嘴里还叼着根野草，指了指里面：“下一个。”于健踏步走了进去，五行嘴里叼着一根草，几个蹦跳间就上了一个树，斜靠在树干上，一脸惬意。事后一根草，赛过活神仙啊！小浣熊蹲在五行的脑袋上，一脸好奇地看着那头一直在冲自己邪魅一笑的猪。于健走进小树林后，不消片刻，便又出现了那不绝于耳的啪啪啪声响。半晌，于健走了出来，摇了摇头：“没醒，下一个。”老黄扭了扭手腕，跨步走进了小树林。白金梦脸都肿成猪头了，他费力地抬起头，正巧看见一个粗布麻衣的木讷汉子缓步走了进来，双臂粗壮，一双手大如蒲扇旗上布满了老茧。这被打几下会死的吧？一定会死的吧？白金梦瞪大了眼睛，满脸惊恐：“你不要过来啊！”八荒拳在梦境中所幻化而成的老黄下手极重，就连外面的人都能清晰地听见里面那地动山摇。五行和于健进去之后，传出的是啪啪啪的声音；老黄进去后，传出的是轰轰轰，还伴随着白金梦的声声闷哼。就连五行都忍不住眼皮一颤，朝老黄这么个打法，真容易打死吧？不一会，老黄面色如常地走了出来，只扔下一句话：“火候差不多，继续。”听见这话，乾坤化龙剑所画的那棵树蹦跳着进了小树林。白金梦已经被打到神志不清了，他隐约间好像看见一棵树蹦跳着来到了自己面前，看来自己是真要死了。竟然都出现了幻觉了吗？那棵树的树枝开始疯狂摇摆，竟是没有去抽打白金梦，而是去挠他的腋下和两肋，就连脚底板也不放过。白金梦哪里受过如此酷刑，又哭又笑，简直是生不如死。可就在这时，白金梦脑海中还想忽然出现了很多不认识的人，全部都是一闪而过，就像是掌心中的流水，握不住，留不下。一座巍峨宗门，一个身材高大两鬓微白的中年人站在宗门的山门下，微微回首，冲着他温唇一笑。白金梦双眼迷离，不由自主地脱口而出：“青云师尊。”这棵树歪了歪树干，就好像歪头一样，停下了手中的动作。看样子的确是有些效果，赶紧叫下一个上。所有的一切都是五行等人演出来的。其实白金梦早就该坠崖身亡了。惊梦，惊梦！一语惊醒梦中人。慕寒站在五行身侧，看着自己这片开始崩塌的梦境，笑了笑。他看了一眼肩膀处的小浣熊，有些好奇地问道：“这是？”五行说道：“食梦兽，以梦为食，你可以把它带出梦境，亦或者说是他拉你入梦的。”慕寒微微讶异，这试炼之地真是诡秘莫测，竟然还会有这种以梦为食的异兽，真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五行最后伸了个懒腰：“行了，该醒了。”慕寒点了点头，五行的身形最终也渐渐消散，化为了一片星光。慕寒逗弄了一下肩头上的食梦兽，嘴角翘起，随后望向前方：“我请诸君入梦来，与君借取一炷香。”瞬间天地崩塌，所有的一切都化为了虚无。试炼之地中那片黑沙漠内，慕寒缓缓睁开眼睛，自己的胸口上还趴着那只小浣熊。慕寒揉了揉眉心，轻轻吐出一口气，眼神望向前方：“萧月，我来了。”慕寒站起身，插在面前那把古剑颤鸣着自动飞入剑鞘之中。小浣熊趴在慕寒的肩膀上，挂在他身上。在梦中看不出来，梦醒之后，慕寒很是惊讶地发现，这只食梦兽的境界竟然达到了化神境，只不过看样子功法能力欠缺，而且生性温和，只是拽人入梦再食梦。
应当是这片诡异的沙漠孕育而出的异兽。慕寒整装待发，真正的踏步走入前方的黑沙漠。相信萧月就在前面等着自己。试炼之地外，一众乾坤学院弟子，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脸上的表情全部都僵在了原地。见过离谱的，但是没见过这么离谱的。梦还能这么行？大嘴巴抽行？真能行？抽行也就罢了，那梦见的都是什么鬼东西啊？黄狗推轮椅，来，你出来给我解释一下。一个弟子一脸感叹，这辈子算是活着了。另一个姓汤的学生摇头叹息，这算什么？惊喜吗？旁边一个外号麻子的学生冷不丁问道，来，你给我翻译翻译，什么叫惊喜？汤姓学生一愣，这还用翻译吗？不是都说了惊喜吗？麻子弟子不干了，高声道，你给我翻译翻译，什么他妈的叫他妈的惊喜？几个弟子围绕惊喜这个话题展开了激烈讨论。周密那边却神情一变，他看着趴在慕寒肩头的那只食梦兽，嘴里啧啧称奇，竟然真的有此等异兽，古籍之上的记载竟然是真的。云青山见慕寒竟然真的从梦境之中醒来，一时笑容满面，不愧是他云青山的弟子。虽然梦醒的方式多多少少沾点那个大病，但是无所谓，能醒就行。云青山乐得合不拢嘴，见周密盯着那小浣熊啧啧称奇，开口问道，周副山长，这异兽你可见过？云青山完全没能认得出来，他也读过不少古籍，但是这异兽的模样憨态可掬，云青山自认闻所未闻。周密感叹道，如果我没记错，这应该是食梦兽，我曾在一本古籍中偶有见到，这异兽以梦为食，极为罕见。云青山也是心中一惊，以梦为食，这可真是长了见识。只不过云青山心中又有些担心，这异兽听上去就有些危险，现在更是跟在了自家弟子身边，不会出什么岔子吧？周密此时却缓缓说道，放心，这食梦兽在古籍之中的描述，性情温和，憨态可掬，不喜伤人。云青山松了一口，如此一来，那倒是好事一桩。而且看着食梦兽的气息波动，甚至达到了化神境。慕寒有此兽傍身，相信在这第3关，应当是不会再遇到危险了。此刻试炼之地中，慕寒脸上充斥着难以掩盖的喜悦。星湖之上，几乎算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你的五行法在梦境之中玩得相当嗨皮，得到了极致的满足，修行速度得到显著提升。紧接着，慕寒就发现自己竟然破境了，金丹境师层已然达到了巅峰。只要再集齐3件本命物，慕寒就能顺势突破到元婴境。只不过想集齐这3件本命物，恐怕又要多费一番周折。毕竟属性相当，且品阶足够的本命物，算是可遇而不可求了。星湖之上的声音还在接连不断的响起。你的八荒拳在梦境之中也有所悟，你的拳法造诣显著提升。慕寒只觉得自己仿佛在武道一途，更上一层楼，非是境界上的提升，而是心境上的提升。现在再让慕寒对阵许明，不论拳法高低，只说心境之争，慕寒有信心完胜许明。你的御剑术在梦境中有所顿悟，熟练度达到了小成级别。本命飞剑得到了加强，本命飞剑前尘的小世界变得更稳固了一些。以慕寒当下的境界铺开这本命神通小世界，飞化神境不可破，即便是元婴境巅峰，也无法以力破之，只能等到这小天地自行溃散，方可全身而退。而那边往事凝滞光阴长河的时间也从3息变为了5息。同样，两柄本命飞剑用过之后的副作用，也比之先前要更胜一筹。尤其是可凝滞光阴长河正常运转的往事，用过一次之后，便要足足1个月的时间，无法再次动用。你的搬山术在梦境之中体验了狗生的不易，有所顿悟，熟练度显著上涨，当前熟练度无上圆满80%。你的他化万物在梦境中体验了一张凳子的传奇一生，有所顿悟，熟练度显著上涨，当前熟练度巅峰至尊15%。你的乾坤化龙剑在梦境中体验了一棵树的静谧生活，有所顿悟，熟练度暴涨，当前熟练度大成级别80%。你的敛息术在梦境中体验了诸生的艰辛，有所顿悟，熟练度暴涨，当前熟练度大成级别60%。你的五雷断体术在梦境中一直躺平，没啥顿悟，熟练度也没涨，反而因为愈发被懒，熟练度凝滞不前，甚至有了倒退的迹象。慕寒原本高高兴兴，一脸美滋滋，可是听到了五雷断体术，这差点没一口老血吐出来。你可是断体术啊，要不要这么被懒？居然一直在梦境中躺平，成何体统？成何体统啊！你的五雷断体术感应到了你的恨铁不成钢，表示有些羞愧，开始奋发图强，努力修炼。瞬间，慕寒只觉得自己五脏六腑之中全部涌出一股雷电之力，噼里啪啦的。慕寒一时没防备，被这股汹涌的雷电给击得一抽抽，原本飘逸的长发此时根根直立，犹如刺猬一般。就连趴在慕寒肩头的小浣熊都炸了毛，也是被电的。此刻一脸懵逼的看着慕寒，慕寒嘴角抽搐，好你个五雷断体术，小爷我看你就是故意的。搬山术，给我揍他！你的搬山术表示很乐意为你效劳，并且一把拎起了五雷断体术。吊打，竟然是传说中的吊打！你的他化万物也不甘寂寞的加入了吊打的行列。你的五雷断体术被打哭了，翻白眼了，抽抽了，他抽抽了。慕寒摸了摸自己的头发，有点扎手。他在星湖之上说道，行了行了，差不多也就可以了，万一真打死了，你们赔我一个断体功法呀。你的搬山术和他化万物逐渐停手，他化万物临走前还偷偷踹了一脚。慕寒这个时候开始扮起了好人，
出言安慰了几句。五雷断体术这才停止了抽抽，开始极为缓慢的修炼。就在这时，慕寒忽然看见了前方有着一个熟悉的背影，是萧月。他正盘膝坐在地上，看样子依旧陷入在梦境之中。慕寒赶紧快步跑了过去，发现果真是萧月。只不过萧月此时的状态很不对劲，盘膝坐在原地，脸上时不时浮现出各种表情，喜怒哀乐皆有。慕寒心中一沉，莫不是还陷入在梦境之中？萧月，萧月！慕寒叫了几声，可惜萧月半点反应都没有。梦境，一定是梦境。萧月被困在这梦境当中了。慕寒咬了咬牙，这样下去不行，自己必须要想办法救萧月。萧月此时陷入梦境之中，而且看来在外界是无法将人唤醒的，那么就只剩下一个办法了。慕寒必须再次进入到梦境之中，而且是进入到萧月的梦境当中。只不过慕寒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入梦。忽然，他将视线投到了自己肩膀处的小浣熊身上。慕寒焦急地问道：“小家伙，能帮我入梦吗？这个人对我很重要，我要去救他。”小浣熊迷迷糊糊地看了慕寒一眼，又看了萧月一眼，眨了眨眼，随后慢慢腾腾地点了点头。凡是异兽，只要达到了化神境，其灵智便已经不输人类。慕寒说的话，他自然是听得懂的。而且拉人入梦这件事，也算的是他的本命神通。慕寒脸上闪过一丝喜悦，他连忙将小浣熊放在了地上，随后一只手拉住了萧月的手，另一只手拉住了小浣熊。开始吧。小浣熊眨了眨眼，随后竟是一屁股坐在了地上，然后就睡着了。慕寒先是一愣，随后瞪大了眼睛：“不是吧？搞没搞错啊？你想睡以后有大把的时间睡啊？为什么偏偏找这个时间睡啊？”慕寒刚要把小浣熊给晃醒，却忽然发现自己猛地袭来了一股倦意，随后慕寒便直挺挺的后仰倒地，再次入梦。试炼之地外，云青山的脸色有些担忧，因为周密方才对他说了萧月的梦境很是古怪，甚至于就连周密都有些看不透萧月的梦境到底真的只是梦境，还是真实的世界。周叔和叶双双也是面色齐齐一变，对于萧月的这个梦境，仿佛修为越高便越是能够切身体会那种可怖。不远处，徐缺斜靠在一块石头上睡着了，旁边的梅玉山也忍不住感叹一句：心宽体盘，年轻真好。梅玉山又望向那镜面，神情变得异常严肃，他轻声呢喃道：这女娃娃怕是不简单啊。慕寒睁开眼时，忽然发现自己身处一处无名山巅之上。慕寒想挣扎着站起身，却发现自己身上酸痛不已，像是快要散架子了一样。而且怎么自己变得这么小了？自己这副身体完全就是一个少年的身体啊！慕寒疼得龇牙咧嘴，费尽全身力气才堪堪坐起身。慕寒暗自想到，这疼痛感也太真实了吧，完全不像是在做梦啊！那只小浣熊竟然也跟着入梦了，依旧是趴在慕寒的肩头，无精打采的，好像还犯困呢。忽然，慕寒发现这座无名山巅之上多了一个人，是一个冷峻青年，手持一把通体晶莹如玉的弓箭，冷冷地看着自己。李关奇，你该死了！慕寒一愣，李关奇？说我呢？我在这梦里是叫李关奇？可惜还不等慕寒反应过来，对面那冷峻青年已经拉满了手中那晶莹剔透的弓箭。慕寒大惊，正要开口言语，却忽然发现自己说不出来话。卧槽！慕寒心中一惊，心中暗骂一句：我在这梦里是个哑巴。唰！那冷峻青年丝毫不给慕寒机会，一箭射出，这一箭来势极猛，几乎转瞬间便来到了慕寒面前。这冷峻青年的境界竟然达到了反虚境，看他的岁数，只不过方才籍贯吧。这一箭已经来到了慕寒身前，慕寒此时可谓是避无可避。就在这时，慕寒忽然发现那柄来势极猛的一箭就这么停顿在了自己眼前。不远处那冷峻青年的动作也顿住了，还保持着那射箭的姿势。慕寒第一时间想到的是自己的本命飞剑往事，凝滞光阴长河。难道自己在梦境中也能用本命飞剑？可奇怪的是，自己并没有感应到本命飞剑的存在啊！就在这时，慕寒忽然发现9天之上好像有人走了下来，彩衣飘飘，一如神女。她像是走下一阶阶台阶一样，就这么从9天之上走了下来。日月仿佛都要让步，然后她走到了慕寒身边。瞬间，慕寒瞪大了眼睛，这居然是萧月！这位从9天之上踏步而来的神女，绝对就是萧月，长相几乎一模一样，只不过此时身穿仙裙，彩衣飘飘，脸上更是无悲无喜，甚至不像是一个人。因为慕寒没有在他的眼中看到哪怕一丝人性，那双眼睛中满是神性。他看了慕寒一眼，开口说话了：李关奇，你天生盗铁，可拜我为师。慕寒心中1万头草泥马奔腾而过，自己的夫人要收自己当徒弟，而且萧月的语气完全不是询问，而是在诉说一件事，亦或者说这更像是一个命令。慕寒心中忽然泛起一个古怪念头，这莫不是口含天线，言出法随？慕寒想说些什么，却发现自己根本开不了口，自己在这梦中不会说话，真的是一个哑巴。萧月赤着双足，缓步走到慕寒身边，竟是将玉手轻轻按在了慕寒的头顶。仙人扶我顶，结发寿长生。一瞬间，慕寒发现自己身体上的那种酸痛感顿时消散了，全身的伤势转瞬间便已经彻底好了。萧月回头看了一眼那冷峻青年一眼，那冷峻青年的身体顿时如遭重击，倒飞着从这无名山巅跌了下去。萧月另一只手轻轻一勾，那冷峻青年手中的那把晶莹剔透的长弓，登时如获敕令，自行飞到了萧月的手中。
那柄剑还停顿在慕寒的面前，萧月只不过屈指一弹，那剑矢便化为了烟粉。这把弓以后就是你的法器了。慕寒下意识地接过这把弓，倒吸一口凉气。这真的是梦境吗？为何萧月的梦境之中会如此惊世骇俗的宝物？因为慕寒很清晰地感知到了，这把弓是一把仙兵，五品仙兵。毫不夸张地说，手持这把弓，只需一剑就能把整个青云门覆灭。无论是护山大阵，还是山门，都只会在一瞬间破碎。而且萧月方才是从9天之上踏步而来，难道说他梦见了仙剑？正想着，萧月却忽然勾了勾手，慕寒就被他凌空拎了起来，看样子好像是准备带他登天。山巅之上，狂风烈烈，慕寒就这么被萧月隔空拎起，像是拎起一只小鸡仔一样，步步登天。慕寒咽了下口水，有些想不通，萧月怎么会做如此骇人听闻的梦境？他肩头上趴着的那个小浣熊还在昏昏欲睡，只不过看样子萧月好像是看不见他。也好，倒是省去了一桩麻烦事。四周白云游走，慕寒下意识地伸出手，想要揽一片白云入怀，却扑了空。转眼间，白云便已经身在自己脚下。慕寒抬头望去，一座巍峨天宫耸立在白云之端，还真是仙界啊！慕寒心中一紧。片刻，萧月便带着慕寒走上了登仙台。那座巍峨天门缓缓洞开，天门之上有着一个巍峨庄重的匾额，上面写有4个烫金大字：云渊仙宫。那里的景象根本无法用言语去形容，各种仙家宫殿耸立云端，云遮雾绕，偶有仙人骑乘仙鹤飞过。而且这里的灵气恐怕已经不能用浓郁来形容了，甚至已经达到了粘稠的地步。那些云遮雾绕可不是真正的白云，而是灵气浓郁到了一种具象化的地步。刚入天门，慕寒便看见了门口有着2位仪表庄重、身披银甲的天兵，在见到萧月之后，立刻单膝跪地，眼中都有着一抹狂热的崇拜。他们齐声高呼道：“见过云渊女帝！”慕寒当时傻了眼，他原以萧月在梦境之中只不过是一个神女，却没有想到她竟然是女帝。云渊仙宫，云渊女帝。慕寒倒吸一口凉气，难不成这一整片仙宫都是萧月的地盘？萧月脚步不停，慕寒就只得跟在萧月身后。四周的一切都太真实了，很难想象一个人若是没有见过此情此景，如何才能梦得如此真实？简直可以以假乱真。忽然，萧月停住了步子，慕寒正在四处观望，完全没发现萧月忽然驻步不前，一个没注意，恰好就撞到了萧月。萧月扭过头来看着慕寒，慕寒有些尴尬，但是下一刻他就发现了一丝不对劲。萧月的眼中仿佛神性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一片迷茫。他茫然地看着四周，好像这里的一切都变得陌生起来。他看向慕寒，竟然开口问道：“你是谁？这里是哪里？”慕寒心头一震，他想说话，但是却说不出口。该死的，自己好死不死的变成了个哑巴，连说话都成了问题。慕寒只得手舞足蹈，想告诉眼前这个萧月，这里其实都是梦境，都是假的。我是慕寒，你快醒醒！但是显然收效甚微，眼前这个萧月根本没看懂慕寒想表达什么。看来萧月正处在一种半梦半醒的状态下，方才那个云渊女帝就是他的梦，而眼前这个双眼茫然失措的萧月才是那个真实的萧月。慕寒急得不行，忽然他灵光一闪，我说不出来，我还不能写吗？可惜眼下没有笔墨。慕寒咬了咬牙，竟是准备咬破手指血书一份。只不过慕寒刚要咬，忽然听见萧月再度开口了，只不过这一次嗓音轻了：“你在做什么？”慕寒抬头，心中一沉，眼前这个萧月又变成了那个女帝。他居高临下的看着慕寒，冷冷的问着。慕寒动作一僵，这就有点尴尬了。他一根手指头还在嘴里放着呢。他想了想，忽然吸吮了2下手指头，小心翼翼的看了一眼萧月，见他还在看自己，慕寒就伸出那根手指指向萧月，脸上的表情好像在说：“这个还挺好吃的，要不你尝尝。”萧月无悲无喜的脸上难得浮现了一丝表情，他皱了皱眉，看了慕寒一眼，随后转身向仙宫中最高耸巍峨的那处宫殿走去。慕寒一脸尴尬的站在原地，萧月方才看自己的眼神中竟然带有一丝嫌弃，自己被老婆给嫌弃了。不过还好，现在自己这副身体就是个乳臭未干的少年，有点正太的意思，实在不济自己还可以卖萌为生。想到这，慕寒重重的点了点头，加快脚步跟了上去。一路上，慕寒瞧见了不少人，亦或者说是仙人。这些人看向萧月的眼神中都充满了尊敬和崇拜，看向慕寒的眼神中竟然都带着一丝欣慰与羡慕。云渊女帝可从未收过任何一位弟子，这个叫李观奇的恐怕会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以后的大道成就几乎可不限量，或许能够自成一帝都说不定。慕寒不晓得这些个仙人在这胡思乱想个啥，反正自己是逐渐摸透了萧月这个梦境，想要唤醒萧月，只能在他的自主意识出现时才有那么一线机会。而身前不远处的这个云渊女帝显然是块难啃的硬骨头，况且自己又不能说话，万一惹得这女帝不高兴，一巴掌给自己扇回人间，自己还怎么上来？那不完犊子了吗？慕寒打定了主意，在这云渊女帝面前得好好表现，得给她伺候舒服喽，然后找机会等萧月的自主意识再次出现的时候，将她彻底唤醒。想到这，慕寒忍不住给自己点了个赞，随后赶紧跟上了女帝萧月，开始了他的终极必杀技卖萌。谁知女帝萧月根本不吃这一套，反而是看向慕寒的眼神越来越嫌弃，甚至好像都有了一丝后悔。谁也没想到这么一个天生到体的好苗子，不会说话也就罢了，怎么好像脑子还有点问题呢？慕寒见势不妙，
赶紧停止卖萌，这条路应该是行不通了，自己得想想别的办法了。正想着，萧月的脚步又是一顿，这回慕寒可没有再傻乎乎的撞上去，而是赶紧停住了步子，往前一看，心中震撼无比。眼前应当是这云渊仙宫的主殿，上面有些云渊殿3个大字，大殿门口有着一龙一虎，非是石像，是真正存活着的一龙一虎。一条真龙盘旋在大殿之上，见首不见尾，一尊巨虎伏在大殿门口，犹如门神一般来回巡视。萧月忽然开口道：“以后你就住在这里。”慕寒瞪大了眼睛：“我住这？”女帝萧月说完了这句话后，就不再言语，径直离去了。估摸着可能是回寝宫了，慕寒也不敢跟过去，就只好傻乎乎的站在原地，进也不是，退也不是。这么大一个宫殿，让我住？慕寒有点心慌。宫殿之上那巨龙还在环绕盘旋，门口那威武异常的巨虎瞪着眼睛看着慕寒。慕寒悄悄咽了下口水，算了算了，既来之则安之。他鼓起勇气，迈步向宫殿之内走去。这云渊宫的确是大，大的超乎慕寒的想象。正殿之中有着9根盘龙柱，柱子上的龙翼一生辉，栩栩如生，仿佛随时都会拖住而去，龙吟四海，升腾而起。慕寒小心翼翼地走在正殿之中，正殿最前方还有着一张椅子，只不过慕寒知道这东西可不是给自己做的，估计是自己那女帝大人的。慕寒走过正殿，向后走去。云渊宫实在是太大了，慕寒走的腿脚生疼，都没能把这云渊宫走完，倒是找到了后面的寝宫。慕寒随便挑了个房间，自己是奉旨入住，谁敢说3道4？慕寒一个跳跃，直接扑到了面前一张极大的床榻之上，来回翻滚，心里却暗自想到，这种吃软饭的感觉还真不错呀。可惜是个梦，要是真的就好了，自己少奋斗300年啊。女大3抱金砖，女大30送江山，女大300送仙丹。像自己目前这个情况，估计应该是女大3000，我他妈直接位列仙班。慕寒猛地坐起身，双手托腮，不知道萧月下一次恢复自主意识会是什么时候。唉，自己连话都说不出来，真是糟心。又没什么理由天天跟着萧月，万一我错过了他自主意识恢复的时候，那岂不是前功尽弃？慕寒一愣，等一下，自己现在是萧月的弟子啊，弟子跟着师尊，这不是天经地义？慕寒脸上一喜，他娘的，怎么早没想到呢？这还入住个屁的云渊宫了，这就动身找萧月去。我他娘的日日练，夜夜练，反正必须得找十足的借口，一直留在萧月身边才行。想到就做。慕寒一个鲤鱼打挺，从床上蹦了下来，脚步轻快地往萧月的寝宫那边走。刚走到一半，忽然看见对面有3、5个神女炎炎笑艳艳地走了过来。这几个神女都是姿容绝美，身上洋溢着不食人间烟火的仙气。她们在看见慕寒之后也是一愣，随后一个个眼睛里都泛起了小星星。好可爱啊，这是哪里来的小弟弟？快让姐姐抱抱。说着，3、5个神女就跑向了慕寒，衣袂飘飘。慕寒一个不留神就被一个身穿紫衣的神女搂在了怀里，直接就是一个洗面奶。这些神女这掐一下那捏一下，慕寒的小脸被扯来扯去的，甚至还有人偷偷掐了一把慕寒的屁股。随后便是一阵银铃般的笑声，几个神女叽叽喳喳，如获至宝，不停地逗弄着慕寒。小弟弟怎么不说话？慕寒阿巴阿巴阿巴呀，小家伙是个哑巴，好可怜哦。说着又是一个洗面奶，还有一个神女不停地用脸去蹭慕寒的小脸。慕寒这回算是羊入虎口了。你的五行法，感受到了来自云渊仙宫神女们的热情，眼泪不自觉地从嘴边流下。慕寒一愣，靠，自己还以为五行法不在梦境之中，不然怎么过去这么久屁都不放一个？果然有美女的地方才有五行法。慕寒费力地挣脱这些神女的怀抱，站在地上掏出一个牌子，刷刷刷地在上面写下几个字，随后举了起来。我叫李观奇，是女帝新收的徒弟，请问神女姐姐们，女帝陛下的寝宫在哪？几位神女面露惊讶，这小孩年纪不大，竟然能被女帝收为弟子。那身穿紫衣的神女盈盈一笑，纤细的玉手刮了一下慕寒的鼻子，随后指向了一处，柔声道：诺，女帝陛下的寝宫就在那边。慕寒又在牌子上刷刷刷写下几个字，谢谢神女姐姐。几个神女笑得花枝乱颤，纷纷蹲下身，又撸了慕寒一会，临走之前还不忘占便宜，亲上慕寒的小脸几下，这才叽叽喳喳地走向了远处。星湖之上，五行法完全陶醉了。饶是慕寒问他这梦境到底是个什么情况，也不见五行法回答，就只是在那流口水，嘿嘿嘿的傻笑。慕寒摇了摇头，这五行法果然他娘的靠不住，见着女的就走不动道，关键时刻还是得看自己的。慕寒拎着小牌子朝着那位紫衣神女指的方向跑去，时间紧迫，自己可不能在这梦里一直等下去，必须抓紧时间叫醒萧月才行。慕寒的噔噔噔的跑向那处寝宫，奈何现在是个少年的身体，腿脚实在不利索，跑得有些慢。萧月的寝宫倒是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气，至少是没有云渊宫那么壮观。寝宫名叫云月宫，里面也没有什么婢女。慕寒就蹑手蹑脚地走了进去，溜达了一圈，却没发现萧月。咦，人呢？跑哪去了？慕寒暗自想着。不知怎地，慕寒就走到了一处桃园，桃花盛开，美不胜收。这些可都是仙家桃树，随便一棵放在人间，那都是绝无仅有的至宝。慕寒在桃园里乱窜，眉头皱成一团，一边走一边挠头。奇怪啊，难道走错了？不应该啊。慕寒却没发现，在他身后站着一个女子，正是女帝萧月。她就站在慕寒身后，微微歪头看着慕寒，似乎是在想，这么个小东西跑到这想干嘛？慕寒掐起腰，深吸一口气，心想萧月难道不在寝宫里？
那能去哪呢？他皱着眉，缓缓转身，却发现眼前多了一双美腿，白皙修长。慕寒一愣，缓缓抬头往上看去，盈盈一握的细腰，再往上就是那低头看不见脚尖的壮阔风景，再往上就是萧月那张美丽毫无道理的脸。只不过此刻面无表情的低头看着慕寒，慕寒嘴角抽搐，这可是真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他却在灯火阑珊处。慕寒举起小牌子，上面写着：师尊，我要修炼。修炼。女帝萧月一愣，她低头看了一眼慕寒，慕寒正眨着大眼睛，一脸希冀的举着小牌子。萧月却摇了摇头，你天生道体，不用修炼，不死就行。慕寒愣住了，啥？不用修炼？还特么有这种好事？但是慕寒转念一想，这不行啊，自己必须得修炼啊，不修炼怎么能天天接触到萧月啊？慕寒赶紧低下头，在小牌子上刷刷刷的又写下了一行字：师尊，我要修炼。天赋固然重要，但是也需要不停的努力。萧月有些意外，没想到自己收的这弟子倒是还挺有上进心的。萧月想了想，开口问道：你想好了？慕寒赶紧举起小牌子，想好了，想好了。萧月直接转身丢下一句话：跟我来吧。慕寒脸上一喜，忍不住比了个耶，搞定。他蹦跳着跟在了萧月身后，原以为萧月会带着他去什么藏书楼或者什么武殿之类的，结果却是萧月带他来到了这云渊仙宫的登仙台。这登仙台可以接引人界修士，从这里向下望去，人界的万里山河就像是一条条蜿蜒曲折的小蚯蚓。慕寒有些不解，他举起小牌子：师尊，来这里做什么？萧月没说话，只是伸出一只纤细玉手，先是揉了揉慕寒的脑袋，随后弹了他一个脑瓜崩，瞬间慕寒就犹如一颗璀璨流星一般消失在了天际，一指头把慕寒弹飞了。慕寒哇哇乱叫，但是却只能发出阿巴阿巴阿巴的声音。他先是缓缓升空，随后以一个抛物线的弧度急速下坠。天上这烈烈的狂风吹得慕寒头发根根直立。靠，这是要弄死我吗？我不就是想着修炼一下吗？没必要吧。慕寒感觉身体已经完全不受控制了，以这种速度掉落人间，自己铁定是要摔成一滩烂泥了。人间山河越来越清晰可见，慕寒心里就只剩下一个念头：完了完了，这绝对死定了。慕寒轰然坠落在地，但是奇怪的是，自己竟然没感觉到半点痛楚。然后慕寒就发现自己眼前出现了一个法阵，自己稳稳地掉落在了这个法阵之中。然后慕寒就又出现在了9天之上，又开始下坠。慕寒脸都绿了，还来？就这样，慕寒每一次快要坠地之时，身前就会出现一个法阵，将他再次传送回天上，然后接着往下落。就这样毫不停歇地做着自由落体。慕寒是吐了又吐，好不容易晕过去，醒来之后发现自己还在做自由落体，然后就又晕了过去。就这样，不知过了多久，慕寒终于感觉到自己的双脚落地了，聪明的智商又一次占领高地了。慕寒眼中满是星星，正在来回旋转，自己落地之后也是左摇右摆，手上的小牌子早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他刚一张口，呦的一下就吐了，肚子里空空如也，早就没啥可吐的了，就只能干呕了。萧月神情淡然地说道：什么时候你呢？就在这时，萧月的神情忽然一变，他整个人的气质都发生了变化，他又开始茫然地看向四周，显然是萧月的自主意识再一次干扰了梦境。慕寒这时也停止了干呕，一脸生无可恋地看向萧月，然后神情大振，他恢复了。慕寒下意识的就要在小牌子上写字，但是这时才发现没了，小牌子没了。慕寒一脸焦急，赶紧扯下自己一片衣角，歪歪扭扭的写下了我是慕寒，快醒醒几个字。实在是这一通折腾让慕寒连笔都握不住，到现在两腿还打摆子呢，抖得跟面条一样。他颤颤巍巍的两手扯住那片衣角，举起来给萧月看。萧月迷茫的眼神在看见这个字后忽然顿了顿，随后自言自语道：慕寒。慕寒小鸡吃米一般点着头，赶紧把这片衣角递给了萧月，然后指着自己。萧月歪了歪头，你是慕寒？慕寒依旧在点头，想笑一笑，结果一个没忍住，又是呦的一下，一阵干呕。慕寒心中暗自骂了句娘，这是个什么修炼手法？这是要活活整死自己啊！过了片刻，慕寒终于有所好转，但是却一屁股坐在了地上，不行了，他实在是坚持不住了。萧月好像想起了什么，忽然呢喃了一句：青云门。萧月、慕寒。慕寒大喜，差不多了，差不多了，我的姑奶奶，你终于记起来了。他踉踉跄跄的爬起身，结果刚站起来就发现眼前这个萧月好像又变了，不对劲。他抬头一看，果然萧月的自主意识再一次消失了，眼前这个萧月又变回了女帝萧月。他此刻竟是皱着眉，看着手中莫名其妙多出的一片破碎衣角，上面还写着字：我是慕寒，快醒醒。萧月重复了一下这片衣角上的字。慕寒神情大变，赶紧装作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然后把自己缺了衣角的符给塞进了裤子里。虽然显得臃肿不堪，但是总比被发现来得好啊。这女帝萧月心思难测，鬼知道她在想什么，就从这个修炼方式上，慕寒就能断定贱娘们不像好人啊。慕寒偷偷摸摸地看了萧月一眼，见她还皱着眉看着那片衣角，忍不住暗自咽了下口水。千万别发现，千万别发现，千万别！这是你写的，是什么意思？慕寒神情顿时一僵，他转过头看向萧月，嘿嘿一笑，连连摆手，那意思好像是在说不是我，不是我，怎么可能会是我呢？哈哈哈！萧月捻住那片衣角，一脸认真地说道：这是你的衣服，自己也是你的，
这是你写的，你是慕寒？慕寒只感觉头皮发麻，这女的也太离谱了，这可如何是好啊？萧月沉思片刻，忽然单手拎起了慕寒，就像拎起一只小鸡仔一样，踏步向寝宫走去。慕寒心如死灰，完蛋了，完蛋了，这回算是彻底完犊子了。女帝萧月的寝宫内，那处桃花源中，慕寒老老实实的坐在萧月对面，二人隔着一张石桌，石桌上放着那小布片。萧月看着慕寒，李官旗。慕寒小脸严肃，重重点了点头。女帝萧月又问慕寒，慕寒赶紧摇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萧月皱了皱眉，滑若凝脂的玉手轻轻指了指桌上那布片，解释。慕寒皱起脸，这让我咋解释啊？女帝萧月沉默许久，看着那醒醒二字，她忽然眯了眯眼，修长的手指轻轻敲击在石桌上，每一次敲击，这桃园中都会有片片桃花飘落。是你入了我的梦，还是我入了你的梦？女帝萧月淡淡的开口问道。可这句话直接让慕寒瞪大了眼睛，这么快就猜出来了？萧月微微仰头，绝美的脸上没有任何情绪波动，她忽然说道，是当下的我梦见未来的你，还是未来的你梦见了当下的我？萧月看向慕寒，说。慕寒心神大振，这也太猛了，只从只言片语之中竟然就已经猜出来了一个大概。这女帝真的是只存在于梦中吗？慕寒举起小牌子问了一个问题，你是真实存在的，还是？女帝萧月看见慕寒的这个问题，也是黛眉微蹙，随后又舒展开来，淡淡的说道，看来后世已然没有了云渊仙宫。慕寒全身的汗毛都立了起来。后世？听着女帝萧月的语气，她好像并不只是存在于梦中，难道说她是真实存在的？慕寒进入到这古怪梦中，就相当于他的灵魂逆着光阴长河行走，来到了这不知多少岁月之前。这具身体的确是那李官旗的，但是灵魂却是自己的。这里所有的一切已经不再是梦境，而是曾经真实存在的。慕寒呆若木鸡，萧月忽然闭上了眼睛。慕寒不知何意。下一刻，试炼之地外，原本正在透过那波光粼粼的镜面看着此时景象的周密、云青山等人忽然神色大振，因为这镜面竟然猛地裂开了一道裂痕，而且这裂痕还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周密双手掐诀，眨眼间便已变换了数十个法印，最后这镜面终于趋于平静，但是却不得已关闭。云青山一脸惊骇，这种事之前有发生过吗？周密一脸凝重，从未有过。周密望向云青山，你的这位女弟子不简单。他想了想，手中竟是直接出现了一枚玉符，随后一把将其碾碎。此事必须要传讯山长了，如果能达到试炼之地6层之上，那么所有的乾坤学院都会所感应，这一次或许会有其他分院甚至总院的人来抢人了。云青山只觉得呼吸都有些急促了。乾坤学院、总院，那可是位于中土神州的庞然大物啊！周密看向那漆黑一片且已经破碎的镜面，神情肃穆。周叔也是面色大变，周密的言下之意他听出来了。难道周富山常觉得这二人不光能够闯到6层，甚至还有可能更进一步，或许都会引动其他分院的人来此？周叔皱紧了眉头。与此同时，梦境之中，慕寒举起小牌子问道，你做了什么？萧月没回答，手指最后一次敲击在了二人身前这石桌之上。瞬间，这漫天的桃花纷纷而落，但是却不曾落地，仿佛光阴停在了这一刻，所有的桃花全都保持着脱离树枝，但是却未曾落地的状态。萧月的右手缓缓抬起，伸出一根手指，随后缓缓从二人身前划过。随着萧月这一划，二人身前登时出现了一条金黄色的长线，这金黄色的长线极长，仿佛贯穿了整座天地。慕寒看得神情巨震，这都是什么神仙手笔？这条金色长线无法去触摸，但是却真实存在。萧月缓缓闭上了眼睛，慕寒根本看不出任何的端倪，也不知道眼前这女帝萧月到底想做什么，在做什么。忽然，慕寒发现那些停顿在半空中的桃花，有一片竟是开始缓缓下坠，而且在下坠途中，便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枯黄。随后是第二片、第三片，一片一片的桃花开始从那种凝滞的状态下松动，然后下落，然后变得枯黄。慕寒神情凝重，他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但是女帝萧月的面色却变得越来越苍白。不管是什么，反正肯定不是好事。慕寒刚准备起身，却发现女帝萧月猛地睁开眼睛，双目之中金光大放，她看向自己，但是这种看却不是在看慕寒当下这李官旗的身体，仿佛已经透过了这具身体，直接与慕寒的灵魂对视。这让慕寒有一种被完全看光了的感觉，仿佛自己在他面前已经没有了任何秘密。3息，这种感觉足足持续了3息时间。随后，萧月眼中的那道金光彻底消失不见，那一条仿佛将天地一分为二的金色长线也在眨眼间消散。桃园内漫天的桃花纷纷落下，慕寒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全身都已经被汗水浸透。女帝萧月的面色惨白如纸，她眼神复杂地看了慕寒一眼，只说了一句话：原来如此。下一刻，慕寒忽然眼前一黑，晕倒在了这石桌上。不知过了多久，慕寒这只觉得有人在推他，耳边还有着焦急的呼喊：慕寒，慕寒，醒醒啊！慕寒皱了皱眉，他费力地睁开双眼，入眼是萧月那张布满了担忧的脸。你终于醒了，吓死我了！你感觉怎么样？慕寒此时是躺在萧月的怀里，头枕着萧月的大腿，他脸上终于洋溢起了一丝笑意，好似重重地松了一口气。终于梦醒。萧月一愣，你在说什么？
慕寒躺在他怀里，笑着伸手摸了摸他的脸。你什么时候从梦境中醒过来的？萧月忽然皱起了眉，他一脸担忧地看着慕寒。你真的没事吗？咱们不是早就已经从梦境中醒过来了吗？慕寒一愣，什么？他扭头看向四周，这时他才发现，这里竟然不是那片黑沙漠。慕寒猛地坐起身，眉头皱紧，这是哪？萧月仍旧是一脸担心，他轻轻攥住了慕寒的手，夫君，你真的没有事吗？这里是试炼之地第6层，咱们早就已经离开第3层了啊！慕寒如遭雷击，他猛地看向萧月，你说什么？云渊仙宫，萧月依旧坐在桃园之中，地上铺满了桃花，美不胜收，却又略显孤寂。萧月依旧是那副淡然的模样，他的手中有一片桃花，双指轻轻捻着，似是在思考着什么。不知过了多久，那趴在石桌上睡觉的少年终于悠悠然醒转过来，他揉了揉眼睛，睡眼朦胧。少年的一双眼睛极有灵气，在看见身前的萧月之后，猛地瞪大了眼睛，仿佛在问：你是谁？我为什么会在这里？萧月也在注视着他，半晌，萧月缓缓说道：我叫萧云渊，这里是云渊仙宫，你是我的弟子。李观奇眨了眨眼睛，似乎有些疑惑。萧云渊没有再说什么，而是缓缓站起身，走到了少年李观奇身边，冲他伸出一只手。少年李观奇挠了挠头，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把自己的小手搭在了萧云渊的手上。萧云渊拉住了少年的手，师徒二人不知走向何处。他在轻声呢喃：万年之后再见。我们已经来到了试炼之地第6层。慕寒皱着眉，一脸的不可思议。萧月点了点头，我们一路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来到了第6层。原本我们已经可以出去了，但是你偏要继续向前，我拗不过你，所以就继续陪着你向前。但是这6层实在是太诡异了，不知道从哪里出现了好多尸体，而且全都活了。你在这里受了重伤，甚至还中了尸毒，昏迷了整整3天。慕寒只觉得浑身冰冷，这怎么可能？自己上一秒的记忆还停留在那云渊仙宫之上。那女帝萧月不知用了什么秘法，仿佛将自己完全看穿了。随后自己眼前一黑，便什么都不知道了。再次醒来，萧月竟然早就已经醒了，甚至二人都已经离开了第3层，如今竟然都已经来到了第6层。可是慕寒完全不记得。更让他感到无法理解的是，这并不是不记得，而是好像完全就没有这段记忆。难道自己还在梦境当中？慕寒下意识看见自己的肩膀处，忽然他神情一震，他发现自己身上的小浣熊不见了，那只食梦兽不在自己身上。当初进入萧月的梦境，是那只小浣熊带着他入梦的，哪怕在进到了萧月的梦境中之后，那只小浣熊也一直趴在慕寒的肩头，但是现在却不见他的踪影。慕寒心底一沉，既然如此，那是不是就意味着自己真的已经梦醒了？可是怎么会来到这第6层？而且为何自己一点记忆都没有？这时萧月走了过来，夫君，你从刚才苏醒到现在就一直六神无主，你真的没事吗？慕寒摇了摇头，挤出一个笑脸，没事，我只是算了。慕寒揉了揉眉心，忽然他看见了不远处的一个身影，毛茸茸的，憨态可掬，不就是那小浣熊食梦兽吗？慕寒脸上闪过一丝惊喜，他刚走出去一步，却发现那小浣熊后退了一步，一双大眼睛死死地盯着他。慕寒一愣，他招了招手，你怎么跑到那里去了？过来啊！谁知那小浣熊非但没有跑过来，反而是不停地后退，然后躲在了一棵树后。慕寒愈发的觉得奇怪，他的状态怎么好像有些害怕自己。萧月又走了过来，夫君，那只食梦兽到了这第6层之后，不知道怎么了，怎么叫他都不回来，但是却还一路跟着，就是不敢靠近。慕寒心中一沉，不正常，这绝对不正常。他虽然不知道在自己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是这一切都太古怪了。慕寒对萧月道：我需要盘膝疗养片刻，夫人，你帮我护道。萧月点了点头。慕寒坐在原地，在星湖之上言语了几句，发现竟然没有一个功法去回应他。他眯了眯眼，这绝对不正常。忽然他将那柄本命飞剑虔诚握在手中，瞬间施展开了本命神通小天地。小天地悄无声音的铺展开来，慕寒又祭出了另一把本命飞剑往事。慕寒猛地看向萧月，他知道哪里不对了。萧月先前说自己受了重伤，甚至还中了那尸毒，昏迷了整整3天，但是自己并没有这个记忆，姑且算是自己失忆了。那么就以自己的性子，不可能在马上重伤之际都不祭出底牌，因为这2柄本命飞剑的本命神通全都没有用过。还有一点，萧月说自己重伤昏迷，但是他方才将心神沉入体内，却并未发现有任何不妥，自己根本就没受伤。那么只有一个可能性，萧月在撒谎。慕寒收起2柄本命飞剑，同时将小天地撤去。他悄然看了萧月一眼，慕寒的瞳孔逐渐变成了金黄色，白龙瞳。可是片刻之后，慕寒的眉头又紧紧地皱了起来。没问题，眼前这个萧月根本看不来任何问题，甚至在白龙瞳的观察下也毫无异样。难道真是自己失忆了？慕寒随口问道：夫人，易师姐你还记得吗？萧月眨了眨眼，当然记得啊，从小到大易师姐最疼我了，我怎么可能会不记得易师姐？萧月有些好奇，夫君，你怎么忽然问起这个？慕寒微微一笑，没事，只是忽然想起来，在来之前易师姐特意嘱咐过我，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要把你带回青云门。慕寒顿了顿，又道：易师姐还带我去了你最喜欢去的地方。萧月眼中闪过一丝怀念，是山巅断崖吧？小的时候每次有不开心的事情，我总喜欢静静地坐在那里，看着前面的云海。慕寒沉默了，没错，完全没错。他之所以忽然说起这些事，
完全就是在暗中试探。如果萧月答不上来，那就证明他一定有问题。可现如今，慕寒思绪大乱，他甚至都开始怀疑，难道不是萧月的问题，而是自己的问题？萧月的确是萧月，而自己难道不是慕寒？慕寒又揉了揉眉心，古怪，太古怪了。他总觉得有些不对劲，但是却就是说不上来。慕寒无意间又看见了那只小浣熊，他没有走，而是就待在不远处，不走却也不靠近。忽然，慕寒瞳孔猛地一缩，靠近，靠近！他知道到底哪里不对劲了。这只是一个极小的细节，慕寒完全没有发现，是这只小浣熊给了自己灵感。小浣熊是真的害怕自己吗？不是，他害怕的有没有可能是萧月？所以他一直不敢靠近。而且还有一点，现在回想起来，不由得让慕寒汗毛都立了起来。自从他苏醒之后，萧月好像一直都离自己很近。虽说二人久别重逢，但是在此时此地，这种距离带给慕寒的只有无尽的寒意。因为萧月从未离开慕寒7步之外。现在回想一下，萧月好像一直在刻意的维持着这个距离。慕寒手心里都已经渗出了一些汗水。如果自己猜的没错的话，那眼前这个萧月很有可能不是萧月，而且是一个慕寒从未见过的东西。为了验证这个猜想，慕寒站起身，随意的向某个方向走去。他的步履很慢，慢到像是在刻意等着萧月追赶上来一般。慕寒在数着步子，他现在距离萧月只有3步距离，那么是否意味着自己只能远离萧月4步？如果4步之后萧月赶了过来，那么就证实了自己的推测。如果没有，慕寒叹了口气，那就只可能是自己的问题了。1步、2步，萧月仍旧是没有反应，闭着眼睛，不知是在打坐还是在假寐。3步、4步，这已经是最后一步了，可是萧月还是没有半点动作。这一步踏出去后，萧月若还是没有动作，慕寒就真的没有办法了。他深吸一口气，1步踏出。萧月纹丝未动，仍旧坐在原地，似是在打坐，又似假寐。慕寒心中一沉，难道真的是自己推断错误了？他不由得有些黯然，自己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慕寒使劲地揉着眉心，既然不是距离的问题，那会不会是此地的问题？慕寒决定出去走走看，说不定能有什么发现。可是就在慕寒踏出去2步，即将踏出那第3步时，身后忽然响起萧月的声音：“夫君，你要去哪里？你现在身上有伤，不便活动，要多加休息才是。”萧月一边说着，一边朝着慕寒走来。慕寒一愣，他此刻正背对着萧月，说道：“我没事，我想四处看看。”说着，慕寒脚步加快，向前走了几步，然后萧月也明显的加快了脚步，跟了上来。“夫君，这里很危险，还是我陪着你吧。”慕寒眼睛微微眯起，他忽然调转了方向，朝着小浣熊躲着的方位走去。萧月一直跟在慕寒身后，而那只小浣熊则是不停的后退。慕寒心中有了计较，原来是他估错了距离。萧月一直将距离保持在了9步之内，而不是7步。看来萧月的确有问题。小浣熊害怕的并不是自己，而是自己身后的萧月。可这就更让慕寒感到一丝心悸。小浣熊可是有着化神境的实力，连他都惧怕，不得不躲的东西，到底会是什么？慕寒猛地向外掠去，萧月也瞬间身形一闪，眨眼间便跟上了慕寒。“夫君，你要去哪里？你还有伤，不便活动。”慕寒心中一沉，他发现萧月的语气变了。如果说最初的语气还满是温情，那现在就变得冷淡了许多，甚至有些机械化。慕寒猛地停下，他转身望向身后，萧月就在他9步之内。难道说只要脱离了这个距离，就会发生某些事？慕寒冷不丁开口说道：“夫人，你可以在原地等我片刻吗？”萧月原本还在笑，可听见慕寒的话后，表情逐渐变得阴冷下来。“夫君，你要去哪里？你身上有伤，不便行动。”慕寒的表情也变了，古剑瞬间出现在了他手中。“你不是萧月，你到底是谁？”萧月像是听不懂慕寒的话一样，一直在重复那句话：“夫君，你要去哪里？你身上有伤，不便行动。”萧月的嗓音变得越来越冷，表情也开始变得狰狞起来。慕寒双眼眯起，但是他却有些不敢动手，亦或者说顾虑太多。他不知道眼前这个萧月到底根本就不是萧月，还是说萧月现在被某些东西所控制，从而变成了这副样子。萧月的嗓音从冰冷逐渐变为了尖锐，表情也从狰狞变成了怨毒。慕寒不知道这代表着什么，但绝对不是好事。他猛地后撤，且毫不犹豫地祭出了本命飞剑前尘。本命飞剑前尘小天地瞬间铺开，慕寒想以小天地困住萧月，但是让他心中悚然一惊的是，这座小天地竟然阻碍不了萧月。萧月如入无人之境，这小天地根本困不住萧月，在萧月面前好似根本就不存在一般。这是慕寒的本命飞剑第一次无功而返，往常与人对敌可谓是无所不利，可此时慕寒心中大为惊骇，按理来说这绝不可能。萧月仍旧在慕寒周身9步之内，还在重复着那句话：“夫君，你要去哪里？你身上有伤，不便行动。”萧月的声音完全变了，而且这根本就不是一个人能够发出的声音。他的头发无风自动，一头青丝像是一条条不停扭动着身体的小蛇，变得诡异至极。他直勾勾地盯着慕寒，表情狰狞的可怕，眼神怨毒至极。慕寒深吸一口气，不管你是什么东西，都阻碍不了我的脚步。慕寒收起本命飞剑前尘，取而代之的是另一把本命飞剑往事。慕寒毫不犹豫，直接催动了本命神通。空间困不住你，我就不信连时间都无法将你凝滞。一瞬间，仿佛光阴长河凝滞，萧月的动作终于一顿。雾息！
慕寒只有5息的时间，他身形暴退，5息的时间足以让他远离萧月，拉开这9步的距离。可慕寒刚要动，却发现萧月好像动了一下。慕寒如遭雷击，他不敢再耽搁，用尽全力掠向了那小浣熊身处的方向。而小浣熊这一次也没有逃。显然慕寒的猜测没错，他不是害怕自己，他是在害怕萧月。忽然，萧月竟然也动了。果然，就连光阴凝滞也不能完全困住萧月，只不过是让他停顿了一刹那。但就是这一刹那，便已经被慕寒抓到了机会。他一把抱起小浣熊，回头望去，此时他已经离开了这个距离。可眼前的这一幕让慕寒浑身泛冷。入堕冰窖。在慕寒远离萧月9步之外后，四周的景象陡然一变。慕寒再度站在了第3层那片黑沙漠之中，而在他面前远处则是站立着一具尸体。这尸体像人，但却不是人。难道说刚才的萧月就是这东西变的？慕寒忽然想到自己苏醒之际好像还是枕着他的大腿。想到这，慕寒全身都泛起了鸡皮疙瘩，一阵恶心。忽然，慕寒眼角余光看见了距离这尸体不远处还躺着一个人，正是萧月。只不过此刻看来，应当是陷入了昏迷状态。慕寒脑海中飞速旋转，重新梳理了一下刚刚发生的这一切。自己找到萧月后，为了救他，自愿进入了他的梦境之中，而那个梦极为真切，甚至慕寒现在都在怀疑，那到底是不是一个梦？不管如何，那女帝萧月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竟是将自己从梦中生生驱逐出来，然后自己再度苏醒的时候，就已经被这具诡异的尸体所困。身处这具尸体周身9步之内，会陷入一种极为真实的幻境之中，那种环境几乎真实的可怕，就连白龙瞳都看不出任何的异样。但不知为何，在慕寒脱离了这个距离后，这具诡异的尸体就没有任何的动作了，只是怔怔地站在原地。慕寒看了一眼已经昏迷的萧月，他距离这尸体实在太近了，万一这尸体突然活了，朝着萧月那边走过去，那萧月也一定会陷入那种幻境当中。慕寒咬了咬牙，决定绕过这具尸体，距离一定要把控在9步以外。这东西古怪得很，就连自己的2把本命飞剑都控制不住这东西。慕寒小心翼翼地挪动着步子，这玩意现在虽然不动，但是慕寒可以肯定，这东西绝对是个活物，或者说是个半死不活的什么狗东西。因为自己当初找到萧月时，这里绝对没有这具诡异的尸体，这玩意是自己走过来的。慕寒屏住呼吸，脚步放得极慢极慢，甚至连半点气机波动都不敢发出，因为慕寒根本不知道这玩意到底凭借什么捕捉人的动向。眼睛？应该不太可能，这尸体的眼珠子都烂没了，这是一具干尸。但是值得一提的是，这干尸的双手只有4根手指，而且双手掌心处分别有着一个干瘪的眼珠。这东西绝对不是人。慕寒蹑手蹑脚地绕了过来，可就在这时，这具似人非人的尸体忽然动了。慕寒的冷汗登时就流了下来，自己的2把本命飞剑现在可都陷入了沉寂，万一再陷入那等诡异的幻境，慕寒一时间还真不知道该如何破局。一想到这丑了吧唧的尸体会再次变成萧月的模样，然后管自己叫夫君，慕寒就起一身的鸡皮疙瘩。这具尸体动作僵硬的扭过头，歪着头看向了慕寒，他还抬起了2只手放在了自己的头顶，不知是在摆什么造型，还是准备摇花手飞走。看这尸体的确是活了，慕寒也壮起胆，厉喝一声：“哎，摆什么造型呢？吓唬谁呢？”那尸体不知道是真听懂了还是没听明白，竟然慢慢腾腾地往前走了一步，这可把慕寒给吓坏了。他也顾不得太多，反手握住古剑就是一记乾坤化龙剑。这具尸体就像是一滩烂泥，剑气直接切割而过，虽然对这具尸体造成了一些伤害，但是眨眼间便又恢复了原状。慕寒倒吸一口凉气，还真是烂泥扶不上墙啊，怪黏糊的。慕寒咬了咬牙，乾坤化龙剑犹如不要钱一般，疯狂地挥洒出去，道道龙形剑气升腾而起，随后朝着那似人非人的尸体掠去。给爷死！慕寒大喝一声，手中毫不留情，又是一记催心剑气。一瞬间，剑气如雨落人间，全部涌向了那具尸体。慕寒的灵力也瞬间见了底，2柄本命飞剑就几乎把他给掏空了。现如今又疯狂展出了这么多剑气，慕寒当时就虚了，瞬间萎了下来。也该死了吧，慕寒有气无力地说道。可惜等漫天的沙尘缓缓落下，眼前的这一幕直接让慕寒跳脚骂娘。卧槽啊，这他妈裂开了！眼前那具尸体是真的裂开了，从头到脚变成了2半，可仍旧是站在地上。更让慕寒觉得恶心的是，2半尸体正在渐渐地融合在一起，这玩意弄不死。慕寒心底一沉，不管了，先带萧月走。慕寒刚要掠向萧月，却猛地发现自己动不了了。卧槽，这他妈是什么邪术？慕寒猛地看见那具已经变成了2半的尸体，双手手掌正对着自己，掌心中的那颗眼珠正在注视着自己，甚至还在眨眼。这尸体渐渐的合二为一，裂开之后又合上了，简直离了大谱。慕寒表示自己上一次这么无语还是在上一次。萧月依旧陷入在昏迷当中，自己此刻又不能动，这尸体别看他挪动步子极慢，但是他距离慕寒与萧月并不远，这样下去不需要多久，慕寒2人就又会陷入到9步之内的那个死局当中。慕寒心急如焚，不行了，我没招了，你们有没有办法？慕寒在星湖之上喊道。结果星湖之上半点动静都无。慕寒大为不解，这种情况可从来没发生过呀，这些功法都去哪里了？这具诡异的尸体僵硬地挪动着步子，慕寒心中哀叹一句，完犊子了，一步就差一步。
这具尸体若是再往前踏出一步，慕寒与萧月便都会身处到那种幻境之中。慕寒咬了咬牙，大不了鱼死网破。他正要运起体内那最后半点灵力，却忽然发现身边原本处在昏迷状态下的萧月，不知何时竟然已经醒过来了。慕寒大喜，他刚要说话，想告诉萧月不要靠近这具诡异的尸体，然后眼前一花，就看见萧月速度极快地冲到了那尸体面前。他伸出一只纤纤玉手，猛地抓住了那尸体的脑袋，随后用力这么一扯，这具尸体的头颅就硬生生被萧月扯了下来。萧月随手将这个头颅扔在地上，手中掐了一个慕寒从未见过的法诀，然后这具尸体就突兀地燃起了火焰，眨眼间灰飞烟灭。慕寒张大嘴巴，眼睛都快瞪出来了。这萧月也太猛了吧，直接把这丑不拉几的东西给秒了。随着这具尸体被烧成了灰烬，慕寒也终于可以行动。他看着眼前萧月那熟悉的背影，一时间感慨万千，费尽千辛万苦，有情人终成眷属啊。慕寒快走几步，猛地从后面抱住了萧月，一双手自然而然地揽住了萧月那软如杨柳般的细腰，脑袋搁放在萧月的肩头，一脸柔情地说道：夫人，你终于醒了，答应我，下次不要再做这种傻事。慕寒完全没有发现，在他搂住萧月之后，萧月的娇躯猛地一僵，随后他嗓音冰冷且带着一股强烈的杀意说道：你找死。慕寒还闭着眼，一脸柔情。不错，你不在的这段时间，我的确是朝思暮。慕寒那个响字还没说出口，整个人就倒飞了出去，然后呈现一个完美的抛物线弧度，最终轰然落地，在这片黑沙漠之中砸出一个大坑。慕寒躺在坑底，时不时的抽搐一下。萧月这一下可是给慕寒打得够呛。慕寒躺在大坑底下，时不时抽搐一下，口吐白沫，没一会的功夫就晕了过去。萧月缓步走了过来，站在大坑边缘，黛眉微蹙。他脑海中的记忆有些紊乱，喃喃自语道：萧月，青云门，慕寒。我不叫萧月。萧月抬头看了一眼，不知道在看什么。半晌，他似乎想起了什么，我叫萧云渊。他又看向了大坑底部的慕寒，眉头皱得更紧了。自己为何看见他之后，心底竟是有着浓浓的柔情？萧云渊闭目翻检了一下萧月的记忆，面色登时就阴沉了下来。这个凡夫俗子，竟然胆敢玷污自己的身体！萧云渊眼中闪过一丝冷意，他的身影陡然消失在了原地，下一刻便出现在了慕寒身侧。男女情爱只会阻碍我的大道登顶。萧云渊右手并出二指，毫不犹豫地指向了慕寒的眉心。可是就在距离慕寒眉心仅仅半寸的位置上，萧云渊忽然停住了动作。他眉头紧锁，不知道为什么，总有一种潜意识在告诉自己，好像自己这一指若是真的杀了面前这人，自己似乎会很伤心难过，会很后悔。为什么？萧云渊似乎在自说自话。忽然他眼中闪过一丝茫然，随后竟双眼一闭，整个人倒在了慕寒的怀里。在他身后，石梦兽小浣熊搓着手指，歪着头看着二人。原来是他让萧云渊直接睡过去了。慕寒被萧云渊一巴掌打得晕了过去，萧云渊则是依偎在慕寒的怀里，沉沉的睡去。试炼之地外，乾坤学院山门处有一个轮着流星锤，身高约莫在1.5米左右的黑裙双马尾小姑娘，腿上还套了一件白丝，一蹦一跳的回到了乾坤学院。小姑娘蹦蹦跳跳的，脑后的双马尾也就跟着一弹一弹的，煞是可爱。踏入乾坤学院就如入无人之境一般，很快他就来到了试炼之地入口处的那个阁楼之前。徐薛迷迷糊糊的醒了，刚抬起眼皮就瞧见不远处蹦跳着跑过来一个长相粉雕玉琢的小姑娘，真他妈可爱极了。徐薛当时就乐了，赶紧伸出双手往手心里吐了几口唾沫，随后双手搓了搓，赶紧梳理了一下自己的发型，起身拍拍屁股就跑了过去。小妹妹，小妹妹！徐薛一边跑一边喊，嘴上挂着一丝自认帅气，实则像是怪叔叔的笑容。那小姑娘瞥了徐薛一眼，停住了脚步。徐薛甩了一下头发，压低嗓音，故作深沉地说道：小妹妹怎么跑到这来了？这里很危险的哦。不远处乾坤学院的学生在看见这小姑娘后，神情皆是大变，跟看见了魔鬼差不多。有些胆小的，双腿竟然都开始打起了白子。那小姑娘随手将那对跟她身材严重不符的流星锤丢在了地上，只听轰的一声，整个乾坤学院好像都为之一震。徐缺嘴角抽搐，这现在的小姑娘气力都这么大的要吃什么长大的？那双马尾小姑娘双臂环胸，歪头看着徐缺，你是哪一只？徐缺一愣，指，你怎么不说条呢？徐缺又极为潇洒地甩了一下那稍稍有些挡眼睛的头发，随后伸出一只手，大拇指指向自己，你给我大名徐缺，外号。徐缺还没说完，就听见自己身后有一群人齐刷刷地喊道：见过山长。徐缺一愣，山长。周密这时也走了过来，先是看了徐缺一眼，那种眼神，他分明什么都没说，却又好像什么都说了。周密刚要行礼，那双马尾小姑娘就摆了摆手，行了行了，有事说事，别弄这些虚的。周密也有些汗颜，他开口道：青云门的圣子和圣女都入了试炼之地，这二人好像都不简单，尤其是那圣女。小姑娘皱了皱鼻子，青云门，小云的那个宗门。后面的云青山脸都绿了，他也赶紧走了过来，想到方才周密想要行礼还被说了一顿，那自己干脆就不行礼了。刚要说话，却见那小姑娘瞪了云青山一眼，小手一掐腰，小云呐，百年不见，你有点飘啊，见到我都不行礼了。云青山满头黑线，这他娘的，你刚不是说不用整那些虚的，这怎么又？哎，算了算了，你境界高，拳头硬，岁数大，你说了算。云青山赶紧行了一礼，小云见过钟离大哥。云青山一脸的别扭，原来在很早以前，
大概还是云青山刚刚籍贯没几年的时候，他下山游历，曾经就偶遇了这位其实原名叫做钟离半雪的古怪女子。那时的钟离半雪就是现如今的这副模样。100年已过，她竟还是这副少女模样，没有半点变化。当时钟离半雪好似有心故意戏弄云青山，装成一个乞丐小姑娘，一路缠着云青山。云青山也是初次下山，不知人心险恶，一路被这小姑娘耍得团团转，最后甚至被人围追堵截，受伤颇重。云青山遥记当年自己重伤，却依旧护在钟离半雪的身前，手持那柄芳华，一步不退。最后逗得小姑娘钟离半雪哈哈大笑，在地上来回翻滚，不停地蹬着双腿。最后自然是这钟离半雪出手了，只一招，不应该说只半招，就结果了那群人。后来钟离半雪就又开始骗云青山，说自己其实是世外高人，返老还童了，境界那可是高的吓人哩，还真就把云青山唬住了。自那以后，云青山就多了个小云的外号，他那会也一直称呼钟离半雪为钟离大哥。二人后来还遇见了枫叶洲的叶双双，三人曾共同游历山河。云青山这句话可是把徐缺给镇住了，他瞅了一眼双鬓微白、身材高大的云青山，又瞅了一眼身材娇小、扎着双马尾的钟离半雪。谁知那如今已经贵为山长的钟离半雪忽然瞪了徐缺一眼：“你瞅啥？”徐缺被吓得一激灵，狠狠地咽了下口水，讪笑2声：“那个，我没事，我溜达。”钟离半雪小腰一插，哼哼几声，徐缺眼皮狂跳，生怕这不知活了多少年的小萝莉忽然捡起那对硕大的流星锤给自己来上一下子。徐缺不由得一脸求助地看向叶双双，叶双双一脸无奈地走了过来。钟离半雪看见叶双双后，登时眼睛一亮，娇声道：“双双。”随后一个前扑，直接扑进了叶双双的怀里，双腿环住叶双双纤细的腰肢，双手一把搂住了她，小脑袋在叶双双胸前一顿蹭。饶是叶双双也忍不住俏脸一红：“半雪，快下来，这么多人呢！”钟离半雪直勾勾地盯着叶双双胸前看，然后就伸手抓了抓。“哇，双双好棒哦！”叶双双赶紧把将钟离半雪抱了下来，俏脸绯红，甚至还伸手敲了一下钟离半雪的小脑袋瓜，给了她一个板栗。这一幕看得徐缺是佩服不已，师傅就是师傅，牛啊！钟离半雪和叶双双当年就极为合得来，二人感情极好。钟离半雪指了指那边站着的徐缺：“那傻小子是你徒弟啊？我瞧着那一身拳艺，跟你有点相似。”叶双双点了点头。钟离半雪好像想起了什么，望向云青山道：“小云，快过来。”云青山黑着一张脸，但是又不敢反驳，怕挨打，慢慢腾腾地走了过去，浑身不自在。钟离半雪一脸好奇地问道：“你俩有孩子了没？几胎了？”云青山眼眶狂跳，差点没一口老血吐出来。叶双双也是神情古怪，随后竟是冷哼一声：“人家看不上我，早掰了。”啊！钟离半雪瞪大了眼睛。云青山一脸尴尬。钟离半雪摇头叹气，老气横秋地说道：“小云呐，小云，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周密这时走了过来，有些尴尬地说道：“山主，试炼之地那边。”钟离半雪一愣，随后狠狠一拍额头，只听啪的一声，小姑娘额头上的被自己给打红了，手劲是真的大，头也是真的铁。钟离半雪一个蹦跳，猛地就来到了那破碎镜子面前，大眼睛一眯，又是啪的一下。当然了，这次不是打自己，这次是打了一个响指。随后众人就看见那镜面竟然开始缓缓修复，几个眨眼的功夫就恢复如初。钟离半雪又打了一个响指，接过那镜面没什么反应，他一愣，小眉毛一皱，咋个回事？钟离半雪又打了一个响指，还是没动静。嗨，我这暴脾气。钟离半雪一手掐腰，一手使劲打了个响指，只见那镜子猛地一颤，画面逐渐开始显现。钟离半雪哼哼一声，表情很是傲娇，还不忘瞥上众人一眼，那眼神仿佛在说：“你们怎么还不夸我？”画面中，萧月依偎在慕寒的怀里，二人睡得香甜。钟离半雪扭头看了周密一眼：“你就让我回来看这个？”周密一脸尴尬，这画面变换得太快，怎么忽然就开始少儿不宜了起来？周密赶紧把钟离半雪拉到了一旁，小声说了几句，大致把先前发生的都告诉了他。钟离半雪难得一脸正经地皱了皱眉，他又望向那镜面，这么古怪。周密重重地点了点头。钟离半雪沉吟片刻，说道：“如果是真的，说不定真有人要来抢人。小周，家伙神带了吧？准备好干上一架。”周密嘴角抽搐，自己怎么就摊上这么个山长？试炼之地内，不知过了多久，慕寒终于醒了过来，感觉手臂有些发麻，胸口有些沉闷。他搭眼一看，悚然一惊，萧月依偎在他怀里，枕着他的胳膊，小浣熊趴在他身上也睡着了，自己躺在一个大坑里。慕寒简单的回想了一下之前发生的事，忽然打了个冷战，他猛地看向身旁的萧月，呼吸匀称，模样娇憨，看样子是真睡着了。慕寒揉了揉眉心，什么跟什么呀？他把小浣熊拎起来放到一边，看向萧月，开始沉思，自己要不要叫醒他，会不会挨打？属实是给慕寒整害怕了。这才多久的时间啊？慕寒一共见到了3种萧月，第一个是那个霸气不侧漏的女帝萧月，第二个是那具诡异尸体弄出来的幻想中的萧月，第三个就是刚才苏醒之后极其暴力的萧月，一巴掌差点没把自己头拧下来。老天保佑，这一次可千万是正常的萧月啊！慕寒双手合十，嘴里不停地念叨着什么。过了许久，慕寒终于鼓起勇气，轻轻推了推萧月，没反应。慕寒又推了推，还是没反应，看样子睡得比较沉。慕寒这就有些为难了，他还不敢太过用力，万一给萧月弄出个起床气来，再给自己来上一巴掌，那就真的顶不住了。
就在慕寒犹豫不决之际，只听萧月的睫毛忽然动了一下，随后轻轻应了一声，他伸出玉手揉了揉眼睛，睡眼惺忪地睁开眼睛。忽然，他陡然一惊，慕寒都快哭了。他本能地想一把抱住萧月，但是还是硬生生地憋了回去。慕寒小心翼翼地问道：“是哪个萧月？”萧月呆呆地看着眼前的慕寒，忽然就红了眼眶。慕寒，是你吗？我不是在做梦吧？慕寒终于松了一口气，看这样，这个应该是老版本的萧月。慕寒刚要开口说话，萧月却一把抱住了他。他们都说你死了。萧月忽然就泣不成声。慕寒原本还想打趣两句，但是此时却如鲠在喉，他只得轻轻拍了拍萧月的后背，安慰道：“没事，我这不是好好的吗？”萧月红着眼眶，眼泪如洪水决堤。我就知道，你一定不会有事的。慕寒轻轻环住了萧月的腰肢，柔声道：“傻姑娘，你要相信我，无论如何怎样，我都不会丢下你一个人不管的。”他腾出一只手，轻柔地抚摸着萧月的一头青丝，下一次不准再这样了。这里这么危险，万一你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办？萧月轻咬红唇，梨花带雨，轻轻抽泣一下，声音软糯的嗯了一声。慕寒叹了口气，眼神飘向远方。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都一直在你身边。慕寒与萧月久久相拥，却又久久无言。不知过了多久，慕寒忽然开口问道：“夫人，你还记得你进入这第3层后发生了什么吗？”萧月一愣，当时我来到这之后，莫名其妙的就昏睡过去了，好像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但是如今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慕寒皱了皱眉，想说些什么，却欲言又止。罢了，此事有些蹊跷，届时如果能够出去了，问问师尊云青山吧。二人从这大坑之中走了出来，萧月笑着搂着慕寒的胳膊：“你怎么会来到这？那白龙洞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和掌教在白龙洞外等了你好久，可惜。”慕寒耐心地跟萧月说了白龙洞中发生的一切，但是有关妖月的事情，慕寒没说。妖月毕竟是魔道中人，身份太过敏感，此刻不适宜谈论这些。萧月听得心惊胆战，没想到慕寒在白龙洞之中竟然经历了那么多场厮杀，简直是九死一生。他紧紧地搂着慕寒的胳膊：“以后再有那么危险的地方，我要陪着你，不准再抛下我。放心吧。”慕寒笑了笑。萧月扭头看了一眼那趴在慕寒身上的小浣熊，这是什么异兽？长得好可爱啊。说着，萧月还伸手捏了捏小浣熊的脸。慕寒随口说道：“是一只食梦兽，生性温和，不喜伤人。如果咱们能出去，或许可以带出去。”萧月一俩好奇地摸着这小浣熊的头，小浣熊似乎也很是享受，竟是半眯起眼，还用脑袋去蹭萧月的手，惹得萧月笑声不断，显然也很是喜欢这憨态可掬的小家伙。这第3层应当是没有什么危险了，继续往前走，只要穿过这片黑沙漠，或许就能够抵达第4层了。慕寒感受了一下萧月体内的气息波动，微微讶异：“夫人，你已经突破到元婴境了？”萧月嫣然一笑，故作得意地说道：“怎么样，厉害吧？”说着还扬起了小拳头。萧月只有在慕寒面前才会如此小女子作态，在旁人眼里，萧月一直都是那遥不可及的冰山美人。慕寒点了点头，由衷感叹了一句：“厉害。”萧月已然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元婴真人，元婴境5层，此等境界放在一般的山下王朝都可以开宗立派了。萧月这时才发现，慕寒竟然也突破到了金丹境。上一次二人分别之际，慕寒好像才是爆丹境，这才多久，竟然就达到了金丹境巅峰。只不过萧月不知道的是，慕寒这个金丹境巅峰比之一般的元婴境还要恐怖许多。不信的话，就去看看2层的末期，坟头草都快长出来了。看着慕寒境界提升的如此之快，萧月眼中也闪过了一丝欣慰和心疼。慕寒总是摆出一副风轻云淡的模样，但背地里不知道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才有如今这个境界修为。二人一路前行，萧月苏醒，慕寒心中的一块巨石也算是彻底落地了。只不过现在又有另外一件事让慕寒有些愁眉不展，他又在星湖之上喊了几声：“什么情况？别装死啊，你们！这些功法不知道什么情况，竟好像集体消失了一般，已经许久没有动静了。”忽然，已经沉寂许久的星湖之上，终于再度响起了那久违的声音：“五行法，吵什么呢？你才死了呢！”慕寒一愣，随后终于是松了口气：“怎么回事？怎么忽然失踪了？”五行法啊，这个我们回家过年去了。五行法，每天在你这朝九晚六的，累都累死了。功法不是人啊，不要休息啊！你这万恶的资本家！慕寒差点没一口老血吐出来。你还真别说，你功法还真就不是人来的啊！妈的，头回听说功法还要休假。慕寒嘴角抽搐，满头黑线。你就算是找理由，能不能找个像样的理由？回家过年，真把我当地主家的傻儿子了？慕寒沉声问道：“给老子说人话！五行法，我说的这就是真话。包药，你这可不兴问啊！”慕寒冷笑一声：“不说是吧？行了，我给你放长假，你歇着吧。美女也不用看了，你但凡能看见一头母猪，都算我输。五行法，当时就不干了。五行法，别介啊，有话好商量。我说还不行吗？”慕寒哼哼道：“我看你就是不见棺材不掉泪，赶紧说，快如实招来。五行法，具体的以后再告诉你，你现在就算是知道了，对你也没好处。我只能告诉你，你在他梦境里看见的一切都不是梦。五行法，你可以把梦里的他当作是萧月的前世，另外，你身边的这个萧月很有可能已经觉醒了前世的记忆。如果他忽然性情大变，像是变了一个人一样，不用惊慌，赶紧跑就是了，省得被打死。那位女帝很不简单。”慕寒神色大变，
他猛地想起来，萧月最初醒来的时候，也就是给了自己一巴掌，差点没把自己送走的那个萧月，难不成就是那个女帝？可是这怎么可能啊？那位女帝存在的时期至少是万年以前了。难道说那位云渊女帝没有生死道消，而是冰结转世，一直轮回了上万年之久？慕寒倒吸一口凉气，这种事情怎么想都有点不可思议。可是方才的萧月好像真的不是慕寒所认识的萧月，而且他刚苏醒就直接把那极为棘手诡异尸体给秒了。虽然萧月如今已经是元婴境5层，但是好像还没有这么强悍的杀力才对。慕寒神情复杂，如果这是真的，那可就有些难办了。那可是万年以前的一位女帝啊！萧月忽然发现慕寒的脸色好像有些不好，他歪过头看向慕寒的脸，问道：“夫君，你怎么了？是哪里不舒服吗？”萧月的开口打断了慕寒的胡思乱想。慕寒回过神来，看着眼前的萧月，忽然握了握拳：“去他妈的女帝！萧月就是萧月，是我慕寒的女人，管你妈的什么女帝不女帝，再敢嚣张弄出什么幺蛾子，别怪我慕寒不客气。”时间向后推移，慕寒与萧月在这片黑沙漠之中又走了许久，终于二人看见了不远处的那木门。慕寒轻呼出一口气，萧月轻轻攥住了慕寒的手。过了这扇门就是第4层了，里面到底有着怎样的危险，谁也不知道。但是就前3层来看，这第4层也定然不简单。慕寒的神情渐渐坚毅了起来，不管前方有什么，他都会带着萧月走出这试炼之地。二人一同跨过这扇门，又是一阵昏天暗地，天旋地转。片刻之后，一座高耸入云，仿佛直插云霄的大山映入了二人的眼帘。这是……慕寒微微皱眉，眼前这座山实在是太高了，高到让人一眼望不到头，像是一根撑起天与地的柱子，屹立在二人面前。萧月也是面露震惊，只因为面前这座高山实在是太让人震撼了，他从未见过如此高的高山。慕寒微微仰头，我想这第4关的试炼应当就是爬上这座高山。萧月也点了点头，他冲着慕寒嫣然一笑：“有你在，就算是刀山火海，我也不怕。”慕寒心中一暖，他笑了笑，没说话，却在心底对自己说了一句：“如果真是那刀山火海，那便让我独自一人去闯。”二人携手开始缓步登山，一路走上去，却没发现什么异样，就如那寻常的山一样，唯一的禁止就是无法御风，更无法御剑。可越是如此，慕寒心里就越是担心。这试炼之地的尿性，慕寒已经逐渐摸清了，看上去越是毫无危险之地，恰恰就是最危险的。终于，在二人向上爬了大概大半天之后，问题出现了。慕寒忽然发现自己的脚步加重了，并不是自己感觉累了，而是越往上，这座山的重力就越强。萧月显然也感受到了，他停下脚步，沉吟片刻说道：“夫君，这座山看来是一座重山。”慕寒点了点头，这座山的重力会随着高度不断增加。以这座山的高度，慕寒甚至无法想象山巅之上的重力会达到何种恐怖的地步。慕寒深吸一口气，我们继续向上。慕寒的体魄本就打熬得极好，这种重山倒也能再度夯实他的武道底子，也是一种不错的修炼。萧月则是境界占优，元婴境5层，目前的这点重力对他还起不到什么影响。二人足足走了一天，也不知爬了多高，反正如今向下看去，已经看不到地面的景象了，云遮雾绕，仿佛已经身处白云间。夜色已起，二人也明显的感受到了那份重力越来越强了。萧月额头上已经渗出了一些汗水，慕寒也是喘着粗气，身上的衣衫也快要被汗水浸透。慕寒抬头看了一眼，仍旧是一眼望不到头，还真是望山跑死马呀。慕寒苦笑一声，他扭头看了一眼萧月，伸手帮他整理了一下鬓角处的发丝，柔声道：“休息一会吧。”看着萧月额头上的汗水，慕寒有些微微心疼。萧月笑着点了点头，随后二人就席地而坐，披着月色看向远方。白云流淌在身旁，山河矗立在脚下，就连天上的皓月好像都快要能够触手可得。萧月看着眼前这般景色，微微感叹道：“一路只顾着埋头赶路，却遗落了这一路的风景。”慕寒双臂环胸，忽然笑着看向萧月：“我倒是觉得不然。”萧月一歪头：“嗯？”慕寒又笑道：“在我眼里，你就是风景。”萧月的脸颊上好像忽然飞上2朵火烧云，绯红的脸颊，微微低下头，含情脉脉却又略带害羞的眼神，让慕寒看得呆了。他不由自主地吻住了萧月的红唇，萧月嘤咛一声，微微闭上眼，不敢去看慕寒的眼睛，脸上的红晕更红。月光下，山峰中，白云间，一对男女相拥相吻。试炼之地外，一众乾坤学院的学生一个个面红耳赤，那些原本还对慕寒抱有幻想的女学生一个个神情悲愤。我靠，这算什么事啊？这也能撒把狗粮？还让不让人活了？屁的狗粮！你们那叫单身狗，哥这叫独狼。哈哈，独狼？我看你独眼狼还差不多。一众学生说说笑笑，但是镜中的景象唯美至极。这一次倒是没有人说些什么风凉话。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但是那些女学生可就开心不起来了，一个个闷闷不乐，为慕寒贡献了不少怨念值。云青山一张老脸之上布满了老父亲般的微笑。一旁的钟离半雪瞥了云青山一眼，神情古怪地说道：“你还好意思笑？你要是有你这弟子一半的本事，不至于到现在还是个光棍。”云青山的笑容登时僵在了脸上，他下意识地瞥了叶双双一眼，却见叶双双正眼神不善地瞪着自己。云青山赶紧转过头，不敢再看。试炼之地内，慕寒听着星湖之上那不断传出的声音，有些尴尬。你的他化万物，感受到了来自乾坤学院古心雪的深深怨念，熟练度有所上涨，当前熟练度巅峰至尊16%。
你的他化万物感受到了来自乾坤学院苏妹的怨念，熟练度有所上涨，当前熟练度巅峰至尊17%。你的他化万物，慕寒满头黑线，怎么都是女的？萧月此刻头靠在慕寒的肩膀处，随口说道：“这座山可比咱们青云门的山高多了，风景也更好看。”慕寒点了点头，打趣道：“怎么，喜欢？喜欢就搬。”慕寒忽然神情一震：“搬走？哎，我他娘的有搬山术啊！这玩意能不能用来爬山啊？”想到这，慕寒忽然来了兴致，他赶紧站起身。萧月坐在地上，有些好奇地看向慕寒，不知道他要做什么。慕寒深吸一口气，运起了搬山术。搬山术，搬山术，顾名思义，不仅仅能够增幅自己所有的属性，更是有着搬山之能。当然了，就以慕寒当下的这个境界，想把这座山搬走，还是不要想了。但是说不定可以利用搬山术抵消这里的重力，那样一来，爬山不就简单多了？搬山术的熟练度如今已经达到了无上圆满80%，只是不知道到底能不能抵消这里的重力。慕寒双眼微闭，运起了搬山术。片刻之后，他猛地睁开眼睛，眼中布满了兴奋。他直接原地翻了个跟头，然后开始仰天大笑。萧月赶紧站起身，有些担心地看着慕寒：“夫君，你没事吧？”慕寒一脸兴奋地说道：“没事没事，我们马上就可以通过第4层了。”萧月仰头看了一眼这高耸入云的重山，尽管二人已经爬了一整天，此刻依旧是一眼望不透。况且越往上走，这重力便越是强，怎么可能马上就通过呢？萧月担心慕寒有些着急，便开口安慰道：“没事的，夫君，咱们总能爬上去的，你别着急。”慕寒却直接跑到了萧月面前，不由分说，一把将其背了起来。这可吓了萧月一大跳，他连忙环住了慕寒的脖子，俏脸微红：“夫君，你干嘛？”慕寒一愣：“在这不太好吧？”这下轮到萧月愣住了，什么跟什么？什么不太好？慕寒骇然，自己一个不小心理解错了呢。他干笑两声：“没事没事，我背你走，这样你就不会累了。”萧月心头一暖，知道慕寒是心疼他，可是这里的重力越往上就越强，慕寒这样背着自己走，他肯定是吃不消的呀。萧月红着脸柔声道：“夫君，没事的，我下来自己走吧。”慕寒咧嘴一笑：“没关系，我已经找到了可以克制此地重力的办法。”萧月一愣：“什么？”慕寒笑道：“放心吧，这里的重力不会对我造成影响了，所以我背着你也完全没关系。”慕寒提起一口气，大笑一声：“走了。”说着，慕寒背着萧月一路向山巅跑去，丝毫不费力。先前只不过是因为这重力，才使得二人登山的速度变得缓慢，但此时没有了重力影响，慕寒就像是在攀爬一座寻常的山头，根本毫不费力。1袋米抗几楼？抗5楼都不费劲。外面众人也被慕寒这顿操作也整无语了。有些不太了解试炼之地的学生小声问着身旁的一些师哥：“这第4关好像很简单的样子。”一些老资历的乾坤学院学生忍不住翻了个白眼。这山名为9重山，高9999万丈，重力会不断的随着高度的增加而变强。这么跟你说吧，就算是往山上丢一个铁块，也会瞬间被压扁。你说敢说简单？你行你上。那位萌新眨了眨眼，指向镜中的慕寒：“我不行，他行，他怎么爬得那么快？”那位老学员顿时语塞：“你问我，我他妈的问谁啊？我也奇怪啊。”就这样，慕寒在这座名为9重山的高山之上，犹如那出海蛟龙脱缰野马，更如那破笼而出的野狗，在山上一掠而过。风一般的男子，你的搬山术感受到了来自乾坤学院很多人的震惊，熟练度有所上涨，当熟练度无上圆满88%。萧月此刻红着脸，把脸贴在慕寒的后背上，慕寒也是满脸笑容，感受着后背上的两抹柔软，速度便更快了，同时跑得也更颠簸了。萧月俏脸通红，伏在慕寒耳边，声音细若蚊蝇的说道：“夫君，你慢点，太快了。”慕寒嘿嘿一笑，然后就真的慢了下来。萧月帮着慕寒梳理了一下鬓角的发丝，柔声道：“夫君累不累？”慕寒义正言辞的说道：“累，不可能的，累是不可能累的，这辈子都不可能累的。”萧月脸上尽是温柔，他小声问道：“夫君，要不咱们歇一会吧？”慕寒摇了摇头：“没事，你夫君我体格好得很，小小一座山，看我眨眼间就翻过它。”月光洒下，慕寒背着萧月足足爬了一夜的山，而且速度还不慢。第2日日出时分，慕寒才稍稍休息了片刻。二人一起看完了日出，慕寒就又开始狂奔，这一次竟是比昨天还要快。那些从慕寒开始闯第1关就一直在跟着看的学生，已经慢慢变得面色无悲无喜，仿佛看透尘世，没有了那种俗世间的欲望。这些似乎已经是小场面了，只有那些后面闻风而来，听说有个活畜生在闯关，都来看热闹的学生，一个个还眼神惊骇地看着镜中的慕寒。每个人看完之后都会由衷地伸出大拇指，感叹一句：“这是真畜生啊！”因为慕寒从第2日日出时分开始就没再停过了，一路向上，仿佛不知疲倦一般，已经整整跑了2天1夜了。生产队的驴都不敢这么干活，他敢。他们当然不知道，这9重山的重力根本已经对慕寒没有影响了，所以爬山就真的只是爬山，甚至还能偶尔停下来赏个景，看个日落日出。可即便如此，二人目前还是没能爬到山巅，但是似乎已经不远了。过了今晚，或许二人就能成功爬到山顶。这一夜，慕寒倒是降下来了速度，他背着萧月一路缓行，偶尔说说笑笑，好不惬意。一夜时间也算是转瞬即逝。当第2天的大日出生，慕寒忽然发现眼前开始出现了阶梯，而且那种重力竟然也消失了。哪怕不用搬山术去抵消重力，
也不会再感受到任何重力。慕寒将萧月缓缓放下，心中暗爽，他奶奶的，开挂的感觉就是好啊！萧月一脸好奇地看着面前的这阶梯，阶梯之上云遮雾绕，仿佛要登天而上一般。慕寒率先踏步走了上去，发现并没有异样，这才让萧月也走了上来。二人一起往上走去。就在这时，慕寒心湖之上忽然响起了五行法的声音。五行法哟，好东西啊！慕寒一愣，在心湖中问道：什么好东西？五行法，往上走，马上你就能看到了。你小子的运气不赖啊！慕寒有些不明就里，反正继续向上走就是了。想通过第4关到达第5关，也是需要爬到山顶的。所幸没了那股重力牵引，慕寒也无需再运转搬山术去抵抗。而且这台阶也不算长，慕寒与萧月走了还不到半个时辰的时间，就已经成功登顶。沿着这些台阶而上，终于来到了山巅。入眼是一棵云遮雾绕的树，在这树后便有着一扇木门，正是通往第5关的道路。慕寒有些奇怪，这山顶竟然有一棵树。萧月也比较奇怪，这棵树的树枝上没有树叶，也并非是什么果树，树的颜色通体漆黑，可谓是毫无美感。慕寒在心湖上问道：就是你说的好东西，一棵树，难道这是什么神树？五行法倒也算不上神树。慕寒挠了挠头，不是神树，那这到底是什么树？五行法，智慧树。慕寒一脸懵逼。御剑树，这是铁树，传说中的铁树开花便是此树。慕寒恍然，还特么的智慧树，亏你编得出来。慕寒又问道：这铁树有什么用处？谁知道御剑树不再说话了，慕寒就只好问五行法了。五行法对有用的人来说自然是有用，对没有用的人来说自然便没用。慕寒嘴角抽搐，你在跟我扯这些没用的废话，后果自负。五行法简单的来说，现在这棵铁树自然是没用的，但是它开的花很有用。慕寒忽然就来了兴趣，那这东西什么时候开花？需要什么触发条件吗？用不用我每天浇水，再养点分？五行法，铁树开花看缘，缘分到了明日便开，缘分不到万年也未必开。慕寒愣住了，万年？卧槽，逗我呢？慕寒有些不甘心地问道：那总该有个限度吧，总不能一直不开花吧？五行法，我曾见过一棵10万年未曾开过花的铁树。慕寒语塞，10万年自己要是无法飞升，估计10万年自己都成灰了，这树还在呢。这玩意行啊，养好了，给自己养老送终了。这东西万一开花了，花有什么用？五行法好看。慕寒差点没一口气顺不下来，把自己憋死。合着就算是开花了，也没个实质性的作用，就只是好看。萧月见慕寒的表情很是古怪，忍不住开口问道：夫君怎么了？你认得此树？慕寒苦笑2声，说道：这个其实就是铁树，铁树开花的那个铁树。萧月有些惊讶，竟然真的有这种树。他走上前仔细观察了一下这棵耸立于这座9重山山巅的铁树，像是树，但是却又不像树。这树的材质根本就不是木头，但是不知道是什么，总之异常坚硬，怪不得要叫铁树，只不过就是光秃秃的，有些丑。慕寒上下打量了这铁树一眼，大手一挥，古剑瞬间出现在了手中。萧月一愣，夫君，你……慕寒哼哼道：见好就收，见好就收，这东西扔在这也是干杵着，不如挖回去栽到自家后花园。萧月顿时哭笑不得，见好就收是这个意思吗？可是慕寒已经开始动手了，把剑当铁锹使，就开始挖树。小浣熊也没闲着，跑到树的另一边，也开始用手扒了，只不过那速度就不提了，全当是一份心意吧。慕寒也有些讶异，看不出来这地还挺硬，想把这铁树挖走，看样子是得下点苦功夫了。萧月见慕寒是打定主意要把这树给挖走，便也过来帮忙。二人都用手中剑当铁锹用，忙得满头大汗。这一幕被乾坤学院的学生全都看在眼里，一个个嘴角抽搐。就连周密也是深深地看了云青山一眼。你们青云门是不是特穷？我们这试炼之地被你这弟子闯一次，就跟遭了贼一样，估计以后都用不了了。云青山的神情也有些不自然，把手放到嘴边，装模作样的咳嗽几声，但是心底却忍不住给慕寒比了一个大拇指。好小子，干得漂亮！随我。两人一兽在这山巅挖了大半天，终于是把这铁树给弄出来了。幸亏这铁树光秃秃的，样子也丑，也算不上高大，否则咫尺雾中都装不进去。慕寒出了一身的汗，自顾自嘀咕着：他娘的，爬山都没这腰累，这9重山是真他娘的硬。慕寒成功将树挖了出来，放入了咫尺雾中。他跌坐在地上，深深呼出一口气。萧月走了过来，帮他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夫君，休息一会再走吧。慕寒点了点头，反正如今已经到了门口，走过这扇门就能到第5关了，倒是也不急。就在这时，慕寒忽然皱了皱眉，他猛地看向脚边那个大坑，这是因为铁树被挖出来，在山巅留下了一个大坑。只不过此时这坑里竟忽然浮现出一股神秘的波动。下一刻，慕寒只觉得脑海中轰的一声，一股极为恐怖的重力猛地袭来，慕寒瞬间就被压趴下了，仿佛整座9重山瞬间压在了慕寒的身上。慕寒能清晰地听见自己的骨骼在不停地咯吱作响，显然已经是不堪重负，甚至就连身上的肌肤都生生。这股巨力压得渗出了鲜血。萧月的处境也不太好，整个人也倒在了地上，艰难地抵抗着这股突如其来的汹涌重力。小浣熊也被压趴下了，此刻翻着白眼一动不动，不晓得是死掉了还是已经晕过去了。慕寒心底暗自骂了句娘，这股重力来的实在太过突然，让他猝不及防。
萧月，你没事吧？慕寒趴在地上，艰难地喊了一句，他现在几乎一动都不能动，这股重力实在太强了，他的嗓音都变得异常沙哑。萧月艰难地开口道：“我没事。”他毕竟是元婴境5层，境界比之慕寒要稍高一些，但是体魄却不比慕寒这个5境5武夫。虽然如今还能抵挡片刻，但显然也快要到他极限了。该死！慕寒在心底暗骂一句，随后赶紧运起了搬山术。但这时慕寒才发现，即便是运转了搬山术，这里的重力也只是变得稍弱了一些，只能够让慕寒稍作活动，根本无法像之前那样轻松。慕寒准备赶紧带着萧月和小浣熊离开这里，此地绝对是不能久留。可就在这时，慕寒的心湖之上再度响起了五行法的声音。心湖之上，五行法，这次真的有好东西。慕寒运转搬山术之后，只感觉此地的重力的确是减弱了些许，至少是能够站起身行走了。听到五行法的话，慕寒先是一愣，随后摇了摇头。自己有搬山术傍身，可是萧月和小浣熊可没有，他们的处境很危险。不管下面有什么宝贝，自己都没时间去管了，必须先带萧月离开这里。五行法这次真的是个好东西。另外，你还是多担心自己吧，就算你被压成肉饼，萧月和这石梦兽都不会有事。五行法，你难道忘了那女帝？慕寒一愣，自己还真就忘了这茬。五行法，那女帝是不会让萧月死的，你死她都死不了。你赶紧接着往下挖，过了这村可真没这店了，错过这俩宝贝，你就等着吃后悔药吧。就在这时，沉寂许久的八荒拳竟然也说话了。八荒拳确实是好东西，有大用处。慕寒有些意外，五行法的尿性他是再了解不过了，算是很不着调了。但是八荒拳可不一样，能让他说是好东西，而且还有大用处，那绝对是真正的宝贝。慕寒先是将小浣熊和萧月扶了起来，放在了自己身旁，自己运转搬山术抵消重力，他们在自己身旁也能稍稍抵挡一下重力。然后他就开始往下挖，两个功法只说下面有好东西，但是没说到底再多下面。慕寒挖了许久，累得满头大汗，毕竟如今还受着重力的影响，一举一动都比往常要费力太多。慕寒跌坐在了地上，大口喘着粗气，搞没搞错呀？到底还要挖多久啊？五行法，快了，年轻人要有耐心。慕寒翻了个白眼，颤巍巍地站起身，继续挖。古有愚公移山，今有慕寒挖山。不知道过了多久，慕寒已经是彻底没力气了。他已经问了五行法不下10遍了，每一次五行法都会说快了，马上。结果一直到现在，慕寒连个毛都没看到，怕不是要把这9重山挖空才行吧？而且越挖，慕寒就感觉那股重力越强，到后来自己哪怕是运转搬山术，也有点挖不动了。慕寒又是一剑下挖，就在这时，下面忽然传来了一道金铁相交的铿锵之声。慕寒神情大振，他赶紧挖开下面的土层，果然有东西。慕寒脸上一喜，他赶紧蹲下身，用手扒拉开那层土，然后就准备把下面埋着的东西取出来。只不过慕寒忽然发现自己竟然拿不动，任凭他如何用力，下面那东西根本纹丝不动。慕寒就差把吃奶的劲都用出来了，可惜还是不行。不是，这啥呀？慕寒有些无奈了。八荒拳滴血。慕寒一愣，慕寒忽然想到了什么，这玩意难道是？他的目光放在了自己的右手上，他的右臂之上有着一副臂铠。这副臂铠原先也是锈迹斑斑，可经过慕寒不停地用鲜血滋养，如今早已经变得焕然一新，通体银色，上面还有着丝丝缕缕的纹路。每当以鲜血滋养，这些纹路就会变成暗红色。难不成下面这东西是这一整套铠甲的一部分？慕寒的心情忽然有些激荡。要知道这副铠甲的来头可谓是极大，人间第一副铠甲，是世间所有铠甲的祖宗甲，后世所有的铠甲皆是模仿这副铠甲去打造的。慕寒用剑将自己掌心划开，缕缕鲜血登时滴落在了这副目前还看不出模样的铠甲上。就在慕寒的鲜血溅射在这副铠甲之上时，这整座9重山都几乎摇曳了一下，随后开始猛烈的震动。下一瞬，这股重力陡然消失。慕寒有些欣喜地看向四周，重力果然消失了。他赶紧将埋藏着的这副铠甲取了出来，这时才看清楚原貌，原来是一副护膝绑腿，只不过就还是像那副臂铠最初的模样一样，锈迹斑斑，看上去完全就是个破烂。慕寒抖了抖上面的旧土，将它擦拭干净。八荒拳穿上试试。慕寒也没多想，直接绑在了腿上。也就是在这时，一股磅礴的巨力忽然笼罩了慕寒周身。慕寒的表情当时就变了，他想挪动步子，却发现根本做不到。慕寒黑着一张脸，解释。八荒拳习惯就好。说完，八荒拳就没了动静。慕寒深吸一口气，挤出一个笑脸，随后开始破口大骂。这2条腿现在跟灌了铅一样，重得不像话，根本走不了路。慕寒弯下腰，想尝试把双腿之上这副护膝绑腿解下来，可这时才发现这他娘的根本解不下来。慕寒的脸更黑了几分，他卯足了劲，费了好大力气才走出去一步。后来慕寒干脆双手掐住大腿，用力的抬起，帮着自己前行。这简直像是腿上绑了一座山，慕寒甚至都快感受不到双腿的存在了。妈了！不知过了多久，慕寒终于是爬出了这深坑，他都快哭了，感天动地啊，不容易，太不容易了。慕寒深吸一口气，站在原地思考人生。因为此地的重力已经彻底消失了，或许与这副护膝绑腿有关系。不消片刻，萧月便醒了过来。
刚醒就发现慕寒在原地站着，唉声叹气。夫君，慕寒扭头一看，见萧月终于醒了，他艰难地挤出一个笑脸。醒了。萧月揉了揉眉心，缓缓站起身，见地上有个挺深的大坑，慕寒身上全都是尘土，看这模样，好像刚从这大坑里爬出来。夫君，这是……萧月有些好奇，刚刚发生什么了？慕寒脸上的表情一僵，挠了挠头，然后把事情的原委都跟萧月讲了一遍。萧月眨着眼睛看了看慕寒，又看了看他腿上那副绑腿，饶是他此刻也忍不住笑出了声。慕寒脸都绿了，夫人，你就别笑了，快过来扶我一把。妈了，我妈了。慕寒没有急着去往第5层，因为他现在走路都成问题。萧月一直在搀扶着他，活像一个对瘫痪多年的丈夫不离不弃的贤惠妻子。这副铠甲绑腿属实是太重了一些，真的就像是在腿上绑了一座山，举步维艰。如果不赶紧适应这种沉重感，接下来的路就太难走了。夫人，你去休息一会吧，我自己适应一下。萧月有些担心地说道，我还是陪着你吧，你现在行动不便，我有点担心。慕寒咧嘴一笑，没事，我就在这山顶随便走走，不用担心。见慕寒神色坚定，萧月也就没说什么，毕竟就慕寒所说，这副铠甲绑腿是很难得的宝物。虽然现在有些寸步难行，但是只要渐渐地习惯这沉重感，会对他的武夫体魄有一个极大的提升。慕寒也将其当成了一种修炼，最开始进入这试炼之地，一路疾行是为了寻找萧月，担心他的安危。现在既然已经和萧月会合了，自然也就不那么着急了。乾坤学院的这试炼之地的确是颇为奇特，每一关都能给人极大的提升。既然都已经来了，不如就好好在这试炼之地中提升实力。慕寒迈着沉重的步伐行走于山巅之上，渐渐的，慕寒已经能稍稍适应这种沉重感。他运起一口武夫真气，开始9步走桩。八荒拳曾说过，出拳破百万，拳意自然神。武道一途，什么捷径可走，就只是一步步的打熬体魄，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慢慢的，慕寒开始从山巅往下走，走得不急不缓，只是翻来覆去的那9步走桩。武道一途没有什么高深的拳招，所有的拳招都只不过是成人过河的独木舟，过了河，看见了崭新天地，拳招的意义也就不大了。当武夫这条路走到山巅，一静一动都是意思，都是拳意，都是拳招，无需再去刻意寻求那些刻板的招式。当然了，慕寒距离那等境界还早得很。萧月站在山巅上，看着慕寒的背影，有些心疼，又有些欣慰。他真的一直在努力。萧月轻呼出一口气，我也一定要努力变强才行。他盘膝坐下，气沉丹田，开始修炼。不知为何，萧月这段时间总觉得修炼意图极为顺遂，原本修炼途中有些云遮雾绕的地方，此刻皆是茅塞顿开，如有仙人指路。只不过才运转了几个大周天，萧月就觉得自己不光破境之路毫无障碍，甚至就连吸收灵气与吐旧纳新的速度都比之以往快了不知多少倍。不知不觉间，萧月竟然马上就要突破至元阴境6层了。这个恐怖的修炼速度与大道天赋，实在是让人目瞪口呆。就连试炼之地外的钟离半雪都微微讶异，这小妮子的天资未免太高了些。周密也是连连点头，迄今为止，我还从未见过有人可以将修行一路走得如此顺遂之人。钟离半雪揉了揉下巴，根据周密先前所说，这个叫萧月的小妮子，好像是在第3层的梦境苏醒之后，便发生了这种微妙的变化。而且那一场梦境，可谓是有些骇人听闻了。远古仙宫倒是有趣。试炼之地内，小浣熊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跑到那大坑里去了，来回打滚，全身黑黢黢的。慕寒还是一路向下，他竟是准备一路走下去，然后带着这副绑腿重新爬一遍这9重山。方才八荒拳也告诉自己了，这副绑腿不是取不下来，而是在自己没有适应它之时是根本取不下来的。慕寒心里也有了打算，如果自己带着这副沉重的绑腿都能健步如飞，那将来若是与人对敌之时，自己将这副绑腿取下，那自己的速度与反应能力将会达到一个何等恐怖的境地。慕寒甚至自己都不敢想象。而且八荒拳说，当自己能够完全适应这副绑腿之后，他便不会再显得如此沉重，而是逐渐变得轻灵，甚至会对自己的速度有一个极大的加持与提升。但是想要达到这个地步，中间还要太多的路要走。但是慕寒不会放弃，第一步就从爬这座山开始。日落月升，斗转星移，不知过了多久，慕寒终于从山巅来到了山脚，好像一切又重新开始了。这些时日，慕寒的双腿每天都承受着巨大的痛苦，那种难以言表的酸痛感和肌肉好似随时都要溶解的痛苦，每时每刻都在刺痛的慕寒的神经。甚至有很多次，慕寒都会双腿一软，直接跪倒在地上，2条腿没有任何知觉。慕寒几度怀疑自己的双腿是不是已经废掉了，可他仍旧是挣扎着站起身，虽然双腿不停地颤抖，可还是咬着牙，提起一口武夫真气，继续9步走桩，出拳不停，脚步不停。这一幕看得外面的人都沉默了下来，很多学员都是在这一刻真正的对慕寒升起了敬佩之心，就连那梅玉山都忍不住点了点头，且给出了一个盖棺定论。武道一途，慕寒又望自开一路，群山之中另起一座高山。徐缺忙不迭地问道：我呢？我呢？也夸我2句呗。梅玉山瞅了徐缺一眼，你师傅要是还有心气，就让他再收一个弟子吧。你，呵呵。梅玉山好像什么都没说，却又好像什么都说了。徐缺一脸吃了屎的表情。梅玉山又瞥了徐缺一眼，他自然是在调侃徐缺。徐缺的武道成就的确未必能比得上慕寒，但是徐缺胜在心境之上，不争不抢，名利于我如粪土。未来的武道山巅之上，
徐缺若是不夭折，自会有他的一席之地。梅玉山在心底微微感叹一句：是个丰收的大年份啊！这一辈年轻人注定会在史册上留下浓重的一笔。梅玉山忽然想起，中土神州好像有个号称八荒大陆年轻一辈武道第一人，是八荒大陆，不是中土神州。那个人好像是叫姬沧海。日升月落，斗转星移，慕寒与萧月始终停留在这第4层中。慕寒带着那副绑腿，依旧在爬山，而萧月则是静坐在山巅云海之上。他身上的气息日渐壮大，在慕寒爬到半山腰时，萧月的境界就已经成功突破到了元阴境6层，而且这股气势完全没有消退的意思，而是不断的冲击着元阴境7层。这一幕看得外面众人啧舌不已。云青山此刻却有些担心，萧月从小就在青云门长大，虽说资质的确是不俗，但是以往破境可没有如此迅速。如今破境简直如流水一般，云青山难免心中担忧，不知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再说慕寒，他早已经爬过半山腰，虽然还没有完全适应腿上这绑腿的沉重感，但是已经完全不影响他正常的行动。慕寒能感觉得到，自己现在就像一头被束缚住了的野兽，这牢笼困住自己越久，待到自己出笼之日，便越是凶残无匹。再加把劲！慕寒在心中不停地给自己打气，爬上山巅之后，就可以着手进入下一层了。就在这时，星湖之上的八荒泉忽然言语了一句：八荒泉，莫要再走这条小路，去陡峭处攀爬而行。慕寒神情一震，这座9重山从山脚一直到山巅都有着一条崎岖小路，坡度也并不显得陡峭。但是若是不走这小路，从山壁的另一侧攀爬而上，那无异于再爬一处悬崖，稍有不慎，只要摔落在地，那基本上就要被摔成肉泥。因为此地虽然没了重力，但是静止还在，无法御风，同时无法御剑。真要是摔下去，饶是慕寒这5境的武夫体魄，怕是也扛不住。慕寒咽了下口水，认真的：八荒泉，我辈武夫见山开山，见水断流。八荒泉如今只是让你爬上一座山，便起了心切之心，如此软弱，谈何武夫登顶？一旁五行法立马开始落井下石。五行法就是怂货一个。慕寒暗骂一句：妈的，爷才不是怂货，说干就干，你们给小爷看好了。星湖之上，一众功法都搬来了瓜子饮料小板凳，开始围观。慕寒深吸一口气，若是往常让他徒手爬上这么一座高山，根本就是不在话下。毕竟腿上没有这副沉重的绑腿，爬起山来简直不要太容易。况且就算摔下来，大不了御剑而起。没听说过那个金丹境剑修是从山上掉下来摔死的。但是此时却不一样了，徒手爬上这高达万丈的高山，且无法御剑，无法御风，只要稍有不慎，那就是个万劫不复的境地。而且腿上这副铠甲绑腿也会给他极大的压力。这一遭无异于生死大关。慕寒深吸一口气，我辈武夫遇山开山，遇水断流。他握了握拳，绕过这条小路，双手抓住山体凸起处，开始缓缓向陡峭处移动。当慕寒终于来到了这9重山最陡峭处的山壁之上，他整个人都贴着山壁，犹如一只壁虎一般，双脚踩着一点点凸起的山体，双手不断地摸索着，艰难地向上爬行。周遭云遮雾绕，向上一眼望不到头，向下也是如此，脚下犹如一片无尽深渊，只要掉下去就是粉身碎骨。慕寒眼神坚毅，不断地向上。这一幕看得外面那些乾坤学院的学员一个个目瞪口呆。有史以来一路闯到这第4层9重山的人不算多，但也绝对不算少，但是却没有任何一人在已经成功上山之后再度下山，然后从山脚下成功爬到半山腰后，弃了那条蜿蜒小路，转去攀爬这最为陡峭的山壁。慕寒是有史以来的第一人，第一个这样的做的人。梅玉山看见这一幕，双眼瞬间眯了起来，就连他此刻都忍不住说了一个好。此刻的梅玉山那早已经如一滩死水一般的心境，竟然泛起了丝丝涟漪。这名叫慕寒的年轻人不仅让他想到了曾经的自己，更让他起了爱才之心。这小子若是能活着出来，教他个一招半式也无不可。梅玉山轻声呢喃着，这句话恰好被钟离半雪听到了。他微微讶异，能让梅玉山主动交拳的人不多，至少整个八荒大陆一双手数得过来。而曾经凡是被梅玉山指点过几句的当时的年轻武夫，如今都已经成长为了山巅人物。试炼之地内，慕寒的星湖之上又开始泛起了阵阵涟漪。你的搬山术感受到了来自乾坤学院柳城的震惊，熟练度有所上涨，当前熟练度无上圆满89%。你的搬山术感受到了来自乾坤学院黄风华的震惊，熟练度有所上涨，当前熟练度无上圆满90%。你的搬山术感受到了来自慕寒的这一举动，又让他收获了不少震惊值。但是此时的慕寒已经完全没有闲心去顾及星湖之上的动静。此刻的慕寒精神高度集中，不敢有半点的松懈，只要松懈，哪怕一丝一毫，自己都有可能命丧这9重山。生死之间有大道。慕寒嘴里呢喃着，双眼逐渐变得无悲无喜，毫无波动。他在不自知的情况下达到了一种玄之又玄的境地，就像是在第1层中慕寒在最后遇见的那镜像自己一般，古井不波，心无杂念。慕寒的动作越来越娴熟且轻盈，既像是一只灵活的猿猴，又像是一只攀爬在悬崖峭壁之上的壁虎。此刻的慕寒仿佛已经不受任何外力的干扰，心里也只剩下一件事，那便是爬上去，活下来。曾经所有的生死大关都是不得已的血拼，即便你不想拼，也会有人推着你；不拼就是死，即便你不想争，也会有人主动来跟你争；不争还是死。
可是这一次是慕寒自己给自己布下的一座生死牢笼，爬上去便能活，爬不上去便要死。外面的人也不由自主地握紧了拳头，仿佛呼吸都变得慢了下来。慕寒距离那山巅已经是越来越近，山巅之上微风骤起，萧月的发丝被这股微风吹动，同样有所松动的是元婴6境的瓶颈。不知不觉间，萧月便已经突破到了元婴境7层，这种破境速度几乎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山巅微风徐徐，山壁之上却是狂风烈烈。慕寒的身体就像是一只断了线的风筝，在这临近山巅的峭壁之上左摇右摆，他的双眼依旧是无悲无喜，古井不波。慕寒向上看了一眼，眼前并没有任何可以抓取的借力之物。慕寒毫不犹豫，右手五指如钩，猛地抓入山壁之内，借此继续向上。可就在这时候，慕寒抓取的地方，山壁忽然一阵松动，随后纷纷掉落，慕寒自然也跟着摔落了下去。外面，云青山表情猛地一变，慕寒，他攥紧了双拳，脸上满是紧张与担忧。眼看着就到达了山巅，可是却突兀出现了这种意外，镜中已然是看不真切，无数碎石如雨落，完全看不见慕寒的影子。云青山死死地盯着镜面，想要在那无数的碎石中找寻慕寒的身影，但是很可惜，完全看不到慕寒的身影。云青山瞬间就红了眼睛，梅玉山皱了皱眉，不该如此才对啊！只有钟离半雪最为平静，生离死别，大道流转。既然人人都有生，那理当人人皆有死。这是他自己选的路，死了便也怪不得谁。一些站在远处观看的乾坤学院的学生也是面色齐齐一变，这死了，这肯定是死了，这么高，几万丈的高度，非摔成烂泥不可。可惜，有啥好可惜的？好好走那条小路不就好了？非要成呢？这下好了，摔死也怨不得谁。不少学员听见这句话，都是微微皱眉。就在这时，忽然有一位学员惊呼道：“天哪！你们看！”众人皆是扭头望去，只见镜中在那峭壁之上，当无数的碎石终于落下后，隐约可见一袭青衫。他手中握有一把古剑，神情淡然，古剑横插入峭壁之内，用以支撑自己的身体。非是旁人，正是慕寒。慕寒手握剑柄，整个人如风中柳絮一般，发丝被这陡峭山壁之中的狂风吹得不断飞舞。天哪！他没死！不少学员都开始惊呼。云青山面色涨红，方才他可真是活生生的捏了一把冷汗。那种情况下，换作是谁，恐怕都难活。可慕寒最后还是做到了。云青山连说3个好字，激动的像一个老父亲。小姑娘模样的钟离半雪挑了挑眉，有点意思。试炼之地内，慕寒抬头看了一眼，穿过这陡峭山壁之上的云雾，山巅已经距离他很近很近了。慕寒轻轻吐出一口气，放松身体，一脚猛地踢在山壁之上，借助惯性，慕寒以古剑为圆心，身体空旋一周，最后稳稳地站在了剑身之上。这还不算，他微微屈膝下蹲，剑身便也开始向下弯曲一个弧度，直到这弧度达到极限之后，慕寒凌空跃起。身在半空中之时，慕寒猛地扯下衣袖，微微一甩，瞬间缠绕在了那剑柄之上。慕寒再一用力，那柄横插入山壁之内的古剑瞬间被慕寒拔了出来，随后再高高抛向上空。古剑在空中划出一个完美的弧度，随后猛地刺入了山巅边缘的山壁之上。就连萧月也察觉到了动静，猛地睁开眼朝着另一边望去。那柄古剑再度刺入山体之内后，慕寒便握着那衣袖，衣袖的另一端仍旧缠在古剑的剑柄之上。他开始沿着这陡峭的山壁奔跑，飞檐走壁，所有人的呼吸都为之一致。慕寒一手扯着那衣袖，整个人像是荡在山壁之上一般，随后在达到极限之后，猛地翻身一跃，高高跃上了山巅。慕寒人在半空中之时，便用力一扯，那柄古剑被他再度从山体之上扯了出来。慕寒稳稳地站在了山巅之上，那柄剑从半空中画出一个弧度，闪烁起一丝剑光，随后分毫不差地落入慕寒背后的剑鞘之中。慕寒先前扯掉了身上的衣衫，临时当作绳索，此时便是赤着上身，身背古剑，清风拂过，几缕发丝微微飘扬。这太妈的帅了！偶像！从今往后，慕寒就是我的偶像。慕寒还不知道，从这一刻起，他在乾坤学院内多出了许许多多的粉丝。时间又过去了3天，慕寒和萧月也终于整装待发。慕寒青衫背剑，发丝随风而动；萧月衣袂飘飘，一头墨发如瀑。小浣熊这时也爬到了慕寒的肩头，二人一兽，终是推开了那道门。外面一位学员高呼：“我他妈燃起来了！”旁边也有不少人附和着：“比伯燃，比伯燃。”旁边有人不太懂，扭头问道：“比伯燃什么意思？”一位老学员邪魅一笑，却并未作答。当那扇门被推开后，慕寒和萧月也终于来到了这试炼之地第5层。入眼是一片虚无，眼前不远处只有一条悬空而上的台阶，这台阶不断向上，而且没有任何的支撑物，就这么悬浮在了半空中。慕寒皱了皱眉，这悬梯看上去就有些邪门，但是眼前只有这么一条路，看样子应该是非走不可的。慕寒与萧月对视一眼，二人皆是点了点头。慕寒走在前面，缓步踏上了这悬浮在半空中的阶梯。走了还不到半炷香的时间，眼前忽然出现了一个缓台。当慕寒与萧月站在这缓台之上时，方才脚下那些悬梯竟然全部消失不见。慕寒眉头一挑，什么意思？没有回头路。就在这时，这缓台之上缓缓凝聚出一个人。没错，就是人。这人身披铠甲，凝聚成型后缓缓睁眼，嗓音冰冷：“
闯关者打败我，便可继续前行。慕寒将萧月护在了身后，虽然萧月已经是元婴境7层的修为，可慕寒还是会下意识地护住他。慕寒冷声问道：“你是谁？”那身披铠甲的男子语气毫无波动地说道：“守关者。”这是慕寒第一次在这试炼之地中遇见有着自主灵智的人。只不过随着这个守关者的出现，慕寒大致也清楚这第5关要怎么过了。既然有守关者，那自然便有闯关者。慕寒与萧月就是这个闯关者，只不过具体要闯多少关，慕寒不得而知。他想了想，试探性地问道：“敢问阁下，何为守关者？我等又该如何过关？这一关又一关，何时为尽头？”谁知那身披铠甲的冷峻男子虽然嗓音冷漠，但是却是个难得好脾气。他说道：“此关共有99个缓台，每个缓台都有着一位守关者，打败守关者便可以继续向上。这99个缓台中，只有3处缓台可以通向第6关，分别是第49个缓台、第19个缓台，还有最顶端的第1个缓台。”慕寒恍然，原来这第5关与前4个关卡皆是不同。前4个关卡只有1个门，也只能从那1个门走，可这第5关却有着3道门，可以通向第6关。可越是如此，慕寒就知道这些99个守关者注定没有一个省油的灯。就说面前这身披铠甲的冷峻男子，便是一位武境武夫，同时又是一位金丹境修士，与慕寒的境界一般无二。可如此人物也只能守在这第99个缓台处，由此可见上面的那98个到底有多么恐怖。可慕寒又有些好奇，这些守关者来自何处？他们到底是何人？慕寒便又问道：“守关者到底是人还是？”谁知那身披铠甲的冷峻男子不再回答慕寒的问题，只是冷冷地说了一句：“你的问题太多了，等你能走到49层，自然就知道了。”慕寒哑然，好家伙，还不乐意了。慕寒深吸一口气，让萧月退至身后，自己先与这铠甲猛男干一下子。铠甲男子倒提长枪，毅然不动。慕寒主动出击，并未出剑，身上也并没有任何的灵力流转，他竟是准备以武夫境界硬汉面前这守关者。慕寒提起一口武夫真气，步伐不快，却也不慢，仿佛仍旧是在9步走桩，但是却又好像有些不一样。就像是一个醉汉站在你面前远处，明明走路极为踉跄，但是醉汉的每一步踏出都能极大的拉近与你的距离。眨眼间，这醉汉便来到了你身前。此刻的慕寒便是如此。那身披铠甲的冷峻男子眉头一挑，手中长枪以下砸之势，狠狠地砸向迎面而来的慕寒。慕寒却是不躲不闪，竟然准备硬抗这一下。他猛地抬起右手护住头顶，右臂之上是那副已经不再锈迹斑斑，而是变得崭新银白的臂铠。一道铿锵之声响起，慕寒借助胳膊上的那臂铠硬抗住了面前这守关者的一枪，顿时有火花四溅。慕寒身体微微弯下些许，这是因为硬扛了这么一枪的缘故。见慕寒能以单手抗住自己这一枪，那守关者也是微微一愣，再看向慕寒胳膊处的那臂铠时，多了一丝讶异。慕寒欺身而进，右手反手攥住长枪，往自己这边一拽，在惯性的作用下，这名守关者登时就被慕寒拽到了过来。近身之后，长枪的优势便再也显现不出来。铠甲守关者倒也干脆，竟是直接舍弃手中长枪，与慕寒亲身贴打。慕寒自学拳以来，尤其擅长贴身近打，更是有着一个半臂之内慕无敌之称。那铠甲守关者与慕寒近身而战，双方拳招全都极为朴素，只不过你打我一拳，我打你一拳，能躲得过去便最好，躲不过去也没办法，只能硬挨。双方拳拳到肉，打得异常凶狠。不消片刻，那铠甲守关者身上的铠甲便几乎快被慕寒以双拳锤烂，但是慕寒胳膊上的臂铠依旧毫发无损，就连半点划痕都未能留下。但是慕寒的手上却流出了丝丝缕缕的鲜血，但是慕寒却好像浑然不觉一般，仍旧是出拳不停。萧月也看出来了，慕寒这是在以他山之石攻玉。慕寒是将面前这个铠甲守关者当成了一个磨刀石，用以砥砺武道。尤其是在带上这副绑腿之后，慕寒这还是第一次与人对敌，速度的却变缓许多。这副绑腿可不单单是限制你的行动速度，让你脚下犹如拴着一座大山那么简单，甚至还有着限制武夫正气正常运转的作用。纯粹武夫之间捉对厮杀，往往就是比那一气之长。我提起一口武夫真气，一气可出72拳，可你一气却只能挥出50拳，50拳后便要换气，再提一口武夫真气，再打。如此一来，往往高下立判。武夫之间对敌切磋，谁先撑不住，换下最初的那一口气，谁便是彻底落了下风。后来再想追上，便是极难了。按照慕寒先前的一气之长，其实绝对不逊色于眼前这个守关者。但是此刻带着这副绑腿，慕寒的一口武夫真气便要坠下几分，与这铠甲守关者的拼拳之中，便稍稍落了下风。但是慕寒的武道一路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个地步的？除了日以继夜、没命一般的一遍又一遍的练拳，剩下的就全靠挨揍了。别的不敢说，慕寒的挨揍功夫在同境武夫当中绝对是首屈一指，没有其二。他硬生生挨了这铠甲守关者的3下重拳，一下打在眉心，一下打在太阳穴，最后一下打在前胸处。可即便如此，慕寒也根本没有后退半步，他硬生生重新提起一口武夫真气，再度出拳。此时若是换成其他人，莫说重新提起一口武夫真气再度出拳，就是能不能站得稳都是两说。这铠甲守关者的拳头真不是闹着玩的。慕寒越打越狠，
最后大喝一声登天，随后便是如狂风骤雨一般出拳不停。这登天若是第一拳未能躲过，那后续的所有出拳便不用想着能躲了。接得住要接，接不住也要接。这一瞬，慕寒眼中天地变得狭小起来，眼前仿佛就只剩下面前这个铠甲守关者。一连46拳，一拳比一拳重，直接打得这位铠甲守关者连连后退，最后更是被慕寒一拳打得倒飞出去。这还不算，慕寒得势不饶人，最后一拳出完，硬是补了一脚。这一脚是大力沉，尤其是此刻加上腿上那副绑腿的沉重，只一脚就把那守关者全身铠甲踢了个稀巴烂。而那守关者也是在这缓台上弹了几弹，最后倒在了缓台边缘。试炼之地外，一众乾坤学院的学生全都看得热血沸腾。靠！我偶像就是他妈的帅，牛逼，牛逼，简直是小母牛倒立，牛逼冲天！这也太猛了吧！今天可真是小刀拉屁股，属实是开了眼了。一众学员纷纷感叹，也有人好奇地问道：这身披铠甲的人是什么来头？马上就有老学员为其解惑，这人叫景子谦，是曾经成功闯过第5关的人。新学员有些不解，曾经的闯关者如今变成了守关者。老学员便又说道：这你就有所不知了，这第5关每一个缓台的守关者其实都是曾经已经过关的人，只不过在过关之后需要留下一滴精血，这精血可以凝练出一个分身。你们现在看得到这个铠甲守关者，其实就是景子谦的一具精血分身。每一处缓台都是曾经过关者的一具分身。不少新学员都微微讶异，没想到这第5关竟然如此神奇。第5关有着99处缓台，这也就意味着从古至今共有99人成功闯过了这第5关。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这99人之间自然也互有强弱。这第一个缓台上的景子谦显然是这99人之中相对来说最弱的一个人。强弱区分定然是根据这缓台的高度来看，越往后定然是越强的。当然这里还有着很多的老黄历，比如说第一个闯入这第5关的，照理来说应当无人守关才对。那么当时闯过的第一个人，他经历了什么，看到了什么，又是如何过关的？可这些就涉及到了极为遥远的老黄历了，哪怕是老学员也完全不得而知。景子谦的这具分身缓缓消散，慕寒击败了景子谦，自然便可以继续向上。他先是在原地休整片刻，随后才和萧月渐渐向上。当他们走过这处缓台，逐渐向上，再回头时，方才的那个缓台便已经消失了。慕寒稍微算了一下，他与萧月要是想从这第5关出去，去到第6关，那就需要再打败49个人，至少要到第49个缓台，才能从第5关离开，去往第6关。慕寒咽了下口水，这可真是道阻且长啊！很快，二人就来到了第98个缓台。与前一个一样，当二人走上缓台之后，方才脚下的悬空阶梯便已经消失了。这也预示着二人没有回头路可走，只能不停地前进。很快，另一个人开始缓缓凝聚，这一次竟然是一个女子。女子双持匕首，戴着面纱，看不清面容。她就比较简洁了，上来二话不说就冲着慕寒冲了过来，一言不合就开干。不对，这不是一言不合，这甚至连话都还没说呢，就已经开干了。慕寒苦笑一声，萧月原本还想出手，但是却被慕寒拦了下来。他迎面迎上了这位双持匕首的女子，她的境界波动甚至已经达到了半步元婴。显然，当初这位女子闯过这第5关时，境界应当就是半步元婴境。慕寒再度与之站在了一起。1个月后，慕寒跌坐在地上，全身上下都已经被汗水浸湿了。在慕寒面前不远处有一个身首异处的壮汉，这里是第50个缓台。试炼之地外，一众学员屏气凝神，一个个瞪大了眼睛。他竟然成功了！天哪，他打败了完颜玉碎，太牛了！这完颜玉碎可是亲手杀了不少闯关者，被誉为王的侍卫。多久了？已经多少年没有人闯到过第49层了？不愧是我偶像，牛逼！慕寒 YYDS。慕寒跌坐在地上，感受着星湖之上搬山术不断的传出提升熟练度的消息，想笑却累到笑不出来。1个月，整整1个月的时间，慕寒一路从那第98个缓台，从那个双持匕首的女子一路打到这个壮汉。期间，萧月一次都没有出手，不是他不想出手，而是所有人都被慕寒大包大揽，他完全不让萧月出手对敌，美其名曰借他山之石攻玉，实则却是不想萧月受伤。这几天，慕寒就没遇见一个省油的灯。虽说最后都是慕寒更胜一筹，可每次打完一个人，慕寒就要在缓台之上疗伤许久。1个月的时间，慕寒至少有10天都在疗伤，尤其是这第50层的高大壮汉，慕寒差点栽在他手上。面前这人叫完颜玉碎，元婴境界巅峰。慕寒与他缠斗良久，最后终于是一剑找到了机会，取了他项上人头。只不过自己也已经快要到极限了。要知道，胆敢来闯这试炼之地的人，尤其是最后通过了这第5关的人，哪一个不是天之骄子？就拿这个完颜玉碎来说，他的元婴境巅峰可真的是巅峰的不能再巅峰了。把这完颜玉碎拎出去，再从外面随便找2个元婴境巅峰，让他们打上一架，不出一炷香，那2个元婴境界巅峰肯定是要求爷爷告奶奶的磕头认输。这完颜玉碎完全不能视为一个普通的元婴境巅峰，强，太他妈的强了！慕寒打败了他，自己身上外伤内伤一大堆，不出意外的话，慕寒在此地疗伤大概就需要3天时间，否则他现在连走路都办不到。萧月赶紧跑了过来，将慕寒抱在怀里，脸上满是担忧：夫君，你没事吧？
萧月的眼睛都红了，要不是此地有着禁制，他早就忍不住出手了。这里每一个缓台都是有着禁制的，只能1对1，要么慕寒上，要么萧月上，是万万不能2对1的，否则就是坏了规矩。坏规矩的下场就很惨。别问慕寒为什么知道，因为他已经试过了。有一次他忽然灵机一动，想着反正我们2个人闯关，那还跟你客气个屁啊，一起动手招呼他丫的。结果刚要打，慕寒就傻了眼。缓台之上突兀出现了先前已经打败过的人，足足出现了9个。那一场乱战，慕寒现在想起来还是心有余悸。后来就再也不敢动什么歪心思了，老老实实的按规矩来。不就是单挑吗？小爷怕你不成？后面慕寒也一直没有让萧月出手，一直都是自己一路硬生生打上来。但是这第50层的完颜玉碎的确是个硬茬子。慕寒躺在萧月的怀里，想说些什么，却根本没有力气说话，全身像是要散架了一般，胸腔之内好像起火了一样，每一次呼吸都是极为灼热的刺痛。慕寒用尽最后半点力气，说了几个字，随后便脑袋一歪，彻底昏了过去。没事，我先会。慕寒最后一个意识就是身后这个脑电波真软啊！萧月的眼睛当时就红了，他摇晃着慕寒的身体，泪水登时夺眶而出。后来发现慕寒还有意识，只是受伤太多，且体力完全耗尽，陷入了昏睡。萧月紧紧地抱着慕寒，把他的脑袋放在自己胸口，让他躺得稍微舒服一些。这完颜玉碎被誉为王的侍卫，这里又是第50个缓台，下一个就是有着出口的第49处缓台，那么那个所谓的王，相信就是下一个缓台的守关者了。萧月不由自主地向上望去，眼神中闪过了一抹坚毅，或许就连他自己都没有发现，在他坚毅的眼神中还带有一丝完全不属于他的漠然。第49处缓台，萧月独自一人来到了这里。慕寒已经重伤，短时间内都不可能恢复战力，至少也要3天。而萧月已经守了慕寒一整天了，慕寒陷入昏迷，只需要好好休养便可以苏醒过来。第2天，萧月自己来到了这第49层，前面一直是慕寒护着自己，这一次他要保护慕寒。萧月拾阶而上，很快他就已经来到了第49处缓台，而那个被誉为王的男人也缓缓凝聚而出。这是一个长相寻常的年轻人，穿着也十分随意，但是这境界却足足达到了化神境。这么说来，萧月面前这个年轻人当年闯过这第5关时便已经是化神境。他手里随意的提着一把破旧的铁剑，凝聚而成后，饶有兴趣的看着萧月。已经很久没有人能闯到我这里了。萧月深吸一口气，他如今是元婴境7层，对上这个化神境初期，并非没有一战之力。萧月的佩剑是一柄银碎长剑，极为秀气。如此一比，眼前这个守关者手中的那柄铁剑便显得破旧不堪。萧月不知道这人到底是谁，又为何被称为王，但是外面的人却知道。一些老学员在见他这位守关者后，都是深深的吸了一口气。出现了，林继晨，真的是他！天哪，这一关恐怕是无人能过了。云青山在听见那些学员的议论之后，也不免有些疑惑，这林继晨到底是何人？云青山望向周密、傅山长，这林继晨也曾是乾坤学院的学生。周密沉吟片刻，竟是忽然叹了口气，点了点头。这林继晨算是我此生所见道心最为坚韧之辈。他出生一个帝王之家，本无称霸之心，却被卷入夺嫡风波，阴差阳错被立为太子。成为太子之后，兄弟反目，最后虽然登基，却已经是孤家寡人。当年这林继晨即位之时，方才籍贯之年，当时的朝野上下早已腐朽不堪，林继晨独自一人难以力挽狂澜，最后被敌国大军踏破国门。周密脸上竟也有了些许动容，他继续说道：国破之后，林继晨侥幸留得一命，从此流落俗世。可天命不饶人，原本只想安稳度过此生的他，在俗世娶了一个女子，还有一对儿女。可这些全部被敌国之人发现，一夜之间，除了林继晨，皆死尽。敌国之人仿佛偏要留林继晨一命，就只为看着这位年轻的落魄帝王摔入这俗世之中的泥潭之中，再爬不起来。可是事实证明，他们大错特错。一夜之间，林继晨满头黑丝变白发，同时也一夜悟道。一夜之间，连破4境，炼气、筑基、爆丹、金丹。破晓时分，林继晨已然跻身元婴。后来他孤身一人来到乾坤学院求道，直接闯入试炼之地，于试炼之地再度破境，跻身化神。周密感叹一句：这林继晨虽有帝王之相，却命犯孤星，此生注定独身一人。他在闯过6关之后，毅然离去，不愿再与乾坤学院有所因果沾染。后来我只听说他孤身一人灭了一国，在之后他曾在中土神州出现，且出手救下了几名学院学生，再然后便彻底的销声匿迹了。而他当年在中土神州露面之时，其境界已经达到了反虚境。云青山倒吸一口凉气，这林继晨竟然如此恐怖，怪不得被乾坤学院的学生如此推崇，甚至说是敬佩与崇拜。更重要的是，这林继晨以恨无道，但是其剑道却以爱而生。这种人实在太过恐怖了。萧月如今对上他，恐怕难以胜之。试炼之地内，林继晨随手将那铁剑放下，笑道：你不是我的对手，如果非要过去，我恐怕不能手下留情。萧月道：前辈无需手下留情，我会竭尽全力。林继晨微微一笑：那便出手吧，只要能过了我这关，就能去往第6关。萧月深吸一口气，手握佩剑，主动出招。林继晨只是站在原地，看似随意的挥舞手中那破旧的铁剑，但是每一击都能给萧月带来极大的压迫感。不知过了多久，
慕寒终于是昏昏沉沉的醒了过来，他身上还闪烁着雷光电影，显然是五雷断体术在慕寒昏迷之时一直在不停的修缮他的肉身。你的五雷断体术经过2天的不懈努力，终于修复了你的内外伤势，熟练度大大增加，当前熟练度小成绩50%。慕寒揉了揉太阳穴，感觉有些头昏脑胀。只不过五雷断体术的这句话让他顿时一惊，自己竟然昏迷2天了。他下意识地望向身旁，却没有发现萧月的身影，身边就只有小浣熊在呼呼大睡。慕寒皱了皱眉，可下一刻他心底忽然泛起一丝不妙的感觉。他猛地抬头望向通往那第49处缓台的台阶，往后已经没有回头路了，也就是说萧月如果不在这里，就一定是上去了。该死，萧月一定是想自己去闯过这一关。慕寒猛地站起身，全身爆起噼里啪啦的声响，像是黄豆炸碎的声音。他单手拎起小浣熊，急忙往49层赶去。第50层的守关者都已经如此变态，更不用说第49层了。慕寒焦急万分，自己已经昏迷2天，天晓得萧月是什么时候上去的。可既然2天都没有下来，那就说明一定是出事了。慕寒越想越着急，很快他就已经跑到了第49层。入眼是一个寻常的年轻男子，衣衫染血，手中的铁剑也沾染了不少血迹。而在这年轻男子身前不远处，萧月单膝跪地，不断的呕着血，地上有着一柄已然断成2半的锈迹长剑。慕寒瞳孔猛地放大，萧月。就在这时，原本已经完全力竭且重伤的萧月忽然站起身。他起身之后，先是看了一眼略显狼狈的自己，随后又将视线投到了林继晨的身上。萧月开口问了一句：“你做的？”慕寒一愣，这个语气不妙。那林继晨也是一愣，他眯了眯眼，第一次握紧了手中的铁剑，反问了一句：“你是谁？”慕寒心中又惊又喜，喜的是萧月没有性命之危，惊的是他现在这种情况。这种情况慕寒曾经见过一次，就在第3层，萧月刚刚苏醒的那次，或者说那一次苏醒的根本就不是萧月，而是萧月体内的另一个人。萧月轻轻招手，地上那柄断剑登时飞回到了萧月的手上。可让慕寒真正啧舌的是，这柄断剑在落入他手中后，眨眼间便恢复如初。这等手段，慕寒试问自己绝对是做不到的。虽然自己的境界也不算低了，金丹境10层，尤其是战力更是可以硬刚元婴期巅峰，且能不落入下风，但是这等神仙手笔实在是让人惊叹。要知道，创造某样东西远比毁灭某样东西要难上太多。萧月这一手不光让慕寒为之一愣，林继晨也是皱紧了眉头。他之所以会有方才的那一问，是因为面前这个萧月与方才那个萧月根本就是判若两人。如果说刚才的萧月是一池宁静的湖泊，那么面前这个就是一条汹涌的江河。无论是神态还是语气，就连气势都完全不一样。试炼之地外，扎着马尾辫的萝莉山长中，离半雪眼睛顿时眯了起来。周密，让所有的学生离开。周密一愣，但是也瞬间明白了钟离半雪是什么意思。他立刻让一直在一旁观战的学生们离开，此处便只剩下一些山巅人物。钟离半雪死死地盯着镜中的萧月。试炼之地内，林继晨握紧手中铁剑，第一次主动出击。萧月只是抬眼轻轻瞥了林继晨一眼，只出了一剑。慕寒甚至没看清这一剑到底是何种光景，是如何的一种气象。只听咔嚓一声，林继晨手中的那柄破旧铁剑瞬间崩碎。同样崩碎的还有林继晨的一条右臂。林继晨面露惊骇，这一剑实在是让人觉得匪夷所思。萧月掂量了一下手中那秀气的长剑，竟是摇了摇头，境界太低，这副身体太过孱弱。这句话让慕寒嘴角不停抽搐，这未免有些太过凡尔赛了。林继晨只剩下一臂，此刻也无再战之力。他看着萧月说道：“你很不一般，你到底是谁？”萧月看着林继晨，嘴角忽然掀起一丝莫名笑意。他说道：“命犯孤星，倒是有趣。”林继晨心神大振，他沉默了许久，最终缓缓说道：“我当不起你先前的前辈一称，若是我没猜错，你难道是一位谪仙？”萧月不置可否，对于谪仙这个称谓，他竟是颇为不屑。林继晨见萧月未曾作答，心中也有了计较。他说道：“你们可以从这里离去了，外面便是第6关。”说着，这处缓台之中突兀出现了一扇木门。慕寒的脸色喜忧参半，他现在甚至不知道该如何接近萧月。萧月看了一眼那木门，竟是没有迈步，反而是转身冲着更高处的缓台走去。这让林继晨和慕寒皆是一愣。不走，还要继续向上？慕寒赶紧开口道：“萧月，上面很危险。”萧月脚步一顿，他扭头看了慕寒一眼，皱了皱眉：“再敢叫我萧月，我会杀了你。”这位其实名叫萧云云的女帝看向慕寒的眼神很复杂，她想不通萧月为什么会找这么一个道侣，简直一无是处，而且还破了自己的身子。若不是萧月的潜意识里绝对不允许自己动手伤害他，萧云云恨不得现在就一巴掌扇死慕寒。林继晨的表情忽然变得古怪了起来，他望向慕寒：“你们难道不是道侣？”慕寒的表情也是一僵，这个事现在可就不好说了。这位女帝大人的脾气有些难以捉摸，可是慕寒却又不能眼睁睁看着她就这么上去，万一萧云云的意识忽然消失了，萧月可就危险了。慕寒咬了咬牙，跟在后面也上了台阶。林继晨苦笑，现在这些年轻人胆子一个比一个大。他冲着慕寒的背影喊了一句：“小心19层的那个人，他脾气可不怎么样。”慕寒转身冲着林继晨抱了抱拳：“多谢前辈指引。”林继晨摇了摇头，他再度看向萧月那逐渐登高的背影，喃喃道：“
乾坤学院来了个了不得的人啊！慕寒小心翼翼地跟在后面，蹑手蹑脚的，也不敢吱声。萧月走，他就走；萧月停，他就跟着停。但是一直把控着一个安全的距离，萧月也不搭理慕寒，只是逐渐登高，仿佛对这上面很有些兴趣。慕寒就这样一路跟着，但是却越跟越心惊。这萧月，亦或者说是萧云渊，他所过之处可谓是寸草不生。49层往上的守关者，往往刚凝聚出来就被他一剑结果了，甚至还有那些凝聚的稍稍慢了一些。萧云渊便等得有些不耐烦了，也是随手一剑就直接将其砍得消散。慕寒眼皮狂跳，但同时也看出了一些门道。49层往上的守关者，实力其实皆是不如那林继晨。再结合林继晨先前跟自己说的，难不成要等到19层才会遇见比林继晨还要强的人？慕寒有所不知的是，这第5关49层的守关者，还有19层的守关者，以及10层及以上的所有人，是公认最强的12人。就是不知道这萧云渊到底想走到哪里，总不能是想去第1层瞧瞧吧？慕寒狠狠地咽了下口水，情况好像有些不太妙啊。萧云渊一路极为暴力的开路，很快就来到了第19层。这等速度实在是让人望尘莫及。试炼之地外的云青山、钟离、半雪等人也不由自主地屏住了呼吸。这个萧云渊实在是太强了，虽然境界仍旧是元阴境7层，但是他现在对于大道的理解根本不是常人所能及。他随手一剑便蕴含了太多的道。慕寒还在后面跟着，可就在上到了19层后，萧云渊忽然看了慕寒一眼，嘴角掀起一丝莫名笑意。慕寒顿时悚然一惊。萧云渊忽然说道：“既然你这么喜欢跟着我，那这个人就交给你了。”说着，这第19层的守关者已经缓缓凝聚而出。慕寒的脸当时就黑了下来，我就知道事情没这么简单。可是还不等慕寒反应过来，这第19层的守关者就已经凝聚而出。他是一个刀客，戴着一顶斗笠，穿着一身蓑衣，他腰间有2柄短刀，整个人看上去风尘仆仆。他叫张三，是一名刀客，他身上的压迫感很足，至少慕寒这样觉得。萧云渊已经退到了一旁，摆出一副看好戏的架势。慕寒深吸一口气，按照先前第49层林继晨的说法，眼前这个刀客张三是个脾气不太好的高手。果然，张三猛地抬起头，气势瞬间铺展开来。他双眼如钩，猛地伸出了右手，指向慕寒身侧不远处，厉声道：“就他妈，你是闯关者呀？你挺猖狂啊！”说着，张三一步步逼近，但是方向却偏差了几许。慕寒亲眼看着他一步步走向那本就空无一人的地界，嘴角抽搐。大哥，我在这呢。慕寒微微举起右手，小心翼翼地说道。张三猛地扭过头，慕寒这才看清，这位气势无匹、极为凛冽的刀客张三是个斗鸡眼，但是长相却俊美异常，只不过斗鸡眼斗得很严重。他即便面对慕寒，却好像仍旧是看歪了。他的手又指向慕寒身侧，巧妙地避开了所有正确的方位，怒道：“我他妈用你告诉我呀！你挺猖狂啊！”这一下就连萧云渊都忍不住了，嘴角抽搐。慕寒胡乱地抹了一把脸，深呼出一口气。这人实在太有压迫感了，因为他从头到尾竟然都没正眼看过自己一下。慕寒说道：“要不还是直接开打吧，你这样我有点受不了。”张三又猛地一扭头，那充满睿智的眼神让慕寒微微心惊。张三怒道：“你他妈挺猖狂啊！”说着，他拔刀了。慕寒也瞬间拔出身后古剑。萧云渊在看见这柄剑时，眉毛轻轻一挑。张三的刀在出鞘的那一刹那，就有一股锋芒毕露的刀罡对着慕寒扑面而来。不知为何，慕寒瞬间又归剑入鞘，右手红芒一闪，行刀登时出现在了慕寒的手中。慕寒以刀对刀。萧云渊在看到慕寒手上的这柄行刀后，又是一愣。宝贝倒是不少。另一边，慕寒已经与这张三站在了一起。慕寒自然不是他的对手，每一刀都接得极为吃力。他只是金丹境界巅峰，而面前这位眼神和脾气都称不上多好的张三，可是名副其实的化神境。尤其是这刀法，说是出神入化也丝毫不为过。这位张三是慕寒迄今为止遇见的刀法最为霸道一人，甚至没有之一。慕寒自然是难以招架，但仍旧是拼尽全力去尽可能的接下每一刀。渐渐的，慕寒从一昧的抵挡变为偶尔能抽身反击，递出一刀。尤其是慕寒的刀法竟然与这位张三出奇的相似。慕寒在偷师，他利用他化万物，开始不停地模仿张三的刀法路数。如今已经有了几分形似，但是神韵却差了许多。但是不急，时间还长，慕寒还可以慢慢学。张三似乎也感觉到了什么。偷师？你他妈挺猖狂啊！说着，张三一边出刀的间隙，犹有余力地抽出另一柄刀，双刀齐出。一柄刀就已经让慕寒压力极大，2柄刀就更是让他无法抵挡。慕寒身上开始出现了伤势，而且慕寒很是骇然地发现，被张三的刀气所伤，伤势在短时间内都无法愈合。那凛冽的刀气会留存在体内，不断地摧残慕寒的体魄，不断重复着一个愈合，然后再度被摧毁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可谓是让慕寒苦不堪言。他咬紧牙关，想要打败这个张三，短时间内肯定是做不到了，但是他现在还能抗得住。慕寒一边抵挡，一边继续模仿张三的刀法路数。就这样，慕寒身上的伤势越来越多，脚下每走一步都是一个鲜血淋漓的血色脚印。但是他的刀法却精进了不少，至少这张三的刀法被他学了个8分形似。可是那2分神韵，慕寒无论如何都领悟不出。难道自己也得喊上一句助助威才行？这个念头一出，慕寒都觉得自己应该是病了，脑子出问题了。可还是忍不住脑子一抽，
大喝一声：“你他妈挺猖狂啊！”这一嗓子给张三喊得一愣。慕寒抓住时机，一刀斩下，张三不由自主地退了半步。可是这一刀仍旧是只割破了张三的衣袖，虽然并没有造成实质性的伤害，但是这应该算是慕寒这么久以来第一次有效进攻。虽然只是割破了一点张三的衣袖，慕寒擦拭了一下嘴角的鲜血，啐了一口：“妈的，喊出来舒服多了。”张三看向慕寒，忽然说道：“你小子有点意思啊。”慕寒在另一边说道：“大哥，你能不能正眼瞧我一眼？你这样属实是有些不尊重人啊。”张三又扭了一下头，再度看向慕寒：“有意见？挺猖狂。”慕寒扶额。外面那位枫叶州拳法大宗师周叔在看见这张三后，神色有些古怪。叶双双则是哈哈大笑，显然这个刀客张三，他们应该是有所耳闻。云青山知道的不多，不由得望向周密，想请这位富山长解惑。谁知一向极为正经的周密破天荒的打趣道：“想知道这张三的跟脚，问叶姑娘不就好了？”云青山一脸吃了屎的表情，他下意识地瞥了叶双双一眼，却发现叶双双正好也在看他，还瞪了自己一眼。云青山赶紧扭过头，暗自撇嘴。周密这才说道：“这张三是枫叶州人士，修道资质极好，但是偏要练拳，结果练了多年，连5副2境都破不开。后来一气之下转去练气，不成想1年破1境，不到而立之年就达到了化神境。听说后来还跟周叔有些山上恩怨。”周叔脸色有些怪异，要说恩怨吧，其实也谈不上。这张三的道龄比之自己还是稍差一些，算是一个离得稍近些的后生晚辈。有一次，二人在枫叶州一处偏僻小镇的酒楼相遇，当然了，双方谁也不认识谁，闹起来的理由也很奇葩。据山上后来的传言讲，好像是张三看不惯周叔吃饺子不沾酱油，然后莫名其妙的就打了一架，谁赢谁输，后面的风声比较紧，外人不得而知。但其实还是周叔小胜一筹。当然，二人若是同样的岁数，周叔自认自己未必打得过这张三。后来枫叶州就有了这么个笑话：吃饺子不沾酱油是要挨打的，小心张三堵你家门。那后来呢？云青山忍不住问道。这个张三还真是个妙人，不说其他，就这句挺猖狂，属实让人记忆犹新。周密脸上也多了一丝笑意，说道：“后来这位张三曾在枫叶州的乾坤学院待过一段时间，后来不知怎地就来了我们这边，先是闯了这试炼之地，然后在学院待了3年，后来就走了，之后就销声匿迹，不知去了何处。”云青山有些不解：“走了？为什么走？”周密好似想起了什么趣事，笑道：“因为他逢人就问对方一句：你挺猖狂啊。最后问到了我们山长这边，那3年没少挨打，后来就鼻青脸肿的走了。”云青山愣了片刻，最后也只能总结一句：这位张三属实是挺猖狂。试炼之地内，慕寒跟张三又打了许久，当然了，毫无例外的打不过，只不过也不像先前那么狼狈了，体内的伤势有着五雷断体术，不停修缮，不需要自己过多分心。小浣熊不知道什么，慢慢悠悠的走到了萧云渊那边，看那样子应该是需要抱抱，结果被萧云渊踹了一脚之后，就蹲在一旁闷闷不乐，毛茸茸的小脸上写满了人性化的委屈，看样子他应该是想洗点什么东西，但是奈何这边没有水，这让他更不开心了。萧云渊看着那僵持不下的战局，有些意外。原本以为这慕寒就是个绣花枕头，8成是个吃软饭的，不成想还是个硬骨头，整个人都变成血了，还能打。那张三更是超勇，下手毫不留情，好几次慕寒都是险象环生，就差那么2寸就一命呜呼了。慕寒现在满脑子都在研究这张三刀法的神韵到底为何，霸气，但是却又有锋芒内敛之意。别看张三挺猖狂，但是他的气势之中并无杀意，只有一较高下的锐利，却又没有那种极强的胜负欲。总的来说，这个张三的刀法一个字，怪。张三也看出来了，慕寒一直在偷师，只不过仍是差了那么2份神韵。他问道：还没学会？慕寒也是直言不讳，太难。张三扯了扯嘴角：你还是不够猖狂啊。慕寒一阵头大。张三忽然说道：刀的真意不在杀，在藏，能学到多少看你的本事，能不能从我刀下活下来也看你的本事。这一句话直接点醒了慕寒，刀的真意不在杀，在藏，怪不得自己丝毫感受不到张三的杀意。张三手中这2柄刀虽然都已出鞘，但是他这个人也是一把刀，这一把刀始终未曾出鞘，而是在藏，倒是有些小隐隐于林，大隐隐于市的感觉。若是张三决定杀人，那时才是一把最锐利的刀。慕寒似是有所明悟，但是却只是一瞬，思绪转瞬即逝，捉不住，摸不到，留不下，但是却让慕寒眼前一亮，他再次出刀，显然是多了那么半分神韵。张三这时却说道：我要认真了，死了别怪我。慕寒深吸一口气，既然如此，自己也该亮一亮底牌了。一瞬间，慕寒身上同时亮起了3股璀璨光华。他在第50层时都不曾亮出底牌，那是因为他有自信，即便不动用那几张底牌，自己也能打得过。但是面对这张三，慕寒不得不动用底牌，否则自己万不可能赢得了他。第一道璀璨光华是慕寒催动了自己的水属本命雾龙珠，在他周身顿时生成一层淡淡的水波涟漪。第2道光华是慕寒的第1把本命飞剑前尘，瞬间将张三拉入小天地之内。第3道光华是慕寒的第2把本命飞剑往事，此方天地的光阴长河顿时凝滞了几息，3张底牌全部被慕寒甩了出来，没有丝毫犹豫。张三的神情也在慕寒亮出本命飞剑前尘，
在他被生生拉入小天地之后，微微一变，他终于出了一刀。这一刀看似极为寻常，实则却极不寻常。慕寒在光阴凝滞的一瞬间出了一刀，同时以气御剑，背后古剑也登时出鞘。为了胜过这张三，慕寒算是不遗余力了。光阴凝滞了5息，这5息时间，慕寒只有2个选择，因为张三在光阴凝滞之前便出了这一刀。如果慕寒选择逃，自然是可以躲过这一刀。可若是如此，他便再无出招的机会，更无法打败这张三。可若是不逃，就相当于与这位张三互换杀招，谁能杀死谁都不好说。慕寒咬了咬牙，机会转瞬即逝，拼了！他用手臂之上的臂铠挡住即将要落下的那一刀，自己则是一刀捅向张三，而那柄出鞘的古剑则是瞬间绕至张三的身后。这样一来，就算是等下光阴流转恢复正常，就算张三能做出反应，也必定要舍一取一。2人互换杀招。5息时间已过，张三的这一刀终究是落了下来。慕寒催动龙珠形成的那一层水波涟漪，在坚持了一瞬间后轰然破碎。这一刀直接砍在了慕寒手臂上的臂铠之上。若是慕寒挡不住，毫无疑问，他将会被张三这一刀砍成2半。而慕寒的这一刀也已经刺向了张三的胸口，古剑也已经来到了张三的后心处。只不过是眨眼的功夫，2声闷哼声响起。慕寒抗下这一刀的一瞬间，在这小天地之中施展了缩地成寸，立马移开身形。而自己的那一刀终究是没能刺入张三的胸口，在最后的那一刹那，被张三用另一柄刀拦了下来。也是因此，慕寒选择瞬间缩地成寸，拉开距离。他抗下了张三那平平无奇的一刀，但是整个人也开始打起了白子。慕寒七窍流血，这一刀实在太过霸道，他的5脏6腑几乎都出现了损伤。幸好慕寒的那一剑刺穿了张三的后心，直接透体而出。慕寒撤去小天地后，直接跪倒在了地上，古剑自行飞回归鞘。慕寒单膝跪地，手拄行刀，面色惨白如纸。张三的身形已经开始渐渐消散，显然这一场眨眼间的生死之争是慕寒略胜半筹。当然了，也跟张三到最后都没有选择出真正的杀招有关，否则的话，慕寒依旧是胜算渺茫。张三看了慕寒一眼，这一次倒是没看错地方，他开口说了最后2个字：还行。说完，张三的这具身体彻底消散，慕寒眼前早已经是一片血红，七窍流血，完全看不清面前的景象。他胡乱地抹了一下脸上的血迹，又忽然呕出一口鲜血。慕寒在晕过去之前苦笑一声，总这样吐血也不个事啊。说完，慕寒直挺挺地向后倒去。萧云渊的面色第一次出现震动，一把神器品阶的上古行刀，一枚神器品阶的龙珠，还有背后的那柄古剑，以及那一套萧云渊此时才认出来的铠甲，还有那2把极不寻常的本命飞剑。萧云渊第一次对慕寒生出了一些好奇的情绪。慕寒再度重伤昏迷，这已经不知道是第几次了。幸亏有着5雷断体术的存在，否则慕寒体内的暗疾不知道要留下多少。他这一次昏迷了整整2天，等他醒过来时，身边依旧是只有小浣熊在。萧月，亦或者说萧云渊早已向上而去。慕寒起身，全身酸痛，身上满是血污。看这样子，自己重伤昏迷之后，萧云渊是压根就没管自己，估摸着是连看都懒得多看自己一眼，自顾自继续往上走了。你的5雷断体术若帮你修缮了肉身，修复了内伤，熟练度大大增加，当前熟练度小成级 80%。 你的5雷断体术表示要几句夸奖，否则你下次再重伤他就看热闹，能疗伤我就是不疗，我就是看，就是玩。慕寒揉了揉眉心，有些无奈，可还是在心底由衷说了句谢谢。毕竟如果真的没有5雷断体术，自己的身躯体魄内伤外伤根本不可能恢复的这么快，而且从未留下什么暗疾病根。你的5雷断体术对你的嘉奖很是受用，心情愉悦，熟练度提升了 1%。 慕寒笑了笑，艰难的起身，先是伸了个懒腰，随后抬头望向前方的悬空台阶。19层也已经过去了，不知道萧云渊走到哪里了。慕寒赶紧赶了上去了，大概是往上走了9层，在走到第10层时，慕寒终于找到了萧云渊，同时也看见了让他目瞪口呆的一幕。萧云渊坐在一个台阶之上，扭头望向远处的一片虚无。缓台上有一个长相原来说应当算是挺俊俏的男子。为什么说应当？因为这位守关者现在正鼻青脸肿的跪坐在地上，满脸委屈的弹着琴。慕寒一时间没反应过来，什么意思？慕寒出现在这，萧云渊也没有转头去看他一眼，仍旧是眺望远方，不知道在想些什么。而那位弹琴的守关者在看见慕寒之后，也只是极为幽怨的看了他一眼，随后赶紧老老实实的弹琴。一路上见到了那么多守关者，眼前这个还真是头一个被迫营业的。慕寒看着他这悲惨境遇，大概也明白这里发生什么事情了。估摸着萧云渊来到这里后，与这第10层的守关者打了一架，很显然这守关者不是萧云渊的对手，挨了顿揍不说，还被迫营业在这弹起了曲子。他手中那古琴，估摸着应该是他的武器吧。慕寒忽然开始心疼这位守关者了，遇见萧云渊，算他倒了8辈子血霉了。慕寒来到这后，站也不是，坐也不是，想了想，还是蹑手蹑脚的走向了萧云渊。他小声问了一句：“可以坐吗？”萧云渊没搭理慕寒。慕寒怂怂的说道：“我可坐了哦，你不许动手打人哦。”不知道是谁先前大放厥词，说什么甭管你女帝不女帝的，再敢弄出什么幺蛾子，某人可是要他好看。慕寒小心翼翼的坐在了萧云渊身边，那位弹琴的守关者鼻青脸肿的看了慕寒一眼，眼中尽是佩服。牛啊，还敢跟这位大神坐在一起，小伙子大道可期。慕寒也不知道说点什么好，
但是他隐隐的觉得这个萧云渊似是有些心事。慕寒深吸一口气，反正不知道该说点什么，那就有什么说什么吧。他扭头问道：“我曾经在萧月梦中见到的那个人，是不是你？”萧云渊终于扭过头来看向慕寒。慕寒又道：“云渊仙宫，萧云渊就是你，对吧？”萧云渊忽然笑了：“你既然都知道答案了，为什么还要问我？”虽然早有猜测，可慕寒内心还是忍不住一颤。那可是万年前的仙宫啊！慕寒壮起胆子问道：“为什么？既然你都已经贵为女帝，为什么还？”萧云渊说道：“你是想问为什么还会冰结转世，甚至轮回了万年之久？”慕寒点了点头。萧云渊再度望向远处，只说了4个字：“不记得了。”慕寒一愣，他皱了皱眉，心底有了些猜测。那仙宫？萧云渊随口说道：“应该没了吧？”萧云渊的语气很是风轻云淡，仿佛一座仙宫覆灭与否，与他来说都无关紧要。慕寒有些震惊，能在万年前在9天之上自称女帝、自创仙宫的人，定然是一位大佬中的大佬。但是慕寒也依旧有着他的担忧，他很认真地说道：“以后你会是萧月还是萧云渊？”萧云渊再度看向慕寒，眼中多了一丝玩味。这么问，你就不怕我现在杀了你？慕寒咬了咬牙，我要知道。他直视着萧云渊，很认真地说道：“如果你以后选择夺舍萧月，我会不遗余力地阻止你。”萧云渊出奇的没有发脾气，仍旧是一脸玩味地看着慕寒。你觉得你能阻止我？慕寒一字一顿道：“就算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我也会阻止你。”萧云渊看着一脸认真的慕寒，忽然笑了，看不出来还是个深情的小家伙。慕寒的神情有些古怪，这句话从萧云渊的嘴里说出来，倒也算合理。毕竟以他那年岁，就算是让慕寒叫声祖宗也不算差辈。但是他现在的身体毕竟是萧月的。慕寒看着这张熟悉的脸，这句话就变得奇怪了起来。过了半晌，萧云渊忽然给出了一个算不上答案的答案：“他就是我，我就是他，皆是命中注定罢了。”慕寒沉默了下来。萧云渊忽然摆了摆手，那位在一旁弹琴的守关者赶紧停下，琴声戛然而止。萧云渊随口说了句：“散去吧。”那位守关者如获大赦，身形渐渐消散。这一幕看得慕寒头皮发麻。萧云渊站起身，也没看慕寒，而是自顾自地继续往上走，看样子是准备去往第9层。慕寒赶紧起身跟上，看这样子，萧云渊的确是准备走到第1层才罢休。鬼知道第1层到底是谁在守关啊？万一连萧云渊都打不过，那咋办？他现在毕竟只是一个元婴境7层的修士啊！慕寒眉头紧锁，又开始担心起来。殊不知他内心的想法早就被萧云渊偷听了去，倒也不是萧云渊故意偷听的，而是达到了萧云渊这个层次，慕寒的心声根本不需要他故意去窥探，便能够清晰如耳，甚至声如洪钟大吕，想不听都难。萧云渊走在前面，嘴角微微勾起，慕寒低着头在后面唉声叹气。第9层的守关者是一个女子，只不过却戴着一副金铁锁住的恶鬼面具，虽然看不清面容，但是慕寒看得出来，这身段肯定是个女子了。就是不知道这女子为何会戴着这样一副有些阴森可怖的面具。慕寒偷偷瞅了萧月一眼，生怕她再让自己上，那自己不就裂开了吗？他悄悄地往后稍了2步，一脸怂怂的表情。萧云渊看了慕寒一眼，慕寒赶紧说道：“您来，您来，我不行，我不行。”萧云渊呵呵一笑：“男人也可以说不行吗？”慕寒脸黑了一下，可还是很从心的说道：“我这后生晚辈的，可不敢跟前辈抢风头不是？您先请，您先请，真别客气。我这能叫怂吗？这叫他娘的从心！”那位女子守关者看了慕寒一眼，冷声道：“吃软饭的。”慕寒一瞪眼：“你再说一遍。”然后他就又说了一遍：“吃软饭的废物。”慕寒上一秒还极为震怒的神情，下一秒就变得嘻嘻哈哈：“随你怎么说，今儿这大腿我算是抱定了，小爷我胃不好，饭就得软着吃。”说着，慕寒还往萧云渊那凑了凑，眼神示意他：“上啊，快上啊！”一招秒了他，让他丫的废话多。萧云渊无动于衷，谁知那守关者突兀朝着慕寒袭了过来。我最恨吃软饭的负心汉。慕寒傻了眼，这他妈什么情况啊？我不就是怂了点吗？招你惹你了？吃你家大米了？还是抱你大腿了？你激动的大啊！可是这位守关者可不管3七21，朝着慕寒就冲了过来，而且速度极快，简直快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最重要的是，眼前这个面戴恶鬼面具的女子，竟然是一位纯粹武夫，而且是一位7境武夫。而且看得出来，这位女子专修速度，有那么点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的意思。只一眨眼的功夫，就来到了慕寒身前，然后就听见啪的一声，慕寒整个人就被这女子武夫一巴掌扇得倒飞了出去，脸上还有着一个鲜红的巴掌印。萧云渊很难得的给出了一个笑脸，不知为何，看见慕寒挨揍，他心里总是莫名其妙的感觉很爽。那就继续挨揍好了。萧云渊找了个台阶，缓缓坐下，双手托腮，看着面前那已经化为残影的女子武夫，一下又一下的扇着慕寒的嘴巴。缓台之上传出极为规律的声音，偶尔还带着慕寒的闷哼和剧烈的喘息声。啪啪啪啪啪啪，慕寒整个人在天上就没下来过。那女子武夫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快到慕寒根本来不及反应。没一会的功夫，慕寒的脸就肿成猪头了。然后只听轰的一声巨响，慕寒摔落在地，整个人时不时的抽搐一下。那女子武夫静立在慕寒身前，不屑道：“怪不得要吃饭，
境界低得一塌糊涂，简直就是个一无是处的废物。观你的气象，居然还是一个武境巅峰武夫，真是可笑。就在这时，躺在地上偶尔抽搐一下的慕寒忽然不动了。下一刻，他竟然缓缓爬了起来，脸都肿成了猪头的他看了面前这女子武夫一眼，自顾自说道：“被人小看了呢。”慕寒有些踉跄地站了起来，摸了摸脸，忽然说道：“打人不打脸，怎么就不懂呢？”慕寒忽然望向那个女子武夫，很认真地问了一个问题：“你是不是觉得你很快？”那女子武夫皱了皱眉。慕寒呼出一口气，运起搬山术，同时调动一口武夫真气，整个人瞬间窜了出去。那女子武夫微微讶异，慕寒眨眼间便已经来到了他身旁。“你奶奶个腿的，敢这么打老子这张英俊的脸，老子今天非锤死你不可！”慕寒上来就用出了自己的看家本领，抓奶龙爪手，黑虎掏心，猴子偷，没逃，擦，猴子探洞。那女子武夫的脸色当时就沉了下来。登徒子，我杀了你！女子武夫的速度再度拔高一筹，比之方才还要更快。显然她方才对于自己的速度还有所保留。在慕寒的眼中，竟然突兀出现了2、3个女子武夫。他知道这是因为速度太快导致留下的残影停留在了原地。慕寒也变得凝重了起来，能进入10层以内的看来都是高手中的高手，就没有一个软柿子。这女子的速度比之慕寒遇见都要来得快上数倍。但是凡事有利就有弊，纯粹武夫不管到什么时候，最终考究的就只是那么一口武夫真气到底有多绵长。他能将速度锤炼到这种恐怖的境地，的确很了不起。但是相对的，他的气力必然是短板。如果单纯比拼力气，慕寒相信自己运起搬山术后，恐怕与面前这位女子武夫可不相伯仲。女子速度极快，同样出拳便是极快。慕寒也没闲着，他努力的想跟上她这种速度，但是显然还是差了很多。慕寒现在甚至连这位女子武夫的衣角都摸不到，而自己眨眼间已经被这女子武夫打了不下30-40拳，虽然不重，但是也疼啊。忽然，这位女子武夫猛地冲到了慕寒身前，她竟是以这种极快速度的前冲之势，抬起膝盖，狠狠地撞在了慕寒的脸上。慕寒瞬间再度倒飞了出去。更可悲的是，门牙都掉了一个，口吐鲜血，飞出去老远，最后在地上弹了几下。与慕寒这种狼狈的境况相比，那位女子武夫可就要风流倜傥的多了，全身纤尘不染，全程连一滴汗水都没流。显然她到目前为止都还留有余力，未曾全力出手。她居高临下的看着慕寒，冷声道：“怎么，就只有这点程度了吗？”毫不夸张地说，在方才那几乎只有一个眨眼的功夫，慕寒挨了20多拳，40多脚，全身现在跟快要散架了一样，那种感觉就像是被人吊在树上打了1天1夜。尤其是门牙还掉了一个。慕寒费力地爬了起来，他抬起右手抹了一把嘴角的鲜血，又往地上啐了一口。他感觉现在嘴里有点漏风。慕寒这回是真的有点生气了，他一声不吭地蹲下身，双手摸索向小腿处的那副绑腿。想完是吧？行，小爷，我今天陪你玩。这副绑腿已经不像最初那样，戴上去就无法取下来。他现在早已经慢慢适应了那种沉重感，也可以说慕寒已经有些忘了自己在没戴上这副绑腿时是什么样的感觉了。那女子武夫见慕寒如此动作，不由得不屑一笑。这种把戏早就已经是他玩剩下的了。想当年自己为了提升速度，在双腿之上捆绑重达1000斤的铁球，每日环山奔跑最少100里，你只不过带着一副绑腿而已。就在这时，一声轰鸣巨响，犹如惊天霹雳一般，响彻整个第5关的虚无空间。就连这位女子武夫都瞪大了眼睛。慕寒解下了这副绑腿，而方才的巨响就是这副看上去极为寻常的绑腿落地之后砸出的巨响，甚至在这缓台之上砸出了2个大坑。慕寒站起身，深吸一口气：“你妈的，小娘们，你不牛逼吗？再来练练啊！”你的搬山术感受到了来自林淑清的震惊，熟练度有所上涨，当前熟练度无上圆满95%。林淑清，慕寒心中念叨了一句。原来这位女子武夫名叫林淑清，名字还行，可惜脾气太臭。慕寒一瞬间犹如恶狗扑食一般，瞬间掠向林淑清。这种速度让他自己都感觉到有些讶异。他妈的，这么快啊！哈哈哈！小爷我就是世界上最快的男人。慕寒自己也没想到，在卸去了那绑腿之后，自己的速度竟然会达到如此恐怖的地步。就连萧云渊也是微微震惊，没看出来这小子居然还留了这么一手。你的搬山术感受到了来自萧云渊的小小震惊，熟练度飞涨，当前熟练度无上圆满99%。慕寒心中大喜，看来搬山术也马上就能达到巅峰至尊了，就是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眨眼间，慕寒已经来到了林淑清身前。林淑清虽然震惊，但是却也赶紧奋起反抗。二人的速度都很快，场中几乎看不清二人的身影，只能看到道道模糊的残影一闪而逝。然后只听啪的一声，林淑清整个人猛地停了下来，面具之下的脸绯红一片。你！他对着慕寒怒目而视。慕寒挑了挑眉：“你什么你？”林淑清气的胸口剧烈起伏。我。慕寒瞪了他一眼：“我什么我？”慕寒指了指自己的牙：“老子牙都被你打掉一颗，还不让老子还手了？”林淑清气的俏脸涨红：“谁说不让你还手了？可是你也不能打哪种地方啊？而且还那么用力。”林淑清现在还觉得自己的屁股火辣辣的疼，鬼知道这慕寒用了多大的力气。慕寒这一下可是完全没收手，手都麻了。原本是打算狠狠地踹上一脚，以报断崖之仇，但是一脚踹空了，那就抱歉了，小爷我只能上手了。
慕寒很是嚣张的挑了挑眉，牛逼再来啊！再与小爷我大战300回合。林淑清也是动了真火，登徒子，采花贼，都该死！他彻底放开了全部实力，速度何止提升一筹。慕寒也不甘落后，全速之下又运起了搬山术。搬山术可是全方位的加持，无论是速度还是力量，搬山术都能够带给他一个极大的加持，而且没有副作用，老人小孩都能用。这还不算，慕寒又运起了敛息术。高手过招一般都靠着锁定契机，这样一来招式都很难会落空。可慕寒运起敛息术，将自己的气机流转隐匿起来，再加上此刻这种开了挂一样的速度，林淑清根本就碰不到慕寒。林淑清的神情愈来愈凝重，慕寒则是嚣张大笑，哈哈哈哈！小娘们，你不是牛逼吗？来啊，追我呀，打我呀！追到我就让你嘿嘿嘿！外面云青山满头黑线，叶双双打趣道：“真是有其师必有其弟子啊！有句话怎么说的？叫什么上梁不正下梁什么来着？”钟离半雪抠了抠鼻子，瞥了脸色越来越黑的云青山一眼，说了一个字：“喂！”叶双双一拍额头：“对，喂！瞧我这记性！”云青山脸黑的都快成一个黑人问号脸了，最后还是周密装模作样的咳嗽了一下，说道：“没想到那副铠甲绑腿竟然还有此奇效，你这弟子能与林淑清打得有来有回，也的确不易。”云青山感激地看了周密一眼，赶紧顺杆往上爬，岔开话题问道：“这林淑清是什么来头？”周密却也是摇了摇头，是个山泽野修，曾在乾坤学院求学5年，期间受过梅前辈一些指点，而后就离开了。云青山微微讶异，竟然还受过梅玉山的指点。云青山虽然不知道这梅玉山的指点，但是却知道他绝非凡人，否则谁都能让周密喊上一句梅前辈。试炼之地内，慕寒与林淑清依旧在不断换招，慕寒的速度比之林淑清，竟然也是不遑多让。更重要的是，慕寒用敛息术隐匿了气机流转，林淑清很难锁定到他。用肉眼就更不用说了，二人的速度都极快，如果仅靠肉眼，若是没有什么强大的瞳术，那根本捕捉不到对方的动作。渐渐的，林淑清的劣势就显现出来了。他的速度虽然仍旧是比之慕寒要快上一些，互相换招也能稍稍占点便宜，但是奈何他力量不足，慕寒又是皮糙肉厚，挨打挨习惯了的主，被打几下根本就没什么反应。但是慕寒的拳头可是重的离谱，尤其是那股八荒拳意，更是浩瀚的一塌糊涂。这让林淑清觉得自己是在与整个天地为敌。这就是八荒拳的无双拳意，天下武夫见我只能退步。慕寒也从刚开始略显玩世不恭的态度，渐渐的变为一种玄妙的明悟状态。这个状态还要归功于这试炼之地第一关的淬炼，让慕寒知道原来自身实力远远没有完全发挥出来，那种心如明镜台的心境才是最强。而在有意无意的心境暗示之下，慕寒如今与人对敌，则更容易进入到这种状态，心无旁骛，只有眼前人，直到身前无人，方才退出那种玄之又玄的心境。慕寒出招出拳越来越顺畅，浑身拳意庇护，蛮荒且古老。反观林淑清则是越来越捉襟见肘，当然这也与林淑清此时只是一具精血分身有关，实力无法完全显现。若是真让慕寒与这林淑清对敌，不说如今的林淑清，只说这曾经的林淑清，慕寒都几乎称得上是毫无胜算。毕竟莫要小觑天下英豪，但是此刻林淑清的这具分身显然已经无法阻挡慕寒的脚步，他越打越顺畅，颇有些酣畅淋漓之感。就在这时，林淑清面色大震，他猛地感觉到慕寒的气势一瞬间变得更加高涨，更加狂勇，那股拳意几乎完全压倒了林淑清的拳意。慕寒竟然在不知不觉之间破境了。慕寒眼神平静，如一池秋水，他一拳递出，这一拳直接轰在了林淑清的面门之上，而他戴着的那副恶鬼面具也随着慕寒这一拳轰然碎裂。二人的比试到此为止，已然算是分出了胜负。慕寒略胜一筹，但是赢得也不容易，如果不破开这5夫5境的瓶颈，估摸着自己还真就是拿着林淑清没办法。慕寒深吸一口气，逐渐收敛气机。只不过当他抬头望向林淑清时，忽然神情一怔，林淑清脸上的面具已然破碎，露出了她的真实面容。林淑清长得极美，就连五行法这个专业美女鉴赏师都要由衷的感叹一句：五行法美人在骨不在皮，这姑娘的骨相真可谓是100年难得一遇的美女。五行法只不过可惜。慕寒知道五行法所说的可惜是什么。林淑清长得极美，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她的脸上有着纵横交错2道极为骇人的疤痕。林淑清的身体已经变得暗淡，显然这具分身即将消散。他抬起右手轻轻贴在了脸上，随后扭过头去。慕寒想了想，说道：此次魏权破境之恩，在下铭记在心。林淑清却没回答慕寒的话，只是问了一个问题：很丑对吧？慕寒眼神微微触动，他一脸认真的说道：若是连你都这样认为，别人就更会做慈祥。慕寒想了想，还是抱拳道：愿姑娘心静，四季如春。林淑清看了慕寒一眼，没说话，身形渐渐消散。萧云渊打趣道：年纪不大，嘴倒是挺甜。慕寒也没反驳，只是轻声道：皆是真心之言。他走到缓台处的那2个大坑中，将2副绑腿重新带上。慕寒原地蹦跳了几下，还行，已经慢慢习惯这种沉重感了。萧云渊看着这副绑腿，眼神有些不解。别人不知道这副铠甲意味着什么，
但是他却知道，亦或者说这副铠甲的第一任主人他见过。萧云渊忽然问道：“你知道这副铠甲的名字吗？”慕寒一愣，这个他还真不知道，八荒拳也完全没说过。萧云渊淡淡的说道：“天驱。”天驱。慕寒有些震惊于这个名字。萧云渊似乎是想起了极为久远的记忆，缓缓说道：“人间第一副铠甲，他的第一任主人穿着它覆灭了远古旧天庭。”萧云渊嘴角翘起，天驱，他真的做到了让天都屈服。慕寒心头巨震，远古旧天庭，这天庭也分新旧，这些事情慕寒可是一无所知。无论是五行法，还是八荒拳，亦或者御剑术，对这些一直都是避而不谈。萧云渊又看了慕寒一眼，问道：“你那拳法，其中的拳意跟他很像，是他那拳法的后世分支？”这个问题慕寒无法回答，一方面是不能说星湖之上的这些功法是他最大的秘密，另一方面他确实也不知道。萧云渊怎么也想不到，慕寒所练的这八荒拳可不是什么分支，而就是那个人所创的拳法。当然，这个连慕寒都不知道的事情，萧云渊怕是怎么也猜不到。而八荒拳又不提，算是一篇早已经泛黄的老黄历了。慕寒顿时起了兴趣，他问道：“远古旧天庭，你是女帝，那么你也是旧天庭中人？”萧云渊嘴唇抿起，看来你是什么都不知道啊。慕寒死皮赖脸的贴了过去，他隐约觉得这本老黄历里有着什么惊天的大秘密。女帝大人，你就给讲讲呗。慕寒屁颠屁颠的跑了过去，开始给萧云渊捶腿。萧云渊觉得好笑，他说道：“当下这个时代，距离我那个世代足有万年之久，而我的时代距离那场惊天动地的大战也相隔万年。你说我是不是旧天庭的人？”慕寒倒吸一口凉气，我的天，这都是老祖宗啊！不对，这他妈是祖宗的祖宗啊！慕寒咽了下口水，试探性的问道：“既然有旧天庭，那是不是也有新天庭？”萧云渊像是看傻子一样看着慕寒，你说呢？慕寒讪笑两声，自己这个问题问的确实有点脑残了。萧云渊指了指头顶，按照你们当下这个境界来说，突破了飞升境瓶颈，达到了仙人境，也就相当于飞升成仙了。若是没有新天庭，你们这些人又该飞升往何处？慕寒忽然明悟，那你的云渊仙宫也是新天庭？萧云渊眨了眨眼睛，只不过是一个仙宫罢了，这些老黄历看来你是半点不知罢了。萧云渊竟是不准备再说了，慕寒赶紧更卖力的捶腿了，可是不知为何，慕寒竟忽然被萧云渊一脚踢飞了出去，直接给他踢到上面一层的缓台，可见这一脚用了不小的力气。慕寒摔了狗吃屎，直接脸杀落地，本来就缺了个门牙，这一下子感觉自己灌了一肚子凉风。慕寒狼狈的坐在地上，左手打右手，小声嘀咕道：“不就是摸了一下吗？至于吗？”原来方才慕寒给萧云渊捶腿献殷勤之时，情不自禁的摸了两下，结果直接就被萧云渊一脚踹到这可真是。慕寒揉了揉腰，干脆直接躺在了地上。我这老腰啊，我这胳膊啊，我这腿啊，哎呦，今天没个180万，肯定是起不来喽。就在这时，这层缓台之上忽然有一个声音响起，碰瓷的。慕寒悚然一惊，他扭头一看，差点没把他魂都吓没了。不远处，一条土狗模样的黄狗蹲在原地，就这么歪头看着慕寒。一人一狗就此对视。你会说话？慕寒一脸震惊地问道。黄狗开口道：“是啊，敢不敢动？”慕寒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一样，不敢动，不敢动。这他妈的，成精了这狗！萧云渊这时也走了上来，慕寒赶紧又趴地上装死，时不时还哼哼几声。萧云渊压根就没看慕寒，只是饶有兴趣地看着那条黄狗，开口问了一句：“守山犬？”那狗挑了挑两条挑眉毛：“你谁啊？有事啊？”萧云渊忽然笑了，可是这个笑容，慕寒看在眼里，慌在心里，因为他知道这笑容代表着什么。慕寒忍不住在心底对这个什么守山犬默哀3秒钟。果不其然，3秒之后，在地上装死的慕寒就听见了那听着伤心、闻着落泪的哀嚎。那守山犬被打得嗷嗷叫，还没到半炷香的时间，他就被萧月一脚踹到了慕寒那边。慕寒躺在地上，睁着一只眼睛，闭着一只眼睛，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这狗被打的简直不成人样，不对，不成狗样。他夹着尾巴，耷拉着脑袋，显然是没了先前那股嚣张气焰。他看见慕寒正在看自己，本想说点什么，结果就只发出了呜咽声。慕寒嘴角抽搐，这萧云渊也忒猛了点，活生生把这狗给打哭了。行啊，太行了！慕寒一个鲤鱼打挺，直接跳了起来。他赶紧离这狗远点，省得被殃及池鱼。萧云渊一脸的风轻云淡，别看这守山犬挺惨，但是他的实力真不算弱了。化神境，这要是搁在外面，咬起人来一咬一个准，就俩字：凶残。可是在萧云渊这显然是不太好使。萧云渊说道：“血脉倒是还挺精纯，是条看家护院的好狗。”慕寒从前可没听说过什么守山犬，这应该属于妖族的范畴了吧？外面云青山有些讶异，随后好像猛地想起了什么，一脸震惊地问道：“这守山犬莫不是？”周密点了点头。云青山曾经听说过一个人，那个人算是迄今为止东黄州乾坤学院出现过的最顶尖的几位学生之一，是300年前名声大噪的陆许，同时也是这条守山犬的主人。听闻这位陆许是东黄州本土修士，早年间就是个读书人，后来不知怎的，硬是以学问正道，步步登天。
陆许善养浩然气，世间邪魔无不闻声而逃，就连听雪楼的那位魔道剧情白毅都愿意高看这陆许一眼。而这位陆许便是从乾坤学院离开后名动天下，但是走之前把这条守山犬留在了学院。当然了，慕寒在第5关缓台上看见的那条守山犬也只不过是一具精血分身，真身现在还在乾坤学院后山呢。这个点估计又去调戏隔壁的母狼了。守山犬的确已经不是寻常的异兽，即便是在妖族之中，守山犬一脉也算是能拍得上号的大妖。只不过妖族并未生活在这八荒大陆，而是在无尽之海的另一端。这条守山犬为何会来到东皇州，又认主陆许？此间因缘就不是旁人能够知道的了。试炼之地内，那条脸都高高肿起的守山犬极为不服地看了萧云渊一眼，撩了句狠话后就消散了。小娘们，你等着，我老大在上面呢，不打你个半死，我倒立拉屎。慕寒有些忍俊不禁，主要还是这条守山犬现在这模样，撂下的狠话实在是没啥说服力。只不过听这意思，这狗上头有人，还他妈是个关系户，不是关系狗。萧云渊呵呵一笑，随后踏步间便消失在了原地。慕寒知道这位姑奶奶有点生气了，慕寒赶紧追上去，果不其然，网上所有的守关者全都被萧云渊胖揍了一顿，一直到第3层为止。慕寒追上来时，发现萧云渊正和一位仪表堂堂、风神俊朗的年轻男子相对而立。这男子的长相也并非是那种俊秀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至少比之慕寒的二哥沐风还是差了不少的。但是那股书卷气倒是与沐风有些相像，仅是看上一眼便让人觉得如沐春风。这位年轻男子看到了慕寒，笑着点了点头，随后又望向萧云渊，作揖道：“那守山犬的确是我的好友，若是有冒犯之处，还请姑娘见谅。”其实仅这一句话，便让慕寒对此人生出不少好感。毕竟谁愿意与一条狗称兄道弟？尤其是这种读书人，有句话怎么说的来着？总归是读书人的那一套，是叫什么有辱斯文，文绉绉的。但是眼前这人显然是没觉得那守山犬便比自己低了一等，不以主仆相论，而是平辈相交。即便是脾气如此不好的萧云渊，面对这年轻读书人，竟也破天荒的生不起气来。他又道：“在下陆许，二位既然能一路来到这第3层，想必也绝非等闲之辈。我乾坤学院幸甚。”陆许嘴角挂着一丝笑意，言语真诚。只不过这陆许的境界很是奇怪，因为他的境界就只是个金丹境，一个金丹境竟然能出现在这第3层，做着这3层的守关者，这实在太诡异了。因为方才下面那条狗都是个化神境，这人听这意思还是那守山泉的靠山，可是就一个金丹境，这靠得住吗？慕寒不免有些奇怪，但是他的心思萧云渊是能够听见的。萧云渊破天荒地为慕寒解惑道：“他这不是寻常的金丹，除去金丹之外，还有着一颗文胆。”慕寒一愣，武胆他是听说过的，因为5符6境就是武胆境，但是这文胆的确是闻所未闻。忽然慕寒又是一愣，不对劲啊，他咋知道我想什么呢？慕寒呆呆地看向萧云渊，他是不是会读心术啊？萧云渊看了慕寒一眼，说了2个字：“不会。”慕寒瞪大了眼睛，还说不会。结果萧云渊又说了一句，彻底让慕寒破防了：“真不会。”这下可吓得慕寒再不敢在心里乱说话了。萧云渊扭头看向陆许，眼神中竟然带有一丝欣赏，这种目光慕寒是从未在萧云渊的眼中发现过，这可是来自一位女帝的欣赏啊。萧云渊问道：“如果我猜的不错，你做成了那后世所谓的？”萧云渊顿了顿，说道：“一步登天。”陆许笑了笑，也不隐瞒，坦言道：“侥幸而已。”萧云渊眼中的赞赏更浓，只不过这2人的谈话，慕寒是没太听明白，这一步登天是个什么意思？这陆许飞升成仙了，上天了？先前萧云渊所说的一步登天，只不过是后世的一种说法，实际上当初陆许在金丹境足待了甲子光阴，不是破不了境，而是再等一个水到渠成。后来陆许破境之时，已然一步从金丹踏入渡劫，现在的陆许已经是中土神州乾坤总院的一位大先生了。慕寒瞪大了眼睛，渡劫？他想了想，如果这是真的，那这陆许岂不是直接跳过了3个大境界？元婴、化神、反虚，已经都被他一步跨过。慕寒内心震动，这是真大佬啊！陆许笑了笑，浩瀚天下，英雄辈出，我一时不足一提。若是换了旁人，慕寒觉得这人一定在装逼。但是眼前这陆许偏偏言语真诚，神情谦逊，丝毫不像是在作伪，更不像是在凭此作为谈资，逢人便说。慕寒想了想，忽然一阵激动，妈的，我也是金丹啊，这个我能不能学啊？慕寒看了看陆许，问道：“陆先生，这个……”慕寒还真有点不好意思，扭捏了半天，最后才厚着脸皮说道：“这个我能不能学？就是从金丹唰的一下到渡劫的这招。”陆许很认真的想了想，随后摇了摇头：“各有机缘不限人，慕小兄弟只需稳步向前，日后自会大道登顶。”慕寒点了点头，倒也没泄气，也是，要是人人都向着陆许，那岂不是渡劫多如狗，飞升满的走了？陆许又道：“二位既然都已经走到了这，显然是打算看看那山巅风景。那第1层我也不曾去过，但是二位且放心，这1至3层绝不会伤了你等性命。但是若1日不能打败我们这些守关者，便1日不能离去；若100日不能打败，便100日不能离去。”慕寒想了想，这是话里有话，那我要是一辈子都打不过呢？忽然
慕寒悚然一惊，不会吧？这意思岂不是，要是真一辈子都打不过，那后半辈子就可以在这待着了？慕寒目瞪口呆，萧云渊却洒然一笑，动手吧。萧云渊似乎也准备动真格的了，亦或者说，面前这个陆许有资格作为对手。陆许做了一揖，轻声道：“失礼了。”言罢，陆许手中突兀出现了一本极为寻常的书籍，也不见陆许翻书，这本书籍便悄然自行翻过一页，随后便有数个金色文字，像是突然被赋予了生命一般，从书中一跃而出。陆许随手挑选这些环绕在他周身的金色文字，然后轻轻捻住两个，口中同时说道：“智者乐水，仁者乐山。”瞬间，在慕寒的注视下，萧云渊脚下突兀出现了一条江河。与此同时，头顶亦是有着一座大山，将落未落。同时，那被陆许捻住的山字与水字一同变得暗淡无光，再无金色。萧云渊只说了2个字：“有趣。”只见他一挥袖子，脚下那汹涌河流便瞬间凝聚成了一滴。萧云渊再一抬手，做托山状，那座即将落下的大山，竟是被萧云渊凝练成了一枚山字印。萧云渊屈指一弹，那枚山字印与那河流所汇聚而成的水滴，便朝着陆许激射而去。其实，从萧云渊方才的言语之中，陆许便知道，眼前这人很可能是一位谪仙人。但是如此轻松便破了他的山水格局，让他也微微讶异。陆许伸出右手做横抹状，说道：“皆散去。”随着这3个字出口，那山水竟然真就消失无踪。慕寒看得啧啧称奇，这种神仙打架可真不是谁都能见得到的。陆许双手不再捧书，而是双手缓缓合十，随后再微微扭转，那本书籍便自行腾空悬浮。陆许道：“鱼跃龙门，神兵自天降。”忽然，陆许身前突兀出现了一个小池塘，池塘极小，里面也只有一尾锦鲤。那锦鲤摇曳于水中，忽然高高跃起，池水被溅起些许，而那锦鲤竟是在眨眼间便化作一条青色蛟龙，猛地撞向不远处的萧云渊。而在萧云渊身后高处，当真便有一位神将从天而落，随后轰然落地，就连缓台都变得寸寸皲裂。神将金眸银甲，手持金刀，金刀在缓台之上画出点点火光，直奔萧云渊而去。这还不算，陆许右手似是掐起一个兰花指，但是却又有极大的区别。只不过这种法印，慕寒从未见过。陆许嗓音温纯道：“三东。”一瞬间，只在萧云渊方才站立的方寸之地，竟然飘起雪花。这些雪花落地，竟会像是水滴落地一样溅射而开，而后在地面结冰。转眼间，萧云渊就如置身大雪隆冬之中，脚踏之地仿佛也变成了一片冰河。慕寒远远地看着，完全能够感受得到萧云渊身处的那隆冬时节，能够将修士体内的气机冻住，甚至能够冻住天地灵气。简单的来说，这处隆冬就相当于一处陆许创造出来的一片无法之地。慕寒骇然。就在这时，萧云渊忽然望向慕寒，微微招手，做我剑士。就在一瞬间，慕寒身后的古剑陡然出鞘，剑鸣不已。当慕寒反应过来之时，鞘中古剑已经落入萧云渊之手。萧云渊嗓音冷淡地说道：“借剑一用，能学多少，看你自己。”慕寒一听这话，恨不得把眼睛都擦亮一点。老婆出品，必属精品啊！萧云渊站在大雪冰河之中，轻轻吐出一口气，未曾出剑，便已是剑气如虹。他一手举起这古剑，剑气流转，丝丝森然。这剑气汇聚，竟像是凭空生出一轮明月，挂于高空。萧云渊一剑倾斜向下，朝前斩出，身前那青色蛟龙竟然被萧云渊这一剑直接当中劈开，一分为二。而这仅仅算是萧云渊出的半剑，因为一剑斜斩，萧云渊根本没有停留，身形扭转，转身面对身后那银甲神将，一剑划出，自下而上，这才算是完整的一剑。萧云渊犹如一位冰河之上皓月之下的仙子，一剑划出一个圆弧，身形拧转之间更是美艳动人。那金眸银甲的神将同样被萧云渊这一剑从中劈开，一分为二。而就在这时，萧云渊头顶那轮完全由剑气凝聚而成的皓月轰然炸碎，与之一同破碎的还有陆许这三东之地，犹如镜面破碎一般。萧云渊持剑立于原地，血色月色共落于他身前。慕寒屏住了呼吸，眼前这一幕可称绝色。陆许右手一挥，那本书籍便登时消散。是在下书了，二位可继续向上。陆许洒然一笑，没有因为输给了萧云渊而恼羞成怒，更未曾失了君子气度。二人之间的比试，慕寒不知道萧云渊到底拿出了几实力，但是他知道这二人皆有留手，可谓是实实在在的点到为止了。且先不说陆许那神仙手段，只说萧云渊那一剑，突兀的让慕寒想起一句话：一剑破万法。萧云渊的那一剑破了陆许的蛟龙，也破了那银甲神将，更是破了那三东无法之地，实在是让慕寒心神大震。当然了，慕寒也没闲着，他早就运气了，他化万物，甚至同时绽放了白龙瞳，只为看清这一剑的神韵。可惜仍旧是有些云里雾里，慕寒已经在脑海中演练了几十上百遍，可惜仍旧不得其法。不过也是，这可是堂堂女帝的认真一剑，其中的大道气息可不是那么简单就能拿捏的。慕寒也不气馁，100遍练不会就练1000遍，1000遍练不会就练10000遍。陆许这时又道：前辈，谪仙人虽强，可神魂易逝。萧云渊一脸淡漠地说道：不劳你操心。陆许便不再言语。慕寒却注意到了这句话，神魂。他皱了皱眉，看来自己心中的担忧的确是有道理的。
萧月、萧云渊，以后绝对会是个大麻烦。慕寒流露出了一丝凝重，自己得变强，至少怎么也要能跟这位女帝过过招。陆许看了慕寒一眼，随后身形消散。这一眼不知有何深意。慕寒还没来得及思索，陆许的身形便已经消散了。萧云渊再度向上，仿佛对上面的兴趣更大了。第3层都已经是陆许这般人物，那么1、2层又该是何等人物？慕寒忍不住有些担心。虽然陆许说了这3层的人都不会下死手，慕寒估摸着应当是能闯到这里的人，显然已经是极好的苗子，说是人中龙凤也不为过。这些守关者都算是学院的人，当然不会就地扼杀，能走到这的，相信已经完全有资格进学院。只不过不打败他们就无法离去，这就有点吓人了。万一打不过，天知道要在这里待多久啊！慕寒的脚步变得稍稍沉重了些，这第3层到第2层的悬空阶梯好像变多了不少。正好慕寒可以稳固一下境界，突破到5副6境之后，还未曾好好稳固境界。他一边9步走桩，一边缓缓登上台阶。就在这时，他忽然想起八荒拳先前说等自己到了6境，就教自己一招很猛的拳招。慕寒忽然开始好奇了，他在心湖之上问道：“八荒，你先前说的那个拳招，是不是？”慕寒疯狂暗示：“你的八荒拳传授了你一记很猛的拳招，请查收。”慕寒嘿嘿一笑，果然还是八荒拳靠谱啊，虽然话少一点，高冷了一点，但是至少肯办实事啊，不像那狗日的五行法，话多的一批，油腔滑调的，可就是不给你干实事。五行法，你丫才是狗日的，你全家都是狗日的。注意，你的五行法准备造反，已经不修炼了，他要造反了。慕寒冷笑一声，胆肥了是不？我跟你说，上面保不齐有美女什么的，你要是跟小爷我在这整事，以后美女这方面你就不用惦记了。你的五行法渐渐消停下来了，可还在振振有词的念叨着什么。慕寒没再去搭理他，也就嘴上的能耐，看见美女都走不动路。幸亏自己跟功法说话，这萧云渊发现不了，不然自己可真要裂开了。慕寒将心神沉浸到那新的拳招上，名字确实挺猛，蓄意轰拳。拳招很简单，直接顾名思义就行，蓄意时间越长，威力越大。慕寒当时就脑洞大开，我要是憋个10年20年的，那得啥样？不得一拳把天都日穿了。而且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就是这蓄意轰拳可以一边挨揍一边蓄力，尤其是越挨揍，这蓄意轰拳的威力就越强。慕寒心中大喜，这玩意好啊，适合自己，毕竟自己总他娘的挨揍。另外，这蓄意轰拳没有上限，你是想憋多长时间就憋多长时间，要真是闲得慌，憋个180年也行。慕寒跃跃欲试，这一招估计挺猛，眼看着快到2层了，嘿，正好练练手。反正那陆许说了，上面的不会下死手，那还怕个卵？冲了他们！慕寒战意勃发，赶紧跟上了萧云渊的脚步。2层很快就到了，只不过这1层的守关者却迟迟没有动静。慕寒咂巴嘴，双手掐腰，一脸嚣张地喊道：“人呢？小爷我来砸场子了！”刚喊完，慕寒就瞧见不远处好像有个小姑娘，还扎着个双马尾。哎嘿嘿！慕寒探头瞅了瞅，难不成这小姑娘就是守关者？他赶紧快步跑了过去。那小姑娘蹲在地上，背对着慕寒，好像在地上画什么东西解闷呢。五行法，我闻到了萝莉的味道。慕寒过去就给了这小姑娘一个脑瓜崩，叉腰笑道：“小妹妹，你是这1层的守关者？”那小姑娘揉了揉脑袋，磨磨蹭蹭的转过身，瞅了慕寒一眼。外面徐缺瞪大了眼睛，这是院长。第2层被慕寒弹脑瓜崩的那个小姑娘，竟然是他娘的钟离半雪。场上所有的人都震惊了，所有人心里就只剩下一个念头：完犊子了。慕寒算是完犊子了，他居然上去就给了院长一个脑瓜崩。云青山嘴角抽搐，他现在已经在想，这个弟子自己还能不能要了。慕寒的心湖之上也开始热闹了起来。你的搬山术感受到了来自徐缺的震惊，熟练度有所上涨，当前熟练度无上圆满 99.1%。慕寒一阵无语，怎么又开始计算小数点了？这日子还能不能过了？只不过接下来慕寒却是一阵狂喜。试炼之地内，你的搬山术感受到了来自云青山的震惊，熟练度有所上涨，当前熟练度无上圆满 99.3%。你的搬山术感受到了来自周密的震惊，熟练度有所上涨，当前熟练度无上圆满 99.5%。你的搬山术感受到了来自叶双双的震惊，熟练度有所上涨，当前熟练度无上圆满 99.7%。你的搬山术感受到了来自梅玉山的震惊，竟然直接突破到了巅峰至尊 2%。慕寒心中一阵狂喜，他完全没想到搬山术竟然这么快就突破到了巅峰至尊。只不过外面这些人都震惊什么呢？慕寒此时才注意到这个问题。而当年钟离半雪留在这里的精血分身，此刻皱了皱鼻子，终于站起身，身高也只是达到慕寒的胸口处。小姑娘扎着一个双马尾，粉雕玉琢，甚是可爱。你的五行法看见了千年小萝莉，激动的热泪盈眶，修炼速度提升了100倍。慕寒此时都还没反应过来，为什么是千年小萝莉？他开口问了一句：“闯关者。”慕寒一脸宠溺笑容的点了点头，甚至还揉了揉小姑娘的头。钟离半雪晃了晃脑袋，似乎是想把慕寒的手晃掉，但是他这个举动却逗得慕寒哈哈大笑，心想这第2关的守关者也太可爱了。
他缩回手后，又忍不住去揉了揉钟离半雪的脑袋。外面，云青山已经放弃了，没救了，死定了。见过作死的，没见过这么作死的。就算现在不死，等出来也够呛能活了。钟离半雪此刻就笑眯眯地看着慕寒，不停地揉着自己分身的脑袋，还哈哈大笑，甚至还扯了扯自己的马尾辫。好，很好。萧云渊此时双臂环胸，嘴角竟是挂着一丝玩味笑意。慕寒看不出来，他是看得出来的。这个小姑娘不是人，确切的来说，不是人族，而是妖族。她的岁数怎么样也得有1000多岁了。这小姑娘可不是故意装嫩，而是在她这一族1000多岁，还真就只是个小丫头。钟离半雪的真身是一只九命猫，甚至在萧云渊的那个时代，九命猫都是让人谈之色变的存在。这九命猫一族只不过寥寥数百人，但是却能传承上万年，仅是这一点就很能说明问题了。但是这钟离半雪为何能出现在这，就不得而知了。那片无尽之海可不是谁都能跨过去的。钟离半雪掐起腰，皱了皱鼻子，显然是有些生气了。萧云渊嘴角勾起了一丝笑容，看来有好戏看了。慕寒一脸怪蜀蜀的笑容，弯腰问道：小妹妹，你叫什么名字啊？殊不知此时钟离半雪已经攥紧了小拳头，随后一拳轰在了慕寒的胸口处。只听唰的一声，没错，的确是唰的一声。慕寒以一种肉眼几乎看不清的速度撞在了这层缓台的边缘处的虚无法界之上。若是没有那法界阻拦，估计慕寒能被钟离半雪一拳打出去。慕寒口喷鲜血，已经不是吐血了，而是喷血。他整个人撞在法界上之后，犹如一只被拍死在玻璃上的苍蝇，直接粘在了上面。萧云渊看着慕寒这凄惨的模样，只觉得好笑，笑得很是幸灾乐祸了。钟离半雪此时看向萧云渊，小脸微微皱起。你很厉害。萧云渊仿佛对钟离半雪颇有好感，破天荒的有了一个笑脸。你也很厉害啊。钟离半雪此时这具分身早已经是100年前的分身，他是在外面玩够了之后才来这里闯着试炼之地。按照时间来说，这里的钟离半雪正是当年忽悠云青山一起走江湖的那个钟离半雪。他此时的境界不太好说。九命猫以尾数来印证自身大道，1000年一尾，一尾一命，也就是说想修到9尾至少要9000年。钟离半雪此时才仅仅一尾，岁数也才是1000多年，境界大致可以等同于化神境巅峰，其体魄的坚韧程度大致也相当于一位6境武夫。当然了，此时是化作了人形，若是展露真身，即便是反虚巅峰也要绕着走。而且这是100年前的钟离半雪，如今试炼之地外面那个本尊恰好达到了2000岁的道龄，已经凝练出了第2条尾巴。至于现在外面那钟离半雪的真正实力，无人知晓，只知道前段时间有个别州的反虚境，不知道怎么就惹到这姑奶奶了，被钟离半雪一巴掌拍了个半死。就真的只是一巴掌。钟离半雪看向萧云渊，寻思了一会，说道：我打不过你。萧云渊笑了笑，指着站在法阵上的慕寒，你能打得过他就行了。钟离半雪似乎有些讶异，你不出手？萧云渊道：你尽管揍他，我绝不拦着。说着，萧云渊一招手，慕寒终于是被他给扣了下来。仔细看去，慕寒整个身体好像都扁了一些，他重重摔在了地上，连抽搐都很没力气的抽搐了2下。钟离半雪这一拳大概也只是用出了5分的力道，也亏得慕寒跻身了5副6境，体魄有了一个极为显著的提升，否则这一下足够他躺半个月左右了。慕寒体内开始闪烁起了雷光，5雷断体术开始修缮钟离半雪这一拳带给自己的伤势。萧云渊似乎真的没打算出手，自顾自找了一个台阶，坐下闭目养神。钟离半雪就又蹲下来，不知道在缓台上画着什么东西解闷，时不时的还抬头看慕寒一眼，估计是希望他能早点醒过来，然后自己就又可以打他了。过了大概2个多时辰的时间，慕寒终于是醒了过来。他刚才都没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就被一拳打飞出去了，然后撞在那法阵之上，直接给他撞迷糊了。他艰难地坐起身，发现5雷断体术还在修缮着体魄。他揉了揉胸口，龇牙咧嘴地骂道：这小姑娘吃大力丸长大的妖，真他妈的有劲啊！以后真别让小爷我看见你，不然看见你一次打你一次。外面钟离半雪绽放出一个笑脸，呵呵。云青山眼皮狠狠一跳，完了，这小子算是废了。钟离半雪也不在地上画圈了，而是扭头望向慕寒，似乎很期待慕寒赶紧把伤疗好。刚才自己那一拳的确是重了一些，这次不会了，好不容易来了个玩具，得慢慢玩，不能玩坏了。慕寒也知道这回算是遇见铁板了，体内5雷断体术渐渐消散了雷光。你的5雷断体术成功修缮了你的体魄与伤势，熟练度有所上涨，当前熟练度小成级 99%。 慕寒深呼出一口气，起身望向钟离半雪，问道：是不是打败你就能去到第1层？钟离半雪自己扒拉着2根马尾辫，一脸认真的说道：是啊，来啊。说着，钟离半雪还冲着慕寒勾了勾手指。慕寒握了握拳，随后缓缓蹲下身，卸下了那绑腿。眼前这小姑娘看模样可可爱爱，保不齐是一个不知道活了多久的老妖怪，自己必须得拼尽全力了。这副绑腿卸下来之后，慕寒浑身的气势都是一变。钟离半雪的这具分身眉毛一挑，有点意思。这副绑腿很重啊，而且不是表面意思上的重，而是重在意思。慕寒背后古剑瞬间出鞘，他持剑而立，催动了体内水属本命乌龙珠，同时运转白龙瞳、乾坤、化龙剑、化龙阵。慕寒双手掐诀，古剑悬浮于身前，不停旋转。
这化龙阵是慕寒自己琢磨出来的，以剑招为阵，以龙珠为阵眼，相辅相成，威力大增。此阵一出，即便是元婴境修士也要暂避锋芒。去！慕寒神情肃穆，厉喝一声，能守在2层的人，定然是极为恐怖的存在。看来今天必须要底牌进出了。剑气所化的99条剑气长龙盘旋于高空，建成阵法，犹如一只困兽之龙，将钟离半雪围困中间。钟离半雪微微抬头，脸上竟然浮现出一股笑意，也不见他有何动作，只是微微屈膝，随后一跃而起，一拳轰击在了一条剑气长龙之上。只一拳，那条剑气长龙便轰然破碎。而且这一拳看样子还是随手而为，似乎完全没有动真格的。慕寒面色微变，他到现在都没见过这小萝莉用出什么术法，只不过是用最基本的体魄，跟他似乎只是在玩耍一般。看样子这小姑娘的体魄极强，甚至要比自己这个6进5夫的体魄还要强。慕寒不敢留手，一剑之上再起一剑，催星，这是出自御剑术的剑招，其威力比之当下的乾坤化龙剑甚至还要更胜一筹。钟离半雪头顶之上的那99条剑气长龙，此刻被钟离半雪锤的连一半都不剩，而且瞧那意思，只要他愿意，随时都可以瞬间覆灭这剑阵。但是他似乎是想跟慕寒多玩一会，看看他还有没有什么有趣的招式。催星刹那间而起，无数剑气自下而起，犹如天上流星倒流，由人间走上夜空。钟离半雪只说了2个字：好玩。只见他随手轰灭慕寒的化龙剑阵，随后犹如顽劣的孩童一般蹦跳着踩在这些剑气流星之上，仿佛在跳格子一般。这一幕看得慕寒心底一沉，怪物，这小姑娘绝对是个怪物。慕寒与人捉对厮杀的经验目前已经很是丰富，生死之战也经历了不少，可是却从未遇见过跟眼前这小姑娘一样的人。明明身上没有半点杀意，但是那股压迫感实在是太强了，不愧是能够镇守这第2层的人。慕寒不再犹豫，厉喝一声，他化万物现。瞬间，这处缓台之上登时出现了另一个钟离半雪。这一幕让一直闭目凝神的萧云渊都睁开了眼睛，饶有兴趣的看向他化万物幻化而出的钟离半雪。钟离半雪也瞪大了眼睛，眼中布满了好奇。哎，钟离半雪在那剑气流星之上蹦跳而行，一路朝着那另一个钟离半雪而去。慕寒可不会老老实实的束手待毙，他厉喝一声，一起上，干他妈的！瞬间，慕寒与他化万物幻化而成的钟离半雪瞬间消失在了原地。慕寒的速度极快，在卸下那绑腿之后，速度更是极为恐怖，眨眼间便已至钟离半雪身后。慕寒丝毫不敢留力，一拳轰在钟离半雪的后心处。可是钟离半雪却不躲不闪，任由慕寒一拳轰在自己身上。一拳过后，钟离半雪纹丝未动。慕寒神色大变，这也太抗揍了！他赶紧后撤，丝毫不恋战。另一边，他化万物也已经来到了钟离半雪身前，2个小萝莉以拳对拳。2人对拳之时，从中仿佛都荡起一层涟漪。但是让慕寒感到有些激动的是，他化万物幻化而出的钟离半雪竟然能跟本尊打上几个回合且不落下风，牛逼！慕寒忍不住握了握拳，这让他看见了一丝胜利的曙光。钟离半雪皱了皱眉，这类幻术他见过不少，都是些旁门左道的下乘术法，可眼前这个可不像是什么旁门左道。他化万物的具象幻化也是有着时间限制的，是根据所幻化的目标而定。打个比方，幻化出一个钟离半雪，大致只能坚持1炷香的时间。可若是幻化成一张凳子，那随便多久都可以，100年时间都行。正因如此，慕寒才必须要速战速决。慕寒再度前冲，与他化万物一起与那钟离半雪站在一起。慕寒出手便是杀招登天，这是慕寒运用的最娴熟的一个拳招，也是多次帮助慕寒化险为夷的一记拳招。1拳、2拳、3拳，慕寒足足打出了72拳，而这差不多也是他此时的极限了。钟离半雪已经是节节败退，他化万物给予了他不小的压力，尤其是慕寒这拳招又极为诡异，只要第1拳未曾躲得过去，那么就不可能再脱身而出了。无论后续慕寒能出多少拳，他都必须硬着头皮去接。当慕寒的最后1拳轰出，他化万物也同样1拳轰出。钟离半雪以1敌2，对拳之下竟然被2人打得倒飞出去。试炼之地外，云青山不由自主地握紧了拳头。成功了！钟离半雪瞥了云青山一眼，我就笑笑不说话，忘了当年被自己耍得团团转了。这慕寒的确是有些手段，尤其是这幻化之术，但是如果只是这些，那还是不太够看。试炼之地内，慕寒气喘吁吁，接连72拳，这已经是他目前6进5夫所能打出的极限了。这72拳拳拳叠加，就算是一般的元婴境巅峰，吃下这70多拳也绝对会重伤。就是不知这小姑娘扛不扛得住。远处，钟离半雪被慕寒与他化万物一拳打得倒飞了出去，最后轰然落地。只不过让慕寒感到心惊的是，他在落地的一瞬间便一个蹦跳，极为灵活地站在了原地。钟离半雪皱了皱鼻子，2行鼻血顺流而下。他胡乱地擦了一下鼻血，然后用力地揉了揉脸，晃了2下脑袋，最后眼神熠熠地望向慕寒：“你很好玩，再来。”钟离半雪看上去有些兴奋。慕寒狠狠地咽了一下口水，这可真是离了大谱了。他化万物的持续时间大概还剩下半炷香时间，自己的2把本命飞剑目前都无法动用，情况有些不妙。就在这时，钟离半雪已经冲了过来，一脸兴奋地朝着慕寒跑了过来，高高扬起了小拳头：“看我认真一拳！”钟离半雪声音极嫩，
活脱脱一个可爱的小姑娘。但是慕寒却知道，这一拳要是被打中了，那基本上不死也要残废了。幸亏他化万物及时挡在了自己身前。慕寒咬了咬牙，看来是没时要办法了，只能试试新拳招了。慕寒调动一口五符真气，气沉丹田，开始蓄意。他倒要看看这蓄意轰拳到底有多猛。只不过有些尴尬的是，蓄意期间居然他娘的不能动，这他娘的就有些鸡肋了。这不是活靶子。更重要的是，这蓄力的姿势也好羞耻啊。慕寒满头黑线，嘴角抽搐，自己这张脸算是丢尽了。不过幸好有他化万物在，至少能撑半炷香的时间。慕寒心里不停的祈祷，这蓄意轰拳可千万要争点气啊，不然自己这回可惨了。钟离半雪跟他化万物打得不可开交，他化万物毕竟是幻化而成，真要是跟本尊硬碰硬，短时间内看不出来，可长远的来看，自然是要落入下风的。可千万要坚持住啊！慕寒在心底不停的祈祷，他化万物苦苦坚持了半炷香，最后轰然破碎消散。而钟离半雪缠斗了这么久，身上也终于是负伤了，但是他却越战越勇，亦或者是越打越兴奋，越打越上头。此刻他化万物消散，钟离半雪已经是直奔慕寒而来。这个疯子！慕寒暗骂一声，钟离半雪眨眼间便来到了慕寒身前。嘿，哈！钟离半雪口中念念有词，拳头犹如雨落一般打在了慕寒的身上。不过幸亏这蓄意轰拳还有着一个特性，那便是可以在挨揍的时候蓄力，并且能够显著的增加防御力。就是说，慕寒在摆出这个蓄意姿势后，就会变得比之以往都要耐揍很多。钟离半雪发现慕寒不躲不闪，就在这摆着这个羞耻姿势，他也倍感有趣。这不就是个人肉活靶子吗？呀呀呀呀！彪彪彪彪！钟离半雪一边打还一边给自己配音，打的那叫一个不亦乐乎。慕寒也很开心，给孩子都乐出眼泪来了。慕寒自己都数不清，这么一会的功夫，自己挨了多少拳，全身都是淤青，甚至连屁股都被钟离半雪踹了好几脚。尤其是慕寒那一张自诩英气逼人的帅脸，更是被打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猪头。这模样，恐怕就是慕寒他亲爹老帅慕从云来了，也是万万认不出来了，只会大喝一声：“何方妖孽！”慕寒又苦苦坚持了一炷香，实在是坚持不住了，他必须要用出杀手锏了。他在星湖之上大喝一声：“去吧，搬山术，保卫世界和平就全靠你了。”搬山术的熟练度在达到了巅峰至尊之后，也终于能够具象化。但是跟他化万物有些不同，因为他化万物的功法特殊性，所以能够幻化成人出现在眼前。但是搬山术却是不具备幻化能力的，即便具象化出来，也只是一团真实存在，但是却看不见摸不着的空气。它能够影响现实，但是除了慕寒，谁也看不见它。即便是慕寒，也只是能看见一团灵体，就像是一团空气一样。随着慕寒在星湖之上的一声大喝，搬山术终于出现，但是却谁也看不到他。你的搬山术！一把拽住了钟离半雪的双马尾，嘿嘿直笑。钟离半雪原本是打算给慕寒来上一记撩阴腿，看他还能撑多久，结果动作忽然一顿，有人从后面抓住了自己的马尾辫。慕寒哈哈大笑，对，握住他的方向盘，不要让他过来。钟离半雪瞪大了眼睛，自己身后没有人啊，即便是用神识探查，也看不出任何不对劲的地方啊。见了鬼了！啪！你的搬山术悄悄打了钟离半雪的屁股一下，手感贼好。这一下就连慕寒都愣住了。这，你的五行法洋洋得意，表示搬山术不愧是自己的种，有出息。慕寒心里咯噔一下，我只是让你拦住他，不是让你挑衅他啊。果不其然，钟离半雪在短暂的愣神之后，俏脸之上涌现一丝微不可察的红晕。但是他这回可彻底是炸了毛了。老虎的屁不能摸，小猫咪的屁股就可以摸了吗？钟离半雪猛地看向慕寒，不管你有什么花招，这一次老娘非得锤死你！他气势汹汹地朝着慕寒冲了过来，敢打我屁股，我要锤死你！秘技小拳拳捶你胸口。一瞬间，慕寒冷汗直流，不行了，不能再憋了，再憋下去人就要凉了。慕寒也大喝一声，蓄意轰拳。试炼之地内，萧云渊第一次瞪大了眼睛，只因为慕寒这一拳。其实就连慕寒都没想到，自己这一拳威力竟然会如此之大，因为他这一拳竟然令整个试炼之地第5层都狠狠地颤动了一下。最初是慕寒被钟离半雪一拳打飞了出去，直接撞在了那法界边缘。现在轮到了钟离半雪自己被慕寒一拳打飞出去，这一拳就像是积郁良久的泄洪，瞬间喷涌了出去。汹涌的拳罡裹挟着烈烈的破风声，慕寒那一身拳意流淌全身，厚重的无以复加。慕寒在打出这一拳后，以拳击掌，脑子一抽，说了句莫名其妙的台词：“当大哥的感觉比不当好太多了。”远处，钟离半雪狠狠地撞在了那第5关的试炼之地法阵之上，然后跌落在地。这一拳彻彻底底地震惊了所有人。云青山瞪大了眼睛，慕寒除了剑修这个身份，同时还是一个纯粹武夫，这个他是知道的。但是他却第一次见到慕寒用出威力如此惊人的拳招。这一拳，哪怕是元婴境巅峰，也只会被一拳轰杀。即便是化神境修士，吃上这么一拳，也注定不会好受。梅玉山的眼中甚至都闪过了一丝讶异。作为一位曾经半只脚踏入过5到11境的大宗师来说，慕寒这一拳很有些意思。武夫练拳习武，不同于练气是以术正道，
武夫完全就是以体魄正道，肉身成圣。每个武夫的拳艺皆有不同，即便是一脉相承的武道宗门，同一种拳法也总会有不同的拳艺。拳艺代表了一个人内心对武之一字的理解，同时对于武道的野心。慕寒这一拳极重，如果说登天重的是气力，那么这蓄意轰拳重的变得拳艺。八荒拳那古老浑厚的拳艺总结出来，在梅玉山看来就只有2个字：不屈。无论何等的枷锁加身，即便是天塌于顶，我亦能只手遮天。这等心境，这等拳艺，如何能不重？梅玉山眼中有着浓浓的赞赏，不谈他的剑修身份，只说这武之一道，此子日后定然大有作为。在他看来，比之那季沧海，或许也不遑多让。枫叶州那2位武道宗师叶双双与周叔也是一脸震惊，同为武夫，他们自然也能看得出来，慕寒这一拳到底有多重。叶双双都不由得感叹：“你还真是捡到了个宝啊！”这句话自然是对着云青山说的。云青山一张老脸上布满了自豪：“瞧瞧，瞧瞧，这他娘就是我云青山的弟子。”周叔在震惊过后，也开始思索一个问题：不管他承不承认，这个慕寒的确已经出乎了他的意料，自己就只剩下2个选择，要么斩草除根，要么化干戈为玉帛。若不斩草除根，他有一种预感，无需太久，只需要100年时间，这慕寒便会成长到一种令他都会极为忌惮的程度。就在周叔心境起伏之时，钟离半雪开口了：“周宗师，这小子我们乾坤学院要了，但是我不会收其为学生，而是让梅老哥代为授课。至于你跟青云门和这小子之间的恩怨，我不管，也懒得管。反正这学生我已经丢给梅老哥了，至于要不要斩草除根，你自己掂量着办，我真不管。”钟离半雪灿烂一笑，显得人畜无害。不远处的梅玉山一愣，不由得翻了个白眼。自己在乾坤学院就是个扫地的，让我授课，教什么？教那小子如何扫地吗？云青山眯了眯眼，这件事本还有回旋的余地，毕竟此刻身在乾坤学院内，反正他背靠大树，好乘凉。可此时钟离半雪突兀将这恩怨拎到了台面上，那便索性做个了解罢了。反正我们青云门战里，要是实在要动手，大不了我云青山陪你打上一架，也无不可。周叔皱了皱眉，他没想到钟离半雪如此直白，而且这摆明了话里有话，先是说这小子我们乾坤学院要了，结果又说自己真不管，真当我周叔是傻子？更何况乾坤学院又不是只有你们东皇州一家，我们枫叶州便没有吗？只不过既然已经把事情拎到台面上来说，那也好。周叔不由得望向了那位被钟离半雪称呼为梅老哥的邋遢汉子，这人是个什么境界？周叔有些看不透，不过隐隐有些危险的感觉，这是身为武夫的一点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阁下可是要为其出头？周叔沉思片刻，仍是开口问道。梅玉山瞥了周叔一眼，连连摆手：“可别，我可没说什么。你们这些年轻人啊，动不动就打打杀杀的，我可遭不住。”周叔皱了皱眉，慕寒既然已经是阁下的学生，周叔的话还没说完，梅玉山就打断了他的话。他脱了脚下那双老旧布鞋，轻轻在地上磕了磕，随手大庭广众之下便开始扣脚，一边抠一边随口道：“这是钟离丫头说的，我可没说过这话。”周叔的面色沉了下来，大庭广众之下行如此举动，未免太过不雅。谁知梅玉山扣着扣着，还时不时放在鼻尖处闻上一闻，神情陶醉。一旁的徐缺忍不住比了个大拇指。周叔道：“阁下此举可是要与我问拳？”这句话让钟离半雪差点没笑出了声，心想这位枫叶州武道大宗师可真勇。云青山这时站了出来：“周大宗师既然不准备息事宁人，那我云青山奉陪便是，无需麻烦梅前辈，这拳我来问。”云青山的话刚说完，忽然天边远处传出阵阵破风声。钟离半雪撇了撇嘴，老东西来得还挺快。远处几位身影越来越近，转瞬间便已经来到此处。为首的是一位衣着华贵的老者，但是面容慈祥，像是个寻常的富家翁。在他身边还有着2个人，气息波动，皆是不弱。一位反虚境巅峰修士，另一位看上去是个7境巅峰武夫。那位富家翁老者笑眯眯道：“不请自来，还请钟离院长莫要怪罪。”钟离半雪随口道：“不在你的枫叶州老实趴着，来我这做什么？”这位富家翁装扮的老者正是枫叶州乾坤学院的院长9境武夫米微然。枫叶州是出了名的武夫居多，就连枫叶州的乾坤学院里面大概都有着一半的纯粹武夫，而且这位院长也是一名武夫，而且是一名9境武夫。周叔见到米微然，赶紧行了一礼。2人虽然皆是9境武夫，但是米微然却是实实在在的前辈，况且同境武夫也互有强弱。周叔虽然自负，但是却也没自负到认为自己是这米微然的对手。2人若是问拳，周叔自认不出百招，自己必败无疑。米微然笑着摆了摆手，他对这位明面上的枫叶州武道第一人周叔观感还是不错的。周宗主何故跨州远游，又要再次与人问拳啊？周叔如实道：“不过是门下弟子之间的恩怨，这位云宗主私自扣押我弟子，我这个做师傅的当然要出面讲一讲道理。”哦，此事可当真？米微然故作讶异地问道。周叔道：“是真是假，自然不能出自我一人之口。米院长不妨问问这位云宗主。”米微然闻言，将视线投到了云青山身上。云宗主，此事。云青山道：“确有此事，只不过周宗师所言，恐怕有些断章取义吧。若不是你弟子私下对我宗门圣子出手，我又何故擒下你的弟子？”周叔皱了皱眉，米微然这时却开口道：“原来如此，周叔，你的弟子确实不应该无缘无故对人出手，
即便是晚辈之间的相互切磋，也应该点到为止才对。晚辈的事情就应当让晚辈自己去处理，争强斗狠是常有的事，莫要伤了和气才是。云宗主，我说的可对？云青山表情有些阴沉，这是摆明了要拉偏架呀。云青山说道：米院长，此言是何意？米微然笑容和煦，依我看来，你与周叔二人又无甚过节，不如就此作罢。化干戈为玉帛，岂不是美哉？晚辈的事情就让晚辈自己去处理，不如先放了周宗主的弟子，如此一直扣在云宗主的手里，难免有失你大家风范。云青山面色阴郁，刚要说话，却听见不远处的梅玉山喝了口酒，咂巴咂巴嘴，说道：一个个唧唧歪歪的，要打出去打，别在这啰里啰嗦的。周叔皱了皱眉，不如你我二人出去打一场如何？米微然这时才注意到不远处的那个邋遢汉子，可当他看清了梅玉山的脸之后，顿时如遭雷击。梅前辈，要知道以米微然这个身份与道龄，已经很少有人能让其称之为前辈了，而梅玉山恰巧就是一个，而且是最当之无愧的一个。梅玉山随意的瞥了米微然一眼，你谁啊？我不是你前辈，别乱套近乎。米微然却无比震惊，狠狠地咽了下口水。是我呀，米大庄。所有人都用一种异样的眼神看着米微然。大庄，你认真的吗？梅玉山好像想起来了什么，恍然大悟道：原来是你呀，当年不归山下的傻小子。当年挺俊俏个少年，如今怎么变成这么个德行？梅玉山摆了摆手，去，把这位周大宗师带走，不然我怕他打我。年轻人脾气臭得很。周叔也懵了，米微然竟然叫那邋遢汉子前辈，而且还如此毕恭毕敬。这位邋遢汉子到底是谁？钟离半雪完全就是个看热闹不怕事大的，这功夫开始煽风点火了。哎，别走啊，这位周大宗师不是还要问拳来着？米微然的脸瞬间就黑了下去。问拳？与谁问拳？与梅玉山问拳？你就算早生的300年也不够资格呀，那可是曾经半只脚踏入了5到11境的前辈高人，整个八荒大陆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就连米微然当初练拳习武为何，还不是受着梅玉山的影响？风姿卓绝，一身白衣如仙人。米微然看了周叔一眼，沉声道：周叔，不可胡来，还不快给前辈道歉？周叔皱了皱眉，身为9境武夫，自然有着其傲气，怎能随意向人低头？米微然显然是看穿了周叔心里所想，忍不住怒道：周叔，放下你那傲气，你可知这位是何人？周叔有些不忿地说道：我辈武夫。他的话还没说完，就被米微然打断了。这位就是名动整个八荒大陆的武神梅玉山，就算让你行跪拜大礼，在这位前辈面前，你都未必有这个资格。瞬间，周叔如遭雷击。梅玉山，对于所有习武练拳之人，这个名字犹如上苍一般，高高悬挂于所有武夫的头顶，又如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山，耸立在所有武夫的面前。周叔自然也听过这个名字，他怔怔地站在原地，实在是一时间难以相信，传说中的那个白衣武神会是眼前这个喝酒扣脚两不误的邋遢汉子。米微然又要开口，梅玉山摆了摆手：行了，什么武神不武神的，什么毛病都是，这狗屁头衔你们要是想要，拿去便是。去，赶紧上一边去，莫要影响我喝酒。米微然赶紧把周叔拉到了一边，内心仍旧是波涛起伏。他连忙冲着云青山说道：云宗主，先前言语有失，若是有得罪之处，还请见谅。米微然不是傻子，他自然看得出来，梅玉山虽然没具体的说些什么，但是还是偏向于那青云门的。此时此刻，若不赶紧松口，以求退让，真要惹恼了这位前辈，他能一人一拳打翻整个枫叶州，无一人会是他的对手。米微然又道：云宗主，此事是周叔的过错，我代表枫叶州乾坤学院向贵宗圣子致歉。云青山是万万没想到，方才还拉偏架的米微然，此时居然对自己如此客气。云青山自然不愿树敌，此时既然对方已经退步，自己便也顺着台阶下了。米院长言重了，本就不是什么大事，小辈的恩怨的确该由小辈自己处理。云青山想了想，大手一挥，也不知施展了何等神通，先前被他擒住的那2位枫叶州武夫便出现在众人眼前。既然话已说开，我便卖米院长一个面子，此事就此结果。就在这时，叶双双忽然惊呼一声：快看！众人齐齐望向镜中，神色皆是大变。试炼之地中，守在第2层的钟离半雪被慕寒这一拳打得直接倒飞出去。这虽然让一众人齐齐震惊，但是真正让人不敢置信的是，这第2个缓台之上突兀出现了第4个人，就连外面的钟离半雪也猛地睁大了眼睛。整个乾坤学院只有他去过第1层，也只有他知道那是如何恐怖的一个存在。慕寒在看到这个人后也是神色大震，这个人他虽然不认识，但是他手里拿着的东西慕寒却见过，一把弓，一把如冰晶一般晶莹剔透的弓。这把弓是一把仙兵，慕寒当初是在萧云渊的梦境之中见到的。难道说？慕寒瞪大了眼睛，只觉得遍体生寒。李观奇，当初慕寒进入萧月的梦境，在那云渊仙宫，自己是一个少年，虽然是天生道体，但是却无法开口言语。如果说只是梦境而已，不会让慕寒觉得有什么震撼之处。但是后来发生的一切，让慕寒知道，那个梦根本就不是梦，可以理解为是一场沿着时间长河逆流向上的一场远游。他所看见的都是曾经真真切切发生过的。
所以说，李冠奇这个人是真实存在的。更何况，他此刻就站在自己身前。万年前的少年，如今已然是一个青年，只不过眉眼之间还能隐约看出当年的模样。他手持长弓，就这么一步一步的从第一处缓台走了下来。这一幕也是外面众人所为之震惊的一幕。这绝对是试炼之地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变故。这第5关从未有守关者能够自由通行于其他缓台，但其实只有钟离半雪一人知道，第1层的那个人，他根本就不是什么精血分身，他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已经不知道活了多少年，不知道在这里待了多少年的一个。如果他还能称之为一个人。李冠奇走下台阶，他根本就没有去看慕寒，而是死死地盯着萧云渊，眼神中有疑惑、不解，同时还很悲伤。一直盘膝闭目地，萧云渊此时也已经睁开了眼睛。他看着李冠奇，眼神无悲无喜，心静如幽潭，无波无澜。师尊。李冠奇走到了萧云渊盘膝而坐的那处缓台之下。萧云渊没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他。李冠奇的神情忽然多了一丝悲怆。他来早了，您来晚了，9000年了，师尊，来不及了。萧云渊不再看李冠奇，他黛眉微蹙，似乎是有什么事情想不通。9000年。萧云渊忽然哑然失笑，那1000年的光景被炼化了。李冠奇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萧云渊看了李冠奇一眼，问道：我来过几次了？李冠奇答道：9000年来，您一共来过8次，这一次是第9次。1000年一次吗？慕寒在一旁听的是云里雾里，干脆是什么也听不明白。但是他知道这些都是大佬，都是活了上千上万年的存在，而且他们曾是仙。萧云渊忽然说道：怪不得。李冠奇默然不语，他已经在这里等了1000年，只等一人开窍，可惜仍旧是晚了。某些事情提前了1000年，某些人晚了1000年。而他李冠奇之所以在这试炼之地，理由很简单，这里曾经是云渊仙宫，又或者说是云渊仙宫的遗址。若非如此，整个八荒大陆共分9州，为何独独只有东皇州的乾坤学院之中有这试炼之地？只是因为这处试炼之地是曾经的云渊仙宫。这也是为什么萧月曾在第3关大梦春秋，一梦万年。李冠奇说道：师尊，仙劫提前了1000年，他在寻你。萧云渊却只是笑。他？萧云渊摇了摇头，我已经不记得了。钟离半雪被慕寒这一拳打得近乎要消散，可当他踉跄着站起身，看见了李冠奇后，也是极为震惊。要知道这位邻居可算不得一个多好相处的主，他是见过他的，没什么别的好说，一个字：猛。如果单论打架的话，或许就是2个字：很猛。李冠奇沉默许久，缓缓望向了慕寒。是你？慕寒也只是说了2个字：是我。李冠奇想了想，陡然握紧了手上那把晶莹剔透的长弓。这把弓是一把名副其实的仙兵，慕寒曾在梦中见过，现如今是第2次见了。李冠奇缓缓举起一臂，做挽弓状。慕寒皱眉头微皱，弓上并无箭矢，但是慕寒知道这一箭是射向自己的。李冠奇挽弓，弓上本无箭，可当他松开弓弦的那一刻，已然有一箭仿佛逆着光阴而走，一箭射向慕寒。这一箭，慕寒避无可避。中土神州，白帝城，听血楼。白翼一身黑衣，独坐云端。八荒大陆高天之上，有一份万年以来独有的大气象，常人是看不见的，只觉得天好像变得红了一些，或许是火烧连云，染红了半边天。白翼的身后，不知何时出现了一袭白衣。如此结果，是你我2人不曾意料到的。那一袭白衣说道。白翼默然，过了半晌，他才缓缓道：其实你我都知道，这一天迟早要来，只不过谁都不知道会这么早。那一袭白衣又道：天上谪仙人如雨落人间，你我当如何？白翼站起身，忽然望向身后。现在我是该叫你天惊还是沐风？我一直都是沐风，从前是，现在是，以后也只会是沐风。白翼笑了。沐风反问道：那么你呢？到底是这听雪楼的楼主白翼，还是地翼？白翼道：重要吗？沐风指了指头顶，此时此刻举头3尺，有神明。中土神州的这位令人闻风丧胆的魔道剧情，此时竟只是伸了个懒腰，懒洋洋地拍了拍沐风的肩膀，只说了一句话：或许你是对的。沐风不置可否，双手叠放在腹部，与白翼站在这云端之上，既是喃喃自语，也是广天下而告之。人间共挽天清。东皇州天魔宗，自从上一次大战过后，天魔宗元气大伤，不得已关闭山门，休养生息。可老话说得好，树倒猢狲散，身在江湖都是身不由己，更别提身在魔道。邀月重伤未愈，险些伤到大道根本，曾经的反虚境大能，如今也只有化神境的实力。天魔宗内暗流涌动，一位太上长老出面控诉邀月9大恶行，说他是将宗门推向衰败的始作俑者，罪可当诛。今日便已经摆明了要逼宫，整个天魔宗除了一些邀月的心腹，余下大半的人都已经倒戈相向，人人高喊诛杀邀月，重振魔门。邀月面色苍白，端坐在天魔宗正殿宝座之上，在他左右两侧只剩下2个人，一人名为吴心，元婴境界巅峰，另一人是吴峰。当时在白龙洞天之内，吴峰重伤，命悬一线。若不是慕寒求邀月让吴峰遁入魔道，世间早就没有吴峰这个人了。
吴峰的境界如今竟然也达到了元婴境初期。先修正图，再堕魔道，不仅没有让吴峰心境蒙尘，反而是让他看清了曾经看不透的许多东西。行走在阳光下的人，怎会明白隐于黑暗中的人是何等的孤独？邀月掩嘴，轻声咳嗽2声，摊开手，手心中已然是一片嫣红。邀月望向吴心，嗓音有些虚弱：“吴心，走吧，天魔宗大势已去，你留在这里，死了便是死了，无用的。”吴心是个光头，头上甚至还有着9个结疤，他只是摇头，言简意赅地说了2个字：“不走。”邀月道：“何故如此执着？”吴心道：“本无慧根，自作牢笼。”邀月拿他没办法，是个十足的一根筋。他便又看向吴峰，谁知吴峰率先开口道：“别劝我，我先问你，你为何不走？”邀月淡然道：“我是一宗之主，生是死亦是。”吴峰点了点头，同理，我如今既是魔门中人，便理当留在这。邀月笑着摇头：“以你我3人之力，抗衡整个天魔宗。”吴峰面色如常的道：“亦无不可。”就在这时，正殿的大门被人缓缓推开，那人踏步走了进来，笑道：“我老穆家的媳妇，可还轮不到外人来说3道4。”此人黑衣背剑，尤其是身后那柄剑大如磐石。来人，穆家3兄弟，大哥穆秋。在穆秋身后是数以千计的魔门中人，一个个眼神阴狠，死死地盯着大殿中的众人。也不知道穆秋是如何只身一人闯进天魔宗的，尤其是还能如此堂而皇之的在众人的注视下孤身一人走入这大殿之内。穆秋一边朝大殿内走，一边抬起右手握住那柄巨剑的剑柄，随后猛地插入地面，巨剑入地3分，耸立于大殿之内。穆秋的气机波动竟然已经达到了化神境，而且是一名剑修。关闭山门已久的天魔宗或许还不知，长河剑宗的赵四经过上一次的大战之后，已然卸任宗主之位。而穆秋在得知3弟穆寒果真无事，活着从白龙洞天回来之后，便入了长河剑宗的圣地洗剑池。数日之前，穆秋破关而出，已然成为了新一任的宗主。穆秋笑望向邀月道：“弟媳妇，我替我弟弟来接你回家。”邀月一愣，他还没见过穆秋，自然不认得他是谁。吴峰却是认得穆秋，连忙快步上前：“穆秋大哥。”穆秋笑着拍了拍吴峰的肩膀：“好小子，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吴峰笑容真诚，问道：“穆秋大哥，怎么没见穆寒？”穆秋耸了耸肩：“那小子翅膀硬了，我如今也管不了了。”听见穆寒这2个字，邀月方才后知后觉地想清楚眼前这个人到底是谁。他古井不波的心境，好像总是在提到他的时候才会泛起波澜。从前的他不知情丝到底为何物，如今马上就要走到生命的尽头，回过手，眼前总是会浮现他的身影。或许这就是情丝吧。邀月望向穆秋，柔声道：“穆秋大哥，谢谢你的好意，只不过我走不了了，你替我转告他一声就说。”邀月说到这，全然没了魔宗宗主的煞气与阴寒之色，只有一抹挥之不去的柔情。就说一句谢谢吧。穆秋笑了笑：“弟媳妇，这事情你说了可不算，今儿你说啥也得跟我走。”邀月苦笑：“穆秋大哥，外面的阵仗你也看到了，我走不了的，只求你把他们2人带走。”邀月说的自然是吴峰与吴心2人。穆秋洒然一笑：“怕个屁，外面那些土鸡瓦狗也想伤我穆家的媳妇。”吴峰满脸笑意，大敌当头，却也不忘打趣一句：“穆秋大哥莫不是将那独孤9剑练到了最高境界？”穆秋原本豪气万丈的脸陡然黑了下来：“你怎么知道这事的？”吴峰很无辜地说道：“圣子广而告之。”穆秋气得够呛，这小子的嘴松的跟棉裤腰一样，家丑不可外扬这点道理都不晓得。算了算了，有很多事来不及与你们细说，今天我说你们能走，你们就能走。说着，穆秋忽然高高举起一手，沉握剑势，大喝一声：“剑来！”大殿之内的邀月3人都是一愣，因为穆秋喊完之后半天也没个动静，就只是摆出这么个姿势。邀月叹了口气，穆家的人莫不是都是脑子不太灵光？可是邀月心中刚泛起这个念头，就发现有人在他心湖之上笑言一句：“弟媳骂人可别连累我这个当2哥的。”邀月神情大振，有人竟然能凭空在自己心湖之上言语，万里之外，1州之外。沐风笑望向白毅，借剑用。白毅瞥了沐风一眼，神情有些无奈，似乎是觉得自己有些交友不慎了。他随手一划，一柄墨色长剑瞬间自听雪楼而出，这一剑跨州而去，一道剑光自中土神州而出，直奔东黄州。也是这一天，整个八荒大陆都明白了一件事：天下英雄仍是小觑了那听雪楼的楼主白毅。这一剑横跨数州，可谓是极不讲道理了。可是偏偏没有人一敢上前阻拦，亦或者说没人拦得下来。剑气纵横四海3万里，一剑光寒八荒9大洲。这一剑瞬间破开了天魔宗的护山大阵，最终被穆秋握在手中。除去大殿之内的4人，大殿之外皆死尽，包括那位反虚境的天魔宗太上长老。天下事一件事，如此便是我白毅的魔道。这一日，东黄州山上传出了不少消息。第一个，天魔宗自从上次封山之后，今日突兀开山，可却也只开了不足3个时辰。3个时辰之后，天魔宗再度封山，宗主邀月无故失踪。有好事者曾遥遥用神识探查了一下天魔宗内部，结果令人胆寒。天魔宗之内死伤遍野，尸体简直快要连成片了。那一幕让不少人都心神俱震，急忙将神识退出天魔宗。另一件事
九天宗、长河剑宗、青云门等本土宗门全部放出消息，关闭山门。乾坤学院试炼之地，李观奇的那一剑犹如将光阴长河静止了一般。这一剑在慕寒看来，分明是刚刚射出，可是下一秒就已经来到了他身前，几乎连半息的反应时间都没有给慕寒留下。这一剑直接穿透了慕寒的身体。奇怪的是，没有半点血迹，也没有任何的伤口。那柄剑就仿佛是由虚无生成，最后又在慕寒体内重归虚无。慕寒瞪大了眼睛，满脸的不敢置信。他双手不停地摸索着自己的身体，这是……就在慕寒震惊费解之际，李观奇书中的那柄长弓已然消失不见。李观奇道：“你之于我有开尘之恩，今日我还了。”慕寒还没搞清楚状况，那柄弓竟然突兀出现在了他手中，一股极为强横的波动顿时席卷了慕寒的身躯。慕寒这个时候才反应过来，这是送我了。原来李观奇这一剑竟然是把这把弓都送给了慕寒。萧云渊饶有兴趣地看了慕寒一眼，这把弓可不是凡品，品阶足足达到了中品仙兵。慕寒有些不敢置信地望向李观奇：“你把这弓给我了？”李观奇只是点了点头，便摸了下文。他似乎是想起了什么，冲着某处轻点3下，一瞬间，外面的人再也无法看清里面的景象，就连钟离半雪都没有办法将其复原。所有人都沉默了。米微然与周叔匆匆回了枫叶洲，梅玉山从刚才开始就一直凝神望着高空，似乎天上正有什么事情发生。试炼之地内，钟离半雪的那具精血分身彻底的消散了，而萧云渊和李观奇则是去了第一层缓台，二人不知在谈论什么。只有慕寒自己一个人站在2层缓台之上，有些不知所措。就在这时，慕寒的心湖之上忽然响起了五行法的声音：“五行法，无论等下他们说什么，都不要听，一定要去到第9层。”五行法的声音第一次有些颤抖，那是一种激动的颤抖，而且五行法的口吻让慕寒有些不习惯，太严肃了，太正经了，他何曾见过这样的五行法？可就在这时，心湖之上又响起了另一个声音：“八荒拳，没错，第9关，一定要去到第9关。八荒拳，这股气息绝对没有错。”慕寒也知道现在不是贫嘴的时候，他沉声问道：“第9关到底有什么？”心湖之上沉寂了片刻，随后给出一个共同的答案：万物书。慕寒一愣，万物书，这是一个功法，跟你们一样，五行法，对，所以一定要去到第9关。慕寒有些不解，像你们这样的至尊功法到底有多少？这一次给出答案的是八荒拳。八荒拳，五行、万物、天经、地义、御剑、八荒。慕寒神情大振，那岂不是说我在找到万物书，我就集齐了4本功法？慕寒有些心情激荡，平常虽然总是会拌嘴，但是慕寒心里很清楚这些至尊功法的强大之处。虽然暂时还不知道天经和地义到底是什么样的功法，有着怎样的玄妙的神通，但是既然同为至尊功法，那便一定有着其独到之处。慕寒深呼出一口气，他隐约觉得好像有事情要发生了。五行法，小子，先把这把弓练成本命物再说，若不及其5件本命物，你便始终破不开这金丹瓶颈。慕寒有些意外，这把弓好像是仙兵吧，而且我看不出它的属性。五行法，仙兵自然更好。这把弓看上去晶莹剔透，但是却是难得的土属本命物。五行法，若是能将这把弓练成本命物，其杀力将会尤其恐怖。这把弓竟然是一把土属性的仙兵，这一点倒是让慕寒没有想到。自己倒是一叶障目了，只看这把弓的外观，自己倒以为这是一把水属本命物。慕寒缓缓盘膝坐下，将这把弓横放在了双腿之上。慕寒兴许自己都不知道，他是唯一一个万载以来能够同时凝练5件本命物的人。任何修士此生都只能炼化1件本命物，这一点即便是曾经的女帝萧云渊也没有例外。但是这件事倒还真就有过先例，只不过也只有那么一例，那就是万万年前那位亲手覆灭远古天庭的人，也是那副天躯铠甲的第1任主人。当年的他便有着惊世骇俗的5件本命物。慕寒此时已经炼化了水属性的龙珠、金属性的远古行刀，此刻若是能再成功炼化这把土属性的仙兵长弓，届时就会有天地异象。到那时说慕寒是普天之下最强金丹也不为过。一般的元婴境界根本就不够看，哪怕是化神境，只需要慕寒祭出那把其实原名叫落日的长弓，也只会一击毙命，且没有任何的万一。一把仙兵的威力足以让天下英雄为之动容。还有一件事，五行法没有告诉慕寒，其实在这件事上五行法是有着私心的，那便是在慕寒成功炼化了5件本命物后，他的境界不会是顺势突破到元婴，而是渡劫，而且是连渡9重雷劫。寻常修士即便是到了渡劫期，也只不过是100年一劫，每过100年便要渡1重雷劫。雷劫共分9重，简单的来说，一位寻常的渡劫期修士圆满渡劫需要900年的光阴，而慕寒会在他集齐了5件本命物的那一刻共渡9重天劫。还记得当时慕寒曾亲口询问陆许有没有能让自己也一步登天的法门，当时陆许只是摇头，但是慕寒却没有发现陆许的分身在消散的前一刻曾深深地看了慕寒一眼。试炼之地第5关，第2层缓台处，慕寒盘膝而坐，面前那把长弓正在散发着微弱的光芒。一把仙兵可不是那么容易炼化的，
萧云渊与李观齐一同去往了第一层，第二层便只剩下慕寒和那一只百无聊赖的小浣熊。这一次的炼化五行法也算是下了苦功夫，一直在一旁全力辅助慕寒。放在往常，若是让慕寒自己慢慢去炼化，一把仙兵最少也要炼化1个月的时间，这还是一切顺利的前提下。但是此刻有了五行法的全力辅佐，这个时间被极大的缩短。3天，根据五行法的推算，仅仅需要3天时间。此刻第一层中，李观齐沉默了片刻，开口道：“师尊，仙劫提前了1000年，已经有无数谪仙人来此人间。”萧云渊却只是随口道：“与我何干？”李观齐很认真的说道：“他不会放过师尊您的。难道您忘了当年的云渊仙宫就是被他？”萧云渊摆了摆手，示意李观齐没有说下去的必要了。他缓缓开口道：“他也只不过是远古旧天庭那些残存神灵的一条狗罢了。更何况……”萧云渊忽然笑了：“当下这个人间存在亦或者是毁灭，有何区别？我早已经对人间不抱希望了。”这第一层其实有着另一番面貌，但是却被李观齐用神通掩盖住了。但既然此时是萧云渊来了，那一切也就没了掩饰的必要。李观齐轻轻挥手，这里的光景顿时一变。原来这试炼之地的第5关第1层，竟然就是当年那云渊仙宫的天门。那4个烫金大字仍旧是挂在天门之上，云渊仙宫。萧云渊抬起头，眼神毫无波澜。李观齐忽然叹了口气：“师尊，人间纵然有万古长夜，可是只要有一盏灯，便也不算无药可救。”萧云渊嘴角翘起，反问道：“那么你找到了？”李观齐默然，但是他却一脸肯定地说道：“会找到的。”萧云渊只是笑了笑：“那便找到再说。”就在这时，这一层之中突兀出现一袭白衣，他双手叠放腹部，笑容温纯：“二位，若我说我找到了呢？”八荒大陆天涯，相传八荒大陆的2个尽头，一处名为天涯，一处名为海角。不同于海角，天涯这里却是有着一座小镇，小镇之中有座酒铺，很受欢迎。酒铺的名字是叫做五酒铺，酒铺掌柜的是个年轻男子，长得倒是俊俏，就是可惜这么多年都没能讨到媳妇。这家五酒铺子旁边是个客栈，名字也很有趣，是叫做逆旅。逆旅客栈，但其实酒铺掌柜的特地提醒过几次那客栈掌柜，是说其实逆旅也是客栈的意思。那这个逆旅客栈大致意思就变成了客栈。不懂的人觉得就还凑合，懂的人就只会觉得好笑，或许还说上2句这客栈掌柜的估摸着是没读过多少书。而这家逆旅的掌柜也很奇怪，是个年轻女子。对于自己邻居的那句善意提醒，她只是冷冷地撇下3句话：“用你管，显摆啥？懂得多。”酒铺掌柜的也只好挠了挠脸，潸然而归。今天一早，酒铺子就来了第1位客人，是个极有气质的中年人，一看便知不是寻常人。这中年人坐下，先是看了看酒铺的招牌，会心一笑，随后招呼店小二张口要了一壶寡淡。这五酒铺子中只有3种酒，最贵的就是这寡淡，其次是假酒，最便宜的是叫做醇香。名字和酒铺的名字一样，都极为有趣，算是这家酒铺的特色。店小二热情地招呼着，还不忘拿上2碟不要钱的佐酒小菜放在了桌上。那位身穿紫色衣衫的中年人开口道了一声谢，他往铺子里面看了几眼，约莫是在找掌柜的，但是很可惜，店里就只有那个小二独自忙活着，压根不见掌柜的，估计也是个甩手掌柜。过了没一会，这酒铺迎来了第2位酒客，是个年轻人，且一看就是个读书人，总之是很有书卷气了。他坐下后，先是与那位紫衣中年人点头示意，嘴角挂着一丝淡淡的笑意，随后望向铺子内，轻声道：“麻烦小兄弟帮我取一壶假酒。”年轻人顿了顿，又道：“再来8两酱牛肉，1碟笋片。”很快，酒铺里面就传来了一声吆喝：“好嘞，客官稍等。”年轻人坐在长凳上，视线又投到了那紫衣中年人的身上。聂城主，久仰大名。那位紫衣中年人笑了笑，开口道：“陆先生，在下亦是心神往之。”2人刚交谈了这么一句，店小二就将酒菜端了上来。“客官，您慢用。”读书人点了点头，从怀中取出了一些散碎银两递给了小二，余下的便给那位客官拿上一壶醇香。“得嘞，2位客官稍等，好酒马上就来。”那位紫衣聂城主哑然失笑，只好说了句：“陆先生阔气。”陆许笑而不语。那位其实现如今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他名讳的聂城主，好像有些无奈，他只好拎上那壶寡淡，坐到了陆许这桌。陆许道：“聂城主不愧紫气东来一称。”紫衣中年人却只是笑了笑，没说话。这位被陆许称为聂城主的人，是中土神州紫气城的城主，名为聂延之。当初在白龙洞天之时，慕寒遇见的寒无心与燕无双，便来自这紫气城，而聂延之便是寒无心的师尊，也是燕无双的义父。燕无双的父母都曾是聂延之的山上好友，只不过早年间同时遭遇不测。据说燕无双的母亲是先被凌辱一番之后，被一剑穿体，从下至上，而燕无双的父亲便一直被绑在一旁，亲眼看着。后来聂延之用了20年的时间，查出了仇家，原来是中土神州另一个宗门的长律祖师所为。随后具体发生了什么，无人得知，只知道那座宗门从上到下一夜之间再无活人，而那座宗门的掌教据说是一位渡劫3重的大能，而那位长律也有着渡劫1重的境界修为，甚至宗门内还有着一位渡劫7重的太上祖师。但是就
就只在一夜之间，都死了，尸体就挂在山门上，现在都还挂着呢。而且凡是跟这三人沾亲带故，甚至是相识之人，也都被聂言之杀了。最后还是中土神州乾坤出院出面，原本是要诛杀聂言之的，谁知聂言之也没反抗，就丢下一句话：杀我可以，但是我要先杀他们。至于后来聂言之为什么没死，有小道消息称是听雪楼的楼主出面了。后来听说那一晚，聂言之独自一人走到了那宗门的山门前，就说了一句话：聂言之前来讨债。是了之后，第二日拂晓时分，聂言之走出山门，又留下一句话：此三人的尸体100年之内便挂在这，谁敢为他们收尸，谁死。总之，紫气楼经此一事，一跃成为了中土神州10大宗门前5之列，亦或者说是聂言之以一人之力拔高了整个紫气城的地位。莫人知道这位聂城主到底达到了什么境界，但是陆许却知道，眼前这位聂城主早就不是什么渡劫修士了，其境界大成3重，反虚之后便是渡劫，成功渡过9重雷劫之后，便是大成境界。大成之后，就是曾经让人梦寐以求的飞升境了。至于为何是曾经，这个就跟天上此时发生的事情有关了。陆许今天跟聂言之一起来到这，其实都是受邀而来。至于是谁邀请的，这个已经无关紧要了，因为那人是直接在他们星湖之上开口言语，陆许甚至聂言之都根本不知道那个人是谁。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那人没有恶意。其次，要是真有恶意，他们也打不过。像他们这样的山巅大修士，到了这种境界，更加知道这样直接如入无人之境一般，闯入他人星湖之上言语到底有多难。二人又坐了一会，这酒铺掌柜的终于是慢悠悠的来了，一路打着哈欠，看那样子是还没睡醒呢。陆许笑着站了起来：林师弟。原来这家酒铺掌柜竟然是林继晨。林继晨看了陆许一眼，点了点头，啊了一声就没了下文。只不过在走过聂言之身旁时，微微驻足。紫气城，聂城主。聂言之点了点头。林继晨比了个大拇指，也不知道什么意思，随后就晃晃悠悠的进了酒铺子。没一会的功夫，这家酒铺又来了一个人，是隔壁邻居那位逆旅客栈的女掌柜的。这位女掌柜的姿容俏丽，尤其是那一双腿，可谓是极长了，穿的还是山上仙家一种特制的黑色丝裤，那2双腿简直能夹死人。聂言之和陆许齐齐扭头望去，然后视线很一致的向下移。陆许点了点头，聂言之则是啧了一声。二人转头对视一眼，相视一笑。此处无声胜有声，一切尽在不言中。结果那位长腿女掌柜停住步子，扭头看向二人，冷冰冰的问道：要不过来摸摸？陆许一愣，到底还得是聂言之这个老江湖，竟然回了句当真。结果那长腿女掌柜瞥了聂言之一眼，竟然真就跨步走了过来，抬起一条长腿踩在聂言之身旁的另一张长凳上，只说了一个字：摸。聂言之脸色如常，义正言辞地对陆许说道：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陆许不敢说话。那长腿女掌柜呵呵一笑，转身进了酒铺。然后陆许和聂言之又齐齐转头，视线下移，可以说动作极为一致了。就在这时，一个倒提长枪的年轻人来到了这处小镇，他的目标很明确，就是那座五酒铺子。他在不远处看到陆许的时候微微一愣，陆许在看见他的时候也是愣了片刻。二人齐声道：郭乾。陆许。那位倒提长枪身穿青衫的挺拔男子是与陆许同一天进入乾坤学院且同一天离开的。郭乾上来拍了拍陆许的肩膀：你还活着呢。陆许笑容温纯的拍了拍郭乾的肩膀：你还没死呢。二人这打招呼的方式可谓是八荒大陆独一份了。郭乾此时看到了聂言之，又是一惊：聂城主。聂言之看了郭乾一眼，眨了眨眼，似乎没想起来郭乾是谁。郭乾随手把手上那柄其实品阶极高的银枪扔到了墙角：我呀，上次在10万大山10个人围杀你，最后不还是让我给跑了？聂言之想了想，啊，好像是有这么一回事。陆许满脸古怪：10个人围杀人家一个，最后就剩下你自己跑了，这很骄傲吗？怎么从郭乾的嘴里说出来，反倒是得到了多大的荣誉一般？郭乾大大咧咧地坐在了桌上，很自然地拿起筷子夹了几筷子酱牛肉，一边吃一边说：你们也是。郭乾的话还没说完，陆许就点了点头。郭乾又吃了几口，点了点头。陆许以为他有什么要说的，结果郭乾来了一句：咸了。陆许都笑了，他摇头道：不愧是你啊，郭乾，这么多年了还是个渡劫3重，这都是有原因的。郭乾起身把那银枪攥在了手中，陆许还以为他想跟自己打一架，结果他竟然是用那枪尖自顾自剔起了牙。就连聂言之都看愣了，愣了半天，说了2个字：人才。就在这时，里面的林继晨拎着2大坛子酒出来了，放在了桌上。各位，算我请的，悠着点喝。陆许打趣道：在座的这几个可都算得上是你的前辈。林继晨哦了一声，转身回去又拎了2坛子，都是假酒，慢慢喝。一旁的郭乾凑了过来，闻了闻，自己给自己倒了一碗，一饮而尽，抿了抿嘴，给了一个盖棺定论：这酒。3人都不约而同地望向郭乾。郭乾沉声道：确实是假酒。就在这时，那长腿女掌柜的也从里面走了出来，随后语不惊人死不休地说道：林继晨，回屋跟我生孩子。原本陆许和聂言之都是刚举起酒碗，打算尝尝这假酒到底能假到什么程度，结果那长腿女掌柜的一句话，差点没让2人一口酒互相喷在对方的脸上。
林继晨一脸不耐烦地说道：“毛病，这是你找别人，我帮不了。”那身材妖娆的长腿女掌柜冷冷地说道：“不行，我喜欢你，所以你要跟我生孩子。”陆许方才还跟林继晨说什么，在座各位可都是你的前辈，此时却是神态语气揭示一遍。陆许认真地说道：“继晨师弟，这方面你是当之无愧的前辈。”郭乾也点了点头，他从刚才这长腿女掌柜出现后，眼睛就没移开过那双黑丝长腿，此刻一边看一边点头道：“说得对，前辈有什么诀窍，教教呗。”就连聂言之都点了点头，看向林继晨，我亦是心神往之。就在这时，酒铺子终于迎来了他的最后一位客人，一袭白衣，沐风是也。沐风笑道：“远看一桌巨豪杰。”沐风顿了顿，又说了一句：“近看原来接光棍。”就在沐风出现在这天涯的五酒铺子之中时，八荒大陆的海角亦是有着这么一场相聚。海角，一位中年读书人端坐在一处凉亭之中，随手翻看着圣贤书，在他对面则是坐着一个吊儿郎当的年轻人。这个人正是斩龙人陆隐溪，当日将那一双白龙瞳放在慕寒双眼之内的人，也是将那上古行刀赊给慕寒的人。陆隐溪开口道：“老魏，你说那位听雪楼的楼主是什么意思？”那位中年读书人名叫魏谷。魏谷这个人声名不显，以至于整个八荒大陆，即便是一些山巅修士，也很少有人知道魏谷这么个人。但是放眼整个八荒大陆，魏谷是唯一一个能让中土神州的乾坤学院三顾茅庐的人。中土神州乾坤学院曾3次派人找到魏谷，言语之间皆是想请他到学院内做一位先生，即便是副院长的位置，也不是不能谈。由此可见，乾坤学院对这位魏先生是持有相当的敬意的。可惜魏谷3次都拒绝了。至于到底为何拒绝，这个内幕极少有人知道。陆隐溪的这个问题，魏谷显然是不想回答，其实也是不知道怎么回答。陆隐溪又问道：“天上的动静，你察觉到了吧？”魏谷翻书的手微微一顿，却仍旧未曾言语。陆隐溪自顾自摇头叹气：“乱了，乱了，这世道是要乱了套了。”就在这时，远处忽然走来了一个英俊无比的男子，就连陆隐溪这般自诩靠脸吃饭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就姿色这一方面，自己的确是不如眼前这个年轻人。年轻人走到凉亭边，恭敬行礼道：“季沧海见过2位前辈。”陆隐溪是个自来熟，更何况季沧海这个名字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八荒大陆年轻一辈武道第一人吗？30多岁的八境武夫，放眼过去已经是前无古人了，估摸着大概率也会是后无来者了。陆隐溪走过来，拍了拍季沧海的肩膀，还不忘伸手捏一捏：“小伙子体格可以啊。”“哟，还都是疙瘩肉嘞。”季沧海虽然是公认的年轻一辈武道第一人，但是却没有丝毫的傲气，脾气那是出了名的好，甚至在陆隐溪的动手动脚下，还有些稍稍害羞，脸色微红的说道：“陆前辈，差不多就别摸了。”陆隐溪笑着缩回手，忽然望向季沧海身后，一个面肤恶鬼铁甲的女子就这么突兀的出现在了此处，那等速度令陆隐溪都微微讶异。季沧海也回过头，旋即转身抱拳道：“见过林姑娘。”来人正是林淑清，如今也是一位八境武夫，与季沧海一样，皆是八境巅峰。魏顾这时终于开口说话了：“看来白楼主邀请了不少人啊。”陆隐溪嘿嘿一笑，大大咧咧地坐在了凉亭中，人多好啊，人多热闹。季沧海和林淑清也走进了凉亭中，还不等落座，远处便又走来一人，左右腰间各悬挂一把狭长的长刀，尤其是背后还背了一把，远远一看像是个卖刀的。这人长相不赖，虽然没有季沧海这般逆天的姿色，但是的确是能算得上是翩翩公子。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这人是个斗鸡眼。凉亭内的一行人齐齐地望向他，然后一路注视着他，朝着凉亭越走越歪。季沧海犹豫了片刻，忽然小声道：“要不要提醒一下？”林淑清冷冷地说道：“快要掉海里了。”陆隐溪自然是看热闹不怕事大，扯开嗓子喊了一句：“兄弟，在这呢！”走偏了。来人，非是旁人，正是张三。张三脚步一顿，扭头看向凉亭那边，开口第一句话：“你他妈挺猖狂啊！”试炼之地内，慕寒炼化第3件本命物已经到了最后关头，萧云渊和李关奇也已经从第1层走了下来。李关奇更是盯着慕寒看了半天，最后说了一句：“瞧着，是真不像。”萧云渊其实也很惊讶，之前在第1层中突兀出现的人，自然便是沐风，而一些老黄历，沐风也没隐瞒什么，该说的不该说的，好像就都说了。萧云渊内心很是震动，他无论如何都想不到，这个慕寒竟然会是大家选出来的那个他。万年以前，有人推翻了远古旧天庭，人间重获自由。现如今，新天庭的真相已经公诸于世，所以又会有人穿上这副天躯，站在人间之上。只不过萧云渊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个人竟然会是慕寒。就在这时，从慕寒体内传出了一股极强的波动，第3件本命物成功凝练完成。慕寒微微睁眼，却吓了自己一跳。你们在看什么？不远处，萧云渊和李关奇都在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萧云渊摇了摇头，李关奇也叹了口气，二人一同转身，看样子是准备去第6关了。慕寒赶紧站起身：“哎，等等我呀！”海角，魏顾大手一挥，凉亭石桌之中凭空出现了一套茶具。陆隐溪毛遂自荐，非要给诸位煮茶，结果完事之后愣是没人动。陆隐溪问说道：“诸位别客气啊，喝呀，再放就凉了。”结果还是没人动，因为陆隐溪方才煮茶，这头刚扣了扣鼻子，还弹飞了某个不可名状的东西，随后才开始煮茶。
凉亭内的众人都黑着一张脸。就在这时，一个人突兀出现在了凉亭之中。白毅一袭黑衣，缓缓落座，看着众人面前的茶水，陷入了沉思。陆影溪有点怵这位魔道剧情，只不过心底有点疑惑。上次出现在这边的，好像是个一袭白衣啊，这个长相也对不上啊。白毅直接开口说道：“请诸位来，可知何意？”众人沉默。白毅直截了当的说道：“远古旧天庭的余孽还在，新天庭是个骗局，人间需要一些人站出来，去留随意，不强求。”白毅说完，便真的就是说完了，安静的坐着，也不说话。与此同时，天涯那边的五酒铺子貌似也是这么个光景，一桌人围住而坐，谁都没有率先开口，只是喝酒。试炼之地内，慕寒与萧云渊和李观奇二人一同来到了第6层。原本困难重重的试炼之地，在李观奇出现后，好像彻底变了样子。只不过慕寒转念一想，却也想得通，毕竟这试炼之地就是曾经的云渊仙宫，是云渊仙宫从9天之上坠落之后，落在了这东皇州。当然，曾经东皇州的第一任乾坤学院的院长，是否是因为发现了这座仙宫而选择将学院建立于此，这个如今已经无从得知。但是不管怎么说，慕寒都是要去到第9层的，毕竟万物书还在第9层。整个试炼之地已经全部被李观奇恢复了以往的模样。云渊仙宫的遗址，慕寒曾经在梦境之中是去过云渊仙宫的，但是那时的云渊仙宫就像是一个妙龄女子，而如今的这座仙宫则早已经变成一位老妪。即便是慕寒在看见这样的云渊仙宫，心中也不免有些心酸感慨。他不知道萧云渊是如何做到面不改色，仿佛这里跟他没有丝毫关系。到底是不忍去看，将最后的一点执念深埋心底，还是早已经死心？慕寒想不通，但是萧云渊却忽然扭头问了他一句话，正巧打断了慕寒的思绪。慕寒，这好像还是萧云渊第一次叫他的名字。慕寒一愣，萧云渊问道：“如果你头上的这片天有一天要塌下来，怎么办？”慕寒想了想，洒然一笑：“您这纯粹是在杞人忧天啊。”萧云渊竟也不恼，只是补充了一句：“万一有这么一天呢？”慕寒好像从未见过萧云渊用如此认真的神情去询问他一件事，他便真的好好思虑了一番，最后算是给出了一个不算是答案的答案。老话说了，天塌了，还有个高的顶着呢。萧云渊不知想到了什么，竟是轻笑一声，随后又问道：“如果你就是那个高的呢？”慕寒好像连想都没想，随口说道：“那就我顶着喽。”萧云渊看了慕寒一眼，这一眼其中到底包含了多少复杂的情绪，慕寒也是在很久很久之后才想明白的。八荒大陆，天涯。沐风又问了一句：“各位，当如何？”一张桌子，6个人，皆是沉默。但是有些出乎沐风意料的是，第一个开口说话的竟然会是聂言之。沐风还以为应当会是陆许先表态。聂言之喝了一口酒，说了一个除了沐风之外，其他人皆是不知的事情。聂言之说道：“当初在白龙洞天，我那不成器的弟子欠了你那弟弟慕寒一个人情，这个人情，我这个当师尊的替他还了。”沐风站起身，郑重其事地冲着聂言之行了一礼。原本万不该受沐风这一礼的聂言之，却是稳坐酒桌，真就受了这一礼。说句玄之又玄的话，一般人还真就受不住沐风的一礼。简单的来说，天经的一礼是谁都能坦然受之的。聂言之轻轻把酒杯放在桌上，说了一句话：“聂言之生于天地之间，理当死于天地之间。”陆许此时却忽然说道：“君子不立危墙之下。”一旁的郭乾皱了皱眉，陆许却悠悠然的又说了一句：“但还有句话是叫做当仁不让。”郭乾瞥了陆许一眼，说道：“要是没这后半句，我肯定是要揍你一顿了。”陆许却只是微微一笑。郭乾的答案给的就很直白了，不就是打架吗？在哪打不是打，跟谁打不是打，尤其是这么出风头的事情，这必然是少不了我郭乾啊。林继晨一脸随意的说道：“我是个孤命人，不与你们掺和，另外也不用替我收拾，就让我战死在这八荒大陆，无论是在哪，都算是归降。”那位长腿女掌柜此时极为不合时宜的说了一句：“要死也得跟我生完孩子再死。”林继晨无语，众人面面相觑。后来忘了是多少年后，一个长腿女子每天都在一座高耸城头之上独自饮酒也买酒，算是一个行走的酒铺，名字也叫无酒，但是却只卖一种酒，名叫相思。只不过后来听人说，那长腿女掌柜其实有个孩子，是个男孩，好像是叫林无悔。沐风抖了抖袖子，正色道：“诸位，请随我共挽天青。”5人站起身，共挽天青。八荒大陆海角。白衣面无表情地说道：“想走的人现在可以离去，不想走的人跟我走一趟听雪楼。”这处凉亭之中依旧是沉默。陆影溪左右瞧了一眼，装模作样的咳嗽2声，随后小声问道：“那个哥几个真没人走？”结果压根就没人搭理他。是季沧海第一个站起身，冲着白毅说道：“晚辈要走。”白毅没说话，季沧海便也不再说话，而是转身出了凉亭。只不过还没走出去几步，便又停住了步子，背对着众人说道：“晚辈非是贪生怕死，只不过此生习武还未曾登顶，我想见见山巅的风景。”说完，这个八荒大陆年轻一辈武道第一人，竟果真就这么走了。而那位魔道剧情听雪楼楼主白毅，竟还真就让他走了。第二个起身的是那张三。张三缓缓摘下自己身上的3把狭长古刀，就搁放在了石桌上，随后说了一句很猖狂的话：“谁来，我砍谁。”林淑清这时说道：“我没季沧海那种心性，此生武道最多止步9境，一条烂命，死不足惜。
陆颖熙抠了抠鼻子，随后又清了清嗓子，嗨嗨，那个，我说两句。白毅这时忽然看向陆颖熙说道，不用说了，等下跟我回听雪楼。陆颖熙傻了眼，愣了一会，只是嘿嘿一笑，搓了搓手，问道，那个管饭部。最后是那个饱读诗书的中年文士魏谷给出了一个盖棺定论。一向温文尔雅的魏谷忽然卷起了袖子，丝毫不顾君子风范的站起身，一只脚踩在石凳上，一只手指着头顶，只说了一句话，不多说，干他娘的。海角处除了季沧海，其余所有人皆是留了下来。白毅坐在凉亭内，手搭在石桌上，众人只看见他轻轻敲了一下桌子，下一刻所有人便全部置身云端，就连魏谷都是心中一惊，几人甚至毫无感觉，便已经从海角眨眼间来到了中土神州，此刻更是已经来到了听雪楼之上。这已经不是跨州远游那么简单了，能在所有人都丝毫不曾察觉的前提下，将这么多人悄无声息地带到听雪楼，这份神通几乎算是闻所未闻。就在这时，听雪楼之上又凭空多出了不少身影，是沐风一行人。白毅随手一挥，众人身前便凭空出现了一张张似乎是用白云编制而成的座椅。坐。白毅只说了一个字。沐风笑道，白楼主家大业大，怎么连杯茶也不说，请上一盏。白毅便只好再一挥手，众人身前便突兀出现了茶几数张，茶几之上摆放着数只精美的茶盏，正巧人手一只。更玄妙的是，每只茶盏之中全都升腾起了云遮雾绕的滚滚热茶，即便喝完也会自动蓄满，仿佛有一个个看不见的侍女，此时就站在众人身旁，时刻斟茶。白毅瞥了沐风一眼，一脸认真地问道，需不需要我再安排几位女子伺候着？沐风义正言辞地说道，不妥不妥，身处听雪楼彩云之上，怎可如此俗气？白楼主俗了。众人仿佛都憋着笑，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皆是忍俊不禁。白毅深吸一口气，没再说话，而是抖了抖袖子，一幅画卷登时出现在众人头顶。很多人都知道中土神州听雪楼被这位白楼主以无上神通托曳到了天上，是一座立于彩云之上的雄城，但是却极少有人知道，整个八荒大陆听雪楼是距离天空最近的一处地方。或许许多年前，白毅将听雪楼托曳到彩云之上，便早已经为今天埋下了伏笔。众人皆落座，唯有白毅与沐风站在众人身前。所有人此刻都在抬头看着那幅画卷，那里就是新天庭的真正面纱已经被揭开。远古天庭被覆灭后，人间得大自在，无数术法从天而降，如雨落人间。人族修士也是从这一刻才正真开始踏足道，人人可修到正长生，人人也皆有大道可走。100年后、1000年后，最初踏上登天路的那些人族修士逐渐开始不满足于现状，于是新天庭成立了。同时八荒大陆也完善出了一套极为完善的修炼体系，能修成元婴便可称地仙，元婴之上的化神便已经是一方强者，能达到化神之上的反虚境往往已经是一宗之主，反虚之后便是渡劫了。凡是能够度过9重雷劫的修士，便已然算是八荒大陆山巅的那一小撮强者了。成功度过9重雷劫的大修士，便可入大成境界，也算是参悟了大道，也可以说是眼前已经出现了一条登天大道。大成之后就是名副其实的飞升境了，入飞升境界便可飞升天庭，将一身灵气转为仙气，从而跻身仙人境，与天地同寿。只不过新天庭是一个长达万年之久的骗局，那所谓的仙气也只不过是一个虚妄罢了。如今新天庭崩坏，只因为执掌天庭的那个人不愿再等了。之所以天庭之上有那么多如同过江之鲫一般的仙人疯狂地想回到人间，归其原因只是体内那仙气根本就不是什么仙气。如今的那位天庭共主只需要挥一挥手，便可如吸人阳气一般，将这些曾经飞升成仙的人吸成干，最后沦为一个行尸走肉。而最初之所以创建这么个新天庭，早就已经是在谋划这么一盘大棋了。除了最初飞升大道建立新天庭的那一小撮人，如果他们现在还能称之为人的话，除了这些人，后续飞升而上的那些人，其实说白了就都是养料罢了。如今众人头顶的那幅画卷之上的景象无不让人动容，所谓的仙境如今却是黑气缭绕，无数仙人哀嚎惨叫，体内那所谓的仙气生生被抽离出体。离体之后，这些仙人就仿佛成为了一具具行尸走肉，而尚未被吸收体内那一团仙气的仙人，此刻都奔着同一个方向而去。那个方向就是天门的所在，他们要逃，要逃出仙界，回到人间。只有重返人间，将体内那仙气再度转为灵气，才能逃过一劫。魏固是第一个开口询问的，我们是要守住天门？聂言之却摇了摇头，他盯着画卷上的画面说道，天门尚未洞开，但是恐怕也快了。沐风点了点头，不错，天门被我关上了，但是撑不了多久，据我推测，至多半月之间天门就会大开。这些仙人重返人间，只能说是好坏参半。好的是他们重返人间，至少能算为人间增添些许战力，坏的是天门一开，那些沦为行尸走肉的人也会来到人间。届时白毅接过了话头说道，届时就是一场生灵涂炭。这些行尸走肉虽然被吸光里体内那所谓的仙气，但是这么说吧，这种死仙身处人间，每一个都会相当于一位元婴境修士。他们虽然失去了功法手段，丧失了灵智，但是体魄坚韧，完全可以视为一个个元婴境修士。而且被这些死仙所伤的人也会变成这种丧失灵智犹如傀儡一般的死人。听完了沐风和白毅的话，所有人都陷入了沉默。这对八荒大陆来说毫无疑问会是一场灭顶之灾。沐风望向天边，
又说了一句：“况且天上还有那位天庭共主，冷眼人间，已经万年。”白毅此时忽然说道：“这一盘棋，我也足足下了万年。”天门一开，便是收官。沐风点了点头，微微一笑：“既然如此，那便看看谁能收官无敌。人算到底比不比得上天算。”东黄州云渊仙宫遗址试炼之地，慕寒在萧云渊与李观奇的带领下来到了第9关。萧云渊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变得极其沉默，而李观奇本来就是个闷葫芦，一行3人气氛很是沉重。慕寒不知道为什么总是心神不宁，他在星湖之上与那些功法言语，却也不见他们说话，这种感觉极为古怪。踏步第9层，终于慕寒的星湖之上忽然有了动静。五行法到了。这第9层极大，先是迈步台阶逐渐登高，上方有着一个圆形犹如祭坛一样的白玉石缓台，缓台之上还刻了密密麻麻的铭文，慕寒也看不出其中意味，不知道这到底代表着什么。到了这处缓台，萧云渊便直接盘膝坐在原地，也不说话，不知要做什么。李观奇看了慕寒一眼，说了句：“你要的东西在焚书阁。”慕寒神情一震：“你知道我想要什么？”李观奇没说话，现在八荒大陆的山巅修士哪个不知道？慕寒这2个字早就已经传遍天下了，反虚境以下的甚至都没资格知道。李观奇指了指某个方向，说道：“去吧，我们会在这里等你。”慕寒的脑子都有点不够用了，自己身怀绝世功法这事暴露了。李观奇说完，也盘膝坐在了脚下缓台之上，就压根没人再管慕寒了。慕寒还有些尴尬，挠了挠头，似乎是想说些什么，但最终还是没能说得出口。他看了2人一眼，径直向那焚书阁走去。在慕寒转身的那一刻，萧云渊好似猛地睁开眼睛，他看着慕寒的背影，眼中早就没了以往的冷漠，而是令人动容的柔情百转。李观奇叹了口气，世间再无萧云渊。或许是在问完慕寒那个问题之后，萧云渊就已经将自己的自主意识全部斩断。他还在，但是却已经与萧月融为一炉，而且是以萧月为主导。萧月看着慕寒的背影，就只是这么看着。慕寒走到了那间焚书阁，很出乎他意料的是，推开门，仿佛有一缕阳光从屋顶照射进来，他的面前就只有一本书，一本极为厚重的书籍《万物书》。慕寒推开这嘎吱作响的木门，踏步走了进来，他将手放在了这《万物书》上。与此同时，身处中土神州的沐风好似有所感应一般，他先是一愣，随后笑了笑。白毅也有这种感应，他想了想，忽然招了招手，一把与慕寒手中那柄古剑一模一样的长剑登时出现在了他手中。沐风沉吟片刻，第一次双手掐诀。白毅将手中那柄古剑猛地丢向了东黄州方向，而随着沐风的双手掐诀，法诀一成，有数道璀璨光华顿时亮起在八荒大陆的9州之上，每个州都有一道冲天起的华光，每一道华光都是某一副铠甲的一部分。这一日，整个八荒大陆都看见了这冲天起的华光，而从这些华光之中，又有某样物件瞬间飞掠而去，直奔东黄州。那位号称最不近人情的魔道巨情白毅忽然说道：“其实没这样的道理。”沐风沉默不语。白毅又道：“只不过是个刚刚籍贯没几年的年轻人，没道理抗这么重的担子。谁家儿郎皆可死，不是只有你们沐家。”沐风摇了摇头：“既然谁家儿郎皆可死，那便没有我沐家儿郎不能死的道理。”萧月看见有一柄剑瞬间来到了这云渊仙宫的遗址，然后来到了慕寒的身边，随后一副胸甲自行飞到了慕寒的身上，然后是一副腿甲、护项、战袍、铜镜、战裙、战靴，最后是一只银盔。那枚银盔缓缓落在慕寒的头上，仿佛有一双温暖的手掌帮他整理发丝，随后戴上这战盔。当慕寒戴上这银盔的一瞬间，背后陡然出现一件鲜红的披风。慕寒终于缓缓睁开眼，在他身边2把古剑不停地围绕着他旋转。慕寒缓缓伸出手，那2柄古剑竟然渐渐融为一体，而御剑术似乎也终于完整。当年那一场大战，御剑术遭受重创，一分为2，后来其一被慕寒所得，余下的那一半则是在白毅的手上。如今御剑术再度变得完整，这柄一支以古剑相称的长剑也终于合二为一，在其剑柄处出现了2个玉天，原来他的名字叫玉天。慕寒轻轻抚摸剑身，像是轻轻拍打一位多年不见的老友肩膀，这柄剑也在不停地颤鸣。慕寒知道了，在得到万物书的那一刻，他就全都知道了。星湖之上，五行法对他说了一句：“五行法，小子，对不起。”慕寒摇了摇头，说了一句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话：“你知道吗？小的时候我们慕家堡有户人家，那少年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叫陈一南。后来我问过二哥，为什么取了个这么古怪的名字？一南，好奇怪。后来我记得我二哥沉默了很久很久，然后对我说，他其实本名叫陈安康，或许是他父母起名的时候希望一家团圆，喜乐安康。再后来，我听说他的父亲和2个哥哥都战死沙场了，母亲和妹妹病死，因为没钱治病，他父亲和哥哥其实应当是有一份丧费葬银的，但是都被上面的将士扒皮，一层又一层，等到了他手里就只剩下几个铜板，3条命就值那么几个铜板。后来陈安康给自己改了一个名字，就叫陈一南。星湖之上皆沉默，慕寒也沉默了一会，随后说道：后来他也死了，投身军武，没几年就死了，但是他在我心里是个英雄，是个豪杰。虽然他到死都还没能籍贯，讨媳妇这种事就更不用提了。
但是他是个豪杰，更是个英雄。慕寒说到这，已经持剑走出了这焚书阁。他走向方才那处缓台，边走边说：“后来我会想，什么才叫豪杰？豪杰大概就是别人做不得的事情，我来做。后来我又想，那什么才叫圣人？圣人大概就是别人都做的，我却做不得。”慕寒走到了这处缓台，与萧月对视。萧月的表情淡然，亦或许只是故作淡然。面前的慕寒一身银甲，手持长剑，背后鲜红披风无风自动，仿佛那个青山背剑的少年郎已经走远了。曾经的青山少年郎肩头上扛着草上鹰飞，如今已经变成了一座天下。慕寒看着萧月，忍不住一笑：“你觉得你能骗得了我？”萧月没说话。慕寒走了过去，缓缓蹲下身，竟是伸手揉了揉萧月的脑袋：“在我心里，你就只会是萧月。从前是，现在是，以后也是。”李观奇觉得有些不自然，毕竟这是他师尊的脸，你们在这打情骂俏，好歹考虑考虑我的感受啊！李观奇站起身，踏出一步后，身形瞬间消失在了原地。萧月看着慕寒近在咫尺的脸，不知为何，竟是忽然红了眼眶。你不会死的。慕寒笑了笑，谁说我就一定会死了？慕寒显摆了一下身上这副天躯铠甲，你看这玩意老值钱了，还特别抗揍。萧月却忽然流下2行清泪，他再顾不得什么，一把抱住了慕寒。万年之前，那位人族登天者，那位亲手覆灭远古天庭的人，到最后神魂俱灭，他尚且如此，慕寒又当如何？萧月紧紧地抱住慕寒，他想不通，为什么偏偏是他？天底下那么多人，为什么就非要逼着这么一个年轻人去扛起整座天下？好没道理。慕寒将萧月揽入怀中，轻轻抚摸着她的发丝，柔声道：“有些事总是要有人去做的。”萧月泪眼婆娑地问道：“那为什么偏偏是你？”慕寒却很认真地反问道：“为什么偏偏不能是我？”萧月一愣，虽然说不出什么，但是却觉得异常委屈，不是替自己感到委屈，而是替慕寒感到委屈。不知不觉，天色渐晚，好像有一缕月光照了进来，恰好照在了二人身上。慕寒一只手轻轻地帮萧月擦去泪痕，可是萧月的泪水就如决堤一般，任他怎么擦，好似都擦不尽，抹不干。萧月看着面前的那张脸，忽然吻了上去。慕寒先是一愣，可萧月时已经贴了上来，直接将慕寒扑倒。慕寒搂住萧月，随后心念一动，天躯铠甲灯势消散，随后慕寒的眉心处出现了一个银色的棱形标记。月光洒在二人身上，春宵一刻值千金。慕寒却道：“千金散尽还复来。”此刻中土神州，沐风装模作样的咳嗽一声：“嗨嗨，白兄，非礼勿视。”白毅一脸冷漠地说道：“用你说。”同样是这一日，中土神州乾坤学院牵头开始为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战做准备。8大洲的乾坤分院也急忙动了起来，各大山上宗门、山下王朝乃至江湖门派纷纷投入其中。东黄州、青云门与九天宗以及长河剑宗3个山上宗门本就互为犄角之势，一旦大战来袭，相互之间可随时驰援对方。云青山也早已经从乾坤学院回到了山门，此刻3大宗门的实权人物都聚在了青云门的议事堂。云青山道：“我们青云门除了我之外，便只有师叔祖同为反虚。另外，灭烛道友虽然只是化神境，但是完全可以视为一位反虚境。”云青山口中的这位灭烛道友，其实就是慕寒从白龙洞天带回来的那只大蜘蛛。长河剑宗目前已经是木丘圣任宗主，他开口道：“我们长河剑宗有一位太上长老，反虚境界剑修，同时我师尊也在闭关，若是成功出关，亦是一位反虚境剑修。”木丘顿了顿，又道：“余下我与秦苏皆是化神境剑修。秦苏是长河剑宗的圣女，当日慕寒见到这秦苏时，貌似还叫了一声大嫂，不过目前看来，好像还真就一语成谶了。”秦苏眼神温柔地看了木丘一眼，笑意盈盈。云青山在内的几个老家伙都装模作样地咳嗽了几声，最后开口的是九天宗的太上长老齐毒。我们九天宗暂无反虚境强者，但是门下弟子众多，有9位元婴境长老，我与宗主2人皆是化神巅峰。众人沉默片刻，云青山率先开口道：“我提议3座宗门之间架起传送阵法，另外我青云门的护山大阵最为牢固，且这阵法加持灭烛道友的本命神通，威势更上一层楼。我青云门可出人帮你们布置护山大阵。”木丘自然是无异议，直接开口道：“如此甚好，我长河剑宗杀力最高，我想牵头成立9支剑修小队，每队12人。贵宗若有剑修弟子，皆可引荐到我长河剑宗。”云青山点了点头。齐都说道：“山下的各大王朝与江湖门派，由我们九天宗负责出人交涉。”好，众人皆是没有异议。3座宗门彻底动了起来。同一时间，几乎8荒大陆的所有宗门都动了起来。整座天下从未如此齐心，而被整座天下的山巅强者所熟知的那位慕寒，此刻正带着萧月重返家乡。穆家堡，穆老爷子此时正在与李默下棋对弈。慕寒与萧月到了穆家堡地界，萧月看上去还有些紧张。慕寒带着他回了穆家府邸，刚一进门就瞧见了不好好在书院念书，3天2头往回跑的穆雪儿。穆雪儿看见慕寒之后，明显一愣，似乎有些不敢相信，先是揉了揉眼睛，然后再定睛一看，哇，三哥！穆雪儿赶紧跑了过来，一把抱住了慕寒，像是树懒一样挂在了慕寒德身上。三哥，你怎么老是不回家啊？爹前2天还念叨你来着，说你是不孝子啊，巴拉巴拉说了一大堆。你现在回来，怕是要挨揍喽？穆雪儿像是个小话痨，只不过刚说到一半，
忽然视线偏移，看到了站在慕寒身后的萧月。啊，三哥，你又带了一个媳妇回来。萧月的脸当时就红了。慕寒把穆雪儿从身上抱下来，轻轻给了她一记板栗。刚要说话，忽然感觉有点不对。什么叫哟？慕寒抱着穆雪儿，身后跟着萧月，一行三人进了宅子。下人们进进出出，估摸着是在忙活饭菜。看出来穆老爷子估计是真不知道慕寒要回来，否则铁定是要亲自下厨。所谓的那几道拿手好菜，也就是慕寒这样的修士能吃得面不改色，换成随便一个未曾修到的普通人，这辈子估计也就是到头了。刚走到正堂，就看见那一人坐着一个小板凳，在门口埋头下棋的老帅穆从云和李默。慕寒脚步停顿，说道：“爹，我回来了。”穆从云刚要落子手，停顿在了半空中，嘴上难免呵斥几句：“你小子还知道回来呢？老子还以为你等着给我上坟再回来。”慕寒面色尴尬，只不过老帅说归说，方才早已经思虑好在哪落子，却仍旧是下错了地方，脸上其实也藏着一份笑意呢。慕寒挠了挠头，又道：“爹，你瞧，我把你儿媳妇带回来了。”穆从云一愣，脱口而出：“又带回来一个？”慕寒这下也傻了，为啥都说又啊？他赶紧看向萧月，却发现萧月正一脸玩味笑意的看着自己。听见儿媳妇来了，穆从云这才赶紧起身，双手在裤腿上拍了拍，笑容慈祥的看向萧月：“来来来，快进来坐，快进来坐。”萧月连忙走了进去，进去之前还意味深长的看了慕寒一眼。慕寒脸都黑了，这什么情况？就在这时，天边又传来破风声，穆秋与秦苏共御一剑来到了穆家堡，停在了穆府门前。慕寒扭过头：“大哥。”穆秋看见慕寒之后也是一愣：“小寒。”慕寒看见二人竟然还是牵手走进来的，左手悄悄给自家大哥比了个大拇指：“行啊，终于不练独孤九剑了啊。”慕寒笑嘻嘻地说道：“小弟慕寒见过大嫂。”秦苏脸上闪过一丝红晕，穆秋拍了拍他的手，示意他先进去。随后这哥俩就勾肩搭背的，别看好像关系不错，其实暗流涌动呢。慕寒笑容灿烂地问道：“大哥，最近忙什么？是不是往家里带人了？”穆秋一脸认真地说道：“这不刚刚胜任宗主吗？宗门事情多，这不把你大嫂带来了吗？还能有谁？”哦，此话当真？必须真啊！我蒙谁也不至于蒙我自家弟弟不是？大哥可真是好大哥啊！三弟也是妥妥的好三弟啊！哥俩一人伸出一只手勾肩搭背，余下的那只手紧紧地握在一起。穆秋脸都憋红了，慕寒也在那咬牙使劲呢。就在这时，宅子里边又出现了一个人，正是沐风。沐风突兀出现，倒是也没吓着一旁的二位。沐风打趣道：“二位忙着呢？”“忙着呢。”慕寒与穆秋几乎同时说道。秦苏这时走了出来，柔声道：“爹叫我们喊你们过来吃饭了。”沐风看了秦苏一眼，恭恭敬敬地作揖行礼。沐风见过大嫂。秦苏红着脸回了一记万福。慕寒与穆秋还在那较劲呢，沐风有些无奈，差不多行了，都不嫌丢人。慕寒与穆秋同时松开手，龇牙咧嘴。沐风摇了摇头，率先走了进去。屋内坐满了人，老帅穆从云自然是身居主位，旁边空着一张椅子。众人谁也没多问，都知道那个位置是穆夫人的。穆秋身为长子，自然是坐在穆从云下面第一个位置上，随后是沐风。慕寒这时候刚从外面走进来，只不过刚一进门，瞬间头皮发麻，因为桌上还坐着一个女子。邀月，居然会是邀月！更离谱的是，邀月竟然跟萧月坐在一起，二人还有说有笑。穆秋幸灾乐祸地看了慕寒一眼，沐风也是一脸笑意，穆从云更是满脸笑意，那眼神仿佛在说：“瞧瞧我穆从云的儿子带媳妇回家，那还叫个事？一带还能带俩。”慕寒硬着头皮坐在了沐风旁边，小声道：“二哥，你的主意。”沐风一本正经地说道：“爹的主意。”慕寒深吸一口，这是亲爹。古灵精怪的穆雪儿坐在慕寒旁边，两条腿不停地晃荡。人已经到齐，也就该开饭了。穆从云身居主位，左手边依次是穆秋、沐风、慕寒、穆雪儿，右手边依次是秦苏、萧月、邀月。哦，对了，邀月在这边有个新名字，是叫姚月。穆从云说道：“咱们一家人就不说两家话了，你们年轻人的事呢，我也不多管。老大，你和小苏的婚事多上心。”穆秋连连点头，慕寒的表情顿时僵住了。果然，穆从云第二个就点到他了：“老三，你和这两位姑娘的婚事也要抓紧才是，爹也不催，但是至少要在爹走之前抱上孙子，这样跟你娘亲也有个交代。”慕寒欲言又止，最后只好点头。他悄悄看了一眼对面的邀月和萧月，结果两位女子都是笑意盈盈地看着自己，有杀气。老帅穆从云看了沐风一眼，咳嗽两声：“老二，你也老大不小了，自己掂量着办吧。”慕寒扑哧一下就笑出了声，穆秋也是幸灾乐祸地拍了拍沐风的肩膀。原本饶有兴趣作壁上观，在这看戏的沐风忽然就僵住了，难得见他神情尴尬，只得老老实实地说了一句：“我尽量多向三弟学习。”结果刚笑出声的慕寒差点没有一口把自己呛死。果然，这些读书人都是一肚子坏水。穆雪儿一边晃荡着双腿，一边嚷嚷道：“我呢？我呢？爹爹，我啥时候能嫁人？”穆从云哈哈大笑：“你这小丫头，不急不急，将来那小子得先过了你三位哥哥这关，最后再过了我这关，才能把你从我们老穆家领走，不然……”哼哼。穆雪儿皱起笑脸，哭丧道：“啊，那岂不是嫁不出去了？那我就成老姑娘了。”众人哈哈大笑。桌上坐的这些人，除了穆雪儿，其实大抵心里都清楚，这一顿饭很有可能是一家人在一起吃的最后一顿饭。当然，每个人都希望
这会是第一顿饭。毕竟所有人都未曾忘记希望。入夜，穆家三兄弟一人拎了一壶酒，坐在小时候觉得很高很高的屋檐上。兄弟三人迎着晚风共饮一杯。月色下，晚风中，慕寒喝了一口酒，笑道：“以前倒是真没发现李叔叔是一位酒劲巅峰武夫。”沐风笑了笑，家里没个拿得出手的大宗师，总是很难让人放心。慕寒哑然失笑。穆秋灌了一大口酒，说道：“本命物还差2件。”慕寒点了点头。沐风伸出双手，手心中一木一火，战火青木。慕寒笑了笑，也不矫情，直接收入囊中。穆秋问道：“酒到雷劫，有信心吗？”慕寒耸了耸肩：“没有也得有啊。”兄弟三人对视一眼，哈哈大笑。慕寒看着天上的明月，忽然问道：“爹以后怎么办？”沐风想了想，说道：“尊重爹的选择，其实你应该知道的。”慕寒默然。穆从云不是山上修士，自然没有那么长久的寿命，但是他若是想自家的3个儿子，无论怎样，就算是吃丹药，用尽天材地宝，堆也能堆出来一个反虚境。但是老帅穆从云的心性，3个当儿子的都是一清二楚，他是不会同意的。穆秋说道：“放心吧，一甲子之内不会有什么问题。”慕寒后仰躺在房顶，看着天上的那轮明月，问道：“这场仗会打多久？”没人给他答案，就连沐风都没能给得了他答案。穆秋似乎想起了什么，忽然说道：“对了，萧月姑娘让我告诉你，她先回青云门了，她需要闭关一段时间，大概是彻底融合前世今生，之后还有不少事情，比如说把那座云渊仙宫搬出来。”慕寒点了点头。沐风这时拍了拍慕寒的肩膀，问道：“会不会怨二哥？”慕寒笑了，他枕着双手，扭头看向沐风道：“二哥要是这么说话，那我可就真要生出点怨气了。”沐风也笑了，随后便是一阵长久的沉默。片刻之后，沐风缓缓站起身：“我得去中土神州了，那里有一座雄城，是人间最后一座城池。”穆秋点了点头，距离天门开启只剩下不到半月的时间。时间看似很短，但是听雪楼的那位魔道剧情可早就落在人间了。从明天开始，一座绝无仅有的大阵会笼罩整个八荒大陆。沐风与白毅他们2人造就了一座大阵，强行拘押了一甲子的光阴。简单的来说，整个八荒大陆的天时彻底的变了，光阴流转变慢，原本半个月之后就要开启的天门变成了60年之后。而慕寒也需要闭关，则要彻底的大炼5件本命物，届时共度9道雷劫，一举冲击到大成境。沐风说完之后，身形消失在了原地。穆秋也站起身，伸了个懒腰，随后嗓音玩味的说道：“貌似有人来找你了呢。”慕寒一愣，穆秋这时已经悄无声息的离开了。屋檐下，邀月抬头看着慕寒。慕寒顿时有些尴尬，他赶紧坐起身，想了想，随后问道：“要不上来坐坐？”邀月直接来到了慕寒身边，居高临下的看着他。慕寒毕竟是在坐着，所以他面前就只能看到2条修长笔直的双腿。还不等他说话，邀月就已经开口问道：“好看吗？”慕寒暗自咽了下口水，脱口而出一句：“好看。”说完，慕寒身体一僵，自己不会挨打吧？没成想，邀月竟然直接坐在了他旁边，就只是静静的坐着，也没说话。过了一会，邀月开口问道：“累不累？”慕寒摇了摇头，随后便又是长久的沉默。又过了一会，邀月忽然撂下一句话，随后回了房间，只不过似乎忘了关门。邀月说的是：“你家的下人刚刚给我送来了2床被子。”慕寒愣在了原地。五行法，小子，终于拿下了！快快快，让我开开眼！万物书，五行法其实也就那么回事，我先睡了，小子你注意身体，要节制。慕寒哭笑不得，他知道这万物书可是五行法的媳妇，只不过看这样也是个妻管严。慕寒跃下屋顶，站在邀月的房门前，竟忽然有些不知所措。没成想，屋内忽然传来了邀月的声音：“要是不敢进屋，就帮我把门关上。”邀月的嗓音中似乎还带着一丝讥讽。慕寒当时就怒了：“什么意思？挑衅？我今天还真就豁出去了！”慕寒大步流星的走了进去。翌日清晨，穆雪儿正打算找3哥慕寒带自己出去玩，刚走出门，就看见慕寒一手扶着腰，另一只手扶着墙，好像是从姚月姐姐的房间那边走出来的。穆雪儿赶紧跑了过去，一脸疑惑的看着慕寒：“三哥，你怎么了？受伤了吗？”慕寒面色尴尬：“这个倒也没有。”穆雪儿问道：“那你捂着腰做什么？”慕寒想了想，说道：“哥昨晚干活有些累了，明天再陪你玩，乖。”说着，慕寒就往自己的房间走去。穆雪儿不解，站在慕寒身后问道：“哥，大晚上的，你干什么活？”慕寒身体一僵，头也不回的说了2个字：“耕地。”房间内，邀月俏脸通红的呸了一声。这一日，整个八荒大陆的天时都开始发生变化，一些山下俗子可能完全感受不到，只觉得这日子更平常比，好像没啥两样。但是这种天时，相当于给八荒大陆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动物、每一株草木，都增加了1甲子的寿命。这种真正的神仙手段，当时也只有沐风与那位听雪楼的白毅联手才能做到。另一边，中土神州建立起了一座雄城，城墙高达100丈，蜿蜒数万里。此城名为墨城。第一任城主，亦可以说是最后一任城主，名为沐风。与此同时，东黄州也发生了一件大事，一座巍峨仙宫忽然出世，耸立在了东黄州边缘地带。东黄州是八荒大陆最小的一个州，只与枫叶州接壤，身后就是一望无际的东海。这座仙宫便耸立在了东黄州的边缘地带，那里也是外敌入侵的必经之地。而慕寒已经开始着手炼化本命物，
他坐在一座小山头上，这山头不大也不高，站在上面正好能看尽整个穆家堡。在慕寒身后不远处是一座孤坟，那座坟前墓碑上刻着刘伯起这个人名。这个人严格意义上来讲，算是慕寒的半个父亲。儿时的慕寒没少缠着刘伯，让他讲一些江湖事，什么儿女情长、刀光剑影，总之怎么精彩怎么来。亦或者是一些神鬼怪异，慕寒也不挑，反正都有意思。那时的他就喜欢蹲在刘伯身边，一边往嘴里扔着花生，一边听刘伯边喝酒边给他讲故事。现在的他盘膝坐在这山头上，虽然没有了那位老人，也没有了那一身酒气和江湖故事。慕寒此次大练五剑本命武，根据五行法的推断，大概要数年的光阴。这应该是他自打修道以来第一次闭这么长时间的关。山脚下，李默手里拿着一壶酒，自饮自酌。慕寒这一次闭关，他是护道人，一位酒劲武夫。穆雪儿在不远处，好像与一只蝴蝶较上了劲。过了好半天，穆雪儿终于是以胜利者的姿态来到了李默的身前，只不过小脸黢黑，是刚才抓蝴蝶的时候不小心摔了一跤。只不过这丫头皮得很，爬起来像没事人一样，到底是把那只蝴蝶按在了手心里。他嘿嘿直乐，把玩着那只花蝴蝶，像是故意显摆眼，在李默面前走来走去。过了一会，穆雪儿忽然小声问道：“李叔叔，我哥哥在干什么呀？”李默笑了笑，柔声道：“他在干一件大事。”穆雪儿歪了歪脑袋：“有多大呀？”李默想了想，指了指头顶：“比天大。八荒史记曾有一人共度9道雷劫，最终踏天而上，身披一身银甲，如白日飞升，最终剑刺登高，遥遥问天一拳。甲子光阴对于寻常百姓而言，几乎算是大半生，可对于山上修道的修士来说，只不过是一场闭关又出关罢了。东黄州山下江湖之中，一位年轻游侠辞别父母，腰间别了一把铁剑，远游去。虽说父母在，不远游，但是年轻游侠当然知道还有下一句话，是叫做游必有方。他要去的地方每天都在不停的死人，但是却又有无数的人前仆后继。东黄州边境在打仗，没人知道这场仗什么时候能打完，但是所有人都知道同一件事，那就是这场仗绝不能输。为何无人后退？为何无论是山上修士还是山下的江湖儿女，明知必死，却仍旧是毅然决然地背剑而去？难道他们就不知道自己这一去便是一去不回？不是的，其实所有人都知道的，只不过这又能如何？他们身后是父母，是爱人，是儿女，是亲朋，他们身后是家园。他们若是退了，那谁来守那边境？我东黄州儿郎从不畏死。这游侠儿走过一处小溪，在那溪水河畔，正有2位中男人在此对骂。其中一位身穿那纹饰长衫，两鬓微白，谈吐也远比身前不远处那个糙汉子来得儒雅许多。那糙汉子身上穿着一副将军铠，只不过铠甲看上去已经是极为破旧，腰间还有一把战刀，那战刀的制式也很是老旧。那满是老茧的糙汉子正抚摸着马鬃，抬头笑骂道：“哟，这不是我们李大学士吗？咋个从你婆娘的被窝里爬出来了？”那中年文士冷哼一声：“只许你这半截身子都埋土里的人披甲带刀，不许我们读书人封笔从容。”那糙汉子挠了挠脸，啧啧称奇：“呦呦呦，还封笔从容，瞧瞧，果然是读书人，说话就是讲究。”那中年文士瞥了那糙汉子一眼，说道：“你是真不惜命。”那糙汉子一瞪眼：“好家伙，骂我呢？老子想当年可是江国唯一一位镇字头的大将军，老子现阵杀敌那会，你丫还捧着本书挑灯你眼呢？”那中年文士呵呵一笑，说道：“这么厉害？我怎么听说某人第一次上战场，吓得2腿直打摆子，好像裤裆还湿了一大片？”糙汉子老脸一红，可还是混不吝的说道：“放你娘的狗屁！你丫听谁说的？老子非剁了他！”中年文士沉默了一会，忽然说道：“到了下面自己问去。”那糙汉子拍了拍腰间战刀，随后翻身上马，动作无比娴熟。那中年文士看上去身体羸弱，却也有一身精湛马术，他也翻身上马，二人在马上对视一眼。中年文士率先说道：“真想好了。”那糙汉子撇了撇嘴，早就他娘的想好了，当年没能守住国门，这次老子干一票大的。中年文士笑了笑，却没说话。糙汉子哼哼道：“你也不用笑，老子知道自个比不上那些飞天遁地的山上神仙，但是你还真别说，要是没有老子这种舍生求死的人，咱东黄州这个地界不早就丢了。”中年文士沉默了许久，最终勒了一下马缰绳，丢下一句话：“愿与君共赴死。”那糙汉子这一次出了气的没骂人，也勒了一下马缰绳，高声道：“共赴死。”二人策马扬鞭。那年轻游侠看着他们的背影，好似看见了曾经的2个年轻人，一文一武，神采奕奕，共游家国河山。年轻游侠继续向前走，不知走了多久，在一个傍晚，看见了一个一辈子胆小如鼠，从不敢惹是生非的老实人。人到中人，迫于生计，身不由己。他好像在家喝了一碗酒，喝完之后却越来越觉得不是滋味，不知为何，他忽然摔了那只酒碗，拎起院内的一把刚铸造出来没多久的长剑，扬长而去。临走之前，自顾自大声骂了一句：“这些狗日的！”原来曾经跟他穿一条裤子，从小撒尿和稀泥，还玩得不亦乐乎的那几个人都走了。走的时候挺壮阔，威风凛凛，10里8乡的老人孩子俏媳妇那可是都来送过行的。后来没过多久，就只回来了几个盒子，不沉才几两重。他想不通，咋个那么膀大腰圆的壮汉，最后就这么轻飘飘的回来了。他想了又想，
最后给自己倒了一碗酒。他这辈子就没怎么碰过酒，除了成亲那天，好像是喝了几碗，晚上都没能洞房，害得外面那几个趴墙根偷听的年轻小伙嘀咕了半宿。咋回事？咋个没动静？想到这，他笑了，可笑着笑着就哭了。那些人都死了。那天他没敢去，只觉得去了不就是寻死吗？活着不好吗？他的那些好友却什么也没说，就只是摇头。那个时候他不明白，现在好像明白了一点。你不去可以，因为总会有人替你去。可若是人人皆不去呢？所以他摔破了那只酒碗，胆小了一辈子的他，拿起那柄好友心铸的长剑，披星戴月远走边关。走之前回望了一眼，原来不知不觉他已是泪流满面。他轻声呢喃了一句：“我死，换你们娘俩活。”年轻游侠儿看着他的背影，月色下影子被拉得很长很长。年轻游侠儿继续向前，不知走了多久，但是估摸着自己应该是快要到了，因为他在前面看到了密密麻麻的墓碑，一望无际。这好像是一片墓海。年轻游侠儿肃然起敬，他对着这片碑海重重抱拳，只说了一句话：“有幸的见诸君，愿为碑海再添一杯。”大概是真的临近那片战场了。他远远地望见天空之上偶有那仙人御风而过，好不潇洒。就在这时，一阵马蹄声从年轻游侠儿身后传来，他微微扭头，只见一支约莫上万的骑军，整齐划一，人马俱披甲。这支骑军与年轻游侠儿擦肩而过，地面顿时扬起阵阵尘烟。年轻游侠儿站在原地，静静地看着这奔腾的铁甲洪流。边关骤起狂风，吹乱了年轻游侠儿的发丝，也吹动了他的心弦。那马蹄声真是人间第一等曲子，再无之一。年轻游侠儿眺望远方，在一座仙宫样式的城楼之上，好像站着一位身披银甲的年轻人。他腰间悬剑，墨发随风而动。他好像伸了一个懒腰，随后高高跃起，从那城楼之上一跃而下，直接落入敌府。在他落地的一刹那，方圆数十里之地瞬间凹陷，周遭的那些死仙顿时化为阴粉。他缓缓直起身，背后那鲜红的披风被吹得猎猎作响。他抬起头，右手握住那名为玉天的古剑，轻呼出一口气，随后拔剑，一道剑光骤然亮起，欲要割裂天地一般。一剑光寒八荒九州，是他自己说的，也是说他自己的。慕寒这一剑直接让这一波攻势彻底消融，数以千计的死仙全部葬送在了慕寒这一剑上。只不过慕寒的脸上却没有半点喜悦，他望向某处，眉头微皱。这时从城头又飘落下来两人，俩人皆是女子，一人喜穿白衣，一人喜穿黑衣。白衣萧月，黑衣邀月，二人站在了慕寒左右。萧月顺着慕寒的视线望去，同样黛眉微蹙。枫叶洲出事了，这句话是邀月说的。三人遥遥望向枫叶洲的方向，此刻枫叶洲整个洲几乎陆沉，死仙众多，几乎一望无际，黑压压一片，犹如汪洋大海。枫叶洲山下世俗几乎算是彻底沦陷了，就连山上宗门如今也是个十不存一的境况，其他州也根本无暇驰援。若是再这样下去，整个枫叶洲就算是完了。此刻枫叶洲渡口战场，叶双双一拳地出，身前死仙顿时到了一大片。距离叶双双不远处，徐缺全身赤红，犹如升腾起火焰一般，双臂之上的火幻缠绕飞旋，与他近身的死仙皆如烈火焚身。更远处，周叔傲立山巅，只不过这座山却是一座尸山，脚下是堆积成山的死仙尸体，周叔的嘴角也流出了一缕鲜血。叶双双一拳地出，身形瞬间后撤。周叔，走！叶双双大喝一声，可是周叔却摇了摇头，苦笑一声：“走？走去哪？”叶双双再度递出一拳，收拳之际开口骂道：“再不走就走不了了，你打算死在这？”徐缺这时也正在缓步后退，三人已经被缓缓包围了。原本这处渡口是有着三个宗门镇守的，除了女子大宗师叶双双与周叔之外，还有一位宗师。只不过那位宗师与其手下12名弟子皆战死，周叔的2名弟子也已经立即而亡。如今此处渡口便只剩下周叔、叶双双与徐缺三人。徐缺如今的境界已然是7境巅峰武夫，又经历了这一场大战，只要不死，徐缺定然能够突破至武夫8境。可惜徐缺退至叶双双身侧，师徒二人背靠着背，神色凝重。徐缺问道：“师傅，咋个办？”叶双双啐了一口，怕是走不了了。徐缺咧嘴一笑：“走不了更好，那我可就要放开手脚了。”叶双双沉默了一会，说道：“是为师对不住你。”徐缺难得正色道：“若是没有师傅带我上山修行，哪有如今的徐缺？只不过是一个没能熬过冬天的小乞儿罢了。”徐缺深吸一口气，能与师傅共同死在枫叶洲家乡，我这个做徒弟的早就知足了。叶双双揉了揉眼睛，却没说话。徐缺忽然望向远处的周叔，冷不丁喊了句：“周大宗师，能与你并肩作战，我徐缺荣幸之至。”周叔笑了笑，只说了2个：“毅然。”下一刻，周叔身形一闪而逝，直接冲向了敌府。9境界大宗师至此一去不复返，家国山河面前，一切往日的仇怨皆云消云散，留下的只有壮阔。徐缺不再留手，身上似乎真的燃起了火焰，胸前那麒麟刺青仿佛活了一般，背后那白龙刺青也缓缓睁眼。三人各自凿阵，周叔去势最快，凿阵最深；叶双双凿阵最稳，徐缺则是凿阵最猛。陷入疯魔状态的徐缺，狂躁如一头人形凶兽。只不过面前的大军根本一眼望不到头，三人此去
注定是有来无回。大概过了半个时辰的时间，周叔已经浑身浴血，右臂折断，脸上已经布满了鲜血。他凿阵最深，此刻即便是想退，也根本没有退路了。周叔必死无疑。登山练拳三甲子，不曾为天地出拳。今日我周叔一身拳法，皆害于天地。瞬间，周叔再度吊起一口五符真气，递出他此生最后一拳。这一拳仿佛山岳横倒于地，其势头只不过2个字：碾压。而周叔死而不到。叶双双显然也感受到了周叔此生这最后一拳。虽然二人平日里私交一般，可此时此刻，此情此景，叶双双难免心生悲戚。而周叔也不愧为大宗师之名，无愧他那封叶州武道第一人的称号，因为他这临死一拳，硬生生打出了生路，一条给叶双双与徐缺的生路。叶双双大喝一声：“徐缺！”徐缺瞬间拔地而起，双臂之上的火幻猛地缠在了叶双双腰间。徐缺人在半空，猛地一甩，犹如抡铁锤一般，直接将叶双双甩了出去。叶双双借着这前冲之势，出拳不停。徐缺再度一跃，仿佛一脚重重踏在了半空中，紧跟叶双双的去势。师徒二人由此一线生机。只不过就在一瞬，那道缺口忽然被数之不尽的人海填埋，叶双双与徐缺也彻底的落入了重重包围之中，四面皆敌。二人再度靠背而立，叶双双忽然呕出一口鲜血，染红了他那一身白衣。徐缺双手颤抖不停，显然差不多也快要到极限了。就在这时，天边远处仿佛有一颗陨石下落，叔弟在下落到一半时燃起了火焰，直到了近处，二人才发现那根本不是什么陨石，那是一个人。有一人从天而降，只听一声轰鸣，一个容貌俊秀异常的年轻人落地之后，在原地砸出一个深深的大坑。他抖了抖双手，一拳轰出，直接将叶双双与徐缺周围的那些死仙全部轰成阴粉。来人，正是季沧海，八荒大陆年轻一辈武道第一人。此刻或许可以把年轻一辈4个字摘去了。这一甲子的光阴，季沧海找到了一个人，那个人就是梅玉山。或许这是一种冥冥之中的薪火传承。季沧海如今已经跻身五符10境，而五符10境界与那传说中的五符11境，此间还有这3个小境界，分别是那反璞、归真、神道。当年的梅玉山便是身处五符10境，且2只脚都踏入了归真境界，只不过是在冲击神道之时，心境怕破碎，随后便是境界一跌再跌。如今的季沧海同样跻身了五符10境，如今也是归真境界。他这一拳直接轰杀了不知多少死线。他望向叶双双与徐缺，只说了一个字：走。季沧海气沉丹田，双手摆出一个拳架，这拳架非是某种武学传承，而是季沧海自己悟出来的。这拳架看似软绵无力，似乎只是双手画弧，可此间却有着充沛道义。仅仅是拳意，便让欲要近身季沧海的死仙全部化为阴粉。就在这时，一道剑光突兀亮起，一袭青衫御剑而来。云青山手持芳华，剑开仙潮，瞬间他便出现在了叶双双与徐缺身前。云青山单手掐诀，手中芳华脱手而出，所过之处似乎拉出一条狭长的云线。他伸出双手，分别按在了叶双双与徐缺的肩头，身形一闪，人随剑走。季沧海抬头看了一眼，笑了笑：“我为诸君殿后。”说着，季沧海竟是缓缓打出一拳，这拳架轻缓无比，看上去分明没有任何的威慑力，可从他手中打出，往往便是有着惊天地泣鬼神的莫大威能。云青山带着叶双双与徐缺御剑而去，叶双双又呕出一大口鲜血，他不得不伏在云青山肩头，饶是如此，还不忘打趣他：“哟，你这副星汉，这次倒是没提上裤子就跑啊！”云青山面色一僵，不就是年少懵懂那点事吗？怎么就抓住不放了？云青山这回总算是鼓起勇气反驳了一句：“当年那晚，要不是你故意把我灌醉，还把我生拉硬拽的拽到床上，能有这事？让自己平白无故背了这么多年的负心汉名头，你心里就不会痛吗？那天晚上到底是谁主动，心里就没个数？老子醉得跟条死狗一样，不都是你自己在上面忙活？不就是第二天比你起得早了点，悄咪咪穿上裤子跑路了吗？这也不能怪我呀，这是搁谁身上谁都怕啊！”谁知叶双双忽然扑哧一笑，冷不丁说了一句：“我喜欢。”云青山一下子哑口无言。那处渡口战场，地面之上只留下了一个阴阳太极图，周遭所有死线皆死尽。东黄州青云门议事堂，慕寒右手轻轻敲击桌面，场中已经沉寂许久。忽然，手指敲击桌面的声音戛然而止。慕寒开口说道：“我会去中土神州。”场中依旧沉寂。过了半晌，有人嬉皮笑脸的说道：“哎呦喂，某人又要独挑大梁了。不凑巧，小爷我也准备去上一试。”徐缺瘫坐在椅子上，翘着个二郎腿。萧月此时也说道：“那我陪你。”妖月没说话，只不过谁都知道，这位曾经的魔门掌教，如今多了个身份——穆家儿媳妇。云青山身侧坐着叶双双，只不过叶双双的坐姿比较奇怪，人坐在自己的椅子上，两条长腿却是搁在了云青山的腿上，这让云青山从开始议会到现在都红着一张老脸。反观叶双双倒是神情自若，甚至还颇为玩味。穆秋揉了揉脖子，只问了一个问题：“什么时候动身？”慕寒想了想，抬头望向众人说道：“明日入夜，青云门后山。”慕寒、徐缺、季沧海三人立于山巅之上。大约1个时辰之前，徐缺突破到了5符8境。
当然了，现在的徐缺鼻青脸肿，那是被季沧海揍的。徐缺主动提出想让这位大名鼎鼎的季沧海喂拳，季沧海也没有半点架子，二人话出道来。结果徐缺愣是连季沧海的袖子都没摸到，自己反倒是被揍了个鼻青脸肿。不过还是很有效果的，徐缺的8境关隘终于是突破了。慕寒在共度9重雷劫之后，境界也是来到了大成境，只不过武夫境界却仍旧是7境。对于面前这位武道一途的天下第一，慕寒早就已经如雷贯耳。沧海兄，不如咱俩练练。慕寒笑着说道。季沧海同样是洒然一笑，即便你不说，我也会说。虽然季沧海如今被称为自梅玉山之后的天下第一人，但是他自己知道，单论拳招，自己的确配得上这个称谓。但是若说拳艺，季沧海看向慕寒，此人若论天下第二，那便无人敢言第一。闭关甲子，登天而上，一剑荡碎9道雷劫，于那高天之上，遥遥地出一拳。那一拳的拳意，饶是季沧海也是心神往之。天下武夫皆退散。慕寒缓缓站定，未曾摆出任何一种拳架，但是拳意已经弥漫开来。季沧海轻吐出一口浊气，徐缺赶紧跑得远远的。这2个怪物互相问拳，自己还是试点去，往后稍一稍。季沧海的拳招如何？高过众生。慕寒的拳艺如何？高过青天。可二人之间的问拳却是不温不火，没有地动山摇，更没有天塌地陷，甚至连周围的花草都未曾折断。可俗话说得好，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徐缺之所以躲得老远，是有一定道理的。此时此刻，这二人的方寸之间无人可近。二人若是真结结实实的打上一场生死相搏的那种，那毫无疑问，整座东黄州都会被打没。二人的问拳一直到了第2天大日初升，日出时分，山风骤起，二人同时停手。慕寒拱手道：“受教。”季沧海也拱手道：“受教。”二人共同站在这山巅，于此刻见天地，见众生。这一日，八荒9州各路强者齐赴中土神州。北漠州，北漠州常年天寒地冻，白雪皑皑。此刻有一人缓步走在这风雪之中，是一个老人，原本就白发苍苍，此刻走过风雪，只是白头在白头。他手中的武器很是滑稽，是一把锄头，而且绝对不是什么仙兵，更不是什么神器，就真的只是一把锄头。他叫裘信，是北漠州第一人，是第一个从北漠州站出来赶往中土神州的，同时也是北漠州最能打的一个。老人的步伐其实不快，甚至可以说是极慢。或许他是想再看一看这片风雪，再看一看家乡，因为裘信此次赶往中土神州只为一事，求死而已。当老人终于走过那片风雪时，在那片风雪中好似多出了更多的身影。他们齐步走出那片风雪，跟在了老人身后。有人双手合十放在嘴边，轻轻哈了一口气，也有人扭过头回望家乡。以裘信为首，北漠州一行76人皆赴死而来。风雪依旧，不见归人。南西州与北漠州相比，南西州就真的是四季如春了。南西州108人跟着一位名叫祝安的女子共赴中土神州。这位祝安在南西州有一个笑称祝冰姐。祝安脾气极好，可所练功法却是残暴无比。他轻易不出手，出手便送人冰姐转世。南西州只有2种人，一种是死人，一种是活人。乍一听好像是废话，但其实还有下一句。这2种，前一种是与祝安交过手的，后一种是没跟祝安交过手的。祝安道龄444岁，前44年修道登山，后400年无敌于益州。西岳州与其他州不同，西岳州只有1人奔赴中土神州。众所周知，西岳州是一个遍地山谷的大州，整个八荒大陆，即便是中土神州，单论钱财这一块，跟西岳州相比，那也得往后站。西岳州修士境界稀烂，这几乎是公认的，就算是那么几个境界高的，要论打架功夫，那也是一塌糊涂。但是别州修士对西岳州修士有这么一句话：谁也打不过，谁也打不过。就如这位独自一人赶往中土神州的禽兽，要论功法手段，禽兽比不过那祝安，也比不过那裘信。但若是说禽兽真与这2位打起来，那就算是这2位联手，也不见得就能伤到禽兽，甚至不是击败，而是连伤他都做不到。归其原因吗？有钱呗，法宝多呗。西岳州不是没人愿意去那中土神州，而是都被这位禽兽拦下了。禽兽就说了那么几句话，就让一众人哑口无言。你们比我境界高，还是比我有钱，还是比我法宝多？要是说命比我多一条，那你们随意，我不拦着。随后西岳州所有修士就见到了此生难忘的一幕。禽兽大手一挥，成千上万的法宝汇成了一条金龙，禽兽就这么盘膝坐在龙头上，扬长而去。没法子，家底就是这么厚。有眼尖的甚至看见在这条法宝所凝聚而成的金龙之中，甚至有着10多件仙兵，就连那神器都有着5、6把。所有人呆若木鸡，原来这才是有钱人啊！还有人喃喃自语：这条金龙至少有那么一片龙鳞是我贡献出去的。禽兽赚钱的本事那是人尽皆知的，那可谓是真禽兽啊！禽兽坐在那金色巨龙的龙头上，闲着没事干，琢磨来琢磨去，想到了个消遣的法子。他开始从天上往下扔钱，没别的意思，就是无聊。后人所说的一人能当100万军，其实还真不是说那些杀力高出天外的那波真豪杰，而是这位做了一辈子小人，坑蒙拐骗赚了一辈子钱，临了才做了一回豪杰的禽兽。
枫叶州，枫叶州是9大州死伤最为惨重的，山上修士十不存一。但是这一天，枫叶州共赴中土的人却是最多的，为首的人却不是枫叶州本地人，而是季沧海。这位武道天下第一来到枫叶州，就只说了一句话：愿与我共赴死者，请出拳。下一刻，整个枫叶州仿佛都震动了一下。天下武夫，半出枫叶。这句话可不是说着玩的。季沧海摇摇欲风，其身后跟着枫叶州所有的也是仅存的316名纯粹武夫。流云州，如果说天下武夫半出枫叶，那么剑修一道也有这么一句话：天底下只有2种剑修，一种是流云州剑修，另一种是其他剑修。流云州的剑道魁首是一位名叫柳长空的中年男子。柳长空有一个怪癖，救一人便要杀一人，杀一人便要救一人。只不过后来听说有一个满脸脏兮兮的少女偶遇柳长空，花了9文钱请他杀人，帮他杀一个人，杀一个曾经杀了他全家的人。据说柳长空是答应了那少女，不过也与他说了，我先去杀他，再回来杀你。可好，那少女竟然也点头了。再后来就没人知道发生什么了，只知道柳长空好像就此隐匿，从此数百年再不曾出现。这一次倒是突兀出现，但是谁都没发现，那柄柳长空的佩剑无情在那剑柄之上挂着一串铜钱，一共9枚。柳长空御剑而行，左手持剑，右手大拇指还在摩挲着那串古朴铜钱。这位佩剑无情，人更无情的剑客，此时此刻脸上却有着一丝温柔笑意。青州，八荒大陆青州一直是相对来说最安然无事的一州，因为青州修士10人有9人皆是那炼丹师。此次共赴中土，青州有99位炼丹宗师同行。99位宗师的直尺物中，那全都是塞得满满登登，各种天材地宝，各种灵丹妙药，凡是能带的都带了。为首的炼丹大宗师是叫钟谷，这位钟谷的家眷学徒不清楚此事，只是今儿一早起来，见宅子里空空如也，各种名贵丹药全都不翼而飞，就连那炼丹的炉子都没了，一时间还以为招了贼，跌坐在地上哭了好半天。殊不知是自家那位钟大宗师一夜之间全都将其卷走了，扛着炼丹炉就跑了。其实是怕自家那个婆娘念叨，你一个炼丹的，老老实实在家炼丹不就成了，往那中土神州跑什么？你是瞎了眼还是怎么着？中土神州那边什么个情况？你不知道？去找死不成？钟谷口头答应的挺好，可半夜偷偷摸摸的从被窝里溜出来，将自己辛辛苦苦练了大半辈子的名贵丹药全都打包了。天没亮就扛着炉子跑路了。殊不知钟谷的那位夫人其实早就醒了，而且是一路看着钟谷犹如做贼一般溜出了自家府邸。夫人最后只是双手捻住衣角，倚在门边目送他离去。我一个妇道人家，哪里懂得什么苍生大义，只不过是希望你活着。沧州与青州类似，沧州多是炼器师，只不过沧州这位领衔出关赶赴中土神州的大人物，那可是实实在在的大人物。这人是白毅与沐风一同前来请这人出关，此人名叫江河。其实3人之间都认识，只不过当年的这位大人物其实还是个孩童。这位江河的师傅那就真是实实在在的大人物了。那位大人物平生最得意的2个作品，被他分别取名为天驱以及御天。东黄州，慕寒立于山巅之上，一袭青衫，清风拂面，双袖飘荡。忽闻天地渐明，山风骤起，大潮拍岸。青山高过白云，月色如洗，洒寒江几许。金戈铁马，踏万里山河。忽闻仙人洒下几斗海水，丈量江湖儿女几多一起长。谁闻山间高歌，谁闻江河低语？谁见黄沙漫天一人独行？谁见千军万马一剑破阵？黄河垂落，苍山倒悬，原来是人间青山客。中土神州，一座万里长城将整个中土神州囊括其中，距离八荒9州强者齐赴中土已经过去整整30年。30年战火连绵，死伤无数，中土神州已经快要失守了。其他几大洲的跨州驰援至少要1个月的时间，可中土神州最多还能再坚持7天。今天中土神州的城头之上站了许多人，就在1个时辰前，一场隐秘的议事悄然结束。众人想出了一个不算办法的办法，中土神州已经没有兵力了，10不存1，可以说是完全打光了。如今剩下还能参战的就只有一些各州聚拢而来的高手。紫气城城主聂延之，枪仙郭乾，书生陆许，五九铺子林继晨，天下第一季沧海，刀客张三，女子武夫林淑清，北漠州第一人裘信，南西州女子魁首祝安，西岳州豪绅禽兽，流云州剑首柳长空，枫叶州徐缺，青云门云青山，枫叶州如今的武道第一人叶双双，乾坤学院钟离半雪，女帝萧月，天魔宗邀月，真君子李观奇，老夫子魏固，斩龙人陆隐熙，慕寒、慕秋、沐风与白毅2人无法出城作战，整个八荒大陆的天时地利此刻都依靠着2人运转。炼丹大师钟谷自然是不能出城作战的，而且中土神州能守到如今的这个地步，可以说与青州的这些丹道大师脱不开关系。若是没有青州的这一批炼丹师昼夜不停地炼制丹药，而且绝不藏私，各种珍品丹药全部都无偿分发给了大家，否则的话，中土神州大概在半年前就要失守了。而那位江河自从来到中土神州的这座墨城之后，几乎就没再露过面。慕寒身上没有穿着那副天驱铠甲，
手中也无那柄御天神剑，他只是拿着一柄那位西岳州豪绅禽兽赠予他的神器，名叫白练。这把白练长剑通体银白，只说样貌，那绝对是首屈一指。这城头之上倒还有着一件趣事，自从那禽兽来了之后，所有人几乎都算是鸟枪换炮了，灵气那基本都是满地扔，随后弯腰一捡，那就是一件灵器。要是趴地上仔细找一找，用不上半天的功夫就能找到一件仙兵。慕寒站在这墨城城头之上，朗声道：“诸位，此城便是人间最后一座城，此城若破，那人间便再无宁日。今日愿出城者，且随我出城。”慕寒没有多说什么，只不过寥寥几语罢了。随后他也没有望向众人，只是伸手抚摸了一下城墙，随后一跃而下。慕寒跃下城头，微微屈膝，伸手抓了一把地上的尘土，尘土从他的指缝间滑落。慕寒直起身，缓缓站定。他仰起头，看向天边远处的那座巍峨天门，似乎是在与天上的那位天庭公主隔空相对。半晌，慕寒缓缓低下头，目视前方，在他身前是一望无际的死线，犹如一片黑海，一眼望不到头。到底有多少？其数量已经无从查证了。就在这时，城头之上又跃下两人，一袭白衣胜雪，萧月从城头跃下，站在了慕寒身边左侧；还有一袭黑衣纱裙，妖月面色清冷，站在了慕寒身边右侧。两位女子，两位红颜知己，皆是默不作声，一同陪着慕寒望向身前那片黑海。忽然又有人从城头跃下，是一袭紫衫，紫气城城主聂言之。聂言之双袖子飘摇，目光淡漠地看着前方。我来找你们，这是聂言之对自己说的话。上一次亲手覆灭一座宗门之时，他也曾对自己说过一句话，那句话是我来为你们报仇。又有二人联袂跃下城头，分别站在了聂言之左右。郭乾手持银枪，枪尖抵地，神情不羁；陆许双手拢袖，望向前方那片黑海，神色如常。林继晨也跃下城头，摘下腰间那赤红色的酒葫芦，仰头豪饮一口，随后将酒葫芦随后扔向身后。季沧海与张三也跃下城头，季沧海双手交替，揉了揉手腕。张三腰间悬挂有两柄古刀，背后也背着一把，他眯眼望向前方。这一次不会迷路了，因为满目皆敌人。又有两位女子跃下城头，是那女子五夫林淑清与南西州第一人祝安。林淑清站定之后，伸手摘下了自己脸上那具金铁锁住的恶鬼面具，目视前方，神情淡漠。祝安一言不发，只是仔细地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着。裘信跃下城头，他有些微微驼背，手中拿着那破旧的锄头，微微仰头看了前方一眼。他抿了抿嘴，自顾自小声念叨着：“希望来年家里还是个好收场。”禽兽也跃下城头，只不过浑身上下叮叮咣咣的各种仙兵神器来回碰撞，犹如铃铛一般。光是那防御法袍，禽兽就穿了不下10件。陆颖熙有天就一脸玩味的笑着问道：“咋的，老兄弟这么怕死，你还来做甚？”禽兽笑呵呵的说道：“一时热血上涌，上了头，这不就来了。要是让我再选一次啊，可不敢再来了。”可话是这么说，接连数十次生死大战，禽兽每次都是凿阵最深、杀敌最多的那个人。每一场大战打下来，最少都要废掉近100件法宝。打到现在，禽兽浑身上下也不剩下多少了，凑吧凑吧，也就20多个了。但是无一例外，不是9品仙兵，就是上品神器。柳长空和徐缺二人一同跃下城头。柳长空手中握着那把无情剑柄之上的那一串老旧铜钱，微微摇晃。徐缺抖了抖袖子，双臂之上的火患缓缓垂落。云青山、叶双双、钟离半雪三人联袂跃下城头。叶双双忽然撇了撇嘴，他看向一旁的云青山问道：“我说你是不是不行啊？”这句话把云青山问得一愣。什么？叶双双的视线缓缓下移，在云青山的裤裆那瞄了一眼，随后冲着云青山挑了挑眉。这么多天了，也没说让老娘怀个娃，要真有毛病，得趁早治啊！云青山满头黑线，语噎了半天，最终还是叹了口气。钟离半雪乐得不行，两条马尾辫一晃一晃的。云青山瞥了他一眼，忽然说了句：“以后就生个钟离大哥这样的闺女，看着就讨喜。”钟离半雪忽然就不笑了，他看向云青山：“好你个小云子，现在敢调侃大哥了？”李观奇此时也跃下城头，作为曾经云渊天宫、云渊女帝的开山大弟子，同时也是关门大弟子的他，对于此时这种场景，其实谈不上陌生。毕竟当初云渊仙宫从9天之上坠落人间那一战，虽然比不得现在，但其实也差不了太多了。老夫子魏固和斩龙人陆颖熙也相继跃下城头。斩龙人缓缓伸了个懒腰，笑嘻嘻地拍了拍魏固的肩膀：“老魏啊！”魏固板着个脸，只说了2个字：“闭嘴。”最后一个跃下城头的是穆秋，他如今的境界其实算不得高，与云青山一样，皆是那反虚巅峰。但是在场的所有人，除去那身披天躯、手持御天的慕寒之外，杀力最高的便是穆秋。这是因为穆秋那本命飞剑的本命神通使然，他那把本命飞剑名为杀伐，越是战火纷飞，穆秋那把杀伐的威力便越大。像这种旷古绝今的大战，穆秋那把本命飞剑的杀力，即便是渡劫9重的修士见了，也只能掉头就跑。但凡跑得慢了，那就只能希冀着下辈子爹妈多给自己生2条腿了。22位大宗师齐聚墨城之下，慕寒率先踏出一步：“诸君，请与我死战。”慕寒终于拔剑出鞘。这一天，
八荒九州的天空之上有2个字震破云霄：死战。慕寒右手并出2指，右手向前一划，那柄白链霎时间化作一道华光，犹如一道刺破黑夜的曙光，冲向了那无尽的黑色海洋。与此同时，云青山与柳长空也分别递出一剑。云青山的芳华去势最慢，缓缓而行，就像是一个迟暮老人。可这一剑犹如逆着光阴行走，速度由慢到快，像是一个驼背跛脚的老人，一步步缓缓地挺立起了脊梁。最后，老人成了一个少年郎。柳长空轻轻握住那把无情，他脸上多了一丝笑意。去吧，柳长空轻声说了一句。下一瞬，这柄无情犹如有灵一般，瞬间掠出，但是却不是掠向前方，而是掠向后方。柳长空面色不知为何顿时变得惨白如纸，他的生命正在以一种几乎不可逆的方式急速流失。柳长空站在原地，清风拂面，鬓角飞扬，他面带笑意，缓缓闭眼。其他宗师纷纷侧目，但是却都未曾开口言语，而是默然地恭送这位刘云舟剑道魁首。这一剑没有奔赴战场，而是以一种极快的速度掠向了刘云舟。刘云舟某处，一处青山绿水之地，一位姿容并不出众，鬓角处的发丝都已经微微泛白的女子，正提着水桶给自家那小菜圃浇水。女子一手提着水桶，一手拿着水瓢，伸手从那水桶中舀出水来，浇灌在那些娇艳欲滴的菜叶之上。这处小院子内还有着一个约莫7、8岁大的孩童，此刻手中提着一把木剑，正横劈竖砍，口中更是喝哈不停，颇有那江湖侠客的风采。那妇人忍不住一笑，她微微直起身，扭过头望向那少年。柳念，不好好读书，又在练剑。那少年手中动作不停，义正言辞地说道：娘，我已经读完了今天的课业，现在是练剑的时辰。爹虽然不会武功，也不会用剑，但是我不嫌弃他。上次我在集市上买的那本秘籍可厉害了，等我练成了，我就教我爹个一招办事，保证他以后跟隔壁村陈叔叔吵架的时候也敢撸袖子放几句狠话。妇人摇头苦笑。就在这时，天边似乎闪过一道剑光，眨眼间一柄长剑突兀出现此地。那剑的剑柄上还挂着9枚古朴铜钱。这柄剑掠到了这处庭院之中，随后似乎速度变缓，在那少年目瞪口呆的神情之下，围绕着他转了一圈，随后缓缓停在了那妇人面前，最终斜插入菜圃之中。妇人先是一愣，随后便是长久的沉默。半晌，当那少年回过神来，刚要惊呼的时候，却发现自己娘亲忽然拔出了那柄剑，最终交到了自己的手里。也是在那少年握剑的一刻，整个刘云舟仿佛轻轻震动了一下。下一瞬间，少年微微抬头，就看见天空之上好似遮天蔽日。除去少年之外，刘云舟所有的剑修心湖之上都响起了一句话：柳长空，借剑一用。无数飞剑犹如大雁南飞，一如那过江之鲫，足足900万把飞剑浩浩荡荡自刘云舟而起，落于中土神州。这便是柳长空此生最后一剑。不知多少年后，有一位名叫柳念的年轻游侠仗剑游历刘云舟，所过之处皆有那名镇一方的剑仙于暗处缓缓行礼。当然不是对那年轻游侠，而是对年轻游侠手中那柄剑。那柄无情。季沧海前冲之势最快，在他身后是脚踏火焰的徐缺，二人以双拳凿阵，转瞬间便冲入大军之中。季沧海每递出一拳，都犹如高山塌陷，江河倒灌，那等威势，即便是天上仙人也要望尘莫及。徐缺冲入大军之内，身侧左右竟是生出2道虚影，一道全身赤红，脚踏神火的麒麟圣兽，另一道则是身长100丈，龙须飘荡的神兽白龙。另一边，聂青山也动了。只见天边似有紫气东来，聂青山伸手一抓，似乎将那天边晚霞都握在了手中，随后脱曳而行，身形化作一道长虹，掠入了那黑潮之中。郭乾脱枪而行，这位有着枪仙美誉的郭乾神情桀骜，一人一枪消失在了那片黑潮之中。那凛冽的枪芒犹如风雨夜的道道雷光，摄人心神。陆许则是盘膝坐在原地，面朝那黑潮，一手探出做碾子状，随后再轻轻落子。身前明明并无棋盘，也无棋子，但天地间却偏偏有那道道棋子落在棋盘之上的清脆声响。而随着每一道落子声响起，便要有大片大片的死仙，犹如被山岳碾压，被活活压成烟粉。林继晨也掠入敌阵之中，这位生来命犯孤星的天煞之人，手中持的竟是一把打神鞭。随着林继晨闯入敌阵，张三也快步向前，他双手各握一把狭长刀刃，口中竟也衔着一把锋锐刀刃。张三所过之处，那死仙皆是被一刀腰斩，其威势大有开山裂地之姿。女子五夫林淑清与祝安一同掠入敌阵之中，二人缓步推进，相互之间互有攻防，配合极佳。裘信则是与禽兽一同凿阵，裘信的功法路数很是简洁质朴，真的就是一榔头一榔头的凿过去，可偏偏没人能抗得住他这一击，就像是一个勤恳的老农，一下下的除着田垄间的枯草野草。禽兽则是大不一样了，五光十色，流光溢彩，数十件仙兵神器，那是上下翻飞，看得人眼花缭乱。原来有钱人就连打架都打得这么好看。叶双双则是与钟离半雪一同凿阵，二人皆以拳架开路。少女模样的钟离半雪看似人畜无害，实则拳出人亡。单论力道，钟离半雪几乎与那武道天下第一的季沧海不分高下。萧月与妖月并肩而行，两位女子之间的配合竟是出奇的好。二人方圆10丈之内，无一位死仙可进得了二人的身。李观奇轻呼出一口气，在他手中突兀出现一把长弓。说起来，
此弓还是禽兽赠予他的，名为摘星，看似极为普通，好就像是一把木质弓箭，并无任何出彩之处。但是想要拉开此弓，若没有开山之能，抗顶之姿，是万万不能的。就算是想要稍稍拉动一下这弓弦，都是天方夜谭。但是在李官奇的手中，却是恰到好处。李官奇一箭射出，远处忽然炸裂开来，犹如某处被引爆了一般，轰鸣作响，声势骇人。一箭射出之后，李官奇点了点头，随后再度弯弓射箭，这一下竟是连珠3箭。连珠3箭之后，便是连珠9箭。这几箭的威势，犹如那陨石落地，在地面上砸出一道道大坑，甚至整片战场都在微微震动。陆隐熙拔出腰间佩刀，大笑一声，瞬间掠入敌阵之中。这位人间斩龙人，欲要在此地展开天地。老夫子魏固的手中突兀出现一本古朴书籍，魏固长吁一口气，缓缓做翻书状。每一页翻过，魏固仿佛都要衰老一分。但是战阵之中的所有人都能感觉到一股明显的浩然气，伴着自己一路杀敌。最后出手的自然便是穆秋，他独自一人凿阵，手持一把阔剑，而身后则是悬浮着一把血红色的长剑。穆秋掠入敌阵之中，每一剑斩出，每杀一人，周身都有那暗红色的血球环绕在穆秋周身，最后缓缓凝结于背后那血红色的长剑之上。那长剑变得愈发妖冶，而穆秋则是越战越勇，犹如一尊不知疲倦的魔神，无情且癫狂地收割着生命。22位宗师接连跃下城头，于这座墨城之外与天斗。城头之上，此时还站着2个人，白衣沐风，黑衣白翼。其实除去那场天下宗师齐聚的一场议会，还有一场更为隐秘的议会，只不过那场议会鲜有人知。参加议会的人也只有4人，穆秋、沐风、慕寒还有白翼。4人到底谈论了什么，无从得知，只知道后面穆秋拂袖而去，四世大怒。白翼后来也默默地离开了，只余下沐风与慕寒2人做完了那最后的商议。白翼此时问道：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沐风答道：这一点你应该比我还要清楚。白翼沉默。沐风看着眼前那片战场，又抬头看了看头顶那座巍峨天门，若是可以，他何曾不想再想出别的办法。战场之上，22位大宗师已经在城下足足打了半个月有余，后来就连钟鼓都坐不住了，也跃下了城头，但却不是去杀人，而是去救人。就算救不了，也要把这些人的尸首带回来。钟老带回来的第一具尸体是柳长空的，这位流云州的剑道魁首合上双眼，面带笑意，死而不倒。钟鼓带回来的第2具尸体是一袭紫衫，聂延之，这位紫气城城主以一人之力独挡近50万死仙的推进脚步，最后力竭而亡。聂延之倒地之处，竟是无一位死仙胆敢踏进一步。第3人竟然是魏谷。这位老夫子缓缓翻过手中书籍那最后一页，一本圣贤书顿时化为烟粉，只不过却又有成百上千的金色符号环绕老夫子周身。魏谷原本是不用死的，即便他自碎了本命物，有这些金色字符在，他也绝不至于命丧于此。但是魏谷只是抚须而笑，大袖一挥，那些金色文字登时便朝着战阵之中的众人掠去。八荒九州，无善养浩然气。若是无这些金色文字护住了其余那些大宗师，至少又要多死数人。魏固的尸体被钟鼓带回了城头之上，这位读书人鞠躬尽瘁矣。陆许坐在原地盘膝而死，他的手还在做那落子状，只不过此刻已经是七窍流血，双目微闭。若问人间真君子，当寻青山陆家郎。书生陆许此生无愧父母，无愧亲朋，更无愧天地。钟鼓此刻已经是嘴唇颤抖，他甚至都不敢有太大的动作，仿佛生怕惊扰了这位后生晚辈的安眠。裘信与禽兽一同破阵，裘信满身鲜血，气息也已经开始变得萎靡。禽兽倒是状态还好，毕竟法宝多如牛毛，只不过这些天的大战下来，光是仙兵就已经折损了5件。禽兽忽然高声道：裘老头，你先撤，我殿后。2人此刻举目皆敌，禽兽此刻身旁还飘荡着3件仙兵，2件神器，算是他最后的半点家当了。自爆2件神器，足可以开出一条返回墨城的道路，2人便都能有着一线生机。可是裘信却只是摇头：不走啦，你走吧。禽兽眯了眯眼，随后嬉笑道：怎么着，裘老头是信不着我？不瞒你说，我可是还有着压箱底的法宝没掏出来呢。放心撤，这点小场面我镇得住。只不过禽兽在说这句话时，双手背在身后，看似是在装高人风范，实则是因为禽兽的双手在不停地颤抖。法宝多归多，但是驾驭法宝也是一件劳心劳力的事情。裘信缓缓直起身子，扭头看了禽兽一眼：别逞强。禽兽刚要说话，却发现裘信不知什么时候一步跨出，顿时来到了自己身前。裘信一掌拍在了禽兽的胸口，禽兽顿时倒退而行。裘信只说了一个字：走。禽兽咬了咬牙：他妈的，一个个的都非要当英雄，当个狗熊活得久一点不行吗？不好吗？禽兽忽然停在了原地，右脚重重一踏。原来禽兽不是说着玩的，他是真的还有一个压箱底的法宝，那是他的本命物，一件9品神器。禽兽怒喝一声：给我爆！禽兽自爆本命物，以禽兽为圆心，方圆千里之地的死仙全部泯灭，连飞灰都没能剩下。钟鼓突兀出现在此，禽兽连连后退，最终直接跌坐在地上。自爆本命物，禽兽如今已经是一个无尽之人。钟鼓按住了禽兽的肩膀，赶紧为他服下一颗丹药。钟鼓原本还能再救一人，但是裘信却只是摇头。原来
三人身侧已经又有死仙围了过来。裘信说道：“带他走吧，我就不走了。不用替我收尸，不麻烦你了。”说着，裘信便踏步走向那片黑潮，未曾回头。钟谷双手颤抖，他看着裘信的背影，竟是连半句话都说不出口。半晌，这位向来脾气极好的钟谷老先生也只能背起那已经昏迷的禽兽，向墨城城头掠去。临走也只是骂了一句：“他妈的！”郭乾脱枪而行，枪尖抵地，迸发出一连串的火花。他所过之处，皆是那雷霆万钧。陆许死了，他知道，因为那落子之生已经不在。郭乾一枪击出，枪出如龙。他在心底对自己说了句话：“书呆子，我来陪你了。”当钟谷来到郭乾这里时，他已经死了，手持银枪，就这么站在原地，七窍流血，再无生机。林继晨倒在了地上，张三就守在他身边，剧烈的喘息着。他也快坚持不住了。这场仗已经打了整整20天，张三的3把刀已经断了2把，而他也断了2臂。若不是林继晨关键时刻替他挡了一下，他只会比林继晨先死。张三口中衔着1把刀，咧嘴一笑。当钟谷来到此处之时，张三与林继晨背靠背而亡。季沧海如今还有余力，但是徐缺已经单膝跪地，双手颤抖，忍不住呕出一大口鲜血。季沧海站在徐缺身侧，一直护着他。徐缺断断续续地说道：“走，别管我。”季沧海没说话。徐缺又呕出一大口鲜血：“走啊！”季沧海一拳递出，随后摇了摇头：“不走。”徐缺直接气笑了，他抹了抹嘴角处的鲜血：“你们这些人怎么都这么一根筋？”季沧海忽然扭头望向某处，原来是钟谷老了。钟谷此刻的面色也是微微发白，接连救人，他的消耗也不小。他毕竟是一位炼丹师，与这些擅长功法的大宗师自然是无法相提并论的。他见到徐缺还有口气，是真的松了一口气。他妈的，可算赶上一回。钟谷不由分说，掰开徐缺的嘴就往里塞了4、5颗丹药，有些甚至连钟谷都不知道是什么功效了，都这个节骨眼了，甭管什么，吃就完了。不管怎么着，必须得给老子活下来。季沧海神情平淡地说道：“钟老，你先带他回去吧。”钟谷看向季沧海，季沧海揉了揉手腕，背对着2人说道：“你带他走，我就无需分心。”钟谷犹豫片刻，最终还是没有说什么。这位极为年轻的武道第一人，想必是有着他自己的考量的。钟谷将徐缺活着带回了墨城城头，林淑清与祝安这2位女子皆死。钟谷将2人的尸首带回了城头。沐风与白毅默然不语。叶双双面色惨白如纸，他已经连半点力气都没了，此刻便是站定，双腿都不停地打着白子。云青山浑身上下满是鲜血，此刻犹如一个血人一般。钟离半雪为了救他们已经死了，尸首就在叶双双身旁不远处，叶双双甚至不敢抬眼去看。叶双双跌坐在了地上，啐了一口血水：“不走了，他奶奶的，早知道不来了。”叶双双看了云青山一眼，云青山的那把芳华已经满是裂痕，处在濒临断裂的边缘。云青山，走，老娘不需要你殉情，快走！云青山不说话，手中出剑不停，可周围的死仙已经越围越多。叶双双忽然放缓了语气：“青山，你走吧，活下去，我这样的女子不值当的。”云青山忽然扭头，极其严肃地看了一眼叶双双：“这种话不要再对我说第2遍。”云青山体内的灵力也已经几近枯竭，他只能再递出一剑了。云青山轻呼出一口气，一起死在这也算是幸事。云青山一剑递出，这应该他此生的最后一剑了。一剑递出，云青山的面色霎时间变得惨败如纸，他同样跌坐在了地上。叶双双握住了云青山的手，2人皆无言。就在这时，一道剑光瞬间亮了起来，慕寒突兀现身此地，他双手分别抓住云青山与叶双双的肩膀，气沉丹田，猛地向后一甩。后方，钟谷遥遥接住2人。慕寒回头看了一眼云青山2人，没有说话，再度转头望向某地。萧月与妖月2人此刻也有些撑不住了。慕寒出现在2人身侧，轻声道：“走。”2位家人紧咬红唇，皆是欲言又止。慕寒摇了摇头：“走吧，我没事。”慕寒以剑开路，送2人折返墨城。李观奇和陆颖熙2人也能抽身而退。城头之上10具尸体，聂言之、陆许、郭乾、林继晨、张三、林淑清、祝安、柳长空、钟离半雪、魏固。裘信也死了，只不过他的尸首钟谷却是带不回来了。城头之上，即便侥幸留的一命，此刻也是面色惨白，跌坐在城墙边缘。城下便只剩下穆秋、慕寒还有季沧海。穆秋手中的那把阔剑早就已经折断了，此刻便是用着那把本命飞剑杀法。穆秋浑身染血，犹如一尊浴血魔神。在这旷古绝今的大战之下，这把杀伐的威力已经被提升到了最大。季沧海每一拳递出，都要有着大片大片的死仙倒下，他今日无愧天下第一这个称谓。可是以3人之力，终究是难抵千军万马。沐风叹了口气，白衣缓步离去，想来应该是去找那位江河。3人硬生生又坚持了一天。季沧海终于退回战场，他的双拳之上早已经是白骨嶙峋，几乎再无血肉。穆秋是第2个撤回战场的，他最后一剑直接席卷了整片战场，那一剑的声势与柳长空那死前一剑不相上下。城下便只有慕寒一人，他也已经快要到极限了，体内灵力彻底枯竭，五符真气也已经耗尽。城头之上，徐缺眯了眯眼，不对，他没想回来。众人齐齐色变，穆秋双拳紧握，
最后却又猛地松开。沐风面无表情地看着仍旧在殊死搏杀的慕寒。萧月就要掠下城头，但是却被妖月拦住了。云青山面色苍白，他看向沐风，为何不救？沐风没说话。城头之上，一众宗师皆默然。慕寒大抵是真的坚持不住了，他甚至一个踉跄摔倒在了地上。无数的死仙犹如蝗虫一般欺压而上，瞬间便将慕寒淹没。慕寒！城头之上，有人呆呆地看着这一幕。战场之上，慕寒倒在地上，倒在血泊之中。他好似轻声呢喃了一句：“剑来！”瞬间，一道剑光从城内瞬间掠向城外，是御天神剑。不，或许如今用圣剑来说更为贴切。世间只知灵气之上乃是仙兵，仙兵之上乃是神器，殊不知神器之上还有着传说中的圣器。而江河此生最大的心愿，便是铸造出一件圣器。这一剑率先而至，直接将战场撕开一道巨大的缺口。下一瞬，一片片铠甲亦是从墨城之中飞掠而出，一道璀璨光华拔地而起，犹如一根通天光柱。而在这光柱之中，有一人身披天躯圣甲，手握御天神剑，傲立于此。城头之上，沐风看了沐秋一眼，沐秋竟是陡然红了眼眶，有种永远都别回来，不然我就替爹好好教训教训你们。沐风笑了，他恭恭敬敬地冲着沐秋行了一礼，长兄如父。城头之上，所有人都觉察出了一丝异样。季沧海沉默了一会，他似乎知道了，他向前一步说道：“前辈，我来替慕寒开天。”沐风想了想，最终还是点了点头。陆颖熙与李观奇对视一眼，同时踏出一步，我二人拼死也能护住人间。沐风深吸一口气，他缓缓转身，冲着整个八荒大陆鞠了一躬。白毅突兀出现在了慕寒身侧，慕寒轻声道：“可以了。”白毅嗯了一声，慕寒随手一剑，这一剑之威，甚至能轻易毁去一州之地。面前一望无际的死仙，顿时被慕寒这一剑斩去大半。慕寒又是一剑，余下死仙皆死尽。两剑还天地清明。慕寒感叹一句：“不愧是圣器。”江河前辈呢？白毅说道：“作画了。”慕寒沉默，江前辈在最后一刻以性命为代价，铸成了这人间绝无仅有的两件圣器。慕寒转过身，遥遥望向城头，他没说话，只是轻轻捶击了一下胸口。萧月与妖月二人早已经是泪流满面。沐秋红着眼睛骂了一句：“臭小子！”季沧海缓缓闭眼，再缓缓睁眼。这一瞬间，天地瞬间暗了下来。季沧海从城头之上跃下，这一次却是跃向高空。这一日，季沧海跻身武夫11境。武神境！八荒大陆的所有人此刻仰头看向高空，有一人步步登天，直来到9天之上，屹立于那天门之前。季沧海朗声道：“人间季沧海，还礼天庭。”语罢，季沧海一拳递出，这一拳不仅直接打烂了天门，甚至连整座天庭都为之一颤。人间，沐风也已经出现在了慕寒身侧，三人此刻身处一座高山之上，这是一座倒悬之山。慕寒身侧忽然又出现了一位容貌俊朗无比的年轻人，他伸了个懒腰，笑道：“好久不见啊，天津。”沐风笑了笑：“好见不见，五行。”这位俊朗无比的年轻人正是五行法。在五行法身侧，八荒、御剑、万物书全部现出身形。慕寒望向高空，轻声道：“辛苦了。”瞬间，几本功法突兀出现，飘荡在了慕寒面前。所有人都消失不见，只有沐风还站在慕寒身侧。慕寒没敢扭头去看他，沐风却嗓音温纯的笑道：“别怕。”慕寒想了想，刚想说话，却发现身侧的二哥已经不见了踪影，面前多了一本天经。慕寒伸手揉了揉眼睛，伸手一揽，6本天书便是环绕他在周身，恰好围成了一个圈。五行、八荒、御剑、万物、天经、地义。诸位，随我再开天一次。瞬间，慕寒的身形化作一道长虹，登天而去。八荒大陆的所有人都看到了这震撼人心的一幕。天门之前，慕寒突兀出现在了季沧海身侧。回吧。这句话是慕寒说的。季沧海点了点头，他忽然问道：“还能回来吗？”慕寒轻轻摇头。季沧海冲着慕寒重重一抱拳：“保重。”旋即，季沧海折返人间。慕寒踏步向前，缓缓走入天门之内。他身侧的6本天书开始缓缓消散，最终由6本天书重新铸造了一扇天门。原来，此前慕寒等人的那场4人议事所商议出的结果，便是彻底隔绝人间与天庭。从此，天上仙人不得再来此人间，人间也无人能再飞升，而八荒大陆的灵气也会日渐枯竭，到最后再无修道者，整个八荒大陆都将沦为一处无法之地。而这道天门便由慕寒镇守。慕寒站在天门前，静静地候着那位天庭共主的到来。果然，在这扇由6本天书化成的天门出现以后，在慕寒身前远处缓缓走来一人，他是这座新天庭的天庭共主。他只说了一句话：“只有一扇天门，拦不住我的。”慕寒轻笑一声：“放心，不会亏待你的。”慕寒突兀喊出2个名字：前尘、往事。瞬间，本命飞剑前尘所塑造的小天地，登时将整座天庭都裹挟其中。而这座小天地的光阴运转，则由往事代劳。慕寒竟是缓缓坐在了地上，笑道：“反正有亿万年的光阴，咱俩聊聊。”不知多少年后，一个隆冬时节，一处古朴宅子之中，宅子的院门与房门上都贴着福字。
只不过这些福字都是倒着贴的。用木秋的话来说，那就是福斗、福到。宅子之中，一位双鬓斑白的妇人正在包饺子。木秋本想帮忙打下手，可惜却被妇人赶了出来。没一会的功夫，宅子外面就来人了。大哥！外面传来了一个女子的呼喊。慕寒赶紧快步走了出去。喜儿，来，快进屋！来人正是穆雪儿。当年那个叫嚷着自己嫁不出的小姑娘，如今早已经是亭亭玉立，甚至手边还牵着一个约莫7、8岁的少年。穆秋瞥了一眼穆雪儿身后那个人，笑骂一句：“你小子，便宜你了！”穆雪儿身后那个人居然是徐缺。如今的徐缺也已经是一位两鬓微白的中年人了。徐缺看着已经稍稍有些驼背的穆秋，不再像曾经那般言谈无忌，而是缓缓走上，轻声叫了一声大哥。穆秋看着徐缺，忽然愣了一会，他要是没走，今天也该来回大哥家过年吃饺子了。就在这时，宅子外又出现了3个人：云青山、叶双双，还有一个云霜，是个刚刚籍贯之年的女子，性子没随她娘亲，反而是随了她父亲，很是温柔随和。穆秋冲着云青山摆了摆手，随后从袖中掏出2个红包，一个递给了那取名叫徐白的孩子，另一个给了那云霜。都进屋，都进屋。穆秋笑着说道。一行人都进了屋，原本略显冷清的房间热闹了几分。穆雪儿和叶双双都去了厨房帮秦苏做年夜饭，云霜和徐白待在一起，一问一答。徐白的性子是真跟当年的徐缺一模一样，脑子里不知道是多点什么还是缺点什么。云青山和穆秋站在窗边看着外面的大雪。宅子门口忽然停下了一辆马车，一位管事模样的中年人拿着2个盒子走了进来。穆先生，这是我们家先生特意叮嘱我们送过来的。穆秋有些讶异，敢问你们家先生是？那中年管事说道：禽兽。穆秋与云青山对视一眼，旋即哈哈大笑。那中年管事又道：这里面还有钟谷先生送的一份薄礼。穆秋点了点头，笑纳了。那中年管事迎着风雪离开了。穆秋打开盒子，忽然一愣，原来是一柄剑，是那白练。穆秋笑了笑，禽兽这老小子有心了。此外还有一枚丹药，是钟谷老先生的一份心意。差不多快到了吃饭的时间，这处宅子竟然又来了2个人，一位美妇人带着一个少女。穆秋看着她没说话，只是点了点头。美妇人和那少女进了屋子，缓缓落座。少女被取名穆念。穆秋想了想，将那某个人曾经在那墨城之下用过的白练递给了那美妇人。萧月，这把剑你拿着。萧月看了那剑一眼，抿了抿嘴唇，却没说话。他收下那柄剑，穆秋拍了拍他的肩膀，走，吃饭去。萧月将那把剑递给了少女穆念。穆念小声问道：娘亲，这是爹爹的剑吗？萧月笑着点了点头，揉了揉他的脑袋，走，去吃饭吧。不知不觉，穆秋也到了坐上主位的年纪，只不过长桌上却空着2个位置。穆家3兄弟，活着是3兄弟，死了也得是3兄弟。穆秋举起酒碗，说了一番新年贺词，大家共饮一杯。穆秋却是顿了顿，他看了一眼那2个空位，手中酒碗冲着那2个空位上举了举，他小声说了一句：又一年了。就在这时，门外忽然响起了敲门声。穆秋一愣，徐缺拍了拍少年徐白的脑袋：小子，去开门。徐白瞪了徐缺一眼，但还是老老实实的过去看门。门外站着一个身材修长的年轻人，双手拢袖，面带笑意的看着徐白。徐白问道：叔叔，你找谁？那人想了想，说道：回家找我大哥。屋内刚喝完一口酒的穆秋瞬间愣住了，他猛地站起身。屋外那人已经走入了屋子，他轻轻拍了拍肩膀上的雪花，看向众人。众人的呼吸好似都凝滞了。那人最后看向穆秋，缓缓鞠躬道：长兄如父。大哥，我回来了。穆雪儿猛地站起身，冲过去一把抱住了他。二哥。一座倒悬的高山之上，一个身穿黑色纱裙的女子枕着双手看着夜空。一个少年忽然从半山腰那边跑了过来，那眉眼与某个人简直如出一辙。少年嚷嚷着：娘亲，别看了，我都饿了。女子嘴角翘起：饿了？饿了不会自己做顿饭？娘亲也饿了，去，快去做饭去。少年顿时拉下一张脸，他小声嘀咕着：爹怎么就找了你这么个媳妇？少年自顾自摇头叹气，还真就是去了半山腰的一处小宅子中，自己开始生火做饭，而且看样子是极为熟稔了。山巅上的那名女子微微闭上眼睛，好似是在假寐。就在这时，好像有人轻轻敲了一下她的脑袋。女子笑道：臭小子，不去做饭，又跑过来干什么？那人顿了顿，旋即笑道：这么欺负我儿子？女子一愣，随后猛地睁开眼睛，她怔怔地看着坐在自己身旁的那人，两行清泪瞬间夺眶而出。入夜，那处早已经吃完了年夜饭的宅子内，却仍旧燃着烛火。忽然，宅子外响起一阵脚步声，随后便是几下敲门声。萧月眼眶通红，他站起身，站到门边，却迟迟不敢开门，直到外面响起一个熟悉嗓音：大哥，二哥，开门啊！怎么着，大过年的还差我这顿饭啊？忒不够意思了吧？